江海市早上7点，楚天拿着游戏头盔步入叶家大院内。这家伙当个男保姆，叶晴少爷竟然愿意给他1年300万，一个大男人竟然当个保姆，这么窝囊，就是给我1年1000万，老子也不干。下人们指指点点。楚天面色不变，但潜藏的怒火愈发炽盛。他的袖管内藏着2根铁棍，心道：要是有什么意外，今日叶家人都别想获得安宁。他是一个孤儿，和妹妹相依为命，考入了江海市第1的大学，本该有光明灿烂的未来。结果1年前，妹妹被检测出癌症晚期，随时会撒手人寰。但他没有放弃妹妹，他给各大杂志社写作，发表论文，当健身房教练等等。这些年来倒也攒了不少钱，可这些钱顶多支付妹妹1年的医疗费。这时候他的大学同学叶晴出现了，说只要楚天给他家当1年保姆，就会支付楚天300万佣金。为此他忍受了1年，而今1年之期已到，希望一切顺利吧。咚咚咚，楚天敲响了叶家大院6号别墅的大门。叶家内到处是别墅，这里正是叶晴的别墅3楼。滚！叶晴一脚把昨晚服侍他的美女踹走，这身段比孟婉晴差远了。孟婉晴是他和楚天的同班同学，也是他苦追不得的女神，可孟婉晴竟然主动追求楚天。最可恨的是，楚天竟然拒绝了，因为楚天实在是太优秀了，高、富、帅，品学兼优，只有富和他不沾边，正是无数大学妹子心仪的对象，这也引来了叶晴的嫉妒。咚咚咚，大门敲响，叶晴疑惑地抬头，早上7点可没人敢打扰自己。他立刻打开别墅的监控，只见楚天一脸期待地敲着大门。他突然想起了1年之约，这个沙比不会真当老子会给他300万吧？一个穷屌丝以为自己是谁呢？他哈哈大笑，拿出手机点开了许多视频。视频里有楚天这1年来为叶家洗厕所、端尿壶的场景，和他江海大学第1骄子的身份极其不符。以他的优秀，毕业后至少会成为企业高管。发送！他将视频发给了孟婉晴，嘿嘿冷笑。当你看到这个视频，你就会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天之骄子，谁才配你的喜欢。发送的时候，他还添加了一句：楚天是为了300万。叮咚！孟婉晴正在早自习，她希望和楚天一样优秀，才能有共同话题。手机突然传来了提示声，打开后看到的画面让她的心彻底乱了。男神楚天竟然是为了钱，连尊严都不要了的人吗？楚天不断的敲门，可是别墅久久未开，他的面容逐渐变冷。从一开始他就怀疑过叶晴在骗自己，因为叶晴说他是在帮助自己的妹妹，可是他从未和任何人提过妹妹的事情。叶晴更像是调查过自己，故意在整人，但当时他没有别的选择啊。叶晴，我来拿我的酬劳！他当即怒吼，声音传遍了叶家大院。叶家大院内无数的别墅大门打开，叶家的各位大佬、老太君、叶家族长等等，以及叶家的各位下人全都走了出来，严肃地看向了楚天。何事喧哗？叶家族长叶天的父亲冷喝道：这才是刚起床的时刻，老太君需要休息，我们这些大人也正在商谈大事，你一个下人竟敢在叶家大声呼喊，来了也好。老太君叶晴的奶奶走出来，楚天去把尿壶洗一下，狗拉在了屋内，你赶紧去擦了，洗衣房积压了很多衣服，楚天你赶紧去洗。叶家的一位位大人走了出来，个个都是衣冠楚楚，使唤着楚天。所有人都习惯了，都认为他的尊严可以肆意践踏。楚天冷视着这些人，心中这1年积压的怒火突然的爆发而起，再次怒吼道：叶晴答应过我，当保姆1年300万，我来拿回我的报酬，我来拿回我的报酬，我来拿回我的报酬。声音传荡不休，这一声他喊得堂堂正正，这本就是他应得的，这可是叶晴答应过的。而且他身为江海大学的天之骄子，发表的论文让学术界都大为震动，给叶家当牛做马1年怎么不值300万？保姆1年300万？叶族长和老太君同时一愣，尊贵的他们怎么会管楚天的事？晴儿，真有这种事？叶晴在楼上看着这一切，看着优秀的楚天被叶家为难，他心中优越感爆棚。任由你楚天很优秀又如何？还不是给我叶家当保姆？他没有说话，而是把所有同学都拉到了直播间，开始了现场直播。少爷确实答应过。下人们议论纷纷，叶晴早就和他们吹过牛逼了，他们也想看看叶家会怎么处理这事。哦，是吗？叶族长开口了，我们叶家是大家族，自然是言而有信的，一个下人1年300万，倒也说得过去。呼！楚天呼了一口气，放下了即将抽出的铁棍。没有人知道，低调的他除了成绩优异外，还自学了许多武术，即使只是看网上的一些视频研究的，他也可以说是一名武术高手，比一些雇佣兵都厉害。但是紧接着的一道声音却是让他眉目变冷：来人啊，去给他取300万越南盾！300万越南盾
差不多是900龙国币，在寸土寸金的江海市，连1个月的饭钱都不够。更让人恼火的是，叶族长继续道：“你只是一个下人，1年300万月难盾，确实说得过去。”轰！楚天的怒火彻底被点燃了。此刻，叶晴的直播刚好开启，同学们都不敢和他作对，被他喊到了直播间围观，其中也有江海大学的女神孟婉晴。咦，这不是班长楚天吗？哇，好帅！他在干嘛？他怎么拿出了一根铁棍？在直播画面中，这根刚直的铁棍如同燃烧着熊熊火焰，和那道挺拔的身影一样。不屈不可辱。第2章，发光的游戏头盔。我们的大班长男神楚天怎么穿的保姆装？我去，男保姆！同学们的话语在直播间弹幕上不断浮现，这让叶晴非常得意，尤其想到孟婉晴也在观看楚天的落魄，让他愈发的膨胀，都没注意到所有的弹幕，没看到楚天拿起铁棍的提示。哈哈，楚天为了钱哀求我收他做男保姆，我答应给他300万，但这种见钱眼开的人怎么能忍？本少爷要代表劳苦大众惩罚他，所以我只给他300万月难盾。他歪曲事实，哈哈大笑。砰！突然的一道铁棍横空而来，直接破碎了别墅的玻璃窗户，狠狠地抽打在他的身上。叶晴飞出去几米远，吐了鸡大口血，他的手机也轰然破碎，直播间因此关闭了。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快到众人才反应过来。楚天，你敢伤我儿！该死的，你只是一个下人！叶族长怒吼，脸色显露出不可思议。一直唯唯诺诺的楚天，他怎么敢的？得罪了叶家，在江海市将无楚天的生存之所。我为何不敢？楚天横眉怒目，又从袖管中拿出了一根铁棍，只有半根手臂长，但被他抓在手上，却仿佛释放着冲天杀气。把我的钱交出来！他要的不是钱，是给妹妹续命的希望，是他这1年来的尊严寄托。楚天，你算个什么东西？叶晴这时愤怒地爬起来，从桌子底下拿出几个行李箱，站在别墅阳台上，将行李箱打开后，漫天的纸钱洒落了。但这洒落的纸钱全部是冥币。来啊，你要的300万给你。你一个成绩不错的大学生罢了，一个没人要的孤儿，而本少爷乃是叶家少主，与你有云泥之别，你奋斗几辈子也无法追赶本少爷丝毫。你的出身注定了你是一个废物。他肆意的嘲笑，漫天冥币如雨洒落，冥币之中闪过了楚天冷漠的神情。他明白了，任由他做出什么努力，在这些世家大佬的眼中就是一个任意玩弄的对象。300万对于叶家来说就是毛毛雨，但是他们不愿意给，因为叶家瞧不起他。人的命运从出生时就定下来了，想要从我叶家拿300万，你个没爹娘的孤儿也配？叶族长更是冷笑，敢在我叶家闹事，给我打断他的腿！几十个保安出现了，手持棍棒围住楚天。叶家老太君等人冷笑着围观，觉得楚天必定完蛋了。轰轰！战斗已然发生。让他们惊讶的是，楚天灵巧地使用铁棍，恣意地在包围圈中游走。不一会儿的功夫，所有的保安全部飞了出去。楚天竟然这么强，所有人都吓傻了。在叶家当牛做马的楚天，竟然拥有这么可怕的战斗力。你们从未入过我的眼。楚天一一扫视下去，这些所谓的世家大佬，在他眼中不过如此，这就是他的骄傲。除了没有强大的背景，他各个方面都极其的出众。可惜，叶家的帮手还在陆陆续续到来，甚至有一些雇佣兵、地下世界的专业杀手。即使楚天的战斗力不错，但想单挑这么多人还有些难。至少在给妹妹续命前，他不能出事。这钱是我工作1年的酬劳，你们欠我的，我定会拿回来。他不断怒吼，和围来的敌人展开乱战，一通厮杀后，费了不少所谓的高手，终于冲出了叶家大院。临走前冰冷的目光，让叶家众人竟心底生寒。好可怕的家伙，他才20岁。叶族长竟然在颤抖，突然后悔招惹了楚天。20岁就有这样的身手，日后指不定给叶家造成多少麻烦。不行，必须弄死他！来人啊，查出楚天去了哪里，把他往死里整！不用了，父亲大人。叶晴突然前来，眼神中十足的怨恨。楚天刚才差点把他砸废，我刚才看到楚天好像拿着天域的头盔，让我去天域玩死他。除了背景，他在任何一方面都比不过楚天，他不服，那就在天域游戏中再见高下。天域，叶族长陷入沉思，点头道：好。相传天域隐藏着巨大的秘密，乃是借助天外陨石开发的游戏，能让人类激发出巨大潜能，引得许多世家巨擘、国家大佬都计划进去其中。今日9点正式开服，只差1个小时多点。父亲，可有办法让我提前登陆天域，超人一步？叶晴最爱的还是先天领先别人了，这样他就可以利用资源，
踩踏如楚天这般的人。我找人问问。楚天预料过刚才的情况，在叶家外提前停了辆恩手汽车，他的车技也非常好，一瞬间就甩走了那些叶家高手。天域头盔售卖，屌丝变富帅，坐拥白富美，就在今朝。王侯将相，您有种乎？天域让您拥有无限可能。大街上，无数的人正在购买头盔。这款游戏由大米国天域公司发布，据说是宇宙舰队从外太空带回了一块陨石，让他们发现了高新科技，开发了100%拟真游戏。借助这个游戏世界，所有人类能获得进化。谁信呢？有些傻子确实是信了。就算不能进化，一个能支持全人类进入的游戏，必然能引起新一轮的游戏热潮，贩卖装备、跑商等等都可以赚钱。我大概是傻了，拿所剩不多的钱买了个游戏头盔。楚天摸着自己的头盔，唉，现在前途暗淡，即使他挺优秀的，也不可能在20岁的年纪坐拥巨大财富，也没时间去创业。现在又得罪了叶家，他在江海市确实寸步难行。但现实走不通，或许可以在天域试试。最重要的是，传闻天域能让人永生，说不定就有办法治疗妹妹的癌症。想到这里，楚天又心疼了。再过几日就要给妹妹支付新一轮的医疗款项，期待的300万却打了水漂。叶家，这笔账我会好好的和你们算。若妹妹出事，她就是死，也要拖着叶家一起灭亡。楚天没有注意到，之前战斗的时候，他被粗糙的铁棒磨破了一点皮，出了一丝丝的血，而这一丝血正好擦在了游戏头盔上，游戏头盔开始发光发亮。第3章天域未起，捷足先登。天域要9点才开启，好想提前进入啊！听说一些好头盔能让人初始拥有好的游戏天赋，人们热议。楚天叹口气，他的头盔就是普通头盔，好的头盔需要几十万龙国币，普通人可买不起。据说好头盔能让人在游戏中领先别人许多。公平的只有一点，都是9点进入。他心中沮丧，没兴趣去查看头盔，没看到头盔的光芒愈发的炽盛。叶家，我托人找天域的管理层问了，天域实在太神秘，开发商也无法完美控制，没有人能在9点之前进入天域之中。这句话叶组长说的斩钉截铁。叶晴也没太在乎，他有最高级的头盔，据说能抽到神级天赋，天赋分为1至 A 级，在上面就是 SSSS 级，也被称为神级天赋。神级天赋在手，绝对能吊打所有普通玩家。他转身回了别墅，拿出头盔做好准备，距离9点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了。据他所知，同学们都计划进入游戏试一试。楚天，最好别让本少爷在天域遇到你，让你在同学在孟晚晴的面前再狠狠地丢一次脸。哼，本少爷这般霸气，进入游戏后角色就叫修罗吧。fuck！ 遥远的大米国天域公司，一位公司高层刚和林组长通话，手下急匆匆地跑来，大呼道：“组长，您快去看看吧，游戏出大事了！”他迅速跑到了天域开发中心，看到的情景让他震惊了。几十万台电脑连接着一块大陨石，电脑上显示了数据流，监测着所有的头盔信息。可所有的电脑都紊乱了，设备员大喊 ：“Oh my god！ 天域系统被入侵了，有人要提前进入游戏，而且终端不可控，无法阻止，无法锁定。”死！是谁能破开重重防火墙，强制性的要登录天域？要知道9点开启，是因为天域公司只能在9点开启游戏，他们也不能完美控制游戏。而现在似乎变了，有这么一个人比他们公司还要强。他才刚跟叶组长说，没有人能提前登录呢。他看着电脑画面，一道奇异的数据流紊乱了所有的信息。这道数据流就如同入海的腾龙般，要将这巨大的世界搅个天翻地覆。是谁如此恐怖？与此同时，楚天的头盔发出了盛大的光芒。叮！恭喜，检测到神秘未知血脉，检测到血脉最低为神灵级潜力，检测到此血脉属于蒙昧状态，与普通人类无区别，但完美契合天域。叮！恭喜，天域提前开启。叮！恭喜，您获得了提前1小时进入天域的资格。3道提示声在楚天脑海响起。此时乃是上午8点整，叶晴还在不耐烦的等待中，而楚天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眼前白光一闪，修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庞大世界。好！无数巨龙从天空飞过，美丽的精灵翩翩起舞，巨大的泰坦一拳打爆山崖，似乎还有神秘的剑仙妖精一闪而逝，诸多种族为生存而战。战斗是这里永恒的法则。最终，天空中出现2个大字：天域。刚才的提示声竟然是真的，我提前1小时进入了天域。楚天先是一愣，再是一喜，提前进入的效果不言而喻，他完全可以在这段时间内抢占资源，领先所有的玩家，一步先就是步步先啊！如果真有许多大佬进入这个游戏，
他借此赚钱不要太简单，请选择种族：人族、兽族、精灵族、地精族、矮人族。低沉的声音响起，在他面前出现一系列选项，还有各大种族的介绍。兽族适合近身战士，精灵擅长弓箭。楚天瞅了两眼，很多种族都太丑了，精灵又太阴柔，不适合他的帅气。人族，楚天还是想做个人，人族的属性也是比较均衡的，基本适合所有职业。请继续选择职业：战士、盾卫、刺客、游侠、弓箭手、法师、牧师、骑士、采矿师、制药师。咻咻咻！空中出现了无数的职业石像，有7大主职业，还有许多生活职业、辅助职业。楚天一眼就相中了战士，刀光剑影才是男儿的热血江湖。叮，请玩家命名游戏 ID。修罗。楚天眼含煞气的开口，他老老实实的当个保姆，结果被叶家欺负到这个份上，要不是考虑到妹妹，他当场就会豁出去拼命。但经过此事，他绝不会低头做人。他在现实差的只有背景，而这次提前进入游戏，就让他在先天上领先了所有人，靠着他的才智和努力，绝对能够逆改自己的命运。以修罗之名，带给这些所谓的大佬们恐惧。叮，该 ID 并未注册，修罗角色注册成功。哼，别人就算想抢这个名字，现在能进来注册吗？叮，每一个玩家初始都可以抽取一个天赋，是否开始抽取您的天赋？抽取。楚天毫不犹豫说道。话音刚落，一个巨大的金色轮盘出现在他面前，上面镌刻着无数的文字。凝视一会儿后，许多信息进入了楚天的脑海。低级剑术精通1级，中级挖矿精通D级，低级授予1级，高级防御加成 C 级。楚天很失望，连一个 B 级、王级德都没有。他的头盔太垃圾了，无法给他提供 B 级以上的天赋抽取，而且 C 级、D 级的很少，很可能给他抽取一个最垃圾的1级天赋。像叶晴这种世家子弟，肯定都有最好的游戏头盔，是必定抽中神级天赋的，最低的都是 S 级。这个世界在哪里都不公平。算了，有总比没有好。楚天没有放弃，出身卑微，造就了他坚韧不屈的性格。叮，抽取天赋中，金色轮盘转动，几秒钟后指针定格了。楚天瞅了一眼，发现是一个1级天赋，当下心里一凉。但让他愣住的是，提示声却是迟迟未到来。更奇怪的是，指针突然开始发了疯的跳动。几秒后，砰！金色轮盘直接炸了。叮！您身具神秘血脉，拥有无限进化的潜能，天赋轮盘没有资格给您抽奖，发生了自毁。根据您的血脉特性，系统自动为您补足天赋。叮！恭喜您获得了 SSSSSS 级超神天赋。第4章，净化万物，逆天改命。叮！恭喜您获得了 SSSSSS 级超神天赋，净化万物。死！他的血脉不仅让他提前进入了游戏，连天赋轮盘都没资格给他抽奖。这好像是他在现实世界的血脉吧？难不成他的身份其实很牛逼，连神秘的天域都被自己影响到？怪不得他在现实非常聪明、帅气，身体素质非常强，这都是先天的呀。可惜他没见过父母，就连打小呆的孤儿院都在火灾中毁灭。妹妹是他唯一的亲人，他连个打听的人都没有。重要的是 SSSSSS 级超神天赋，官方给出的说明中，最高的天赋就是 SSS 级，他的初始天赋超越了最高天赋3个 S 级。查看天赋，楚天心念一动，天赋描述跃然眼前。净化万物 SSSSSS 级超神天赋描述1：您使用净化点可以给任意事物，包括生物和非生物，包括可视和不可视，净化。您的手就是命运之手，可以更改万物的命运。描述2：您拥有的事物，包括生物和非生物，包括可视和不可视，都可以分解成净化点。死，牛逼大发了！这意思就是楚天可以给任意东西净化，职业、种族、装备、钱财、宠物等等等等，一切存在于世的东西都可以被他净化到更高级，甚至连天赋都可以净化。楚天查看了一下，在他的目光中，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净化所需净化点的标记，就连 SSSSSS 级超神天赋净化万物都还能再次净化。咕咚，楚天吞咽口水，这个天赋再次净化该有多厉害？唯一可惜的是，净化这个天赋需要99999999999净化点，好吧，楚天没再数了，数不清的9呢。做人要知足，超神级天赋已经很强了，他日后强大了，自然能将其净化。真的是逆天改命啊！楚天好不容易才平复了激动之情，柳暗花明又一村，没想到在天域竟然有如此大的收获。他明白这个天赋的价值简直是无敌 bug， 任何垃圾的东西在他手中
都能变成超级宝贝。就像他自身一样，是一个没有背景的普通人，现实中不得志，但从此命运开始更改。哪怕是他做个天赋进化师，专门负责给玩家进化天赋，都能获得丰厚的酬劳。但楚天现在看中的已经不是钱了，他需要变强。这个天赋让楚天相信了天域的各种传说，说不定真能给妹妹找到治病的机会。叮，是否选择调控面部比例，隐藏现实面容？提示声打破了楚天的思考。隐藏现实面容自然能省去很多麻烦，游戏里牛逼，但被仇家在现实寻仇的事情也是司空见惯了。但楚天不会选择隐藏面容，已经招惹了叶家，没隐藏的必要，干就完了。叮，是否进入游戏？楚天当即进入了游戏，踏上变强之路。叮，恭喜您进入了99888号新手村。眼前一亮，出现在楚天面前的是一个破旧的新手村，但新手村非常的大，目测能容纳几十万人，可见天域的版图比现实要巨大。新手村位置是根据玩家现实的地域来定的，首次登录在哪个城市，就会固定的进入哪几个新手村，并不是随时间定，所以楚天没进入1号新手村。江海市玩家就会进入99887、99888、99889等几个新手村。叶青，你最好祈祷不要进入99888号新手村，否则……楚天眉目冷厉，他有种直觉，叶青这个爱做梦的花花公子一定会进入游戏的，哪怕他不进入99888新手村，到了主城也要玩死他。江海市玩家一定会进入同一个主城。楚天也玩过网游，对各种操作很熟悉。打开个人面板，修罗战士，种族人族，血脉未知，等级1，误伤10至12，防御9，血值100，蓝值50%，力量9，智力4，体质5，敏捷5，幸运值0，暴击率5%，战士初始暴击率，潜能点0，天赋净化万物 SSSSSS 超神级，技能探查术基础技能，背包容量10×10，内含新手装，力量和伤害有关，体质和防御有关，这两者也会同时增强血量上限。楚天的数据面板不错了，作为一个战士，最重要的力量有9点，满值也就10点罢了。除了天赋，其他的并不算太出众。但是楚天发现血量、防御、蓝量、幸运值等等这些面板数据竟然也能够进化，甚至连经验值都能进化。可惜也需要大量的进化点，他算看明白了，这些涉及到巨大影响的东西都需要数目巨大的进化点，目前是不行的，但也是个美好的未来。目前他可以进化的是装备。尊贵的勇士，神灵传下了神谕，告诉我们将有一批勇士到来，没想到您会到来的如此快，我们村里的人还都在睡觉呢，也怪最近村里不太平，让村民们不敢外出。村内还没有一个玩家，突然的一个老头子走过来，好奇地盯着楚天看，头顶昵称村长王富贵。村里不太平？太好了，村里太平了，我还怎么抢先众人接任务？楚天当即问道：村长您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确有一事。这样吧，你如果能完成这件任务，我会给出你极其丰富的奖励，这应该是周围所有村长中能够给出的最高额的奖励了，但这个任务很难，你要考虑清楚。叮，是否接受任务？村长的求助。任务描述：前往村外的死寂森林，寻找到失踪的药师。任务难度 A 级。任务奖励1000经验值、1000铜币，低级宠物球1颗，主城才可购买。竟然是 A 级任务。任务的难度和天赋分级一样， A 级任务在新手村已经超难了。也对，毕竟就说让自己寻找药师，但连个坐标都没有，只知道在森林之中。也就是说，森林中的所有怪物都可能是他的敌人。接了，楚天却毫不犹豫，任务奖励中的宠物球可以让玩家捕捉到一个宠物。他身为一个战士，要是捕捉到一个宠物或坐骑，杀怪会方便很多。而且经验值、铜币都会奖励1000。楚天升到2级只需要10点经验值，身上铜币才5枚，可见这个任务奖励的丰厚。做完这个，他可以直接吊打后续进入的所有玩家。第5章，他肯定被杀了。楚天离开了新手村，似乎有古怪，村民们还没醒，因此他没有领取到所有任务。但也不要紧，村长给他的任务是最好的，足够碾压后续玩家了。他并未看到村长看着他的背影，叹气道：又是一个傻娃子啊！神灵谕旨中说有异世界勇士将前来，新手村的问题可以交给他们解决。可没想到他只有一个人，一个人去野外，还是1级的，又没有药物和装备，这不是送死吗？主城才能买到的宠物球，我怎么可能送给别人？
据说这些异世界勇士都有无限复活的能力。村长准备先让楚天吃点苦头，让他知道新手村很难混，到时候发正常任务给他时，就有理由克扣奖励，村长就能少付出许多了。新手村外，楚天玩味的笑笑。新手村只有村长醒着，他连红蓝药水都没出卖，又是1级的新手，属性也没出奇的地方，一个人做任务确实是找死。他有的只有系统赠送的11件新手装：新手鞋白板，敏捷+1；新手柴刀白板，误伤+2；新手项链白板，新手腰带白板，都是白板级别的，只加了一丁点属性，根本没什么大用。但是楚天拥有天赋净化万物，他可以选择1件新手装，将其余的全部分解了，进化出1件有用的装备。既然是战士，自然追求物理伤害。楚天拿起新手柴刀，柴刀上立刻显示进化到黑铁级，需要10点进化点，分解新手柴刀获得1点进化点。每一个新手装都是如此。死，好爽！装备等级由弱到强，分为白板、黑铁、青铜、白银、黄金、白金、钻石、星耀、传奇、史诗、圣器、神话、至尊，后面不知道还有没有了。新手开局能拥有黑铁装，已经是牛逼哄哄的存在。叮！恭喜，分解新手鞋成功，您获得了1点进化点。楚天光脚了，同时他的面板上多了个进化点1的描述。他看看自己的裤子，上衣新一横。马德，干了！为了变强，这点算什么？反正附近又没人。叮！恭喜，分解获得了1点进化点。叮！恭喜，分解获得了1点进化点。提示声陆续响起，楚天身上只剩下了一个大裤衩，他也下定了决心，等会儿一定要迅速的杀怪，爆出一身华丽的装备。他可不是暴露狂。正好10点进化点，楚天拿起新手柴刀，心怀忐忑。刀兄，我把你喂饱了，你一定得对得起我啊！他还没见过黑铁级装备，要是不强，那就难受了。叮！恭喜，使用10点进化点，成功将新手柴刀进化为优良的大刀。他迫不及待地查看，优良的大刀，黑铁，等级1，误伤+10。描述：质量优良的大刀，要是一个新手能拥有它，您的运气足够去买彩票了。这么厉害！楚天没想到黑铁级和白板级的跨越这么大，直接加了8点的物理伤害，只能说白板装备太垃圾了。他当即装备上新的大刀，物理伤害10至12， 20至22，翻倍的提升。汪汪汪汪！恰在此时，一群野狗冲了出来，对着楚天狂吠。楚天一个探查术丢下去，野狗白板级，等级1级，误伤7至9，血量20，防御2。描述：新手村外的小怪物，属性并不强悍，但喜欢以多欺少，独行侠一定不要被他们带到哦。正愁没有怪物呢，自己送上门来了。楚天嘴角带着冷笑，肯定要爆点装备蔽体，要想完成 A 级任务也需要先升级下，而且野狗的尸体也可以变成自己的进化点，那还等什么？楚天1级没有技能，除了有了好天赋，其他都很一般。汪！一只野狗冲来，扑哧！楚天直接一刀砍下，随着血液的溅射，22，黑色伤害出现，代表着秒杀。叮！恭喜，您击杀了一只野狗，获得了1点经验值，全都变成我的经验值吧。楚天抽出大刀，血液溅射到他的身上，配合上他的冷笑，修罗的昵称真如人间魔王一般。汪汪汪汪！野狗们狂吠，完全没想到同伴竟然会被这个看似弱鸡的暴露狂秒杀。这个男人的武器是黑铁器。扑哧！趁着他们恐慌，楚天如猛虎下山，大刀连砍几下，秒杀！秒杀！秒杀！有些不能秒杀的，差了1、2点伤害，也就多出1刀而已。他心里非常的爽，若不是有黑铁器在，他的伤害才12点，根本秒杀不了野狗，势必会被他们围攻致死。多亏了超神天赋，野狗们也开始反击了，给他造成了一些伤害。不过不要紧，他看到地上爆出的装备中是有红药水的，战斗结束喝上1瓶就行了。而且他有种野望，受伤我不喜欢，但除了超神天赋，他其他的东西都不出众。一人单挑这么多怪物，确实是会掉那么点气血。不过他会进化职业、气血、防御等等，有进化万物天赋在，他以后要是还受伤，简直就离谱。叮！恭喜，您获得了10点经验值，您的等级提升了1级，获得了5点自由属性点，1点潜能点。轰！冲天光芒线，前后不过几秒钟时间，楚天就2级了。他立刻分配了属性，5点自由属性点全部分配了力量，
真男人先追求伤害，他的物理伤害因此增长了10点，气血增加了20点，1点力量对应2武伤，4气血。等级提升后，他变得更猛了。大刀抡起，直接秒杀。第二刀，不存在的。叮！恭喜，您击杀了一只野狗，获得了0.1点经验值，等级高于怪物，经验值少。叮！汪汪汪！野狗们被吓傻了，这个人太可怕了，一人一刀挑翻了他们群体。他们疯狂逃窜，因为是四散逃开的，而且速度还挺快的。楚天一个人不好追，也没有追的价值，在他升级后再杀野狗的经验值就少了。最关键的是，他看到地上有一本技能书，技能书能进化吗？有一个进化后的技能，那还不是一刀999，轻易的干翻一切。狗叫的正花啊！那小家伙应该被野狗们咬死了吧？我去看看他怎么复活的。此时，村长好奇地走出新手村，传说异世界勇士可以无限复活。腹黑的他想要看看野狗们的攻击地带距离新手村不远，他很快就到了。扑通！看到的景象让他目瞪口呆，一下子吓得跌倒，遍地都是野狗尸体。而楚天执掌大刀，沐浴血光。这人是怎么做到的？楚天这么猛，他还想着坑楚天，那以后他的日子很不好过呀。要不先送他点东西补偿一下。第6章，连续进化，爆炸提升。勇士。村长结结巴巴的开口，他其实也有些能力，不会惧怕楚天这个新手，但让他震惊的正是楚天的新手身份，刚登游就秒了这么多怪物，这潜力太可怕，难以想象楚天以后该有多恐怖，不是他一个小村长能得罪得起的。楚天转过头，见到的是村长迅速递过来的一本书。您出门在外，怎么能没有一个逃跑，不对，追杀敌人必备的秘籍呢？这本技能书送你了。不用客气，我在村内等你，咱们回头见。对了，你最好5级时再进入死寂森林，否则必死。咻！村长一溜烟跑远了，喃喃道：给他一本逃跑的技能书，就算无法完成任务也不会死，出事了也怪不到我头上了。他已经不敢得罪楚天了，但还是觉得楚天肯定无法完成 A 级任务。不过他话已经放出去，总不好让楚天放弃任务。这老家伙有点古怪，跟做了亏心事似的。楚天眉头挑起，已经怀疑 A 级任务的难度了，不然村长不会说出逃跑之言。但他并不是知难而退的人。他查看了村长给的技能书一会儿后，瞬间眉目一喜。加速部技能书，品级无色，效果消耗此技能书，学得加速部技能。进化所需10进化点。竟然是一本加敏捷的技能书，非常少见。楚天刚才对战的时候，还是利用了自己的武学功底，灵活的移动才躲过了一些攻击，否则陷入围攻中早挂了。但随着怪物的变强，武学功底迟早没用。这时候一本加速技能书就很有用了，至少能帮助他更轻松杀怪。还有一本，楚天查看自己爆出的技能书，刀气斩技能书，品级无色，效果消耗此技能书，学得刀类攻击技能。进化所需10进化点。楚天心里爽得不得了，竟然爆出了自己急缺的攻击技能。玩家初始是没有技能的，只能商店购买、杀怪豹等等，他一下子就获得了2个。没技能时都轻松秒怪了，更何况多了2个技能呢？天域可以在游戏内上网，楚天立刻登录了游戏官网，查看技能描述。天域公司虽然不能完美掌控游戏，但还是有不少详细的描述。技能从低级到高级分为：低级无色、黑色、绿色；中级黄色、蓝色、红色；高级橙色、紫色、金色；顶级禁咒、圣技、神技、超神技。可惜了，这2本都是最垃圾的无色技能书，毕竟这才在新手村呢。不要紧，楚天有超神天赋净化万物，只需20点进化点就能够净化2本技能。进化点从哪来？楚天看看地上的野狗尸体，每一只身上都有分解野狗尸体获得1点进化点的标记，对其他玩家完全没用的尸体，对于楚天来说都有着大用，等于白捡的进化点，用来变废为宝。天赋净化万物，分解物品时必须是自己拥有的，而尸体属于无主之物，被楚天捡起来后就属于他的了。他立刻开始捡尸分解。叮！恭喜，您分解了一只野狗尸体，获得了1点进化点。叮！恭喜，您分解了一只野狗尸体，获得了1点进化点。叮！楚天总共杀了60只野狗，获得了60点进化点，也获得了一些装备和钱财，5件白板桩，30枚铜币。可见天域的爆率并不高，这些东西分解了也没多少进化点，还没尸体分解的多呢。而且他发现他连铜币都能进化。楚天杀怪爆得钱财，然后将怪物尸体分解，将钱财进化成银币、金币，装备也是此般道理。
等于他杀怪后获得的收获是别人的好几倍，这也太舒服了吧！楚天别提有多爽了，仅仅靠这个，他都能轻松赚大钱。给妹妹续命，终于有希望了。进化点就在这，随便他选择进化哪个物品，但为了日后更大的收获，他自然需要先变强。当下不再犹豫，果断先提升了技能书和装备。叮！恭喜，您消耗了10点进化点，成功将刀气斩技能书进化为刀气纵横技能书，再次进化需要100点进化点。叮！恭喜，您消耗了10点进化点，成功将加速步技能书进化为罗烟步技能书，再次进化需要100点进化点。叮！恭喜，您消耗了10点进化点，成功将步鞋进化为步云履，再次进化需要100点进化点。叮！恭喜，您消耗了10点进化点，成功将白板级怪物大概率爆出白板级装备，很小概率爆出黑铁级的。楚天这次运气不好，只爆出了6个白板级装备，但现在有4个是黑铁级了。当下穿上装备，除了戒指、项链等难爆物没有外，也算齐全了，不用当暴露狂了。与此同时，修罗战士等级2，误伤35至40，防御19，血值32135，蓝值6565。因为多了几件黑铁装，楚天的属性瞬间暴涨，比1级的时候足足强了几倍，最重要的攻击力更是强了4倍左右，这简直是难以想象。这个数据普通玩家5级时也不一定有，而其他玩家还没进入游戏呢。他杀怪捡东西才过了10分钟，趁热打铁，他将2本技能书撕碎，立刻学得了技能，打开了技能面板查看。罗烟步 LV1， 品级黑色，效果消耗10点蓝量，10秒内敏捷提高双倍，身体会飘成3道幻影，让敌人无法分清，冷却时间3秒。描述：黑色技能中的极品，追杀、逃跑必备。牛逼！敏捷提高双倍，恰好楚天进化出了一双黑铁级鞋子，敏捷已经达到了12点，要是再提升双倍，那能把怪物耍得团团转。刀气纵横 LV1， 品级黑色，效果消耗10点蓝量，以自身为中心释放出3道长达10米的刀气，刀气伤害和基础伤害等同，冷却时间3秒。描述：黑色技能中的极品，不错的范围伤害，乃是战士的最爱哦。这简直是刷怪神技啊！楚天一下子就爱上了这个技能，要是选择再遇上野狗群，他保证一刀秒了他们全部。他感觉自己真的要无敌了。第7章，一人单挑上百怪物，楚天心里爽得不得了。简单的进化一波，战斗力就提升了很多个档次。他看到气血少了一些，当下从爆炸物中拿起2瓶红药喝下，红药也可以净化，不过他目前不需要。喝红药还是进化后的？不好意思，恐怕他之后都无需喝红药了。让他更加欣喜的是，不仅仅是技能书可以进化，已经学习的技能还可以进化，这就是净化万物的厉害，有形之物、无形之物，哪怕是已经进入面板中的数据都可以净化，甚至潜能点。楚天目光激动，潜能点可以给技能升级，目前2个技能都是1级，玩家升级1次获得1个潜能点。不知道玩家最高等级是多少，但潜能点肯定很难得，尤其是后期等级会越来越难以提升，那时候技能也会愈加难以升级，所以玩家肯定不舍得用。不用想也知道玩家会把潜能点留给后期技能，估计玩家们前期的技能都会是1级的状态。但是楚天能将潜能点进化，而且不像经验值、种族这种需要很高的进化点，只需要1000进化点就可以进化潜能点，最多也就杀1000只野狗小怪而已，太慢了。要玩就玩大的。楚天已经不满足杀白板级怪物了，想必更强的怪物尸体也能分解出更多的进化点吧。村长告诫他5级前不要去死寂森林，他现在才2级，但他直接去了。怕什么？直接干！村长给了楚天一张地图，标记了新手村野外的地形，他直奔死寂森林而去。这里距离新手村并不远，不一会儿的功夫他就到了。森林一片幽深，踏入其中，古木苍天，树枝宛如在张牙舞爪，给人一种窒息感，压根看不清方向。楚天在这里走了几分钟，感觉都要迷路了，森林实在太大了。嗷呜嗷呜！突然的一声声凄厉的狼叫声响起，周围的树叶簌簌落下，激烈的奔跑声经久不息。在楚天的四周围，大地颤动，无数狼怪跳了出来，一双双残绿的眸子盯着他，欲要将他吞噬。暴躁野狼，黑铁级，等级3级，误伤35至38，血量60，防御8，技能撕咬扑杀，狂命啃食。描述：非常凶悍的怪物，攻击力可怕，气血低是他们唯一的弱点。品质竟达到了黑铁级，等级更是3级。
攻击高达30多，和楚天都差不多了。要知道，楚天可是有好几件黑铁装加持啊，而且野狼数目得有上百个，一只攻击楚天几下，他就残了。确实和村长说的那般，他现在不应该进入死寂森林，刚来就遇到麻烦了。嗷呜！狼群一冲而下，压根不讲道理，正等着你们呢。楚天却是丝毫不慌。野狼唯一的弱点就是气血低了，他这个人族的属性比较均衡，野狼的气血还没他一级时高，那就以同样极致的攻击力迅速击杀他们。刀气纵横，他抽出大刀，直接释放技能，以他的身体为中心，3道长达10米的刀气瞬间释放，恰好野狼们迅猛地向他冲来，等于迎头撞击了他的技能。轰轰轰，3道刀气宛如切割机一般切入野狼群中。七妖，第一刀暴击，七妖，第一刀暴击，30，第二刀31，第三刀竟然有一道刀气出了暴击，而且因为是范围技能，只要是被这道刀气碰到的野狼就会全部受到暴击的双倍伤害，10来头野狼直接秒死。叮！恭喜您击杀了一只暴躁野狼，获得了5点经验值，越级击杀经验值多。叮！悦耳的提示声不断响起，楚天的心里别提有多爽了，不但是一招击杀了一大堆野狼，而且有着越级击杀的加成，距离再次升级很接近了。嗷呜！嗷呜！野狼们狂叫，楚天的攻击把他们吓傻了，自己的同伴突然就挂了，这让他们猝不及防，有许多吓得要立刻逃跑，可惜他们因为之前冲刺来不及变相了。到底是野兽，智商不够啊！楚天一声冷笑，迅速出击，唰！抽刀升起，寒光爆闪。楚天首先袭向了被刀气纵横攻击到的野狼，这些家伙已经残血了。罗烟步迅速的发动，他的速度骤然提升到双倍，飘成了3道幻影。野狼们根本无法捕捉他的动向，他脱刀而行，杀机猛然将至。噗嗤，近身战斗直接平 A， 刀刀入肉。30、31、29，残血野狼根本无法再挡他一击，一刀下去必死。叮！恭喜您击杀了一只野狼，获得了5点经验值。在野狼要攻击到他的时候，他利用高速敏捷逃开狼群。此时罗烟步也到了冷却的时候，刀气纵横恰好冷却完毕，立刻释放。轰轰轰！噗嗤！楚天享受着战斗，基本全是秒杀的，要不是因为怪物太多，早就解决怪物了。这种近身战，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酣畅淋漓的感觉让他非常爽。叮！恭喜您升到了3级，获得了5点自由属性点，1点潜能点。叮！恭喜您分解了一只野狼尸体，获得了2点进化点。舒服！楚天如游龙入海，不断的游走敌群中收割生命，也是不断的将野狼尸体转化为进化点，只需心念一动便可分解，压根不影响战斗的。他升级后再杀野狼得到的经验值就少了许多，不要紧，他乐意。杀一只野狼就有2点进化点了，5只野狼的进化点就足够进化出黑铁器了。而且楚天看了看杀死黑铁级的野狼，地上爆出了不少的黑铁器，还有一些青铜色泽的装备。经过这一战，他最起码能获得1身的黑铁器，弄不好还能凑几件青铜器。第8章超能点技能直接满级，很快就会有200进化点收入囊中。典型的打一战，获得超高奖励，更新一套装备。没办法，楚天艺高人胆大，才2级时就敢单挑上百只野狼怪物，超高的风险背后也代表着巨大的收益。但让他皱眉的是，这野狼竟然杀不完似的。略微扫了2眼躺在地上的野狼尸体，算上正在参战的，应该超出了原有的100只。嗷呜！遥远处还有狼嚎声响起。不对劲，楚天突然想起来了，狼是群居性动物。嗖嗖嗖，树叶滚滚落下，一股腥气弥漫开来，在附近的草木遮掩下，竟然又有一只绿油油的眼睛闪现，银色的皮毛反射光芒，锋利的爪牙让人心底生寒。1只、100只、300只，糟了！楚天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狼到来，他倒也不是怕了，关键是蓝量不多了。2个技能每次释放都需要10点蓝量，他总共才65点蓝量啊！没办法，他又不是个法师，战士虽然平 A 比法师猛多了，但蓝量就差远了。没有技能，他也得陷入围攻中，暴怒的狼群会撕碎了他。怎么办？楚天心一横，他之前爆出了10瓶蓝药，也是可以进化的，这玩意进化1瓶用掉了，下1瓶可没有进化后的效果，等于一次性消耗物。所以楚天本来很舍不得，但现在没有办法了。小蓝药，品级普通药品，效果每秒恢复10点蓝量，持续3秒，共回复30点。进化所需10点进化点。描述：法师想要猛，请嗑蓝药。
每秒恢复10点蓝量，比楚天的消耗要快。可惜他只有10瓶，弄不好蓝药没了，野狼还没杀完。楚天情愿他每秒恢复的少一点，总量不变，让每瓶的持续时间变长，但只能试试了。叮！恭喜您消耗了10点进化点，成功将小蓝药进化为精品小蓝药，再次进化需要100点进化点。楚天迫不及待地查看。精品小蓝药，品级精品药品，效果恢复蓝量总量为50点，何时恢复，每次恢复多少，任由您来选择。限制一次只能1瓶。描述精品生活当然要自由选择。我去，好厉害！本来回复总量只有30点，而且喝了之后，哪怕玩家本身蓝量是满的，蓝药还是在不断的消耗中，3秒钟1瓶小蓝药就没了，完全不够用。但现在总量50点，而且是楚天喝了后，他想什么时候回蓝就什么时候回，哪怕他想亿万年后回蓝都可以，只要他能活那么久，这正适合他啊！咕咚，迅速喝下1瓶，蓝量加10，刀气纵横，罗烟步，砍砍砍！楚天抡刀便上，勇武不可挡。野狼们还有点懵，怎么这个人类刚才还有点偃旗息鼓的意思，突然的又变得如此生猛呢？有精品小蓝药在手，楚天丝毫不慌。1瓶精品小蓝药能支撑他杀几百只野狼了，而原料不过是1瓶蓝药和5只野狼换来的进化点罢了。战斗持续，不久之后，叮！恭喜您升到了4级，获得了5点自由属性点，1点潜能点。短短的时间，楚天连升2级，杀了大几百只野狼，进化点已然破1000，1000多的进化点足够我进化出一套青铜装了。楚天内心激动，几件黑铁装就这么懵了，更何况是全套的青铜装呢？他准备离开了，野狼对他没有什么价值了，主要是他都4级了，再杀3级怪物没有什么经验值了，除非是一下子秒杀上1000只野狼，但这目前不太现实。他一边游走战斗，一边捡东西。叮！恭喜您获得了野狼战靴 X3、狼皮皮甲 X6、狼牙利剑 X23、狼牙大棒 X4。叮！恭喜您获得了铜币 X179、小红药 X13、小蓝药 X12。叮！迅速收完，楚天看了下，光装备就有上百件呢，谁让他杀的怪太多呢？可是突然的，剩下的野狼死死的将楚天拖住，他们从4面8方包围而来，即使楚天使用罗烟步，也很难迅速的离开这里。怎么，真想死？楚天的神情兀然变冷，他懒得管他们了，那是一回事，野狼们不愿放他离开，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嗷呜！这时候，一声高昂的狼叫声传来，从4面8方又涌来了无数的野狼，一只有王者气质的头狼跃众而出，冰冷的目光死死将楚天盯住。他身后的狼群有上千之众，狼群之前赶过来时，类似于葫芦娃救爷爷，被楚天分批收割了。毕竟野狼的智慧不高，但这头狼王出现后，是带领着上千麾下旗帜。死寂狼王，品级黑铁级 BOSS， 等级5级，误伤135至150，血量70，防御10，技能撕咬扑杀，狼王呼嚎，血腥冲刺。描述死寂森林中的狼王性格非常的残暴，追求极致的攻击力，骚年你遇到他还是赶紧逃跑吧。既然是 BOSS， 还是5级的，虽然气血和防御不高，但他高额的伤害很有可能一下子秒杀了楚天。嗷呜！狼王一冲而下，速度非常的快，他身后的上千野狼齐齐攻下，以楚天现在的罗烟步很难逃过这么多野狼的追杀，除非升级技能。但是为什么要逃呢？楚天心中的狠性迸发，他早就说过了，从此以后绝不愿低头。干！大不了一死而已，直接消耗所有进化点，怕什么？杀了这只狼，进化点不就回来了吗？叮！恭喜您消耗了1000点进化点，成功将潜能点进化为超能点，超能点作用效果为潜能点的10倍。死！恐怖如斯！楚天都被震惊到了，超能点直接就是潜能点的10倍功效，而且这不是一次性消耗品，是它的面板属性中潜能点永久消失，进化为超能点，它的这个属性永远比别人牛逼10倍。叮！恭喜您消耗了1点超能点，提升刀气纵横的等级，由于黑色技能最高为10级，刀气纵横等级达到满级状态，技能直接满级。第9章一刀秒1000怪。楚天先是一愣，再是一喜，技能满级意味着什么？那不言而喻。刀气纵横 LV10， 品级黑色，效果消耗50点蓝量，以自身为中心释放出10道长达100米的刀气，刀气伤害等于基础伤害的2倍，冷却时间3秒，这何止增强了10倍，60倍都有了。楚天握刀在手，猛然释放技能，
轰！自他身周的100米范围内，10道恐怖的刀气如同翻起海浪，一层层汹涌而下，被触碰到的野狼怪就如薄纸一般，被刀气瞬间割碎了。74第一道，72第二道，153第7道暴击。因为刀气释放10道，发生暴击的可能性就大了许多。要是100道里面，基本必定出5道暴击，而今幸运的触发了暴击，正好击中了狼王。呼！腥风血雨声，所有的狼怪全部被绞杀成灰尘。叮！恭喜，您获得了350点经验值，您提升到了5级。您获得了5点自由属性点，1点超能点。叮！恭喜，您获得了2052点进化点。叮！恭喜，您获得了狼王战甲 X1、狼王匕首 X1、狼王大剑 X1、铜币 X216枚、小红药 X23瓶、小蓝药 X32瓶。一刀灭杀千怪，包括 BOSS。收获颇丰。楚天满意的点点头，满级技能就是这么厉害，这还是无色技能而已。要是更高级的技能，想必更可怕。后面完全可以进化技能，打技能书。一个技能下去，扫杀一大片，比他平 A 舒服多了。就是消耗也大，一个技能就近乎要消耗他全部的蓝量。幸好他能净化蓝药，随便净化了一瓶喝下，蓝量立刻又充足了起来。当下他思索起来，反正他有超神点，一个顶别人10个，使劲用就是，不如再度净化技能。叮！恭喜，您消耗了1点超能点，提升罗烟布等级。由于黑色技能最高为10级，罗烟布等级达到满级状态。罗烟布 LV10， 品级黑色，效果消耗50点蓝量，10秒内敏捷提高10倍，身体会飘成6道幻影，让敌人无法分清，冷却时间3秒。很 nice， 速度能提升10倍，楚天的速度比一些同等级刺客还要迅捷，再加上他恐怖的爆发伤害，简直比刺客还要刺客，刀气技能比法师还要法师。我现在未免有些变态了吧？楚天自己都无语了。游戏中能一刀秒千怪的，哪一个不是后期的大高手？可是他才刚登录游戏没多久呢，已经展露了无敌姿态了，这跟他的好装备、好技能关系很大。那么就再次提升装备。他收获了200件黑铁器，20多件青铜器，他也从官网上查过了，黄金器以下只加属性，不带技能、特殊效果等等，因此他也没多看。青铜器中也不少重复的，比如狼牙大棒就有5个。武器他还是想继续用刀，顺手了。再挑选了戒指、鞋子等10件装备，凑齐了完整的一套，将其余不要的装备全部变成了进化点，然后将需要使用的装备全部进化成青铜器。楚天看着自己崭新的装备，开启装备自带炫光后，青铜色的古朴色泽流转，煞是好看。又获得了15点自由属性点，该分配了。楚天准备分点给气血，不然遇到超级大怪，被对方秒了也挺难受的。此时叶家中，叶族长正震惊地和人通话。杰姆，你刚才说什么？已经有人提前进入了天域，而且是整整1小时的领先机会。杰姆很头疼，作为天域公司的高层，他本不应该和叶族长通话的，可谁知道这家伙打过来时，正好被他听到了有人提前登游的消息。该死的，我还敢拍着胸脯保证，没有人能提前登游。什么？叶晴更是激动得不得了，他很想在天域有一些作为，为此他准备了许多，甚至想成为天域的第一高手呢。谁成想有人抢先他登录游戏。叶族长也是此般担忧。叶家投入了几十亿，光头盔就买了几十万个，就是要带着许多人进天域抢资源。如果天域真如传说般神奇，叶家说不定能借此再进一步。你们放心吧。杰姆再度拍着胸脯保证道，我们虽然锁定不了这个玩家的数据，但是他一个人登录游戏，怎么可能打得过怪物？他现在一定被虐得很惨。有道理。叶晴点点头，他觉得即使是他，要是一个人独自进入刚开服的游戏，肯定会被怪物群虐得很惨。那个家伙说不定都被怪物无限秒杀，复活 N 次了，估计还是1级呢。可惜了，他们嘴中很惨的楚天，此刻兴奋得不得了。修罗战士，等级5，误伤8686，防御15，血值200，蓝值7575，幸运值0，暴击率10%，装备证5%，超神点2，青铜套装在手，属性非常的华丽，就连战士很渴望的暴击率都到达了10%，暴击双倍伤害，再叠加刀气纵横的双倍伤害，峰值能达到334呢。这还只是青铜器，楚天有信心很快就能换上白银器，甚至是黄金器，那又是一个可怕的提升。距离玩家全体进入游戏只有15分钟了，他也要抓紧了，争取在所有人进入游戏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了一个强无敌的状态。叶晴，我等你过来。他的目光冰冷，但在突然看到一些闪光的事物后变得疑惑。咦，这是什么？
只见地上还有一个绿色的信封，以及一个狼牙吊坠。药师的求救信，任务物品。描述：药师被未知的敌人抓住，他在一路上撒下了无心花粉，花粉感应到信封就会绽放光芒，希望有人能去救他，救助者可获得他的丰厚奖励。咦，舒服！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想不到在这里就找到了药师的消息，距离完成 A 级任务近了一大步。宠物球，楚天可是势在必得。第10章，邪灵法师。楚天将信封捡起，立刻观察到在附近的草丛中有奇异的花粉绽放绿色光芒，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绿芒指引了药师被困的地方。他也很好奇，药师的求救信封怎么会被狼群带出来的？难不成狼群和抓走药师的人有关？此时他冷不丁地感觉到有一股森寒的目光正在冷视着自己，他猛然回头看去，却是什么人也没见到，只看到地上的一个项圈，正是他带来了如芒刺背感。死寂狼王的项圈。描述：死寂狼王的主人给他戴上，根据这个项圈，他的主人可以观看到他附近的状态。死寂狼王的主人，堂堂 BOSS 竟然是有主人的，而且他的主人可以根据这个项圈直接感应到他附近的情况，即使死寂狼王的尸体都变成尸体了，但他的主人很可能还有办法查看。嗡嗡嗡，项圈突然的跳动，有森冷的话语传来：是你。不等对方说完，没错，是我。楚天直接一脚踩踏在项圈上，什么玩意儿啊，还敢在背后偷窥自己，搞得他以为被什么鬼东西盯上了。死寂狼王的主人而已，打上去便是。以他的聪明，瞬间就想明白了关键。很显然，死寂狼王的主人抓走了药师，狼王被他的主人派出来时，药师找机会把求救信封放到了狼王的身上，这也是他唯一的求救方法了。恰好狼王被楚天击杀，信封掉落在了他这里，还想放狠话，老子直接去找你便是。楚天拿着信封，根据无心花粉的光芒提示，迅速地向着药师的方向前进。他也不管对面是多少级的，也不管对面有多少强大的装备，生死放弹，不服就干。更何况他身上还有一个强大的底牌。结，有意思。已经有很多年没有人敢这样挑衅老夫了，因为这样的人全部都死了。死寂森林深处，邪灵法师伊洛斯嘿嘿冷笑，看向背后一个美丽的女子，他露出奸笑。你乖乖的听老夫的话，老夫可以让你少受点皮肉之苦，还可以让你快快乐乐的死去，以老夫的尊贵，你一个新手村民有什么好矜持的？呸！美丽女子狠狠啐了他一口，你这个邪恶的法师，我不会让你得逞的，村里一定会派人来救我。哦，伊洛斯讽刺的笑笑道，你指的是那个5级的小傻瓜吗？什么？美丽女子满脸难以置信，村里竟然派了个5级的人物来救她。要知道她自身都不止5级了，但还是被这个邪恶的法师给抓住了，再来一个5级的家伙，不是羊入虎口，纯粹送个人给他陪葬的吗？他也不知道伊洛斯要干什么，但他知道伊洛斯很强。轰轰轰！这时候伊洛斯抬手释放出大量的技能，在他脚下还有一个仪式阵亮起，美丽女子被他囚禁在仪式阵中心。让我们来好好的玩一下吧，你们出去拦着那小家伙，别让他打扰了老夫的好事。随着他的话语落下，死寂森林中的怪物全部走了出来，向着楚天那边围攻而去。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杀了死寂狼王的，但是森林中还有一群4级的怪物，足够击杀那5级的小家伙了吧？闻言，美丽女子彻底绝望了。咦，竟然还有怪物撞上来！楚天此刻开心的不得了，他本就准备在救助药师的途中再提升一下实力，毕竟敌人很可能很强大，他才5级就去，确实太不理智了。而他的底牌自然就是进化点，他身上还有1000多点进化点。黑铁器进化为青铜器需要100进化点，青铜器进化为白银器则需要1000进化点，他是完全足够的，但是他没有直接进化，先再收集一些进化点。他想看看能不能进化出黄金级装备。No！ 好，各种怪物陆续袭来，1级到4级的都有，不过没有5级的。死寂森林靠着新手村，自然没有什么太强大的怪物。死寂狼王本就是死寂森林的霸主，邪灵法师的出现只是个例外，5级的楚天已经可以称霸。伊洛斯有些邪恶的能力，他控制这些怪物攻击楚天，只是想利用兽海优势。可惜了，他并不知道楚天有强大的技能在手。刀气纵横，简单霸道，一招就足以横退，一招就秒杀无数。叮！恭喜您获得了2点经验值，铜币 X13， 猫眼法杖 X1， 青云皮甲 X2， 小红药 X1。叮！恭喜您获得了2点进化点。叮！楚天第一次感到杀怪这么轻松，一大群的涌过来被自己杀都不怕死的，
也不需要自己苦苦寻找怪物，节约了很多时间，真的是舒服的不得了。他本来已经没多少时间了，玩家们很快就会全部来到，但伊洛斯这一手直接帮他大忙了。整个森林的怪物全部是他的，恰好他又有大型范围技能，除了身上的装备，所有装备都被他变成了净化点。青铜器他压根看不上了，不如直接变成净化的养料。当然了，他也花费了净化点来净化出精品小蓝药，毕竟要一直释放技能，没蓝吃不消。叮叮叮，伴随着悦耳的提示声，楚天一路横推。10分钟后，他的身后满是皑皑血迹，但连一具尸体都没有，都成了他的净化点。这一战他都不知道杀了多少怪物，但结果让他非常的满意。足够了。此时无形花粉也到了尽头，眼前是一处深不可见底的山洞，洞门口用一些简单的石头遮掩着。快完成了，我好不甘心，以我的聪明才智岂可这时老去。幸好我遇见了你，一个天生的药体，只要你和我在这阴阳阵中交合，老夫再一口吞了你，我便能返老还童。放心，你会在我肚子里活着，哈哈哈。伊洛斯正哈哈大笑，美丽女子流出绝望的泪水，她不能动弹，眼看着老家伙的大手抓来，就要撕碎。轰！就在这时，一声轰然的炸响出现，楚天的声音响彻：“放狠话的家伙呢？小爷来了！”第11章，太令人不可思议。小爷来了！一道清朗的声音响彻山洞中，让邪灵法师伊洛斯的动作戛然而止。美丽女子绝望的眼神中也陡然出现了一丝光亮。谁？不会是那个5级的小傻叉吧？伊洛斯很不爽的回过头，心中也是震惊万分。他派出了死寂森林中所有的怪物，加起来得有5、6千头呢，竟然没能阻止一个5级的人物吗？美丽女子的目光也暗淡下来。对啊，他才5级，何必来和他一起赴死呢？但没想到，他们刚抬头看去，轰！冲天的白光骤然从楚天身上出现，刺破了幽深的黑暗。叮！恭喜，您提升到了6级，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1点超能点。楚天玩味的笑笑，他又杀了5、6千只怪物，虽然都是4级以下的，单独一只不能提供许多经验值了，但抵不住数量太多，让他再度升级了。最主要的是，还获得了超多的进化点。哦，6级了呀，那又怎样呢？伊洛斯讽刺的笑笑，虽然为楚天的提升而震惊，但内心依旧瞧不起楚天，敢打扰本法师的好事，那就去死吧！你快走，他是邪灵法师，非常强大。美丽女子大喊，她显然不觉得楚天能胜，不希望楚天送死，因为她自己就是6级的，还是被伊洛斯轻易抓到了。邪灵法师伊洛斯，品级白银级 BOSS， 等级8级，法伤200至210，血量180，防御10，技能邪灵召唤，死亡光波，爆炸冲击。描述：拥有特殊职业，邪灵法师非常的强大，即便伊洛斯现在实力10不存1，也不是骚年你可以阻挡的，能逃就赶紧逃吧。竟然是白银级 BOSS， 品级有时比等级还要重要，100级的白板级怪物也不一定有50级的白银级怪物强大。当然了，白板级成长性低，很难到达高等级，而伊洛斯还是8级的，比楚天高了2级，还拥有特殊职业邪灵法师。楚天也就是个普通职业而已，除非他后面将职业进化，才有超越的可能性。高达200的伤害足够秒了楚天了，不过作为一个法师，伊洛斯的气血非常低，还没楚天高呢。这情况足够让任何人绝望，但楚天浑然不惧。废话那么多干什么？有什么招式使出来便是。他抽出大刀，身姿挺拔如松，浑身煞气冲天，还把刚得到的自由属性点全部分配给了力量，基础攻击瞬间达到了90至96。面对强敌，即使提升气血，防御也没大用。追求极致的攻击力，说不定还有希望。小东西，你惹怒老夫了，不过老夫可没空跟你玩。邪灵召唤！伊洛斯一声冷哼，手上的法杖释放绿色光芒，漆黑的山洞中陡然响起了凄厉的惨叫声，从地上爬出一只绿色的怪物，恐怖如幽魂。邪灵，品级黑铁级，等级5级，误伤100至105，血量100，防御3，技能邪灵冲杀，邪恶嘶吼。描述：邪恶法师才能召唤的邪灵，乃是非常邪恶的生物，防御低是他们的弱点，数目不下于几百只，等级也都是5级。这就是邪灵法师的强大。作为一个特殊职业，伊洛斯可以直接召唤几百只邪灵，不论是保护他还是杀敌，都是非常适合的，击杀6级人物不在话下。一个垃圾玩意儿，就让我的小兵们跟你玩玩吧。伊洛斯没有再看楚天，在他心中，楚天已经是个死人了。刺了！他转身直接撕碎美丽女子的衣服。
小宝贝，让我们开始吧。不要啊！美丽女子凄厉的惨叫声响起，她的外衣已经破碎，以伊洛斯的鲁莽，下一瞬间很可能……轰！就在这时，恐怖的爆炸声骤然响起，嘶啊呀！啊！更加凄厉的惨叫响起，伊洛斯一脸懵逼，难以置信地回过头去，只见在重重的刀气迸发中，他召唤的邪灵怪物瞬间惨死，直接人间蒸发。在弥漫的刀气中，出现一张年轻人讥讽的神色，正是楚天。这怎么可能啊？虽然伊洛斯知道楚天厉害，能够击杀了死寂森林中所有的怪物，但5级的怪物也就一只，4级的都没有多少个，邪灵可全部都是5级的啊！本以为楚天会直接被击杀，谁成想结果完全反过来了。伊洛斯满脸震惊，美丽女子也是满脸骇然，她就是被邪灵召唤给击败的，没想到楚天和她一个等级，竟然会威猛如斯，这还是一个6级的人物吗？你竟然有这么强的技能，可惜你一个战士没多少蓝量吧？伊洛斯又笑了，强大的技能必然耗蓝极其大，哪怕是他也不敢随便乱放技能。因为邪灵分布的比较散乱，楚天的范围技能只击杀了一半，还有一半在技能范围外，此刻又残暴地冲杀向了楚天。伊洛斯嬉笑道：有本事你再放一个。伊洛斯再次回头，他要尽快完成和美丽女子的仪式，否则他早就直接动手了。可是他这次还没来得及回头呢，放一个怎么够？楚天一声暴吼，拿起一瓶小蓝药，迅速进化为精品小蓝药，喝下的瞬间蓝量顷刻间回满。轰！177、178、352，暴击！刀气扑洒，剩下的邪灵全部被秒杀。叮！恭喜您击杀了一只邪灵，获得6点经验值。叮！楚天差点直接升级，进化点也获得了许多，心中别提有多舒服了。他讥讽地看向了伊洛斯：你的小兵不咋样啊，但用来热身还可以，还有没有了？你召唤多少我杀多少。啪啪啪！伊洛斯震惊到神情麻木，他感觉自己在被狠狠打脸。刚说楚天没蓝量了，结果他瞬间放了个技能。听楚天的意思，他还能继续放。天啊，这还是战士吗？作为一个邪灵法师，他的蓝量比普通法师要高，但他都不敢这么玩啊，太不可思议了。看来是要老夫亲自动手了。第12章，鬼怨灵刀，奴隶 BOSS。可恶！伊洛斯明白，他召唤的邪灵根本无法阻挡楚天，再召唤也没用，白白浪费他的蓝量而已，而且全部被楚天秒杀，连拖时间都做不到。他的生命无多了。他抓走药师，除了想用这个美人外，更希望通过阴阳交合阵将药师的生命力吞噬。而今被楚天阻止，他能不恨吗？就让老夫亲自动手，取下你项上人头。他拿出法杖，技能光芒闪现。美丽女子看在眼里，额头紧张到泌出汗珠。切！而楚天只是冷笑。他快步冲上去，宛如完全没把伊洛斯放在眼里。当然了，他早已用精品小蓝药补满了蓝量，而且背包内还多准备了几瓶，反正进化点多的是。不知道小爷是个战士，正是你这法师的克星吗？他准备近身战，一招定胜负。是又如何？你的等级太低了，老夫一只手就能捏死你。伊洛斯作为一个法师，他的基础攻击力就有200多，更何况是攻击型技能呢？所以他依旧是自信满满，完全能瞬间杀了楚天。他在预测楚天的走位，他的技能死亡光波需要锁定敌人的位置才能精准命中。结果楚天压根不走位，直接悍不畏死的冲上。杀比！伊洛斯暗骂一声，楚天终究是稚嫩啊，空有战斗力而没战斗经验。他心中乐开了花，攻击技能瞬间释放出来，死亡光波，死吧！轰！一道漆黑的光波直直地冲向了楚天，他仿佛看到楚天被轰成齑粉的模样。但咻咻咻！罗烟步！楚天的身形陡然飘渺起来，凭空乍现6个楚天，有5个是幻影，根本无法确定哪一个是真实的，都在一瞬间向着伊洛斯冲过去，速度非常快，10倍移速。不！死亡光波击中了一个楚天，楚天如泡沫般消失，是幻影。尼玛！伊洛斯心中暗骂，楚天怎么会没有战斗经验？经验明明丰富的一笔，他轻敌了，被楚天耍了。咕咚！一道吞咽声响起，伊洛斯抬头看去，正看到楚天冰冷的神情，他正喝下一瓶精品小蓝药，大刀狠狠地落了下来。老家伙，去地狱做你的美梦吧！谁知，哈哈，你以为我被你耍了？那个技能只是骗你的，我明明凭 A 也能杀你，干嘛要用技能？伊洛斯突然哈哈大笑，他近身战完全不惧怕楚天，只要法杖挥出一下就能杀死楚天了。而楚天刚才的技能他也看到了，最高才不到去180，完全秒不了他。就以受伤换楚天的命。
他的法杖向着楚天挥去。美丽女子紧张到要窒息了，她明白这就是定生死的时刻。切！此时楚天骤然冷笑，那么聪明的他会被骗？开什么国际玩笑？他早已算到了一切可能，包括伊洛斯以伤换命的方式，毕竟敌人实在太强了，他不能出一丝的误差。此刻他的大刀开始释放光芒了。叮！恭喜你消耗了1000点进化点，成功将黑曜刀进化为青天白日刀，继续进化需要1万点进化点。大刀之前被进化为黑铁器，而今成为了白银器，是楚天手上第一件白银器，但还不够，必须要更猛。叮！恭喜您消耗了1万点进化点，成功将青天白日刀进化为鬼怨灵刀。轰！更加璀璨的光芒释放出来，贵不可言的金色。黄金器！伊洛斯吓傻了，主城中的人也不一定有黄金器吧？这一刻他胆惧魂丧。不要啊，放过我，老夫可以给你。杀比！楚天理都没有理他，直接将大刀刺进他的身体，刀气纵横在伊洛斯的体内释放，10道可怕的刀气肆虐，伊洛斯的身体轰然破碎。270，第一道543，第二道暴击。黄金器直接给楚天加了50点基础伤害，比他本身伤害的1半还要高。实际上在第一道伤害出现时，伊洛斯就已经挂了。刀气纵横要是用得好，比如在敌人体内释放，是可以10道集中攻击的，那会达到几千的伤害。若不是我受重伤，等级掉落了，你凭什么呢？等着吧，新手村已经被盯上了，我在地狱等你们。伊洛斯最后的狠话让楚天眉头一皱，新手村貌似有大事要发生。但他没来得及多想，一道与众不同的提示声让他瞬间喜出望外。叮！恭喜您击杀了邪灵法师伊洛斯，鬼怨灵刀的附带技能可以发动，是否选择将邪灵法师制作成怨灵，成为您的奴隶呢？咦，楚天这才注意到鬼怨大刀还有一个附带技能，貌似每一个黄金级的武器都有自带的技能呢。他迫不及待地查看。鬼怨灵刀黄金器，等级1，附带属性误伤加50，破甲症 5%， 附带技能怨灵奴隶黑色，消耗80点蓝量，被鬼怨大刀击杀，并且品级不高于鬼怨大刀的怪物 NPC 都可以被您制作成怨灵奴隶，怨灵属性和原本相同，数目为1个，冷却时间1天。描述非常恐怖的刀器，不俗的伤害加持，强大的附带技能让它成为黄金器中的极品。哇靠，这也太厉害了吧！等于附带了一个黑色技能书，而且效果必然不只是黑色品级的，估计比得上正常释放的绿色技能，只不过有必须使用这个装备的限制，才被评为黑色技能。能将被鬼怨灵刀击杀者变为楚天的奴隶，不超出刀的品级就行。也就是说，最高能奴隶一个黄金级的怪物或 NPC。 牛逼大发了，我到现在还没见过黄金级的人物呢，有机会一定要奴隶一个。现在可以先拿这个邪灵法师试一试。楚天跃跃欲试。邪灵法师特殊职业 BOSS， 貌似还有不同寻常的来历，很牛逼吗？挺好，奴隶越强越好。第13章，那是怪物宫村。邪灵法师很强大，还能召唤邪灵，可以帮助楚天战斗，但使用怨灵奴隶需要80点蓝量，楚天并没有这么多，他升级并没有加蓝量。叮！战后统计，您共计获得了713点经验值，1520点进化点。叮！恭喜您的等级加2，获得了10点自由属性点，2点超能点。轰轰！楚天直接提升2级，毕竟他这次杀的怪物又多又强，经验值达到了8级，还有多余的数值，他很快就可以10级了，15级就可以前往主城了。而且第一个10级的玩家，第一个15级的玩家都会获得特殊的奖励，这2个奖励楚天势在必得。进化出白银级装备需要1000点进化值，但分解白银级怪物的进化点很少，哪怕是分解白银级装备也会很少，但是盖不住总量大，收获还是可观的。楚天立刻分配属性，给蓝量也分了些，总蓝量超越了80。这时候楚天才注意到地上还有装备呢。叮！恭喜您获得了智慧项链 X3， 步云履 X3， 玄铁剑 X5， 铜币 X200， 白银宝箱 X1。 很多装备最低的都是青铜级的，白银级的也有1件，这是很正常的暴率，前期能拥有1件白银级装备已经是非常幸福的事情了。楚天若不是有净化万物的天赋，可能现在还是白板装呢。要是全部都进化成黄金装器，该有多幸福啊！楚天摇摇头，其实他还是很满足的。不过青铜装他肯定是看不上了，全部分解。现在的玩家即使进入游戏了，还1件黑铁装都没有呢，青铜装更是不用多想。但在楚天这里全部都是垃圾，最终进化点变成了2000出头。楚天立刻将身上的战甲
鞋子进化成白银装，加上刚爆出的一件护腕，就是3件白银装在手了，属性又是提高了一重。这个白银宝箱，楚天又拿起了宝箱。白银宝箱描述：打开之后会获得很好的奖励，可能是装备、技能书、宠物，买不到吃亏，买不到上当。进化所需点10000进化点。死！宝箱也能进化。楚天当即决定暂时不先开宝箱，进化后开的收益肯定更大。可惜他的进化点很少了，宝箱先收起来，获得10000进化点也不需要多久。最终，他看向了伊洛斯的尸体，将鬼怨灵刀按在他身上，技能启动。叮！恭喜，怨灵奴隶邪灵法师伊洛斯制作成功。怨灵的气血不清空则不会消失，死亡之后可以重新召唤，仍旧保留原有属性。真爽，等于多了一个可以无限使用的打兽。伊洛斯的尸体迅速地爬起来，看上去和原本没有两样，但是邪恶气息更甚。他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怎么会？我不是死了吗？怎么？他再细细一感受，卧槽！他的生命力本已无多，但现在他感觉自己不会死一样。我已赐予你永生，日后跟随我作战，若有懈怠，我将剥夺你的一切。这时候，楚天淡淡的开口。伊洛斯猛然惊觉，抬头看向楚天的那一刻，他感觉这就是自己的主人，非常虔诚的跪倒下来。伊洛斯拜见主人，愿为主人效犬马之劳。心中震惊到麻木，主人竟然有这样的力量，可以赐予人永生。难怪他刚才发现，短短的时间内，主人又提升了许多。再次让他和主人对战的话，他怀疑他连1秒都活不下去。主人实在是太神奇了，一定要好好跟着主人混。叮！系统提示：伊洛斯可以收到鬼怨灵刀中，随时可以释放，后续释放不消耗蓝量，真方便。楚天当即收起了伊洛斯，走向了美丽女子那里。他准备回新手村交任务了。睡得真香。美丽女子已经睡着了，应该是受到了惊吓昏厥过去。这也是楚天刚才放心进化的原因，否则被人看到他能把装备进化，这太惊世骇俗了。药师白灵，等级6级。描述：新手村的药师有着非同寻常的药物学天分，前途不可限量。哟呵，这女子还是个药物学天才，有些药物很强大。楚天这次没有小蓝药就完蛋了，他还能进化药物呢，那很有必要和这个女子交好。天域是游戏，但太不同寻常了，每个 NPC 都仿佛真人一般。伊洛斯狡猾的根本不像是怪物，说不定这些人也有可怕的成长力。玩家们应该都到了吧？楚天踏出山洞，眼神如电。叶晴，祈祷吧，别让老子逮住你。他迅速回归新手村。楚天并不知道，10分钟前玩家们就已经进入了游戏。同学们，你们跟着本少爷混，保证让你们吃香的喝辣的。叶晴自信放言会带着所有同学混，其实是为了有借口接近孟晚晴，最好在遇到楚天，把楚天暴揍一顿，他好在孟晚晴面前装逼。在他的身后，有几十万投靠叶家的人都会进入游戏，他们会迅速帮叶晴提升，他一定会成为新手村一霸。这次进入游戏，他还带着使命呢。天域公司的人请他帮忙，找到那个提前进入游戏的玩家，一定要发掘出那个玩家的秘密，到底怎么提前进入的。爸，你放心吧，我一定逮住那个提前进入天域的玩家，我可是有几十万的手下呢。叶晴已经决定，为此他会用出一切手段。此时，尼玛，这里好真实啊，完全不像是游戏，而像个真实的世界。哪个沙雕摸老娘，滚蛋！哈哈，我要成为第一高手，坐拥美人和金钱。新手村人头攒动，即使已经开服10分钟了，还是不断的有玩家进入。游戏的真实性让一些男玩家暴露丑态，想开有女玩家，但很快被天降雷电惩罚。在天域，异性玩家是可以发生关系的，甚至和 NPC 都可以，但必须是双方自愿。快点接任务啊！我特么都快急死了，好想去见识下这个游戏的怪物。这些玩家许多还没接任务呢。就在这时，轰轰轰！巨大的动静响彻在新手村外，所有人抬头看去，当即吓破了胆子。卧槽！卧槽！那是什么？怪物要直接进攻新手村了吗？尼玛，他们才刚进入游戏，才1级啊，怪物就要攻村了。第14章，玩家们的嫉妒。轰轰轰！只见得前方新手村野外不远处有一批野狗、野鸡类的小野怪疯狂逃窜，而在他们的后面有几百只的邪恶生物在冲杀，还有一个黑袍笼罩的黑影。汪汪汪！嘶啊呀！怪物们的惨叫、厮杀声混合在一起，极其的瘆人，让玩家们头皮发麻。关键是，玩家们看到那些野鸡、野狗都是1级的，数量得有上千只，他们任何一人过去都是死路一条。可这么多的怪物群竟然在被追杀呀！追杀他们的看上去也是怪物。
这样的怪物该有多强？而这样恐怖的怪物，他们的行进方向竟然就是新手村！作死嘞！妖兽了，怪物攻村了，大家快逃啊！没得命了呀！我才1级啊，还没准备好啊！人们慌忙逃窜，让他们对付那上千只1级怪物，团结起来还是能做到的，可要对付后面的邪恶生物，那简直想都不敢想。有些妹子玩家更是吓哭了，胆小的男玩家裤子也湿了。没办法，天域会真实的反映玩家生理状况。那是邪灵，怎么可能？这么邪恶的生物，不是已经被神族镇压了吗？怎么还会出现在大陆上？要是有强大的邪灵出世，新手村会陷入灾难中啊！难道最近的传说是真的？村长好奇地探出脑袋，立刻吓得汗液直流。他似乎认出来邪恶生物的一些来历。新手村的 NPC 全部走了出来，他们的神情和村长一模一样，恐惧。这些 NPC 其实有些能力，但他们这一刻竟然生不起勇气。实在是他们在认出邪恶生物的瞬间，就想起了一些古老的传说，以及新手村最近发生的异状。咦，那是谁？突然的，有一个小孩子惊讶地开口，他伸出手指指向了一个方向。人们当即抬头看去，只见在怪物群的后面有一个背负煞气冲天的弯刀，这一身银白绚烂的战甲，有些装备还带着古朴的青铜色的男子，环抱着一个白衣飘飘的美人。他从黑暗的森林中踏出，光芒洒在他身上，太阳也难掩他之光芒。他从怪物群中走过，闲庭信步，风度自然流淌。他所过之处，主人！怪物群中那黑袍笼罩的身影当即虔诚低头。扑通扑通，所有的邪恶生物都在这一瞬间跪倒，自动分出一条路，让男子能成功前进。宛如他们之前的杀戮怪物，做出让玩家们吓破胆的行动，仅仅是为了给这个男子提前开通道路。你们继续杀怪吧。楚天淡淡点头，吩咐伊洛斯。死寂森林的外围还是有一些怪物的，比如他之前杀的野狗，但并没有杀绝，这些可都是进化点啊。楚天自然是不会放过怪物们的，但低级怪物他懒得杀，就交给伊洛斯这个最强打手了。伊洛斯也非常高傲，召唤了一批小弟帮忙。对于这些1级的小怪物，他5级的小弟们杀起来不要太轻松。哇，好帅啊！这个男的太击中我的心脏了，我想和他生猴子。那些怪物竟然都听他的话，这简直是霸道总裁！爱了！所有的妹子玩家脸色都变得通红，看着楚天宛如看到了梦中情人，又帅又有能力，恨不得替代楚天怀里的药师被他抱住。尼玛，那肯定是一个超级 boss！ 你们有没有搞错？那就是一个怪物，有什么好喜欢的？你们有毛病吧？男性玩家立刻嫉妒了，别说我男神，你们就是嫉妒。就是。女性玩家立刻维护楚天，场上吵成了一团。楚天的优秀引起了场上的骚动，甚至让他们忘记了怪物带来的恐惧。那是药师白灵。这时候村长突然开口，那个男的怎么这么像之前领取我任务的勇士呢？没错，就是他，这么帅的人很少见。什么？所有的玩家停下争吵，都知道 NPC 称呼他们为勇士，也就是说那个男的竟然是一个玩家。不可能，这才刚进入游戏多久，我特么的才1级，连一个任务都没领取到，这个家伙竟然能让怪物这么恭敬了，绝无可能。不对，他真是玩家。你们看他的装备。玩家们震惊到语言混乱，他们不知道楚天有多强，但能驱使怪物肯定强爆了。这时候就有人注意到了楚天的装备，这一看不要紧，死！场上到处是倒吸凉气的声音。那煞气大刀上的金色光芒，不正是传说中的黄金器吗？还有那银白绚烂的盔甲、鞋子、护腕、戒指，不正是白银器才有的光芒吗？竟然有一件黄金器，4件白银器，剩下的也都是青铜器。NPC 的装备都不释放光芒，这释放光芒的肯定是玩家无疑了。可这就更加离谱了，他们看看自己身上的新手装，11件白板器。操！他最垃圾的装备都比我高了2个档次，这太假了吧？他多少级了？男神好帅！他们感到这个事情太离奇了。没错，伊洛斯召唤的邪灵已经击杀了所有的怪物，又获得了1023点进化点。楚天当即又进化了1件白银器，属性再次提升了，非常的容易。咻！楚天将伊洛斯和邪灵收起来，这时候他才想起来忘记关装备光芒，老是顶着冲天的光芒也不是个事，当即把所有光芒都关了，可还是难掩优秀。楚天一步踏入新手村内，环视着所有新手村玩家，眼神中闪过疑惑，怎么回事？叶晴是没来，还是不在这个新手村？他搞出这么夸张的动静，
就是要主动引出叶晴。以叶晴的狂傲，若是在这里的话，肯定会嫉妒他的强大，会立刻冲出来给自己找麻烦。结果却是让自己失望了。他当即向玩家们问道：“各位，你们在这里可曾见到叶家三少爷叶晴？”他好言好语，十分客气。见到你麻痹啊！你特么的把怪物全部杀了，那我们大家伙还怎么升级？就是草泥马的玩意儿，还让不让我们玩游戏了？可是却有人直接怒骂，这些人神色非常嫉妒。楚天的面容瞬间冷淡。第15章世界公告，做其位资格。楚天就是这般，他不喜欢欺负人，但若有人招惹到他头上，他必不会忍气吞声。轰！他直接抽出鬼怨灵刀，10道100米长的恐怖刀气释放。201，第一道405，第二道暴击。叮！恭喜，您击杀了玩家，你挨揍我啊！获得0.0001点经验值，获得1点杀戮点。玩家不属于您的拥有物，所以不能分解成进化点。叮！恭喜您，楚天的基础攻击已经达到了213至220，除了连升3级的提升外，4件白银器给他提升了50点攻击，很不错了。加起来比得上黄金器了，毕竟他们还提升了防御等属性。超高的伤害，爆炸的范围，加上玩家们聚集起来，1万多人直接被秒。这些新手玩家击杀后也提供不了什么经验值。楚天好奇的想看看能不能分解他们，结果并不行。也对，玩家死了还能复活，尸体不会成为他的拥有物。叮！您被玩家修罗击杀，花费300铜币可直接复活，否则半小时后才能复活。叮！1万个被击杀的玩家进入了复活空间。马德，300铜币才能直接复活。他们刚进游戏，什么事情还没做呢，到哪里有300的铜币？况且已经得罪了修罗，直接复活的话，恐怕会再被击杀。还是在这先等着吧。他们心中后悔不已。半个小时得落后别人多少？修罗看上去就很牛逼啊，没事招惹那样的大神干什么？大哥别杀我，我把钱都给你。修罗大神，我错了，别杀小弟好不好？场上的玩家更是惧怕，因为他们还要直面楚天带来的恐惧。他们都不是厉害人物，许多人想在天域中谋一条生路，跑商赚钱等等。要是开局就落后别人半小时，他们还谈什么赚大钱呢？死亡玩家已经通过好友频道告诉人们，楚天的角色名为修罗，悔不该招惹修罗。他们最大的依仗就是新手村中玩家不能战斗，所以才敢和楚天叫嚣。但这是其他游戏的规则，天域非常的真实，想干就干。发现新手村能战斗，他们就怂了。滚！楚天淡淡的开口，也懒得和他们浪费时间。这些人立刻滚远了，对楚天宛如死神般惊惧，再也不敢招惹他了。与此同时，通过他们的一些消息频道，关于修罗的可怕开始流传。楚天又把问题向其他玩家问了一遍，一帮人为了讨好他，都抢着回答。得知到叶晴就在99888新手村，但叶晴乃是尊贵的叶家少爷，带着几十万的人马进入。这些人从前就是各大游戏的高玩，一进入游戏就强势的霸占所有任务，直接离开了。其他人在排队，没有人敢和他抢任务。新手村范围很大，不是只有死寂森林，他们前往另一处升级了。楚天那时候正和伊洛斯酣战，很不巧的没有碰到他，但也不要紧，在这个新手村就好。我倒要看看那几十万高玩能不能保护得了你。楚天眉目冷厉。村长，交任务。他走向村长，将怀中的药师递过去。这个美女还在昏睡中呢。好，你跟我来。村长喜不自禁，让其他 NPC 抱走了药师，引着楚天进了一间屋子。给你的奖励太丰厚，还是不要被别人看到的好。一边说着，他一挥手，叮！恭喜您完成了 A 级任务，村长的求助，获得了奖励1000点经验值，1000枚铜币，宠物球 X1。叮！恭喜您的等级+1，获得了5点自由属性点，1点超能点。叮！恭喜您的等级+1，获得了5点自由属性点，1点超能点。3道提示声在楚天脑海响起。轰轰！冲天的白光闪现，楚天本就要9级了，而今直接提升，还不止提升1级。这么多经验值，你应该能提升到4级吧？村长兴奋地开口。但让他懵逼的是，咦，怎么只有2道升级光芒？他火速的计算中立刻得出了结论，结结巴巴道：你不会本来就有很高等级了吧？这么快升得少，更加可怕。只有楚天等级本就高，这么多的经验值才会让他只提升2级。这才多久时间啊？1级的楚天就这么牛逼了？你到底是多少？他暗暗猜测。可是下一瞬间，又是一道冲天的光芒从楚天身上亮起。这道光芒乃是7彩色的，让他立刻陷入了麻木中，痴痴道：
天道奖励，你已然10级。与此同时，提示声在楚天脑海中响起。叮！恭喜，您成为第一个达到10级的玩家，系统特为您开启世界公告，并奖励您提前开通坐骑位置的资格。开通坐骑位置的任务已经发送到您的面板。死！要不要这么爽的呀？楚天没有想到还有意外之喜。他想过第一个10级的奖励会是装备、宝石等等，但没有想到又获得了一个提前的资格。坐骑位置的开启一般都要20级乃至于30级，但他现在可以直接开启了。要是能骑上一头龙，实在不行的话，虎、狼什么的都可以。反正他有净化万物天赋在，随便找一只坐骑净化都可以变成超级坐骑，比别人多一个坐骑，那意义不言而喻。叮咚！这时候又是一道提示声在楚天脑袋响起。不对，是在全世界玩家的脑海响起。世界公告，恭喜玩家修罗成为第一个达到10级的玩家，特奖励他提前开通坐骑位置的资格，并开启世界公告，请各位玩家向他学习吧。世界公告连续刷了10遍，而且因为是第一个世界公告，此刻在所有玩家的头顶上空，世界公告的内容直接显示出来，铁画银钩的大字不断的在空中浮现，宛如天域在为他一人庆贺。这一刻，全球震惊。fuck， 这个修罗是谁？敢抢了老子要的第一个世界公告！草泥马，太出风头了！这明明该是我的！这开挂了吧？我才2级啊，他10级。无数的大神玩家、骨灰级高手都在为着修罗的强大而目瞪口呆，他们百思不得其解，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一对比他们，仿佛就是渣渣。此刻，叶晴怒吼：“不可能！马德，老子获得了神级天赋，还有这么多下属让人头给惊艳，到现在也没5级，他竟然都10级了！这个修罗会不会就是提前进入的那个玩家？来人，找出修罗！”第16章，求着送奖励。楚天获得了许多奖励，心里别提有多么爽了。这时候，他也注意到系统给了任务：提前开通坐骑位置任务。任务要求：1. 击杀500只狂暴豪猪，200只邪毒蜘蛛，100只铁甲龟。2. 获得1件白银级的坐骑装备。任务时间半天。成功奖励，不论是何玩家等级，立刻开通坐骑位置。失败惩罚，取消提前开通坐骑位置的资格。麻烦。楚天摇摇头，就知道系统不会让他白占便宜，毕竟提前获得坐骑太影响游戏平衡了，所以他只是获得这个资格，还需要完成任务才能真正开通。失败，资格取消。实现半天。不过楚天嘴角笑容玩味，对于别人讲，半天获得一个白银级的坐骑装备，击杀近千的怪物，这是非常非常难的，新手更是想都不用想，可以直接放弃。但对他来说，能算个事。正好我也需要杀怪获得进化点，顺手把任务做了就是。楚天心中美滋滋，这么难的任务也就是顺手而为罢了，是绝对不会失败的。叮！您的等级达到了10级，无法继续升级，请尽快完成职业一转任务，方可获得等级提升。任务已经下达。这时候又来了提示声。楚天查看了下，战士职业一转任务。任务要求：1. 击杀500只狂暴豪猪，300只毒液飞蛇。2. 获得10件适合您职业的青铜级装备，装备可重复。任务时间无限。失败惩罚，无法提升等级。成功奖励，职业一转后，您的自由属性点对应的属性提升将会提高。我去，这个可以有。虽然暂时不能升级，但楚天非常的开心。升级对他来说太轻松了，只要完成了一转任务，他每次升级提升的属性就会更多，类似于玄幻小说里的资质。比如原本1点力量提升2点伤害，可以变成1点力量提升3点伤害，这就很爽。而且2个任务要求中还有重复的，可以同步进行。至于获得10件战士类青铜装备，笑死了，别人也许挺难做到的，但他现在已经超越了任务要求。这时候楚天又看向了宠物球。低级宠物球效果，在怪物残血的时候，对他使用宠物球，有几率将它变成您的宠物或坐骑。收服几率：白板怪 50%， 黑铁怪 40%， 青铜怪 20%， 白银怪几率 10%， 黄金怪几率 0%， 铂金怪几率 0%。 描述：可不要瞧不起低级宠物球，它可是主城才能买到的宝贝，而且售价很高。尼玛，几率真低。黄金怪以上收服几率直接0，白板、黑铁的高一点，但楚天能看得上。白银怪也就 10% 几率，要是想必中的话，起码需要10个低级宠物球，但这玩意儿非常贵，新手村只有1个，完成了 A 级任务才奖励到的。这已经非常好了，毕竟其他人连这个机会都没有。不过，如果我把宠物球进化呢？楚天眉毛一挑，瞬间下定了决心，
怪物们准备迎接恐惧吧。村长，您看看新手村中哪里有狂暴豪猪、毒液蛇？他直接和村长打听怪物消息，压根不需要苦苦寻找，方便的一笔。村长知道他强大，想和他交好，立刻一一告知。魔鬼山脉中就有他需要的所有怪物，可以直接完成所有任务，并且村长眼眸一亮，激动道：“您要是想去魔鬼山脉啊，我请您帮我件事，调查下魔鬼山脉。只要您完成这个任务，我将给您我能给的最高奖励，乃是我们新手村的至宝。”叮，是否接受任务？调查魔鬼山脉的异常。任务描述：新手村最近总有异常发生，种种迹象都指向了魔鬼山脉，弄得村民们人心惶惶，不敢外出。找出这背后的原因，将之解决。任务难度 S 级，任务奖励3000经验值、6000铜币，新手村至宝。既然是 S 级任务，比 A 级任务还要困难，奖励也很丰富，经验值和金钱都很多。至于新手村至宝，因为村长还没拿出来，所以就没显示，显然非常的珍贵，让村长不敢轻易示人。接了，楚天怕个毛线，直接接。村长又给了讲了些详情，原来近日村民们总在魔鬼山脉中失踪，唯一逃回来的村民也变傻了，整天嚷嚷着恶鬼、邪神之类的称呼，这让村长怀疑曾经给大陆带来灾难的黑暗一族归来了。楚天麾下的邪灵就是黑暗一族的邪灵，那是伊洛斯召唤的啊，竟然还有这样牛逼的来历吗？也许可以问一问他。楚天心中暗忖，也许这个任务他确实是最可能完成的人，但看村长对邪灵非常害怕，他没立刻召唤伊洛斯。拜别村长，离开屋子，他准备去做任务了。谁知道在他出来的一瞬间，新手村的所有 NPC 除了昏睡的药师外，什么裁缝王大妈、铁匠张铁锤之类的，全部都感激地站在他面前，每个人手上都捧着好东西。感谢修罗兄弟为我们除了很多怪物，这些奖励是您应得的。是啊，您别客气，要是不收就是瞧不起我们。刷刷，他们大手一挥，不断的有光芒涌入楚天体内。楚天还没反应过来呢，任务奖励就不断的前来。叮，恭喜您获得了击杀野狗的任务奖励100经验值、200铜币，小红药 X30。叮，恭喜您获得了王大妈看你很爽的任务奖励100经验值、150铜币，坚硬的铠甲 X1。每个 NPC 都给了他奖励，楚天自己都不知道他怎么就完成这么多任务了。击杀野狗这些是他顺手做的，可是连王大妈看你很爽也能算是任务了吗？他不喜欢占便宜，很想不要，但 NPC 们都说了，不要就是瞧不起他们。这种情况更像是 NPC 们求着让楚天收下奖励。尼玛，那是我们的奖励啊！他把怪物都清了，我们领取不到任务，奖励全算给他了。玩家们看着羡慕的不得了。第17章杀怪都无需自己动手。修罗小哥，你太厉害了，就当交个朋友，这些奖励你就拿去吧。楚天明白了， NPC 们看中他的潜力了，想投资他，白嫖了一波奖励，还是有着异样的爽感的。他就不客气了，大家互相帮忙嘛。至于那些普通玩家想刷怪，就等着村外的怪物刷新吧。新手村很大，以往游戏中的高玩、公会玩家已经前去野外深处了，场上的普通玩家暂时还不敢前去那些地方，想要领取些垃圾任务，杀野鸡野狗的升级下再去，结果直接被楚天一人给做完了，就很难受。楚天一人领取了所有基础任务的奖励。叮，您获得了2100点经验值，由于您无法升级，经验值可以转入您的麾下邪灵法师伊洛斯，是否给伊洛斯提升等级？死！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给伊洛斯升级下也没什么不好，反正自己获得经验值很轻松。叮，恭喜伊洛斯提升到了10级，已经分配好自由属性点。由于他从前到达过10级往上，所以无需完成职业一转任务。这么爽！伊洛斯很不简单，以前不止10级，只要有经验值就可以升级。楚天也决定了，在自己无法升级的时间内，就把经验值给这家伙吧，反正是自己的打手。看了看这些玩家，楚天还是很爽的。呵呵，才多1级，他的手下都是10级的。铁匠师傅，您这儿有坐骑专用的装备卖吗？他看向了铁匠张铁锤，获得一件白银级坐骑专用装备后，就只需要杀怪就能开通坐骑位了。卖！张铁锤立刻垮下脸，很是不开心道：“修罗兄弟，这就没意思了，我送你一个。”叮，恭喜您获得了优良的坐骑鞍。这么简单？尼玛，人比人，气死人！玩家们羡慕的不得了。楚天感谢张铁锤后，查看了一下坐骑鞍，是个青铜级的，已经很棒了。毕竟新手村很难有人有坐骑，张铁锤肯定打造不了很厉害的坐骑装备。没事，到时进化。他踏步准备离开新手村，前往魔鬼山脉。
修罗兄弟应该是要去魔鬼山脉吧？村长肯定会请他帮忙调查的。唉，希望能成功。可是他只有一个人，很难啊。之前也有几批勇士直接领取的高级任务去了魔鬼山脉，他们的人数真多，有一队有几10万的人马，领头的家伙真嚣张，名字叫叶帝尊。NPC 们的话语传来，他楚天的步伐陡然一停，那个叫叶帝尊的是不是趾高气扬的模样？大概是方正脸，1.75米。正是，正是，很好。楚天的目光这一刻极其冰冷，确定了，叶晴就在这里，而且就在魔鬼山脉中。咻！罗烟步直接启动，不惜耗费蓝药，楚天迅速地向着魔鬼山脉冲去，不仅仅是为了完成任务了，更多的是要让叶晴体会到什么叫做痛苦。半个小时后，魔鬼山脉到达，这里层峦叠嶂，群山起伏，说是一个新手村的范围，但其实比起现实中的一座城还要大。楚天也不知道叶晴在哪座山，只能先做任务。他需要找的怪物，村长给出地图，直接标记了出来，就是这么简单。其他玩家可没这个福利，谁让村长愿意和他交好呢？到了这里，楚天先召唤了伊洛斯。唰！伊洛斯从鬼怨灵刀中出现，激动的大叫：“主人，我的实力恢复了一些，是不是主人您的恩赐？”楚天淡淡点头。伊洛斯满脸感激：“主人能将他从8级一下子提升到10级的，这太牛逼了。”伊洛斯，我且问你，你到底是何来历？你从前是什么实力？你的职业邪灵法师又是怎么获得的？你和邪灵是什么关系？最近新手村的异常是不是和什么邪神有关？楚天能感到伊洛斯的来历非常牛逼。我不知道，我一醒来就出现在这里了，而且发现寿命不多，从前的实力也不清楚，只能感觉到降低了很多，所以才抓走那个女娃娃。伊洛斯却是啥也不知。楚天能看出来他没有说谎，算了，反正是自己的打手就行。NPC 刚才送了他许多装备，品级并不高，直接分解了，现在总共还有500进化点。楚天准备攒着进化宝箱、宠物球做其装备，还要再杀些怪才够。升级后，我能召唤的邪灵更多、更强了。伊洛斯技能释放，刷刷，600个邪灵出现了，并且全部是8级的。他们跟随着楚天的脚步，浑身释放出阴森的气息，让周围的一些小怪物立刻逃窜，方便了楚天的行动。不久之后，楚天停下了脚步。好，好！一大群豪猪身上长着锋利的倒刺，向着楚天咆哮。狂暴豪猪，品级青铜级，等级8级，误伤160至165，血量250，防御12，技能狂暴冲刺，倒刺飞沙。描述非常狂暴的怪物，而且皮糙肉厚，气血和防御都挺不错。不错，得有大几百只呢，满足任务要求了。楚天满意的点点头，正准备出手。主人，让我代为效劳吧。伊洛斯主动请缨。他想了想，这些怪物确实无需自己动手，直接躺着就有收获，也是很舒服的事情。嘶啊呀！600个邪灵冲上前，他们也是8级的，虽然品级弱了一些，但也没弱到哪里去。再加上有伊洛斯这个10级的邪灵发挥在，战斗没有悬念。死亡光波！伊洛斯一声怒吼，法杖上冲出一道黑色光波。轰！210， 210， 210！一条直线上的豪猪都被攻击到了，竟然还是贯穿性的技能，让的楚天都是眼前一亮。邪灵们立刻上去补刀，迅速的击杀豪猪，如此循环下去。不久后，叮！恭喜，您获得了2031点进化点，1038点经验值，铜币800。很好，楚天满意的点头，直接就可以进化出2件白银器，但他现在并没有进化，还是存着等宝箱和宠物球吧。反正现在他攻击手段够用，杀怪很轻松。说句实在的，他确实无敌吗？比不过主人。伊洛斯摇摇头，他确实没楚天厉害，主要楚天想看看他的实力，才没有亲自动手。楚天没有理他。此刻他很激动，他看到地上出了不少装备，还有一本技能书。虽说杀怪都无需自己动手了，但提升自己的实力还是很有必要的。一个好技能可比装备重要的多。第18章，飞行单位毒液飞蛇，是一本黑色技能书。显然这次杀的怪品级等级较高，出的东西就更好。3连击，品级黑色，效果消耗10点蓝量，迅速的连击3下，第一下100%攻击，第二下50%攻击，第三下10%攻击。这技能挺不错，可以说是短时间内加强攻速，攻击3下的时间和平常攻击1下的时间一样，但伤害达到了平常的160%。以楚天的攻击力，谁能顶得住这技能？直接加强了一半好吧。这个技能其实比较适合刺客，但楚天压根无所谓，技多不压身，他的攻击力比刺客还要牛逼，
当即将技能书撕碎了，顷刻间又学会一个技能。不过，楚天嘴角挑起玩味的笑容，还可以更强。叮！恭喜，您消耗了1点超能点，提升3连击的等级，3连击等级达到满级状态，直接满级。楚天迫不及待地查看技能效果。3连击 LV10，品级黑色，效果消耗50点蓝量，迅速的连击3下，第一下150攻击，第二下100攻击，第三下50攻击。咕咚！楚天吞咽口水，他也没想到会这妖牛逼，直接3倍伤害。以他的实力，谁能吃得消他连续3刀？第一刀150伤害下去，可能就秒死。楚天心里别提有多爽了。他看到地上还爆出了2件白银器呢，毕竟是杀死了几百只青铜怪，当即换上后，他有6件白银器了，属性再次提升了。修罗战士，等级10，误伤243至250，防御18，血值260，蓝值120，幸运值0，暴击率11%，装备正6%，超能点6。他基本没加血值，无所谓，反正都是秒怪，怪物很难让他掉血。我的属性其实一般，让我强大的还是装备、技能。要是有一个好的职业，比如隐藏职业、神圣职业等等官网透露过的，那就很不一样了。还有血脉，说是神秘血脉，肯定不止让我拥有净化万物天赋，说不定还有很多宝藏等待我来挖掘。慢慢来吧。楚天看了看自己的面板，职业、经验值这种都能够进化，但都需要很多的进化点，所以他已经在积攒进化点了，否则他早开始进化了。3个技能都是可以进化的，甚至鬼怨灵刀自带的技能也可以进化。暂时没进化，因为没必要，他都无敌了。先省着进化点，把急需的东西进化了吧。还爆出了100多件青铜器，楚天将它们全部分解了，进化点达到了2500，只差7500进化点就可以给宝箱进化了，杀几波怪物而已。走吧。楚天领头出发，伊洛斯带着邪灵们跟随着，邪灵们损耗了一些，伊洛斯一个技能直接补满了，这让楚天愈加好奇他的身份以及他的职业。邪灵法师挺牛逼，要是他也能有隐藏职业，该有多好啊！职业一转任务没完成，他暂时无法利用经验值，就把经验值全部给了伊洛斯，但他总不能一直不升级，只差一波怪物就可以完成了。魔鬼山脉非常大，森林、湖泊、山窟不时出现，普通的小动物和强大怪物聚集，楚天都懒得理他们，直奔目标地点去。不久后，在一处枯萎的陵墓中，他停留了下来，村长的地图中标记了这个位置，这里的土地都泛着恶心的绿色，树木宛如病死的模样，看不到任何一只怪物。咻！突然的，一旁的树木上飞下来一条绿色的怪物，速度快得让人看不清，锋利的牙齿迅速地咬向楚天。罗烟步，速度提高10倍。在这一瞬间，楚天立刻迅速地移动，6道幻影飘出，让怪物扑了个空。他在一旁的大树上稳稳站立，然而还没等他歇一会儿，咻咻咻声不断，周围的树木上全部飞出了怪物，1条、2条、上千条，密密麻麻的占据了他的整个瞳孔，视野中到处都是。这样的场景能让任何人心神惊惧，但楚天非常冷静。切！他一声冷笑，鬼怨灵刀悍然出手，轰轰！10道上百米的刀气铺天盖地而下，以他的爆炸伤害，照常理绝对可以秒杀了这些怪物了。然而，咻咻咻！这些怪物竟然在一瞬间飞行了出去，直接逃离了上百米的范围，仅仅有几只被刀气触碰到，确实是被秒杀了，但还有更多的安然无恙。他们停留在空中，冷视着楚天，随时准备继续冲下。毒液飞蛇，品级白银级，等级10级，误伤毒伤200至210，血量280，防御13，技能毒液喷射，毒牙咬击。描述非常恐怖的毒蛇，被它们咬到就会持续掉血，而且具备很快的飞行速度，让人难以击杀，没有一个大部队的强者别想击杀它们了。这毒蛇竟然是飞行单位，而楚天的刀气纵横释放后就被他们迅速躲过去了，空有一身爆炸的伤害，却是无法触碰到敌人，毕竟技能范围也就100米啊。他们还有双重伤害，被他们攻击到后，不仅会在瞬间掉血很多，还会持续被毒素造成伤害。死亡光波！这时，伊洛斯一声怒吼，法杖释放黑色光波，威势不可小觑。咻咻咻！然而，这成一条线的技能依旧被毒蛇们轻松闪躲开去。他召唤的邪灵此刻也捉襟见肘，数量和攻击手段上都不占优势。伊洛斯尴尬的挠挠脑袋，道：“主人，这些是飞行单位怪物，
只有从各个方向将他们围住，才能方便击杀。但我们的人太少了，空有一身实力使不出来。他很憋屈。麻烦。楚天皱起眉头，确实如此，没有许多高手一起行动，很难击杀毒液飞蛇。而这时，毒蛇们吐着信子，又要释放技能了。第19章逍遥步刀乱舞。这种高移速的飞行单位，没有几十倍的数量碾压，很难成功击杀他们。楚天虽然有无敌之势，但毕竟才刚刚入游，手段积累的还不多。他一人确实难以解决，已经很厉害了。要是换其他人，估计早就被毒液飞蛇击杀了。而这时，毒蛇吐信，毒液喷射。他们也害怕楚天的秒杀能力，不敢和楚天近身战了，一个个的吐出了毒液，上千滩恐怖的毒液溅射下来，周围的空气都被腐蚀蒸发，比万箭穿心之景还要可怕。毒素攻击的中心正是楚天，铺天盖地的攻击可谓是水泄不通，避无可避，如雨帘一般，完全没有给楚天留存生机。他若是利用罗烟步的10倍速度，或许可以逃走，但马德逃，他楚天何时逃过？干了！真以为老子怕你们吗？楚天一声怒吼，迅速分配进化点，直接开始提升技能。他原本还想着省着进化点，将其他重要的东西进化了，再提升技能、装备等，但不愿等了，生死看淡，不服就干！叮！恭喜，您消耗了1000点进化点，成功将刀气纵横技能进化为刀乱舞技能，再次进化需要10万点进化点。叮！恭喜，您消耗了1000点进化点，成功将罗烟步技能进化为逍遥步技能，再次进化需要10万点进化点。技能进化和装备进化不同，10点之后就是去100点，跨级比较大。因为装备可能会更换，技能却能一直使用，技能的价值比装备高了许多。毕竟1万进化点进化出的鬼怨灵刀也就自带了一个黑色技能，而现在黑色技能变成绿色技能，也就花费了1000进化点而已，已经很棒了。楚天在这一瞬间抓紧查看技能。刀乱舞 LV10， 品级绿色，效果纵横态，保留刀气纵横的效果。效果乱舞态，消耗100点蓝量，将刀气包裹在自身四周围，形成漩涡式的全面攻击，范围30×30码，持续时间10s，冷却时间10s。描述：纵横态可以转换为乱舞态，转换时蓝耗提升；乱舞态也可转换为纵横态，转换时持续时间减少。逍遥步 LV10， 品级绿色，效果消耗100点蓝量，在罗烟步的基础上，您可以将真身任意的切换到6道幻影中，持续时间10s，冷却时间10s。卧槽，起步就是100蓝量，许多玩家压根没有这个蓝量，还好楚天等级够高，勉强超出了一些。而高额的消耗背后也代表着更大的作用。刀气纵横是死板的攻击，范围固然爽，但容易被人躲掉。刀乱舞保留了纵横态，又出了乱舞态，两种技能互相转换，技能可以随着楚天移动而移动，而逍遥步就能保证楚天的高速移动，同时还能让楚天不断的切换身体位置。这两个技能搭配起来的效果肯定是爽爆了，让楚天非常的期待。这一切都在一瞬间完成。而这时，毒液攻击正好落下，主人，快逃啊！伊洛斯正大喊，就看到楚天陡然抽刀，那股淡看天下风云的气度让他心中格外震慑。主人他这都想主动出击，他不怕死的吗？轰！在伊洛斯震惊的目光中，鬼怨灵刀上爆发出冲天的刀气，这些刀气包裹在楚天的周围，达到了30×30码的范围，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了。一般弓箭手的攻击范围也就60码，脆皮职业肯定躲在后面攻击，所以范围很大。而楚天这个战士范围也能有这么多，就着实恐怖。主人想干嘛？他释放出了刀气，还是躲不过毒液攻击啊，也碰不到飞行单位。伊洛斯正疑惑，咻！突然的，楚天喝蓝药补满蓝量，立刻分出了6道幻影。这些幻影高速的移动起来，简直让人眼花缭乱。有些毒液触碰到幻影了，幻影根本不会破碎，他们压根不会受到伤害。主人的幻影很厉害，让人分不清真身，速度也很快，但他被水泄不通的攻击包裹，真身还是难以逃出去啊。伊洛斯还处在懵逼之中。咻！这时候楚天的真身恰好要被毒液触碰到了，他立刻感到有几个幻影暂时不会受到毒液触碰。切换，真身立刻出现在幻影的位置上，幻影切换到了真身的位置上，代替他承受攻击。因为幻影根本不会受到伤害，所以毒液也没有让他消失，如此循环往复。楚天在雨落般的毒液攻击中潇洒的恣意游走，逍遥的不得了。他觉得用好逍遥步简直就是无敌，敌人根本碰不到他。死吧！他已然出了毒液攻击范围，出现在毒液飞蛇的下方，
以他的身体为中心，恐怖的刀气漩涡开始发威，毒液飞蛇飞得并不高，瞬间被攻击到。482、981，暴击！485，恐怖伤害爆发，有时候还幸运的触发暴击，全部都是秒杀。剩下的毒液飞蛇慌忙逃窜，之前楚天无法追击，但6道幻影已经分布在他们周围，真身立刻切换过去。这股操作让怪物眼花缭乱，根本反应不过来。492、489，楚天闲庭信步，宛如在这天地中逍遥行走，巨大的刀气漩涡随他而动，让死亡降临。上千只怪物被他追杀。不久后，地上躺满了毒液飞蛇的尸体，他们的尸体都破碎了，攻击实在太可怕了，很难有完整的尸体。呼，楚天舒服的呼气，2个技能的组合技太强了，让他这一战非常爽。唯一可惜的，蓝量消耗太大，他一个战士蓝量不高，回蓝慢，只能净化小蓝药来迅速回蓝，否则压根用不出这套组合技，可这样太费净化点了，最好爆出点高级蓝药。绿色技能冷却时间很长，此刻这套组合技能持续时间到了，暂时用不出来了。啊！就在这时，突然的又是一道攻击到来。第20章隐藏职业，正是最放松的时刻，谁能想到呢？又有攻击来到了。楚天回头看去，他的瞳孔中映出的是巨大的蛇头，已然张开巨口，要将他一口吞噬下去，并且属性展示了出来。毒液飞蛇王，品级白银级 BOSS， 等级10级，误伤毒伤230至240，血量320，防御17，技能毒液喷射、毒牙咬击、闪烁冲刺。描述：胆小狡诈的蛇王，喜欢在敌人最放松的一刻攻击。他的技能闪烁冲刺能让他在一定距离内移动到敌人面前。蛇王独有的技能闪烁冲刺，趁着楚天放松的时刻突然杀至。楚天此刻都无法用出逍遥步、刀乱舞，凭 A 的话，他的基础伤害不到300，确实不能一下子击杀蛇王，那么他就要被蛇王一口吞噬了。此情此景，着实危急。然而，杀一批白银级怪物，怎么可能没有 BOSS？ 真当我毫无准备吗？聪明的楚天早已看透了一切。天域太真实了，有这么狡诈的怪物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在这一瞬间，他玩起来漂亮的刀花，3道玄奥的弧度在蛇王眼中闪过。3连击，350，3道刀光落，第一刀150%伤害，蛇王直接秒死。第2刀、第3刀甚至都扑了个空，因为敌人已经死了。就是这么牛逼，跟楚天玩花样，他手段多得不得了，能把任何人轻松玩死。主人，您太厉害了，手段也太多了。伊洛斯激动地冲过来喊道：主人，我对不起您，我感觉自己好没用，这场战斗我完全无法参与。无碍。楚天淡淡摇头，并不是伊洛斯不强，而是这场战斗特殊，飞行单位给他也造成了一些麻烦。伊洛斯作为邪灵法师，还是有很大的培养价值的，可以给他进化吗？要知道，隐藏职业连楚天都没有。叮！恭喜，您完成了职业一转任务，自由属性点对应的属性值变高，每点力量属性点可以增加3点物理伤害，15点气血，每点敏捷属性点。正在将已分配的自由属性点弥补为现在对应的属性值。爽！楚天的属性点本来1点力量可以提升2点伤害值，10点气血值，现在直接提升了一半。之前分配好的属性点还会弥补到 1.5 倍的状态。虽然楚天的属性只有不少依靠的装备提升，但这下提升上来后肯定还是很可观的。误伤+1+1+1，气血+5+5+5，楚天享受着提升，能不爽吗？属性本就无敌了，这下还不得爆表。叮！没想到又有提示声传来，恭喜，由于您是第一个完成职业一转的玩家，系统特给您奖励，额外获得隐藏职业的资格，请您珍惜这次机会，再接再厉。楚天先是一愣，再是一喜，没想到竟然能获得隐藏职业了。刚说自己也想要隐藏职业，这就来了。这个意外之喜让他很满意。任何事情第一次都很宝贵，很特殊，在天域这个众玩家聚集的舞台，想做到第一个这种殊荣，更是难如登天的事情，所以颁发奖励。谁让楚天牛逼呢？叮！额外获得隐藏职业任务的资格，任务已经发送到您的面板，但以系统的尿性不会一下子影响游戏平衡，他只是拥有了特殊的资格，果然还附带了任务，完成任务才能拥有隐藏职业，否则资格取消。无所谓的，有楚天完成不了的任务吗？叮咚！世界公告，恭喜玩家修罗成为第一个职业一转的人，系统特为他颁发高额奖励，以此激励所有玩家，大家都要向他学习。世界公告，连刷10次，全世界再度哗然。这才多久啊？
距离修罗大佬10级也就1小时左右的功夫，竟然就一转完成了。Oh my god！ 一转任务不用想都知道非常难，肯定需要一大帮高手帮忙。修罗大佬是从哪里找到这么多高手的？最起码也得有上万的8级玩家帮忙吧。8嘎，我才5级啊！修罗大佬肯定是特别尊贵的人物，在现实世界就有庞大的实力，手下有无数的高手，才能这么快的升级。一转，修罗到底是谁？如此神秘。举报，修罗开挂。等等，一转已经完成，修罗可以继续升级了，那他接下来是不是又要升一个15级，才能拿到系统给予的特殊奖励？全世界玩家都很是想不通，这人怎么做到的？有人佩服，有人嫉妒，有人在这一刻已经想好了怎么搞垮修罗。每个人对神秘的修罗都有不一样的看法，但他们都非常的好奇，他拿到的是什么奖励？他现在又是多少级了？应该暂时不会提升了，因为修罗肯定是找人帮忙做任务的，做任务时获得的经验值肯定要分一些给玩家们，他自己不会分的许多的。肯定是这样的，他现在不会升级。叮咚，此时提示声在楚天脑海响起，击杀毒液飞蛇的经验值开始计算了。战斗统计，您获得了5387点经验值，9073点进化点，10938枚铜币，小红药 X200，小蓝药 X205，毒液匕首 X3，蛇皮甲 X6。开玩笑，楚天找人帮忙杀怪，10级的伊洛斯甚至都没帮上忙，所有经验值都归他一人所有，那可是一帮10级白银怪物啊，还有一只 BOSS 呢。叮，恭喜您的等级加2，获得了10点自由属性点，2点超能点，直接12级了，距离15级只差3级。楚天又看向了地上有许许多多的装备，白银器都有好多件，这下能凑一套完整的白银装了，黄金器并没有，这个爆率实在太低了。没事，进化点已然破万，能开宝箱了。第21章开箱，随机幸运宝石。叮，恭喜您消耗了1万点进化点，将白银级宝箱进化成黄金级宝箱。金色闪光出现，楚天心怀激动，迅速打开宝箱。黄金级宝箱能开出什么呢？最起码有一件黄金器吧。叮，恭喜您获得了暗影翼 X1， 噬魂枪 X1， 随机幸运宝石 X1。3道金光闪烁，许久才平复下来。咕咚，楚天喉结耸动，兴奋却难以平复。他没有想到，竟然开出了3件黄金级的物品，算成进化点起码需要3万呢，但进化出黄金级宝箱只需要1万，等于白嫖了2件黄金级物品。赶紧查看，暗影翼黄金器，等级1，附带属性防御加10，敏捷正 20%， 附带技能暗影前行黑色，消耗30点蓝量，提升 0.5 倍的飞行速度，自动进入前行状态，持续时间1秒，技能结束时的最后一击加暴击几率 50%， 冷却3秒。描述：一件飞行装备，在正常情况下飞行速度和移速相同。我去，竟然是翅膀！楚天刚才被飞行单位弄得有点麻烦，当时要是有翅膀也不至于那样了。这装备让楚天一个战士可以直接飞行，而且技能会加速前行。前行就是隐身，前行结束后的一击还加了 50% 的暴击。楚天追求的就是攻击力，这么猛的技能当然要升级了。叮，恭喜您消耗了1点超能点，将暗影前行提升为满级状态。暗影前行 LV10， 消耗80点蓝量，提升3倍的飞行速度，自动进入前行状态，持续时间3秒，技能结束时的最后一击加暴击几率 90%， 冷却10秒。爽！若是启动逍遥行暗影前行双重技能，楚天的速度可以达到30倍的状态。他本来没加多少敏捷，但这一下子速度高的离谱了。最后一击的暴击率加上他本身带的，直接 100% 暴击，真男人，又快又猛。楚天嘟囔一句，又拿起了另一件装备噬魂枪黄金器，等级1，附带属性误伤加45，破甲效果正 10%， 附带技能噬魂夺命黑色，消耗30点蓝量，破甲效果提高 40%， 持续时间1秒，用此技能击杀敌人，玩家复活时间延长半小时，怪物无法复活，冷却3秒。描述：追求极致的破甲，让敌人难以复活，堪称是魂夺命。很 nice 啊！楚天美滋滋，他又有了一件黄金级攻击装备了。他虽然还没获得隐藏职业，但一切战士类装备他是都可以使用的。其他战士玩家有一件青铜级攻击装就得乐死了，但他可以一会儿用刀，一会儿用枪，反正有净化万物天赋在，他想要什么装备都可以，剑等等都有机会拥有，而且肯定都是高品级的。噬魂夺命这个技能倒是暂时不用提升，这技能很牛逼，击杀玩家后
强制让它复活慢一点，延缓它的发育时间。遇到特殊怪物，能够复活的那种，则直接强制无法复活。他还没遇到这种怪物呢，所以暂时无需用超能点提升。他还有不少超能点，但也不能乱用，这玩意儿毕竟有限，好钢得用到刀刃上。这时候他拿起了最后一件东西，随机幸运宝石黄金级宝物。效果1，加10点幸运值，所有几率性行为成功率提高 10%。效果2，随机触发幸运事件，几率为 10%。用法：放入背包即可。卧槽，楚天这次是真的惊了，他的初始幸运值是0。料想其他人也差不多，即使有幸运儿初始幸运值高，但肯定也高不到哪里去。而且这种人极其少，大部分人初始幸运值应该都是0吧。而随机幸运宝石直接加了10点幸运值，所有事情的成功率都提高了 10%。比如楚天用宠物球捕捉宠物，本来黄金级的宠物不用想，几率为0，但现在黄金级宠物捕捉率也提高到了 10%， 更不用说其他的了。牛逼，那我肯定要捕捉黄金级宠物啊！楚天瞬间下定了决心，白银级的他才看不上呢，哪怕捕捉黄金级宠物的几率再低，他也要放胆一试。最重要的是，随机幸运宝石不是消耗品，幸运值满值100点。楚天现在没有这么多，但他可以将宝石净化，而且用法很简单，放入背包就自动有效果了。楚天将宝石收起，幸运值立刻变化了。这个效果2，随机触发幸运事件，几率为 10%。是什么意思？即使楚天很聪明，此刻也有点懵逼，毕竟他对网游接触的不算多。就在此时，他正好走了2步，不小心的将一棵病死的树木踢碎了。提示声骤然响起，叮！恭喜，触发随机幸运事件，您捡到了3000枚铜币。楚天愣了下，低头看去，病死的树木已经枯萎，所以被自己一脚踢得粉碎。树坑中藏着一个钱袋，他拿出来数一数，正好就是3000枚铜币。尼玛，他做个 A 级任务也就2000铜币的奖励啊，3000枚铜币买个白银器没有问题，这就直接捡到钱了，还是如此多的。我明白了。楚天眼眸亮起，这个随机触发幸运事件，就是把本来和自己无缘的事情变得和自己有缘。比如某处埋着宝藏，他本来发现不了，但现在他有几率发现了。本来是想进化出黄金级装备的，但可能触发幸运事件了，同样的进化点却直接出更好的装备，就是这么强悍。等于系统给他颁发随机奖励，而他无需任何付出。爽！果然越努力越幸运。楚天心中美滋滋，迅速地离开了此处。幸运事件的触发不可强求，缘分到了便有了，他还是要努力升级的。现在拥有的一切还不能救治妹妹。做其任务该完成了。第22章，走，去抢宝贝。呼，风掠过脸庞，格外的舒适，还仿佛在温柔地抚摸着楚天的翅膀。主人，您竟然会飞了！伊洛斯急冲冲地跟着，一脸的羡慕。你先回刀里面吧。楚天将他收回鬼怨灵刀，不然他一个法师跟不上速度，用上翅膀真的是非常爽。正常能穿的装备就11件，但普通人现在可没有翅膀，他直接穿12件装备，比别人多了1件。而且击杀了一批白银级怪物，爆出了不少的白银器，他已经凑满全套白银器了，连黄金器都有3件了，属性自然就加的更多。不要忘了，一转之后，他的属性本就提高了。修罗战士，等级12，误伤400至408，防御31，血值535535，蓝值160，幸运值10，暴击率11%，装备正6%，超能点7，焕然一新，比10级的时候提高了1倍左右。这还没算用上技能的效果。这妖牛逼的楚天，有个拉风的坐骑不是更厉害？他按照村长的地图指示一路飞，就是这里了。他杀怪都是有筹划的，不是带着任务的不想杀。这里正是坐骑任务中的邪毒蜘蛛所在，是一座巨大的山，但山顶已经被腐蚀一空。没错，楚天正在一座山的上空，若不是他有翅膀，还要一步步的爬上来，但现在直接降临。向下看去，整座山都是被挖空的状态，里面到处都是蛛网，一大堆蜘蛛正在吐丝，丝线腐蚀了山体，才出现了这样奇特的地形。楚天使用探查术，邪毒蜘蛛，品级白银级，等级13级，误伤毒伤234至240，血量320，防御16，技能蛛网缠绕，邪毒附着。描述：拥有强大的控制，伤害遇到它们要极其小心，也是双伤害怪物，有毒伤。等级比之前杀的怪物都要高，但这次数量少了一些，500只左右的样子。但他们的技能让人很头疼，每只蜘蛛吐出蛛丝都有可能把人粘住，一旦被他们控制到，
以楚天的超高气血也会被消耗死，直接秒了吧。楚天玩味的笑笑，这对他来说能算个事儿。轰！刀乱舞，乱舞态。楚天直接飞进山洞中，他的周身包裹着巨大的刀气漩涡，配合他身后漆黑的翅膀，宛如魔神降临一般。正在吐丝的蜘蛛们正一面猛逼呢。咻咻咻！刀气乱飞，狂轰乱炸，砰砰砰！山壁阵阵破碎，坚石化作齑粉。784、782、1564，暴击！爽得不得了！刀气漩涡持续攻击，楚天基础暴击率为 11%，10道伤害中基本必定暴击一次，别谈暴击了，即使是正常的伤害也非常可怕。无数蜘蛛直接人间蒸发，秒杀，毫无悬念。但让楚天疑惑的是，他竟然没有收到任何的提示声，击杀了怪物，肯定是有获得经验值的提示的。怎么回事？嗖嗖嗖！就在这时候，诡异的情况发生了，那些被他击杀的蜘蛛此刻断肢连接在一起，齑粉重新聚合，迅速又变成了完整的状态，活灵活现。在山体最中间有一只巨大的蛛网结成的茧状物，而经破开，一只巨大的蜘蛛出现了。邪毒蜘蛛王，品级白银级 BOSS， 等级13级，误伤毒伤245至251，血量390，防御20，技能蛛网缠绕，邪毒附着，复活，复活邪毒蜘蛛，还可以复活3000个，也可以复活自己。描述：即使是高手，但若不能克制它，就要享受持久的折磨。这个 BOSS 攻击一般，但气血防御很高，很难迅速击杀，更不用说他还自带复活能力，这也就罢了，他连小怪都能够复活，而且技能没有冷却，只有次数限制。在他的胃部有3000个透明袋子，那就是他的复活力量，即使是高手来了这里，都能被他的复活能力给折磨死。楚天要杀200只小怪，都难以做到。死！蜘蛛王一声怒吼，对楚天这个外来之客很是不爽，顷刻间吐出巨大的蛛网，小怪们也是跟随照做，铺天盖地的蛛网袭来，只要被逮到，就要迎接他们狂风暴雨的合击，再无脱身的可能。切！楚天面对这恐怖攻击却是非常淡然，本来还有些麻烦，幸好获得了新装备。刀乱舞，楚天再次启动技能，瞬间秒杀所有小怪，而后喝下几瓶精品小蓝药，蓝量瞬间满了，鬼怨灵刀除下，是魂枪出现于手。逍遥步，暗影前行，提升30倍速度。楚天迅速的飞翔，分出了6道幻影，冲向了蜘蛛王。蜘蛛王还没反应的过来，手下又全死了，现在更加的眼花缭乱，下一刻就更傻眼了。在他的视野中，楚天直接就消失了，只能听到轰爆炸的声响传来。楚天陡然出现在蜘蛛王附近，蜘蛛王把自己悬浮在上空中，他直接冲天而上，一杆长枪带有寒星，如游龙般登天而去，血迹扑洒出来。382，噬魂枪无法使用刀乱舞技能，只能使用枪技，所以没有技能2倍的加成伤害，但是高达 50% 的破甲，加上楚天本就有很高的伤害，气血很高的蜘蛛王也是被秒杀。他有点懵逼，但他闭眼前戏谑地看向了楚天。小样，即使杀了他所有小怪，哪怕他自己也死了，马上就能复活啊！叮，技能是魂夺命发动，被此技能击杀的怪物强制无法复活。提示声响起，楚天嘴角笑容玩味。蜘蛛王眼神慌乱了，他竟然感知到无法复活了，巨大的身子倒塌下来，死的不能再死了，到死他都没有想明白，怎么就不能复活了呢？而这时，楚天执枪在手，瞬间冲出了洞口，所有的蜘蛛网都被他甩在了身后，他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乃至于是魂夺命还没冷却，技能光芒依旧在。轰！他出现的瞬间，于这处山顶爆发出冲天的技能光芒，盛大的金色。卧槽！金色传说，肯定是宝贝。会长，咱快去抢宝贝啊！第23章，进化宠物球。叶晴看着远方，那璀璨的金色令人着迷，肯定是有宝贝出世了。他手上接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应该去做任务才对，但他此刻迟疑了。马德，干了！那最起码也会是黄金级装备啊！他还没有一件呢。跟我走，他手下有几十万玩家在呢，谁能和他抢宝贝？有一件黄金级装备，他说不定还有机会成为第一个达到15级的玩家。叮！恭喜您获得了3847点经验值，5083点进化点，小蓝药 X200， 小红药 X283， 铜币 X874。楚天此刻正享受着提示声。叮！恭喜您的等级+1，获得了5点自由属性点，1点超能点。又升级了，轻松的一批，马上都能前往主城了。新手村要是遇不到好的宠物，就在主城中找吧。
楚天摇摇头，新手村估计很难出现黄金级怪物了，他可不想用个白银级的宠物。主人，捡完了！伊洛斯在山洞中大喊。楚天刚才释放了他，让他把装备都捡了起来，他自然也有背包携带装备，然后鬼怨灵刀将他收起来，省得楚天下去捡了。有点遗憾，并没有出现黄金器。白银怪基本爆出白银器，有很小几率爆出黄金装。楚天估计了下，等级越高的怪物，爆出好装备的几率更大，想白嫖黄金器没那么容易。挺好的，他难爆，别人也难爆，反正他能进化装备，无所谓的。做其任务有时间限制，还是快点做完吧。只差一种怪物了。楚天迅速的飞翔，心中也是好奇，任务要求的怪物都挺有特色的，这也就是他普通玩家可以直接放弃了，不知道下一个怪物有什么特性。不久后，他来到一汪水潭处，水潭并不深，有一群乌龟正在游动。铁甲龟，品级白银级，等级15级，攻击50%，血量600，防御50，技能钢铁堡垒。铁甲龟组合在一起，它们的防御能够逐渐叠加，移速会同步降低。战甲吞噬，铁甲龟吞噬战甲，可以缓慢的提升自己的基础防御。描述很笨重的怪物，但也很难以击杀。不是吧？楚天愣了下，没想到会遇到这种怪物，防御气血都高得出奇，即使以他的伤害都难以秒杀，主要还是技能太恐怖了，可以叠加防御。他可以保证新手村中无法对铁甲龟破防的人大有人在。系统给的任务还真是难啊。幸好，砰砰砰！楚天正思索呢，铁甲龟突然全部蹦了起来，锋利的口牙张开，就要啃咬他的盔甲。楚天立刻迅速的移动开去，笨重的铁甲龟掉落回去，依旧在对着楚天龇牙咧嘴。钢铁堡垒，他们组合在一起，防御瞬间提升，加10，加10，加10，最终加到500。楚天的防御也就30多，基础攻击400多，这已经高得出奇了。普通玩家估计都没100点攻击，防御估计没10。即便是如此，就连楚天都无法破开铁甲龟的防御，除非使用技能。但哪怕用技能加到800点攻击，破开防御后伤害也就300。杀一只铁甲龟需要2技。来啊，给爷啃下盔甲，提升下防御。来啊，有种来干我呀，能破我防吗？不知道为什么，楚天能感觉到铁甲龟们就是这种想法。马德，楚天笑开了，这不是找死吗？真当他不能击杀他们吗？不对，应该是真当他无法秒杀他们吗？叮！恭喜，您消耗了1点超能点，将技能噬魂夺命提升到满级。噬魂夺命 LV10，品级黑色，效果消耗100点蓝量，破甲效果提升 90%， 攻速达到10倍，持续时间1秒，用此技能击杀敌人，玩家复活时间延长1小时，怪物无法复活，冷却10秒。虽然技能只能持续1秒，但算上是魂枪自带的 10% 破甲，破甲效果已经达到了 100%。哪怕敌人防御99999，在他面前都是0，在我的面前没有防御可言。咻！是魂枪枪出如龙，这一刻仿佛有10道枪同时出击，因为楚天的攻速也达到了10倍的状态，只听得砰砰砰几声，10只铁甲龟瞬间死亡。这怎么可能？这人的攻击这么可怕？铁甲龟刚还在嘲讽楚天，此刻非常的懵逼，他们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10个同伴就已经被秒杀了。他们的组合瞬间有了漏洞，钢铁堡垒不攻自破，他们的气血和防御瞬间调回之前的状态，失去了嘲讽的资本。轰！刀乱舞，纵横泰，784、786、798，在楚天面前，他们没有任何狂妄的资格，全部被秒杀。叮！恭喜您获得了3483点经验值，4484点进化点，小蓝药 X242，小红药 X255，铜币 X889。铁甲龟数量并不多，加上楚天现在升级需要的经验值毕竟高了，所以没有再次升级，但进化点还是获得了许多。楚天也没想到，这最后一种怪物竟然是最简单的，主要是魂枪牛逼，直接破除所有防御，否则这看似简单的任务会难如登天，这让楚天对黄金器更期待了。这次他肯定会爆出不少白银器，进化点铁定破万，那么又能进化出一个黄金器了。叮！恭喜！白银怪爆出黄金器的几率并不高，但您触发了幸运事件，成功爆出了黄金器吞噬甲。谁曾想，令人意外的提示声到来，本来不可能爆出黄金器的，但幸运事件触发就是爆了，厉害的不讲道理。最关键的是，剩下的进化点可以进化宠物球了。第24章古怪尸体，新手村将有大难。宠物球需要进化点1万，而今已然满足了。楚天不高兴多等，
直接进化了。叮！恭喜，您消耗了10000点进化点，将低级宠物球进化为中级宠物球。楚天迫不及待地查看。中级宠物球效果，在怪物残血的时候，对它使用宠物球，有几率将它变成您的宠物或坐骑。收服几率：白板怪100%，黑铁怪80%，青铜怪60%，白银怪几率40%，黄金怪几率20%，铂金怪几率0%，并且怪物血越残，越容易被收服。死！成功率竟然提高了这么多。黄金怪本来不可能收服，但现在有20%的几率了，而且出了新效果，怪物血越残，这个几率还能提升。不要忘了，楚天还有幸运宝石加10%呢。收服黄金怪很有希望啊。楚天并没有想着铂金怪，一是新手村想找到铂金怪难如登天，二是到了主城后还怕没新的宠物球吗？他又查看新爆出的盔甲，吞噬甲，黄金器，等级1，附带属性防御加20，加血症10%，附带技能吞噬战甲，黑色，消耗30点蓝量，被您击杀的单位，他的战甲会瞬间破碎，1/1的防御力加持到您的盔甲上，最高加持50点，持续3秒，冷却3秒，持续时间到加持结束。描述：黄金器中的小极品，用好了没人能打得死你。楚天眼睛一转，立刻一喜，吞噬甲太适合战士了。他现在还在杀怪，但迟早会遇到玩家强大 NPC， 他击杀这些敌人还能直接破碎他们的战甲，将他们的战甲防御力变成自己的，只要击杀的够多，防御提升的就够多，虽然现在上限少。没事，升级。叮！恭喜，您消耗了1点超能点，将吞噬战甲技能提升到满级。吞噬战甲 LV10，品级黑色，效果消耗100点蓝量，被您击杀的单位，他的战甲会瞬间破碎，1/1000的防御力加持到您的盔甲上，最高加持500点，持续时，冷却时，持续时间到加持结束。爽！比例从1/1000提升到1/1000，上限提高到了500，时间也变得更有力了。楚天立刻换上吞噬战甲，顷刻间防御高达50多，正好还剩1000进化点，坐骑任务也该完成了，用完算了。楚天掏出坐骑鞍，叮！恭喜，您消耗了1000进化点，将优良的坐骑鞍进化成主宠核心鞍。主宠核心鞍，白银级，效果：宠物忠诚加10，宠物可反馈自身的10%属性给主人。描述：优秀的主人怎么能不给他的坐骑搭配好的坐骑鞍？卧槽，牛逼大发了！宠物属性的10%可以直接加持到主人的身上，没有时间、蓝量等任何限制，可以一直维持住，而宠物自身的属性还不会因此减少。平白加一个强大怪物的10%属性啊！这还只是白银级坐骑鞍，难以想象更高级的坐骑装备有什么效果。怪不得都觉得坐骑牛逼呢，一般最起码也得到主城才能拥有坐骑。楚天话还没说完，叮！恭喜，您完成了提前开通坐骑位置任务，获得了提前开通坐骑位置的资格。目前坐骑位置为1，在楚天的面板中多出了坐骑的选项，但目前还没有坐骑。听这意思，坐骑位置还可以不止一个，一人能拥有许多的坐骑，但也不知道怎么增加位置。幸运的是，他发现坐骑位置都能进化，进化点太急缺了。楚天赶紧将所有装备捡起来，地上满满的白银装，要是被别的玩家看到了，得怀疑人生。叮！恭喜，您获得了钢铁战甲 X30、青云履 X10、抗性戒指 X13、狂暴拳套 X15。楚天查看了一会儿，全部分解，没什么他需要的。其他人渴求不得的白银装，他可看不上。进化点又达到1573点。楚天准备离开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一是寻找叶晴，二是调查新手村的异常，然后就可以前往主城了，毕竟他都快15级了。咦，这时候他突然注意到，在自己把铁甲龟和装备都分解后，潭水下的环境变得清晰了，下面有一具很古怪的尸体，看模样很像是新手村的村民。楚天想到自己的任务，描述中就有村民在魔鬼山脉失踪，当即伊洛斯把那具尸体捞上来。开玩笑，他有小弟，捞尸这种事他可不亲自干。遵命。伊洛斯迅速将尸体捞上来，尸体通体墨黑色，宛如中了毒一般。民兵王小胖的尸体，等级10，攻击。描述：民兵们入山狩猎，却是遭遇诡异突袭。王小胖负责回来喊援兵，中途却还是离奇死去。他临死前躲在潭水中，守护着一份羊皮卷轴。10级人物很强了，而且不止一个。王小胖是跟着民兵部队的，但还是离奇死去，可见这件事很诡异。魔鬼山脉到底有什么？我接到的最后一个任务不会很扎手吧？楚天眉头紧皱，他又注意到
王小胖手中死死抱着一份卷轴，当即取下来，上面只有一段话，用卷轴书写，只是因为防水。我们见到了大恐怖，邪神降临在了这个村落。他从沉睡中醒来，但他的情况似乎出了问题，自己一人离开了。他的麾下正在寻找他，若是寻找不到，他们很可能会毁灭整个村落。文字到此结束。邪神，这不是楚天第一次听到这个称呼了。村长对邪神非常恐惧，而这么一个人却已经降临在了新手村，还有着一帮强大的手下在寻找他。新手村都将陷入灾难中。作为这个新手村的玩家，楚天要不要参与其中呢？第25章抢怪黄金级宠物。楚天现在有2个选择：一、迅速15级前往主城，避免新手村的这场大难；二、继续完成任务，解决新手村的所有异常。但他只有1人，邪神拥有着一大批强大的手下，以他目前的力量，谁都不知道能不能解决。毕竟能冠以神称的会是简单人物。算了，再看吧。楚天没有立刻下决定，倒不是他怕了，只不过他还有很多事没有做。他可不是圣母婊，一个游戏而已，他没必要做救苦救难的菩萨，能找到办法救治妹妹就是天大的幸运了。轰轰轰！就在此时，不远处传来激烈的战斗声，无数的技能炫光冲天而上，还有巨大的兽吼声。有很多玩家，叶晴的人马。楚天眼神瞬间冷厉，现在在魔鬼山脉中又如此大张旗鼓行事的，只能是叶晴了。伊洛斯，跟上！轰！翅膀扇动，楚天迅速向发出声音的方向飞去。总算给他带到了。这一刻，他不管对方有多少人马，也不管对方是多少等级的，先干了再说。此刻和叶晴战斗，势必延缓他的发育，不能及时前往主城，说不定就会遇到新手村的大难。但楚天根本懒得管这些，大丈夫行事何须瞻前顾后，心中有怒就尽情释放，怕这怕那的，还算个男人。好奇怪，这不像是邪神麾下的攻击手段，我是怎么知道的？邪神，好熟悉的名字。伊洛斯正在喃喃自语，听到楚天的话语，感受到楚天的怒火，知道楚天要战斗了，当即兴奋地跟上，那模样仿佛他宿命中就是试战的人。哈哈，我就说有黄金级宝物吧，没想到竟是个黄金级的怪物，起码能爆出黄金级的装备，应该还不止一件。此刻，叶晴爽地飞起。之前他看到一处山顶上大放金色光芒，顿觉有宝物出世，立刻向着这个方向前进。果真被他发现了宝物，乃是一只黄金级的剑齿白虎。能在新手村发现一只精怪，这简直太幸运了，说不定能爆出好几件黄金装、白金装都有可能。给我杀了他，快点！他激动地大喊。几十万的麾下并没有都带来，为了抢15级，他让许多手下让人头给他，他吃经验的大头，而今已经12级了，手下也是先成长起来一批。这里有10万个10级的部下，还有20万在继续升级中，带着他的同学们去升级了，并没在这里。10万部下已经够了。没看那只黄金级怪物都被吊打成这样了吗？虽然剑齿白虎很猛，但他有一批肉盾部下，并不能秒了全家防御和气血的肉盾。等剑齿白虎技能冷却了，就要被他的攻击部下围攻，而这时肉盾部下也要恢复了。没错，剑齿白虎只有1只，连小怪都没有。他觉得自己真是太幸运了，这样下去，剑齿白虎必死。他能借此一下子就达到15级，成为全球第一个15级的玩家，拿到系统奖励，成为全球知名的大神人物，比那个什么修罗还要牛逼。吼！剑齿白虎怒吼，声音显得有些凄厉。他知道他的气血无多了，这些可恨的人类竟然以10万人欺负他一只，他拼死也想带走一些人，可是这些人经验都很丰富，法师、肉盾、弓箭手配合有序，还有许多红药补足状态。此刻楚天飞在高高的天上，已经降临到了此处，谁都没有看到他，他却将情况尽收眼底。果然是叶晴，而且黄金级怪物快残血了，有意思。楚天本来还想过到底是先弄只黄金级宠物，还是要更高级的白金级，但现在没有丝毫的犹豫了。叶晴敢戏耍他300万，他就敢去抢怪。咻！他一冲而下，暗影前行迅速的启动，进入了前行的状态，手上拿着一个宠物球。别打了，别打了，最后一击交给我，我来拿人头。叶晴激动的不得了，剑齿白虎的气血已经近0了，只要他拿下最后一击，就能拿到70%以上的经验，其余10万人才分到30%的经验，这就是击杀的重要性。苍狼！他猛然抽剑，欲要砍下。他仿佛看到了美好的未来在向着他招手。这时候，进来吧！一道清朗的声音响彻全场，在叶晴懵逼的眼神中，剑齿白虎的身旁突现一道人影，
这人影扔下一颗球状物，丢在了剑齿白虎身上，剑齿白虎直接消失了，消失了，消失了。在叶青眼中不断重复着这一画面，美好的幻想瞬间破碎，竟然在众目睽睽下，就在自己的眼前，被人抢走了好不容易打到残血的怪物。不，你找死！叶青的吼声格外的憋屈，格外的愤怒，要多难受有多难受。与此相反，悦耳的提示声在楚天的脑海响起。叮！宠物球捕捉剑齿白虎中，剑齿白虎的气血极其低，捕捉率提高中，您目前有 36% 的几率成功捕捉。他的心也有些忐忑，宠物球正在颤抖，剑齿白虎就在其中，若是不能成功捕捉，它就会逃出来，而且宠物球会废掉，那浪费的不仅是宠物球，还有10000进化点。36%几率，说低不低，说高也不高，一定要成功啊！叮！恭喜，您成功触发了幸运事件。剑齿白虎对玩家叶帝尊很愤怒，您若能答应为他复仇，他甘愿被捕捉，永远成为您的宠物。咦，这么爽！叶晴成功吸引了剑齿白虎的仇恨值，只要楚天答应帮他报仇，他自愿认主。而楚天本就不会放过叶晴，跟着我，我帮着你杀遍这些人。楚天开口，杀气冲天。叮！恭喜，黄金级宠物剑齿白虎成功被您捕捉。楚天正爽呢，你特么的到底是谁？敢抢老子的怪！叶青脸色憋得铁青，这背对着他的家伙太嚣张了，不仅抢了他的怪物，还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放言要杀死他们全部。第26章，吓退10万玩家。谁敢跟叶少爷抢怪？活得不耐烦了。叶青手下的人更是吵吵嚷嚷，他们都是曾经各大游戏的高级玩家，而今进入天域跟随叶晴，但竟然被人当着面抢了他们的怪。众所周知，网游中什么最难受？被别人抢怪啊！最后的击杀不仅仅是获得最大比例的经验值，而且爆出的所有装备都默认归为击杀者所有，那可是黄金怪爆出的装备啊，能不让他们心痛吗？怎么不认识我了？此时淡淡的声音响起，楚天回过头来，双手自信地背负于身后，脸上带着讥讽的笑容。此刻他若是以真容出手，势必让全世界都知道他是修罗，他可以戴个面具什么的，但隐藏身份，抱歉，他从来没有想过。给叶晴知道了又如何？给全世界知道了又如何？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窝窝囊囊的活着，未免太不痛快。楚天，是你！叶晴瞬间懵逼了，他想过所有可能，就是没想到会是楚天。楚天明明刚被叶家赶出去，而且还被叶家的杀手追杀，怎么突然进了游戏中，还混得如此风生水起？楚天刚才隐身抢怪，让他都没有发现，可见技能很强大。给我杀了他！他怒吼，说是这么说，自己却退到了最后面。楚天现实中会武功，在叶家一人一棍如入无人之境，给他带来了阴影，哪怕此刻在游戏中，让他都不敢正面对抗，怂得不得了。杀！杀！杀！与此同时，10万名玩家冲向了楚天。这下楚天得被血灭吧？切！楚天一声冷笑，手中猛然出现一杆2米长的长枪，配合上他1米8的身姿，显得威武非凡。但见他长枪轻轻一扫，10道枪印一闪而逝。噗嗤！噗嗤！血迹飙洒，10个玩家直接身死，一招就灭尽了10个玩家。不对，长枪长达2米，玩家们因为太聚集了，刚死了一批，后续还有冲上来的玩家被扫到，再加上噬魂追命的10倍攻速在，这一刻得有近100人被击杀。什么？一招灭杀近100人，而且全部都是肉盾玩家。叶晴直接吓傻了，那可是肉盾玩家，防御高，气血又足，哪怕是15级的 BOSS 都不一定能一击秒杀10级肉盾玩家，可是楚天竟然在一瞬间秒杀近100人。楚天已经把装备光芒关了，他哪里知道楚天手上的是黄金器，附带技能还是满级的，拥有 100% 破甲，肉盾在他面前就是零防御的一张纸，这人恐怖如斯。呲！剩下的10万玩家此刻全部的紧急刹住脚步，不敢再冲锋了，脸色全部是不可思议、惊慌失措的表情。情况跟他们想的不一样啊！怕什么？围攻他！叶晴脸色铁青，10万人竟然被楚天一人吓住了。对，他只有一个人。干！10万人再次冲上，要以多欺少。谁说主人只有一个人的？突然的一道阴森的笑声响起，从楚天的鬼怨灵刀中走出了一个身穿黑袍的人影。他大喊一声：胆敢挑衅我的主人！死亡光波！轰轰轰！黑色的光波冲出去，呈现为一条直线，带来了死亡的降临。225、255、234，几百人直接死亡。
你们比主人差远了。作为10级的邪灵法师，特殊职业者，他也拥有着秒杀同级玩家的能力，只不过被楚天吊打罢了。法杖一挥，更是有600个邪灵冲入敌群，和玩家们以命换命。邪灵死亡了，还能再召唤，虽不能说无穷无尽，但绝对能让敌人不胜其烦。不，这不可能，楚天怎么可能在游戏中也这样牛逼？叶晴心乱如麻，看着强大的伊洛斯，他不禁升起了嫉妒之心。这是楚天的麾下吗？马德，楚天的一个麾下都比他无数手下要强，好嫉妒！他猛然抬头朝楚天看去，为什么？你要这么优秀，为什么我叶晴作为世家子弟，却总是比不过你？这时候，楚天愣了一下，因为在他击杀近100肉盾玩家时，他脑海响起了提示声。叮！恭喜，您击杀了玩家不动如山，破碎了他的青铜级战甲，技能吞噬战甲发动，吸收他的战甲1/1000防御力，吞噬甲防御加 0.008。咦，叶晴的部下竟然还有青铜级战甲，挺不错的呢。他们又不是楚天，能有黄金器，防御被吞噬甲吸收了。叮！恭喜您！提示声不断到来，有些肉盾还有白银战甲呢，吞噬甲吸收了接近1点防御，这才杀100人啊！这里可是有10万玩家，那就让你们绝望吧。楚天看着叶晴等人，伊洛斯此刻拦住10万玩家，也迅速的力不从心了。该是他真正出手的时候了，立刻先弄坐骑。叮！剑齿白虎为您的宠物，也可以成为坐骑单位，是否让它作为您的坐骑？是。楚天毫不犹豫开口，同时将宠物球随意往地上一丢。好！狂傲的虎啸震动山林，高大的剑齿白虎皮毛带血，它仍旧是残血状态。楚天立刻扔给他几瓶精品小红药，乃是由小红药进化而成，效果直接回血100，几瓶下去后气血直接恢复。剑齿白虎，品级黄金级 BOSS， 等级15级，误伤450至455，防御30，血值55555，技能虎啸山林，猛虎下山。描述：幼年剑齿白虎拥有神兽白虎的一丝血脉，远远没有达到他应有的潜力。我去，竟然是15级黄金 BOSS 怪，还拥有一丝神兽白虎的血脉，难怪属性这样牛逼，有些甚至比楚天还要高。他完全可以秒杀玩家们，只是陷入了围攻。有着楚天的培养，完全能发掘出他的巨大潜力，甚至进化返祖为神兽白虎。第27章，神级天赋，双倍攻击。这时候，楚天又掏出了主宠核心鞍，披在剑齿白虎的身上。他迅速坐到剑齿白虎上面，双脚被鞍保护着。叮！恭喜，主宠核心鞍的效果发动，剑齿白虎对您的忠诚度提高10点，它反馈自身10%的属性给您。宠物坐骑也是会背叛的，忠诚度高就不会离开主人。与此同时，楚天的属性开始增长，攻击加45，防御加3，气血加55.5，防御和气血加的不高，因为剑齿白虎是战士类宠物，这两个属性它本就不高，但攻击加45，比得上一件黄金器的属性加持。事实上，这些事情在一瞬间发生。会长，那是我们的剑齿白虎，尼玛，好像成了他的坐骑，现在就能开通坐骑。我知道，他是修罗，全球第一个10级的玩家。叶晴的手下们大喊，他们面对的竟然是而今全世界第一的玩家。原来你就是修罗。叶晴更是气得不得了，原来楚天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修罗。他依旧记得，他刚进入游戏的时候就想取名叫修罗，不得已改名为叶帝尊，因为名字被人提前注册了，被楚天抢了，而且抢怪。尼玛，楚天压根不是抢怪的击杀，而且直接抢成了坐骑，那可是黄金级坐骑啊，拥有一丝神兽血脉的坐骑啊！全球现在还没一个人能开通坐骑位啊！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叶晴愤而怒吼，10万玩家冲上。切！楚天只是冷笑，伊洛斯已经在勉强支撑了，不过面对这么多人，能撑一会儿很棒了。成功给他拖延到使用坐骑的时间，那该是他出手的时候了。好！剑齿白虎感受到他的想法，立刻冲入敌群，猛虎下山启动，速度比楚天的基础速度快多了。在人群中，你们在我的面前什么都不是。楚天拿出鬼怨灵刀，刀乱舞，纵横态释放，轰！10道100米长的刀气释放出去，顷刻间以他身体为中心，1万平方米的敌人尽数死绝。900、937、1876，暴击！刀气纵横的攻击会达到2倍，坐骑的10%属性反馈等于直接反馈了20%的攻击力，也就是100点，加上楚天本就伤害爆表，谁人能挡？1万平方米大概有一个操场那么大，10万玩家
直接没了1/3。咕咚，咕咚，咕咚，口水吞咽声不断响彻全场，甚至有人当场吓得晕倒。一招灭杀3万人！天哪，这是什么技能？这么大的范围，如此可怕的伤害，这不应该是后期才能出现的技能吗？他们在从前的游戏中也都是高级玩家啊，自然见识非凡。这妖牛逼哄哄的技能太少见了，品级肯定非常高，一般最起码也得中期才能出现，要么就是修罗把技能提升到满级了，才可能有这样的威力。但这不可能，全球玩家都没15级，就算是修罗，也顶多只有10来个潜能点。现在绝对不会有人把有限的潜能点用在前期的技能上，还是提升到满级，那需要10个潜能点呢。他们哪里知道，楚天进化出了超能点，一个顶10个，满级技能一大堆，再加上好装备，才有了如今的伤害。会长，我们逃吧，惹不起这尊大神。他们怕了，绝无可能，放心，你们拖住，我有神级天赋。叶晴可不甘心，一听这话，玩家们又来了信心，再次迅猛地冲上，要给叶晴拖延时间。叶晴的天赋蓄力 S 级，经过蓄力，他的下一级属性能够不断提高，而且随着等级的增长，提高的上限会变多。现在只要给他20秒时间，他的伤害能提升到2倍，速度、蓝量等等全部提高到2倍，时间再长点，能达到现在的上限3倍，说不定真能秒了楚天。可惜逍遥步10倍速度，楚天直接启动技能。让他惊喜的是，他启动这个技能的时候，还能带着坐骑一起行动，场上到处他和剑齿白虎的身影，然后掏出噬魂枪，噬魂追命10倍攻速，戳，眼花缭乱的操作让敌人根本反应不过来。等到噬魂追命陷入冷却了，他和剑齿白虎一同使用普通攻击，都能在瞬间击杀敌人，只是没了那么快的攻速。不一会儿，刀乱舞冷却完毕了。乱舞态，轰轰轰！在楚天的周身，巨大的刀气漩涡席卷而下，暗影前行，逍遥步同步使用，移速达到了30倍。他在人群中肆意游走，刀气漩涡随着他行动，所过之处无人能挡。又是1/3的敌人灭亡。剑齿白虎、伊洛斯、邪灵们也在攻击着。等到乱舞态要冷却完毕了，瞬间切换到纵横态，恐怖的静止刀气再次降临，切换需要巨大的蓝量。没事，蓝量多，蓝药多。轰轰轰！叮！恭喜，您击杀了玩家，哒哒哒，破碎了他的青铜级战甲。技能吞噬战甲发动，吸收他的战甲1/1000防御力，吞噬甲防御加0.008。叮！敌人自然也会攻击楚天，他处于围攻中，即使速度非常快，乱战中难免会被攻击到。他的依仗就是吞噬战甲，每杀一批敌人，吞噬战甲的防御都会提高，偶尔碰到几次伤害，根本无伤大雅。一瓶小红药足够这场战斗了。不知不觉20秒钟过去了，主人全部击杀完毕。伊洛斯兴奋开口，剑齿白虎激动咆哮，10万敌人竟然已经被全部击杀，这之中大部分都是楚天击杀的。主人就是这么牛逼。不对，还有一个人。楚天抬头看过去，叶晴一直躲在最后面，人海将他包裹住，他也不好越重击杀叶晴，毕竟他飞行的话，对面也会有弓箭手攻击，还不如最后清理叶晴。楚天，我不得不承认你很强，但是我更强，我有神级天赋。叶晴一声怒吼，竟然也掏出一把大刀，迅猛地冲下，喊道：试试我的双倍攻击吧。神级天赋，双倍攻击。楚天笑了，他突然有了个好主意，就让你见识下什么叫做绝望吧。第28章解锁称号罪恶超神。叶晴怒吼攻击，大刀狠狠地砍在了楚天的身上，他已经12级了，攻击力也不低，再加上此刻附加了2倍攻击，我的攻击达到了493，你必死。当金铁蛟鸣声响起，让他惊讶的事情发生了，零伤害，这代表着没破防。天哪，楚天到底有多少的防御，竟然超出了493，让他连防御都破不了。绝望吗？楚天一歪脑袋，嘴角挂着讥讽的笑容。吞噬甲的防御力已经达到500，加上他自身还有50点防御，叶晴最起码要达到550的攻击力才能对他造成伤害。他13级，靠着装备才能达到400多点的伤害，用高品级的满级技能才能接近1000，叶晴怎么可能有550多？唰，噬魂枪寒芒一闪，噬魂追命432。相反，叶晴就没这么高的防御了，被楚天一枪直接带走。你给我等着！叶晴绝望的呐喊，身体瞬间倒下。叮！恭喜您击杀了10万10级玩家，获得了2463点经验值，杀玩家经验值少，10万杀戮点，
青铜器暗月弓 X300，青铜器铁胆剑与 X432，杀单个玩家经验值少，这也是为了防止有超级玩家胡乱杀其他玩家。但楚天击杀的太多了，还是获得了很多经验值，加上之前剩余了些。叮！恭喜，您的等级+1，自由属性点+5，超能点+1。奈斯，距离15级只差1级了。楚天心中很是满意，而且他看到地上还有许多的装备，击杀玩家不一定爆出装备，但10万人的基数实在太大了，目测有2万多件装备。爽！楚天到现在还没见过这么多装备呢，这也是击杀玩家的最大价值了。虽然都是青铜装，但都是分解点啊。叮！恭喜，您分解了一件青铜装暗月弓，获得5点进化点。叮！恭喜，您分解了一件青铜装焚焰刀，获得5点进化点。黑铁装进化出青铜装需要100进化点，但是分解只能得到5点。实际上，楚天心念一动就全部分解完毕了，总共获得了106847进化点，10万多呀！楚天第一次见这么多进化点，他很欣喜，太棒了，足够进化出一套黄金装了，甚至直接进化出一件铂金装。进化越到后面，需求都是大幅度的跨越，黄金装进化为铂金装就需要10万进化点，所以哪怕楚天杀再多的怪物，进化点都是欠缺的，更不用说他还有血脉、种族、经验值这种尚未进化过的，因为需求实在太大了。急不来，楚天也相信终有一日他能一瞬间进化所有事物。这个杀戮点是什么？楚天还获得了10万杀戮点，击杀一个玩家1点。之前他就击杀过上千玩家，那些玩家都刚登游，连他的防御都破不了，被他瞬间击杀了，也有杀戮点。叮！恭喜，您的杀戮点超越10万，成功解锁成就称号罪恶超神。罪恶超神称号效果：当您佩戴这个称号时，与您对战的玩家都会受到您的杀气影响，所有属性降低 30%， 您击杀玩家的经验值、装备爆率为原本的 130%。舒服，这简直天生碾压玩家了，不仅直接让他们属性降低 30%， 击杀后的经验值和爆率也会提高。楚天虽然现在无敌，但还有许多玩家不可小觑。要知道，叶晴的天赋是 S 级蓄力，现在就有上限3倍的属性，以后还可能增长。还有一些玩家是 SS 级、SSS 级天赋，或许还有像楚天这样的幸运儿，获得了其他的超神天赋呢。叮咚！世界公告：玩家修罗在99888新手村64736击杀了10万人，已经杀戮超神，昵称红名了，请各位前去制裁他吧。世界公告再度登台，所有听闻消息的玩家立刻傻眼了，一人击杀10万玩家，我没听错吧？开挂！举报开挂！这太离奇了，这才游戏前期啊，修罗大佬就展现了无敌的实力，这我们以后还怎么混？大米国服务器、扶桑国服务器等等，都有着从前的各位大神玩家，他们现在还在辛辛苦苦的升级呢，要他们一人击杀10万玩家也不可能。但也有很多人很兴奋，红名玩家被击杀是一定会爆出所有装备的，而且系统会给击杀者丰富的奖励。10万人不能击杀他，那我们一起。江海市的各大家族都招兵买马进入了天域，他们分布在99888新手村附近的新手村中。新手村现在不能直接传送，但邻近的村落可以直接前往。这些人联合在一起，准备到99888村击杀修罗。原因无他，击杀修罗比击杀一个顶级 B0 SS 获得的奖励还要多。这些势力很多都不比叶家弱。第29章带回来的实力。叮！您已被玩家修罗击杀，等级1，青铜器问天关，青铜器无尽刀掉落，复活时间为半小时，若消耗5000枚铜币可直接复活。游戏复活空间中，叶晴以白光的形态漂浮着，提示声响起，让他非常的难受，不但掉了1级，连装备都掉了2件，幸好他身上有不少钱币，剩下的铜币许多都上交到他这里了。使用5000铜币直接复活，他心念一动，恶狠狠道：直接复活后，我依旧可以迅速升级，等我的等级高了，天赋可以蓄力更多的属性，就能找楚天报仇了。叮！很不幸，您被玩家修罗这技能噬魂追命击杀，强制1小时内无法复活。提示声传来，让他差点吐血。整整1个小时无法复活啊！这段时间内，其他玩家说不定早已15级了，而他只能在复活空间中等待着。对于想要称霸天域的他来说，实在太难受。马德，楚天，你我势不两立，在游戏中牛逼又有什么用？楚天，你既然没离开江海市，那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我可是搜集了你许多东西。他直接下线，他早已查明了楚天的住址，除了楚天的妹妹到底在哪里一致，这点不知道外，其他所有关于楚天的信息他都一清二楚。他找来一帮杀手，
给出楚天的照片。去这里，杀了他！该是给妹妹做饭的时候了。楚天温柔一笑，此刻他有10万进化点，不管是进化出满套黄金装，还是一件铂金装，他都能迅速的15级。但他也需要吃饭，妹妹更需要。叶晴12级，靠的是手下让人头。料想全世界有不少玩家这样做的，他们的等级应该也不低了。但在新手村，越往后升级越难，因为怪物的等级就那么高，让再多人头也难有大用。楚天有自信，让别人一段时间，他依旧可以打一个15级。叮，您已从天域下线。楚天睁开眼，依旧在破旧的恩手车上。他租了个3室1厅，从前是和妹妹一起住的，妹妹生病后就一个人住了，他也舍不得把其他房间转租出去。空着的房间，等妹妹回来。他迅速的到达了，这是一栋快烂尾的大楼，已经没多少人住了。居住在这里的人现在应该在外干活，都没回家。打开房门的瞬间，楚天眸子陡然一冷，他在房门上夹了一根头发，金头发消失了。有人进入了自己的家，是谁？不会是……呵，楚天冷笑，若真和他想的一样，那叶晴太过狠辣了。他无比庆幸将妹妹藏在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这也是他之前敢跟叶家闹翻的原因。躲是躲不过去的。他直接进入室内，并没有袭击前来。他保持着和往常一样的行为，拿出冰箱里的食材、刀具，开始做饭，拿出一颗番茄，轻轻地切下去。没想到力气太大，直接把切板砍碎了。不对，是他的力气陡然增大了很多，一时之间还没适应，没控制得过来。这是……楚天眼放光芒，将半块切板拿起来，控制好力量后，迅速地切起了番茄，哆哆哆的声音不断响起。他的手仿佛穿花蝴蝶一般，切得非常迅速。他越来越兴奋，专心致志地切着番茄。他很专心，没防备。床底下、厕所中、橱柜里10几个人影在打着手势。杀！一瞬间，他们全都冲了出来，个个手持锋利的刀器。在他们眼中，那道毫无防备的人影定会被瞬间击杀。就在这时，等你们很久了。楚天陡然转身，从筷筒中抽出几根筷子，以巨大的力量扔出去，筷子急速的飞行。在杀手们的视野中，这几根筷子快得避无可避。哆哆哆！楚天的精准度非常高，直接破碎了他们的心脏，几人直接倒地。好可怕！剩下几人吓得胆俱魂丧，但他们正好冲到楚天的面前。但你还是得死！锋利的刀器直接砍下。然而让他们绝望的发生了，楚天右手打开了电磁炉，倒油、炒菜，同时左手出击，在空中闪烁成了幻影，砰砰砰的声音响起。他们的刀器竟然被楚天用拳头直接破碎。砰砰砰！楚天连续挥拳出腿，速度快得不得了，短短一瞬间，所有人都飞了出去，五脏六腑全部破碎，死的不能再死。而楚天依旧在炒菜，味道不错，甚至还有咸腥尝了一口。你知道留下你是为什么吗？他淡淡开口，语气如寒霜。不知道。10来个杀手，只存留了一个，他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他知道不是他强大，而是楚天有意的控制了力量。他现在十分的惊惧，楚天太可怕了，简直比电视剧里的侠客还要牛逼。作为职业杀手，他觉得楚天可以堪称杀手之王。回去告诉叶晴，叶家，我会去一趟的。还有，将这里打扫干净。楚天淡淡开口，留着这人只不过是让他收拾尸体罢了。杀手将尸体一个个带上楼下的车，中途都不敢溜走，生怕楚天不满意，一根筷子飞出来将他击杀，然后哆哆嗦嗦的走了，速度比投胎还要快。果然，天域可以让人进化。此刻，楚天非常的兴奋。他本就会许多武术，自学了太极、截拳道等等，但以他从前的实力，想要击杀这些职业杀手也没有这么容易。原因就是他的实力骤然提高了。他在天域中是战士，所以现实中他的力量、攻速、精准度都有提高。他才15级啊，而且目前提升的能力并不多，不然他能一拳将人轰碎。这要是到了后期的等级，并且反馈更多比例的力量，这难以想象啊！其他玩家应该也会这样。现实即将因为游戏改变，楚天激动的都要颤抖了。游戏能够改变现实是真的，那一定可以有办法救助妹妹。毕竟天域神奇的能力那么多，还救不了一个凡人。为此，我必须在游戏中迅速提升，现实中也要变强，才能守护现在的一切。第30章超 S 级事件怪物屠村。像叶晴这样的人不得不防范，已经开始从游戏中反馈实力了。那么无论楚天在游戏惹上什么敌人，都有了一份安全保障。楚天迅速做菜，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炒青椒，紫菜汤，他手速非常快，不一会儿就做完了。开车出了屋子，还带上了游戏头盔、身份证、银行卡等必备物品。
这个家暂时不带了。虽然他给妹妹找的地方十分隐秘，但说不定还会被人找到，不守在他身边不放心。不久后，一处古朴的青砖瓦房前，楚天停车，路上他还特意绕了几圈，确定没有人跟上他，这都是这里的主人要求的。说是青砖瓦房，看起来很朴素，但内里还是很大，颇有古代建筑风范。还有门卫给他开门。林老，他在一间房门前停下。来了呀。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人开门，笑道：你们兄妹聊吧，糟老头子就不烦你们了。林老说笑了，您可不老。楚天笑着摇头。没有人知道，出身平凡的他竟然能和整个龙国都出名的医道圣手交好。林老有着高超的中医学问，而楚天乃是医学高材生。楚天精通中医学、西医学，机缘巧合下结识林老，两人颇为投缘。西医疗法确定无法治疗癌症了，但林老这个中医大能，有着诸多奇异的药方，竟然能够给妹妹保养身体，甚至拖延癌细胞的扩散时间。林老已经不问世事，早年赚的钱也都捐出去了，所以给妹妹保养的中药都需要楚天自己赚钱买，而这些中药都很贵，有些甚至寻找不到。满是药香的屋子里，脸庞白皙的女子正在看书，见到楚天前来的那一刻，欢喜爬上她精致的脸庞，惊喜道：哥哥，你终于来看我了，这不是一直忙吗？这次来了就不走了，住这陪你一段时间。楚天宠溺地摸摸妹妹的脑袋。真的吗？那太好了。楚小小摇晃着可爱的脑袋，看到楚天手上的食盒，惊喜地抢过来。这次做的是什么？哇，我好喜欢。说着，楚小小美滋滋地吃起来。慢点，哥哥陪你吃。二人有说有笑的，简单的饭菜却比吃满汉全席还要快乐。但直到楚天离开房间准备去刷碗的时候，他的眼神中才闪过心疼。他能注意到妹妹强忍着痛苦，故意在自己面前做出快乐的样子。大好的年华只能在病痛中度过，甚至连汉堡包、炸鸡腿都没有吃过呀。别的女孩子这时候应该都在享受美好的青春。他知道妹妹喜欢看书，是因为她只有在书上才能了解到美好的一切。为了防止辐射的伤害，她甚至都不能用手机上网，没人一起聊天。哥哥一定会让你看到美好，不用蜗居在这小小的天地中享受该有的一切。为此不惜向天夺命。楚天暗暗发誓，但也知道这很难。林老正在凉亭中喝茶，他走过去道：林老，真没有办法治疗癌症吗？唉。林老叹口气道：我在医学上不说前无古人，但尹世前也是全球知名的人物，后来亲人死于癌症，我一心扑在了研究癌症上，已经30年了。30年来，我也只研究到了延缓的办法，还不知道有没有副作用。楚天神色哀伤。是的，林老的办法是自己研究的，不确定有没有副作用，但当时他没有办法，不使用林老的办法，妹妹可能早就撒手人寰了。或许集齐全球的力量，集齐所有的医道大家，共同攻克这个问题，能有个结果吧。但林老没再说，这太难了，没有人有力量能将全世界的医道圣手集合。楚天还是因为机缘巧合，在图书馆看书时遇到林老，二人相谈甚欢，才得以结识一个医道圣手。楚天闻言却是眼神一亮，以前不行，现在或许可以。只要从游戏中反馈更多的力量，他迟早可以站在这个世界的巅峰，一言一行都能改变整个世界的规则，集齐医道圣手也不是不可能的。另外，老头子，我没钱了，新的药物3天内必须买到，大概要200万吧。林老又给出了一个坏消息，3天200万，何其难！楚天现在可以打上叶家，但以叶家那高傲狠辣的性格，恐怕即使被楚天灭亡了，都不一定愿意出200万，毕竟世家也有他们的傲骨。给了，叶家会成为笑柄，在世家圈内受到嘲笑，对他们来说生不如死。我在您这住几天，等我好消息。楚天瞬间回头，找了间空闲房间住下，连接头盔进入天域。他要在游戏中赚到200万。前不久，晴儿，你确定已经将楚天击杀？我已经和天域那位管理人说过了，我们为他清除了扰乱游戏公平的人，为了感谢我们的帮忙，等他们能控制游戏时，将给予你奖励。放心吧，那些职业杀手出动，他必死。叶晴拍着胸脯回答，立刻上线了。难受的是，下线不影响复活时间的计算，他还要苦苦等待1个小时。通过好友频道，他还得知了一个消息，许多世家大佬都来这个新手村寻找修罗了。呵呵，一帮傻逼，修罗早就被我在现实击杀了好不好？此刻，修罗呢？修罗在哪里？只要击杀了他，我们就能获得巨大提升。什么？他还有黄金装？99888新手村完全乱了，附近的几个新手村玩家全来了这里，江海市的世家大佬全部到齐，他们的麾下还不止江海市的人，加起来有几百万众，全在寻找修罗。听说修罗有黄金装，他们更是心动了。当然了，
还有许许多多好奇修罗身份的人聚集在这里看这盛大的好戏，之中就有楚天的大学同学暗恋他的孟婉晴。叮，恭喜您进入了魔鬼山脉。楚天出现在魔鬼山脉，在哪儿下线的就在哪儿上线。他刚想有所行动，一道意外的提示声轰然炸响在整个新手村中。叮，系统警告，99888村突发异常，超 S 级事件发生，邪恶的骷髅大法师将带领他的部下发动屠村行动，此段时间无法下线。第31章，螳螂捕蝉，我为黄雀。警告声连续响了30下。为了寻找修罗而进入99888村的玩家全部都懵逼了，他们刚来就遇到了怪物屠村。好，而在楚天的视野中，在魔鬼山脉中心的一座大山上，突然有一个灰袍人影高高的飞起，灰袍人的声音传荡不休，毁灭新手村，找出邪神。死！邪神的部下已经行动了。由于距离太远，楚天无法使用探查术查看灰袍人的属性，但肉眼可见的一道道强大的气息冲出来，单看其气势就不比黄金级的剑齿白虎差。他们全部冲向了新手村。与此同时，野外所有的怪物全部向着新手村冲击。楚天利用暗影前行，飞在天上，没有被怪物们看到，他却能俯视万物，怪物群简直是密密麻麻，白银级的都有不少。隐藏这么久，终于制作出了控制药剂控制怪物，还有瘟疫爆发药剂已经分布在每个怪物身上，要么新手村的人被怪物击杀，要么就……灰袍人阴险一笑，迅速向新手村飞去。他的脚下有一个魔法阵，显然是个法师，能不利用翅膀，靠法师技能就可以飞行，可以看出来他非常的牛逼。这灰袍人好像在搞什么邪恶的计划。楚天摇摇头，本来这不关他的事，但灰袍人将怪物全控制了，他现在一个怪物都无法击杀，只要现身了，必然遭遇所有怪物的围攻，即便是他也无法面对这么多怪物，他还差2级才能前往主城呢。再说了，新手村若是毁灭了，我也没办法知道前往主城的路，去看看吧。楚天启动逍遥行，速度比怪物们快了很多，加上有精品小蓝药不断回蓝，他先怪物一步达到了新手村外，见到了懵逼的玩家们。尼玛，我们是来找修罗麻烦，来报黄金庄的呀，怎么遇上这事了？还强制无法下线。楚天本来还疑惑，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玩家？哟呵，都是其他新手村来找自己麻烦的呀。那么，先让你们撑一会儿吧。有着这一大帮的玩家的加入，99888新手村的战斗力暴涨无数倍，再加上无敌的自己，说不定还真能击败敌人。他隐藏在隐秘的草丛里，心里有了一个好主意。这帮想搞自己的玩家，怎么也得让他们吃点亏。轰！吼吼吼！哞！而这时，在野外的地平线上，浩荡风尘席卷而下，一只只强大的怪物发疯了似的，目测有几百万只。新手村非常的大，怪物也是非常多。怪物不多，玩家怎么刷怪？基本上一个地方的怪物是比一个地方的玩家多的，这样才能保证怪物刷新的时间内，其他的玩家也能找到怪物杀，只有高级怪物少一点。平常怪物也分布在自己的领域内，但现在全部出击。我擦，这么多怪物！黑铁怪、青铜怪很多啊，白银怪也有些，那是黄金级的怪物。卧槽，黄金怪，大概有10只黄金怪。杀了这些怪物，我们能爆出很多好东西啊！没想到玩家们竟然不害怕，反而很兴奋。这么多怪物，尤其是那些黄金怪，该爆出多少的装备啊？说不定还有高级的技能书、奇异物品等等呢。主要也是为了寻找修罗，江海市的世家大佬都聚集在了一起，手下强者都进入了这个新手村，极大的增加了玩家的实力，他们才有了野心。何不趁此一举击杀怪物们？冲！所有玩家都冲了进去，和怪物们展开乱战。好可怕！我们就别去了，新手村的传送阵需要我们维持，而且我们和他们不一样，不能无限复活。NPC 们躲在村落里瑟瑟发抖，在这么大的怪物数量面前，他们帮不帮忙都是一样的结果，毕竟他们实力很普通，还不如守护传送阵呢。人们这一刻被欲望冲昏了脑袋，都忘记修罗的存在了。打得不错。楚天美滋滋的看戏，玩家们也真不是盖的，几百万玩家和几百万怪物杀的你来我往，不少的怪物都被击杀了，而玩家们还有复活能力，半小时后还能继续参战，说不定玩家们还真能胜利。可惜，楚天抬头看向了天空上的灰袍人，灰袍人飞得非常高，楚天到现在都无法查探他的实力，玩家们也没发现他，他显然在酝酿着什么。哎，等着吧。楚天其实很想去捡尸，场上尸体和装备不少，都是进化点啊，可惜他也要防备灰袍人，暂时不想出手。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快，杀了这只黄金怪，一定会出黄金装啊！世家大佬们带着一批强手围攻黄金怪，
甚至不管周围的小怪，也要将黄金怪杀死。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有无数的玩家死去，但黄金怪们也逐渐残血了。挺好。楚天再次满意的点头。他记得隐藏职业获得资格的任务要求中就有击杀几只黄金怪，时间倒是无限制。本来还想着去主城解决这个任务，但现在抓紧打吧，我等着抢怪呢。玩家们没有想到，他们在杀怪的时候，楚天已经盯上他们了。灰袍人也没有想到，自己在酝酿计划的时候，有人同样在打着算盘。楚天就是藏在所有人背后的黄雀。终于，快开始了！灰袍人神色一凝，这是我宋家杀的怪物，谁都别想抢，应该给我最后一击。放屁！明明是我刘家的。扯淡！至少有一半血是我马家打掉的，理应归我。世家大佬们刚才还很团结，但黄金怪只有10只，此刻他们根本不够分了。怪物只剩下少量的血了，他们争吵不休，谁都不愿意让出击杀位。就在这时，轰！冲天气势陡然升起，楚天的身影陡然出现在几只黄金怪的上空。第32章邪恶法师的灭绝行动。逍遥步，暗影前行。噬魂枪！楚天的速度实在太快了，而且有暗影前行的隐身效果，谁都没有发现他。暗影前行结束后的一击还会附带 90% 的暴击加成。849暴击效果。叮！恭喜您击杀了黄金级狂暴熊王，获得3428点经验值。黄金器暴雷拳套 X1， 白银器狂暴战甲 X1， 铜币2000枚，进化点50。谁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轰！一只黄金怪直接倒下，所有人的脸色闪现出错愕，然后就是杀猪般的惨叫响起。是谁？敢抢老子的怪！咻咻咻！却是没有声音回应，但见空中闪现几道幻影，楚天瞬间切换到幻影处，降临到下一只黄金怪的身上。他现在升级需要很多经验值，自然要多抢几只怪。之所以使用噬魂枪，没有用鬼怨灵刀，因为噬魂追命有10倍攻速，方便抢怪。虽然此刻已经没有了100%暴击，但谁让他的攻击高，攻速快呢？473、463、473，迅速3枪，早已残血的怪物直接被击杀。叮！恭喜您击杀了黄金级野蛮狮王熊王，获得3445点经验值。黄金器野蛮法杖 X1， 白银器野蛮铝 X1， 铜币2040枚，进化点50。即使场上怪物很多，但这么多人分经验，玩家们也没提升多少级。世家大佬都在瞄准着黄金怪的击杀，所以也没升多少级。而楚天，他一人抢到了2只黄金怪的击杀位，独享 70% 的经验值，爆出的黄金装更是直接归属于他，整整有2件黄金装呢，而他本来就14级了呀。叮！恭喜您的等级+1，自由属性点+5，超能点+1。叮！恭喜您成为了全服第一个15级的玩家，系统特颁发奖励副职业开启资格，为了不影响游戏平衡，必须完成任务才能解锁。轰！冲天白光线，楚天宛如神灵降世一般尊贵，他心中很满足。副职业选哪个好呢？尼玛，你到底是……操，他升级了，抢了我们2只黄金怪，多少的经验值啊？该提升多少级啊？世家大佬们非常愤怒。咦，他怎么只提升了1级？这说明他等级本就高，他不会就是。但他们也很疑惑，隐隐有不好的猜测。叮咚！世界公告，恭喜玩家修罗成为第一个15级的玩家，系统特奖励他副职业开启资格，日后开启副职业的玩家不再通告，请各位向他学习。世界公告，恭喜玩家修罗成为第一个15级的玩家。提示声响起，全球玩家一片热议。马德又被他抢了，所有事情第一次的资格都很宝贵，而且在前期显得非常重要，后期反而难拿，因为那个时候大家能力都上来了，能抢的事情也不多了。现场的玩家们更是群情汹涌。修罗，靠，是活的修罗大佬啊！大佬，求求您带我飞，我会暖床呢。马德，修罗很牛逼，等会儿看他怎么被世家大佬收拾吧。有崇拜楚天的小迷弟、小迷妹，更多的则是嫉妒。那是楚天男神。楚天的大学同学们已经认出了楚天了，更加的不可思议。原来外界盛传的神秘大佬，引得无数高手追逐的修罗大神，就是他们的同学。孟晚晴眼放光芒，很想上去打个招呼，又害怕楚天此刻陷入麻烦，自己上去反而让他不好行动。大家都别上去，别暴露楚天的身份，他这下可能有大麻烦了。快一起想想怎么帮班长解决。世家大佬们恨不得将楚天抽筋剥皮，放眼整个江海市，他们的力量聚集在一起，没有人敢和他们作对。而这个修罗，他怎么敢的？修罗，你敢抢我们世家的怪物，可曾想过要付出何等代价？你最好现在就自杀，
交出所有装备，否则……果然，他们威逼楚天。杀比！楚天却是没有理会他们，讥讽地骂了一句后，慎重地看向了剩下的8只黄金怪。他本想再次抢下这几个人头，但诡异的事情发生了。砰砰砰！爆炸声起，剩下的8只黄金怪镜瞬间爆炸，他们的尸体直接消失，无数绿色的粉末分出来，而且如星星之火般迅速点燃了周围的一切。周围残血的小怪全部爆炸，化作绿粉。这是什么？人们正懵逼，有人吸收了一些粉末。20，竟然开始持续不断的掉血，不好，这粉末有毒，防御根本挡不了，只有毒抗才能抵挡一些。所有人都在掉血，别看20掉的不高，但持续下去终究会死的。红药也有限，而附带毒抗的装备很少，场上都是高手，也没人选择做药师，无法迅速解毒。就连楚天都没有毒抗的装备，这玩意非常稀有。他也在掉血，不过幸好进化点很多，小红药也非常多，立刻进化出几10瓶精品小红药，掉一点直接回过来。但这样子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啊。这是他的手笔吗？楚天抬头看向了灰袍人，灰袍人正好飞下来。本法师的瘟疫爆发药剂不错吧？灰袍人志得意满，怒吼道：邪神，你若是还不出现，瘟疫爆发药剂会迅速毁了整个新手村，这里不会再有活物，就连你也不会例外。这家伙为了逼邪神出来，竟然不惜灭绝整个新手村的生灵，可不仅仅是 NPC 和玩家，而是一草一木，甚至杀了邪神也无所谓。怎么回事？这不是邪神的部下吗？邪神又究竟在哪里？楚天心中疑惑。这时候他也看到了灰袍人的属性，瞬间眉头皱起，这人很不简单啊。第33章铂金器，刹那芳华。骷髅大法师，品级铂金级 BOSS， 等级20级，法伤600至630，防御30，血量1500，技能爆破芒星，守护魔盾，药剂学，控制药剂，瘟疫爆发药剂等等。描述：骷髅族的大法师，邪族可以吞噬骷髅族的尸体提升。听闻邪神实力掉落，降临到了99888新手村，骷髅大法师奉命前来击杀邪神。瘟疫爆发药剂，终极药剂，效果附带在黄金级以上的怪物上，黄金怪残血时药剂爆发，此时可点燃所有残血怪物身上的瘟疫爆发药剂，不论品级，不断提升范围。黄金级以上怪物作为引子，死的越多，药剂伤害越高，最高每秒100点。卧槽，竟然是这妖牛逼的药剂，简直是屠城灭族必备。楚天没想到他抢了几只黄金怪，竟然误打误撞的降低了瘟疫爆发药剂的伤害，否则此刻绝不是每秒掉血20那么简单，但范围还是依旧大。整个新手村的玩家都被覆盖其中，已经有不少人惨死，而这家伙是奉命来击杀邪神的。铂金级 BOSS， 20级，一击就能秒了我们所有人吧？完蛋了，我们的气血全部都降低了，已经快撑不住了。而且骷髅大法师飞在天上，只有弓箭手、法师才能打到，战士、刺客根本别想碰得到他。现在所有玩家都不会飞，弓箭手和法师或许能够攻击到飞行单位，但骷髅大法师高达1500的血量让人绝望，还有守护魔盾等防御技能，更不用说弓箭手和法师本就是脆皮，在持续掉血20下，他们已经死伤了许多，进入了复活空间，人们陷入绝望。而这时楚天突然注意到村长用嘴型和他比划着，药师白灵醒了，他正在制作消除瘟疫爆发药剂的药剂，只要能击杀了骷髅大法师便可。对啊， NPC 会药剂学还有机会，但击杀骷髅大法师说的容易，做起来难如登天。呼，楚天深呼吸一口，心中下了决定，只有一个办法了，成或不成都要试一试。你们想活命吗？他豁然转身看向了所有玩家，所有人都是懵逼的神色，这是什么意思？算了，懒得解释，没时间了。轰！楚天拿出鬼怨灵刀，直接开启刀乱舞乱舞态。此刻玩家们全部聚集在一起，这一击下去就有无数人死亡。叮！恭喜，您击杀了玩家落寞时空，破碎了对方的青铜级战甲，吞噬战甲技能自动发动，吞噬甲的防御力加 0.008。叮！恭喜，您击杀了玩家落寞飞花，破碎了对方的白银级战甲，吞噬战甲技能自动发动，吞噬甲的防御力加 0.016。你什么意思？竟敢杀我洛家人马，不想在江海市活了吗？我罗家人也是你能杀的！世家大佬愤然怒吼。所有的玩家此刻也有些害怕，修罗就宛如一尊魔神一般，一击灭杀了无数人。孟晚晴等同学更是怔怔发呆，这和他们印象中的楚天不同。
楚天不管不顾，逍遥步启动，乱舞态切换为纵横态，10万平方米的刀气释放出去。这一次死的玩家更多，乱舞态是空间范围，纵横态平面范围更大。叮叮叮，吞噬甲的防御力迅速变高，有意思，一个疯子，我喜欢。骷髅大法师看着这自相残杀的情况，高兴的鼓掌，他享受着这高高在上俯视人类的模样。呵，等会儿你就不会喜欢了。楚天心中冷笑，继续埋头冲杀。刀乱舞陷入了冷却中，他就使用噬魂枪，10倍攻速击杀也不慢。过一会再使用刀乱舞，如此循环。没一会儿，叮！恭喜，吞噬甲的防御力达到上限500，继续吞噬战甲无效。楚天终于停下了杀戮，在他的身后已经遍地是玩家尸体，所有人都在瑟瑟发抖，中途自然也有人反抗，可是他的防御瞬间提高到很高，玩家们根本无法给他造成伤害。他的防御太高了，这家伙真的就是修罗无敌。切，在我们中无敌有什么用？有本事去击杀骷髅大法师啊！有人心中埋怨，但根本不敢说出来。世家大佬都被楚天杀傻了。怎么停了？我喜欢看人类死亡。骷髅大法师见楚天停下，很是不满道：真没意思，你就是杀了我几只黄金怪的人吧？否则瘟疫药剂伤害会更高。本以为是个疯子，可以给我带来快乐，既然不杀了，就去死吧！爆破芒星，他挥舞法杖，从天空中掉落下几百枚星芒，显然是很高级的技能。虽然没有像楚天那样子技能满级，但范围不比黑色的满级技能差。砰砰砰，800，技能加持，846、874，20来万玩家直接身死，伤害出奇的高，范围比楚天的技能还要大，而且还在掉落，是持续伤害，好可怕，比修罗还要强。废话，那可是20级铂金怪。等等，你们快看修罗，只有楚天200，生生扛下了这爆炸的伤害，而且他的气血不低，足够抗好几次了，又有精品小红药不断回血，骷髅大法师的技能他是完全不惧的。200伤害对他来说就是挠痒痒。伤害数值显现，人们都能算出来楚天的防御高达600了，这简直可怕，因为他们的伤害可能连400都没有。防御不错，但你能撑多久呢？骷髅大法师也在惊叹。撑？我可没想着撑住，一击灭杀你！楚天讥讽的一笑，在他的背后，黑色的翅膀豁然张开，逍遥步暗影前行30倍速度启动，他直接顶着恐怖的技能，也躲闪了一些技能，避免伤害。叮！恭喜您消耗了10万进化点，黄金器噬魂枪进化为铂金器刹那芳华枪。在他的手中，长枪爆发出铂金色的光芒，奇异的花纹雕刻其上，贵不可言。第34章，他到底有多少攻击？在人们的视野中，楚天背身黑气双翅，执掌铂金色长枪，一往无前地冲入了恐怖技能中。长枪所向正是那高高在上的骷髅大法师。他这是要……哼，愚不可及！就算你能碰到本法师，你以为当真可以击杀我？骷髅大法师冷笑，法杖绽放璀璨光芒，一个个防御盾在他面前出现。守护魔盾、骷髅骨盾、魔力护盾。楚天要想击杀骷髅大法师，必须要先破除这3个防御盾，而且他的攻击在每次破除护盾时，都会因为对方的防御而降低，这就是法师的力量。法师虽然脆，但防御盾比他们自身的防御还要高，以楚天现在的攻击，恐怕真不够。幸好来得太及时了。楚天看向了手中长枪，刹那芳华枪，铂金器，等级3，附带属性误伤加100，破甲效果正20%，附带技能刹那芳华绿 LV10，保留噬魂追命效果。同时您降低自身的等级，每降低1级可以增加1倍的攻击，持续5S，冷却3分钟。描述：很可怕的长枪，破釜沉舟之举，不可善用。伤害直接加100，算上技能的破甲效果，已经破了100%，任何防御都没有作用。不过只有1秒的时间，但新效果虽然副作用极大，在面对强敌时却有大用。等级楚天在乎，干了再说。绿色技能还能提升呢。楚天这时候下了狠心。叮！恭喜您使用了1点超能点，将刹那芳华提升到20级，因为绿色技能最高等级为20级，已经达到满级。绿色满级技能，正常情况下，绿色技能满级需要20点潜能点，也就是20级人物所有的潜能点，但楚天总共花了2点超能点就完成了。由于之前提升过噬魂追命，这次只需要1点。有多厉害呢？刹那芳华绿 LV20，保留噬魂追命效果。同时您降低自身的等级，每降低1级可以增加2倍的攻击，持续10秒，冷却10分钟。降低1级换来2倍伤害。
楚天降低15级就是2的15次方倍，也就是32768倍的伤害，但降低等级时属性也会降低，所以降低太多了没用，还是要找一个平衡值。另外，冷却太长了，楚天必须迅速制敌，否则断无胜利希望。叮，您的等级1，属性降低，攻击力 X2。叮，您的等级1，属性降低，攻击力 X2。别看楚天等级降低了，但这个时候他的攻击上涨了许多，同时他也拿出精品小红药喝下，并不是只有他的技能牛逼，对面的攻击也很强大。不够，还不够。楚天心一横，再次降低1级，变成了12级，为8倍攻击。此时噬魂追命的1秒破甲100%效果已经消失了，楚天只有利用最纯正的攻击去打伤害。刹那芳华枪冲天而上，刺在了第1重防御盾上。本法师的防御盾每一个都有400的防御力，加起来有1200。你一个15级的小战士有这么多攻击力吗？恐怕连400都没有。骷髅大法师不屑地笑笑，但下一瞬间，他的骷髅脸陡然长大了嘴巴。砰！刹那芳华枪直接破碎了第1重防御盾，毫无阻塞感，这代表着楚天的攻击远远超出400。不，这不可能！你凭什么有这么多伤害？楚天懒得理会他，为了这强大的攻击，他可是整整付出了3级的代价，怎么能不从骷髅大法师身上赚回来呢？这家伙今日必须要死！长枪迎击长空般随楚天飞腾而上，一路势如破竹。砰！又是一道防御震破。这就是修罗大神嘛，防御力高的可怕，攻击还是这么的无敌，太强了！我突然觉得他能赢。底下的玩家们震惊到语无伦次。2道防御盾已经降低了你800的攻击了，我不信你还能破除第3道防御盾。骷髅大法师嘴上放狠话，但脸上都有冷汗。他心底已经慌了，迅速又布下了第4重防御阵，4重防御盾就算全破，楚天的攻击力也会降低1600。他不信这还能给他造成多大伤害。4重防御盾不出，也到了他的极限了。果然，砰砰，伴随2声巨响，天空中满是碎裂的魔法元素。第3重防御盾破，第4重防御盾破，连破2重，玩家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里。接下来就是决定命运的时刻了。噗嗤，点点寒星声，血色飞舞中，骷髅大法师结结巴巴开口，说出了他心底的疑惑：你到底有多少的攻击？他到死都没有看到那黑色的数字，黑色伤害数字代表秒杀，而在玩家们的眼中，那黑色的数字让他们直接跪了下来。1570，第35章，一人独占 99.99% 积分。天啊，连破4重防御盾，降低了1600的攻击。骷髅大法师本身还有防御在，他竟然还能打出1570的伤害，这攻击太爆炸了吧！关键是他防御还无敌。没错，楚天12级时攻击力为400至408， 8级时的最低伤害也高达3200啊！连破4重防御盾，他依旧能秒杀了敌人。而这时提示声在他脑海响起：叮！恭喜您获得了14766点经验值，越8级击杀铂金 BOSS， 获得额外经验。您的等级+1+1+1，属性上升中，超能点上升中。爽！12级秒杀20级铂金 BOSS， 而且是楚天一人杀的，不需要和任何人分经验，掉落的3级直接就瞬间回来了，而且经验值留存了许多，很快就要到达16级，其他玩家还没15级呢。咕咚，楚天喝下几瓶红药，骷髅大法师的伤害真不是盖的，技能在持续攻击他，幸好他有吞噬甲，持续加500的防御效果，不过技能冷却了，现在也没这么高防御了。这一战可以说是楚天打的最难的一战，希望能多出点好东西，让自己的手段多一点，以后越级打 BOSS 也不要受到一丁点伤害才好呢。叮！世界公告，玩家修罗单杀20级铂金 BOSS， 完成了超 S 级事件，拯救了99888新手村，全服生望值加1000，魅力值加1，现在根据此战的贡献为玩家们颁发积分。世界公告 ，Oh my god， 修罗大神刚刚才15级，这就能单杀20级的铂金 BOSS 了。八嘎，超 S 级事件为什么没有发生在我扶桑国？不然击杀者一定是我扶桑国勇士。欧巴，这个修罗好出风头。各大国的玩家再次羡慕嫉妒恨，认为这是发生他们村，他们也能够单杀20级铂金 BOSS， 修罗只是运气好而已，毕竟从前都没听说过这个人，肯定不是什么高技术玩家。只有99888村的玩家知道，修罗何止是单杀，那是秒杀呀！叮！恭喜，为您颁发超 S 级事件中的奖励。由于您的贡献达到此战的 99%， 所以您获得了 99.99% 的事件积分，共计3000分，积分可到 NPC 处换取奖励。提示声响起，楚天愣了愣，他不太懂。全服声望值加1000，魅力加1，
面板中已经显示了，这肯定和 NPC 势力有关系，貌似后面用处挺大。而这个事件积分他就真不懂了，头一回听说。我获得了 0.005 点奖励，你多少？我擦，你这么多！我才 0.0001 点。但听玩家们所言，他们加起来估计都没1点。楚天心中还挺爽的，毕竟自己抢了3只黄金怪，单杀铂金 BOSS， 而其他许多怪物都被大法师爆炸了。此战他贡献最大，积分独占了 99.99%， 还有 0.01% 由几百万玩家分，这毛毛雨就送给他们吧。轰！楚天直接飞下，骷髅大法师死亡后，当然爆出了一些东西，2件铂金色的物品特别扎眼，虽然默认归属于他这个击杀者，但不到背包中，别人就有机会抢走。滚！有一大帮人正要上前抢装备，楚天一声冷喝后，立刻屁滚尿流的滚开，连面对他的勇气都没有。世家大佬们此刻聚集在一起，脸色极其的难看。楚天一人威压整个江海市的世家，他们颜面何在？但这次他们不敢再像之前那样攻击楚天，只能眼生生的看着楚天将2件铂金色的物品拿走。保守估计，那也最起码是2件铂金装啊。修罗虽狠，让我们很不爽，但他实力太强，攻击至少3200，防御至少600，我们都无法对他破防。他们咬牙切齿。没错，哪怕场上玩家再多，但他们每个人的攻击都没达到600，所有人都无法对楚天造成伤害，人数再多也没有用，这点叶晴已经体会过了。可惜他们不知道，由于技能的冷却和一些限制条件，楚天现在可没这么高攻击防御了。1日不到的时间啊，楚天还被叶家嘲讽，而现在所有江海市的世家聚集在此，却被楚天吓破了胆，因为他们不敢死，掉级了就无法探索天域的奥秘。从前只有他们世家欺负人的份，楚天对他们来说就是个屌丝，但这个屌丝他们不敢惹。第36章，瞬间400万到账，我们该怎么做？就这样眼看着他出风头，拿走所有宝贝吗？所有人都茫然了。场上出现了奇特的景象，这一战死的怪物不少，提前死的怪物并没有激发瘟疫爆发药剂，虽然大部分都是青铜怪，但尸体都是进化点啊，还有些装备在地上。叮！恭喜您获得了青铜器追日弓箭 X33、青铜器踏山鞋 X12、白银器精神项链 X1、铜币 X2399枚。白银器非常少，加起来2-3件。由此可以得知，场上的玩家们加起来估计都没几件白银器。这也让楚天有了好主意，他没忘记他还需要给妹妹赚钱呢。这些世家们固然嚣张跋扈，但能从他们手上捞点钱，楚天还是乐意干的。他准备卖一些装备给他们。刚才获得了铂金器、游龙剑、铂金宝物、特殊效果附加粉尘，卖出去肯定赚很多钱，但卖给这帮家伙我可不情愿。楚天摇摇头，这2玩意儿他还没仔细查看，等把200万赚到手再说。叮！恭喜您分解了大地蛮牛这尸体，获得了5点进化点。叮！恭喜您！让玩家们懵逼的事情发生了，他们看到所有的尸体全部消失了，这些没用的东西全部变成了宝贵的进化点，而且由于尸体还真不少，进化点破2万了。叮！恭喜您消耗了100进化点，青铜器追日弓箭进化为白银器碎日弓箭。叮！恭喜您消耗了100进化点，青铜器踏山鞋进化为白银器踏风鞋。一瞬间，楚天的背包中多出了200件白银器。走吧，刘家子弟，跟我离开。马德，真晦气，什么好处都没捞着。所有玩家们都准备离开了，他们来这个新手村就是想击杀修罗爆装备，但修罗太无敌了，他们根本打不过，而且瘟疫还在蔓延，他们在持续掉血。那还在这等着干嘛？等等！突然的一道清冷的声音响起，他们回头看去，哗啦啦，只见楚天随手一扔，背包中的装备掉落出来，200件白银器的光芒冲天，在他的脚下堆积成了小山。场上响起了咕咚咕咚吞咽口水的声音。白银器200件，他们明白，在玩家们很是有白银器的现在，谁能拥有200件白银器，就能组建一支强大的20人小军团。这个小军团在此刻简直可以无敌，有一帮无敌的部下，还不能把他们带飞？切！楚天冷笑，白银器他看不上，但200件白银器不可能全部卖给一人，加强这些家伙的实力，楚天可不愿意。一件底价1万软妹币，每次加价不下于1000软妹币，价高者得。什么？所有人都惊了，不要看楚天黄金器一大堆，铂金器都有好几件，就以为白银器不牛逼啊。现在能够拿出200件白银器的，没有世家能做到。他竟然直接卖了，他很缺钱吗？孟晚晴美眸疑惑，但想了想，没有上去打招呼。楚天的光芒愈加耀眼，他害怕自己配不上他。15000一件，我全包了。放屁！
修罗大神都说了，一件件卖，不能直接包了。这一件我出2万。在楚天的价格策略下，有些普通玩家都敢竞价了，他们只需要1-2件，不打包卖，他们完全有资格竞争。而世家们钱虽多，但也不可能一下子炒到高价。最终200件全部售出，获得400万软妹币，比楚天的估价还多了整整200万呢。谁让竞价者多呢？这钱真好赚啊！楚天心中美滋滋，一些他看不上的白银装而已，就一瞬间换来了普通人一辈子积累不到的财富。主要是天域无法氪金，无法用现实货币兑换游戏币，所以没有现实货币购买游戏物品的渠道。但楚天这里有，他的所有游戏物品领先所有玩家几个档次，在他这里可以不断的把没用的装备卖出去，换来现实中的货币。而游戏中向来不缺有钱人啊，把钱打到这个账户就可以了。楚天写下一个银行卡号，叮，恭喜您的某某银行 XXXX 账户共计转入400万软妹币。天域头盔可以连接现实的手机，楚天直接收到了手机的提示声，软妹币到款时，他也把装备交易给了所有玩家，并没有坑他们。何必坑人呢？以后还要靠这个赚钱的吗？楚天觉得他完全可以借此成为现实的第一富翁。修罗老哥真厉害，以后还有装备，请先照顾我们刘家。修罗老弟强啊，有空来我张家做客。世家大佬们变了语气，修罗竟然能给他们带来好处，那何乐而不为呢？一个个的和楚天称兄道弟，但也有许多人有了异样的心思。楚天银行账号暴露，他们说不定能查出楚天很多信息。无所谓，楚天会怕。修罗勇士，您太厉害了。而这时新手村 NPC 们也走了出来，村长激动道，虽然您没有调查到新手村的异常，但您直接解决了异常，该有的奖励还得给您。那是新手村的至宝。第37章穿梭粉尘，雷龙骑士藏宝图。新手村至宝。正在楚天好奇的时候，村长掏出了一袋粉尘，穿梭效果粉尘，低级粉尘，数量1包。效果：利用附加粉尘或者找到专业的附加人，将穿梭效果粉尘附加到装备上，一天有一次穿梭3级以下防御阵、防御盾、控制阵等等阵法，阻碍物也可的机会。描述：来无影去无踪，行走天下必备。竟然是效果粉尘！楚天笑开了。别看只是低级粉尘，但确实可称之为至宝。效果中有麻痹、沉默、灼烧等多种，穿梭效果绝对是最稀有的之一，可以让自己无视许多东西。比如骷髅大法师的防御盾，他可以直接穿梭过去，无需打破防御盾就能攻击到后面的人。前面有大山拦截，不好走过去了，直接穿梭过去。不过一天只能使用1次，而且需要先附加到装备上，至于3级以下防御阵等等才可被穿梭。据我所知，村长道，哪怕是一些主城都没有3级防御阵。爽！可惜我们这里没有附加人，也没有附加粉尘。村长正为难的时候，唰！楚天掏出来一个东西，不禁笑开了。特殊效果附加粉尘，铂金宝物，数量1包。效果：将1包低级特殊效果粉尘附加到装备上。描述：无需借助附加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哦。铂金代表品级，有装备、怪物、宝物等等，这是从骷髅大法师身上爆出来的，正好可以帮助附加。楚天当即查看所有的装备，肯定要找个最适合的装备啊。游龙剑，铂金器，等级3级，附带属性：误伤加80，持续掉血症10%。附带技能：游龙降击翅，消耗80点蓝量。您的剑身化游龙，剑随您而动，持续攻击10S，若攻击同一单位，持续时间减少，伤害第一击100%，每击递减20%，冷却10S。描述：很不错的铂金器，给战士加了持续战斗力。这把剑正适合我。楚天眼睛一亮，装备也是有等级的，1级的铂金器都比10级的白银器厉害。楚天现在基本都是爆出的1级装备，只有刹那芳华枪、游龙剑是3级的。料想还有办法升级装备，先不管。楚天现在有3把攻击类装备，但刹那芳华枪过于极端，掉级获得大量攻击，要是没击杀敌人就完蛋了，可以作为一个强大的底牌。至于鬼怨灵刀，自带的技能暂时用处不大。刀乱舞技能限制刀气释放，楚天都用的鬼怨灵刀，但纵横态是一个平面，敌人只要飞上高空，刀气就无法击杀敌人了。乱舞态倒是可以随着楚天移动，但范围就小了很多，敌人有机会逃出去。这2个装备都不太稳定，这是在新手村没遇到什么特殊手段的强者，以后大家的手段都多了，他可能还会遇到强大的 NPC， 这些技能就不一定管用了。而游龙剑的输出就很稳定，虽说我一直追求极致的攻击力，但游龙剑的攻击也不差了，反正需要用其他装备了，直接切换便是。楚天当即下定决心，撒下粉尘。叮！恭喜您使用特殊效果附加粉尘，
将穿梭效果粉尘附加到游龙剑上，游龙剑具备了特殊效果，每天一次穿梭3级。叮！恭喜，您使用了2点超能点，将有龙降机提升为满级。超能点多，任性，直接升级技能。游龙剑，铂金器，等级3级，附带属性误伤加80，持续掉血症 5%。附带技能游龙降机率 LV20，消耗120点蓝量。凝合剑，持续攻击 20S， 若攻击同一单位，持续时间减少，伤害第一击 100%， 每击递减 10%， 冷却3秒。附加效果1天1次，穿梭3级以下防御阵。厉害！楚天星叹。攻击同一目标时，第一击 100% 攻击力，第二击 90%， 第三击 80%， 到第11击就0了，总共10击加起来会达到 550% 的攻击力，谁能顶得住？不过这不是叠加的，第一击需要减去对方防御才能实质造成伤害，第二击、第三击同样如此，真算起来并没有 5.5 倍的伤害，但也很不错了，毕竟每一击还会让敌人持续掉血，再加上穿梭效果，这把剑用好了简直是 BOSS 法师的克星。让他更欣喜的是，铂金色的长剑上有晶莹剔透的粉尘点缀，这2种粉尘即使无法拿下来了，但还可以被楚天净化，再次提升效果。村长，我这里有许多积分，可以向您兑换宝物吗？楚天又问道。可以，你有多少积分啊？几十还是几百？村长财大气粗道。但下一瞬间他就懵逼了。叮！您交易了3000事件积分，村长将给予您丰厚的奖励。什么？你竟然有3000积分？这……村长吓得一跳3尺高。事件积分是拯救了新手村获得了，一般是许多玩家各自获得一些，各自去找一些 NPC 兑换东西，可是楚天一人独占 99.99% 的积分，把村长卖了都不一定值这么多积分。罢了，这是逼我拿出传家宝了。村长肉疼的拿出一卷残页，雷龙骑士藏宝图，数量1/3，效果集齐3份藏宝图，可以找到雷龙骑士亚历莫斯的宝藏。3份藏宝图距离接近时可以相互感应。描述：亚历莫斯临死前将他的珍藏放入了一个隐秘的地带。雷龙骑士的宝藏是否能再创造出一个新的雷龙骑士呢？龙骑士！楚天先是一愣，再是一喜。宝藏中要是有雷龙坐骑，他也有机会成为龙骑士了。而且坐骑装备非常稀有，他现在只有坐骑鞍，但宝藏中说不定有其他的。3000积分太狠了，你是怎么做到的？藏宝图都不够，我再给你点经验值吧。第38章圣法斗战，资质提升。正在楚天欣喜的时候，村长又是一挥手，叮！恭喜，您获得了4380点经验值，您的等级加1， 16级了。哦吼，白灵姐姐好棒，太厉害了！这时候，村落里响起庆祝的声音。楚天和村长一起出去，只见药师白灵拿出了许多药剂，分给了新手村的 NPC 们。村民们将药剂撒了出去，瘟疫爆发药剂逐渐消失。玩家已经全部离开了，他们抵挡不住瘟疫的持续掉血。这个新手村暂时都不会有玩家加入，只有等瘟疫爆发药剂全部消除时，他们才敢进来。白灵真成功了，他竟然突破到终极药师了。村长突然的惊叹。闻言，楚天心中一喜，他要获得隐藏职业，就需要终极药师。隐藏职业获得资格任务，任务要求击杀3只黄金怪，获得一种终极药剂。任务时间剩余3小时。他本准备去主城做这个任务，但没想到在新手村就能做了。他已经击杀了3只黄金怪，而今只差终极药剂了。像小红药、精品小红药都是低级药剂，终极药剂需要终极药师制作，要么就去主城报，而且不一定报出来。任务时间只剩3小时，本来非常的紧张，但现在轻而易举，而且我能开启副职业了，当个药师也挺不错。楚天带着笑容走向了白灵，道：你好，我是修罗，你可以送我一瓶你手上的药剂吗？啊！白灵闻言脸色突然的羞红，你们将这些药剂撒下去吧，我再去做一点。他将药剂全部丢下，直接跑回了屋子中。咦，这妹子还挺害羞。楚天拿起一瓶药剂，复苏药剂，终极药剂，效果复苏生命力，可解除瘟疫爆发药剂，持续掉血药剂。描述：药师白灵自制，他简直是个天才，自己制作的能抵挡铂金级 BOSS 手段的药物，真是个天才药师。楚天赞美一声，已经听到了提示声。叮！恭喜，您完成了隐藏职业获得资格任务。根据您的战士职业，可以挑选的隐藏职业有狂怒战士、圣药战士、圣法斗战。楚天的面前出现了许多隐藏职业，任由他选择，但选择太多了，让他也很是难以决定。他的心情也格外的激动，自己是个普通战士都那么强大了，
变成隐藏职业不得更牛逼。这时候他陡然注意到一个职业：圣法斗战。效果同时具备物理伤害、魔法伤害，可以学会除特殊职业技能外一切的魔法技能、战士技能，并且有专属职业技能等待您的探索。描述：传说中的职业物法双修，同级绝对无敌，但也难以提升。物法双修，楚天作为一个战士，要是还能具备法式技能，比如防御盾等等，那会非常恐怖。而且刀乱舞等限制其实很大，法式技能范围高，爆发高，完全可以互相弥补。同级绝对无敌，楚天要的就是这个。至于难以提升，他有净化万物天赋在，还怕无法提升？叮！恭喜，您的主职业转变为圣法斗战。由于您的主职业提升，您每提升一级获得的自由属性点加3，超能点加 0.5。由于升级获得的自由属性点超越5，特开启资质面板。叮！恭喜，为您补足自由属性点，超能点中。卧槽！不是楚天没文化，而是这时候只有卧槽才能显示出牛逼。普通玩家升一级获得5点自由属性，1点潜能点，连楚天也不例外。但现在他8点自由属性，15点潜能点，1.5超能点，他每升一级效果都要比普通玩家高很多。而且因为他是第一个职业一转的，每个自由属性点对应的属性也提高了一半，这加下去很恐怖啊！叮！恭喜，您获得了48点自由属性点，8点超能点。平白得了48属性点，相当于别人升5级，8点超能点更是相当于别人提升80级。难怪斗战圣法同级无敌，多出来的属性点应该就是加魔法伤害的。楚天打开了自己的面板，魔法伤害现在为10至12，他立刻开始加点了。为了日后的法师技能，他还特意给蓝亮也加了一些，毕竟技能会越来越多。法师加点一般3至2金的分配，智力主加魔法攻击力和法力值，精神主加施法速度和恢复速度，各自还额外加些防御、气血等等。但楚天不同，他本来就有一些蓝量，多加魔攻吧。楚天迅速分配完毕。修罗圣法斗战，等级16，物伤527至535，法伤400至410，防御70，血值1002，蓝值320，幸运值10，暴击率物理13%，装备正8%，法术7%，超能点13，属性焕然一新。物理伤害要高一些，毕竟楚天穿的战士装备铂金攻击器能加100左右的伤害呢。等他用上法师武器的时候，基础法术伤害也会增加一些。最爽的还是超能点，本来只剩下5点了，现在直接13点。隐藏职业真猛啊，而且还能进化，就是需要9999。楚天心中正美滋滋。你好，你是之前救了我的勇士吧？为了感谢你，我应该送你点东西，但我这里没有什么好东西。不过我屋内的所有药物、制药卷轴、钱财，你有看上的都可以拿走。白灵突然走过来，脸上升起红霞，心中暗道：这男子好帅，还是救了他的人呢，要不要像那些小说故事一样对他以身相许呢？哼，大坏蛋，不解风情。他突然骄横，因为楚天根本没理他，直接冲向了他的屋子。开玩笑，楚天现在一心只想变强，他还想要个副职业呢。只要白灵屋子里有10种终极药剂，他就可以获得药师职业。第39章，白灵认主，不肯进。副职业开启资格任务，任务要求获得对应副职业的10种终极物品，就可以开启这个副职业。比如采矿师获得10种终极矿石，烹饪师任务时间剩余8小时。对于药师职业，楚天也是深思熟虑过的。自己身为圣法斗战，消耗必定巨大，副职业制药挺好的。而且药剂并不只是辅助，有些神奇的药剂可以直接升级、提高资质等等。可惜楚天寻遍了白灵的屋子，也没有找到第2种终极药剂，更别说10种了。你是要找终极药剂吗？很抱歉，我现在还不算是终极药师，仅仅是偶然研究出了一种终极药剂而已。其他的终极药剂我没有制作方法做不出来，自己研究也很费时间，所以我想前往主城，到那里寻找更高深的药剂。白灵走过来，主城就有。楚天淡淡开口，心中欢喜。我的等级不够，需要你带着我，你能带我去吗？白灵突然跪下来，泪眼婆娑道：我愿认您为主，只要您愿意带我，让我做什么都愿意。求您了，我真的很需要前往主城。楚天知道 NPC 没有15级也无法进入主城，只有一个办法能进入，那就是成为其他人的仆人，而白灵就是要成为自己的仆人。为什么？是什么让你甘愿为奴？楚天问道。我需要复活一个人，而想制作复活药剂，凭我现在的能力难如登天，只有见识到广阔的世界才能打开我的视野，
学会更多的要术。复活一个人，楚天震撼了。NPC 可不是玩家啊，这难度不亚于在现实世界复活人类啊！白灵的志向让人震撼。好，楚天直接答应了。他也有点私心，这样一个天才药师，要是能成长起来，把癌症交给他来解决，说不定可以解救妹妹。定，恭喜药师白灵献上主仆契约，此契约定下，白灵无法拒绝您任何要求，他若生起背叛之心，会立刻被天道制裁。契约定下，一辈子都无法解除，除非死。楚天其实不想订立主仆契约，但白灵想进主城，只能做别人的仆人。新手村 NPC 是不用想了，要是其他的玩家，指不定对这样一个美女做什么事，他只能答应下来了。主人，以后您想制作什么药物，都可以交给我来。白灵很是乖巧。那我就不客气了。楚天笑着出了屋子，一出来见到的场景让他一愣。不久前，邪灵法师伊洛斯向楚天请求，想要出来逛一逛，楚天就把他放出来了。而这家伙竟然在收集骷髅大法师的尸体。骷髅大法师尸体碎裂，分解起来很麻烦，楚天准备最后再说的，谁知道全部被伊洛斯吞下了。而伊洛斯的属性品级竟然在上涨。邪灵法师伊洛斯，品级黄金级 BOSS， 等级18级，法伤503至510，防御20，血量1038，技能邪灵召唤，召唤数量变多，邪恶光波，由死亡光波进阶，连环爆炸，由爆炸冲击进阶。这楚天愣了下，心里倒是很爽的，毕竟小弟提升了。但白银级直接变成黄金级，技能还同步提升。楚天不由得想起一句描述：邪族可以吞噬骷髅族的尸体提升。听闻邪神实力掉落，降临到了99888新手村，骷髅大法师奉命前来击杀邪神。你不会是邪神吧？靠！这家伙真有可能是邪神，一尊货真价实的神灵啊！新手村 NPC 看到伊洛斯就瑟瑟发抖，说起了一些传说，大陆之上有至高无上的神灵，光明神、死神、邪神、蛇神等等，神灵出手能崩溃整个大陆。主人，您别吓我呀！伊洛斯闻言立刻颤抖，传闻邪神闯下了大祸，被数位神灵联手击杀，我怎么可能是邪神？算了，楚天懒得管了，哪怕真是邪神，那也是自己的小弟，不过以后得多注意下伊洛斯了。他找来村长，准备去主城了。村长立刻启动了传送阵，嗡嗡嗡！在一众目光中，他带着白灵、剑齿白虎直接到达了主城天剑城。传闻城主乃是一名强大的剑客，以一剑捍卫了天剑城的安全。不仅是江海市的玩家，附近几个城市中的玩家们也会进入这里。江海市虽经济发达，但大多是商业贸易世家，虽然大举进攻游戏圈，但并不是老牌游戏玩家。而附近的几个城市中，就有真正的资深世家、俱乐部等等，一直在投资游戏行业。龙国游戏圈子中有许多工会，不入流的工会无数，而上流的分为日月星辰榜。因为楚天在新手村多待了一会儿，有些玩家已经15级了，到达了主城。而今就有几个辰榜工会在此等候修罗。都说修罗牛逼，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厉害。江海市的玩家不行啊，还是要我们天星市的。哼，他都不一定进得来。别忘了，他杀戮超神，是红名状态，红名玩家是不能进入主城的。这些工会不但在这里堵着楚天，而且找来了城里的护卫军，告诉他们将有一个杀戮超神的大魔头即将降临在这个城市中，会带来灾难。护卫军半信半疑，但还是在此等候。轰！就在这时，传送阵大放白色光芒，但迅速的竟然被冲天的血气压了下去。那是一个叫做修罗的昵称，通天的红光代表着他曾经杀戮无数。站住！楚天才刚出来呢，一队精英护卫军，各种强大武器已然向他刺去。第40章，圣法斗战出显威。这一刻，楚天心中很火大。马德，他还什么事都没干呢，刚来主城就要被针对。这些武器在即将刺到楚天的时候，被护卫长叫停了。你杀戮超神，为了维持主城的和平，不允许进入主城。但是，你如果交税3000金币，我可以考虑让你进入。护卫长十日天傲然的开口。楚天眸光一冷，红名玩家不能进入主城，可以理解，平常是要躲在野外等红名消失，但他都杀戮超神了，需要等待极其久的时间，可他的复职业奈何只有8小时了。而1金币等于100银币等于1万铜币，3000金币就是3000万铜币。新手村中只能爆出铜币，他杀戮那么多怪物，做的都是奖励丰厚的任务，也就赚了5万枚铜币而已。十日天狮子大开口，简直就是在耍他。更过分的是，哟，好漂亮的小娘子！十日天看到白灵，
眼神中放出邪光，奸笑道：“如果你把他给我玩一晚上，本护卫长决定特许你们入城。”闻言，白灵气得浑身颤抖，但为了不给楚天找麻烦，他没有开口。但他想不到楚天突然的冷笑：“特许，我需要吗？不肯老子进，老子偏偏要进。”此刻，各大公会的玩家正在奚落着楚天，说着任由他牛逼，还是进不了主城之类的。让修罗狂，我们提前找来护卫军，看他怎么进城。得罪了护卫军，他再也无法入城提升了。哦！突然的一声龙吟响彻全场，在所有人的目光中，楚天突然拔出一把铂金色长剑，而后一条金色的神龙幻化而出，长剑为龙首，楚天为龙身，他坐下的剑齿白虎仿佛是龙尾一般。砰！楚天背后双翼张开，剑随他而动，金色神龙随他而动，龙有相继，神龙猛然撞在了主城防御阵上。呵，白痴！我们既然打开了城门，自然是还有其他手段，让你无法直接越过去。这可是2级防御阵，护卫军加起来都无法破开。你以为是谁？还想着？十日天正冷笑。叮！恭喜，您遇到了2级防御阵，启动了1天1次的穿梭效果，可以直接穿梭此道防御阵。哦！龙吟声中，防御阵被直接穿破。叮！由于药师白灵是您的仆人，在你的1000米范围内，可以直接将他传送到您的身边。是否传送？传送！就连白灵都被楚天直接带了过来，而那主城的2级防御阵连个波动都没有产生，直接被楚天无视穿过。十日天以及麾下的护卫都是一副傻眼的模样，满脸的难以置信，能够抵挡别的主城进攻，守护天剑城多年的防御阵被修罗直接越过去了。这不好！十日天忽然大喊，他看到楚天举起了手中剑，要是城内发生大型战斗，他护卫长的帽子可能不保啊！是你们搞鬼，把护卫军叫来的？楚天看向了城内玩家。一般来说，看门的护卫只有4、5个，但他一下子遇到了所有护卫军，连护卫长都亲自出动了，还真是看得起他楚天啊！是又怎么样？来了这里，你也是死路一条，可别当我们是江海市那帮废物。你敢动手吗？位列陈榜的天下霸业公会、傲武征途公会、踏破河山公会等等诸多玩家猖狂地嬉笑着，各自拿出了手中的武器。很好，楚天神情淡漠。主城之内，他敢不敢动手？抱歉，楚天从来不会退缩。哦，龙游降机还有不少持续时间，金色神龙迎空飞翔，楚天持剑飞出，同时启动了逍遥步，暗影前行，速度变得非常快，直接穿梭而下。500、493、512，叮！恭喜，您击杀了。已经看不到楚天和剑齿白虎的身形了，空中只有一条金色的神龙，神龙穿梭过一个个玩家的身体，被碰到的玩家直接死亡，场上还爆出了不少装备。这是什么技能？能生化神龙？修罗不是用刀的吗？我听说他用枪的啊！速度好快，我们的攻击来不及锁定。几十万玩家被他耍得团团转，各大公会都调查过修罗，根据他的战斗方式制定了一些攻击策略，但没想到他竟然突然改用剑了，还能变成神龙。十日天在外面急得不得了，防御阵打开后再想关闭可没有那么容易，护卫军被阻拦在了防御阵外面，只能看着楚天在里面杀戮。持续时间快到了，楚天试了下新技能，感觉很满意，仅仅这一招他就击杀了10万玩家，而且冷却只有3秒，非常短。这之中他可以用其他技能。停手！你再不停手，我就杀了他。他是个 NPC 吧，死了可无法复活。突然的，一个叫霸业的玩家冲向了白灵，白灵这一刻竟然很勇敢，也迅速的向霸业冲去。主人，不用管我，我就是死也不会让他得逞。他不想拖累楚天，哪怕是他8级打不过玩家们，但他会自杀呀。在我的手下，要学的第一件事。楚天的声音却在高空响起，没有人可以欺负我的人。事态太过于紧急，哪怕以楚天的速度也难以瞬间救下白灵。逍遥步，暗影前行也要进入冷却了，他一个战士很难相隔这么远击杀敌人。但他是圣法斗战，他的手上出现了一根法杖，那是抢3只黄金怪石爆出来的。雷霆法杖，黄金器，等级1级，附带属性法伤加50，施法速度正10%，附带技能落雷术，黑色，消耗60点蓝量，在500米内发动3道雷霆攻击，雷霆伤害和基础伤害相同，可锁定敌人，冷却3秒。描述：用它告诉你的敌人，装比是会遭雷劈的。法术技能比战士技能范围大多了，同品级的刀气纵横范围提升到极致，也就是半径100米内。落雷术没有升级呢，就有500米了。当然了，法术技能更加浩蓝，来不及多等。
轰！楚天法杖轻轻一挥，在他身后突然有恐怖雷霆落下。第41章，我也来试试。噼里啪啦，雷光映照在所有人脸色，3道爆炸的雷电轰炸，霸业的身体直接被一道雷霆破碎，另外2道雷霆也击碎了几十个玩家，地上出现深坑。副会长，你竟然敢动我们天下霸业的副会长！会长大人不会放过你的。哟，竟然还是个副会长，没听说过。楚天淡淡摇头，确定没听说过。一个能拿妹子做威胁的男人，有资格入他眼。这时候，龙游降机进入冷却了。楚天飞了下来，剑齿白虎冷视诸玩家，伊洛斯也被他释放了出来。这家伙召唤了1000只邪灵，竟然全部都是15级的，和场上的玩家是一模一样的等级。他知道，现在能进入主城的玩家都是精英，这些公会玩家都没到全，有大部分还在新手村中呢。这里就有几十万人了，可见这些公会确实很不简单。但真打起来，他也不怕麻烦。还有许多技能没用呢，落雷术还可以升级呢。小心点，这小子很诡异，明明是个战士，怎么突然释放法术了？还有他的部下瞬间召唤了上千个15级的怪物。可惜公会内的高手、技能、装备好的那些人现在都在炼药师公会，不然拿下他应该没有问题。玩家们却是怕了。楚天倒是来了兴致，这些公会的真正高手竟然都不在这里。白灵却是眼神一亮，炼药师公会就是我来主城的目的，我希望在那里晋升为终极药师，那里有许许多多的药师，还有很多的药学典籍，一定可以帮助我提升。楚天更有兴致了，副职业任务只剩7小时多点，想要学会药剂学，去炼药师公会最方便了。他在楚天的驱使下，剑齿白虎踏步，所有玩家竟然被吓得连连后退，生怕楚天又发出什么离奇技能。经过短暂的接触，他们已经确定了无法拦截楚天，上去只有送死的份。人群自动让开一条大道，无人敢拦。他那个方向是炼药师公会。好啊，自投罗网，那里可都是真正的高手，几大会长全在那里，有好几位都有神级天赋。楚天闻言只是淡淡笑笑，逐渐走远。可恶！10日天终于打开了防御阵，带着10万护卫军冲向了楚天的方向。即使你进入主城了，一个红名人物，我依旧可以直接击杀你。今日比试将选出我们炼药师公会的少主，只在年轻一辈中选择。各位的面前都有一瓶终极药剂，还有许多草药，谁能利用这些草药制作出一模一样的终极药剂，就可以成为我们炼药师公会的少主。炼药师公会的广场上，一名炼药师宣布规则。闻言，所有参赛者脸色黯然。能成为炼药师公会的少主，那自然是好处多多，地位水涨船高。对于玩家们来讲，可以帮助自己公会轻易的买到许多珍稀的药物，所以各大公会都派出了药师玩家来参赛。但他们都是低级药师，怎么制作终极药剂呢？据说在天剑城中，除了城主外，就属炼药师公会、宝庄阁、神宠殿等几大势力最为厉害。成为炼药师的少主，等于直接成为主城的高层。几大会长都很激动，又很难受，手下没人能办到啊。炼药师公会的人也很焦急，他们遭遇了一些情况，急需一个少主。这次的情况很紧急，甚至连城主、宝庄阁阁主、神宠殿殿主等等都在附近的酒楼中观看，看看到底是谁会成为新任少主。哦！就在这时，惊天动地的龙吟声响起，一条金色神龙直接飞落下来。神龙消失后，一个俊秀的年轻人手持铂金长剑，骑着剑齿白虎出现了。与此同时，冲天的血色弥漫。修罗会长，刚刚传来消息，在城门口，修罗击杀了我们几万玩家，副会长也被击杀。所有玩家惊叫而起，杀气凛然。更有几大公会会长此刻恨不得直接击杀楚天，其中以天下霸业的会长天下最狠，他的弟弟霸业刚刚被楚天击杀了。切！楚天讥讽的笑笑，他和玩家们有什么恩怨吗？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不过如此罢了。但为了不让别人忌惮，就故意谨慎办事，那不是他楚天的风格。他要迅速的成长，成为让所有树木都仰望的存在，风雨也不可摧之。红名人物，罪恶超神。此刻，城主身旁，天剑城统领惊叫而起，准确前去捉拿楚天。他是整个天剑城的军队统领，10日天也是他管辖下的。无妨，先看看。城主却是阻止了他，饶有兴致地看向了楚天，有意思，满级技能。而在场上，那些公会玩家正要攻击楚天的时候，小女白灵自己研制出终极药剂，愿意参与这个测试，恳请公会大人答应。轰！白灵一番话不亚于引起了惊涛骇浪，尤其是几位年老的炼药师拿起了白灵的复苏药剂，左看右看后，仿佛看到了珍宝一般。这是从未出现的过的药剂，
真是自主研发的，天才，千年难遇的天才。不过还是要测试一下，防止药剂不是他的。你们干嘛？滚开！炼药师们立刻把白灵当成了宝贝，看到工会玩家们要来攻击白灵，立刻呵斥他们滚蛋。玩家们悻悻然地退回去，他们可不敢得罪炼药师工会。白灵的出现让他们始料未及，能自主研发终极药剂，这太牛逼了。这个女子会是我们的最大对手，找机会在比试中杀了她。他们眼神交错，心怀恨意。但他们没想到的是，药剂学测试吗？我也来玩玩。在他们眼中，会战士技能又会法师技能的楚天竟然还想尝试下药剂学。第42章，王级药剂，天地守护。开玩笑，眼前正有一批终极药剂，恰好能满足自己的副职业要求，楚天能让？尊敬的炼药师大人，不能让这人参赛，他可是红名人物，说不定会在场上乱杀一通。他肯定也不会药剂学，纯粹捣乱的。玩家们纷纷开口，他们还想在比试中击杀白灵呢。修罗上场，他们就不好动手了。在他们眼中，战斗力已经那么牛逼的修罗不可能会药剂学的，他们派出的药师玩家都是专攻药剂学的，药剂学就是他们的主职业。现在没有人有2个职业，主人还会药剂学？白灵也很惊奇，主人是全才吗？站住，不是药师不可参赛。炼药师们确实要拦下楚天了。逍遥步，暗影前行。楚天直接发动技能，场上出现许多幻影，一瞬间拿走了几瓶终极药剂。放入背包的那一刻，提示声终于到来。叮！恭喜，您完成了副职业开启资格任务。由于您拿到的是药剂，开启对应职业药师。您目前为低级药师。在楚天的面板中多出了副职业选项。副职业和战斗职业不同，不是靠的1级、10级这种等级，而是需要不断的提升技艺，提升为中级、高级、王级等等对应的品级，比如不断的炼制药剂来提升。玩家们刚登游不久，自然都是低级的。谁说我不是药师的？这一声楚天说的堂堂正正，他确实是药师。一个年老的药师拿出了一个鉴定装备，在楚天附近扫了一会儿后，淡淡的开口：啊！所有人都惊了，那么厉害的修罗，竟然真的还是个药师，他竟然在前期就能拥有2个职业。放心，他肯定不强，没有人能同时把几个职业练好。等会儿看他出丑吧。所谓术业有专攻，玩家们根本不相信楚天药剂学会厉害。要是他们知道楚天刚刚才解锁的药师职业，又不知道会怎么想。比试吧。在裁判的宣布下，比赛正式开始了。上千个药师玩家入座，面前都有着一个大药炉，那是炼制药剂用的，可以炼制成丹、溶剂、粉末等等。他们愁眉苦恼，完全没处下手。不会啊，都是低级药师，怎么炼制出终极药剂吗？虽然是根据提供的终极药剂分析出草药的构成来炼制出一份一模一样的，比起白灵的自主研究容易了许多，但他们还是不会。而这时更是有10来个玩家叫道：我的药剂没了，草药也没了，是他被修罗刚才偷走了。这下子场上炸开了。你为什么这么做？裁判冷视楚天，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老人。你这样子，我有理由怀疑你破坏赛场秩序，我可以让你直接下场。请给我一个解释。解释？楚天笑开了，他看到了玩家们的眼神，他们很可能在白灵的比试过程中给白灵找一些麻烦。这些人这么狠，他怎么能不给他们点教训？所以他也参赛，让这些人绝望。最关键的是，他是红名玩家，在主城内会有许多麻烦，如果能够得到炼药师工会的好感，那许多事情会轻松些。单单是白灵成为少主，那还不够。他不会炼药，为什么要会？在刚才的一瞬间，他已经分解了所有终极药剂，得到了进化点。中蓝药，品级终极药剂，效果每秒恢复30点蓝量，持续时间1分钟。这就是他面前的终极药剂了。中蓝药回蓝有1800点呢，玩家现在都没这么多蓝量，而且每秒恢复也挺多的，足够现在任何一个玩家使用了。但我的解释就是，这些终极药剂都是垃圾。楚天大袖一甩，话落不亚于平地起惊雷。终极药剂竟然都是垃圾，他知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呀？所有玩家都还没用上终极药剂呢。更让人震惊的是，楚天陡然启动游龙降机，一条金色的神龙傲舞苍穹，竟然迅速地穿过了一个个终极药剂，脆弱的药剂瓶瞬间破碎。叮！恭喜，您分解了寒毒药剂，获得了10点进化点。叮！恭喜，您分解了火毒药剂，获得了10点进化点。叮！恭喜，您分解了催眠药剂，获得了10点进化点。楚天瞬间得到了上万进化点。神龙飞翔再加上暗影前行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主要是没人想到会发生这一幕。等到炼药师们反应过来准备拦截楚天的时候，
除了白灵，所有人面前的药剂全部被分解了。楚天其实无需使用攻击技能，可以直接分解。这些比试用的药剂都属于无主之物，但为了掩人耳目，不暴露进化的秘密，他故意破坏了药剂。至于草药，一并分解。叮！恭喜，您分解了终极草药寒心草，获得了5点进化点。单颗草药和一瓶药剂的进化点一样，但为了让药师分析出药剂的构成，从许多草药中找到正确的草药，草药的数量是药剂的好几倍，不断的分解下去，进化点达到11万了。这下子能进化出什么药剂？楚天也很期待。主城不肯我进，我倒要看看一个超级厉害的药师，他们会不会求着我留下呢？他完蛋了，此举不但破坏比赛，还破坏了药剂。视药剂为生命的炼药师公会不会放过他的。玩家们正幸灾乐祸。唰！楚天已然回到了自己的药炉前，将中蓝药放进去，装模作样的扔了许多垃圾东西进去，场上乱成一团，也没人注意到他扔进去什么。你在干什么？你暴殄天物！你这是和炼药师公会为敌，给我拿下他！炼药师公会就要找人拿下楚天。叮！恭喜，您消耗了1万进化点，中蓝药进化成了高蓝药。叮！恭喜，您消耗了10万进化点，高蓝药进化成了……轰轰轰！突然的奇异的响声惊动了所有人，楚天面前的药炉不断颤动，如同有不得了的东西要出事了，更是有玄妙的药香传彻开来，天空中响起美妙的音乐，一朵朵云彩落下，包围住了药炉，宛如在保护要出事的药剂。等等，炼药石自带异象，得天地守护，这是王级药剂，而且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从未出现过的王级药剂。裁判突然的大喊：第43章，请收我为徒。什么？竟然是王级药剂！所有人都知道，药剂分为低级、中级、高级、王级。王级药剂需要王级药师才能炼制，而场上所有的药师最厉害的也不过是高级药师罢了，所以裁判才那么震惊。要知道，天剑城的炼药师公会会长也不过王级药师而已啊！真是王级药剂！这一刻，就连城主、宝庄阁阁主、神宠殿殿主等等大人物都是惊讶的站起身。他们知道王级药师的价值很可能改变整个主城的势力划分。炼药师公会会长已经老了，一直没有超越王级，而修罗还这么年轻。他们仿佛看到一个冉冉升起的天才药师出现了。错不了，天降异象，必定是王级以上的。到底是什么药剂？所有的药师都聚集到了楚天的身旁，仿佛朝圣般看着他的炼药炉，甚至有人虔诚叩拜，希望从王级药剂的诞生中领悟到一丝高深的药剂学。咻！就在这时，场上突然出现一道人影，乃是一个老者。会长大人！就连尊贵的会长大人都被惊动了吗？药师们当即向老人行礼。死！所有参战选手集体倒吸一口凉气，修罗炼制出的药剂竟然引得了炼药师公会会长亲自出动，这可是主城的大人物之一啊，寻常人根本见不到。就连城主等人也是暗暗震惊，这位老人可是许久没有现世了，而今他为修罗而出，天佑我炼药师公会啊，真的是王级药剂！罗会长径直走到药炉旁，兴奋地嗅了一会儿了，确定是王级药剂无疑了。他激动地看向了楚天，这王级药剂是你炼制出来的吗？是我。楚天点头，心中美滋滋。他弄出这么大的动静，不就是希望引得炼药师公会重视，方便自己在主城行事吗？这位老人出事，稳了。天哪，你才多大啊？遥想老夫在你这个年纪，也就是中级药师而已，而你竟然已经是王级药师了。老夫一直到了80岁才成为王级药师，以你的天资，日后很可能成为圣级药师。天佑我炼药师公会啊！罗会长对楚天惊为天人。王级药师之上，乃是皇级、尊级、圣级、神级，到了神级药师的地步，传说都能炼制出直接让人升级的药剂。皇级药师比主城城主还要尊贵，他到现在都没有成为皇级药师，而他说楚天很可能成为圣级药师，这么厉害。这一刻，所有的 NPC 玩家都震惊地看向了楚天，没有人会怀疑罗会长的眼光，主要是楚天表现得太牛逼了，确实有成为圣级药师的潜力。有人的眼神已经意味难明。你炼制的到底是什么药剂？罗会长再次开口了，兴奋地像个小孩子，得天地守护，必定是能引得时代巨变的药剂，很可能改变药剂学的历史。不知道。楚天摇摇头，他确实不知道啊，又不是他自己炼制的，直接进化来的，他知道个毛线。不过他也很好奇，竟然能引起时代的巨变，拥有划时代的影响，净化万物，真的是牛逼啊！其他人也是这样的想法，甚至有些异样心思的人，此刻故意的按捺下来，
就是想看看楚天炼制的到底是什么药剂，如果对自己也有用的话，一定要弄到手。嗡嗡嗡！就在这时，炼药炉剧烈的晃动，一阵冲天的药香弥漫，炉盖直接被顶了出去，一轮蓝色的月亮幻化而出，又迅速掉落回去，在炉底成为一滩药液。出来了，好香，只是闻了一口，神清气爽。到底是什么？楚天正想去看一看，咻！罗会长却是先行一步，拿出了一个测试仪器，开始扫描药液了。那是炼药师公会的珍藏，能够直接显示出黄级以下药剂的效果。这扫完后，他整个人都结巴了。这简直是药剂学史上的神话，旷古绝今，纵览炼药史上万年，也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王级药剂。说它是皇级、尊级，甚至是圣级药剂都不过分，甚至能改变这个世界啊！要不要这样牛逼？周围的人心痒痒，都被他吊起了胃口，但又不敢越过他去查看药剂。楚天却是没有这么麻烦，他直接走上前，玩家可以直接查看药剂的效果，都不需要仪器，探查术简单的扫一扫，药剂效果终于显示出来。王级百分比回蓝药，品级王级，效果瞬间恢复自身 10% 蓝量。描述不论等级，不论蓝量总量，你强要强，你弱要弱。这楚天先是一愣，再是一喜，他瞬间明白了这个药剂的价值。对他而言，可能现在还没有用，但是到了高等级时，哪怕蓝量是999999，一瓶王级百分比回蓝药剂下去，就可以恢复 10% 的蓝量。到了后期，什么禁咒、神技的都很耗蓝啊，技能都用不过来，蓝量不够用啊。没事，喝上一瓶药，禁咒什么的连发。这个药剂，哪怕是传说中的神灵，都肯定很需要。他能。这时候，罗会长兴奋地讲解。随着他的分析，所有人都明白了王级百分比回蓝药的价值。不说其他的，遇到敌人的时候，普通药剂无法迅速回蓝，但喝一瓶这个，可能就多放几个技能，简直是反败为胜必备。甚至一些超级厉害的法师 NPC 从此再也没有蓝量不够的忧愁，只要王级百分比回蓝药够多，法师战斗力直接暴涨，当真可以改变时代。我之前说错了，纵观炼药史，从未出现过你这样的天才，您日后很可能成为神级药师。罗会长看向了楚天，扑通，突然的他直接跪倒，深深的埋首，请您收我为徒吧，小老儿，原奉您为炼药师公会的新任会长。第44章，白灵城少主。扑通，罗会长的跪地声在场上传彻，众人正惊骇时，更令他们震动的话语传来，请您收我为徒，收我为徒。炼药师公会新任会长，回声在人们心里传彻，所有人嘴巴惊得大张，都能吞下一颗鸭蛋。轰！而后如火山爆发般将他们的情绪点燃。堂堂主城的大人物之一，炼药师公会会长，王级炼药师，竟然要拜刚进入主城的玩家为师，还要请修罗做新任会长。只要修罗答应了，顷刻间他会成为主城炙手可热的人物，所有的药师都是他的小弟。玩家们想要买药物，他一句命令下去，想要不卖给谁，炼药师公会就会封杀谁。完蛋了！天下霸业、傲武苍穹等公会玩家心如死灰，他们得罪了修罗，以修罗睚眦必报的性格，一定不会放过他们的。他们在天剑城完了，神级药师的潜力，罗会长祈求拜师，要让他做新任会长。城主和其他几位大人物此刻神情急剧波动。楚天的价值太大了，他要是答应了，势必引起整个主城的风云变幻。谁知，抱歉，我没有兴趣。老人家，您快请起，我可没有资格收您为徒，而且我咸鱼也喝惯了，也没有时间去管理炼药师公会这么大的势力，您莫要折杀我。楚天竟然拒绝了，他将罗长老扶起，态度非常的谦虚，说他没有资格。实际上，马德，要真是他自己炼制出来的，他早就答应了。可是他不会啊，他靠的是进化啊，他才是低级药师而已啊。这真要是收王级药师为徒，还成为炼药师公会会长，整天和一帮高级药师混着，哪天讨论到药剂学高深知识了，这肯定是会露馅的啊。哎，好心痛。楚天还有点难受，装逼装得过狠，容易暴露啊。我刚才故意说出您的厉害，就是想要保护您啊。您是红名人物，杀戮超神，是不能进入主城的，除非有很高的身份，才有破例的希望。罗老窃窃私语，依旧挽留。他是为了楚天才故意说出那番话。实际上，王级百分比药剂暴露出来，楚天也会引得很多人觊觎，但总比被主城赶出去要好得多。多谢，但不必了。楚天成竹在胸，早已准备好了一切。他回头看去，在场上风云变幻时，白灵依旧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丝毫没有受到外界的影响。他的丹炉嗡嗡颤动，
一股清香弥漫开来，显然要结束了。这位是一位不输于我的天才药师。楚天开口后，所有人都注意到了白灵。罗会长的眼神一亮，白灵的专注让他都十分佩服，在王级药剂出世的时候，依旧能够潜心炼制自己的药剂。其他的药师都停下了，知道自己必输，只有白灵在继续。这是药师最宝贵的品质，专注。结束了。白灵舒口气，第一时间就佩服地看向了楚天，自己的主人真是太厉害了，竟然有成为神级药师的潜力。不过他相信自己也不会太差。而这时候，药师们开始对他的药剂检测，结果同样令人震惊，他完美复制了终极药剂。甚至我发现这款药剂有几处成分不适合，铁心草换成火星草更好，阳明花3两容易失衡，2两7钱恰到好处，赤果需要。这样做效果会比原先提高 30%。 轰！他侃侃而谈，人们心中颤抖不止，竟然改良了炼药师公会的药剂。有药师怀疑，立刻检测，结果天哪，他真的改良了药剂！天纵之姿，又是一个妖孽药师出现了。我们天剑城要崛起了吗？一下子要出2位超级药师。罗会长嘴巴都笑开了。通过比赛就有成为王级药师的潜力，而楚天很可能成为神级药师。白灵改良了药方，起码也有成为尊级药师的潜力。要是有资源培养，有人指导，成为圣级药师也是有希望的。他其实已经时日无多了，所以开办比试要寻找一个天才做他的继承人。白灵，我问你，你可愿成为我炼药师公会的少主？老夫将把我所有的知识传授给你。他升起了爱才之心。楚天他没有资格教，甚至想要拜楚天为师，但白灵他还是可以教的。叮！恭喜，您的仆人药师白灵得到了天剑城罗会长看中，希望收他为徒，并且成为炼药师公会的少主，您是否答应？有主仆契约在，白灵需要得到楚天的首肯。白灵期待地看着楚天，他需要拜师。答应。叮！恭喜，您的仆人药师白灵成为了天剑城炼药师公会少主，炼药师公会所有药物将对您一折出售，并且您有权拒绝对玩家出售药物。提示声响起，楚天心中美滋滋，所有药物他一折就可以买下来，而其他的玩家不但是全价购买，还要看他愿不愿意卖，因为他的奴仆是少主，有权利拒绝卖东西给玩家。我愿意。在白灵答应的那一刻，炼药师公会的所有药师恭敬地向他行礼，拜见少主。声势浩大，整个主城的 NPC 其实都在观看着这场比试。所有 NPC 都知道，这个少女从此飞上枝头变凤凰了，她也有这个资格，要学天分太高了。甚至楚天根本不是要学天才，他才是。修罗真傻呀，他要是答应了，就是炼药师公会会长了，那时我们就完蛋了。现在这个美女是少主了，她之前是跟着修罗来的吧？估计就是个跟着她的 NPC。修罗现在没了价值，她肯定是不会跟着修罗了。会长位置丢了，美女也要离开他了。此刻公会玩家们都松了一口气，修罗要是成为会长，可以直接搞他们，现在可没有办法搞了，都在嘲笑修罗是沙比。就在这时，白灵走到楚天面前，感激道：多谢主人。第45章双属性融合药剂。噗！许多玩家直接气得要吐血。这个美女 NPC 炼药师公会的新任少主竟然喊修罗为主人，那炼药师公会不还等于是修罗的？他们不还是得完蛋？好啊好啊！罗会长却是很开心，本以为没机会结交楚天了，没想到柳暗花明，他眼珠子一转，竟然是少主的主人，那我们该给些礼物。他走上前，塞给楚天2瓶药剂，低声道：这是我炼药师公会的珍藏，乃达到皇级炼药师的前任会长留下，修罗大师千万不要拒绝。他称呼楚天为大师，这礼物就是要讨好楚天，他可是有神级药师潜力的天才啊。那我就不客气了。楚天将药剂放入背包，依旧可以查看，心底激动。皇级药剂有多厉害呢？双属性融合药剂，皇级，数量2瓶，效果将2个属性攻击、防御、气血等等直接融合为一个属性，数值相加，持续时间30s。用此药剂时，气血为0，不会立刻死亡，除非遭受伤害。描述：一款能极端的药剂，但用好了非常变态。我靠，不是吧？楚天先是一愣，再是一喜。药剂学太神奇了，连双属性融合药剂都有，比如将攻击和防御融合，在30秒内将这2个属性的值相加，变成攻击力或者防御力，一瞬间攻击爆表或者防御爆表。而一般人气血都比较高，比如攻击300，气血800，可以融合为攻击1100，气血0，攻击0，气血1100中的一种，非常的极端，可以针对一些极端的情况。此状态下，气血是主动掉到0的，
药剂保护使用者不会死亡，但遭到伤害直接挂，除非是很厉害的人，不然这个药剂有些鸡肋。但楚天不一样，他是圣法斗战，如果将我的物理攻击、法术攻击各自的伤害融合成单一攻击，那么这单一的攻击会很爆表啊！楚天眼睛都放光了，无法克制激动之情，这谁能顶得住他一击啊？此刻怎么办？我们只能看着修罗变牛逼吗？玩家们瑟瑟发抖，就连几大会长都愁眉苦脸。他们之前因为嫉妒楚天，都派人在城门口拦截了，楚天是一定不会放过他们的。放心，我派手下通知了宝庄阁阁主，宝庄阁是制作装备的，和炼药师工会争斗不休，断然不会看到炼药师工会壮大。等着看好戏吧，盯着修罗的可不仅仅是我们。天下霸业会长天下突然开口，在附近的一处酒楼上，父亲，炼药师工会得到天才白灵，白灵还是修罗的女仆，一连拉拢了2名天才药师，声望势必会超过我们宝庄阁，我们的计划会泡汤。城主大人还没表态，恐怕已经偏向他们了。宝庄阁少阁主林凡开口道：“哼！”宝庄阁阁主林向南冷哼：“有消息传来，罗会长时日无多了，正是宝庄阁崛起的时候，他们已经在计划中了。但楚天的出现，让他们的计划会破碎。拿着这件极品铂金器，迅速杀了他。放心，它的效果会让任何人无法发现是你杀人的。”他交给林凡一件铂金器，宝庄阁倒是有铂金器以上的，但这个铂金器的效果最为适合眼下的情况，是一双鞋子。林凡眼睛一亮，迅速穿上。咻！他迅速的移动，他乃是一个刺客，本就有隐身技能，但隐身的时间也不久。不过有了这件铂金器就不一样了，他能够闪烁。他隐身到距离楚天1000米远，任何人都没发现他，但隐身也冷却了。而后，咻！他瞬间出现在楚天的身旁，脸上还戴着面具。只要迅速击杀了楚天，然后技能也差不多冷却了，再隐身闪烁出去，没有人会发现是他。面具、隐身、闪烁，3重保险。不，他是30级的人物。林凡，职业刺客，等级30，攻击1000至1100，防御80，血量3000-3000，技能隐身术、闪烁，装备自带突刺连击，4重保险。吃定楚天，甚至他一个平 A， 楚天可能就没了。死吧！狂笑声响起，他手持一柄匕首，迅速地向着楚天刺去。你一个16级的人物，有何资格如此嚣张？他也嫉妒楚天啊，年纪比他小，他还是宝庄阁少主，楚天已经能拒绝成为炼药师工会会长了，手下的女仆还是少主。不好！这一刻，场上惊叫声起。罗会长想要帮忙，但林凡出手迅捷，又直接闪烁到楚天附近，根本来不及帮忙。玩家们期待的看着，修罗，你快去死吧！但逍遥步，场上突然出现了好几个楚天的幻影，楚天迅速的将位置切换到幻影上，林凡的攻击立刻扑空了。不过林凡不愧是30级刺客，竟瞬间反应了过来，借助幻影变位置，班门弄斧！咻咻咻！场上也出现了好几个林凡，每一个林凡都向着一个楚天攻击过去，这样即使楚天变换位置到幻影处，依旧会被林凡迅速的给逮住。杀手！楚天眉头紧皱，他也看到了林凡的属性，30级人物，而且是刺客，和刺客对战就是一瞬间分生死。他才16级啊！不过幸好有了双属性融合药剂，有2瓶呢，先拿1瓶试试。楚天迅速喝下1瓶药剂，一个面板出现了。选择1，悟功加法攻到悟功；选择2，悟功加法攻到法攻；选择3，气血加防御到气血。还用说吗？捡最牛逼的来！叮！恭喜，您的物理攻击和法术攻击融合为物理攻击927至945，持续时间30s。一瞬间，攻击差点破1000。楚天拔出游龙剑，游龙降技。哦！他飞天而起，和游龙剑化为一体，变成了金色的神龙。而且因为逍遥步还在的缘故，场上一共有7条金色的神龙存在，冲向了林凡。第46章，连升4级，再获铂金器。7条神龙面对10多个林凡，林凡乃是刺客，手段在各职业中最为诡异。楚天在战士时就有逍遥步分出6个幻影了，刺客林凡自然有更加强大的技能，楚天也很难杀到他。不说其他的，楚天也不确定哪个才是林凡的真身，而10多个林凡攻击7个楚天，一定会攻击到真正的楚天，被他碰到就是死。可楚天却不一定能碰到真正的林凡，哪怕游龙降击强大，楚天被瞬秒了又有什么用？但楚天的技能有冷却，对面就没有吗？为了悄悄地接近楚天，林凡的隐身
闪烁，还有其余的加速技能，已经在冷却中了。现在使用的幻影攻击，事实上也撑不了多久了，最多也就比楚天的逍遥步持续时间长一些吧。此刻，逍遥步已然消失，楚天的真身显露出来。切，我以为多牛逼！林凡冷笑，残忍道：“既然出现了，那就去死吧！”就在这时，轰！楚天的背部突然展开了一双黑色翅膀，暗影前行，加速3倍，瞬间隐身。楚天直接消失！尼玛，战士也会隐身？林凡慌了，楚天的速度又快，还会隐身，简直比刺客还要像刺客。要不是等级尚且低，估计自己根本比不过他。最重要的是，楚天的逍遥不冷却了，他的幻影攻击虽然强大一点，但也维持不了多久了。1秒、2秒、3秒，终于，林凡的技能进入冷却，真身暴露出来，而楚天依旧在隐身中。找到你了！只听得淡淡的声音传彻，林凡的背后如芒刺背，一条金色神龙突然出现，由龙剑化作的龙首锋芒毕露，狠狠贯穿进入林凡的身体。1800暴击，只要攻击，隐身效果就没了。但不要忘了，暗影前行攻击的第一下乃是必定暴击。操！林凡大惊，这一下直接打了他大半血。300，持续掉血，而且还在持续掉血10%，3000生命值一下子没了2100。只要再有1秒的时间，他很可能就会死去。他急忙转身，匕首瞬间向着楚天刺去。游龙降击这次攻击的是同一单位，不仅仅是一击。哦！神龙首尾衔接，迅速的游到了他的身前，让他扑了个空，而后尾巴狠狠的一甩。771，第二击90%攻击，无暴击。300，持续掉血。第二击出，第一击攻击若无暴击是935，暴击双倍1870，减去防御为1800。第二击攻击为第一击的90%，减去防御后为771，但还有持续掉血在，加起来1000多的伤害。林凡剩下的气血直接掉空。叮！恭喜，您击杀了林凡，获得了10.03873点经验值，月14级击杀，您的等级+1，自由属性点+8，超能点+1.5。叮！恭喜，您的等级+1，自由属性点+8，超能点+1.5。2秒而已，楚天已经击杀林凡。别看时间快，过程看似简单，但实则步步危机，只要有一丁点的失误，就是楚天身死的下场。若不是有双属性融合药剂，楚天的攻击没有这么高，攻击不高就无法迅速击杀林凡，而林凡就可以瞬秒楚天。毕竟是月14级战斗啊，直接获得10万多经验值。楚天身上扬起冲天的白色光芒，连续闪了4下。叮！您的等级达到20级，请尽快完成职业2转任务，才可以继续升级。多余的经验值可以分配给剑齿白虎、邪灵法师伊洛斯。直接20级了，获得32点自由属性点，6点超能点。楚天心里爽得不得了，虽然此战十分危险，但收获也很是巨大，经验值还剩余好多呢。他想了想，伊洛斯现在的品级高一些，是铂金 BOSS 了，而且伊洛斯可以召唤邪灵，给自己不少帮助。不过楚天在职业1转成为斗战胜法后，升级需要的经验值也高了许多，所以伊洛斯也不会升级太多。叮！恭喜，伊洛斯等级+1。叮！恭喜，伊洛斯等级+1。伊洛斯直接23级了，升了5级。马德，这让楚天很是羡慕。伊洛斯从前肯定超越了20级，所以现在无需2转就可以直接升级到20级以上。哦！金色神龙继续贯穿林凡的尸体，一直到10下才能停下呢。在场上人看来，楚天是在毁灭尸体，但没人知道他在分解。单个尸体哪怕等级很高，得到的进化点也不多，但蚊子再小也是肉嘛。好可怕！修罗竟然还在毁尸，此人睚眦必报，不可招惹。你们的关注点是不是错了？一击1800伤害，而且对方防御肯定很高，不然都不知道多少伤害。这要是打我们，这时候玩家们才反应过来，他们的气血都没破1000呢。就连楚天要不是连升4级，也就是堪堪破1000，这代表着楚天一击就能秒杀场上所有玩家。马德，这还玩个尖儿？修罗直接无敌了呀！他们全在瑟瑟发抖。天下霸业傲武仙琼的会长脸色爬满冷汗，吓得直接从座位上跌倒。这样的猛人从未在个大游戏中出现过。不客气地说，场上所有玩家加在一起也比不过一个修罗，可身为陈榜公会的高手，他们本就是玩家中的精英啊。这人无敌了，怎么办？我们招惹了他，还怎么混下去？好厉害！以罗会长为首的炼药师公会的 NPC 们却是激动得不得了。药师的攻击一般不强大，但修罗药师如此厉害，太给他们炼药师公会长脸了。
炼药师工会一般是别人抱大腿的对象，但他们现在觉得他们突然好想抱大腿。楚天可不管这些想法，他停了下来。林凡的尸体被分解后，还爆出了一些装备，一个铂金色的鞋子，一本技能书，还有一份藏宝图。第47章憋屈的宝庄阁阁主，第2份藏宝图。击杀 NPC 不一定爆出 NPC 所有的装备，这事情得看爆率，还看缘分。哪怕爆率 50%， 也不一定一次爆出一半的装备。只能说，在玩家所有的击杀中，爆出的装备会占据 50% 的爆率，有时候 40%， 有时候 60%， 有很大的随机性。现金，所有玩家可没听说谁有 50% 爆率。楚天击杀林凡能爆出这么多东西，已经很不错了，这还是他有10点幸运值的缘故。他弯腰捡东西。阁主，怎么办？少阁主竟然被他击杀了，我们要眼睁睁地看着修罗拿走少阁主的装备吗？一座酒楼上，宝庄阁阁主林向南愤怒不堪，手下的话语更是让他气得牙痒痒。但是他能怎么办？此刻他要是站出来反对修罗，那就证明林凡是他派的人，没用的东西。儿子死了，他能不难受吗？但城主在附近，炼药师工会就在此，城内的许多 NPC 都在关注着。若是此刻暴露他指使杀修罗，那炼药师工会和宝庄阁一定会爆发剧烈战斗。他只能看着修罗捡他儿子的装备。幸好修罗把尸体毁了，他还庆幸楚天把林凡的尸体毁了，让自己逃脱了关系，当真是狠辣无情。他却不知道，楚天早已通过探查术得知了林凡的身份，以他的聪明才智，自然明白过来了。宝庄阁肯定和炼药师工会有争斗，不想看自己做大。众目睽睽之下，暴露林凡的身份，必然让宝庄阁撕破脸皮。先假装不知道，方便行动。这笔账慢慢算。他很机智，反正他又没亏，有的是心情和宝庄阁玩，不急。爆出的东西让他很是喜欢。迷踪铝铂金器，等级1级，附带效果正 30% 敏捷，正 10% 减控。附带技能闪烁之域，消耗80点蓝量，1000米范围内随意您闪烁到哪里一次，不可无视防御阵等高级阻碍物，冷却时间1分钟。描述扑朔迷离，您就是最亮眼的仔。哎呦，真棒！加敏捷就不说了，楚天的速度基本靠的技能，而这个装备是他常态下就正 30% 敏捷，最关键的还是正 10% 减控了。特殊的效果有很多，减控绝对是最重要的之一。比如对面将你控制住了，任何技能放不出来，还无法移动，任由你本领通天，也就是个活靶子罢了，会被人生生打死，非常的憋屈。10%减控就减少了 10% 的被控可能性，即使被控制了，控制时间也会降低 10%， 很不错了。更不用说闪烁，1000米内任意移动到一个位置，用完就没了，所以没持续时间，只能再等1分钟。1分钟并不长，可我不愿意等啊。楚天玩味的笑笑，心念一动，刚获得6点超能点，为什么不用？叮！恭喜，您消耗了2点超能点，将闪烁技能提升到满级。闪烁率 LV20， 效果消耗100点蓝量，10000米范围内随意您闪烁到哪里3次，不可无视防御阵等高级阻碍物，冷却时间1分钟。冷却时间没变，但次数变成3次，这代表着同样的时间内，楚天能闪烁的次数是之前的3倍，而且范围提升了10倍，10000米之内任由他闪烁，能躲好多技能了。之前要是有闪烁在，楚天可以轻易击杀林凡。至于不能无视防御阵等高级障碍物，和游龙剑1天1次的穿梭效果，正好可以配合起来。如此楚天的闪烁比其他玩家的闪烁还要牛逼，这就是20级技能的强大。恐怕其他玩家现在还用的黑色技能，一般还是1级，顶多有几个忍不住将技能提升了2、3级的吧，毕竟他们的潜能点才10来个而已。他又看向了技能书，隐身术，黄色，效果顾名思义，让您隐身，攻击状态下取消，不超过您20级的人物无法看破您的隐身状态，持续时间1小时，冷却时间5秒。死，竟然是黄色技能！绿色技能后面就是黄色技能了，这也是楚天第一本黄色技能，价值甚至比铂金器还要高一些。而隐身术之所以被评为黄色技能，是因为它的持续时间达到了1小时，冷却时间却只有5秒，只要不发出攻击，基本可以一直隐身。有限制，超过使用者20级的人物可以看破隐身。林凡之前使用隐身术接近楚天1000米，再使用闪烁瞬间达到楚天身边，就是因为罗会长乃是50级的人物，慢慢靠近会被他发现。确实是牛逼，但目前对我没用啊。楚天摇摇头，暗影前行也可以隐身，只不过很短暂罢了。他先将这本技能书收起来，需要用了再说。接下来他看向了最后一件物品，他不知道
此刻，附近酒楼上，林向南的手下终于忍不住了，瑟瑟发抖道：“阁主，那个，有什么屁快放！”林向南憋屈死了，看手下磨磨唧唧的，更加难受。少阁主把那件东西也带在身上了，应该是被爆出来了。轰！这一句话在林向南的脑袋中回响，振聋发聩。什么？那件东西可是他们祖传的，是关一位大陆顶级的龙骑士。龙骑士本就是顶尖的高手，而那位龙骑士更是所有龙骑士中的绝顶大佬。不行！他直接站起。这一刻，他准备撕破脸皮，哪怕暴露一切，也要阻止修罗吞下那件东西。然而，在他难受的目光中，楚天兴奋地将东西收进了背包。想不到会是这个玩意儿。第2章雷龙骑士藏宝图得来全不费功夫，只剩下最后一份，他就能集齐了。那时他会拥有一位龙骑士的宝藏。修罗，你胆大包天，理应受死！就在这时，一道爆吼声响彻在场上，林向南的双拳也是死死的攥紧。第48章特许资格英雄墓园。修罗，你擅闯主城，理应受死！怒吼传来，正是十日天带着上万名护卫军冲到。他进入炼药师公会需要许可，因此磨蹭了些时间，而楚天是直接从高空飞过来的，所以他慢了许久到达。他气态张扬，护卫长的架子摆得极其大。你说什么？忽然的，更加愤怒的声音落下。罗会长走了出来，到了我炼药师公会，你还敢如此放肆？你是要杀死我罗某人的前辈，杀死我炼药师公会少主的主人，杀死药学界的神话吗？一连几问，把十日天问懵住了。这怎么回事啊？罗会长的前辈，少主的主人，还特么药学界的神话？这才刚过没多久啊，被他在城门口拦截的楚天，转头一变就有了这么多牛逼的身份。安敢动我少主之主人？谁给的胆子？找死！药师们你一言我一语的，楚天现在是他们少主的主人，打楚天的脸就是打炼药师公会的脸，这能忍？这让十日天彻底傻眼了。药师们数量并不多，但他们围着上万名护卫军，愤怒的指指点点。护卫们像鸵鸟一般把头深深的埋下去，脸色上挂着羞耻和怨恨。炼药师公会，他们惹不起。士兵们受了伤，药师们不供给药物了怎么办？这家伙真傻逼啊！修罗大佬刚秒杀了一个30级的，他赶着来投胎，真弱智。一些 NPC 们在嘲讽，他们早看十日天不爽了。闻言，十日天吓得直接跌倒。什么？修罗秒杀了一个30级的人物，他也就30级啊！这不是意味着他面对楚天也是被秒杀的命？他浑身发寒，突然感觉事情走向了很不好的方向。前辈您放心，有我老罗在，今日没人能动你。罗会长看着楚天，非常的讲义气，他的目光瞥向了附近的几个酒楼。前辈您说笑了，这辈分乱了，我应该……不，达者为先，您就是我的前辈。楚天摇摇头，算了，没办法解释了，谁让自己装的比太狠了。而罗会长也果真厉害，老家伙在看着我们啊，修罗洪明又偏偏具有极高药学天分，这事情必须给个说法了。城主唏嘘一声，罗会长的面子他必须给。林向南神色狰狞，罗会长看向他的一瞬间，他知道无法动手了。罗会长再警告他，接下来的声音更是让他彻底放弃了。传承主令，修罗药剂学战斗天赋都极高，乃千年罕见之奇才，能入我天剑城，乃是本城之莫大幸事，特给予特殊资格，洪明也可入城。高亮的声音传彻，所有人都惊了。修罗入城，乃天剑城之幸，城主认可了修罗，给予特殊资格。完了，玩家们冷汗直流，修罗直接成为主城的大红人了。扑通，十日天刚爬起来，又吓得跪了回去。修罗这样牛逼，他一个护卫长还算个啥？更让他绝望的是，城主大人，楚天站了出来道：十日天好大的权力，刚刚在城门口要收我3000金币的税收，延期可以特许我入城。他这个护卫长，哦，还有这种事？冷淡的声音响起，这次是城主亲自开口。而后，天空中突然降落下一道剑光。不要！城主大人饶命！十日天大喊，他有个毛线资格特许入城，充其量就是个看门狗队长。本来想瞬间击杀修罗，事情也传不出去，但这下子是彻底的完蛋了。轰！剑光砸落，他死的不能再死。他好后悔，万不该招惹修罗。厉害啊！楚天眼睛放光，十日天他自己也可以杀，就是想看看城主的手段罢了。这剑光的手段让他很羡慕，都没看到城主的身影，十日天就死了。比自己的技能厉害，有机会一定要学过来。
天剑城赏罚分明，虽给予修罗特殊资格，但也需要你体现出价值。而今亡灵族屡次犯我天剑城，有一批士兵前去英雄墓园调查，至今未归。修罗，带他们回来。若是能破坏亡灵族的计划，额外记你一大功。叮，您接收到天剑城城主剑星辰的任务，是否接受？英雄墓园救援 S 级任务。任务进度1：救回敢死队士兵。任务进度2：破坏亡灵族计划。任务进度3：清扫英雄墓园。任务描述：英雄墓园乃前任城主及其士兵埋骨所，而今被亡灵族占据，士兵们的尸体可能受到破坏。若是让士兵们安息，可得额外奖励。这个任务只要完成进度1，楚天就可以一直待在天剑城了。进度2、3不完成没有惩罚，完成了有额外的奖励。虽然奖励没有说出来，但楚天相信城主给的奖励应该不差。接了，楚天毫不犹豫 ，S 级任务，他为什么不接？他接了什么任务？马德，肯定是好任务，城主直接给的呀。我就和裁缝领了一个，才是 C 级任务。玩家们羡慕的不得了，他们都没资格和城主对话，更别谈让城主颁发任务了。而楚天拿到的是极好的任务，这也是他的强大换来的。看了看玩家们，楚天懒得理会，不是怕他们，而是收拾他们需要浪费很多时间，没这个必要，暂时先不说。和罗会长、白灵告别，楚天张开双翼，直接冲出了主城。之前被人拦着无法进来，这次可没人敢拦出去了。街道上 NPC 们看着他离去，神人啊，修罗真厉害，我们天剑城出了一位天骄啊，不得了的人物啊。而江海市的玩家此刻有许多正好15级进入主城了，想要领取任务，可 NPC 们甩都不甩他们，就是看着楚天离去的方向赞叹不休，这让他们很羡慕。他们刚进入主城，而楚天已经混得这么好了。楚天！人群中，叶晴攥紧了双手，听着 NPC 说楚天多么牛逼，他格外的难受。马德，隐忍，我要隐忍，我有神级天赋，还有崛起的希望，而且楚天的妹妹还在江海市，他已经派人去寻找了。第49章，雷潮汹涌，跟上修罗，杀了，把东西带回来。酒楼中，林向南狠辣的开口。咻咻咻！一道道身影闪烁，追向了楚天的方向。有这想法的还不止林向南，楚天的光芒太耀眼了，主城的 NPC 势力也不是铁板一块，自然不想看楚天变强。哼，果然有人跟着。楚天眼神闪烁，这些傻逼跟他玩阴谋，找错对象了。他虽然霸道，但可不傻，聪明的很。他自然知道自己行事肆无忌惮会引得别人的觊觎，他之所以敢这么做，当然是因为实力够强。闪烁，闪烁，闪烁，接连3下，楚天直接出现在3万米远的地方，把所有人都甩得远远的。跟随的家伙们立刻傻眼了，再敢跟过来，直接一锅端了。楚天冷笑，他可没时间慢慢玩，叶晴此人太过混账，难免会伤害到妹妹，我需要迅速的提升。虽然妹妹在林老那儿很安全，但也得以防万一。楚天要迅速的反馈实力到现实，那时候天大地大，他自无敌。翅膀拍打，逍遥步、暗影前行都使用出来。楚天的速度非常快，但这次的目的地有些远，还是花费了他一些时间。1个小时后，他来到了一座巨大的墓园。明明此刻是天域的白天，这里却是阴森森的黑暗。上万座坟墓中，甚至有许多座已经被破开，棺材、尸体不见踪迹。哇！凄厉的风声夹杂着莫名的哭喊声，让人头皮发麻。亡灵族！楚天此刻释放出了伊洛斯，他还不知道亡灵族是个什么玩意儿，但伊洛斯作为天域的神秘土著，自然可以给他揭晓答案。伊洛斯解释后，他明白了许多东西。大陆之上，精灵族、兽族、亡灵族等等并存，经常发生种族大战。人类和亡灵族就是敌对势力，而今天剑城正被亡灵族盯上。像楚天之前击杀的骷髅族，也是人族的敌对势力。每个种族都有各自的优劣。亡灵族的强处可以无视物理攻击，缺点就是怕雷。无视物理攻击，那我的很多技能都不能用了。怕雷？楚天笑了，自己正好有一个雷电技能啊！而且亡灵族可以将尸体变成亡灵，骷髅族可以将尸体变成骷髅。人族的数量太多，尸体也很多，所以才成为了这些种族的目标。墓园之中，小心！伊洛斯突然大喊。楚天早已戒备，墓园之中怎么可能没有亡灵？砰砰砰！上万座坟墓突然炸开，一座座棺材浮空而起，棺材板直接飞出去，里面没有任何尸体，但都有一个诡异的黑色雾气状生物，似人非人。嘶啊！哇！凄厉的嘶哑声传彻，上万亡灵直奔楚天袭来。士兵亡灵，品级白银级。
等级20级，攻击392至402，防御20，血量950。技能：亡灵嘶吼、亡灵哀嚎、亡灵爆炸。描述：已故的人类士兵变成亡灵后，实力降低了很多，但依旧不可小觑。靠，这么多！楚天暗骂一声。别看只是白银级的，那可是20级了啊，不是新手村那种小怪物了。他也就20级，肯定是玩家中最高等级的。这些怪物随便拉一个出去，等级都可以吊打外面的玩家。关键是数量太多了，单靠落雷术也无法迅速击杀这么多怪物啊！叮，恭喜您消耗了1点超能点，将落雷术提升为满级。幸好超能点多的是。落雷术黑色 LV10，消耗80点蓝量，在5000米内发动100道雷霆攻击，雷霆伤害为基础伤害的2倍，可锁定敌人冷却5秒。描述：用它告诉你的敌人，装比是会遭雷劈的。迅速提升，范围提高10倍，雷霆数量提升10倍，伤害提高2倍，这就是满级技能的威力。轰！噼里啪啦，楚天飞在高空中，在他身后道雷电降临，划破了黑暗。告诉你们，装比是会遭雷劈的。他玩味一笑，法杖挥舞，刚要冲到他身边的亡灵全部被雷电劈炸。980，道黑色伤害起，全是秒杀。楚天现在的属性为修罗，等级20，物伤567至580，法伤450至460，防御78，血值1320，蓝值400-400，幸运值10，暴击率物理13%，装备正8%，法术7%，超能点19。而他现在用的雷暴法杖，法术攻击会加50，所以法术攻击为500至510，再加上10级落雷术的效果，才有了这么可怕的威力。雷光爆闪，楚天宛如黑暗中的雷军，主掌天地杀伐之雷，肃清魑魅魍魉。嘶啊！痛哭声中，上百只亡灵死去。可惜的是，落雷术10级也只会降下100道雷电，最多攻击100个敌人，而亡灵有上万只在，依旧在向着楚天冲杀。落雷术已然进入冷却，冷却有5秒。落雷术等级并不高，楚天只能给他净化，但身上也没多少净化点。叮！恭喜您击杀了士兵亡灵，获得了10点净化点。叮！恭喜您，唯一的希望就是现场取材获得净化点了。而20级白银怪已经很强了，一只就有10点净化点呢。这里的所有怪物加起来得有10万净化点。不过5秒的冷却中，只有一个法师技能的楚天将无法对亡灵形成攻击，而亡灵大军冲杀，5秒足够击杀楚天了。幸好，邪恶光波！伊洛斯突然一声大喊，他的法杖上也扬起了灿烂的光芒，一条绿色的光带向着敌人冲去。738、763，不要忘了，伊洛斯也是隐藏职业，而且是专门修法的23级黄金 BOSS。邪灵法师伊洛斯，品级黄金级 BOSS， 等级23级，法伤670至675，防御30，血量1238。技能邪灵召唤，召唤数量变多。邪恶光波，由死亡光波进阶，连环爆炸，由爆炸冲击进阶。连环爆炸，他又是一声怒吼，他的邪恶光波穿透了亡灵，而后突然的直接爆炸，显然是组合技。砰砰砰，327、326。伊洛斯击杀亡灵后，亡灵属于无主之物了，但凡无主之物，楚天就可以分解。叮！恭喜您获得了10点净化点。楚天看着亡灵们，笑容逐渐的玩味。第50章，钻石级 BOSS 亡灵克星，只需击杀1000个亡灵，净化点就可以破万，落雷术将变成绿色技能。那时花费个几分钟就可以清扫这片亡灵。伊洛斯，多谢了，再撑一会儿。楚天也很庆幸自己的手段够多，伊洛斯帮了他大忙了。好，伊洛斯咬咬牙，邪灵召唤使用。咻咻咻！竟然出现了2000个邪灵。邪灵，品级白银级，等级20级，攻击380至391，防御25，血量980。显然，随着伊洛斯的等级品级提升，邪灵的数量、品级、属性也在提高。到了现在这个地步，邪灵们已经和这些亡灵实力差不多了。不得不说，这个能力让楚天有时候也挺羡慕的。嘶吼！邪灵比亡灵还要暴躁，直接冲杀，2000只对上万只，确实打不过，但拖住亡灵没有问题了。再加上有伊洛斯压阵，没有亡灵能够打扰到楚天。叮！恭喜！
楚天就美滋滋地享受着提示声，都无需自己动手，真舒服啊！虽然培养伊洛斯花费了自己一些经验值，但那都是1转、2转后无法自用的经验值，而且伊洛斯的回报也是巨大的。迅速的，1000只亡灵死去，因为亡灵太多了，所以邪灵们死伤更惨重。伊洛斯也撑不了多久了，他紧张地看向了楚天，接下来得看主人的了呀！让他欣喜的声音响起：“伊洛斯，让开！”楚天心念一动，叮！恭喜，您消耗了1万进化点，落雷术进化为雷御术。叮！恭喜，您消耗了1点超能点，雷御术达到满级。进化升级，雷御术绿色 LV20，消耗150点蓝量，在5万米内发动1万道雷霆攻击，雷霆伤害为基础伤害的2倍，可锁定敌人，加50%麻痹效果，冷却10秒。描述：用它告诉你的敌人，装比太狠是会死的。范围暴涨，雷霆数量暴涨，伤害倒是没增加。楚天也是发现了，法术技能想伤害暴增很难，基本都是加的范围。不过还加了50%麻痹效果，什么概念？有50%的几率让敌人瞬间麻痹1秒，1秒之中足够高手解决胜负了。哇！亡灵们已然冲至，他们想把楚天狠狠撕碎。轰！突然的一道雷电落下，蓝灿灿的映照在楚天的脸上，让他的笑容愈发玩味残忍。轰轰轰！继而上万道雷霆落下，雷霆自带锁定，以楚天为中心，周围5万米的地域内全部都是雷光，每一只亡灵都没有逃得出去，瞬间被劈成了飞灰，不，连飞灰都没有留下来。雷电速杀一切！叮叮叮叮，无数提示声响起。楚天张开双臂，拥抱美好一般，实在是太爽了！一个技能下去，所有怪物死的不能再死。叮！恭喜您获得了10万经验值，同级击杀经验值少。由于您尚未职业2转，无法进行升级，经验值可以划分给伊洛斯、剑齿白虎。剑齿白虎是您的坐骑，可以直接升级到和您同等级为止。爽！毕竟是白银怪，楚天按照资质等等算的话，都超过钻石怪了。杀白银怪的经验不会高，而且等级一模一样，没有加成，所以单只的经验值很低。但数量多，还是有10万经验值。剑齿白虎还可以直接到20级，无需1转、2转。叮！恭喜，剑齿白虎等级+1+1+1+1。楚天直接将它提升到20级。毕竟坐骑可以给他提供10%属性，还是有培养价值的。主宠何心安还没有进化呢，而且伊洛斯的事情给他提了个醒，多几种手段没什么坏处。叮！恭喜，伊洛斯等级+1，伊洛斯也提升了1级，得尽快2转了。这两家伙升级这么快，弄得我很馋啊！楚天看了看自己的2转任务：圣法斗战职业2转任务。任务要求：1. 击杀1000只白银怪，300只黄金怪，5只铂金怪。2. 获得7件铂金器。任务时间无限。失败惩罚，无法提升等级。成功奖励：职业2转后，您的自由属性点对应的属性提升将会提高。爽！击杀1000只白银怪，他超额完成了。黄金怪，小意思啊。5只铂金怪，楚天压根不怕，只要找到他们了，直接一巴掌拍死。铂金器就更容易了。刚才杀戮那么多怪物，又获得了10万进化点，可以直接进化出一个铂金器，又或者将技能再次提升。楚天心中思量，太优秀了，选择太多，很烦。地上还有许多装备，白银级的有些，黄金级的也有，全部分解。又是3万进化点到手，总共13万。对他来说，进化点获得的挺容易的，因为他太厉害了，轻松杀怪。但越往后，进化点的需求越高，而且谁知道会不会有额外的进化要求出现呢？此刻，幽深的地下，一团黑雾怒吼：是谁杀了镇守的亡灵？而且用的雷电技能，亡灵所有存在直接消失，我都无法复活他们。雷电法术，亡灵克星。身为钻石级 BOSS， 他可以轻松的复活这些亡灵，但被雷电击杀的亡灵会连一丁点存在都不留下，连他的复活印记都会被破碎。他抬头看向了地上方向，那里必然有个强大的雷系法师。他拿出了一个藏宝图，雷龙骑士藏宝图，这就是他躲在这里的任务，想办法找到雷龙骑士的宝藏。传说雷龙骑士带着他的雷龙一起沉睡在宝藏中，他要将雷龙变成亡灵。可惜藏宝图一分为3，还差2份，而这份雷龙骑士藏宝图突然在颤抖。这是其余的藏宝图就在附近，会不会就是那位雷系法师？嘿嘿，还好我早就准备。他早就地下安排了许久强大的亡灵，上面那些只是毛毛雨。地上
楚天摇摇头，感慨技能书难得。他刚入游时就获得技能书了，但现在杀了上万只怪物，也没爆出新的技能书，看来这是纯粹看缘分了。叮！就在这时，提示声呼来：恭喜您击杀上万亡灵，解锁称号亡灵克星，系统为您颁发奖励。第51章寻宝鼠，亡灵克星，成就称号。效果：在您面对亡灵族时，只要是法术技能，您的技能多到攻击都可以锁定为一个目标，道数数量等于击杀亡灵族数量100。描述：这是为了奖励您击杀亡灵族的杰出贡献。这么厉害？楚天先是一愣，再是一喜。他的法术技能目前并不多，没什么单体爆发，靠的是满级技能加他高额的属性，不然绝对不能秒杀怪物。优点就是范围大，缺点是单体爆发低，遇到强大怪物说不定就歇菜。但现在不一样了，任何技能他都可以将道数合并为一击，比如雷御术上万道雷电是只能分开打上万只怪物，若是只有一个怪物，其他的9999道就浪费了。但现在1万道可以直接打到一个怪物身上，不过可以合并的道数为击杀亡灵数量除以100。目前楚天击杀了10多万亡灵，也就是把1000多道合并为一击，不要小看这个数值，已经很厉害了。要是不断的击杀亡灵，我可以合并的道数越多，能击杀的亡灵就越高级。楚天很爽，这简直是越级挑战的强大资本。叮！您的雷龙骑士藏宝图剧烈颤动，在附近必定有第3份藏宝图。提示声响起，楚天的心陡然激动。我靠，这么幸运！砰！就在这时，剧烈的冲击声响起。楚天抬头看去，在英雄墓园的正中心，乃是最高大的前任城主墓，而今墓碑竟然被冲开，一道人影跌跌撞撞地冲出来。救我们！下面太恐怖了！敢死队成员刘大兵，等级20级。楚天没有细细查看，这人竟然是敢死队队员，可能和下一步的线索有关系。他赶紧将刘大兵扶起。下面有什么怪物？黄金级的、铂金级的，他们本来都是死去的将士，竟然变成了亡灵族的爪牙。我甚至看到了。刘大兵喊了2声，没了动静。楚天唏嘘一声，将他死不瞑目的眼眸闭上。不过他也来了兴致，黄金怪、铂金怪，正好完成自己的2转。而且听意思，下面还有更强大的怪物，看来自己还要小心一点。不过他是不怕的，风险大代表着收益高，钻石怪是必定爆钻石装的呀。更不用说，这是集齐藏宝图的机会。但他也不是傻子，下面很可能有钻石怪，那还是戒备一下。叮！恭喜，您学会了隐身术，不高于您20级的生物无法看到您。他将隐身术撕碎，瞬间学会了，无需升级，持续1小时呢。这就是黄色技能的强大。技能的评级除了和效果有关，和持续时间、冷却时间也有很大关系。简而言之，对玩家越有利的评级越高。我故意放了个人出去，不知道能吸引他进来吗？进来了，才是我的主场。钻石级 BOSS 此刻正洋洋得意，雷龙骑士藏宝图还在颤动，证明对方没有离开，但是他也无法锁定对方的位置，他想引军入瓮。对方能迅速清扫外围亡灵，实力不俗，谨慎的他要多做准备，毕竟涉及亡灵族大计划。这下面可不止一个钻石级 BOSS。 他看向了脚下的棺材，那里面沉睡着强大的前任城主。快了，快了！儿郎们，对方若进来了，阻止他一段时间，这位前任城主即将也落入我们亡灵族的拥抱。咻咻咻！一个个强大的亡灵冲了出去，准备给他拖延时间，将前任城主变为亡灵。他不知道的是，此刻楚天正从一个亡灵面前大踏步走过，甚至法杖还在对方头顶要敲下，但犹豫了一会儿后，他还是选择了放弃。杀一个和杀好多个，他知道该怎么选。这下面的亡灵不多，但都挺强大的，和上面不是一个档次。楚天已经看到好几个黄金级的亡灵了，都没有动手，他要一网打尽。等会儿动起手来，容易误伤到这里的敢死队员，所以他想先寻找到敢死队。坟墓中环境压抑，墙壁就是简单的土墙，看来前任城主很节俭。但敢死队在哪儿呢？他很好奇。刘大兵也就是20级的，那敢死队员并不会太强，他们是怎么绕过镇守亡灵，直接到达前任城主墓中的？这一点连他都无法做到，除非是穿梭。想到这里，楚天眼眸发亮，在周围的墙壁中摸索。不一会儿后，叮！恭喜，您触发了幸运事件，发现了敢死队员。谁？暗中有警叫声传来。楚天探查术发动，却是发现了情况，敢死队员全部镶嵌在墙壁中，才没被亡灵们发现，而且他们在墙壁中穿行，依旧在继续往下深入。敢死队队长莫凡，等级30级。敢死队队员王荣，
等级28级，胆子真大，这是要直接下去超大怪的老窝。不过作为敢死队，他们也很不简单，都是30级左右的，数量在200名左右。刘大兵应该是最弱的，才会被亡灵逮到击杀，负责出去喊救兵。让楚天惊奇的是，寻宝鼠黄金级宠物，等级10级，攻击200，气血200，防御20，技能寻宝、挖洞、探测。描述：很稀有的宠物，攻击力不强大，但有着高超的寻宝天赋，并且可以探测地形，居家旅行必备也。这是队长莫凡的宠物，等级、属性都很低，但既然能够寻宝、探测地形，还能够直接挖洞，敢死队正是在他的带领下才能深入前任城主墓。这宠物很棒。谁？敢死队处于慌乱中，他们看不到任何人，但偏偏又能感觉到不时有个法杖敲击自己几下。他们知道自己遇到高人了。我是来救你们的。楚天只能冒险取消了隐身效果，反正冷却不长，等会儿还能用。这一下敢死队看到他了，也能看到他的等级，瞬间失望。救我们？就你一个20级的家伙。第52章引军入瓮，谁引谁呢？马德。他们心中愤怒，倒不是瞧不起楚天，而是处于危难之中，派来的援兵就20级，就30级左右的他们，这能让他们不难受？刚才还以为是高人呢。呵呵，你应该会隐身吧？不想死的，赶紧离开，这里不是你能待的。队长莫凡好心提醒。若我偏偏要待这呢？楚天笑道。你……莫凡气结，他也是心善，好言好语道：这墓一共分为3层，第1层是一些强大的士兵，第2层是一些将军，第3层乃是前任城主，连同前任城主在内，很可能都变成了亡灵。第3层内更有可能有强大的亡灵族。挺好。楚天点头，这些人情报工作做得不错。挺好。敢死队愣住了。没错，挺好，正好全杀了。楚天杀气冲天的开口。噗嗤，这下连莫凡都嗤笑了，敢死队员们更是个个讥笑，只不过不敢笑出声音。真他妈爱吹牛，你要是能全杀了他们，我感谢您的大恩大德，将我祖传的寻宝鼠送你。莫凡忍不住了，说什么也要打击楚天一下。在他们眼中，楚天就是个傻愣子，这等级也敢过来送死吗？至于寻宝鼠，他拿得到吗？这可是你说的啊。楚天笑开了，一番谈话只不过是为了获取些情报罢了，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不要白不要。你们继续挖洞，我有大用。楚天看了看，他们很快挖到第2层了，但寻宝鼠挖的也不快，很难迅速挖到第3层，所以他准备直接将第1、2层的怪物清了，第3层见真章。莫凡等人继续挖洞，在他们眼中，楚天已经是个死人了，该劝的也劝了。隐身，楚天又迅速消失。伊洛斯，委屈你一下。鬼怨灵刀颤抖中，伊洛斯出现了。作为楚天的怪物奴隶，楚天无需开口就可以让他听命行事。他已然明白了楚天的计策，瞬间启动技能邪灵召唤，整整2200只邪灵出现，比之前还多了200只，等级也提升了。这人有点东西。莫凡眼睛一亮，楚天召唤的伊洛斯是24级的，邪灵们竟然也是21级的，而楚天才20级就能拥有这样一帮手下，可见实力非常不简单。竟然是黄金装，而且绝对是极品黄金装，很少见的战士类召唤装备。切，一个20组吧，肯定是家里给的装备。其余敢死队员愈加的看楚天不爽了，他们作为血性士兵，最讨厌靠关系提升的人。他们身为敢死队，为主城安危出生入死，装备却没一个20组好。20组吗？莫凡愣了一下，对楚天好不容易升起来的好感再次降低下去。等等，你在干嘛？他突然的惊叫，眼前的情况让他难以保持平静，都忘了不能出声引来亡灵。不过也用不在乎了。只见邪灵们一个个迅速跑动起来，然后撒呀，全部嘶哑的吼叫起来，吼声在空旷的坟墓中不一会儿就传出去了。听到动静的亡灵们仿佛闻到了腥味的野猫，全部在向这边冲来。你要做什么？你是在作死啊！敢死队员们愤怒不堪，怒其不争。在他们眼中，楚天这完全是在找死。对于敢死队来说，他们可以不在乎生命，但常年在刀剑游走的他们，最是能感受到生命的可贵。快挖！有邪灵们吸引亡灵，你们可以迅速行动。楚天的声音却是响起，所有人如遭雷劈。这人竟然是为了掩护他们。他们挖土速度很慢，主要因为害怕被亡灵发现。而今楚天造成的动静太大了，他们哪怕完全可以肆无忌惮的挖土，反正在墙壁中不易被发现。对不起，我向您道歉。您的勇气值得我们称颂。您死后，
我们会替你立上丰碑。他们诚挚的道歉，在不断挖土中，有人默默流泪。修罗，真猛人也，不畏生死。嗨嗨，楚天呛了一口，他可想好好的活着。不过他不怪敢死队员们，这些士兵性格直爽，其实是为他好。嘶啊！呜！邪灵和亡灵冲杀在一起，楚天并没有动手，反正邪灵死了，伊洛斯还能重新召唤，可以说是最好的拉怪生物了，将怪物们全都吸引了出去。伊洛斯已经进入了鬼怨灵刀，楚天处于隐身中，无人发现他。邪灵们按照楚天的指令，一个个分散开去，坟墓中的亡灵并不多，全部被吸引了过来，就距离楚天几百米远，愣是没有发现他。精英士兵亡灵，品级黄金级，等级20级，攻击530至539，防御不重要，略。第一层都是些黄金怪，数量在500只左右。楚天有信心迅速秒杀他们，但一个技能就秒这点，实在是太浪费了。他的目的是连着第2层一起杀。钻石级 BOSS 引军入瓮，呵呵，楚天也在把所有怪物引过来。到底谁在引谁啊？此刻第3层中，真激烈啊！在第1层就打这么激烈，没有迅速过关，看来这人实力也不咋的呀。这一招引军入瓮，应该可以杀了他。钻石级 BOSS 放心了，潜心做手中事，法杖中涌现浩荡死气，冲入一具尸体中。兄弟，快过来，我们挖通了！莫凡的声音响起，他们打开了前往第2层的通道。通道在墙壁内，怪物发现不了。他们想带着楚天一起过去，就可以躲避第1层的追杀了，是吗？楚天玩味的笑笑，轰！他拿出了游龙剑，在敢死队员们震惊的目光中，直接将挖空的墙壁破碎，通道被他瞬间拓宽，一个明亮的洞口出现了，正好能看到第2层。与此同时，第2层的亡灵也在看着他们。将军亡灵，品级铂金级 BOSS， 等级25级，攻击830至838，防御50，血量1600，技能亡灵冲杀，将军令，指挥冲锋。描述：天剑城上一任将军尸体转变为亡灵，虽然实力降低了很多，但依然很强大。副将亡灵，品级铂金级，等级25级，攻击800至808。护卫军长亡灵，品级黄金级，铂金怪有10个，就连 BOSS 都有一个。要知道普通玩家现在还没遇到一个铂金怪啊！攻击力800多，比楚天单独的攻击还要猛。黄金怪也得有上千个。兄弟，你干嘛？莫凡很勇敢，但此刻也忍不住颤抖。亡灵们都有飞行的能力，通过楚天打开的入口，面色狰狞的冲了过来。他们这些人可挡不住啊！他们的目的本来就是去第3层打探消息，了解亡灵族计划，从没想过正面抵抗。干嘛？楚天却是冷笑，不是说了将他们全杀了。叮！恭喜您消耗10万进化点，将雷狱术提升为雷狱刑罚。叮！恭喜您消耗了1点超能点，将雷狱刑罚提升到满级。第53章，宛如神灵，敢死队的崇拜。哇！亡灵们已然全部冲至。楚天因为破开墙壁，默认为攻击状态，隐身效果也取消了。他和敢死队都暴露在亡灵视野中，强大的亡灵冲杀而至。下方、上方都是，无处逃避。小兄弟，为感谢你之前帮我们，你快走吧。我知道你此举是想击杀亡灵，但太冲动了。莫凡现在对楚天印象很好，要保护楚天。在他说话的时候，噼里啪啦，雷暴声突然响彻全场。楚天高高的飞起，都无需使用法杖，双手托起重重雷光。雷狱刑罚黄 LV30，消耗300点蓝量，在1万米内形成一个雷狱场。敌人若无法逃脱出去，就会持续享受随机雷电刑罚。雷电刑罚伤害为基础攻击力的2倍，有 70% 几率触发麻痹效果，持续10秒，冷却1分钟。没有加范围，没有加攻击，但 70% 几率让敌人麻痹。最重要的是，这次的雷电会是在1万米内随机轰炸10秒，那可不仅仅是1万道雷电了，会被持续攻击。而1万米范围，敌人来得及逃吗？不过冷却也涨了很多，整整1分钟，消耗也要300蓝量。这一下几乎耗尽了楚天所有蓝量。哇呀！哇！亡灵们正冲来，轰！一重雷场降临，以楚天为中心的1万米内全部都是雷电。900！铂金级 BOSS 将军亡灵被一道雷电轰中，气血并没有消失，但不幸的被触发了麻痹效果，他瞬间不能动弹了。过了2秒钟，又是一道雷电轰下。900！死！而且在这之中，道道雷电将其他的怪物也劈死许多。雷电就如同刑罚一般，第一击下去很可能死，若是没有死，怪物也很可能被控制住，
第2级也得死了。再不死，还有第3级。好，浩强，25级铂金 BOSS 被秒杀。他这么强大吗？可笑，我们之前还觉得他是个彩笔，是个莽撞的20组。修罗大佬是真的有能力，这威力不亚于禁咒了吧？敢死队员们大气不敢出一口，他们崇拜地看向了楚天，楚天就宛如神灵一般，猛得一塌糊涂。他们甚至觉得楚天的技能不亚于传说中的禁咒。叮！敢死队队长莫凡请求入队，敢死队队员叮当请求入队。他们赶紧请求入队，一是为了抱楚天的大腿，二是和崇拜的人一个队伍，很有成就感，三是再不组队的话，他们怕被楚天给轰炸死。同一队伍就不会遭到攻击了。楚天同意了他们的请求，看到他们崇拜的目光，他心中也有成就感升起。他往下看去，所有的怪物都被迅速击杀了。这些怪物其实很强，正常状态下会给他一些麻烦，但谁让他拥有了黄色技能，还是30级技能？现在的玩家，哪怕有人敢用潜能点升级技能，也绝对没有10级以上的。他们总共也没20点潜能点啊，谁舍得给无色、黑色技能升到满级？轰！雷光还在轰炸，整整要10秒呢，而且范围1万米，很可能会直接打通第3层。大佬，您要小心了。莫凡提醒道。楚天点头，雷域刑罚太猛了，在地下绽放出1万米的雷场，此刻坟墓阵阵爆破，尘土飞扬溅射，楚天飞在天空上，敢死队抓住一些岩壁，第1层、第2层直接被轰炸一空。据说有些小说中主角会慢慢杀怪，不好意思，楚天不清楚有净化万物天赋的他是不是这个时代的主角，但他绝对不会慢慢杀怪，直接将整个杀怪场所轰没了。了解一下，第3层直接显露出来，但那里有着前任城主的尸体，第3层的墙壁上还有些防御阵，凭雷光也一时半会儿轰炸不开。莫凡等人脸色羞红，看来即使是挖洞也很难以挖出来第3层，还是要靠楚天。大佬，你太厉害了，我们以后能不能跟着你混？这一刻，楚天就是他们的神，楚天说1，他们再也不会说2。再说吧。楚天却是没点头，说句不好听的，敢死队员们虽然强，但他还真看不上。他看向了雷光，感觉这技能确实比一些禁咒不差了。当然了，肯定只是1级禁咒，禁咒满级那是难以想象的，估计可以瞬间蒸发几个主城。传说中的神技，估计可以让一个服务器地图直接消失。当然了，这都是满级的理想状态下。楚天对技能越来越渴望了，他看向了爆出的物品，想要找一本技能书，老是用雷电，迟早也会捉襟见肘的。叮！恭喜，您获得了2万进化点。这次杀的怪强，但是数量并不多，所以进化点不太多，不过也很不错了。2万进化点可以进化出2本绿色技能呢，而且还有许多装备，黄金装一大堆，铂金装都有10来件。这一下子，楚天都无需进化就能迅速凑满一套铂金装了。最关键的是，叮！恭喜，您完成了圣法斗战2转任务，您的自由属性点对应的属性值升高，气血增加中，物攻增加中，法攻增加中。2转完成，哪怕等级不提升，属性也会提高。叮！恭喜，您获得了63276经验值，越级击杀增多，您的等级加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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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真爽！升级对楚天来说就跟玩一样。第3层中，钻石级 BOSS 猛然坐起，满脸的骇然之色。他能感觉到，他所有的小弟都在一瞬间死亡了，而且无法用复活印记复活。是那个雷系法师？不可能，普通的雷系法师怎么会有这么大威力？难道是传说中的禁咒法师？禁咒法师乃是传说中的至强隐藏职业。不对，禁咒法师也没这么猛吧？轰隆隆！而这时，在雷域刑罚的劈炸下，第3层的防御阵破碎了，泥土也瞬间破碎，技能持续时间也到了。透过明亮亮的洞口，他看到了楚天，楚天也看到了他。嗡嗡嗡！两人的雷龙骑士藏宝图都在急剧的颤动。第54章，灼烧印记 vs 复活印记，好厉害的技能！汉库林看着雷光消失，依旧心有余悸。这么猛的技能打到他身上，哪怕他身为钻石级 BOSS， 估计也是死亡的下场。幸好技能消失了，而但凡强大技能，冷却也会长一些。楚天此刻必然用不出这个技能了。你还有没有这种强大的技能了呢？他冷笑，看向了楚天。这么强的技能可是很不多见，他的目的达到了。虽然前2层怪物没有击杀楚天，但成功的让楚天的技能进入冷却，那他就轻松了许多。最关键的是，这么强的楚天，
若是能变成他的亡灵部下，该有多好！交出藏宝图，臣服于我，我会给你留一个全尸。你没有多少时间考虑，5秒内吧。他走上前，好整以暇地威胁着。之所以没有直接攻击，是因为将尸体变成亡灵时，尸体越完整，成功的几率就越大。对于天资如此高的楚天，他实在舍不得错过。当然，他也不是傻逼。5秒内，楚天不答应，他就会出手。糟了，钻石级 BOSS， 修罗大佬应该没有雷电系的强大技能了吧？这么强的技能，有一个就是天大的幸运了。可偏偏只有雷系技能，才能让亡灵无法直接复活。敢死队员们汗液直流，汉库林只是站在那里就给了他们莫大压力。楚天的等级在 NPC 中并不高，那么他的技能应该还不多，毕竟发育时间不长。更不用说，还限制是雷系中的强大技能。而汉库林不但是钻石级 BOSS， 还是30级的亡灵法师汉库林，品级钻石级 BOSS， 等级30级，攻击830至838，防御98，血量3200，技能亡灵爆破复活印记，可提前积累印记，用于复活自身，自身上限最高100枚，也可给下属下复活印记，每个下属可以下1枚。面对雷系技能无效，亡灵哀叹，亡灵制作。描述：汉库林带着亡灵族的任务潜伏在前任城主墓中，他拥有制作亡灵的能力，可以说是一个移动的亡灵军团，属性很强。技能复活印记更是给了他复活100次的能力，这就是亡灵族的难缠。1秒2秒，汉库林压根不把楚天放在眼里，还敢读秒。但没有人看到他手中的法杖闪过光辉，他身上迅速出现了一层层复活印记。他其实很怕被楚天瞬秒，毕竟楚天的技能简直是离谱的没边。5秒其实是他启动复活印记的时间，结束后他会瞬间出手。切，傻逼！楚天冷笑，这他能忍。不过他确实没有雷系技能了，无法瞬间秒杀汉库林。若是喝下双属性融合药剂，他单靠法师的平 A 也有很大机会击杀汉库林一次。可对面能复活，怎么办呢？他的嘴角突然浮现玩味的弧度。谁告诉你我没有其他技能了？今日我就让你知道，在真正的强者面前，是不是雷系技能都可以击杀你们亡灵族。通过第1、2层后，他爆出了许多东西，全部收入背包了，铂金器都有好几件，但是他都没有看，只一心寻找技能书，还真被他找到了。火球术绿色，消耗80点蓝量，在1000米范围内降落下10颗火球，火球攻击为基础攻击的 150%， 每个火球附带灼烧印记，灼烧印记每叠加1层，火球攻击力正 1%， 上限为100层印记，冷却1秒。直接就是绿色技能。随着楚天杀的怪变强，爆出来的东西也会越好，有些东西他都无需进化就能爆出好的，能够省下进化点、进化经验值、种族等等。这个技能最牛逼的地方就是冷却少，可以叠加灼烧印记。印记乃是法师技能中很稀罕的东西，但如果想就这么叠加到100层，需要连续释放100次火球术，需要800点蓝量，100秒，哪怕楚天很猛，也需要喝蓝量才能维续释放，而且100秒，那他早挂了。叮！恭喜，您消耗了2点超能点，将火球术提升到满级。想都没想，直接升到满级。火球术绿色 LV20， 消耗150点蓝量，在1万米范围内降落下1000颗火球，火球攻击为基础攻击的 150%， 每个火球附带灼烧印记，灼烧印记每叠加1层，火球攻击力正 1%， 上限为1000层印记，冷却5秒。技能升级加的不一定是伤害，有可能是特殊效果。范围暴涨，火球数量剧增，关键是灼烧印记的上限提升为1000层，到最后一颗火球时，它的攻击加10倍，也就是基础法术攻击的15倍。而楚天现在的属性：修罗，等级26，误伤701至709，法伤653至663，法杖加50，防御85，血值1873，蓝值530。他直接提升了6级，并且2转后每点自由属性点对应的属性值也提升了，相比于20级时增长了许多。灼烧印记叠到最后，火球术的攻击会达到9795至9945。马德，汉库林总共才3200血量啊！但火球术释放一次共有1000颗火球出现，都是随机攻击的，并不能锁定为汉库林一人，所以常理情况下，一次火球术只能叠加1层印记。不过，楚天嘴角笑容玩味，谁让他拥有称号亡灵克星呢？4秒，汉库林还在读秒，楚天提升技能只是一瞬间而已。与此同时，汉库林身上还释放出了死气，那是他在维续技能制造亡灵，
再有一会儿时间，前任城主就会成为他的亡灵，一起攻击楚天。他怕死，怕楚天还有技能能秒杀他，所以他叠加复活印记。但现在，你真的激怒我了。复活印记已然叠满，他心中安全感爆棚，正准备出击。屁话真多！楚天的法杖上已然扬起了冲天的火光，一道道火球从天而降。叮！恭喜您拥有称号亡灵克星。第55章首杀奖励，游戏物品可入现实。轰轰！1000颗火球散乱着掉落，看起来是很猛，但并不能直接锁定同一个攻击目标，最多只能有1颗火球能够攻击到一个单位，其他火球会攻击其他地方。而且火焰技能，汉库林冷笑，他赌对了，修罗果然没有那强大的雷系技能了，那他还怂什么？但下一瞬间，他陡然愣住了。叮！恭喜您拥有称号亡灵克星，您击杀的亡灵数量为119635只，在您面对亡灵族时，只要是法术技能，您的技能多到攻击都可以锁定为一个目标，道数数量等于119635100等于1196.35。亡灵克星称号发动，1000个散乱的火球突然连接在了一起，排起了整齐的队伍，锁定汉库林冲下。而且因为是同一个技能释放的火球，所以他们的速度很快，根本来不及反应，火球全部轰下。砰砰砰！892 902，攻击 X 1.01 911，攻击 X 1.02。砰！第4颗火球掉落时，汉库林直接被击杀，但一道白色光芒亮起，汉库林身上的复活印记少了一个，重新站了起来。好厉害的攻击，总共1000道火球，4道便能就能击杀我，而且速度很快，几乎是秒杀。火球数量再多，也都是算在一个技能内的，连在一起的速度太快了，所以被秒杀的汉库林都来不及使用技能反抗，因为下一瞬间他又死了。再次复活后，他愤怒不堪，怒吼道：1000道火球，4道加起来可以击杀我，那也就是250次，老子能复活500次！来啊！他好憋屈，没有及时出手，让楚天有了击杀他的机会，但他要是早点出手，又无法使用复活印记，说到底还是楚天的能力比他强了太多，是吗？好好看着吧。楚天可懒得管他，提示声正响起呢。叮！灼烧印记叠加到4层，火球攻击 X 1.03，灼烧印记叠加到5层，火球攻击 X 1.04。叮！亡灵法师汉库林被您击杀，他的复活印记启动，他复活了。汉库林又复活了，但这一次他无法嚣张了，他终于感觉到了不一样的地方。怎么可能？火球的伤害在提高，这样下去，砰砰，火焰炸开，他又挂了，然后再次复活。他的脸上满是惊恐的神色，彻底的慌了。不久之后，灼烧印记叠加到110层，攻击达到了1099，3颗火球下去，汉库林直接挂了，而火球只不过才发出110个而已，他却复活了27次了。是的，他之前放出狂言，4颗火球才能击杀他，而他能复活500次，火球压根不够用。但现在3颗火球就能杀他了，又复活了。我擦，真坚强啊！这换做我，直接死了得了。敢死队员们连连称奇，修罗大佬也太强了，玩弄钻石级 BOSS 于股掌之间。不久后，2颗火球下去，汉库林就挂了。攻击不断的挣1%，这效果实在是太恐怖了。不过这种能力也就楚天能行，毕竟不是谁都有超能点，也不是谁都有亡灵克星的称号。强大的汉库林就这样死了活，活了死。楚天可不会生起怜悯，这家伙想把自己制作成亡灵，那自己这么做也不过分。他不是圣母女婊，现在1颗就能击杀他了。饶！汉库林在复活的时候想要楚天饶命，但都来不及喊出饶命，死得太快了。此刻火球释放了222颗，攻击加2.2倍，3200 3232，太猛了！敢死队员们已经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了，每一击都是3200往上的伤害，什么概念？就是每一击都能秒杀任何一个30级钻石 BOSS， 像之前30级的林凡也挺厉害。楚天当时需要双属性融合药剂才能杀他，而且是险胜。但灼烧印记叠起来，秒杀毫无悬念，轻松的一笔。我恨啊！亡灵大军很快就会攻击天剑城，修罗，你会被亡灵践踏致死，永世不得超生。500次死亡后，汉库林怒吼几声后彻底消失了。咻！一道光芒飞向楚天，楚天都无法躲闪，就被击中了，但并没有受到伤害。叮！系统提示：
您受到了亡灵法师汉库林的技能亡灵标记，以死亡为代价，强制标记某个目标，亡灵族人将对您不死不休。我等着。楚天淡然的笑笑，并不在乎。亡灵大军有啥好怕的？要知道他现在才会2个法师技能啊，再给他一点时间，又不知道是怎样的强大了。叮！恭喜您击杀了亡灵法师汉库林，获得46525点经验值，越级击杀钻石 BOSS， 获得很多额外经验。您的等级加1，您的等级加1。楚天又提升了28级，就是这么轻松。毕竟是钻石级 BOSS， 单只提供的经验值都快比得上杀一堆黄金怪了。不过楚天现在升级的经验值需要很大，提升了2级很不错了。汉库林的尸体倒下，爆出了一些东西，其中一道钻石般璀璨的光芒极其耀眼。奈斯，楚天爽得不得了，果然出钻石装了。要知道进化点获得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而且越往上进化越难，能够直接拥有高级物品那是再好不过。毕竟要进化的东西太多了。他满怀欣喜，准备清点收获。就在这时，一道前所未有的提示声响起，让他的心急剧波动。叮！恭喜您完成了钻石级 BOSS 首杀，系统奖励您随机带一件物品回现实的资格。为了不影响平衡，需要完成额外任务，任务已发送到您的面板。什么？竟然能从天域中带物品回现实？第56章引魂铃，获得钻石级 BOSS。 游戏不但反馈了力量到现实，现在还能带物品回现实，有希望了，终于有希望了。楚天心潮澎湃，到了这一刻，他终于见到了希望。天域中有很多神奇的物品，玄奇药剂就有很多，而他和炼药师工会交好，天才白灵任他为主。若是制作神奇药剂带回去，一定可以救好妹妹。而且谁说一定要很厉害的药剂呢？要知道天域中的普通药剂对于蓝星来讲都很厉害，说不定一瓶小红药就可以在现实包治百病。不过带回的物品是随机的，不确定能带哪个。楚天也没有失望，无论带回什么都有很大价值。要是带一件装备回去，他在现实的武力值瞬间爆表，能够解决很多事情了。到底带回啥，且看缘分吧。叮咚！世界公告：普天同庆，恭喜玩家修罗完成了钻石级 BOSS 首杀，颁发特殊奖励，另有额外奖励：声望值加10000，魅力值加1。世界公告：普天同庆，修罗又双若触发世界公告了。WTF！ 我才杀到白银级 BOSS， 修罗能杀钻石级 BOSS 了。Oh my god！ 我以为自己能杀黄金怪已经很牛逼了，没想到修罗大佬杀钻石 BOSS。8嘎！我的首杀又被抢了。修罗大神，您能不能出来下说一说是什么特殊奖励？此刻全蓝星玩家都震惊了，首杀钻石级 BOSS 的意义可不一样，在新手村中杀黄金 BOSS、铂金 BOSS 还有点希望，甚至有人觉得只是修罗运气好，被他碰到了第一个铂金 BOSS 而已。但进入主城后，许多玩家做任务都遇到了钻石 BOSS 了，基本上他们全部逃避，有多远滚多远。钻石 BOSS 是真的能秒杀他们，一个工会都不顶用，而修罗他却能击杀钻石 BOSS， 这差距不是一般的大。当然了，也有许多强大的玩家，比如拥有 SS 级天赋、SSS 级天赋的，他们带着手下的工会玩家一起围攻钻石级 BOSS， 想抢首杀。也有许多 S 级天赋等玩家聚集在一起抢首杀，但他们都失败了。修罗不能让他继续风光了，虽然不知道是什么特殊奖励，但首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样下去，我们和他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必须想办法阻止他，哪怕是咱们联合在一起。许多大神玩家瞬间下了决心，不管下一次的首杀奖励是谁的，反正绝不能是修罗的。悄无声息的一场风暴正在酝酿中。楚天并没有理会世界频道上玩家们的各种话语，许多人求他说出奖励是什么，他又不是傻子，怎么可能把这么重要的事情说出去？嫉妒心会爆棚啊！他也知道自己一定会引起别人针对，无所谓，来一个杀一个，来一群杀一群。他也不想遮掩，故意隐藏身份啥的，他太优秀了，是无法遮掩光芒的。许多喜欢隐藏自己的人，那是他们的光芒还不够耀眼，不够优秀。此行收获巨大，铂金器好几件，他暂时都没看，肯定先看钻石器啊。引魂铃，钻石器，等级5，限制亡灵法师职业30级，附带属性召唤，制造的亡灵攻击加80%，召唤速度正 10%， 制造速度正 10%。附带技能制造亡灵，借助尸体制造出听令形式的亡灵，亡灵品级不可高于引魂铃的品级，同品级的可以制造1个，低1级的可制造10个，低2级的可以制造1000个，低3级的可以制造10万个。目前在制作，前任城主，完成度 80%。
描述：亡灵法师的辅助装备，制造亡灵时的上上之选，竟然是5级钻石装。楚天之前碰到的最高的也就3级。装备除了品级，还有等级之分。这个等级和玩家、怪物的1级、2级、999级并不一样，并不是1级装备就弱。看楚天使用的装备就知道了，官网上也没有给出详细的说明。楚天猜测这个等级还可以给装备额外加些东西，不过目前并不清楚是什么情况。要知道，天域来自于外太空陨石，现在还能带物品回现实，天域公司也无法掌控这款游戏，官网上的说明都不清楚是从哪里来的，说不定连官网都不知道装备的等级是怎么划分的。或许是挺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楚天挺期待的。可惜，这是亡灵法师的装备，其他职业用不了。楚天日后也许有机会成为亡灵法师。亡灵法师除了凭空召唤亡灵外，还能制作强大的亡灵。楚天之前杀的亡灵，除了制作出来的，还有汉库灵召唤的，所以数量很多。特意制作的亡灵自然牛逼一些，连钻石级的都可以制作啊。前任城主正在被制作中，完成度已经有 80%。楚天走向前任城主的棺材，使用探查术。叮！系统提示：探测物非生非死，处于完成中的不圆满状态，无法探测出全部情况。前任城主江河流，品级钻石级 BOSS， 等级未明，攻击未明，气血未明，防御未明，技能未明。描述：天剑城前任城主尸体被转化为亡灵中，即使实力降低很多，依旧非常的强大。有点不爽，没被完全转化，看不出来所有属性，就跟看 NPC 的尸体一样，只能看出来一个名字，但看不出来属性。现在能看出来品级已经很不错了，但没办法，这是亡灵法师专用装备，楚天暂时没法用。甚至这么一个钻石 BOSS 已经完成了 80% 制作，就要这么被弃置吗？最难受的是，明明已经击杀所有亡灵了，任务还没提示全部完成。问题肯定在前任城主身上了。这尸体摆这儿，我也不能破坏吧？要不……楚天眼神闪烁，看向了前任城主的尸体。抱歉了，谁让你拦住我，不让我完成任务了呢？他拿出了鬼怨灵刀，这把刀带有技能怨灵奴隶，没有被楚天净化，升级过就可以奴隶黄金 BOSS 了。要是净化升级一下子，是不是就能奴隶亡灵法师汉库林？有了亡灵法师，完成制作自然没问题。那时，楚天的手下将拥有2个钻石级 BOSS， 听他令行事。第57章2大钻石 BOSS 到手，想到便做。击杀了那么多怪物，自然获得了许多装备，铂金器以下的全部分解，当然了，基本全部是黄金器。现在其他玩家有许多还没一件黄金器，有了当保守着，但在楚天这里却只有被分解的命。进化点总共3万了。叮！恭喜您消耗了1万进化点，技能怨灵奴隶进化为强制奴隶。叮！恭喜您消耗了2点超能点，强制奴隶达到满级，进化升20级，该有多猛！强制奴隶绿色 LV20， 消耗120点蓝量，被您击杀者都可被奴隶，共有5个奴隶位，和鬼怨灵刀同品级，消耗1个奴隶位，高1品级消耗2个，高2品级消耗3个，冷却半天。卧槽！楚天心里别提有多美了。原本必须是鬼怨灵刀击杀的才可被奴隶，现在随意了。但毕竟是鬼怨灵刀的附带技能，还是受到了装备的一些限制。原本奴隶的怪物不能高于黄金级，而且只能有1个，但现在5个奴隶位，怪物品级还无限制，冷却还降低了。不过怪物品级越比鬼怨灵刀高，消耗的奴隶位越多。伊洛斯消耗了1个奴隶位，剩下的4个奴隶位，楚天可以奴隶1个钻石怪，还能多1个黄金怪。是的，钻石器引魂灵自带的黄色技能也只能奴隶1个钻石怪，而黄金器鬼怨灵刀自带的绿色技能却也能够奴隶1个钻石怪了。明明装备技能品级都要低些，但效果却丝毫不差，这就是满级技能的牛逼。厉害便不可能为可能。楚天不禁笑开了，正好冷却变低，他今天还能用整个技能当即发动。叮！恭喜您消耗了强制奴隶技能的3个奴隶位，亡灵法师汉库林成为了您的奴隶，此生不可背叛，否则您心念一动即可杀死他。目前剩余奴隶位1。我怎么活了？汉库林哆嗦地爬起来，脑海里回想起被修罗杀戮500次的场景，心中依旧是一片绝望，还依稀记得在自己临死时对修罗放出了狠话。对，不管我怎么活的，有机会一定要找修罗报仇，干死他。但就在下一瞬间，他突然看到楚天，轰！脑海中仿佛爆炸一样，他的瞳孔急剧收缩，心中对楚天除了恐惧
只剩下无穷的敬畏。他感到非常的奇怪，楚天就仿佛他天生的主人一般。扑通，他直接跪倒，喊道：“汉库林，拜见主人！主人，对不起，是小奴的错，竟妄想挑衅尊贵的主人。”咚咚，他3叩5拜，头都快磕破了。他没有说谎，此刻在他心中，楚天就是最尊贵的人，让他生不起反抗的心思，甚至为之前的敌对感到深深的后悔。楚天淡淡点头，自己又没损失，反而击杀了汉库林500次，之前的事懒得管了。汉库林作为隐藏职业亡灵法师，还是有培养价值的。反正还是替自己办事嘛，日后替我办事，办好了我自然有嘉奖，这个还给你，继续你未完成的事情。他将引魂铃扔给了汉库林。多谢主人，愿为主人效犬马之劳。汉库林兴高采烈，这可是钻石器啊，主人就这么简单的还给他了，真是大方。心中也是暗暗感慨，主人能让自己直接复活，比亡灵族的一些高手还厉害。他并不知道楚天这是没有亡灵法师职业，不然才不给他呢。也不知道，也没有机会开启第2主职业。汉库林，亡灵法师职业要想学得，有什么办法？楚天问道。亡灵法师能够召唤亡灵，将尸体变成亡灵，这种能力他还是很眼热的。有些强大怪物的尸体变成进化点很可惜，毕竟单只怪物尸体的进化点并不多，还不如直接成为自己的打手。自己风头太盛，势必会引起许多势力的觊觎，他倒不是怕了，而是多些人手，起码也可帮自己处理些小麻烦，让自己轻松一些不好吗？要去亡灵族学习。对了，我之前给主人下的亡灵印记会引起亡灵族的报复，可那是以生命为代价的印记，烙印的非常深，我现在也无法取消了。汉库林很惭愧，楚天却是不在乎，虽然有些麻烦，但也存在着机遇。亡灵族报复他，挺好。他还想找上亡灵族，想办法获得亡灵法师职业呢，找上门来，正好方便自己去收拾他们。完成度 81%， 完成度 82%， 是真的很爽。汉库林得到引魂铃后，迅速的将前任城主转化为亡灵，不用多久就可以转化完毕了。2大钻石级 BOSS 到手，简直不要太轻松。刷，楚天又拿出了3张雷龙骑士藏宝图，瞬间合而为一。本来许多隐晦的指示立刻变得清晰起来。看清坐标后，楚天将藏宝图收起。宝藏就是天剑城之中，很好。近水楼台先得月，毕竟楚天也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完整藏宝图。觊觎这个宝藏的人，楚天查看其他收获。铜币获得5万多，总共10万多。仅这一趟赚的铜币就比新手村获得的所有铜币还多，还获得了4000枚银币，这很棒了。天域的货币很难报，到现在还没金币出现呢。值得一提的是，游戏货币也能进化。楚天现在并没有多管，他一直靠的进化都没买过东西，没到需要用钱的时候。铂金器有8件，有日月追光剑、彩云手套、踏雪无痕履、巨象腰带等等，其中有些位置重复了，鞋子有2个，腰带有2个，戒指有2个，无法一起穿上。日月追光剑是战士类装备，楚天已经有了游龙剑了。虽然铂金器不少，但暂时凑不齐满套铂金器。楚天准备好好看看，筛选下可穿的铂金器时，提示声响起了。叮！恭喜，您的奴隶汉库林将前任城主江河流制作为亡灵。江河流听从汉库林的命令，由于您是汉库林的主人，江河流也听从您的命令。第58章，你确定你能行？奈斯，前任城主终于转化为亡灵了。叮！系统提示，你对江河流的指令为最高级别。汉库林是江河流的主人，楚天是汉库林的主人，楚天的命令才是最高级别，哪怕楚天让江河流攻击汉库林，江河流也不会犹豫。前任城主江河流，品级钻石级 BOSS， 等级35级，攻击923至931，防御102，血量4210，技能江河怒吼、叠浪拳击、狂怒血燃，10S 内血量增加2倍，冷却时间1小时，虚脱半小时，全属性降低一半，崩山印记。描述：天剑城前任城主，而今成为亡灵，吸收足够的死气，可以让他恢复到巅峰状态。不愧是天剑城前任城主，没达到巅峰状态就有这样的实力。楚天很满意。等级属性比汉库林还要高，技能也非常多，最重要的是狂怒血燃提高2倍血量，虽然也有巨大的副作用，但10秒内血量会达到8220，8000多血量，有几个人能打得死？哪怕用完后全属性降低一半，楚天也不在乎。他现在不急缺攻击手段，但他很多时候都在走钢丝，秒杀不了敌人，就容易被敌人击败。有这么一个猛人在，可以给他挡伤害啊，安全性大大提高。
而这还不是江河流的巅峰状态，他死得太久了，变为亡灵后属性掉落很多，只要吸收死气就可以逐渐恢复，都不需要楚天花费经验值。亡灵族就有死气吧？亡灵族是要报复楚天吧？看来我和亡灵族势必要结下仇怨了。楚天耸耸肩，叮！就在这时，提示声响起：恭喜，你完成了 S 级任务，英雄墓园救援，正在计算完成度中。进度1：救回敢死队士兵，刘大兵在您前去前就已无法拯救，您救下了可救回的所有士兵，任务完成度100%。进度2：破坏亡灵族计划，您击杀了所有亡灵，任务完成度100%。进度3：清扫英雄墓园，您击杀了所有被转化为亡灵的士兵尸体，江河流也被您变成亡灵离开墓园，墓园不会被污染，任务完成度100%。综合评价：超级完美，可前往天剑城城主处领取丰富奖励。这个任务比较特殊，是城主特别给的，别人都没有，所以评价标准不一样。别人没法领，因为太难了，想完成一个进度都难。但3个进度，楚天全部100%完成，超级完美。城主该给他什么奖励呢？估计不下于3个 S 级任务合一的奖励。楚天隐隐期待。其实他取巧了。进度3：清扫英雄墓园，意思是不能在墓园内留在任何一个亡灵，江河流之前的状态依旧算污染墓园，所以任务并没有全部完成。恐怕现任城主也没想到楚天会把江河流变成亡灵直接带走，也不知道前任城主和现在的天剑城也没有很深关系。江河流死去太久了，意识都消失了，变成亡灵都无法说话，只能被动接受命令。就算有关系，楚天也不在乎，多个钻石 BOSS 的价值足够他冒些风险。叮！系统提示：今日已到强制下线时间，任何玩家无法停留在天域中了。倒计时5、4、3。就在这时，提示声响起：晚上8点是强制下线的时间。不知不觉，楚天都玩到现在了，他还没吃晚饭呢。光芒闪过，楚天顿时消失了。我靠，修罗大佬怎么直接没了？是隐身了，还是瞬移，还是什么我猜不透的能力？猜不透，修罗大佬可不是我们能猜测的，真神秘啊！我们等着吧，还没好好感谢他呢。敢死队员跳到了第3层，楚天正好消失了。我还欠修罗大佬一个寻宝鼠，我记得那个地方有超越寻宝鼠的宠物，别人很难抓到，但如果是修罗大佬，他肯定能够捕捉。莫凡呢喃。再次睁开眼时，楚天已经回到了现实，去看了下妹妹，妹妹已经吃过饭了，他简单的吃了一些，和妹妹玩闹一阵，就去寻找林老了，赚了400万软妹币呢，买药材的钱足够了。嘿呦，加油！抬，用力！不行了，这石头太重了，累死人了。楚天来到外面，此刻星月高悬，一队建筑人员正在搬一块大石头，但是石头太重了，20来个大男人加在一起，也仅仅是让石头移动了一丁点，甚至石头都没被抬起来。林老，什么情况？楚天上前询问林老。唉，老头子，我就想享享清福，怎么也这么难呢？林老失望的摇摇头，将事情一五一十的说出。原来，喜欢清静的林老虽然只盖了几间简单的砖瓦房，但内部池塘、亭台楼阁、花地一应俱全，可谓雅俗兼具，最是让人修身养性。这也是妹妹喜欢这儿的原因。我寻思着山水养人，有了水，最好也有山，所以请人搬来一块大石头，我自己来打磨出理想的假山，放在这里多妙啊！但大石头不能用仪器搬进来，不然会破坏了这些鹅卵石路，所以只能够用人力搬运了。结果，算了，不要也罢。林老失望的摇摇头，准备让建筑工们撤了。他边叹气边往屋内走。突然的，一道自信的声音响起：“林老，交给我吧。”林老回头看去，只见楚天迈步向前，走到了建筑工人们面前，笑道：“大家辛苦了，你们歇息着吧，交给我来便是。小伙子，你一个人，莫要吹牛逼，我们这么多人都搬不动，你就别痴心妄想了。是啊，年轻人好高骛远，总以为自己多厉害，别搬个假山，把自己压死了。”建筑工人们躺在地上直流汗，一个个要死要活的。林老的要求比较高，要的是一种密度很大的石头，这样经得起风吹日晒，所以非常的重。他们吃奶的力气都耗空了，石头都没移动一步。楚天模样俊秀，身形瘦削，跟明星似的，他能搬得动？我看你这样就像个小白脸，凭脸吃饭可以，凭力气？呵呵。有个建筑工人直接嘲讽，他长得比较丑，最是嫉妒楚天这种长得帅的，而且他力气是团队里最大的，所以此刻毫不客气地嘲讽楚天。楚天，你行吗？就连林老都在发问了。他知道楚天厉害，医学知识扎实，但一个人搬动这么多人都无法移动的，楚天以为他全能吗？第59章，比世界纪录还牛逼，我哥一定行的。就在这时，
一道柔弱的声音响起。楚天陡然一愣，妹妹，她竟然也出来了！胡闹，你怎么能出来？回去好好养身体，赶紧！楚天的心有点焦急，但在妹妹继续开口后，他却再也不忍心阻止。我也想看看外面的月亮，最重要的是，我知道我哥一定行的。楚小小娇白的面容带着一丝无法掩饰的苍白，甚至比天上的明月都要白一些，气质就仿佛传说的林黛玉一样。但是她的语气极其的坚定。有人质疑他哥不行，他打心眼里不开心。没人能说他的哥哥，他要出来看着哥哥打那些人的脸，他要见证他哥一定行。好漂亮，此女只应天上有。下一句啥来着？那个嘲讽楚天的建筑工人看到楚小小，眼睛都快瞪直了。自己长得不好看，他是明白的。要是能够娶个漂亮的小仙女回家，生出来的孩子一定可以中和一下，拥有她的健壮和楚小小的美丽。他也听到了，楚天是楚小小的哥哥，楚小小好像生病了。楚天虽然高大，但看上去肌肉并不发达，穿的衣服加起来也就100来块，能跟他比？妹儿，你哥不行，我有钱，我都快混到包工头了，一个月能挣好几万呢。你生了什么病我都有钱给你治，而且我这么健壮，也可以保护你。我叫，简直不要脸！他没撩过妹，直接就上来谈钱，认为可以拿下楚小小。但他的话却怎么也说不下去了，一道冰冷的目光死死地盯住了他，让他瞬间如坠冰窟。呵，楚天只是盯了一会儿就笑开了，只是这笑容中满是冷漠。他最讨厌别人说他妹妹的病情了，而且这样一个丑逼也敢觊觎他的妹妹。本想直接废了这家伙，但这样的人只有狠狠打他的脸，让他明白自己的卑微才是对他最大的惩罚。他踏步上前走向了大石头。唉，林老哀叹一声，没有阻止。他知道楚天脾气倔，天才多有傲骨，这一刻不好拉。来了，这年轻人不识好歹啊！建筑工人们热议纷纷，看好戏的心态。那个嘲讽楚天的家伙名叫石明，这一刻竟没有开口。被楚天盯上的时候，他感觉自己被杀神盯上了一般，心里觉得很邪门。不知道为什么，他有种浓浓的不安感。他要开始搬了。咦，果然不行啊，一动不动的。大石头停留在门口处，被设备工具放在这里后，就没能进入林家的大门，因为建筑工人们根本抬不起来。楚天抱住大石头，竟也没有移动。石明松了一口气，就知道这小子装逼的。小子，放弃吧，敢在你石爷面前装杯，砂锅大的拳头见过没？他举起自己的拳头，想要吓唬下楚天，只是拳头刚举起来，他浑身都开始颤抖了。哈！楚天一声暴吼，腰马合一，力气凝聚在一起。刚才没有搬起来，只是他在研究下从哪里下手，石头的重心等等，压根还没使用丝毫力气呢。这一下全力使出，不对，只使用了1/3的力气吧。大石头被他高高的举在了头顶，一气呵成，毫无阻碍，轻而易举。死！这场上到处是倒吸凉气的声音。大石头重大500kg，目前世界男子举重最高纪录为472.5kg。他们这么多人过来举，也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想要一个人举起来别想了，单人能举起来就是破了世界纪录，所以他们从没觉得楚天能举起来。而现在他们看到了什么？楚天他竟然举起来了，破了世界纪录。我没眼花吧？这岂不是说他只要愿意出手，能直接去拿个世界冠军？建筑工人们满脸骇然。林家内还是有些保姆、清洁工类的人，他们这一刻也闻声而来，见到此情此景，就仿佛看到天神下凡一般，一个个连连称奇，还拿出手机想要拍照。林老立刻阻止他们，他知道楚天这妖牛逼，但一直没说过，肯定有原因。好小子，还真全能，文武双全，厉害！他只是举起来了，还没移动呢，他马上露洋相。石明哆哆嗦嗦的，他知道楚天可以一拳打死他，但他还不想认输。一般来说，举起来轻松些，举着并移动，那难度提升了10几倍。呵，楚天只是笑笑，他现在心里很兴奋。果然如他所想的一样，他才10来级的时候就从天域反馈了一些力量，而今他都28级了呀。他想看看他现在有多少力量。楚小小面色带有骄傲，看着自己的哥哥，就仿佛看到了偶像一般，粉嫩的小拳拳都握紧了，实在是太激动了。就知道哥哥一定行。但接下来他的小脸上也带有了惊容。哥哥他竟然放下了一只手。哥，你别！他吓坏了。他知道楚天厉害，但放下一只手的后果太可怕了，那可是500kg的石头啊！他不想看到楚天受伤，但他很快愣住了，竟然举起来了。我操！
卧槽槽槽！一只手举起了500kg的重物，所有人都吓傻了，甚至有人直接慌得跌倒下来。他们看到的东西简直是在冲击他们的世界观。一只手举起500kg的东西，这还是人类能够做到的吗？破了世界纪录？不，这简直像是神一般。不是吧？林老都傻眼了，这太不可思议了。楚天以前应该没这么大能力吧？不然参加举重比赛赚钱，早就能为妹妹挣到医药费了。楚天虽然学习好，但写论文、研究医学来赚钱都需要时间啊。君不见，拿了科技大奖的人，物质生活还没一个网红丰富吗？在楚天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更让人恐惧的是，楚天举着巨大的石头，健步如飞，走向了石明。黑压压的阴影笼罩下来，石明恐慌地抬起头，他看到的是一张满怀杀气的脸。第60章，不一样的 DNA。咕咚，石明喉结耸动，紧张的心脏都快爆炸了。大石头就在他头顶上，能把他直接砸死。你要干什么？他结结巴巴开口。干什么？想撩我妹妹？砂锅大的拳头，还说老子不行？楚天面容冷漠，嘴角勾起的一抹微笑，带着无法掩饰的怒火。他双手猛然放下，咻！大石头迅速下落。不要了！杀猪般的惨叫响起，石明的瞳孔中满是巨石的可怕。他仿佛看到了他被砸成血肉模糊的样子。砰！一声巨响出现，血腥的场面却是没有出现，巨石被楚天稳稳地接住。啊！石明剧烈的喘气，刚才他心脏都要爆裂般，一股腥骚味流淌开来。哦！许多人呕吐起来，只见在石明的裤裆处出现深深的水渍，还有浓浓的黄色物体，他竟然被吓得大小便失禁了，甚至暂时无法停止。还好，林老松了一口气，楚天没有生气到杀人，毕竟现场这么多人看着，否则江海市的刑事机构、典狱司、审理堂等追究起来会非常的麻烦。楚天还没有失去理智，杀石明？他不怕，但后续的事情太麻烦了，有这个时间处理其余状况，楚天都不知道能提升多少了。石明还没资格影响楚天发育，没资格被楚天击杀。你连让我杀你都不配！楚天的低笑声在石明脑海回荡，石明正松了一口气。不要啊！杀猪般的惨叫再次响起。只见楚天再次放开了双手，500kg的石头再次带着恐怖的阴影降落，石明的瞳孔再次扩张，呼吸都要停止了。而后楚天又单手举起石头，如此循环往复，1次、2次、3次，没有人敢拦，因为楚天这一刻太可怕了。这么一个可怕的人物，没有人敢得罪他。石明的同伴们躲得远远的，生怕被楚天迁怒。石明脾气暴躁，喜欢装逼，平日人缘就不好，为了他得罪楚天。甚至中途的时候，楚天掏出了手机：林老，我把药材的费用转给您，购买的渠道我不太清楚，还请您多多费心了。好。林老点头。微信提示声传来，林老习惯性的看了一眼，这一看不要紧，赚多了。楚天，你赚多了，你怎么赚了400万软妹币？购买药材只需要200万啊！林老可不喜欢贪人钱财。楚天笑道：我会住在这里几天，我家妹妹也多亏了您的照顾，多余的钱就当我的住宿费，还有您帮忙购买药材的费用吧。您当我是朋友，就不要拒绝。啊！闻听此言，所有人都懵住了。汝听人言否？多出来的200万，竟然是几天的住宿费，林老的跑腿费。大佬，我给您跑腿行不行？您来我家住行不行？石明虽然被吓住了，但还有点意识，听到这话都快哭了。他之前认为楚天没有力量，被狠狠的打脸，认为楚天是个穷逼，再次被狠狠的打脸。200万是多少人一辈子都挣不来的，而楚天就这么轻松的撒了出去。其实对于楚天来讲，钱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没了随时可以再赚，轻松的一笔多出来的200万，其实是他对林老的感谢，他恩怨分明。好小子，把我当跑腿的了。林老笑骂一声，明白楚天只是开玩笑，他并不爱财，但还是收下了，因为他知道这是楚天的骄傲，不想欠他的。咦，这人傻了？楚天突然开口。他和林老交谈的时候，手上动作并没有停，石明一直处于被惊吓中，此刻口吐白沫，直接跪下来磕头：大佬，我错了，求您饶了我吧。大佬，我错了，求您饶过我吧。我就是个沙瘪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甚至在楚天停下不用石头吓他时，石明还在磕头，一直在重复这几句话，看起来就像傻了般。楚天懒得理他了。林老，我看这个位置不错，您就在这里打磨您这个石头吧。他将巨石扔到空中，帅气的一个飞腿，巨石迅速的被击打到池塘中心，惊起了浪花阵阵，巨石深深的插入淤泥之中，肯定能经得起风吹雨淋。
扑通，扑通，石明还在磕头，确实是变傻了。带走他，别弄脏了这里。楚天冷漠开口，这里可是林老的养老所，也是他和妹妹休息的地方，不然被黄白之物、血液什么的恶心到了，至于石明会不会恢复，和他无关了。这家伙还不值得他花心思。叶家，他抬起头，他确认了一点，他现在非常强，偌大的叶家也绝对经不起他的报复。虽然他现在不在乎那300万了，但那是他的尊严，是他当时唯一的希望，这一点他永远都不会忘记。最多3天，踏上叶家。之所以不是现在，是因为此刻已经深夜了，楚天玩了一天游戏，也有些累了。天域的价值比叶家大得多，是楚天在现实变强大的资本。为叶家花心思，还不如调整下状态，确保明日的游戏状态。叶家在他眼中已经随手可击败，不知道现实世界中有没有一些高手，不然这人生会很无趣啊。他已经感到高手寂寞了。照理说，其他人也可以从天域反馈力量吧。怀着这样的心思，楚天一边打开了天域的论坛、贴吧等等浏览，一边走向屋内。楚小小抱着他的手臂，开心地和他说着悄悄话，仿佛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他哥哥太厉害了，哥哥，你是怎么做到的？从小到大，你都能做出远超同龄人的奇迹。我还是你亲妹妹吗？我都怀疑你不是人类，是天生神灵一般的角色了。他头一次说这么多话。楚天这家伙不简单啊！林老仿佛看到一个传说级的人物正在诞生，想了想，他赶紧去购买药材了。他还是没有说一件事，楚天太厉害了，智力超群，武力出众，所以他曾经求来楚天的一滴血液，想研究下他的 DNA， 研究的结果让他骇然，甚至没有敢公布。楚天的血液看着和正常人也差不多，但 DNA 里面仿佛隐藏了许多东西，透着无数看不清的玄妙。这事他连楚天都没有告诉，一是从源头杜绝秘密，防止楚天被抓去调查；二是他为楚小小治病，曾经给楚小小验过血液，好奇之下，他也研究下了楚小小的 DNA， 并没有楚天那样的玄妙情况。但最重要的是，楚小小的 DNA 和楚天没有丝毫相似之处，这两人很可能不是亲兄妹。第61章超高反馈，源自血脉。小傻瓜，楚天宠溺地摸摸妹妹脑袋，妹妹一直说他厉害，他还是很有成就感的。骄傲不是应该的吗？你快回去休息，我已经确定了，你的病很有希望治好。楚天故意板着脸催着楚小小去休息了。他曾经想过让楚小小进入天域，提升身体素质，说不定癌症就直接好了，但这是不知道能不能行。而且游戏头盔毕竟也是电子产品，带有一定的辐射，他都舍不得让楚小小玩手机，会舍得让他接触其他电子产品。现在他有机会从天域带回东西，就更没这个必要了。最关键的是，我从小到大都比同龄人优秀。楚天琢磨着妹妹的话并不是自恋，而是确实如此。他还记得刚碰到游戏头盔时那激动人心的提示声，恭喜检测到神秘未知血脉，检测到血脉最低为神灵级潜力，检测到此血脉属于蒙昧状态，与普通人类无区别，但完美契合天域。神秘血脉最低也是神灵级潜力，而今蒙昧状态和普通人类无异，但完美契合天域，也就是说已经展现出来神奇，甚至让天赋轮盘自爆，让他拥有了净化万物天赋。是的，楚天的血脉奥秘必定无穷，还没彻底的解锁所有能力。即便如此，他也拥有了超神级的天赋净化万物。那解开血脉奥秘，他会不会不只拥有净化万物？咕咚，楚天吞咽唾沫，这个想法太大胆了，让他都不好深思。他不爱做白日梦，还是一步一步踏实的来吧。如果我从小到大的优秀都是因为我的血脉，而血脉完美契合天域，那么我从天域中反馈的力量会不会比其他人的比例要高？这是楚天最关心的。天域的力量并没有全部带回来，技能、装备什么的都没有，属性也没有那么高，不然楚天能一拳打碎那块巨石，但他也反馈了很多了。具体的反馈比例是 80% 还是 70%、50%，暂时并不清楚，需要拿其他人来比较一下。这也是楚天没上叶家的原因，他需要研究天域。叶家算个几把，天域太火爆了，国内的贴吧，国外的各大时事网站，天域游戏论坛，各种的网站实时更新，比较这可是传说能让人永生的游戏。楚天打开了龙国的贴吧，几条评论加精置顶，评论数都是几千万朝上，这可不是什么明星刷数据，而是真的很火爆。毕竟龙国的大城市人口都有上千万，很多人都进入了游戏，而且有些人并不止评论一条。天域众生修罗当道，一人单挑上百万人马，击杀新手村无数怪物，后又单挑铂金级 BOSS，
乃至于钻石级 BOSS 也被击杀。修罗已经在天域无敌了。修罗进入天剑城，力压无数药师，炼制出王级药剂，炼丹施工会视其为药学界神话。此人文武双全，恐怕我们所有玩家加起来也比不过他一人。修罗就算再厉害，他能打得过我们这么多人吗？日榜高手正在寻找他，有几大日榜公会正在筹划进入天剑城，欲要挑战修罗。有消息传来，国外的奥林匹克殿、沙皇之歌、樱花会、弑神会等等传奇公会都将修罗视为劲敌，密谋一起狙击他。这些都是加紧置顶的，话题中心都是楚天，甚至出现了修罗吹流，无数玩家视他为偶像。大家都喜欢无敌的人吗？当然了，也有许多人不服气。龙国的日月星辰榜单玩家很可能要搞事，甚至国外的传奇公会也将他列为头号公敌。切！楚天嗤笑，来吧，给他送点好东西吧。这些他都不感兴趣，甚至懒得去国外的论坛看情况，随他们搞呗。他自无敌，自可击碎一切阴谋诡计。往下滑了一会儿，终于有一条评论不多的帖子进入他的眼球。我拥有 S 级天赋神力培养，可以吞噬一些有力量属性的东西，来提升我自身的力量。虽然提升额度有限制，目前提升的也不快，但我的力量还是不可小觑。目前物理攻击力达到了300。最重要的是，我回到现实后，我竟然能举起60kg 的东西了。以前最高举起55kg的，力量提高了5kg。我怀疑天域的传说是真的，真能让人类进化。有人跟他一样获得了实力反馈，但是获得的比例并不多。这家伙物理攻击力有300了，已经是玩家中的绝顶高手了。毕竟是 S 级天赋的幸运儿，而且天赋是专门提升力量的，但他现实的力量也就提升了5kg。楚天的物理攻击有600往上了，比他高了2倍。不客气的说，也就2倍啊。但现实力量的提升何止是他的2倍？我果然因为血脉的缘故，比其他人反馈的比例要多，或者是比其他人反馈的要早很多。楚天摇摇头，无论如何，这总算是件好事。这样发展下去，他很快能在现实无敌。他心里还是很爽的。这家伙也真可怜，应该是个散人玩家，其他玩家应该也有人反馈实力了，但都隐藏起来没说话，或许是有背后的势力规矩吧。这家伙又比较憨憨，所以直接说出来了，因此他说的话都没人信。逗逼吧，神级天赋的都是大佬，大佬都很高冷，怎么会出来说话？我怎么没见大佬们说他们反馈实力了？肯定在装逼，还他妈神级天赋反馈了力量到现实。我虽然希望如此，但他说的我一点都不信。零星几个评论都是几个眼红病在嘲笑他。这家伙的贴吧名叫铁憨憨，很适合他的性格，不知道游戏名是不是这个。楚天想了想，看他可怜，我信，加油，奥利给。回复了一句后，他直接关闭贴吧了。反正他贴吧名不叫修罗，不会被眼红的喷子盯上。哼，这帮家伙都是白痴，我确实力量提升了吗？此刻，江海市的最大刑事机构典狱司中，玉花石兰心正在暴锤一个沙袋，气冲冲地喊着他的口头禅：都是铁憨憨，都是铁憨憨，男人都是铁憨憨。叮咚，手机响起，又有人给他评论了。他本来不想看了，但又不服气，要去对一下那个喷子。我信，加油，奥利给。突然的一条评论跳出来，这个叫天的人还有点眼力见哦。他笑开了，又摇头道，可能也是从天域反馈了能力的人，不知道有没有我的偶像修罗厉害。修罗就是他的偶像。他晚进入了主城，也没参加江海市的新手村大战，因此没有遇到修罗，很是遗憾，希望明天能见到吧。男人都是铁憨憨，又没有修罗那么无敌，出来装什么逼？他看向了石明，那是他的哥哥。他已经听说所有事情了。哥哥傻了，他也不生气，也没有动用典狱司的力量寻仇，因为他感觉楚天没有做错，自己这个哥哥是什么人他很清楚，傻了还能让他少花很多心思。但这毕竟是他哥哥，他虽然古怪，行事颇为爽朗，但母亲要他照顾哥哥，他还是要做做样子的。有机会去找楚天挑战下。还是先找修罗，那可是偶像。楚天再说吧。第62章，敢死队员臣服。楚天并不知道他被自己的小迷妹盯上了，知道了也不会多管，他现在可没心思把妹子。他打开了游戏论坛，他对天域并不熟悉，本来只是破釜沉舟，谁想到真在其中崛起了，现在自然要好好了解下，记住所有能够了解到的规则，还真有了些发现。这个秘籍有点意思。楚天现在这样牛逼和他的技能有很大关系，技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一下子把技能进化到圣技、神技、超神技，乃至于没有公布的技能品级，这有点异想天开，进化点完全不够用啊，虽然很有希望。是的，技能品级
目前最高为超神技，后面不知道有没有。但既然是净化万物，那么有一天他能直接获得超神技的时候，也是可以净化超神技的吧？直接就超越超神技吧。所以楚天现在的所有技能，只要一步步的进化，都有机会超越超神技。哪怕天域压根没有技能超越超神技，甚至有可能不止超越一个品级。装备、钱财等等都是如此。就像超能点，别人有吗？楚天是注定了的无敌，但想一步到位，那不亚于徒步上青天。但是这个秘籍竟然有这么大的效果，都很特殊，并没有品级之分，纯看适不适合，怎么用。用的不好，比无色技能还差；用好了，不亚于超神技。楚天来了兴致，他不觉得自己现在能拥有秘籍，纯粹感兴趣而已。据说这秘籍在一些 NPC 中有传承，玩家也有机会自己领悟，越往后越有领悟可能。不知道天剑城中有没有秘籍？楚天看了一会儿，也确实累了，沉沉睡去。翌日吃过早饭，林老还没有回来，看来为妹妹的药材很是费心费力。妹妹和他玩闹了一会儿，就去看书了。他拿起头盔，立刻登录天域。叮！恭喜您回到了英雄墓园。眼前是熟悉的场景。大佬，您终于回来了。这是什么能力？直接消失又直接出现，太厉害了。主人，您终于回来了。敢死队员们和汉库林都连连好奇。楚天并没有解释。走吧，回城。他要去拿奖励呢。汉库林成为他的奴隶后，直接可以收到鬼怨灵刀中，江河流能被汉库林收到引魂灵中，非常的方便，也省去了和别人解释的麻烦。毕竟那是亡灵，前任城主被我转化成了亡灵。你们有什么想法？踏出坟墓，楚天的声音有些冷淡。毕竟是前任城主，毕竟自己用了亡灵。敢死队员要是说出去，可能会给自己添麻烦。这样的话，他情愿杀了他们。他不是圣母女婊，在这个世界自私并没有错。修罗大佬，我们明白。那样的情况确实也无解，而且修罗大佬救了我们的命，不然我们是必死的。扑通扑通扑通，敢死队员们全部的拜倒。吾等愿认您为主。以莫凡为首，一帮30级左右的 NPC 全部要认楚天为主。要知道现在玩家们都没30级啊，这帮敢死队员出去，许多玩家都要被吊打。好，楚天放下心来，有主仆契约在，就不用担心他们说出秘密。他在主城之中也确实需要一些势力，敢死队能力很不错，做他的小弟可以接受，总不能所有事情都亲力亲为吧。这不，修罗拿命来，你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人。楚天刚出来就有一帮人马杀到，都是他在主城外甩掉的人马，比楚天晚到英雄墓园。一帮渣渣，主人交给我们就行。莫凡直接带着敢死队冲上，对方大概有100来号人，毕竟楚天是城主看中的人才，主城内的势力也不好大肆出手，只派了少部分力量。这些人也不太强，全都不到30级。毕竟在主城中，楚天杀死30级的林凡时也是堪堪险胜，派出100个20多级的应该可以杀他了。其实以楚天现在的能力，完全可以秒了这些人了。但敢死队刚臣服，让他们表现下也可以。敢死队毕竟是敢死队，杀敌经验丰富，数量又和对面差不多。不久之后，所有人都被清理了，敢死队只是受了点轻伤，一个人都没有死。很不错。楚天满意的点头。天域的属性、等级等数据毕竟只是数据，怎么使用这份数据将实力最大化，还要靠人物的智商和经验。敢死队就做得非常棒，不然也不会被派来调查墓园了。多谢主人，比主人差远了。楚天和敢死队一路聊，迅速接近主城中。莫凡成了他的下属，之前赌约中的寻宝鼠，他自然不好意思多提，但莫凡很是来事，主动道：主人，其实在我爷爷的笔记上，天剑城就有一处神秘地方，那里有比寻宝鼠更适合您的宠物。楚天来了兴致，这处神秘地方叫做黑暗之渊，正是雷龙骑士藏宝图所在的地方。看来自己去那宝藏时，还可以顺手获得一个强大的宠物。通过敢死队员，他也知道了许多事情。天剑城中势力复杂，城主府自然是最大的，城主一人一剑坐镇在此，让亡灵族也不可大举来犯。炼药师公会、宝庄阁、神宠殿并列为天剑城3大势力。3大势力都和战斗的基础需求有关，神宠阁就和宠物、坐骑有关。我可以到神宠殿买到所有的坐骑装备。楚天双眼微亮，剑齿白虎现在才1件装备，未免太过寒酸。即便如此，就已经可以反馈10%力量给自己了，配备上所有的坐骑装备，岂不是更牛逼？至于炼药师公会，那和自家的有区别吗？主人，您要小心宝庄阁。宝庄阁和炼药师公会交恶，
一定会针对您的。刚才的那些杀手，我看其模样，应该也都是宝庄阁派出来的。楚天点头。宝庄阁？呵呵，他们以为自己很牛逼。楚天缺神宠，缺药物，唯独有一样不缺，装备，要多少有多少。不知不觉的，天剑城到了。城门口外，楚天暗暗好笑，这次应该没人敢拦他了吧？谁知，站住！我们宝庄阁办事，闲杂人等止步。在楚天的前方就是城门口了，护卫们对他怕得要死，自然把防御阵打开了，但城门口却被一批人给堵住了。这些人都带着许多装备，当中一人安坐于座椅上，看着楚天，笑得极其玩味。正是宝庄阁阁主林向南。宝庄阁正在举办贸易会，作为3大势力之一，有权在除了城主府、神宠阁、炼药师公会的任何一处举办这盛大的贸易会，今日便在这城门口举行。若有想入城者，还请绕道，从那个地方进。林向南扔出一件装备，装备吸附到城墙上，城墙竟然出现了一个小洞，就像他一样。他扔出一条狗，狗从洞内穿过。如何？进吗？他高高在上的看着楚天。呵呵，楚天笑了，笑得极其残忍。第63章，跟我比装备。宝庄阁真是找死啊！楚天这一刻迅速的思考，双属性融合药剂还有一瓶，再加上雷狱刑法，他还是很有机会击杀宝庄阁所有人的。而且他还有其他手段。他分解了许多东西，但有一个东西还没分解过，游戏货币。这等于是他储存在身上的进化点，随时可以取用。分解了所有钱财，绝对能够再次进化技能装备。楚天拥有着和宝庄阁撕破脸皮的底蕴。黄金器雷电剑出售，宝庄阁正品，童叟无欺。只要你有钱，铂金器我们也有。宝庄阁的手下正在贩卖装备 ，NPC 玩家们都在购买，人潮将城门口堵住了。楚天即使启动穿梭效果，也只能穿越一个单位，无法穿越这么多人。而且这些人让他消耗1天1次的穿梭，配吗？这些家伙不可能不知道宝庄阁在针对楚天，但为了得到好装备，他们情愿配合宝庄阁演戏，堵着楚天不能进城，对他们好处很大。玩家们都在冷笑，修罗混不下去了。无他，天剑城只有宝庄阁贩卖玩家装备，修罗得罪了宝庄阁，买不到装备还怎么混？而他们因为针对楚天的关系，宝庄阁会底价出售装备给他们。哈哈！楚天的大笑声响起，笑得逐渐癫狂，笑得愈加肆意。可笑，他做错了什么？不过比别人优秀罢了，就要遭到所有人的针对，那就让所有人绝望。他的神情冷淡下来。他有了一个好主意，宝庄阁让他钻狗洞，那杀他们100次也不过分。但是楚天还不解恨，真正的要让敌人绝望，是要从敌人最自信的方面狠狠的碾压。杀了，太便宜他们了。你们觉得针对我就有用？楚天环视四周，嘴角勾勒出似笑非笑的弧度。是啊，没错，一个没装备的修罗，再强大又如何？宝庄阁阁主亲自下令，只要针对你修罗，我们事后都可以低价购买1件铂金装，而且现在就低价卖了我们每人1件黄金器。修罗，你可别怪我们。天下霸业、傲武苍穹等工会会长一致开口。唰，金灿灿的光芒升起，所有的工会玩家身上都有了1件黄金器。他们本来可没有啊。对楚天很嫉妒，因为楚天现在身上就有2件铂金器，还有满套的黄金器。不过也无所谓了，只要事情完成后，宝庄阁会低价卖给他们铂金器。你也不过就2件铂金器罢了，我们很快会赶超你。他们膨胀了，都认为楚天的牛逼是靠的装备，他们也有机会像楚天这般牛逼了。他们也能看到楚天身上有1把剑，1双鞋是铂金器，其他都是黄金器。林向南看着这一幕，得意的笑着。一帮傻逼！他把玩家们找来，就是故意气楚天的。黄金器他还可以低价出售，但铂金器是不会低价出售的，不然宝庄阁也吃不消。偌大的宝庄阁也没多少钻石器，铂金器已经是主城的顶尖装备了。哪怕是城主，也就据说有1件星耀器罢了。这帮玩家根本不明白铂金器的价值。嗡嗡嗡！就在这时，深邃的铂金光芒亮起，以楚天为中心，冲天的铂金色弥漫而下，所有人的神情都愣住了，他们开始一件件的数起来，1件、2件、10件，整整10件铂金器。天哪，他怎么做到的？10件铂金器比天域所有玩家拥有的加起来还要多吧？他还需要买装备？玩家们吓傻了，宝庄阁人马也懵逼了。林向南更是大惊而起，这怎么可能？玩家们还想着楚天被宝庄阁打压，就再也无法获得好装备了。可楚天直接就掏出了10件铂金器，天域其他玩家加起来不知道有没有2件铂金器而已。林向南强自镇定道：“我们宝庄阁可是拥有众多铂金器，钻石器都是应有尽有。”是啊，
铂金器而已。楚天点头。唰，又是一件装备掏出来，璀璨的钻石光芒大放，铂金光芒尊贵不凡，而钻石光芒永恒不朽般。咕咚，他还有钻石器！天啊，我才一件黄金器，其他都是白银器。我想起来了，修罗击杀了钻石 BOSS， 应该是爆出钻石装了。林向南彻底懵了，这和他想的不一样。他派人击杀楚天，没想到没杀成，所以他在城门口拦截，心里还有种期待。楚天只要钻了狗洞，他就拿出2件钻石器来诱惑楚天，让楚天对他下跪。没想到楚天连钻石器都有，偌大的宝庄阁就没有一个比得过楚天的。而且铂金器、钻石器就很牛逼吗？楚天又开口了，他需要让林向南知道什么是卑微。鬼怨灵刀抽出，黄金色大放，搞什么把戏？一件黄金器而已。林向南皱眉，但下一瞬间他很快就震惊了。唰，伊洛斯出现，24级黄金 BOSS， 战士装备还能召唤。林向南懵了，什么鬼？哪怕是宝庄阁也没这么神奇的装备啊！刷刷刷，一个个身影出现了，乃是1500个22级的邪灵。邪灵在大陆属于黑暗阵营，但据说邪族已经被灭，所以并没有引起 NPC 们的敌视，但还是很震惊。1500个22级的手下，我才17级啊！我也才19级。天下霸业的会长惊恐地吞咽口水，目前所有陈榜公会的玩家就没有一个达到20级的，至于更厉害的日、月、星榜，就算有也不会太多。而楚天他连24级的黄金 BOSS 都有。等等，这是……林向南突然开口，只见黄金色的鬼怨灵刀上又是一重钻石光芒闪现，一个身穿黑袍的人影出现了。汉库林作为亡灵，不方便暴露在世人面前，自己就有黑袍遮挡，但那钻石光芒，那强大气势可无法遮挡。钻石级 BOSS， 不对，是两个钻石级 BOSS。 汉库林使用阴魂灵召唤出了江河流，江河流也穿了件黑袍。一个30级钻石 BOSS， 一个35级钻石 BOSS， 立刻震惊全场。楚天踏步上前，直奔林向南。宝庄阁可有超越我这黄金器的装备？和老子比装备，宝庄阁配吗？第64章，我脾气很不好啊！林向南这一刻着实傻眼了，脸色极其的憋屈。鬼怨灵刀能召唤出这么多强者，宝庄阁还真没有这妖牛逼的装备。看来宝庄阁不行啊，修罗一件黄金装就比他所有装备都要厉害。那是什么道啊？外观霸气，还能召唤。宝庄阁养了不少铸造师，还没修罗一人牛逼。附近有些 NPC 在看好戏，闲言碎语传出来，林向南的脸色愈发难看，可以想见宝庄阁的名声会大跌。作为3大势力之一，装备还没修罗的好。日后大家买宝庄阁的装备都会说一句：哎，垃圾装备比修罗大佬的差远了。甚至有些傲气的人就不会在宝庄阁买装备了，嫌垃圾。玩家们更是后悔不已。修罗这么强，招惹他干嘛？我问你，宝庄阁配不配？楚天的爆吼响起，这更是让林向南拳头攒紧，从来只有他宝庄阁的装备压人，何时被人如此碾压过？他心中知道，不配。哼，不敢说话了吗？楚天冷笑，心里非常的爽，他的目的达到了，用宝庄阁自信的装备来碾压林向南。鬼怨灵刀乃是他一步步进化来的，这之中的提升可不是锻造师那种死板的提升，出现了一些神奇的附带技能，而且技能还是满级的，所以在他这里，黄金级装备都可能比钻石级装备强。宝庄阁拿什么比？我身上的黄金器，你们瞧不起？楚天环视众玩家，突然又掏出了黄金器暴雷法杖，附带雷狱刑罚，通天彻地的雷光突然爆发开来，周围1万米范围内全是雷光。轰！噼里啪啦，被轰炸的玩家直接身死。卧槽，修罗又变强了！逃！玩家们恐慌的不得了，连反抗的心思都不敢起。可惜，上！楚天一挥手，伊洛斯使用了邪恶光波，身后1500只白银级邪灵更是汹涌而上。别看玩家多，但等级还没邪灵高呢，而且雷电正在劈杀。楚天缓缓踏步，雷光笼罩下，他宛如雷电至尊，阴森森的邪灵不过是他手下的小弟。一瞬间，遍地都是尸体，之前的人墙阻拦被他轰出了一条大道。之前放过你们一次，是我没有时间管你们，真当老子心慈手软吗？他淡淡开口，仿佛死神的宣判。这些玩家之前就拦过他一次，现在还赶过来，真当他楚天没脾气了。叮！恭喜您击杀了天下，获得1点杀戮点，黄金器雷藏法刀。叮！恭喜您击杀了奥武，获得1点杀戮点。叮！恭喜
您触发了幸运事件，爆出了奥武的黄金器潘天无踪。提示声陆续响起，杀戮点还在获得。楚天看了下，有杀戮超神称号的加持在，他击杀玩家的时候伤害确实提高了一些。虽然这些人本来就吃不消他的伤害，不知道再杀下去会不会获得更强的称号。最主要的，宝装阁低价卖给这些玩家们，每人一件黄金器，虽然爆率非常低，但楚天有10点幸运值，还有随机幸运宝石在，不时触发幸运事情。黄金器爆出来一大堆。叮咚！世界公告：修罗在天剑城大杀特杀，杀戮值已经达到了30万，已经红名，谁快来阻止他吧！击杀他的人会爆出他所有的装备。世界公告：修罗在天剑城大杀特杀，杀戮值已经达到了50万。世界公告：又登台了。这次没有奖励，所以不为别的，只为楚天杀得太狠了，需要一个人来制裁他。确实有很多人心动，想击杀楚天爆装备，还能踏着他的尸骨成名。可惜其他主城的玩家暂时赶不过来，太强了。陈榜公会被他一人屠杀，我们还是别想了。修罗大佬不是好招惹的。至于现场的玩家们，亲眼见到了楚天的杀戮，哪个还敢上前找死？天剑城有江海市、江山市、江流市等5个城市的玩家在，5个城市人口加起来5000万多。尽管许多人不玩游戏，但天域太火爆了，还是有许多人在，15岁到60岁的，各个年龄的都有。尽管有些玩家还没进入主城，这里的玩家也有上千万之众，但被楚天一人追着打。至于想反抗，能接近楚天，就算接近了，楚天此刻的吞噬甲也叠了很高防御了，完全可以抵挡着众人的技能，将所有人都击杀。追下去，如果有人拦你，哪怕是城主拦，也无需停手。就说我修罗干的。楚天一挥手，伊洛斯带领着邪灵们追杀那些玩家去了。楚天可没有心思和玩家们玩，在他心中，自己的目标是星辰大海，哪有时间和弱智玩？邪灵都可以复活，伊洛斯也不是盖的，他一人追杀而去，楚天也放心。楚天环视四周，这里还有些玩家，并没有针对他，他没有出手，只是淡淡道：我宣布一点，我的脾气很不好，以后都给我放亮了眼睛，想想惹怒修罗的下场。太帅了！人群中，石兰心拍着手，他决定提升下自己，再去找修罗挑战。还有一个美丽的女子，昵称婉晴天空，正是喜欢楚天的女生孟婉晴，此刻神情黯淡。楚天太优秀了，愈发让他觉得自己配不上，都不好意思去找他。可恶！叶青也夹杂不躲在人群中，他不敢出现，他怕被楚天一巴掌拍死。本来还以为楚天的麻烦到了，没想到楚天又变强了，即使把手下工会再叫过来，依旧是送死的局面。让他难受的是，楚天甚至没寻找他，这代表着楚天都不怕他报复，完全没把他放在眼里。一定有办法的，楚天并不是无敌的，他一定有软肋。他暗暗思量，一定要超越楚天。他并不知道，他想在游戏中超越楚天，而楚天已经准备去现实踏上叶家了。因为在游戏中击杀玩家，玩家还会复活，现实中也不会死去，在游戏杀叶晴有什么意思呢？3天？楚天此刻冷笑，之前他想3天内踏上叶家，是因为有些事需要先做，但他发现总有杀笔，自己不找他们麻烦，就真觉得自己怕了他们。他改主意了，他脾气不好，今日就会踏上叶家。这不，他径直走上前，指向了那个狗洞，看向林向南道：来，给我钻进去。第65章圣法斗战一脉。你要干什么？林向南此刻瑟瑟发抖。楚天的身后还有着2大钻石级 BOSS 在，单单是楚天，攻击力就不可小觑啊。而林向南身为宝装阁阁主，实力却不咋的，他带过来的也都是些锻造师，他自认为喊来许多玩家，哪怕撕破脸皮也可以杀了楚天。没办法，楚天被城主看中了，言其为万年难出的天才，哪怕宝装阁养了一些狗腿子高级杀手，也不能光明正大的击杀楚天。而玩家和修罗一样，都是所谓的异世界勇士，他们出手和自己有关系，可鬼知道那么多玩家在楚天的面前会是那么的不堪一击。这时，主人，我们来了。莫凡带着敢死队来了，楚天和他们攀谈了一会儿后，嫌弃他们速度太慢，就先用暗影翼飞了回来，乃至于他们现在才赶到。什么？敢死队喊修罗为主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修罗的力量什么时候这么大了？林向南是认识敢死队的，敢死队在天剑城挺出名的，等级都不低，而且敢打敢冲，有神奇手段，比如莫凡的寻宝鼠也不过是其中一种手段。这些人可不好惹，我让你钻狗洞，没听见吗？楚天再次开口，游龙剑出手，落在了林向南的脖子上。汉库林和江河流逼上前，敢死队员听其他人说起前因后果，立刻怒气冲冲，也要杀了林向南。林向南钻也不是，
不钻也不是。好，我钻。最终，他低下脑袋，从他自己打开的那个狗洞中爬过。他怕死。NPC 和玩家不同，死了可没法复活，只有传说中的复活技能、复活阵法等才可以让 NPC 复活。可惜林向南没资格接触这些东西。死，真钻了！堂堂的天剑城3大势力之一，宝庄阁阁主竟然钻狗洞，他敢不钻吗？修罗大佬脾气可不好。呵呵，谁让他针对修罗大佬呢？狗洞也是他自己打开的，活该。宝庄阁不行了，装备还没修罗的好，阁主都被修罗欺负了。看着吧，宝庄阁也不是盖的。林向南此次没有带出那些高手，势必是要吃亏的，只能说他低估修罗了，但肯定会报复的，只要他还有机会。林向南钻着狗洞，听着风言风语，别提有多憋屈了。今天他的脸面算丢尽了。马德，修罗，等着我宝庄阁的报复。呵，老子会等你报复。楚天完全猜透了他的心思，游龙剑绽放光芒，游龙降机就要启动。汉库林、江河流、敢死队也准备攻击了，不会放过林向南的。然而，当一道剑光突然袭来，打断了楚天的攻势。修罗，来城主府一趟。正是城主。凭什么？只许他惹我，不许老子杀他。楚天这一刻极其的愤怒，他甚至恨不得立刻分解所有的东西，挑选出一件攻击装进化，又或者挑选双属性融合药剂来进化，赌上一切也要干翻一切。因为他能感觉到城主还在锁定他，只要他再次出手，还是会被拦住。我会给你一个解释。好，楚天低下脑袋答应了。哈哈，林向南当即哈哈大笑，嚣张地站了起来，道：天剑城中城主才是老大，你算个屁！哦，一条神龙突然腾空而起，林向南的表情冻结，神龙贯穿了他的身体，血液溅射中，他的神情逐渐错愕。25级的他虽然身上穿着一套钻石装，但许多技能都没启动，之前他也没胆子启动。不是每个人都敢像楚天这样，敢在落入包围的情况下放手一搏的。叮！恭喜您击杀了宝庄阁阁主林向南，获得了3000经验值、5000枚铜币、钻石级宝物苍穹之心 X1、钻石器苍穹手腕 X1。林向南已经身死。而这时楚天的话才彻底的传出来：好像不行，生死放胆，不服就干。今日哪怕是惹怒城主，哪怕是和整个天剑城为敌，他也要击杀林向南，并且他已经这么做了。主人，您敢死队愕然，楚天的胆子太大了。修罗大佬脾气是真不好，这就跟城主刚上了。城主一怒，天剑落下，千里之外取人首级。修罗大佬他，修罗大佬没错，林向南让他钻狗洞，换做我也不能忍。NPC 们热议纷纷。天剑城城主有一则传说，他的新药器天剑能从千里之外取人首级。别看城主是一个战士，但比弓箭手、法师还要猛。修罗此举不亚于打城主的脸，那后果怕吗？楚天看向了自己的麾下，问道。没有声音传来，但汉库林坚定地站在他身旁。江河流的身上有技能波动，甚至去追杀玩家的伊洛斯都在此刻急速赶回来。敢死队也毅然决然地站在了楚天身边。他们知道主人很可能会遭遇一场大战。哎，来城主府，我有事和你说。城主的声音传来，无法听明他的态度。楚天出手太快了，而且先说了一个好字，让他暂时放松了下来。毕竟在天剑城中，没有人敢违抗他的命令，所以那一刻他真没想太多。谁知道楚天不按常理出牌，只能说楚天集智慧、胆魄、实力于一身，不能以常理视之。走！楚天带着人前往城主府，不好逃，也不想逃，还不如敞亮点。但这时候他陡然一愣，好小子，手段不错，不愧是我圣法斗战一脉。城主的声音在他脑海响起。你没猜错，本城主也是圣法斗战。说起来，你还要喊我一句师兄？怎么样？我这里有圣法斗战的专属秘籍，想学吗？第66章，斗战秘技，人剑合一，圣法斗战一脉。楚天来了兴致，所有职业都有专属技能，比如有些技能只有战士能用。照理说，斗战圣法是隐藏职业，也有专属于楚天的技能才对。但他没想到，连秘籍都有。秘籍用好了，不亚于神技。他健步如飞，很快到达了城主府，见到了神秘的城主。天剑城城主剑问心，等级50级，竟然是50级的大佬。师兄，那楚天不介意认一个便宜师兄。果然是青年才俊啊！其实你刚进主城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了，不然你以为你一个杀戮超神的家伙，真能靠着天资引给我破例？哦，看来城主是个潇洒人物，多谢师兄。
楚天还是很感谢他的。不废话，这几样东西你选吧。城主见问星大袖一挥，楚天面前出现一个选择面板。叮！恭喜，您完美完成了 S 级任务英雄墓园救援，令城主见问星对您有额外加赏，您可以自由选择。选择一，20万经验值，3000枚金币。选择二，2件钻石器。选择三，秘技人剑合一。咕咚，楚天吞咽口水，这3样都很好，很难选。哎，打住，不可能全给你。天剑城如今是多事之秋，亡灵族虎视眈眈，能给你这些，已经算我开了小灶。剑问星显然知道他的想法。好吧，楚天也不是贪婪之人，便宜师兄确实对他够好了。20万经验值不知道能提升到何处，还有3000金币，楚天到现在还没见过金币呢。钻石器都能有2件，要是其他人来选，得把他们激动死，能够拥有其中一项，都可以成为牛逼哄哄的人物。可惜楚天有净化万物，迟早能拥有这些。我选这个。他选择了人剑合一，眼光不错。我圣法斗战一脉分为圣法、斗战、圣法斗战，其中以圣法斗战为最强。你师兄我乃是斗战，你师姐圣法，这个你有机会会见到的。圣法斗战职业自师傅逝去后已经失传了，你是怎么得到的？原来如此，楚天是圣法斗战唯一的。剑问星只是斗战就已经贵为一方城主了，而且楚天总感觉剑问星的强大不止50级。至于那个圣法师姐，看见问星的样子也很不简单。我从一处宝藏偶然获得。楚天随便扯了下，这是系统奖励他的呀。原来如此，圣法斗战比圣法斗战提升都难，前期也没巨大的提升，只有双属性算是不错，专属于圣法斗战的技能秘技我这里也没有，但圣法斗战也可以使用我斗战的秘技。楚天点点头，看来圣法斗战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自己只获得了职业，还没获得相应的其他东西罢了。但圣法斗战的秘技他也可以使用，可见潜力巨大。他赶紧查看秘技，人剑合一秘技，限制斗战圣法斗战，效果吞噬一柄剑，将剑的所有效果附加到己身，人剑随时可分离，分离状态下也可拥有剑的所有效果，但不可置换被吞噬的剑。描述斗战职业的基础秘技，圣法斗战也可使用。厉害！吞噬一柄剑，获得剑的所有效果，这是什么意思呢？等于一把剑的所有加持属性、附带技能、特殊效果直接到了楚天本人的身上，这柄剑将不再占用装备位置，能同时使用其他的主武器。一人满套11件装备。楚天不一样，他有翅膀12件，现在更不一样，他能同时使用13件装备，这和中途换装不一样，换装了之前装备的加持就没了，但楚天可以一直拥有。而且11件装备中，什么装备最重要？主武器啊，剑、刀、法杖。楚天能同时穿2件主武器，之前他一会儿用剑，一会儿用法杖，换起来挺麻烦的，但现在可以身体中有把剑，手上还带着一把法杖，可以同时使用这2者的攻击。这还只是斗战的基础秘籍，必定还有更好的。入我圣法斗战一脉，也需考验。师傅、大师姐都不在，师兄代劳。你之天赋，我颇为满意，所以直接与你人剑合一，后续可得其他秘技。剑问星虽然对楚天很好，但还是按规矩来。吞噬的剑不能再换，师傅当时赐予我星耀器天剑，是我这个做师兄的没出息，没有多余的星耀器，你是否等几天带我寻来？剑问星话没说完就愣住了。楚天已然抽出游龙剑，启动人剑合一。叮！您和游龙剑人剑合一，您拥有了游龙剑所有的能力，误伤加80%，持续掉血症 5%， 游龙降击技能可自己启动，每天有一次穿梭3级阻碍物以下的机会。开玩笑，楚天拥有净化万物，游龙剑被他吞噬了，还能继续进化，为什么要等？游龙剑缩小沉入他的下丹田。楚天的误伤暴涨80%，等于5点力量属性，直接就是升1级的效果。而且他升1级获得的属性点可不是全部分配给力量，所以不止提升了1级。最重要的是，我自身加 5% 持续掉血。他神情激动，这个掉血本来只有使用游龙剑才行，但现在算是他自身的效果。他使用任何的装备攻击，哪怕是法杖去平 A， 只要给敌人造成了伤害，就附加攻击值每秒 5% 的持续掉血。敌人没回血的话，再强也得被耗死。你怎么直接吞噬了呢？剑问星还在惆怅。楚天已经拿出了另一件装备铂金器日月追光剑，从英雄墓园抱得，可代替游龙剑，成为他正常状态下的战士主武器。日月追光剑铂金器，等级5，附带属性误伤加120，攻速症 20%， 附带技能日月追光绿。描述追光一剑，日月难阻，万军从中，取敌首级。
楚天并没有多看，直接先提升技能。叮！恭喜，您消耗了2点超能点，将日月追光提升为满级。第67章日月追光苍穹之星。绿色技能满级需要2点超能点，也就是20点潜能点。如果是由黑色技能进化来的，并且黑色时已经满级，再次满级时再加上1点超能点，直接满级需要2点。楚天身上的超能点也不多了，他日后还是要给神技等升级的，也需要节省，但依旧直接用了，因为这个技能很好。日月追光绿 LV20， 消耗150点蓝量，分出15道光剑，锁定敌人攻击，最多15个，无视其余敌人阻挡，不可无视防御阵等等，可同时攻击一人，攻击范围3万米内，持续10秒，冷却5秒。牛逼！不愧是万军丛中取敌首级，比弓箭手还猛。哪怕敌人1个亿，楚天都能在3万米内锁定15个敌人攻击，直接无视其他人了。飞剑也不过如此吧。杀怪的时候有许多小怪都无需管，直接秒 BOSS。15道光剑虽然伤害没有加成，但楚天的攻击力这么高，15道连下谁能顶得住啊？这和亡灵克星不同，亡灵克星的效果根据击杀亡灵的数量来加多消耗。为了击杀汉库林，他把亡灵克星的效果都消耗了，下一次遇到亡灵强者可没那么容易了，只能再次击杀亡灵，将效果重新叠出来才行。至于楚天现在的悟功肯定超过700了，游龙剑加日月追光剑就给他加了200悟功呢。具体多少没看，因为他还能提升呢。击杀林向南获得了2件钻石级的东西，虽然林向南是满套钻石装，但并不会全爆出来，和杀怪是一样的道理，其余的钻石装或许被系统吞了。苍穹之星钻石级附加型宝物，限制20级。效果1，根据您的职业加攻击力的 10%， 比如法师加 10% 法伤，战士加 10% 物伤。效果2，附加到您的身上，您会拥有无畏的心，免疫一切心神攻击。描述：神奇的宝物捏碎便可使用，会以虚拟的状态存在您的身上。我靠！楚天惊了，这效果太好了！加攻击力的 10%， 这可不是只加现在的，而是哪怕到了999级，攻击力也会一直加 10%， 这还只是钻石级的宝物。楚天要是将它进化变成圣器、神器后，又该加多少攻击呢？2倍、3倍，哪怕10倍都很有可能。就算是现在也是神器啊，因为它按照比例加伤害。众所周知，战士和法师最需要攻击，像弓箭手最需要攻速，有的都直接全部加攻速，刺客最需要敏捷，牧师最需要体力。苍穹之星的性价比肯定是法师和战士最高，而楚天是圣法斗战。苍穹之星是琉璃质的星状物体，捏碎后就有加持了，而且会以虚拟态附着，表面上看不出来了，但无形的虚拟之物楚天都能够净化。捏碎，叮！恭喜，您拥有了苍穹之星，无额外情况，不可拥有其他星类宝物加持。您的法术攻击正 10%， 您的物理攻击正 10%， 您具备无畏的心，免疫一切心神攻击。爽！攻击力其实都是其次，无畏的心听起来悬，但很重要。这里可是游戏世界，哪天遇到一个超级大怪，一声吼就能震慑几亿人的，也是很有可能的。但现在，哪怕是神灵使用任何心神攻击，对楚天无效，这对他日后很有帮助。苍穹手腕钻石器，等级5，限制战士，等级30。这是楚天身上第一件他可以自己使用的钻石装，可惜需要30级，他暂时没法穿，也就没多看。没事，他已经28级了，很快30级。许多装备都有等级、职业限制，这也是楚天没急于进化装备的原因，甚至日后很可能出现进化出了神器、至尊器，但没法使用的情况。毕竟以楚天的能力都是越级做事的，但他丝毫不慌。城主师兄，世上可有宝物能降低其余装备的使用要求？有的，不过比较稀少。楚天猜的没错，林向南没30级，却有一身钻石装，肯定就有降低使用要求的宝物。虽然有些遗憾，并没有直接爆出来，楚天也不用着急，宝装阁肯定还有。把宝装阁的抢过来，再不断进化，不就能一直降低装备的使用要求吗？说不定40级时就能穿一套神装了呢。彩云手套铂金器，等级2，附带属性施法速度正 20%， 附带技能彩云手。描述：手握日月摘星辰，您只需一双手套。手套属于稀有的装备，加施法速度 20%， 对法师来说太棒了，楚天直接穿上。另外技能也很不错，但楚天的超能点虽然多，也不能一直乱用，等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需要这些技能时再提升到满级也是完全没事的。他翻出了所有铂金器，看了下所有的技能，铭记于心，到时看发挥再决定提升哪个吧。踏雪无痕履铂金器，
等级2，附加属性敏捷正 20%， 附带技能踏雪无痕。描述：踏雪无痕，追踪千里，杀人必备。这件装备的技能就是加移速的，楚天暂时不需要。回灵戒指，铂金器，等级2，附加属性回蓝正 10%， 附带技能回灵绿，消耗100蓝量，效果为消耗血量、蓝量，恢复等值的蓝量、血量，无冷却。描述：很极端的装备，小心使用。又是个很牛逼的装备，还没冷却，但也很危险。先收起来，有机会用的话，一定是转败为胜的关键。巨象腰带，等级3，附加属性气血加1000，回血正 5%， 附带技能具象化绿，消耗120点蓝量，将自己的体型变成2倍，同时力量、气血、防御提高2倍，攻速、敏捷、施法速度降低2倍。描述：小伙儿想变成怪兽吗？来吧。不错呀。楚天没想到最后还给了自己惊喜，就像描述的一样，用了这个技能，他可以变成怪兽。第68章，进化钱财幽冥白虎，直接加1000血量。30级的钻石级 BOSS 汉库林也就3000多点血量罢了，等于他的1/3。楚天加血比较少，一直追求的力量现在可以弥补很多血量了。而具象化的效果牛得一塌糊涂，虽然有副作用，但和优点比起来，那还叫个事儿。这还没进化，没升级呢。穿上超能点不乱用，需要了再说。楚天将装备全部穿上，他可以想象，若是将具象化提升，他甚至可以一拳击败一个高级 BOSS。修罗，等级28，物伤873至883，法伤783至792，防御100，血值2653，蓝值632，幸运值10，暴击率物理 15%， 法术 7%， 超能点22。噗！楚天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超能点还有22个。他升级一次会获得 1.5 超能点，即使他一直在使用，但升级的太快，还是留存了许多。谁让他1点可以当10点用呢？完全不担心不够用。不过还是没先使用，说不定直接获得神技呢。这些暂且不提。物理攻击将近900，其实楚天可以更猛，若是单一分配属性，他的物理攻击能达到1656至1675，会比35级的钻石 BOSS 还强。因为他是圣法斗士，每升1级获得8点自由属性，还有装备加持。但只用物理攻击，有时会被克制。法术攻击也要稍微差点，因为楚天的法师技能不多，先挑战士来。少年天骄啊！剑问心感慨。其实我找你来，主要谈宝庄阁的问题。林向南有个哥哥，最近要回宝庄阁了，据说还是因为雷龙骑士藏宝图，你抢了他们的家传宝贝，又杀了林向南。林凡，他不会放过你的。我要坐镇天剑城，不好外出。如果你待在城内，我会保你。剑问心话没说完，就愣住了。师兄，你只需要告诉我他的姓名。楚天已经出了城主府。林求拜，好小子！剑问心知道，楚天这是不想待在他的羽翼下。如果楚天真答应了他的保护，他也会对这个便宜师弟非常的失望吧。但楚天让他极其欣赏。若能不死，回来找我要第2个秘籍。一定。楚天摇摇头，嘴角笑容玩味。林求拜，好啊，老子给你一拜。他猜的没错，还有许多人盯上了雷龙骑士宝藏，说不定有人也拥有完整的藏宝图。接下来要面对的很可能是一场大战。黑暗之渊，宝藏所在，那里还有一只比寻宝鼠强的宠物。想到这里，楚天想起了他坐骑剑齿白虎，这家伙还能给自己提升属性呢，也是该进化的时候了。好，楚天拿出宠物球，将剑齿白虎释放。这家伙的吼声都比从前强了，毕竟20级了呀。等级还是低了，只能从品级上下手了。可是进化成铂金宠物需要10万进化点，楚天身上只有2万多了，现在没有怪物，只能拿其他东西下手了。103000枚铜币，4000枚银币，分解。叮！恭喜，您分解了1枚铜币，获得5点进化点。1枚铜币就有5点进化点，获得515000进化点，能进化出5件铂金器。这可是楚天积累了这么久的铜币，能不多吗？叮！恭喜，您消耗了10万进化点，剑齿白虎进化为幽冥白虎。好！剑齿白虎畅快的吼叫，引得 NPC 们纷纷观看。只见他雪白的身上出现了一条条黑色的花纹，口中剑齿愈加长而锋利，看起来神秘而凶猛。只不过在楚天面前，乖巧的像小猫咪。他将头低下来，楚天撸了会儿大脑斧。幽冥白虎，品级铂金级 BOSS， 等级20，等级
20级。误伤612至625，防御35，血量1550。技能猛虎下山，幽冥幻影，虎啸山林。描述：具备神兽白虎的一丝血脉，拥有极强大的潜力。好家伙，不错，日后别比你祖先神兽白虎差，不对，是要超越它。楚天撸着幽冥白虎的大脑袋，直接骑着它在主城内走，路上的 NPC 纷纷侧目，这么霸气的坐骑可不多见，玩家们更是羡慕的不得了。快看，修罗大佬有坐骑，马丹什么都比别人强，现在还没人有坐骑吧？据说要40级甚至50级才能开通呢。楚天毫不低调，他那么厉害的人物怎么低调？而且需要低调？不客气地说，幽冥白虎都可以秒了这些玩家，连他的坐骑都比不了，有资格让他低调？600多攻击反馈到我身上也就60啊，加持60攻击，比一件铂金器差不多哪里去了？但楚天不满意。叮！恭喜您消耗了101000点进化点，主宠核心鞍进化为荣耀之鞍，直接从白银器进化为铂金器。荣耀之鞍，铂金坐骑器，等级1。效果：宠物的忠诚度加30%，反馈自身50%属性给主人。描述：主人的荣耀就是坐骑的荣耀，得个价，牛逼！忠诚度加30%，满的也就100，越满坐骑就不容易跑。不过幽冥白虎早就满忠诚了，还反馈50%属性。叮！恭喜您的物理攻击加306至312.5，防御加17.5，血量加775。楚天心里别提有多爽了，物理攻击的加持比钻石器还要高得多吧，导致楚天的物理攻击直接破1000了，加了之前的1/3，血量也破了3000，防御很少，因为幽冥白虎自身防御就不高。没事，这不只有一件坐骑装吗？去神宠阁。楚天骑着幽冥白虎，准备给他购买满套的坐骑装。主人，神宠阁的东西都非常的贵，因为宠物坐骑都很稀有，而且只有等级高了才能拥有坐骑，您是个例外，所以同品级的坐骑装备要比同品级的人物装备要贵得多。莫凡看到楚天就跑过来了，为楚天引路。闻言，楚天眼眸一亮，坐骑装备贵点正常，毕竟才一件铂金器，加上幽冥白虎，给自己的提升比钻石器还猛。他还有4000银币，不一定够，净化钱财吧。第69章，见光落，无处逃。算上之前的留存，进化点还有335000点，楚天无需节省。叮！恭喜您消耗了50点进化点，将1枚银币进化为金币。死！1金币等于100银币等于1万铜币，10枚铜币就有50点进化点了。也就是说，楚天用1枚银币，10枚铜币就换来了1枚金币，等于110枚铜币换来了1万枚铜币，真爽，近乎100倍吧。而让楚天更爽的是，金币还能进化，不过金币暂时就够用了，现在还没玩家拥有金币呢。消耗20万进化点，4000金币出世了，金币很值钱。楚天去神宠阁购买了满套的坐骑装备，也是11件坐骑甲、坐骑履等等，不过都是黄金级的，坐骑装实在是太贵了，只能等楚天来进化了。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坐骑鞍之外，其他坐骑并没有直接反馈属性给楚天，只提升了剑齿白虎的，不过剑齿白虎提升了，照样会给楚天反馈属性。楚天的攻击、防御、敏捷等等又提升了一些。主人，宝庄阁人马有所异动，看他们的方向，好像是黑暗之渊，领头之人看不透，敢死队员前来。之前楚天派出他们盯住宝庄阁，果然有所异动，领头的应该就是灵球拜了。果然如楚天所想，有其他人盯着宝藏，而且有其他地图指引。走！他不敢拖延，直接带人离开。临近城门口时，白灵送过来一批药剂，终极回蓝药、终极回红药、终极解毒药等等，数量还都不少，卖给玩家能赚一大笔钱。全部送给楚天，楚天压根不缺药了。主人，您一定要安全归来。白灵看着楚天的背影，神色担忧。他知道，从楚天救下他的时候，他心里再也留不下别人了，但楚天太过于优秀，让他不好意思打扰。必须要努力，力求配得上主人。黑暗之渊在天剑城几百里外的一处深谷中，楚天在临近时突发奇想，灵球拜，他有资格和我交手。他真被林家人弄烦了，每一个都是赶过来送死的，像送宝童子一样，而且喜欢唧唧歪歪的。这一次他是真不想听林家人说废话了。咻咻咻！在他的命令下，上千个邪灵冲了出去。伊洛斯闭上了眼睛。伊洛斯有一个技能邪灵之眼，只要邪灵在一定范围内，他可以共享邪灵的视野。与此同时，楚天拿出了雷龙骑士藏宝图。等会儿看到灵球拜在哪儿，标记出来，3万米开外。修罗，我在这里等着你。
林球拜闭目养神，不动如山，真有一番高手韵味。在他身后有上万名30级的 NPC， 有些是宝庄阁培养的杀手，有些是他从外面带回来的。天域和其他游戏不同，主城 NPC 很多，甚至比现实一座城市的居民还多。他非常强。林球拜，品级钻石级 BOSS， 等级40级，攻击1506至1539，防御230，血量6000，技能山崩海枯、叠浪掌、金刚不动。描述：天剑城曾经的天才，出外游历后更是获得了许多机缘，要小心他的一些技能。技能金刚不动可在短时间内提高双倍防御，气血叠浪掌能够不断的叠长进，攻击力会不断的提高，到最后能达到500多攻击。并不是只有楚天有好技能，别人也有，他的属性非常高，因为他穿的满套钻石装，还附带了许多技能，否则他也不敢来寻宝了。因为黑暗之渊除了有宝藏外，还是天剑城著名的禁地，里面有许多强大的怪物。到时一巴掌拍死修罗，在他眼中修罗就是个渣渣，挥手灭之，然后就可寻宝了。求拜大佬牛逼，修罗小儿今日必死。别提求拜大佬了，我们这里有上万个30级的，修罗能奈我们何？在手下人鼓吹他的时候，突然发现，咦，哪里来的小怪？这好像是邪灵，但手可。林求拜不屑一顾，双掌轻轻的一挥，一层浪气汹涌而下，直扑邪灵而去。与此同时，伊洛斯在地图上标记：主人，这个位置，攻击力1506，防御，技能，主人，这人有点扎手。借助邪灵们的视野，他能看到林求拜的状态，感受到林求拜的强大，让他也颇为震惊。主人，也不好杀林求拜吧？苍狼！突然的，拔剑升起，继而冲天的剑芒直冲云霄，在楚天的四周出现了15道旋转的光剑，他轻轻的一挥手，光剑如同锁定了敌人一般，突然的全部消失。灭！林求拜此刻正要出击，轰！剑光从天而降，正砸他头顶。989、50，人剑合一，5%持续掉血，恐怖的伤害出现，吓得他都无法出手了，惊叫起道：谁？轰！990、50，又是一道剑光穿过他的胸膛，他的身上满是血液。老大，你的头顶？什么？他抬头看去，才看到自己头上还有光剑倒悬，如死神裁决落，轰然而至。他赶紧逃跑，因为光剑的伤害连他都吃不消。但他很快发现，无论他逃到哪里，光剑总能锁定住他，不攻击倒不罢休。又是中了2剑，气血已经没了一大半。马得个八子，金刚不动。他身上涌现金光，气血加6000，防御加230。轰！756、38。即便如此，伤害还是很高。而到现在，他都没看到敌人在哪儿，也无法分清到底有多少柄光剑。我以为多掉呢，不过如此。淡淡的声音传来：轰！轰！剩下的光剑同时出击，全部插在了林求拜的身上。林求拜的气血瞬间清空，他看着那走来的帅气身影，哆哆嗦嗦道：是你，修罗！可恨！他还有许多手段没有使用，若有机会用出叠浪掌，修罗必死。第70章，受汹涌，宝藏出。叮！恭喜，您获得了23万经验值，月12级击杀，你的等级+1+1。叮！请完成职业3转任务才可继续升级，经验值转到剑齿白虎的身上，剑齿白虎等级+1+1+1+1+1+1+1。楚天30级了，剑齿白虎更是连升10级，同样30级，坐骑的等级并不能高于主人。楚天心里别提有多美了。他有许多技能，单体爆发类、范围伤害类、加速类，日月追光剑绝对是单体爆发中最高的了。虽然一道光剑不强，但连续10来道太猛了。没看40级钻石 BOSS 都没见到他就被他秒了吗？最主要的是30级能用钻石器苍穹手腕了。叮！恭喜，击杀林求拜，获得了1000枚银币、钻石器、金刚甲，还有意外之喜，又是一个钻石器到手，就是这么简单。老大死了？不是吧？那么猛的老大被这小子秒杀了？他是修罗？楚天踏步上前，淡淡的步伐声仿佛踏在所有人的心脏上。一帮30级的 NPC 浑身冷汗直下，林向南乃是40级的 BOSS 都被楚天秒杀了呀，他们算个啥？我许久没有大开杀戒了。楚天残忍的笑笑，日月追光剑单体爆发高，适合击杀高手，但对面这么多人就不好解决了。刀乱舞就适合这种情况，不过刀乱舞品级偏低了。刀乱舞能击杀10来万玩家，是因为玩家们还弱，敏捷低，跑起来慢，
也没有好的技能躲闪，现场这帮30级的 NPC 就不一样了。楚天身上还有10万多进化点，不用干啥。叮！恭喜，您消耗了10万进化点，刀乱舞进化为无剑刀域。叮！恭喜，您消耗了1点超能点，无剑刀域满级。无剑刀域，黄色 ，LV30，消耗300点蓝量，在1万米内，地上、天上同时升起刀气，并且会在5秒内闭合，闭合时尚未逃脱者持续受到刀域的攻击，持续10秒，冷却1分钟。太棒了！比起雷域刑罚，伤害是要低了一些，但是5秒内无法逃脱者就再也无法逃脱了，会遭到持续5秒的攻击。1万米内30级人物也可能逃掉，但5秒内逃掉就难了。楚天目前不缺伤害，缺的就是这种带强制效果，近乎于强行控制的。不愧是他的第2个黄色技能。传说修罗睚眦必报，大家准备好，冲！林向南的手下正向着楚天冲来，砰！几十个人直接被一拳打飞出去。正是前任城主江河流，35级钻石 BOSS。他如肉毯一般碾压进了敌群中，受到了许多攻击，气血也在疯狂掉落。但有着高血量、高防御的他，暂时还是吃得消攻击的，为楚天拖延了时间。很好，楚天点头，他站在后面输出，挺舒服的。鬼怨灵刀悍然出手，层层刀气涌现出，在1万米范围之内，所有敌人的脚下都突然升起了实质样的刀气，看起来就和真刀一样。不好，他还有一只35级钻石 BOSS。这是什么？刀，全是刀。1028、200、1038、203，无数红色伤害升起，映衬着重重血光，愈发让人心底生寒。快逃！天上还有刀落下！扑哧，扑哧，天上同样有刀气降落，根本反应不过来。天地刀气夹击下，许多敌人直接挂了，有些气血高的肉毯还在坚持着，但这时候天地刀气突然聚合，变成了一个大笼子。笼子由刀气组成，所有敌人被包裹在里面，持续受到攻击，长达5秒。不用5秒了，仅仅1秒。叮！恭喜，您获得了20万经验值，伊洛斯的等级+1+1+1+1+1。哇，主人好爽啊！楚天击杀1万多30级的经验值全部给了伊洛斯，虽然并没有越级击杀的离谱奖励，但击杀数太多，还是让伊洛斯不断的升级，连升16级。伊洛斯40级了，现在能召唤多少个邪灵？什么等级？楚天问道。3000个，35级的，非常好。楚天心里别提有多美了，他每一次提升都非常巨大，手下亦是如此。叮！恭喜，您获得了50万进化点，尸体全部分解，毕竟是一帮30级的，进化点非常多，已经把之前的消耗补足了。叮！恭喜，您获得了铂金器点苍山 X1、铂金器羽扇纶巾 X1、铂金器邀月弓 X1。3000件铂金器。是的，其他玩家一件都没的铂金器，楚天直接获得3000件，全部收起来，有些有特殊效果的，之后可以看看，对他没用的就分解。他拿出2件钻石器，苍穹手腕钻石器，等级6，限制战士等级30，附带效果攻速正 30%， 防御加20%，附带技能苍穹手黄，消耗200蓝量，随着您的体型增大，能以相同比例增加您的攻速，极限值为10倍攻速，持续10秒，冷却半天。描述：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自带黄色技能都无需进化。让楚天惊喜的是，可以和具象化配合，不断的提升自己的攻速，攻速值并没有显示出来，但他估摸着，他现在每秒可以出击一次，战士这个攻速很可以了。有的战士拔出武器，使用技能躲闪技能，几秒才能出击一次呢。他其实有件攻速装刹那芳华枪，但太不稳定了，一直没在用，这个就稳了许多。金刚甲钻石器，等级6，限制战士等级30，附带效果气血加500，防御加20，附带技能金刚不动黄，消耗200蓝量，提升防御，气血1倍，持续时间10秒，冷却半天。描述：金刚不动，稳如泰山，有高防高血装了，再也不用担心了。楚天很满意，他一直越级杀人，多套防装有保险。好，no！ 就在这时，有兽吼声传来。楚天闻声看去，只见黑黝黝的黑暗之渊中有黑水在涌动一般，那黑水其实全都是怪物，因为数量太多，看起来就如海水汹涌。楚天突然想起黑暗之渊的传说，这里乃是怪物们的天堂，人类的火葬场。切，他轻笑，怪越多越好，搞不好自己能在这里凑满一套钻石装。而且似乎因为他杀戮的动静太大，
让怪物们全部涌出来，导致黑暗之渊的一处湖泊水面突然降低了一大截，一个黑漆漆的洞口露出来，洞口下方正是宝藏所在。第71章君经天意。黑暗之渊是一处巨大的深渊，周围有崖壁，深藏众多30级以上的怪物，平日里 NPC 都不敢来此，玩家的任务也没这个地方，此处乃禁地。10来万的怪物顺着崖壁冲上来，还有许多飞行单位直接飞向了楚天。在这样的怪物大军面前，楚天一人显得势单力薄，无剑刀玉和日月追光剑陷入冷却，暂时无法释放，但再不行动会被直接冲杀。怪物分布得很广，范围技能也不一定有用啊。楚天皱眉，10来万怪物，范围得有10来万米，远超出了他的技能范围，他必须要想其他办法了。轰！楚天直接冲上天空，许多怪物只能对着他乱吠，触及不到他。他换上了法杖，雷狱刑罚，火球术，璀璨雷光轰炸，整个黑暗的深渊到处都是蓝色闪电，许多怪物被直接轰杀，还有火焰从天而降，雷火交击，没有几个怪物能承受伤害。对他来说，杀怪就是这么简单。叮！恭喜，您获得了5万进化点。楚天飞行穿梭，雷罚随他而动，进化点不断累积，早已超越了50万了。但楚天没有直接进化，攒着，直接来波大的。邪恶光波，邪灵召唤，伊洛斯也在行动。好！剑齿白虎一声巨吼，楚天并没有骑着他，他启动猛虎下山，悍不畏死的冲杀。当然了，以他们的能力，本来不能在怪物群冲杀的会被兽海碾压。好！江河流发出野兽般吼叫，身上出现重重血光，发动狂怒血燃，气血和防御增加2倍，一个35级的钻石 BOSS 气血，防御加倍，那可太猛了。场上的怪物基本也就30级而已，不超过35级。接着，楚天扔给江河流一些红药，他最不缺的就是药物了。当然了，他自己也喝了些蓝药，毕竟满级技能消耗很大。在这样的努力下，怪物死亡的很快，进化点越来越多。让楚天头疼的是，一群石狮雕冲了过来，这些雕自带抗魔特性，除了光明魔法外，其他魔法对他们直接无效。这是黑暗之渊中最难缠的一种怪物，光明魔法很难学，都无法杀怪爆出来，连楚天现在都没有。楚天只能启动暗影前行、逍遥步，再使用刹那芳华枪，靠着最基础的物理攻击去对战。毕竟刹那芳华枪自带20%破甲，适合平 A 对战。这就是天域的神奇，任由你多牛逼的人物，可能也会被一个小东西克制。石狮雕，品级钻石级，等级30，攻击648至637，防御50，血量3000，技能雕雷雨石狮，描述自带魔法免疫，只能用光明魔法、物理攻击形成伤害。石狮雕王，品级钻石级 BOSS， 等级33级，攻击840至854，防御102，血量3334，技能雕雷雨石狮指挥雕群，描述自带魔法免疫，只能用光明魔法、物理攻击形成伤害，并且会指挥石狮雕群组成有序的攻击。一帮钻石级怪物可不是小东西啊，还有 BOSS 在，而且在下方许多怪物也都是钻石级的，要不是有着雷狱刑罚轰杀一大波怪，江河流技能强大，伊洛斯和汉库林都是隐藏职业，他们早就吃不消了。但要再不速战速决，一定会被兽巢践踏致死。不过杀了他们，楚天能直接拥有很多钻石器，得到的进化点甚至能直接进化出星耀器。扑哧扑哧，楚天长枪如龙，击杀了许多石狮雕，但还是有几千只在攻击他。幸运的是，此刻他的进化点已经达110万。叮！恭喜，您消耗了10万进化点，暗影翼进化为追风翼。叮！恭喜，您消耗了100万进化点，追风翼进化为君经天翼。黄金器秒变钻石器。轰！楚天身上扬起冲天的气势，背后漆黑的双翼添上了一抹高贵的金色，暗金色羽翼神秘感十足，现在是软化般的羽毛状，但却透着锋芒。君经天翼钻石器，等级6，附带属性防御加100，敏捷正50%，附带技能君经天羽黄，消耗200点蓝量，持续30秒前行状态，可选择不前行。此段时间中，君经天翼的1万根羽毛硬化射击3万米内无差别攻击，攻击为基础攻击，暴击率加50%。描述一件飞行装备，在正常情况下，飞行速度是移速的5倍，翅膀都能攻击了。物理暴击率加50%，达到了67%。楚天攻击100次，必定有67次暴击，双倍伤害，几率达到了1大半。要知道，
普通玩家有 15% 的暴击率就不错了。叮！恭喜，您消耗了2点超能点，军经天宇达到满级。军经天宇黄 LV30，消耗300点蓝量，前行300秒，可不前行。此段时间中，军经天翼的1万根羽毛硬化射击，30万米内无差别攻击，攻击为基础攻击，暴击率加 90%。靠！爽！范围30万米，暴击率加 90%，都超过了 100% 了，必定暴击。烈！石狮雕群冲过来，他们看出来了，这个人类似乎没什么手段了，不跟你们玩了，滚！楚天一声暴喝，身上突然涌现重重金光，嗖嗖嗖！他背后的双翼突然分解，1万根羽毛飞射，30万米的范围内，到处都是暗金色的流光，流光穿梭而去，在他附近的石狮雕群首次受到攻击。1938暴击，1935暴击。由于羽毛没加基础攻击，所以哪怕暴击了，伤害也不是很高。但羽毛一根根射出去，第二根穿梭到身上时，石狮雕就直接挂了。嗖嗖嗖！好恐怖的攻击！幸好我们属于主人的奴隶，不会被伤害到。伊洛斯等人抬起头，如同看到满天光雨降落，光雨穿透他们的身体，并不会形成伤害，但被触碰到的怪物可没那么好的运气了。无数的怪物瞬间被秒杀。无间刀域，雷域刑罚。此时其他技能也冷却完毕，楚天顺势使用刀气、天雨、雷罚等等等等各种技能轰炸。叮！恭喜！第72章具象化苍穹手。叮！恭喜！您获得了103万经验值，汉库林等级+1+1+1，江河流等级+1+1+1，请尽快完成职业3转，否则无法给您升级。经验值直接100多万。汉库林和江河流都40级了，毕竟他们是钻石 BOSS， 升级需要很大，给他们升级也无所谓，能帮到楚天。这次要不是有他们拖着，地上许多会射击的怪物也会给楚天造成麻烦，而且能帮的并不只是这些。主人，日后能否给我留些尸体？我想将他们转变成亡灵，帮助主人。汉库林开口。好，楚天答应了。不过这一次的他全都分解成进化点了，总共获得了1032万进化点。他这次击杀了许多钻石怪，但里面还是混着铂金怪、黄金怪的，有1000多万进化点很好了，毕竟他终于还用了100多万点呢。这么多进化点能进化出10个钻石装，但没必要了。叮！恭喜，您获得了23808枚硬币，2988枚金币。叮！恭喜，您获得了钻石器天眼头盔 X1， 钻石器繁华法衣 X3， 钻石器九龙棍 X3， 钻石宝箱 X1。钻石器获得2000多件。没错，楚天身上才穿着几件钻石器呢，总共不满5件，但他现在直接爆出了2000多件，这就是净化万物的价值，净化出其他东西，方便爆出其他好东西。不要觉得进化点太多了，楚天就没处用了，他还有好多没进化呢。比如坐骑位，它是提前开启的，而且只能有一个坐骑，一般40-50级才能开启坐骑位，80级开启第二个，150级开启第三个，到这儿就没了。哪怕999级也只能有3个坐骑位。但楚天不一样，他能进化坐骑位，不但是提前开启，他还能在别人没能拥有第一个坐骑时拥有第二个坐骑，甚至拥有无穷无尽的坐骑，也是大有可能的，只是需要很多进化点。坐骑位进化需要1000万进化点，进化星耀器也需要1000万点。楚天嘟囔一声，将所有钻石器收起来。哦，还有个钻石宝箱呢，黄金宝箱就给他出了幸运宝石，不知道钻石宝箱甚至进化为星耀宝箱会出现什么物品呢？正准备查看的时候，好！一声惊天动地的响声从黑暗之渊中传来，准确来说是从黑暗之渊的一个洞口传来，正是宝藏所在。难道还有怪物？楚天屏气凝神。好！而怪物已然冲至，巨大的身体从深洞中急速冲出，乃是一条古龙的模样，偏偏这古龙身上还带有道道雷光。雷古龙，品级星耀 BOSS， 等级40级，物法双攻击1305至1320，防御200，血量6350，技能雷耀裁决、古龙冲刺、古龙咆哮、雷暴术、复活。描述：雷龙骑士亚历莫斯的坐骑经过久远的死亡变成了雷古龙，等级品级都有掉落，但依旧非常的强大。具备物理法术双攻击。尼玛，竟然是星耀40级 BOSS。 记得不错的话，整个天剑城的 NPC 除了城主剑问星有星耀级的实力，其他没有一个 NPC 拥有星耀级，无论是装备还是怪物都已经是顶级了。而且他的伤害并不能只看属性数据，乃物法双攻击，还有很多好技能。轰！雷古龙仰天咆哮，
道雷光轰炸33873276，伊洛斯召唤的几千只邪灵直接被蒸发，瞬秒。这和楚天是多么的相像，并不是只有楚天牛逼啊！主人，这家伙太强了！伊洛斯、汉库林、江河流全部都吃不消了，只要被雷光轰炸到，他们就会瞬间死亡。毕竟两个是脆皮法师，江河流的属性也掉落了一半。回来，楚天抓紧把他们收进鬼怨灵刀，江河流进入引魂灵。这个星耀级 BOSS， 他单独面对。吼！古雷龙很生气，对着他一声怒吼。古龙咆哮，蓝色发出震慑心神的吼叫。等级低于古雷龙的会直接晕眩3秒钟，等级高于他1至10级的晕眩2秒钟，高于10级无法晕眩。竟然还会蓝色技能，除了无法双攻，还会控制。昏眩乃是强大的控制效果，无法移动，无法施法。叮！恭喜您具备苍穹之心，免疫心神攻击。古龙咆哮对您无效，幸好楚天有苍穹之心在。而这时古雷龙迅速地冲了过来，古龙冲刺，以他的技能和基础伤害，这一下撞击在楚天的身上，恐怕楚天德直接挂了，他也就3000多点气血啊！闪烁，在这一瞬间，楚天的身体陡然消失，1万米范围内1分钟任意闪烁3次。与此同时，他在思索，他知道只能正面刚了，但强大的古雷龙让他也无法瞬秒，持久战斗又不现实，毕竟这家伙很可能秒杀自己，只能另辟蹊径了。他的手腕、手套突然的发光，叮！恭喜您消耗了3点超能点，具象化达到满级。恭喜您消耗了3点超能点，苍穹手达到满级。吼！古雷龙正懵逼，狂躁的吼叫着。轰！在他头顶上突然爆发出了冲天的气势，他抬头看上去，见到的是一个10倍大的楚天，虽然比他还是小了些，但确实是当之无愧的巨人。叮！恭喜具象化下，您的力量、气血、防御提高10倍，攻速、敏捷、施法速度降低10倍。叮！恭喜苍穹手使用，您的攻速达到100倍。什么意思呢？楚天现在的物理攻击、气血、防御、攻速都是以往的10倍，虽然施法速度降低10倍，楚天很难迅速放技能，但凭 A 还是没影响的。凭 A 的攻击1万多吧，希望你不要被我一下子击杀啊！楚天这一刻笑得极其玩味。记得不错的话，带游戏物品回现实的任务要求有一项就是击杀星耀 BOSS。第73章获得雷古龙第2主职业。老实说，楚天很喜欢雷古龙，想把它做成坐骑，但是死是活就看他的命了。轰！楚天直冲而下，一拳狠狠地砸在雷古龙的脑袋上。8502，雷古龙身上出现一层坚硬的骨质铠甲，防御、气血大幅度提高，但楚天一拳高达1万多的攻击，还是让他的铠甲阵阵破碎，骨头身直接粉碎。叮！恭喜您击杀了雷古龙，完成了职业3转任务，获得了23万经验值，您的等级+1+1+1。职业3转任务，任务要求击杀3000只铂金怪、200只钻石怪、1只星耀怪。任务时间5天，失败惩罚无法继续升级。楚天直接33级了，要不是斗战胜法升级要求高，他还不止提升这么多。更爽的还是在后面。叮！恭喜您击杀了雷古龙，完成了随机带物品回现实的资格任务。随机带物品回现实的资格任务，任务要求击杀2000只钻石怪，1只等级高于自己的星耀 BOSS。任务时间2天，失败惩罚取消资格。想要在2天内击杀2000只钻石怪，超级强者还有点可能性，击杀高于自己等级的星耀 BOSS 几乎没有可能。这个任务非常难，但楚天完成了。叮！恭喜随机物品抽取中抽取对象为您身上拥有的所有物品，苍穹手腕、刹那芳华枪、小红药，越高级的物品被抽取的几率越低。楚天的心极其激动，抽到哪一个都不亏。叮！恭喜抽取成功，您可以带鬼怨灵刀自由往返游戏和现实，鬼怨灵刀所有能力不会降低。不是吧，竟然抽到了鬼怨灵刀。别看鬼怨灵刀只是黄金器，但他奴隶了邪灵法师伊洛斯、亡灵法师汉库林，鬼怨灵刀所有能力不会降低，奴隶物的能力就不会降低。楚天在游戏中的实力并没有全部带回现实，但伊洛斯、汉库林能将实力全部带到现实，这岂不是要秒天秒地秒空气？而且鬼怨灵刀在游戏中再次进化后还可以带回现实，这是项长远的投资。叶家，呵呵，一刀斩。叮咚！世界公告：恭喜玩家修罗完成星耀 BOSS 首杀，全服声望值+6000，个人魅力值+1，
另系统特为他颁发额外奖励，请各位玩家向他学习。世界公告：不是吧？刚击杀钻石 BOSS 没多久，就又击杀星耀 BOSS 了。再过几天不是要秒神级 BOSS？ 修罗大佬太恐怖了！又有特殊奖励，真羡煞旁人。全世界玩家再度哗然。而楚天乐开花了，他的全服声望值破万了，个人魅力也有3点了，就是不知道这2个玩意到底有什么用，之后再看看吧。叮！恭喜，您获得了开启第2主职业的资格。为了不影响游戏平衡，需要完成超难的任务，任务已经下达面板。死！第2主职业，楚天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斗战胜法已经包括了战士、法师，而且职业的潜力没有全部展现出来，又能获得一个主职业了。弓箭手、法师、盾卫，选哪个好呢？他先看了看任务，真挺难的。新任务并不是只有杀怪那么简单了，而且能不能完成还需要一定运气。好，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时，突然的一声咆哮声起，复活印记！雷古龙竟然有复活能力，不过一天只能复活10次。轰！噼里啪啦，这一下楚天也没反应过来，主要系统都提示击杀了，他就没想太多。雷古龙的技能打在了他的身上，2034的伤害飘了起来。好，伤害这么低？雷古龙大大的眼睛中满满的疑惑，下一瞬间就又被楚天一拳秒杀了。具象化的效果还在呢，楚天的防御达到了1000多，雷古龙3000多的伤害只能造成2000多点的伤害，而且气血1万多点，随意他打。好，雷古龙再次复活，砰，又被楚天一拳秒杀。他此刻还有10倍攻速，每秒出击10下左右，雷古龙根本无法抵挡。吼吼吼，砰砰砰，雷光龙都懵逼了，到底你是怪物还是我是怪物？10倍大的楚天比他都小不到哪里去了，而且跟一拳超人似的，一拳必定秒杀他。雷古龙怕了，不是怕死，而是对楚天本能的惊惧，就像普通人躲在屋子内不会怕雷雨天气，但看到天上电闪雷鸣时，还是会对大自然有本能恐惧，这是对强者的敬畏。终于，雷古龙最后一次复活后，是生是死，看你自己的选择了。楚天掏出了一个终极宠物球，乃是从神装阁中买到。终极宠物球捕捉铂金怪，几率也只有0，没办法，这玩意很贵，买不到好的。叮！恭喜，您消耗了10万进化点，终极宠物球进化为高级宠物球。高级宠物球捕捉星耀 BOSS， 几率 0.01%。王级、皇级宠物球都不一定能捕捉到，但没办法，具象化很快冷却，而满级后冷却时间长达3天。没了具象化，楚天也无法解决雷古龙。雷古龙要么成为他的坐骑，要么死。楚天眉目冷厉，宠物球甩了下去。叮！宠物球捕捉雷古龙中，雷古龙的对您极其敬畏，捕捉率提高中，您目前有 15.01% 的几率成功捕捉。楚天幸运值10点，提高 10% 捕捉几率。雷古龙敬畏强者，再添 5% 几率。成为我的坐骑，我带你重得往日雷龙骑士的荣耀，否则……楚天举起沙包大的拳头。雷古龙在宠物球中挣扎，想到楚天的强大，想到他昔日的荣耀，逐渐的他放弃了挣扎。叮！恭喜，捕捉成功，雷古龙成为了您的宠物。第74章玉其味，雷龙合成药方。奈斯，捕捉成功，一个星耀 BOSS 能帮助自己的太多了。叮！系统提示：宠物坐骑的等级不可提升到高于主人，但被捕捉状态时可以高于主人。很好，也没给雷古龙掉级，只有以后提升时才不能高于主人。楚天也不在乎，他升级会慢，但他想要的并不是宠物，而是能给自己提升的坐骑。叮！恭喜，您消耗了1000万进化点，坐骑位提升为御骑位。您对坐骑的御使度、御使数量提高，目前可以御使的坐骑为3只。楚天现在可以拥有3只坐骑。叮！恭喜，雷古龙成为了您的坐骑，而御使度指的是主人对坐骑的控制度也提高了。叮！雷古龙对您的忠诚度达到100，此生不离不弃。直接忠诚度100，就是御使度提高的作用了。雷古龙再也不会离开楚天。楚天将雷古龙释放。好，狂傲的雷古龙浑身骨质状，雷电环绕，霸道无双。但在楚天面前，却是低下了他骄傲的脑袋。楚天骑了上去，把剑齿白虎的坐骑装除下，用在了雷古龙身上。楚天本以为自己很厉害了，但还是有很多方面不够。坐骑装才只有1套呢，坐骑装也没进化，除了安是铂金器，其他都是黄金器。要提升的地方还有很多啊。叮！雷古龙的防御提高，气血提高，敏捷提高，免疫控制提高。
这就是其他坐骑装的效果了。目前只提升雷古龙，进化后也许会有改变吧。叮！恭喜，雷古龙反馈自身 50% 属性给您，这才是猛的，乃荣耀之安的效果。修罗等级33，物伤1703至1710，法伤1637至1644，防御225，血值6237，蓝值1000，幸运值10，暴击率物理 20%， 法术 7%， 超能点 23.5。 雷古龙乃是物法双属性，直接反馈700物伤，法伤给楚天，比楚天自身的1/3还高。楚天的双攻击都超过了1500，他28级时基础攻击才800-900吧。更牛逼的是气血，直接反馈了3400给楚天，楚天血量一直很少，因为分配的不多，这次直接6237了，无敌！这是楚天现在唯一的心态。值得一提的是，雷古龙反馈的是基础属性，他用技能提高属性后不会给楚天提升，兴许坐骑装在进化下会有改变吧。据说还有坐骑主职业，玩家能拥有和坐骑的组合技，不知道会怎么样。楚天美滋滋自己能有第2主职业的资格，要是能成为骑士，更好的利用坐骑，那也很不错。兴许宝藏中就有。宝藏中有什么？楚天问道。好，雷古龙不会说话，但他和楚天心意相通。他表示他也记不得了，他也是刚成为雷古龙，之前雷龙的记忆已经没了，宝藏中的场景他还没观看，就被楚天的动静吸引了出来。行吧，走。楚天直接踏入宝藏。根据藏宝图的指引，他破开了许多机关，靠着强大的实力硬抗了一些无法躲的陷阱。不久之后，进入了宝藏的核心地带，乃是一个实验室。没错，压根没有宝藏，没有金币、坐骑装等等。不对，这个实验室就是最大的宝藏。楚天本以为天域虽然 NPC 武力高强，但认知比较浅薄，不像是科技化的样子。但这个实验室中，试管、仪器、培养皿等样样都有。培养皿中有一些死的雷龙幼崽。雷龙幼崽，死亡态。描述：亚利莫斯利用雷龙制造，但一直都是死亡的状态，没有成为真正的雷龙生灵。什么？这雷龙幼崽竟然是制作出来的？他扫视四周，这里的雷龙幼崽目测不下于几千只，要是都能成为强大的雷龙，那一定会是一股强大的势力。要知道，大陆之上龙族很少，龙不论在哪里都是强大、神秘的代言词。而亚利莫斯竟然在造龙，这家伙太可怕了！他是怎么做到的？楚天真的很好奇，他是医学高材生，知道凭空造物有多难，比什么克隆、改变 DNA 的难多了。很快，他在实验室的中心找到了一本日记，雷龙骑士亚利莫斯的日记。描述：作为强大的雷龙骑士，亚利莫斯也有着许多辛酸，无法和外人谈及，只能记在了日记上。他打开日记，神圣历03年9月15日，晴，我获得了一只雷龙。神圣历05年8月17日，晴，我靠着雷龙逐渐成长为大陆顶尖的龙骑士，享誉盛名。但又有谁能知道，我们这些强者面临着这样的困境？神圣历，恶毒的神灵啊！他们准备屠杀世人，要想反抗，我必须要更强。我要培养很多的雷龙。我成功了，不对，我失败了。雷龙幼崽都是死的。我老了，留下雷龙合成药方，留下这实验室，希望日后来此者能继续我没有完成的事情。哦，还有一本复活术，算是送你的礼物吧。很显然，亚利莫斯制作雷龙是遇到大敌了，但直到老死，他都没有成功。应该说，只成功了一半。雷龙合成药方残缺。描述：能够制作出黄级药剂雷龙合成药剂，利用雷龙骨髓、天雷葵花、龙羽石等物品，可以制作出雷龙幼崽，但药方不完善，只能制作出死的。竟然是黄级药剂的药方，难怪能制作出雷龙幼崽，就是不完善，雷龙出来也是死物。我要是将药方进化，是不是能直接完善药方，制作无限个雷龙？楚天这一刻心情格外激动。至于药剂品级高，他无法制作出来，那不是还没提升药剂学吗？而且还有白灵在，他可以直接进化白灵成为皇级、尊级，乃是神级药师都有可能。龙很少，他可以有一大堆。这宝藏他很满意，更不用说还有一本复活术在。而且谁说那些死去的雷龙幼崽就没有用了？第75章无限背包吞宝史莱姆。复活术黄色，限制对曾经拥有过生命的对象使用，效果消耗200蓝量，1天1次机会复活自己。描述：整天浪啊浪的，没复活怎么行？非常棒！楚天总喜欢并行险招，虽然收获很巨大，但确实是危机重重。
有个复活术，起码安全保障大了许多。毕竟他杀戮超神，死亡的惩罚太大了。虽然目前应该没人能打死他，都是被他打死。而且这还只是黄色技能，还没满级。要是进化升级了，能不能一天复活多次？能不能复活别人？能不能把对曾经拥有过生命的对象使用的限制取消，复活毫无生命气息的雷龙幼崽？楚天虽然牛逼，但天域很大，各大种族并存。他目前才接触到天剑城亡灵族的一个法师而已，牛逼的代价就是遭人嫉妒，迟早会陷入被围攻的境地。他虽然不怕，但凭什么只能被别人针对？凭什么只能被别人人多势众？要是手下有一批雷龙骑士，那该有多爽！他再厉害也是一个人，哪怕强大到威压整个天域独断万古的境地，有些小事情还能亲自动手不成？弄一些手下出来，可以省去不少麻烦。而且师兄有一座主城，是何等的霸气！一城之尊，男儿当如是。我也该有自己的一座主城。楚天想建立一座主城，主城的价值很高，资源什么的很集中，还有专属于自己的刷怪地盘。但主城哪怕就是建立了，总不能就他一个人吧？这批雷龙幼崽得利用上。叮！恭喜您撕碎了复活术技能书，学得了复活术。楚天将技能书搓扁揉圆，就学会了，并没有进化。黄色技能进化需求很大，他目前身上还有30多万进化点，并不够用。而且这30多万现在就要用。死去的雷龙幼崽可以存放进入背包中，但背包只有200乘以200格，总共4万个单位，这还是理想状态，因为200乘以200是200个空位，相同的200个东西可以放到一个空位中。他放入了2000多件钻石器，其中有很多是相同的，不然都放不下，早就把背包放满了。背包不够用了，怎么办呢？进化，背包也能够进化。背包进化所需30万进化点，第一次进化就要这么多，不知道会进化出多大空间的背包。希望能放10万个东西吧。楚天觉得自己还是异想天开了，也没多管，直接进化。叮！恭喜您消耗了30万进化点，背包进化成无限背包。什么？光听名字就让人遐想，但这太不可思议了。楚天赶紧查看。无限背包，限制无生命物，容量无限，描述背上无限大的背包，悲伤从此不再有。竟然真的是无限大的背包。楚天很清楚无限背包的价值，每一个玩家都遇到过这样的事，打到不少好装备了，结果背包容量不够，在副本内又无法出去，只能忍痛扔掉一部分装备。扔掉的装备也具有超高价值啊，尤其是楚天，他扔掉的最起码也得是钻石器，要是卖给玩家，一件估计有几百万软妹币。但现在背包无限，再也没了这个苦恼。一般升级背包需要金币，玩家们还都没金币呢，只有楚天进化出来过，数量也不多，但哪怕是1亿枚金币，恐怕也就升级到10万容量的背包。想升级出无限背包，不可能，系统不允许。但进化能打破限制，但就算是进化，要是进化金币来升级无限背包，恐怕也要10几亿的金币，算下来得要几百亿进化点。直接进化却只要30万进化点，省去了几十亿。楚天心里美滋滋，他也想明白了，越影响游戏平衡的物品，进化的需求就越大。而背包不太影响游戏平衡，可以直接无限化，但其实也很不错了，已经影响平衡了呀。让他欣喜的是，无限背包还能进化，没有极限。再进化下去是什么呢？能携带生命，能自主产生宝物，乃至于变成一个世界。不敢想，不敢想。刷刷刷！楚天大手一挥，将所有雷龙幼崽、培养皿什么的全都收了进去。背包无限，任性。换句话讲，这些的死去雷龙幼崽，就算最后没有复活，也可以变成进化点，不是？相当于存在背包里的进化点。这宝藏中的东西有点少啊。楚天看着空荡荡的宝藏，倒不是他贪婪，而是确实很寒酸。扑击！扑击！扑击！就在这时，一阵异常的声音响起，一个软萌的物体向着楚天这边跳过来。主人，那是吞宝史莱姆！莫凡突然大叫道：“正是我所说的超过寻宝鼠的宠物。”楚天看着这 Q 弹的东西，浑身蓝色状，像一个果冻般。但可爱是可爱，会超过寻宝鼠吗？吞宝史莱姆，品级钻石级 BOSS， 等级32级，攻击835至843，防御120，血量3500，技能液态化，身体变成液体，能流进许多缝隙中，吞宝，迅速的吞噬宝物，将宝物慢慢消化，能量积蓄在体内，释放出去。目前极限攻击为1万，寻宝异于常人的感知，可以寻宝。描述：能寻宝、吞宝，是让寻宝人最头疼的怪物。
卧槽！别看萌萌哒的，竟然是钻石 BOSS， 而且等级不低，还能寻宝。最关键的是能吞噬宝物，被他吞噬的宝物可以变成能量，再变成攻击释放出去。别看他基础攻击835不高，但技能的极限攻击达到了1万，这比楚天还离谱吧？要知道，楚天那爆炸的攻击还是靠的具象化，但具象化冷却长达1天呢。而且楚天攻击本就高。突击！突击！吞宝史莱姆蹦蹦跳跳的看着楚天的装备，水灵灵的大眼睛中满是羡慕的小星星，小嘴里还有吞咽口水声。主人，他是想跟您要装备吃呢。第76章遍地药物，刷爆采集术。显然，吞宝史莱姆是被宝藏吸引过来了，但比古雷龙还是弱了许多，所以一直隐藏着。直到楚天收服古雷龙，他才赶出来了。忍不住啊！楚天身上的钻石器，别提有多好看了。小家伙，想吃？楚天点了点他 Q 弹的脑袋，给不给呢？那毕竟是钻石器啊，一件价值几百万软妹币呢，他都没舍得分解成进化点。扑击！小家伙一蹦3尺高，都快激动死了。楚天最终决定给，没别的。吞宝史莱姆能寻宝，这可不是装备能比的。装备它能进化出来，但宝物中有些特殊物品，它没有对应的低级物品，想进化也进化不出来啊。比如苍穹之心、雷龙合成药剂，怎么进化？起码得有个东西给他，在此基础上进化吧。而吞宝史莱姆就可能给他带来这些东西，这是一项长期投资。而且吞宝史莱姆吞噬装备能变成攻击力，并不是个废物。要是能变成他的宠物，多一个极限攻击为1万的底牌在，这不是很爽歪歪？不就是几百万软妹币吗？给，钱没了，再赚就是；装备没了，更是可以轻松进化得到。刷！楚天拿出一件钻石器。啊，母！吞宝史莱姆张开大嘴，一口吞下，再次眼巴巴地看着楚天。不是吧？猪八戒吃人参果，你尝到味道了吗？哎呀妈呀，真好吃！虽然吞宝史莱姆没有说话，但楚天就是有这样的感觉，这是个绝顶吃货。主人，吞宝史莱姆看着小，但他的胃囊很特殊，哪怕容纳几千件装备也是不在话下，而且装备到了他的胃囊中是慢慢消化成能量的。莫凡解释，心中感慨，也只有楚天这样的大户才养得起吞宝史莱姆了。不过他更多的是羡慕，吞噬史莱姆简直是个聚宝盆，不管提供给他多少物资都是值得的，他会带给楚天更多的价值。要不是他没楚天这么豪气，他恨不得也这么干。好吧，楚天点点头，背包中2000多件钻石器，还有许多铂金器呢，而且有许多是重复的，给他吃也不要紧。1件2件，楚天不断的拿出装备，吞宝史莱姆来者不拒，堪称最强大胃王。最终所有铂金器全部给出，钻石器也只剩下了8件。当然了，这算的是背包内的，楚天要用的装备没算。之所以留着8件钻石器，是因为这8件比较好，也能让楚天凑一套满配的钻石装。突击！吞宝史莱姆蹦蹦跳跳的，还想吃？没了。楚天摊摊手，倒要想吃的话，主动进入这个宠物球，那么还有一些机会吃到。他只剩最后一个终极宠物球了，乃是在神装阁买的。要是不能收服吞宝史莱姆，那可亏大了。他也没进化宠物球，说句不好听的，他都提供了这么多装备了，吞宝史莱姆要是还不知趣，就怪不得他心狠手辣了。刷！却是没想，吞宝史莱姆直接进入宠物球。叮！恭喜，吞宝史莱姆主动进入宠物球，愿意成为您的宠物。叮！恭喜，您获得了吞宝史莱姆。怪物心甘情愿进入宠物球，别管宠物球什么品级的，成功几率100%。与此同时，楚天看到了吞宝史莱姆的全部数据，多了一项，消化宝物中预测可发出的极限攻击，10次1万攻击。爽！这可是稳定攻击啊，不算敌人防御的话，哪怕是气血高达10万的 NPC 也会被吞宝史莱姆击杀。楚天的培养有了价值，这可是他的宠物。而且将吞宝史莱姆进化呢，会不会提高极限攻击？小家伙简直和他主人一样无敌，就是消耗的宝物也巨大，即使是楚天也吃不消。楚天将小家伙放了出来，你可真能吃。吞宝史莱姆脸色苦巴巴的，有些惭愧，但突然的灵光一现，冲到了一处地方，蹦蹦跳跳的喊楚天过去。里面有东西。楚天成为他的主人后，已经可以感应到他的一些想法了。他看到眼前有一丝缝隙，吞宝史莱姆变成了一团液体，顺着缝隙爬了进去。主人，快进来！感应到他的心声，楚天不再犹豫，轰！游龙翔技，他直接启动技能，游龙剑和他人剑合一，装备自带的技能已经变成了他本身的技能。这一次不是他和剑变成神龙了，而是他本身变成了神龙。一通狂轰乱炸，顺着缝隙，墙壁破开。楚天踏入，
闻到了，一阵药香。丹果，低级药草，效果可炼制低级药剂。阳明花，低级药草。潮润果，中级药草。铁心草，高级药草。赤血草，王级药草。遍地都是药草，一眼都看不到尽头，而且品级齐全，连王级药草都有。那可是炼制王级药剂必须的药草，整个天剑城也不过一个王级炼药师。不客气地说，这是巨大的财富，光是卖钱就能卖很多金币，比楚天消耗的2000件钻石器价值还要大。药物的价值不言而喻，就像楚天战斗时秒人很猛，但其实中途的时候他也有喝下蓝药，只是没喝红药罢了，目前还没怪物能打死他。而药物可不仅仅是辅助战斗，有些直接就是战斗药物，比如提高暴击伤害的药物，暴击本来是2倍伤害变成3倍、10倍，还有提高免控能力的，甚至能直接免控。楚天的雷龙合成药剂都能直接制作龙，有些强大的药师一瓶药剂撒下去能直接毒害几十万里地狱，又或者强行控制强大怪兽，手段比攻击职业更猛，药攻双修的更是可怕。能寻到这里，证明你我确实有缘。通过这些草药，你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药师。只有走到顶尖的强者才能知道，药比单纯的战斗手段还猛。墙壁上还有亚历莫斯的一段话，显然这是他的恶趣味。要不是有吞宝史莱姆在，楚天都找不到这里来，这才是亚历莫斯留下的最大的宝藏。药师要想升级，除了炼药外，还需要药草和采集树。楚天觉得靠着这里的草药，他能刷爆采集树。第77章，一抓一大把，获得过亿草药。卖钱是不会卖钱的，楚天现在缺钱，随便扔出去一件装备就能赚翻了。这里的药草，楚天准备全部自用，不谈别的，雷龙合成药剂不圆满，就需要黄级炼药师来炼制。进化或许可以圆满，但要求肯定也高了。虽然可以进化白灵，但楚天自己牛逼了，岂不是更爽？楚天随手采了一颗低级药草，药草需要保持完整才能被评定为采集了，因为楚天还没采集树，小心翼翼地花费了一些功夫，得有10分钟呢。叮！恭喜您采集了丹心草，学得了低级采集术。毕竟已经是药师，采集了一颗药草后，自动领悟了附带技能。低级采集术，无色。效果：消耗30点蓝量，提升采集速度10倍，采集成功率10倍，可采集低级药草，无冷却。描述：采集术乃药师附带技能，需药师自己领悟。一般什么品级的药师领悟什么品级的采集术。速度提高了10倍。也就是说，楚天现在采集一颗低级草药需要1分钟，看起来是快了，但楚天嫌慢。一般什么品级的药师领悟什么品级的采集术？楚天微笑，他是低级药师，自然领悟的低级采集术了。一般来说，需要慢慢采集才能提高采集术，或者变成中级药师，领悟中级采集术。这难得到净化万物。楚天身上还有30多万净化点。叮！恭喜您消耗了10点净化点，低级采集术进化为中级采集术。恭喜您消耗了1万净化点，中级采集术进化为高级采集术。恭喜您消耗了10万净化点，高级采集术进化为王级采集术。不需要辛苦刷采集术，不需要辛苦炼药升级，低级采集术直接变成了王级采集术。一般来说，只有王级药师才能拥有啊。叮！恭喜您消耗了3点超能点，王级采集术满级。这个王级药师也没有，因为王级药师也舍不得，需要30点潜能点啊。药师也有其他技能，肯定把潜能点分配给其他更重要的技能，但楚天他舍得3点潜能点罢了。王级采集术满级，纵观天域历史，也不知道也没有人拥有过。王级采集术，黄色 LV10，效果：消耗1000点蓝量，提升采集速度1亿倍，采集成功率1亿倍，已满值，可采集王级以下的药草，无冷却。描述：采集术乃药师附带技能，需药师自己领悟。一般什么品级的药师领悟什么品级的采集术。太爽了，提升了1亿倍。楚天之前采集低级药草花费了10分钟，也就是600S， 现在再让他去采集一颗低级药草，1秒钟能采集1666666颗，整整6个6呢，真66大顺，爽得不得了。1秒钟采集100多万颗草药，而且采集术采集高品级、低品级的草药速度并没有区别，只有能采集多高品级的限制。楚天现在能采集王级药草，而且速度和采集低级药草一样，目前来说够用了。再进化的话，蓝量消耗也多了，现在需要1000蓝量，楚天正好有这么多，而且这里也没有黄级药草，而且采集术没有冷却，采集一次释放一次，即使是楚天也会消耗不少蓝量，更别谈其他人了。这里的草药
真多啊！为了研制药剂，亚历莫斯准备良多，现在都是他的了。唰！他大手一挥，虚空中出现一只巨大的手掌，手掌展现恐怖的吸力，扎根于大地的药草全部被手掌迅速吸了进去，而且全部完好无损。叮！恭喜您获得了低级草药丹果 X50万，中级药草荻花 X20万，王级药草天根 X20。大手一抓，接近200万颗药草到手，从低级到王级都有。不过越高品级的数量越少，毕竟珍稀些。如果被其他药师看到，得吓个半死。谁采集药草不是小心翼翼的？哪怕采集数提高了，采集速度提高了，但是采集高品级的药草时，还是得小心翼翼的，生怕破坏了药草。只要破坏了一丁点，草药就废了。哪怕是罗会长采集王级草药，半个小时才能采集到1颗，1秒1颗的速度只限于对低级草药。但楚天不一样，他采集任何草药成功率100%，绝对不会破坏草药。不过其他人也没这机会，遇到这么多草药，更别说一抓一大把了。咕咚，楚天没蓝了，白灵给了许多终极蓝药，喝下了，不久恢复满。唰，又是大手一抓，叮！恭喜您获得了低级草药紫滴果 X50万，中级药草末日根 X30万，王级药草毒肠草 X5，王级药草朱果 X10。不但是数量多，品种也很多。咕咚，唰，喝蓝药，抓！一旁的吞宝史莱姆羡慕地看了楚天几眼，感觉主人比他厉害多了。他要是能像楚天一样，一吃就吃几百万，那才是牛逼哄哄的吞世界大佬。终于，所有药草都被收取了，总数量超过1个亿。这些也能变成进化点啊！但其实楚天不用采集就能把采药变成进化点，因为只要是无主之物，就可以判定为分解对象，就像是他自己的一样，采集了自然有目的。瞬息之间，王级采集术，楚天眼神闪烁，净化万物，这药牛逼。那么，他直接成为高级药师，乃至于王级、皇级药师，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吧？这不是就直接能使用雷龙合成药剂，能获得无限雷龙，再加上敢死队在，再给他们提升一下，就能获得一批雷龙骑士。在天剑城中也没听说有这样牛逼的势力吧？那还不是秒天秒地秒空气。走！楚天离开空荡荡的宝藏，带着所有人急速赶往天剑城。其实他之所以如此希望培养势力，是因为在第2组职业资格任务的任务要求中有一项，要他阻止亡灵族大军对天剑城的攻伐。任务时间5天，也就是说5天之内，亡灵族大军即将攻伐天剑城。第70章1分钟不到，皇级药剂学。回到天剑城，楚天第一件事闭关炼药。他找来罗会长要了低级、中级、高级、王级的药方，还有一个上等的好药炉，每个品级只需要炼制出来一个药剂就可以晋级了。修罗前辈在干什么？罗会长很懵逼，白灵也很傻眼，都那么厉害了，还需要那些低级药方？此刻全城的目光都聚集在炼药师公会，就连城主见问心都在隐隐窥探中。修罗风头无两，城内炙手可热的人物。于此之际，他竟然宣布闭关。他要做什么？废话，不闭关，暴露进化的秘密吗？楚天摇摇头，他这次肯定是要进化的，而且是进化药方、药技术等很多东西。药草、药剂都有许多种，并不是说到了中级药师就能炼制出所有中级药剂，需要相应的药方。低级药技术无色，效果可以炼制低级药剂，正常速度；中级药剂速度很慢，无法炼制高级、王级药剂。描述：一般来说，炼制出中级药剂后，就可以自动晋级为中级药技术。这是药师自带的技能，不需要学习就有，和普通的战斗技能不同，通过炼制药剂来自动成长。唯一的限制就是低级药技术只能炼制低级、中级的药剂，中级药技术能炼制中级、高级的药剂。之所以能炼制更高一级的，是因为炼制出来后技能就能晋级了，又能炼制更高一级的，如此循环。但正常炼制就已经很慢了，靠着低级药技术炼制更好的药剂，速度更加的慢。5天内亡灵大军就会打过来了，楚天能磨蹭，肯定进化啊！进化点从哪里来？叮！您分解了低级药草丹果，获得了1点进化点。您分解了中级药草铁云花，获得了10点进化点。您分解了高级药草，获得了100点进化点。您分解了王级药草，获得了1000点进化点。整整1亿多药草呢，就算全都是低级药草，也有1亿进化点，何况其中还有很多的中、高、王级药草。这一下分解后，楚天的进化点来到了5亿多。5亿多进化点，要是用来进化装备，不知道多牛逼。但楚天忍住了，
日后有的是机会。未来是星空大海，何愁没进化点？叮！恭喜，您消耗了10进化点，低级药技术进化为中级药技术。恭喜，您消耗了1万进化点，中级药技术进化为高级药技术。恭喜，您消耗了100万进化点，高级药技术进化为王级药技术。王级药技术了，但还没完。叮！恭喜，您消耗了1亿进化点，王级药技术进化为皇级药技术。直接皇级药技术。整个天剑城也就罗会长是王级炼药师，拥有着王级炼药术，但他没炼制出过皇级药剂，因为没有皇级药草，而且也没药方，炼制速度也不够。没错，楚天现在的药技术是整个天剑城最高的。嗡！此时，炼药师工会的祖师雕像突然一阵震动，但来得快，去得也快。怎么回事？罗会长大为震惊，喊道：“莫非附近是有皇级炼药师出现了，才引得同为皇级药师的祖师雕像颤动？”但他不敢相信。多久了，天剑城都没再出一个皇级炼药师，非要说的话，他看向了楚天的屋子。啊，不是吧？莫非修罗要成为皇级炼药师了？此刻，所有的炼药师，甚至主城内的大人物都在关注楚天的闭关，因此罗会长大惊失色的话都被他们注意到了。所有人心中震动。一尊皇级炼药师，地位甚至可以比拟主城城主，某种意义上还要超越城主。但楚天还这么年轻，虽然天资无双，可成为皇级炼药师非常的难啊。罗会长的天分也很高，但用了80年还是没有突破呀。楚天真的可以吗？他们不禁有点怀疑。一切等修罗出关再说。难吗？一点都不难，前后没到1分钟，楚天就将低级药技术提升到皇级药技术，甚至还要升级。叮！恭喜，您消耗了4点进化点，将皇级炼药术提升为满级。皇级炼药术蓝 LV40， 效果炼制低级药剂，速度成功率提升到100亿倍，中级药剂1亿倍，高级药剂100万倍，王级1万倍，皇级速度不变，半天左右，30%左右，尊级速度延缓10倍。描述：一般来说，炼制出尊级药剂后，就可以自动晋级为尊级药技术。这是楚天手上第一个蓝色40级技能，要不是进化点不够，他都想直接进化到尊级药技术。没办法，保守估计也要100亿进化点啊！炼制皇级药剂，速度成功率不变，需要半天，成功率30%，尊级的效率更低。但其他的成功率都是100%，速度也很快。刷！楚天大手一挥，药草还是保留了一些的。他按照药方将几颗低级药草放到药炉中。叮！您使用了皇级药技术炼制低级药剂小红药，炼制速度、成功率提高100亿倍。才刚放入。叮！恭喜，炼制成功！您成为了真正的低级药师，拥有了晋级资格。这个晋级资格很重要，哪怕有神级药技术，但是个低级药师的话，也无法炼制神级药剂，起码得是圣级药师才行。刷刷，不断放入药草，中级的、高级的、王级的。叮！恭喜，炼制成功！您晋升为中级药师。恭喜，炼制成功！您晋升为高级药师。恭喜，炼制成功！您晋升为王级药师。瞬息之间，楚天成为了王级药师，前后加起来不到3分钟就完成了许多人一辈子都完成不了的事情。要知道，炼药师工会罗会长花了毕生的功夫，也就是王级药师而已啊。而罗会长已经很牛逼了，之所以没再晋升，是因为没有皇级药方、皇级草药了。但不好意思，楚天能甘于王级？干了！楚天看向了剩下的药方、药草。第79章，第一尊皇级药师，没有皇级药草、药方。抱歉，只要进化点足够，哪怕是一粒尘土，楚天都能将它进化成星球。炼药师工会的王级丹方还真不少，楚天挑选了一个。我技能很多，浩然巨大，就选个和蓝量相关的吧。施法回蓝药剂药方，王级。限制：需要高级以上的炼药术，药师需要王级药草赤红果、百骨粉、地心草。效果：每施法一次，恢复自身蓝量20%，持续5秒。描述：很适合技能多的人哦。什么意思呢？比如玩家满蓝为1000点，施法一个消耗200点，顶多也就施法5次，中途需要喝蓝药。楚天也遇到过这样的麻烦，还是浪费了他一些时间的。现在施法一次恢复200，直接等于没耗蓝。当然，这是理想状态。楚天的具象化都直接耗蓝1000点了。恭喜，您消耗了1亿进化点，施法回蓝药剂药方进化为施法爆炸回蓝药剂药方，又是1亿进化点，皇级药方。不客气地说，这个药方卖出去，
能让一个高级 NPC 倾家荡产，炼药师工会砸锅卖铁也想买。施法爆炸回蓝药剂药方，黄级。限制需要王级以上的炼药术，药师需要黄级药草、赤红果心、千骨粉、天心草。效果：每施法一次，恢复自身蓝量 50%， 持续10秒。描述：技能多，再也不是麻烦，随意放。我靠！楚天都惊了，每次施法技能都恢复 50% 蓝量，长达10秒。这不等于他战斗时基本不耗蓝了吗？每次战斗前喝一瓶，技能突突突的就连放下去了，反正10秒内他基本把敌人秒了呀！妙啊妙啊！楚天心中美滋滋，这就是药师的价值，侧方面的提高战斗能力。他提升药剂学绝不是白费功夫。叮！恭喜您消耗了1亿进化点，赤红果进化为赤红果心，又是3亿进化点，3颗黄级草药出世了，就是这么简单。不过代价确实也大，就这么一种黄级药剂，前前后后消耗了楚天许多进化点，但还是值得的，毕竟成为真正的黄级药师后，消耗会小很多。大陆上有则名言，好的黄级药剂甚至能换一座主城。不过用黄级药剂学来炼制黄级药剂，速度、成功率都没有变，楚天难得的需要等待了，这也是他之前先提升药剂学的原因，药剂学越高，炼制越快。叮！您使用了黄级药剂术炼制黄级药剂，炼制速度半天左右，成功率 30% 左右，这已经很好了，毕竟是满级技能。平常的黄级药师炼制黄级药剂一般需要半个月甚至是1个月，而成功率 5% 左右，这也是大陆上越高级的药师越稀少的原因。顶不住消耗啊，只要失败一次就浪费了许多黄级药草和时间，太烧钱了。但楚天不怕，他还有不少王级药草，有机会还能进化。叮！恭喜您幸运值为10点，成功率提高 10%， 为 40%。他还很幸运。他慢慢等待着，只需要偶尔释放一次药技术，维持药草在药炉中演变就行。其实药炉也很重要，可以提升药草性能等等，但楚天现在没那么多进化点。一般药师生怕破坏药剂炼制，都小心翼翼的，但他成功率高，还能再次进化药草，所以他冒险了。怕啥？他有资本了。他拿出了装备，细细研究。冰霜法杖，钻石器，等级8，附带效果：法伤加120，施法速度正 20%。附带技能：冰霜的叹息，黄，消耗300蓝量，在周围1000米的地域内降下冰霜攻击，冰霜攻击为基础攻击的一半，没后续伤害，但可在3秒内有 10% 几率冻结别人。描述：冰霜的叹息是挽留时光的消逝，想要冻结时光，可惜终究差了些。卧槽，不错呀！直接加120伤害，施法速度还加了 20%。最关键的是，楚天现在不缺攻击，不太缺气血防御，只缺控制手段。冻结能够让敌人直接无法行动，虽然能释放技能，但楚天还有一个装备拥有昏眩的效果，就能让敌人无法释放技能，结合起来就是啥都不能干了，只能被他当木头打。给他打个3秒，敌人顶得住，哪怕时间还短，几率也低，这不是还没进化升级吗？收起来，需要用的时候直接换上，再进化也不迟。楚天继续查看。幻术面具，钻石器，等级10，附带效果：控制抗性正 10%。附带技能：千人千面，黄，消耗300蓝量，随意变换容貌、体型、属性，虚假的、种族、虚假的等等，维持时间半小时，冷却时间10分钟。描述：千人千面，变幻无常。楚天留下这个还是因为面具非常稀少，一般的满套装备11件并没有算面具，不影响楚天穿主要装备，又等于白嫖了一个装备位置。最主要的是，控制抗性正 10%， 这个属性很稀少。控制看起来不厉害，但其实超级牛逼。别管你攻击多高，被别人控制起来了，有毛用？技能能直接变成另一个人，连数据面板都能变换。楚天倒是没想太多，他不怎么高兴变，有机会再说吧。一个个装备查看下去，楚天中途还下线吃饭，毕竟要等半天呢。终于在晚上临近8点的时候，楚天心怀忐忑，说是不咋在乎，其实是他也无法预料结果，成功率也就 40% 啊，那可是黄级药剂啊。叮！哇，您失败了，黄级药剂损坏。操！真失败了。楚天一下子懵了，他这次是个飞球，没有欧气了。但这时候，突然的炼药师工会的祖师雕像急剧的颤抖起来，宛如遇到了让这死物雕像都激动的事情。与此同时，天空之中响起盛大的天音，以楚天为中心，一朵朵虚幻的药莲状物体迅速的生长，蔓延了出去。药莲，天地降喜，药莲随行，
祖师惊动，这代表着黄。罗会长说不出话来了，结结巴巴的，就是没法把那2个字说出口。这太恐怖了！修罗，他真的成了天剑城的第1尊黄级炼药师。叮！恭喜！随机幸运事件发动，损坏的黄级药剂变为完好。叮！恭喜，炼制成功，您成为了黄级药师。楚天笑了，他身上的幸运宝石正在发光。外面的罗会长以为他本是王级药师，现在提升为黄级就已经震撼到结巴了。但他又怎么知道，楚天是在半日之间就从低级药师成为了黄级药师，跨越了无数人无法跨过的天堑。最重要的是，他能炼制尊级药剂了，拥有无限个雷龙，组建一支雷龙骑士大军，并不是不可能的事。第80章，欠下的该还了。药剂炼制后需要用药瓶装上，罗会长送了不少给楚天。叮！恭喜，您获得了100瓶施法爆炸回蓝药剂药方，大惊喜！100瓶黄级药剂，其实玩家连1瓶高级药剂都买不到，王级药剂1瓶没有，更别谈黄级的了。其实楚天之前炼制的王级100%比回蓝药剂会瞬间回蓝10%，也被他装在药瓶里了，也有100瓶，但被他用了许多了。完美！楚天美滋滋踏出门来，这才注意到天空中响起天音，门外到处都是虚幻的药帘，仿佛天地在庆贺一般。前辈，您可是炼制出了黄级药剂？罗会长、诸多药师都激动万分地涌过来。楚天点头，这一次可是真的了，不是靠的净化药剂，而是货真价实的黄级药师啊！咱们天剑城竟然真的出了一个黄级药师，太强了吧！修罗大佬这么年轻，神级药师有望了。我觉得神级都不是他的尽头。诸多 NPC 惊叹，城主见问星也是格外的激动。宝庄阁剩余的人马面如死灰，他们心中也有很大疑惑。林拜天带人狙击修罗，修罗回来了，那林拜天呢？死？不会是？许多人联系一下，立刻惊诧的五体麻木。修罗在天剑城已经无人可挡了。神宠阁阁主惊叹道：“来人，替我好好想一想，本阁主应该准备些什么礼物，才能和修罗大佬交好？修罗大佬太牛逼了，天剑城第1玩家呀！呵，全世界第1好不好？”许多玩家也在城内关注此景，此刻纷纷惊叹。至于敢和楚天为敌的天下霸业、傲武苍穹等公会，已经被楚天杀穿，并且不敢再回来了。没错，强大的几大城榜公会玩家被楚天杀到了另一个主城，不敢再回来了。天剑城中，楚天说1，没人敢说2，唯一有资格说2的城主是他师兄。师父，小师弟非常强，他甚至比您年轻的时候还要天才，他有资格拥有另一门斗战秘技了。剑问星心头大悦，正准备找楚天，就突然看到楚天以及许多玩家的身影陡然消失。咦，小师弟又在玩什么把戏？这突然带人消失的能力，连本城主也没见过。剑问星并没有多想。叮！晚上8点到，您被强制下线。再次睁开眼的时候，楚天已经回到了现实。这是天域对所有玩家的限制，他也没有办法。哥哥，我进来了哦。门外楚小小的声音响起。胡闹！楚天脸色沉下来，抓紧收起头盔，主动出了门，给了楚小小一个脑瓜崩。非常轻的那种。没我允许，不许随便进来。怎么，你一个大男人偷偷摸摸的干啥坏事吗？不然怎么怕被我逮到？你哥，我是那种人吗？楚天没解释。妹妹身体太脆弱了，经不起电子产品的辐射，这也是他将妹妹安置在林老这里的原因。这里远离市中心，没有噪音、辐射等困扰，虽然着实无聊。放心吧，已经从天域带回了鬼怨灵刀，带回其他东西还远吗？给妹妹治病的那一天不远了。想到这里，楚天皱眉。我刀呢？唰！随着他心念一动，一道金色光芒冲天起，一把煞气冲天的鬼头大刀在他手上凭空出现，正是鬼怨灵刀。心念一动，还可以再收起来，仿佛就在另一个空间，随楚天心意而出现，消失，非常的方便。楚天实验了几下，确定鬼怨灵刀可随意释放，消失。哇，哥哥你会变魔术啊？还有没有其他的了？楚小小眼睛里都是小星星，并不害怕煞气冲天的大刀，因为那是他哥哥的刀，他怎么会怕？楚天并不会变魔术，放心吧。他摸着妹妹的脑袋，宠溺道：“下次变魔术给你看时，一定、肯定、必定是你最希望看到的东西。下一次，他必须带回治疗癌症的药物。他都已经黄级药师了，这是他的陨落。哥哥最好了。”楚小小甜腻腻的开口，看到楚天回了屋子，也没有继续打扰，只是低语道：“我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哥哥你能快乐、幸福啊。”
楚天回了屋子，自然是不想被人看到接下来的场景，那太惊世骇俗了。在鬼怨灵刀的描述中，奴隶物死去还可以再次召唤释放，不过需要蓝量，而没死的奴隶物进入刀内再释放时，并不需要任何的蓝量。伊洛斯、汉库林没有死过，也就是说，不管汉库林、伊洛斯变得多牛逼，需要消耗多少蓝量，不管楚天现实中从天域反馈了多少蓝量，只要他曾经在天域召唤了2人，那么在现实世界，楚天无需任何消耗就可以释放他们。出来吧！楚天心怀忐忑，毕竟只是猜测，不知准不准。唰唰！突然的，2道黑袍人影凭空乍现，浑身阴森森的模样，见到楚天，那头便拜，拜见主人。让楚天更激动的是，此刻他还可以查看汉库林、伊洛斯的状态和天域的属性一模一样。这2个高等级的亡灵法师、邪灵法师，其中一个还是钻石 BOSS， 完美带回了现实。这现实中没有什么传说中的武林高手、修仙高手啥的话，他直接无敌了好吧？至于有没有这些高手，管他呢，干！楚天才不管呢，男儿心中有恨，理应喜怒随心。纵使血溅3尺，何须瞻前顾后？跟我走，叶家欠下的债该还了。不过想了想，楚天还是不想在现实太肆无忌惮。他不怕惹事，但没必要的麻烦能省则省，时间太宝贵了，可别影响了自己在天域的发育。你2人可有类似群体隐身的技能？有。伊洛斯开口，他升级的时候就有获得技能，楚天还没咋看，有个暗夜深沉的技能，能让上千个单位在5秒内融入黑夜，融入的单位越少，时间越长。只融合楚天3人进黑夜，时间1小时够用了。正是夜晚时分，天空一片黑暗，3个融入黑夜的人影连监控摄像头都捕捉不到，这就是技能的强大，用到现实简直是 bug。 他们迅速赶往叶家。第81章，我楚天前来送终。卧槽，什么玩意儿，嗖的一下从我旁边飞过去了，你幻觉了吧？楚天3人速度太快，又融入了黑夜，路上行人都感觉有鬼魅飘过般。当当当，此刻叶家响起钟声。叶家老太君信佛，所以在叶家大门附近专门建立了一个古亭，放有大钟。每当叶家有大事，钟响9下召集族人，钟响3下是晚饭时分。没错，晚饭时敲钟，逼格非常高，这就是大世家追求的气派。叶家人高聚一堂，气氛却是很严肃。老太君首先开口了：天域传说是关人类的进化，我们叶家想要百尺关头，再进一步进入真正的顶级世家，目前的底蕴是不够的，所以只能从天域中崛起，希望能获得力量。那时我们甚至能统治现实。可现在那个修罗，没有人敢搭话。江海市的玩家谁最牛逼？修罗。甚至叶晴带领整个叶家的人马，以及叶家出大价钱从其他城市雇佣到江海市的游戏高手，组建的一个超大公会，还是被修罗一人灭会。这件事成为了整个江海市乃至于全世界一些家族的笑料。世人大多还不知修罗的现实身份，但大名鼎鼎的叶家谁人不知？叶家想要在天域崛起，不谈其他的，首先就要把被修罗打没的面子给捡回来。晴儿，你怎么说？叶族长很头疼，老太君是他亲妈，他只能把问题抛给儿子，可有把握在下次遇到修罗时斩他于马下？何须等下次遇见？叶晴突然的大吼，意气风发，他猛然站起，狂放的眼神扫视众人，那模样和他往常在父亲老太君面前可是很有不同。我马上就能在现实无敌。他膨胀了，什么意思？叶族长皱眉，他感觉到了儿子的膨胀，他很清楚儿子的性格，这情况代表着叶晴很可能掌握了什么不得了的力量，才敢不把他们当回事。难道叶晴从天域中反馈了力量，真的实现了进化？没错。叶晴冷笑，他在天域中见到楚天几次都对楚天退避三舍，但这次下线，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力量变大了许多，天域果然反馈了力量给他，而他拥有神级天赋蓄力，能慢慢的蓄积力量，时间长了很可能一拳打爆大山。他已经不把叶家放在眼里了，他要借助叶家征服整个世界。游戏真的能进化人类？快给奶奶看看！老太君非常激动，对叶晴和蔼了许多。要是天域能进化人类，已经年迈的他说不定能多活几百年呢。此话正合叶晴之意，被楚天碾压那么久，好不容易有机会崛起了，怎么能不显摆一下？早就有一帮手下给他寻找来了一块大石头，目测比楚天当初用的那个还要崇尚一些。叶晴腰马合力，死死地环抱住巨石，开始蓄力。他的蓄力不需要进化点什么的，也不需要蓝量再维持，
只需要时间。不久之后，哈！在叶家人震撼的目光中，叶晴一举将大石头举起。卧槽！少爷牛逼！举起这么大的石头，破了世界纪录了吧？太厉害了！听着耳边人的赞美，还有老太君、父亲的惊叹，叶晴心中成就感爆棚。往日那可是只有楚天才能享受到的荣誉，现在他也被人吹捧了。叶晴一边抛着石头，轻松的跟抛鸡蛋一样，一边放出了一条重磅信息：修罗就是楚天，我准备击杀他。什么？那声名赫赫，在天域风光无两的修罗，就是被他叶家欺负到极致的楚天，那一定要杀了他。叶老太君目光狠辣，残忍道：晴儿能反馈力量到现实，楚天那兔崽子一定也可以，早点击杀他，永除后患。晴儿正有此意。叶晴冷笑，别管楚天反馈了多少力量，他觉得自己的蓄力天赋简直无敌，力量蓄积到几倍，再加上暴涨的现实实力，一拳肯定打爆楚天。现在难的就是找到楚天在现实的居所。不用了，我已经来了。突然的一道清朗的声音在整个叶家上空响起，众人正回头看去，唰！灿烂的金光升起，楚天使用鬼怨灵刀，直接将叶家古亭中的大钟斩下。哪怕是黄金级的刀，在现实也是锋利的神器。然后他举起大钟，当，悠悠钟声回荡，楚天巨大的力量将大钟一脚踹飞，正踹在叶晴身上。我楚天前来叶家送钟。噗嗤，鬼怨灵刀被楚天插在大钟上，大钟轰在叶晴身上时，锋利的鬼怨灵刀飞出去，正好穿破了他的身体。叶晴的身体直接倒下，死的不能再死。从始至终，他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来得及和楚天说。死！你！叶老太君、叶族长等等等等，叶家的大人物，还有从前瞧不起楚天的叶家下人，乃至追杀过楚天的雇佣兵等等，全部骇然的说不出话来。因为在这一刻，奉主人之命，给叶家送终。两道阴森森的声音响起，汉库林、伊洛斯的身影突然出现。撒呀！2000只邪灵出现，直接冲杀。邪恶光波，亡灵哀叹，强大的技能使用，扫荡一片。楚天缓缓踏步走向了叶晴的尸体，叶族长、老太君等人竟然慌得直接跪倒，磕头道：楚爷爷，求您放了我们吧！您要多少钱，我们都给。楚爷爷，叶家不是自诩高贵，瞧不起出身平凡的人吗？我怎么成你们的爷爷了？多少钱都给。楚天哈哈大笑，笑容逐渐的冷淡下来，怒吼道：我当初要的只不过300万，但那300万是救命钱，是他的尊严。叶家不愿给，那就再也没有机会给了。砰！就在这时，一道枪声响起。哈哈，死！叶族长狂傲的爬起来，我们叶家可是养了一帮雇佣兵的，那可是一位狙击高手，任由你再牛逼，能躲得过狙击枪？第82章日榜公会，叶无天。砰！急促枪声起，伴随着叶族长狂傲的大笑，所有叶家族人一喜，他们不再跪下，抬头想看看楚天的死状。当！突然的金铁交击声颤鸣，让人惊恐的事情发生了。楚天将鬼怨灵刀从叶晴的尸体中抽出，借着从天域反馈的实力，他拥有着敏锐的感知，反应速度迅速出刀。袭来的子弹竟然被砍成了2半，一半掉落在地上，另一半受到力量的干扰，方向乱了，从楚天耳边掠过。呼！楚天深呼吸一口，他也有点紧张啊。幸好鬼怨灵刀足够锋利，连高速运行的子弹都能切碎，更幸好他的反应力大幅度提高，他本也有些武术底子，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该结束了。楚天唏嘘一声，通过枪声来源，他捕捉到了狙击手的方向，鬼怨灵刀甩出，将懵逼的狙击手杀死。厮杀声在继续，汉库林、伊洛斯无人能挡，一个技能就能轰碎一个房子。叶家的人不断求饶，但他不会怜悯。要不是他崛起了，他就要受到叶家的欺辱，自家妹妹更是毫无希望了，怎么能怜悯？啪嗒！他点燃一根烟，慢慢的走出去，身后传来叶族长的嘶吼：楚天，我悔不该给你发育的机会，早知今日，当初不惜一切也要将你杀死。可笑叶家人最后后悔的还是没早日杀死楚天，却不后悔自己招惹了楚天。轰！邪恶光波，亡灵爆炸，灿烂的技能光芒闪现，爆破声阵阵，叶家人的声音再也传不出来了。主人，都已解决。汉库林、伊洛斯跟随在楚天的身后，再次启动暗夜深沉，三人的身影消失，如融入黑夜中的死神，只留下淡淡的声音回荡。世家，在我楚天的脚下，也不过蝼蚁而已。他不会怜悯，也不是嗜杀之辈，但敢辱他的，必定偿还。
叶家的爆破声自然引来了路人的惊叫。那是什么？叶家爆炸了！卧槽，今天大新闻啊！偌大叶家就此覆灭。有胆子大的人走进叶家查看，瞬间发现叶家人连尸体都没留下，但却可以看到一些尸体的印记，就仿佛被直接轰炸蒸发了般。那是伊洛斯的技能导致。没有人不震惊，这是怎么回事？而楚天就这样融入黑夜，大摇大摆地从他们之中走了出去。这可是天狱中的手段，要是能被查出来就有鬼了。当然了，也是叶家傲慢，自己圈地建造了叶家别墅区，这里并没有别人居住，没有任何人看到是楚天动的手，监控也被楚天破坏了。而且就算被发现是楚天动手的，他怕，他只是嫌麻烦而已，不然都不想隐藏。我现在的力量大概和传说中的武林高手差不多，但自身的技能都没反馈回来，或许是反馈的蓝量不足够释放技能，还是要一步步将技能带回来。楚天健步如飞，心中也是暗暗思量，能全部反馈实力时，他甚至能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他其实一直有种想法，自己的神秘血脉来自现实，那肯定和自己的父母有关吧。父母何在？老实说，他对父母没感情，但肯定要了解自身血脉，等他再强大一些，说不定就能找到父母了。回到住所，楚天去哪儿了？林老爷子恰好买药归来，煎着药呢。散步踩蚂蚁了。楚天云淡风轻的开口，确实就是散了个步，踩了些蚂蚁嘛。老爷子，我来吧。楚天看林老爷子挺累了，就让他去休息了。林老爷子告诉他怎么煎药后，就赶紧去休息了。然后楚天吩咐伊洛斯、汉库林好好煎药。伊洛斯、汉库林都是天狱中的 BOSS， 对煎药的火候、时间把控还能不精细，引得外界风云变幻的两个家伙就在这煎药了。说出去得把人羡慕死，这样的高手谁不会供着？但在楚天这里只是奴仆。楚天打开手机，今天消息：江海叶家盘踞江海市几百年的世家巨擘，把控江海市诸多经济命脉，一夕之间荡然无存。究竟是天灾还是人为？诸多平民叫好，天若江海，诚至叶家。叶家长子叶无天正在帝都求学，他会是什么想法？几条热点新闻瞬间闪现眼前。叶家霸道惯了，自然让江海市的平民不喜。而今许多人都在庆祝，但都在偷偷的庆祝，因为叶家还有位少年天骄，他若归来，又是风起云涌。叶无天，怪不得没从叶家搜到大量的钱财，看来这就是叶家最后的赌注。但凡大家族都狡兔三窟，叶族长应该是察觉有异样，将资金都转给了叶无天。楚天摇摇头，就懒得管了。与此同时，帝都，叶无天收到了叶家所有的资产以及一条短信：无天，若我叶家覆灭，你须知是江海楚天下的手，他在天狱中名为修罗，你须为我叶家子弟报仇。楚天，修罗，副会长，怎么了？身后有声音传来。没事。叶无天摇头，很少有人知道他也在天狱中，而且乃是龙国最强的工会之列，日榜工会之一的无法无天的副会长。他不在乎血脉关系，但楚天灭了叶家，是打他的脸。他没有找来典狱司，也没大肆宣扬。一，没证据；二，他要亲手杀死楚天，享受那种折磨人的快感。楚天又查看了游戏论坛之类的，想看看还有没有人反馈了不少实力，毕竟连叶晴那个25仔都变强了。很可惜，没他想看的，应该是都隐藏没说，怕被人盯上吧。楚天摇摇头，无所谓了，管其他人反馈了多少，他自无敌。不过有些人反馈的不多，也敢于说出来，比如腰更好了，睡觉更香了，老婆皮肤更紧致了之类的，让更多人对天域的提升感到好奇。怀着这样的想法，越来越多的人想要进入天域一试。料想接下来的天域会更加的精彩。翌日，叮，恭喜您进入了天域。第83章，主动出击，寻找亡灵族。再次睁开眼，已经到了炼药师公会。前辈，您太厉害了！罗会长跟迷弟一样激动道：“乃是我们天剑城第一尊皇级药师。”楚天抬头看去，天剑城的各处所有 NPC 的住所、店铺上都挂上了显著的横幅，恭贺修罗大佬成为天剑城第一尊皇级药师。修罗大佬无敌，战斗无双，药术惊世，玩家们都羡慕地看着。修罗牛逼的一塌糊涂。叮，恭喜您获得了天剑城锻造师刘一的崇拜，对您的好感度加30。恭喜您获得了天剑城药师楚轩轩的崇拜，对您的好感度加30。基本所有的 NPC 对楚天升起敬仰之心，好感度暴涨。30好感度能让玩家拿到好任务、好奖励，买东西还能打折，是其他玩家羡慕不来的。
而楚天在一瞬间就获得了无数 NPC30的好感度，100好感度时，甚至会让 NPC 自动认主。楚天让 NPC 做什么 ，NPC 就得做什么，甚至一些美女 NPC， 只要他心甘情愿，楚天都能坐拥美人，比如药师白灵。不过，楚天的心思不在这里。叮，恭喜，您获得了神宠格格主的崇拜，对您的好感度加30。咦，神宠格格主，晚辈废寻拜见修罗前辈。一道声音在炼药师公会外响起，众人惊叹：神宠格格主，其名正是废寻。竟在楚天的面前也自称晚辈。迎接。罗会长老脸一抽，这家伙真不要脸啊，学着自己喊前辈，也想舔修罗大佬吗？修罗前辈，我给您带来一些礼物。废寻进来后直接送礼。没办法呀，黄级药师斗战无双，宝庄阁阁主被击杀，灵拜天寻仇至今未归，天剑城现在要论谁风头最盛，舍楚天其谁。叮，恭喜您获得了终极宠物球 X3， 黄金级坐骑装踏飞燕 X1， 黄金级坐骑装蚕丝缰绳 X1， 黄金级坐骑装 X1。 一个个礼物送进大殿，再进入楚天的背包。楚天很爽，都是他需要的呀，坐骑装才只有1套呢，而今可以把剑齿白虎的补上了。别看只是黄金级的坐骑装，但坐骑装和人物装备不同，很是稀有。就这么一套，价值4、5千金币，抵得上楚天身上所有的钱财。多谢。楚天很客气。废寻受宠若惊，不敢再打扰，喜悦的离开了。但其他的 NPC 还在震惊之中。神宠阁阁主对修罗也自称晚辈，没办法呀，修罗太强了。叮，恭喜您获得了天剑城锻造师刘一的崇拜，对您的好感度加20。恭喜您获得了天剑城药师楚轩轩的崇拜，对您的好感度加20。好感度直接50了。只要楚天开口，让 NPC 们免费送他一些东西都是可以的。和其他玩家一样，辛辛苦苦讨好 NPC， 怎么可能？反过来了， NPC 讨好他。叮，恭喜天剑城 99.99% 的 NPC 对您产生崇拜，您再获得了8万点天剑城个人声望点。个人声望达到一个地步时，甚至能让整座城听他的。城主，换他来做。不过城主是楚天师兄，楚天自然不会这么做，他也是赶往了城主府。没别的，亡灵族大军即将攻伐天剑城，第二主职业任务还和这相关。一般来说，没人知道这个事，但楚天获得了这个任务，就相当于先知先觉，借助系统提前得知了亡灵族的计划。5天之内，亡灵族攻来。呵呵，剑问新闻言，身上扬起冲天的杀气。我圣法斗战一脉，从没有被人打上来的习惯。霸气！楚天暗叹，这个便宜师兄很合他胃口。不过剑问心转头尴尬道：师兄，我身为城主，要一直坐镇天剑城，防止其他敌人袭击。这个艰巨的任务，我看交给师弟这样的强者正为合适。叮，您接受到了剑问心的任务，寻找亡灵族。寻找亡灵族 SS 级任务。任务要求寻找到亡灵族的隐藏踪迹，告知剑问心，剑问心会带大军讨伐。任务时间5天。失败惩罚无。成功奖励斗战秘技剑魔之体，开通军衔功能，金币3000。这么简单？楚天本以为这个便宜师兄还想坑自己一把，没想到任务很不错，只要找到变形，不需要战斗。失败无惩罚。成功了，奖励爆表，斗战秘法加自己不清楚的开通军衔功能，金币也很多。接了。楚天没迟疑，他本来就想去亡灵族寻找亡灵法师职业卷轴，至于战斗不战斗再说吧。剑问心看着他离开，自言自语道：希望他能成功吧，那样我也放心，将天剑城交给他。说简单，但也不简单。偌大的天剑城加上野外的地域，比现实的一座城市还要大几倍，想要寻找到亡灵族，不亚于大海捞针，这也是任务评级为 SS 的原因。汉库林，你可知亡灵大军的隐藏地点？不知。作为亡灵族人的汉库林都不知道隐藏地点，他被派出去做任务时就已经被洗去了关键的记忆，可见亡灵族隐藏的有多好。那么只能从几个诡异地带下手了。天剑城中除了黑暗之渊有许多怪物，号称是禁地之外，还有一个不差于黑暗之渊的，就算找不到亡灵族，也能借此积攒进化点。不论结果如何，反正不亏。就算没找到也不要紧，再多进化几次，亡灵大军打过来也就是找死的下场。我现在能炼制雷龙合成药剂，可以组建雷龙骑士队伍，但草药还是没有。楚天身上还有些王级草药，但进化了也不是他需要的。去那几处地方，说不定还能寻找到草药。第一处，
乱葬岗第84章乱葬岗冰霜落。天剑城的 NPC 别看在其他玩家面前可以吆五喝六的，但其实在天域这个乱世中，他们也是普通的民众。有些 NPC 死后连一个好的坟墓都没钱搭建，在战争年代时甚至连埋尸地都来不及找，所以乱葬岗应运而生。天剑城以前可不叫天剑城，在从前的久远年代里，甚至有些强大的人物战死也被掩埋在了乱葬岗中，因此这里时时有诡异发生，甚至有尸变。 NPC 都不敢来这儿，玩家们的任务也没有涉及到这儿，因此楚天属于开荒。叮，恭喜您发现了新地图乱葬岗，奖励经验值3万点。叮，恭喜您升级了。因为是没人进入过的地图，所以有经验值奖励，加上楚天身上本就有留存的经验值，瞬间升级了。乱葬岗到处是尸体、骸骨、破碎的棺木，料想地下更是深埋着皑皑白骨。制作亡灵。汉库林一声高吼，肉眼可见的一个个冒出来的白骨瞬间破碎，转化成了亡灵，数量达到了上万只，等级都在30级左右。这就是亡灵法师的强大，只要有足够的尸体、骸骨等等，就能迅速制作许多等级不低于他太多的亡灵。至于品级，和尸体本身的实力有关，大部分都是白银级的亡灵，有1/3的是黄金级。就这么一支亡灵部队，就能灭杀绝大部分玩家公会。召唤邪灵，伊洛斯也不遑多让，召唤了几千只邪灵。吼！江河流怒吼，钻石级 BOSS 的气势外放。吼吼！更可怕的怒吼声响起，正从楚天的下方传来，乃是他的坐骑星耀 BOSS 雷古龙。剑齿白虎也在怒吼。轰轰轰！邪灵、亡灵部队行进，几大 BOSS 同时怒吼，冲天气势扬，周围草木倒卷。要是被玩家们看到了，得吓个半死。这么强大的阵容，恐怕能灭绝所有的玩家吧。楚天毫不低调。为什么低调？亡灵族难找，那就让他们自己出来。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就是希望亡灵族自乱阵脚。不管是亡灵族看他不爽，还是赶紧离开，又或者加深隐藏，势必都会临阵慌乱，露出破绽。他还有复活术在，怕个啥？可惜了，没有吗？楚天皱眉，他故意嚣张，还是没有动静传来。看来亡灵族不在这里。正准备离开的时候，砰砰砰，接连多道声音炸响，乱葬岗的各处直接炸开，一片尘土飞扬中，无数身影冲了出来，像野兽一样直接杀向楚天，嘴中发出喝噜噜的声音。肉盾僵尸，品级铂金级，等级35级，气血5000，攻击543，防御300，技能坚硬化，野蛮冲撞。描述：久远的肉盾尸体被地下的固化液浸染，尸体不腐变为僵尸，防御力惊人。跳跳僵尸，品级铂金级，等级35级，气血2028，攻击1478，防御50，技能蹦蹦跳跳，撕咬扑杀，吸血。描述：久远的刺客士兵尸体被地下的固化液浸染，尸体不腐变为僵尸，弹跳力惊人。僵尸固化液，楚天心中一喜，僵尸在天域中没有形成亡灵族那样的种族，因为很难形成，可见固化液多么宝贝，能让尸体不腐。更喜的是，这正是雷龙合成药剂中最需要的一味药物。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活该你们今日不走运，送上门的宝贝能不要？袭来的僵尸大概有几十万，毕竟是乱葬岗久远岁月的积累，没有玩家们来过这里， NPC 们也不敢来这里，强大的像剑问心这种又没空管这里，便宜楚天了。好，僵尸们和野兽一样，没有什么灵智，但还是有着本能的感受。他们很懵逼，这个人类看到他们怎么丝毫不怕，反而很喜悦。主人，敌人防御气血很高，还有一批敏捷很高，甚至能跳上天空的，有点棘手，甚至连伊洛斯等人都感到有些麻烦。不是怕，而是这种杀起来肯定没那么快，会慢慢耗他们的血。哦，是吗？楚天只是淡淡的笑笑，拿出了冰霜法杖。叮！恭喜您消耗了4点超能点，冰霜的叹息达到满级。冰霜的叹息黄 LV40，消耗500蓝量，在周围10万米的地域内降下冰霜攻击。冰霜攻击为基础攻击的150%，没后续伤害，但可在3秒内，只要敌人气血降低到一半，100%控制敌人1秒，并且控制伤害范围急速延伸。0级技能瞬间40级，范围提高了10倍，攻击原先的3倍，只要敌人气血降低到一半，100%控制1秒，而且控制住了，范围还能急速延伸超过10万米。
简直无解。但这么做的前提是能够在第一波攻击时将敌人的气血打掉一半。作为一个群体控制技能，它的伤害并不高，只有楚天基础伤害的150%。不过，楚天的伤害能以常理视之，提升一级，再加上冰霜法杖的加持，楚天的基础法术伤害达到了2000。呼呼呼！寒风凛冽，冰霜降落，周围10万米地带银装素裹，冰霜仿佛要冻结了时光。2700，2700，2400，僵尸发动坚硬化，防御加倍。10万米范围内，到处是血色伤害飘起，超过了僵尸的一半气血，1/5的僵尸瞬间被冰霜冻结。好，有些僵尸开启了坚硬化，仿佛提高了双倍，气血差点掉到一半，好在并没有掉到一半。正在庆幸的时候，被冻结的同伴身上开始衍生出冰霜。2400，冰霜没有后续攻击，但衍生后再次有了攻击。本来没被控制，是幸运儿的僵尸再次狂掉气血，瞬间被冻结。嗖嗖嗖！细微渗人的声音响起，冰霜仿佛活物一样在大地上蔓延。2700，2400，迅速的，周围50万米地域内全部被冰霜笼罩，几十万僵尸被冻成了冰雕。咕！汉库林想吞口水，发现根本吞不了。王林也是有口水的，但他的嗓子都要被寒气冻住了。他曾经有幸见过一位传奇法师施展禁咒，但禁咒的威力也没这么猛啊。第85章。传奇技能火眼金睛，还愣着干什么？杀了他们！楚天的爆吼响起，拉回汉库林等人震惊的思绪。邪恶光波，死亡收割，叠浪拳击，嘶吼！汉库林、伊洛斯、江河流各自使用技能，邪灵和亡灵冲杀，已经被控制住的僵尸们只能被动挨打。虽然只被控制了3秒，但3秒还不能解决对面的话，他们也不配做楚天的小弟了。更何况，好！雷古龙咆哮，蛮横地冲撞出去，被撞到的僵尸瞬间破碎，周身缠绕着雷电，将冰雕和僵尸一起粉碎。叮！恭喜，您获得了32万经验值，298银币，铂金器僵尸大棒。叮！恭喜，您获得了38万经验值，237银币，钻石器僵尸铠甲。楚天什么事情都不用干，躺着拿收获。当然了，这也是他控制的好，不然就凭几个 BOSS 小几万手下，很难解决几10万僵尸。这也是江河流等人的价值，帮楚天清扫一些小麻烦。他抬头看天，好，那里还有10来万跳僵尸，及时的跳上了天空，躲避了冰霜的叹息控制。弹跳力真高，一跳几百米高。哼，有用吗？军经天翼张开，楚天飞上高空，在众多跳僵尸惊恐的目光中，按金色的色调降落。咻咻咻！一根根软羽毛飞离，变得坚硬，穿破周围3万米。暴击率100%。2018、2083，爆炸伤害起，无数跳僵尸被秒杀，甚至有些跳僵尸蹦跳着挪动身形，想要躲过军经天羽的攻击，但楚天心意一动，就有一根羽毛穿梭灭杀他。不过有时候并不能杀死。楚天基础攻击力1000多点，暴击是2000多点，减去防御，有时候正好差一点杀死跳僵尸，就差一点啊，多难受！虽然羽毛多穿梭一次，照样能击杀敌人，但楚天嫌麻烦。过来！他朝雷古龙招手，好，雷古龙飞到他下面。叮！恭喜，雷古龙反馈50%的属性给你。做起反馈属性必须和主人连接在一起，楚天做剑齿白虎时就可以让剑齿白虎反馈。攻击力暴涨，3573、3582，再加上雷古龙不断释放雷电，飞翔着杀入敌群，战斗很迅速的结束了。前后不到5分钟，50万僵尸大军全部死亡。以我现在的能力，就算亡灵大军杀过来，也不能奈我何吧。楚天心中美滋滋，第一次用冰霜法杖，效果简直完美。要不是全体控制了对面，应该没这么容易杀敌。不过，需要打掉一半气血才能100%控制，遇到超强的敌人还是没那么容易，所以提升还是很有必要的。楚天正准备清点收获，叮！恭喜，您获得了1764万经验值，您的等级+1+1+1+1。轰轰轰！冲天的光芒闪现，楚天直接40级了，就是这么简单。照例需要4转后才能继续升级。职业4转任务，任务要求击杀3头星耀级 BOSS， 获得1件星耀器。任务时间无限，失败惩罚，无法升级。击杀3头星耀级 BOSS 对别人4转时来说是非常难的，肯定要依靠工会，但楚天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他不到30级的时候就已经击杀了雷古龙了。不过雷古龙算被击杀，又不算被击杀，所以没有爆出装备。
乃至于楚天身上还没有新药气。叮！恭喜，您获得了7666万进化点。近亿的进化点，能进化出7个新药气，那这个任务对楚天来说简直不要太简单。叮！恭喜，您获得了铂金器射月弓、钻石器天野甲、钻石器狼牙冲天硕。有无限背包在，楚天将所有东西都捡起来。钻石器一大堆，铂金器更多。银币20万，仅仅是银币就能提供一大波的进化点了。要不要进化出满套新药气？楚天迟疑片刻，他是有这个资本的，分解了身上大部分东西，绝对有1亿多进化点，凑齐满套的新药气不难。但这时候，一道蓝色的闪光进入眼球，是一本技能书。蓝色技能是新药气才能自带的。楚天好奇的查看，洞察术，蓝色，效果消耗600蓝量，洞察附近300米内的详情，不高于您20级的单位无所遁形，不高于您20级的敌人的弱点会被您看到，持续时间3分钟，冷却1小时。描述：洞察一切，方可斩尽一切。辅助型技能。楚天先是一愣，再是狂喜，这技能超级牛逼！敌人隐形了，只要不高于他20级，他能够看破，遇到刺客类的高手，准保让他吃不了兜着走。最关键的还是能够看穿敌人的弱点，通过弱点攻击，能攻击敌人的破绽。空门虽然不能直接提升战斗力，但能让战斗更加的方便，战斗手段更加的强大。就像冰霜的叹息，单纯的战斗力不高，但谁敢说它不厉害？比战斗技能还好。这还没进化升级呢，进化所需1亿进化点，有点多呀。楚天咬咬牙，还是决定进化了。原因无他，他其实能够看到进化后的详情，不然也不会知道身上的王级药草进化后不是他需要的药草了。进化后，火眼金睛，红色，效果消耗800蓝量，洞察附近1000米内的详情，不高于您40级的单位无所遁形，宝藏的隐藏禁制不高于您最高技能时会被您看到，敌人的幻术不高于您最高技能时会被您看到，敌人不高于您40级时弱点会被您看到，持续时间10分钟，冷却半小时。描述：连虚妄都能洞穿，才是真正的斩尽一切。红色技能，楚天身上还没这么高的。真要算的话，红色技能属于和传奇级装备搭配的技能，直接越过了星耀气，乃是传奇技能。第86章，祸从天降。不仅是看穿隐形单位了，就连敌人的幻术，比如像楚天的幻术面具，他可以变成别人的样貌。要是有人这么对付他，他可以直接看破，甚至是宝藏也能看破。宝藏一般都隐藏在神秘地点，或者下了隐藏阵法，需要完整的藏宝图方可打开，但现在没有这个必要了。楚天之前收集全了雷龙骑士藏宝图，才找到了宝藏，现在只需要一份，知道大体的位置，走到那里，火眼金睛一扫，就能看到隐藏起来的宝藏。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能看穿敌人的弱点了。楚天没有迟疑，装备可以爆出来，他目前也不缺直接的战斗手段，这么强大的辅助技能，当然要先进化才是。将身上许多铂金器、钻石器分解了，总共有了1亿1000万进化点。叮！恭喜，您消耗了1亿进化点，洞察术进化为火眼金睛。叮！恭喜，您消耗了5点潜能点，火眼金睛进化成满级。火眼金睛，红 LV50，效果消耗1200蓝量，洞察附近10万米内的详情，不高于您100级的单位无所遁形，宝藏的隐藏禁制不高于您最高技能3个品级时会被您看到，敌人的幻术不高于您最高技能3个品级时会被您看到，敌人不高于您100级时弱点会被您看到，持续时间1小时，冷却10分钟。描述：妖孽瞪眼神功来也，范围暴涨，不高于楚天100级就会被他看穿。隐藏禁制幻术不高于他最高技能3个品级就会被他看穿，而他最高的技能就是红色技能，高于他3个品级需要是紫色技能才行，对应的乃是神话级装备的技能，也就是神器。现在谁有神器？哈哈！楚天忍不住放声大笑，瞪敌人一眼，完全看穿啊！浩然巨大，楚天正好升级了，分配属性点有了1500蓝量。这下面有固化液，也算是个宝藏了，不如试一试。火眼金睛，楚天的双眼射出灿烂的金芒，眼球中仿佛燃烧着重重烈焰，看破一切虚妄，穿破无数阻拦。果然，这下面不简单。刚才出现的僵尸只是过家家一般，乱葬岗经过久远的岁月，甚至从上一个帝国时代就留存下来，有着无数的尸体在此浮沉，恰巧地下有条固化液河。是的，能炼制雷龙合成药剂的固化液是黄级药草，而在这里成了河。大河不知多深，无数僵尸在此浮沉。吸血僵尸，
品级钻石级，等级35，攻击873至918，防御103，血量3826，技能吸血坚硬化猛冲攻击，描述会吸血恢复自身，非常难缠。弱点行动不便，可以利用高速敏捷击杀。飞天僵尸，品级钻石，等级35，攻击897至921，防御112，血量3597，技能飞天移形幻影，描述会飞的僵尸，而且能够变换位置，让人摸不清头脑。弱点心脏是致命处，破坏心脏无法衍生翅膀飞天。就2种僵尸，但数量不比之前的少，而且全部都是钻石级的，属性倒也没比肉盾僵尸、飞天僵尸高很多，但技能很让人头疼。一种能吸血，一边降低敌人伤害，一边恢复自身，持久战斗力强大；一种甚至有翅膀飞天，还能够移形换影改变位置。但让楚天惊喜的是，火眼金睛扫描出了他们的弱点。针对两者的弱点，要同时击杀他们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靠着爆炸攻击瞬秒他们。其实楚天下去战斗完全可以做到，但他要固化液。这么多僵尸，靠着群攻的战士技难以秒杀，只能用冰霜的叹息控制。但飞天僵尸不会被控住，还是要用雷、火等法术轰杀，那固化液就被破坏了。扑击！就在这时，吞宝史莱姆蹦蹦跳跳的跟着楚天撒娇。楚天双眼一亮，在吞宝史莱姆的描述中，他的极限攻击10000，靠的是吞噬宝物换来，不是战士、魔法、刺客等任何一种伤害，属于宝器攻击。就像装备自带的+50物理攻击，没人使用就没用，但吞宝史莱姆直接吞下，释放出来，可以对任意物体造成伤害，就是不会破坏宝物。吞宝史莱姆最爱宝物了，他的宝器攻击怎么会伤害宝物？但吞宝史莱姆的攻击属于单体攻击，怎么打到几十万僵尸？有办法。楚天身上还是有钻石装的，挑选了一些好的留下，一共22件，进化点也还有1000万多，完全能够进化出一件星耀装。叮！恭喜，您消耗了1000万进化点，僵尸大棒进化成如意棍。僵尸大棒名字很普通，但继承了僵尸的高超防御，非常坚硬。而如意棍同样坚硬，偏偏又能变软，伸缩自如。不仅如此，如意棍星耀器，附加效果物理攻击加500，破甲正30%，附带技能如意衍生蓝，消耗700蓝量。如意棍可延伸到5万米长，并且可以从棍中间衍生5万根棍，攻击不同的敌人。延伸方向随心意，持续1天，冷却1天。描述如意衍生终可破天，牛逼！直接5万米长，还能衍生5万根棍，而且自带1500物理攻击。楚天的基础物理攻击才2000多点呢，这一下就能加1/4。叮！恭喜，您消耗了4点潜能点，如意衍生达到满级。满级之后，长度可达50万米，衍生的棍可达50万根，半天可使用1次，而且还多出了一个效果，衍生的棍棒可以传达单体技能来攻击不同的敌人，直接将单体技能变成了群体技能。单体技能爆发一般很高啊！此刻火眼金睛下，所有僵尸的位置都在楚天视野中，他飞在高空中，手持如意棍，衍生出50万根棍子，将所有棍子插入了大地，瞬间延伸都无需达到50万米，所有棍子都顶在了僵尸们的脑门上。这些僵尸在固化液中睡得比较死，到现在还没察觉呢。你来！楚天将如意棍交给了吞宝史莱姆。轰！一声爆响传来，无形的宝器攻击顺着50万根棍子直到地下。僵尸们听闻动静，正懵逼的要爬起来。轰轰轰！第87章双物体融合药剂。僵尸们抬头看去，一根根长棍顶在了他们脑门上，然后浩荡的无形宝器从棍尖上喷射。这场景就仿佛几十万把手枪同时顶在了刚睡醒的僵尸脑袋上，他们还没反应得过来时，攻击已然到达。9736、9812、9377， 10000的攻击减去敌人防御，全部都是大几千的伤害，加起来得有几十亿伤害，这就是如意衍生的强大。将单体爆发技能传导成了锁定敌人的范围技能，不过只能半天用1次。叮！恭喜，您获得了43万经验值，2876银币，钻石器飞天铝。叮！恭喜，您获得了400进化点。提示声陆陆续续响起。就是这么简单，几十万钻石级僵尸就被秒了，主要也是楚天的计策太机智了，而且装备非常的好，再加上吞宝史莱姆的攻击实在太强了，仿佛炮火骑射般，一轮下去，所有敌人被秒杀。叮！系统提示：
由于您尚未职业4转，无法利用经验值升级转为提升您的宠物、奴隶、坐骑。幽冥白虎等级+1+1+1+1，伊洛斯等级+1+1+1，都不知道提升了多少级。楚天也不在乎，反正他升级快，经验值想要就有，麾下给他的帮助也很大。这次要不是有吞宝史莱姆，他绝对没有这么容易解决问题。钻石怪的进化点是铂金怪的2倍，楚天又有2亿多的进化点了，爽得不得了。钻石器也有一大堆，甚至楚天隐隐约约的看到了几丝星芒般的色彩。星耀器直接爆出来了，就说嘛，不要急着进化星耀器，楚天能够爆出来剩下的进化点可以进化其他的东西。2亿多进化点，我还有个钻石宝箱可以进化，身上还有不少好的药剂，坐骑也该进化了。楚天正沉思，好，一声惊天动地的爆吼将他的思绪拉回，在深不见底的固化夜河中，一只尖牙利齿、背身黑色双翼、浑身煞气冲天的身影突然的暴冲而上。僵尸王，品级星耀级 BOSS， 等级40，物理攻击1312至1322，防御500，血量6785，技能吸血、飞天、铠甲化、极致跳跃。描述：乱葬岗中埋葬的一位王者，经过固化液的作用，尸体近年不腐，拥有飞天、肉盾、吸血、跳僵尸的所有技能，是一位强大的僵尸王。不好，楚天没有想到还有一头僵尸王隐藏在固化液深处，这货隐藏得太深了，火眼金睛长达10万米的侦察范围都没有察觉到他。这也更证明了这里的固化液太多了，楚天想组建超多的雷龙骑士军团是大有希望的，那就更不能破坏固化液了。吞吞，打他！楚天怒吼，吞吞就是吞宝史莱姆的小名。轰！吞吞再次口吐宝气，击打在僵尸王的身上，但让人心一凉的是，竟然没有秒了僵尸王。0，敌人无敌状态，高达1万的攻击，竟然0伤害。僵尸王的身上覆盖上了一层坚硬的铠甲，如同山岳一般阻挡了攻击。铠甲化，30秒之内拥有无敌效果，不高于自身等级级的生物无法对僵尸王造成伤害。牛逼！楚天也不由得暗叹，想起僵尸王的描述，这曾经是一位王者，不知道这个王者有多么厉害，但肯定很了不得。生前的技能很牛逼，变成僵尸了还是很强大，这一点让他想起了江河流。他眸光瞬间一亮，吞吞回来！吞宝史莱姆1万攻击也有次数限制，用一次少一次，对方无敌30秒。楚天怎么舍得再浪费他的攻击？极致跳跃！此刻，僵尸王一声怒吼，在半空中踩踏空气，竟然更加迅猛的袭来，甚至割破了空气，导致了气体的乱流，引得乱葬岗中的泥土速速下落，要掉入固化液中。混蛋，别动老子固化液！楚天不爽了，要不是防止破坏固化液，早一剑把僵尸王秒了。咻！这一瞬，他不再迟疑，具象化，防御、气血、攻击提高10倍。他一拳轰碎大地，迅猛地向僵尸王冲去，右手上还抓着江河流以及一瓶双属性融合药剂。江河流和僵尸王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砰！0，敌人无敌状态。楚天是大力沉的一拳将僵尸王砸飞，即使因为对方无敌，无法造成伤害，但巨大的力量无法抵消，僵尸王在空中翻了几10个圈圈。同时，江河流双属性融合药剂掉到了僵尸王怀里，而且药剂瓶已经碎裂。主人，江河流正懵逼，大好的造化送你了。楚天却是嘴角笑容玩味，他能看到物体进化后的状态。双属性融合药剂进化所需1亿进化点。进化后，方向1：四属性融合药剂，融合某个生物的4个属性汇聚到单一属性中。方向2：双物体融合药剂，融合一切物体，包括生物和非生物，药剂触碰即融合，不论对方愿不愿意，对方的实力、抵抗意志越强，越不容易被融合。竟然出了2种进化方向，毕竟进化后就是黄级药剂了，档次很高了，有不同方向也正常，消耗就很大。叮！恭喜，您消耗了1亿进化点，双属性融合药剂进化为双物体融合药剂。好！僵尸王正怒吼，突然察觉了异样，身上冰凉的药液透过毛孔，固化液保留毛孔，流过他的4肢百骸，将一层层异样的东西流到了他身体里面。江河流也是这种感觉，从上帝视角看下去，这一僵尸一亡灵仿佛在水乳交融，要融为一体。好！僵尸王狂躁地抵抗着，他终于慌了。切！无敌状态能挡伤害，能挡我的药液吗？楚天笑容玩味，看来成为黄级药师非常明智，天域的神奇手段太多了，有些不好用战斗解决。这不，一药下去，看他还怎么装逼。
楚天也顺势飞下去，捡取固化液。第88亿亿进化点，新超神天赋。叮！恭喜您获得1滴固化液。固化液很珍贵，所以按滴算，即便是1滴，也是不可多得的宝物。可是眼前是条河，哦不，简直是大海。叮！恭喜您获得1亿固化液。恭喜您获得了10亿固化液。恭喜您获得了100亿滴固化液。楚天的心里爽得不得了，这何止是固化液啊，这都能变成进化点。有着无限背包在，他想装多少就能装多少，简直是吞江纳海一般。要不是这天空太过高远，楚天暂时还不能飞到最高空，不然连天空都能装下。最终20兆多固化液，也就是20万亿多，得有15个零。换成进化点的话，一滴有500进化点，也就是1亿亿进化点。这无敌了，好吧。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楚天也没有想到会得到这么多收获，主要这里的固化液太多了，乃是一处宝地，甚至形成了乱葬岗。要知道天域中基本没有僵尸，甚至没形成一个势力强大的种族，固化液等于成就了一个新种族啊！能培养出上百万僵尸的固化液被楚天得到了，收获能不巨大吗？我去，主人用的是什么药解？亡灵和僵尸开始融合了，会变成什么？这时候伊洛斯等人的震惊声传来，他们看着僵尸王和江河流融合，叹为观止。亡灵和僵尸融合，谁见过？僵尸王还在挣扎，双物体融合药剂并不是强制性的，只要实力足够强大，意志足够坚定，就能够挣脱融合的效果。僵尸王显然更强，毕竟他是星耀 BOSS， 江河流是钻石 BOSS。眼看着僵尸王要将江河流排斥出去，楚天一声冷喝，差点破坏我的计划，还想逃？咻咻咻！一道道光剑从他手中浮现，日月追光剑。此刻僵尸王的30秒无敌已经失效了，楚天爆炸的攻击力有了作用，连续10来道光剑斩下去，他直接死亡了。叮！恭喜您击杀了僵尸王，获得了13937万经验值，获得了星耀器君王剑。奈斯爆出了星耀器，星耀 BOSS 是必爆星耀器的，钻石爆出星耀器的几率低到极点。还是一把剑，楚天正好能用，但他这时并没有查看，因为好，随着僵尸王的死亡，江河流彻底的将他融合，他发出了瘆人的惨叫。融合的过程应该比较痛苦，但他身上的气势炽盛，直达9天云霄。轰！上方的大地都被他的气势冲碎，乱葬岗迅速崩塌。走！楚天带人来到上面，顺便带走江河流。此刻天空太阳高悬，突然的星辉洒下，不是腾空直上，星辉也欲要和骄阳势比高，而这星辉正来自江河流的身上，竟然要变成了星耀 BOSS 了。楚天连连称奇，手下又要有一头星耀 BOSS 了，而且融合了高气血、高防御的江河流，有无敌状态的僵尸王，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怪物呢？楚天都不敢想象，这可是亡灵和僵尸的融合啊，前所未有之事。叮！恭喜你为首个创造了天域中心物种的玩家，系统特为您颁发奖励。就在这时，提示声呼来，什么？创造了新物种，还有奖励？叮咚！世界公告，恭喜玩家修罗成为天域中首个创造新物种的玩家，为天域的繁荣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奖励全服声望加10000，个人魅力加1，另给予超级特殊奖励。世界公告，恭喜玩家修罗成为天域中首个创造新物种的玩家。世界公告再度出现，这一次比从前还要让人惊骇。全世界玩家这一次不是震惊了，而是彻彻底底的傻眼。所有玩家不论是在做任务的还是在讨好 NPC 的，此刻全部都呆住了，久久不能回味过来。继而是平静之后的大爆发，山呼海啸声。我了个大擦擦擦！创造出新物种！bug！我还在新手村打怪，修罗都能创造出新物种了，什么神奇的能力，能在天域这样一个世界创造出与众不同的物种？欧巴，这比杀了神兽什么的还要厉害吧？声望值多的，据说可以在后期称王，甚至建立帝国、光明教廷这样的势力。修罗已经获得这么多了，现在又获得了超级特殊奖励，人们太懵逼了。修罗实力强，他们都知道，哪怕修罗现在杀一个神兽，他们肯定不可思议，但或许也能接受吧。谁让修罗太牛逼呢？但创造出新物种，这是要上天成神了。不过人们更好奇的是，还是什么新物种，以及给修罗的超级特殊奖励是什么？超级特殊奖励，楚天此刻也有些愣住了，提示声在他脑海回荡。叮！恭喜您获得了超级特殊奖励，神级天赋点石成金。什么？竟然是神级天赋！天赋
貌似可以有很多个，但现在的玩家中，除了楚天，绝对没有人有第二个天赋，还是神级天赋。快看看！楚天也很激动，虽然他有超神天赋了，但神级天赋个个都很牛逼，说不定就有大用。点石成金 S 级，效果消耗100蓝量，能将平凡的石头变成金币，无冷却。描述：您创造了新物种，有资格拥有点石成金的手段。就这，楚天不满意，不是他贪婪，这个天赋很牛逼，100蓝量就可以把一颗石头变成一颗金币，换做谁都愿意去做，简直是不断积累金币的手段。靠这个成为天域第一富豪也不过是时间问题。但他能净化金币，要这个干啥？让他惊喜的是，净化万物天赋可以净化万物，甚至连天赋连净化万物本身都可以净化，但超神级天赋想要再净化，需要的净化点实在是太多了，神级天赋就无需那么多了。楚天看了看 S 级天赋，他甚至能进化成 SSSSSS 级天赋和净化万物一个品级，而这需要1亿净化点，他分解了大部分固化液就能拥有了。怎么说？他要选择获得新的超神天赋吗？第89章，点化万物，赋予生命。选？为什么不选？楚天现在估计都能进化出些神器，但是神器也有使用限制，需要等级、力量等等达标，就算给小孩子一把超级神兵，他能够举得动吗？楚天也不急于进化神器，早晚有一天有的。而天赋却能带来质变的影响，比死板的装备重要多了，能在现在就给楚天带来巨大的收益，他当下不再迟疑。分解了许多固化液，只留下了一丁点备用，获得了1亿还多不少的进化点。叮！恭喜您消耗了1亿进化点 ，S 级天赋点石成金进化成 SS 级天赋点繁为奇。S 级天赋乃是神级天赋，很牛逼。不好意思，在楚天这里，1亿进化点就可以直接变成 SS 级天赋，他获得1亿进化点难吗？恭喜恭喜，您消耗了1万亿进化点。SSS 级天赋点其入圣进化成 SSSS 级天赋点化智慧 ，SSSS 级已经是超神级。楚天看了看，效果甚至能让江河流这种没有智慧的生物拥有超高的智慧。可不要小看智慧的价值，同样的实力，高智商的绝对吊打无脑的。都已经这么厉害了，怎么能停止？叮！恭喜您消耗了1亿进化点。SSSSS 级天赋点化众生进化为 SSSSSS 级天赋点化万物。一连进化5次，成为6S 级天赋，再往上就难了。5S 时，效果能够点化所有有生命的物体，提升它们的资质等等，甚至能让一头白板级的小怪拥有成为神兽的潜力。听起来和净化万物有重复？不，有不一样的地方。点化是没有改变生命本质，而是让白板怪直接拥有比肩神兽的潜力。本来品级越高，升级越难，但现在白板怪升级快，却还能和神兽有一样的潜力。进化成点化万物时，体现得更明显。点化万物 SSSSSS 级超神天赋。描述1：您使用点化值可以给任意事物，包括生物和非生物，包括可视和不可视。点化，您的手就是命运之手，可以更改万物的命运。描述2：点化死物时可以赋予它们生命、智慧。描述3：您拥有的事物，包括生物和非生物，包括可视和不可视，都可以分解成点化值。靠！又是一项号称可以更改万物命运的天赋，甚至连死物都可以改变。那背包内的死亡雷龙幼崽，不是可以直接拥有生命？楚天心中一喜，深思之后更是狂喜。谁说死物就是死去的生命了？是所有物体都可以被它赋予生命，比如死板的装备、技能书，甚至是经验值等等，都可以被它变成生命出现。不过越影响平衡的，消耗越大。而且点化可以提升资质，让白板怪也能拥有神兽的潜力，并不是说神兽就不能被点化了呀。神兽再被点化，提升资质，该有多猛！这个天赋潜力无限高，毫无下于净化万物。他自己的资质也可以提升啊，以后每个自由属性点对应的属性值都能提高。叮！恭喜检测到您同时拥有超神天赋净化万物、点化万物，同时拥有净化点、点化值2种属性，两种属性根本上都是利用生命本源来提升其他的生命本源，所以2种属性可互相转换。卧槽，大惊喜！这意思就是楚天的净化点、点化值可以互相转换，比如他将物体分解成了1点净化点了，这1点净化点还能重新变成点化值，根本不会撞上。爽！何不是试点化？楚天心中激动，就要拿死亡的雷龙幼崽试一试。他身上还有一些点化值，要是能直接点化生命，还需要炼制药剂干什么？点化生命所需1亿点化值，点化资质所需
根据提升的资质来决定需要消耗的点化值。另外，资质想要突破上限时，还需要添加一些额外的宝物来刺激蜕变。这就难受了，毕竟雷龙幼崽是星耀级的，点化出生命一只就需要1亿点化值。点化资质更是不太详细，突破极限时还要加些宝物，证明到了越后面，提升需要的代价越大。但起码证明了一点，死物真的能点化。要知道，雷龙幼崽本来就不是活物啊，属于被制作出来的，现在的样子更像是一种宝物，和装备、石头、山水等等还并没本质区别。普通石头点化生命所需 0.001 点，普通石头点化资质所需1点点化值，将它变成白板怪的潜力。石头过于普通，极限资质就是青铜级，突破极限需要加入铁甲10亩。普通石头分解 0.000 1点进化点或 0.000 1点进化点进化值。普通大树点化生命所需 0.01 点。楚天扫视四周，越垃圾的东西点化越容易。通过观看石头，他也发现了，果然本身资质越垃圾的东西，资质越容易提升。当突破它本身能达到的极限时，就需要添加一些东西来点化了。这么说的话，将物体净化再点化就是最为合理的了。而且越垃圾的东西分解了也没什么用，不然楚天早把周围的空气全分解了。身上没有技能书了，不然拿个技能书点化了试试。楚天也是突发奇想，技能书、职业书点化生命会是什么样子呢？咦，不对啊，既然是点化万物，什么都能点化，那么释放出来的技能也是能够点化的吧？咕咚，楚天喉结耸动，这实在是太可怕了。鬼使神差的，他忍不住试一试，点化越高级的东西越难，那就先挑相对垃圾些的试试。逍遥步，这是楚天身上品级最低的技能了，只进化过2次，还是绿色的，楚天都没怎么用了，因为他不怎么需要利用幻影来逃跑躲闪了，但效果很猛。咻咻咻，6道和楚天一模一样的幻影出现了。修罗幻影点化生命所需100万点化值。第90章7大修罗。楚天的幻影是技能释放出来的，难道就不属于万物之中吗？看不到的都能被点化，何况幻影能被看到？只要存在于世，即是万物之属。尼玛，这么说的话，等逍遥步不断提升下去，楚天有一天拥有无限的幻影时，岂不是能点化出无限个小楚天，相当于拥有无限个分身？叮！系统提示：点化您的幻影为生命，综合考虑到了逍遥步技能品级、技能等级、您的实力，所以需要100万点化值。原来如此，楚天本来还想着自己什么时候这么垃圾了，才需要100万点化值。说到底，幻影并不是他本人，还跟逍遥步技能本身有关系。其实他很庆幸，身上就只有2000多万的进化点了，也就是点化值。逍遥步品级再高些，就不一定够点化幻影了。如此说来，这点化幻影实力可能也和我本身不一样，毕竟和逍遥步有了关系。逍遥步只是绿色技能啊。楚天眉头一皱，但还是决定试一试，亏了就亏了，敢于尝试才有未来。叮！恭喜，您消耗了100万点化值，点化出修罗幻影的生命。肉眼可见的一个幻影由虚凝实，眼神变得活灵活现，蓬勃的生命力在他身上释放。叮！系统提示：修罗幻影受到了逍遥步本身技能的影响，属性为您的一半，但由于是您的幻影，继承了您的本身技能思维超能点这个值。系统提示：修罗幻影可以自主杀怪提升，但不会影响其他的幻影以及您。我靠！楚天没想到修罗幻影有他属性的一半，6个幻影岂不是等于3个修罗？一个修罗就这么厉害了，何况是3个呢？而且在逍遥步在提升后，鬼知道是多少个修罗呢？逍遥步品级还低，所以只有他属性的一半，但以后呢？牛逼！楚天非常爽，他哈哈大笑的同时，修罗幻影也在哈哈大笑。其实就是一个人，有一样的思维，昵称也叫修罗，但不能像楚天一样下线，还属于游戏产物。修罗幻影1号，等级40，物伤1020至1031，法伤1001至1010，防御75，血值1850，蓝值750，幸运值0，暴击率物理10%自带，法术5%自带，超能点60，御骑位空闲3个，装备无，技能火眼金睛，逍遥步人剑合一，职业圣法斗战药师。我只有本体一半的属性。修罗幻影开口了，其实就是楚天的意识，楚天甚至能感觉自己在说话，很是奇妙的感觉。一半属性依旧猛。楚天是圣法斗战，修罗幻影也是，等于直接多了6个隐藏职业者。圣法斗战提升困难，
但效果也是显著的。修罗幻影的属性并不比同级玩家差，这还没穿装备呢，没有装备附加的属性技能，而楚天本身自有的技能修罗幻影也有，他进化出了超能点御其位，幻影也有，只不过这两个东西只能给幻影自己用，不能给别人施加。超能点60个，虽然幻影的资质是楚天的一半，但超能点获得的是一样的。楚天要是从没使用过超能点，也就是这么多了，而幻影就从没使用过，给幻影穿上装备，他也能给技能升到满级，每个幻影还能有3只坐骑，爽！叮！系统提示：由于您的血脉过于逆天，超神级天赋净化万物、点化万物过于强大，幻影无法承受，所以无法继承到这3个属性。唯一失望的就是这个了，也无所谓。修罗幻影只是让自己变强的手段，根本的还是靠自身。想要幻影去杀敌，获得进化点什么的，是异想天开了。或许随着幻影提升，有这个可能性吧。穿上这些，楚天背包里还有许多钻石器呢，当即都扔给了修罗幻影。穿戴上后，修罗幻影再提升几层。咻咻咻！技能光芒闪动，所有的装备自带技能都被修罗幻影升到了满级。从楚天那里继承的自带技能本就是满级的，就这么一个修罗幻影出去，就能吊打全世界许多玩家。嘿嘿，再来点！叮！恭喜！您消耗了100万点化值，点化出修罗幻影的生命。叮！恭喜！您消耗了100万点化值，点化出修罗幻影的生命。楚天连续点化，修罗幻影2号、3号、6号全部出世，算下来都有着楚天一半的属性，还超过了一点。毕竟楚天本身也没穿星耀器呢，这些家伙穿上满套的钻石器，装备不比楚天差多少了。楚天不会嫉妒，既然是自己的幻影，怎么能给自己丢脸呢？越强越好，还不够猛。楚天看了看，所有幻影都是圣法斗战，都有斗战秘技人剑合一。他们虽然没有神秘血脉、天赋等等，自己还是影响了一些东西给他们的。人剑合一能直接提升他们的属性，还有1000万多一点进化点，索性用了。叮！恭喜您消耗了1010万进化点，由龙剑进化为腾龙剑，体内的游龙剑从铂金器变成了星耀器。暂且不说技能从绿色变成了蓝色。叮！恭喜您的物理攻击加700，持续掉血正 20%。恭喜修罗幻影1号的物理攻击加700，持续掉血正 20%。恭喜修罗幻影2号的物理攻击加700，持续掉血正 20%。星耀器直接加500基础伤害，而且是所有人都加，一个星耀器起到了7个星耀器的效果。所有修罗幻影直接加了1半武功，场上连同楚天在内，7大修罗扬起冲天的煞气，其气势让一旁观看的伊洛斯等人啧舌不已。此刻天剑城中，一帮从其他主城赶来的玩家占据了整个天剑城，甚至都站在天剑城外面了，因为人数实在是太多了，整个天剑城都站不下了。他们来找修罗，修罗太强了，不除了他，我们谁都无法心安。来的除了陈榜公会外，还有星榜公会，甚至连月榜公会都有人正火速赶至。据说最强的日榜公会也在筹划击杀修罗。好在他只有一个人，就算没法击杀他，我们这么多人给他找麻烦，影响他发育总行吧。回去一趟吧。楚天这时下了一个决定，6大修罗幻影火速赶往天剑城收服宝庄阁。装备太重要了，这才6个幻影呢，以后一大堆修罗，需要一大堆的神装，自己慢慢进化装备太麻烦了。收服宝庄阁的铸造师，进化他们最好了。他自己当然是去发育了。第91章，哦，老天爷啊！伊洛斯、汉库林，你们也回天剑城。楚天还下了一个决定，宝庄阁毕竟在天剑城扎根很深，即使林向南、林求败都被击杀了，肯定要有些人马，修罗幻影肯定是能解决他们的。但楚天要的是快速，不给宝庄阁鱼死网破、毁坏装备、击杀锻造师的机会。整个宝庄阁他都要，有着亡灵部队、邪灵部队的帮助，解决速度能快很多。咻咻咻！一只只亡灵、邪灵离开了，加起来接近2万众，浩浩荡荡的前往了天剑城。楚天行事已经百无禁忌，根本不在乎别人知道他使用亡灵。场上还剩的就一个江河流了。江河流，种族王江，品级星耀级 BOSS， 等级50级，物攻1500至1537，防御700，血量7876，技能崩山印记、狂怒血燃、叠浪拳、铠甲化、吸血、飞天、极致跳跃、王僵转换，转变成亡灵，可以抵挡一切物理攻击；转变成僵尸，可以在5秒内无敌化。描述：亡灵和僵尸融合，他的未来连神灵都无法预测，厉害了呢！
亡灵和僵尸融合，变成了新种族亡僵。处于亡灵态时，拥有无效化一切物理攻击的能力，哪怕是攻击99999都打不死他。僵尸时还有无敌化，本身气血防御就很爆表，这一下成了强的出奇的肉盾。楚天虽然强大，但未来谁也不好说。有江河流给他挡伤害，安全有保障，最起码能让江河流去拉怪，给他减少聚怪的时间，不是？好！雷古龙怒吼，重新被楚天驾驭。有2大星耀 BOSS 在，再加上无敌的楚天，这天剑城还不是随意浪？天剑城，城主是否要击杀这些家伙？罗会长前去城主府，急切地向剑问星发问。他们好像都是来找修罗前辈的。修罗前辈乃是黄级药师，我们要保护他。保护？剑问星笑了，摇摇头道：“你还是不了解修罗啊，他还需要我们保护。至于外面的家伙，一帮跳梁小丑。”从刚才开始，他就能感觉到，在天剑城的野外有巨大的动静传来，好似大部队行进。剑问星很期待：“修罗，那是你搞出来的动静吗？什么声音？”此刻，天下霸业傲武仙琼这会长也在人群中。为了发动这么多玩家针对修罗，他们可没少在其中煽风点火，也是来这看修罗的好戏。嘶吼吼，吼，轰轰轰，狂傲残忍的叫声，急促的行进声夹杂在一起，让所有人心头发慌。那是……突然的，有人紧张的站起，结结巴巴的说不出话来。这是一位新榜工会的会长，站在了手下搭建的瞭望台上，因此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风景。这一刻，他的发挥感染到了所有人的情绪。有无数听到动静的人也攀爬到高处，接下来满目骇然。那是一帮站在城墙上的士兵，更是满脸悚然。亡灵大军吗？还有那个是邪灵大军？这么快就打过来了？轰轰轰！大军开拔，阴森的亡灵，诡异的邪灵部队，仿佛要给人间带来死亡。城内立刻乱成一团，城外的玩家吓得汗流不止。他们可不搞不过亡灵大军啊！快关城门，准备防御！士兵们赶紧关闭城门，防御阵立刻升起。别啊，放我们进去！玩家们立刻慌了，他们堵在城门外，想在楚天回城时给他致命一击，但现在城门直接关闭，他们就要独自面对亡灵邪灵大军，能不慌吗？可惜士兵们并不理他们。防御完毕，准备迎敌。士兵们准备好防御措施，正想喊来城内大军和亡灵大军较量时，几个士兵突然愣住了。等等，你们快看，亡灵大军前方的那是修罗。此刻城主见问星懵逼了，他站在城主府上是可以看到这一幕的。什么鬼？那是修罗大佬？等等，为什么有好几个？士兵们更加傻眼了。修罗大佬站在亡灵大军的面前，听说修罗大佬就有一个奴仆，乃是亡灵族的高手，那这些亡灵应该都是他的部下了。修罗大佬的部下，谁敢攻击？开玩笑，哪怕他的部下是邪恶的亡灵，也没人敢动。什么？修罗？玩家们闻言愣住了，立刻爬到高墙，或者法师建立一个高大的冰雕，爬上去观看。真是修罗！等等，一个、2个、3个、6个，整整6个修罗！哦，老天爷，我是没睡醒吗？哪来的6个修罗啊？你们快来看看！你没看错，就是6个修罗！雾草，6个修罗啊！玩家们此刻灵魂深处仿佛被痛击一般，整个人都是麻木的状态。一个恐怖的想法在他们心中升起，并且挥之不去。一个修罗就那么牛逼了？那6个修罗呢？他们这么多人来这里是来给修罗找麻烦的。他们虽然怕修罗，但仗着人多势众，而修罗只有1个人，心里认为有机会击杀修罗。但6个，此刻许多 NPC 都爬到城墙上观看，群情激动，士兵们想拦都没法拦。他们看到了6个修罗，连昵称都是修罗，确实是修罗本人没错了，只不过装备不一样。最前方一个还驾驭坐骑幽冥白虎。有 NPC 很崇拜修罗，当即大喊：修罗大佬，外面这些人是想来击杀你的。闻言楚天眉头紧皱，他本来是想收服宝庄阁的，没想到竟然被人打上主意，想要击杀他。那就先解决了他们吧。找死！6大修罗同时怒吼，同时一挥手，冲！伊洛斯、汉库林带着亡灵大军、邪灵大军悍勇地向着玩家们发起冲击。6个修罗幻影更是举起了他们的装备，法杖、剑、枪等等等等。第92章腾龙搏天，君王剑。兄弟们，并不是真的亡灵大军，是修罗的人马。那我们怕什么？我们来这里不就是要击杀修罗吗？冲！玩家们来劲儿了，在各位会长的忽悠下，虽然有些人依旧很惧怕，但全都向着楚天的人马冲去。
玩家们太多了，周围几个主城的全来了，加起来上千万众。场面上，修罗幻影和亡灵、邪灵部队在玩家们的人海面前，反而像是以卵击石一般。但突然的，两位隐藏职业的法师发动了技能，邪恶光波，死亡降临！轰！黑色的光波打出去，直接轰杀了几万人马，还在向着远方轰炸，直到触碰到主城的防御阵，方才偃旗息鼓。伊洛斯的实力不可小觑。一重黑幕降临，被笼罩的玩家全都看不见了。当黑雾消失时，那些玩家竟然全部消失了。不用说，已经死了。而死了之后，那些玩家竟然变了亡灵，向着身边的同伴挥刀。只要汉库林的技能还在持续，他们就无法复活，要一直变成亡灵听令。亡灵法师的技能果然诡异。哇，修罗大佬的麾下好强！爱了！修罗大佬加油 ！NPC 们在城墙上观战，比他们自己参战还要激动。这就是修罗的恐怖吗？手下就这么强了？玩家们就很慌了。他们听说过修罗的一些手段，知道他拥有亡灵、邪灵，但没想到这还没过多久，修罗的亡灵、邪灵部队就成了这么大的阵容。那些亡灵、邪灵小兵全都是接近40级的啊！玩家们除了楚天，谁有40级？场上最高等级的是几个星榜工会的会长，他们的等级是24级左右。人数对修罗根本没用，他的一个小兵都比我们最强的还要强。他们发现了让他们恐惧的事实，更怕的是6个修罗还没动手，这小子本事不简单啊！剑问星在观战，眼神中有着兴奋，那可是他的小师弟啊！我曾经听闻大陆上有门神技能分出3个分身，但他一下分出6个，比神技还要强。他是怎么做到的？以他的眼光，自然看出了幻影相当于楚天的分身，但这更让他疑惑。或许不是分身吧，只是虚影，没有什么实力。罗会长开口了，不是他觉得楚天不强，而是选择就能分出6个分身的话，那实在是太离谱了。动手了！二人同时眼睛一亮，轰！巨大的轰鸣声响起，一个修罗举起法杖，召唤了一片火海，乃是钻石器自带的技能，而且是满级的。一个修罗释放无间刀域，这是楚天自带的技能，有刀就可释放。一个修罗释放剑气，一个修罗举起大戟，力能开天一般。一个修罗，6大修罗同时出击，不同手段，物法皆可。因为我靠，都是圣法斗战。剑问星平时涵养很好，一直像个孤高剑客，但这一刻无法保持形象了。圣法斗战很牛逼，举世难寻第2个此职业者，但这里有6个，他只是斗战就已经是一方城主了。这6个不得上天。果然，火海降临，直接烧死了几10万玩家。无间刀域落下，无数玩家仿佛进入地狱般，剑气纵横无双，大戟大开大合，接近一半的玩家直接被击杀。那可是500万人啊！这还是玩家们也提升了一些，有了些不同寻常的来历，而且其中有些有 SS 级天赋，可以抵挡技能一些效果。修罗幻影也只有楚天1半属性，不然全死，太可怕了！这人无敌了，我们来找他麻烦，或许从一开始就是个错。我靠，那是什么？玩家们心如死灰，已经升起了后悔之心。哦！场上突然响起了惊天动地的龙吟声，6大的修罗幻影全部变成了金色的神龙，隐隐约约能看到，在神龙内部都有一柄剑在浮沉。龙神秘，比起从前更是巨大几倍。6条神龙从天地6方遨游而上，他们托起了场上500万玩家，大嘴一张，仿佛将所有人吞下，而后飞上天空。龙吟阵阵，神龙飞腾，扶摇直上，如要搏天。所有人都被带上了天空。现在的所有玩家，除了楚天外，还没有人会飞啊，因为没有飞行技能，也没翅膀类装备，就连楚天都是从宝箱开出的翅膀，寻常很难杀怪报道，更别提飞行坐骑了。这一下被神龙带上天空，连躲闪都无法做到。1000米、2000米，到了1万米的时候，所有人全部身死。你现在还觉得那不是分身吗？剑问星心中震惊，问了一句：太强了。罗会长没有回答，他震撼到无法去思考了。咻！6道神龙降落，重新变成了修罗幻影，只不过他们身上都有些血迹，显露出虚弱的样子。腾龙搏天，蓝 LV40，效果变成巨大的神龙，能吞下周围10万米内的生物，带着这些生物一起腾空飞起。神龙飞得越高，对这些生物的伤害从0逐渐升高，但越高时，神龙自身气血不断降低。描述：传说飞到最高空，神龙造成的伤害甚至力可搏天，比龙有9天还是强了很多。范围暴涨，
而且是真实伤害，不管敌人多少防御，必定造成伤害。伤害从零能提升到无穷，这个技能的潜力就是无穷大。不过飞得越高，伤害才越高。同时，神龙也就是修罗幻影的气血也在降低。6个修罗幻影现在气血都少了许多，幸好楚天有着无限背包，他们也有。炼药师公会送了许多红药，他们当即喝药恢复。这个技能不错。楚天感应到修罗幻影用这一击击杀了无数玩家，这技能正适合修罗幻影啊！哪怕原本是零攻击，只要气血能够支撑着飞高，就能强制造成高伤害。修罗幻影只有他一半的属性，攻击、气血都不算太高，但气血还是不少的。要是他本人使用，又该多厉害！而且他查看装备，发现有一个技能能和腾龙搏天搭配，甚至改变掉血的情况。君王剑，星耀气。第93章，关公面前耍大刀。修罗大佬，快进城来！天剑城处 NPC 们早就打开了城门，以盛大的仪式欢迎楚天入城。6大修罗幻影火速赶往宝庄阁，许多看热闹的 NPC 来了兴致，一起围攻宝庄阁。在他们的围攻下，失去了灵球拜这个高手的宝庄阁终于土崩瓦解。宝庄阁，易主，将所有锻造师带过来。这才是楚天的目的。进化点消耗太大，总不能一直自己进化装备，进化出一片高级锻造师，让他们来锻造出自己想要的装备，这不舒服吗？乱葬岗处，楚天查看装备。君王剑，星耀气，等级10级，附带效果加500物理攻击，正 15% 免控击率。附带技能君王领域，蓝，消耗700蓝量，在4周300米内形成剑的君王领域，所有剑技攻击对您的伤害降低一半，可以号令300米内所有低于君王剑品级的剑型生物使用一次您的最强剑技。描述：曾经是大陆上一位赫赫有名的君王的佩剑，厉害了呢。君王领域统领低于君王剑品级的剑型生物，而君王剑是星耀级的，能强制让他们使用楚天的最强剑技，为楚天所用。楚天现在的最强剑技就是腾龙搏天啊！这剑技耗自己的血，但让别人的剑或者剑型生物来使用，那耗的血就和楚天无关了。剑也有自己的气血，那就是耐久度200、1000、10000不等。耐久度清零，装备彻底粉碎，就和怪物玩家气血清零会死亡一样。而且楚天什么多？装备啊！不谈其他的，楚天自己统御一大堆的剑，用来使用腾龙搏天就很舒服啊。虽然耗蓝肯定非常大，但谁让楚天是皇级药师，能制作绝顶蓝药呢？楚天甚至能想象到自己君王领域张开，统领万剑齐发的场景。他装备上君王剑，坐上雷古龙，属性再次获得提升，物理攻击已经达到了3300多点。他一个平 A 就可以打死30级的人物。走！天剑城中除了禁地黑暗之渊外，一共有3大诡异地带：乱葬岗、幻梦泽、无声谷。乱葬岗的秘密就这样被楚天粉碎，带走了所有固化液。目前身上还有3000滴固化液。幻梦泽，传说那里大雾遮掩，看不到里面任何情形，因为进去的人都死了，只知道曾经是一处一望无际的沼泽。无声谷就更可怕了，那里毫无生机，草木不存。这2处都是亡灵族隐藏的绝佳场所。楚天也不在乎，随便选了一个，哪怕找不到亡灵族也不要紧。亡灵族的亡灵法师职业卷轴他已经不太需要了，超神天赋点化万物，可比什么制作亡灵、召唤亡灵厉害多了。就当是探秘，寻求进化点吧。他身上还有个钻石宝箱呢，要是能进化成星耀宝箱，甚至是传奇宝箱，那岂不是很爽歪歪？这也是楚天没急于进化装备的原因，宝箱中就可能开出来。好，雷古龙本就会飞，速度还很快，带着楚天不久后到达幻梦泽。叮！恭喜您解锁了新地图，获得额外奖励3万经验值。这是泽？确定不是海吗？这是楚天唯一的概念，眼前茫茫无涯，一片白雾笼罩，都看不到尽头。不过他也很开心，地图足够广，怪物多的话才有更多的进化点嘛。可是什么都看不到，连只怪物都没有，就好像这里是个风景区一样。妖怪显形！楚天玩笑一句，突然启动火眼金睛，唰！一片金芒从他双眼中出现，周围10万米地域全部被洞悉，金芒穿透了茫茫白雾，在楚天的视野中，附近的白雾竟然全部消散，因为压根不是白雾。刀形幻梦，品级钻石级，等级40，物攻973至81，防御121，血量4000，技能刀浪叠击、刀海镜、幻梦攻击，被动技能发出幻术，同时变成白雾形状掩饰自己，无法被控制。描述：据说从生物的梦境中衍生，
如飘忽不定的梦一般，无法被控制。弱点，以超大的范围技能，让它变成白雾状也无法逃离攻击范围。火术幻梦、水术幻梦、剑形幻梦，眼前的白雾竟然全部是怪物，而且都非常的巨大，每一只都如同小山一般，加起来自然如同雾海了。而且种类繁多，刀类、剑类、法术类的都有。难怪从没人能从幻梦泽出来。踏入幻梦泽的那一刻，就是直接走到了怪物肚子里面，而且全都免疫控制技能。冰霜的叹息都无法对他们有效了，因为他们从生物的梦境中衍生出来，属于梦一般的怪物，怎么控制？还会幻术？楚天飞在高空，还没进入幻梦泽呢，一层层白雾飘出来，他的眼神迷离几分，脑海中出现一重重幻象，可怕的场景：妹妹死去，自己天赋消失，血脉是被人根植，自己是个试验品，自己一会儿又成了神灵，统领宇宙万族，好的坏的幻象都有，让人沉迷在苦乐之中。叮！恭喜您具备勇敢的心，一切星神攻击、幻术攻击也属于都对您无效。好在苍穹之心及时发挥作用。幻术就是让人眼前看不到真相，被火眼金睛看穿了；幻术攻击就是带有伤害了，属于星神攻击。楚天拥有无畏无惧的心，自然不会再沉迷。瞬间醒来，在他的周围却已经包围满了各种幻梦，刀砍、斧落、水淹、火烧都在向着他要攻击。尼玛，这一瞬间根本来不及反应。即使楚天攻击无敌，但这些幻梦都能逃脱控制，让他也难以全部秒掉。而且攻击就要落下，他根本来不及放许多技能，以求逐步的杀戮所有怪物。那么以他的气血防御也会被围攻致死。呵，楚天突然冷笑，他的脸上浮现出一张面具。叮！幻术千人千面启动，变换您的容貌、体型、属性，虚假的种族虚假。在他的面前玩幻术，关公面前耍大刀呢。第94章恭迎始祖回来。当然了，楚天也收起了雷古龙、江河流，他无法同时改变其他人的样貌。一只只幻梦围着他，正准备攻击，猛然愣住了。肉眼可见的，楚天也变成了一只幻梦，融入了白雾中，是一把剑的模样。剑类幻梦神，品级神级虚假，等级999级虚假，气血99999999虚假，攻击99999999虚假，防御99999999虚假，技能神技幻龙苍生虚假，神技剑归隐虚假。描述：大陆上第一只幻梦，从远古时代复苏归来，拥有超神级的力量，即使现在实力10不存1，也有神灵一般的实力。一只只幻梦都很是懵逼，怎么突然间这个人类就变成了我们幻梦的始祖？等级999级，属性更是一大堆的99999。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属性符不符合等级品级，但仅仅是看着就很牛逼，有没有？而且种族气息完全是对的，他们甚至能隐隐感觉到这个神级幻梦的血脉中有压迫苍生的压力，宛如从他一出生开始就是命定的皇者。吼，你是谁？吼，真是我们的始祖吗？他们以自己的语言和楚天沟通着，表情中满是惊惧和疑惑。楚天一句都没听懂。他只是压低了声音，轻轻一冷哼，仿佛神灵一般尊贵的气息荡开。扑通扑通扑通，所有幻梦这一刻感受到楚天的气息，再也没有丝毫疑惑，紧张的底下脑袋有许多更是直接跪倒。吼，恭迎始祖归来！吼，神级始祖啊，太牛逼了！吼，始祖太强了，肯定一拳打爆大陆。楚天心里也有点懵，他是真的一句都没听懂，但现在不装逼也得装这个逼了。其实还是很爽的，千人千面的幻术太强了，能够改变一切。他也不知道有没有神级，神级该是什么等级，该是什么属性，反正随便他换呗，装逼谁不会？连昵称都换了。当然只是这么显示，楚天还是那个楚天，所有数据都被虚假化了而已。他随意改成了一串的99999，还改了幻梦始祖的描述，成功把所有幻梦吓到。可惜千人千面也有时间限制，他现在要是击杀一只幻梦，也可能引起他们的怀疑。这些进化点他可不想放过，别看幻梦们现在对他很尊崇，但刚才可是想直接杀死他的。有办法了，我从远古时代复苏，踏着时光河流归来，还不通晓我们幻梦这个时代的语言，但人类的语言一直没变，你们应该也能听懂，我就说人类的语言了。反正谁都不知道有没有远古时代，谁都不知道那个时代什么样，随便自己吹呗。幻梦从生物的梦中衍生，自然有从人类梦境中诞生的能听懂人类的语言。我在远古时期一拳打爆了大陆，遭到了无数的神灵围攻。
我卷起时光河流，想要看看后世的模样，通晓日月的变化。楚天一通乱吹，我来此洞悉当代片刻，就要回归远古，回到那战乱时代。最终，他说他还要回去。吼！恭迎老祖！吼！老祖千秋万岁！幻梦们一听，有些很伤心，毕竟自家老祖这么强大，跟着他混才舒服。但老祖从远古而来，注定是要回去的，有些很开心，谁都不想头上有人管着。他们恭迎着，簇拥着，将楚天抬到了幻梦们的最中心，全部跪倒下来，聆听老祖教诲。我有一门见解，需要感悟片刻，才能符合这个时代的规则，方便教给你们。你们过来！楚天手一指，所有的剑形幻梦向他靠拢了。听老祖讲远古剑技，想想都爽。楚天看着他们过来，心里爽得不得了。这些剑类幻梦都是可以被君王剑统御的啊，都能变成自己的剑来攻击，那范围伤害必定爆表。他低下头，假装在感悟，让所谓的远古剑技变得适合这个时代，再传下去。有敌人！突然的，楚天猛然抬头，趁着众幻梦回头的时刻，楚天将江河流放了出来，一只星耀级的 BOSS， 而且是新种族王江，引起了整个幻梦的震惊。幻梦中并没有星耀级的，杀了他，通过本始祖的考验，那么你们都可以学得本始祖的远古神技。幻梦们不疑有他，一个个兴奋的不得了。好，遵始祖令。好，火类、风类、剪刀类、茶杯类等等各种类型的幻梦全部向着江河流出击，刀落斧砍，灵，一串串灵的伤害出现，江河流安然无恙。吼，始祖，此敌好强！楚天照样没听懂，但是猜出来了。废话嘛，江河流转变成亡灵态时，可以免疫一切物理攻击，这连楚天都没有办法。呼，轰，火烧水烟，风呼雷鸣，魔法攻击下去，灵，江河流转变成僵尸态，提升后的他拥有5秒无敌状态，不论是什么攻击，对他的伤害都是0。不愧是楚天的御用肉盾。好，幻梦们愤懑不堪了，在始祖面前丢脸，这怎么行？做得不好，始祖不教他们远古技能了，这怎么办？他们连续的攻击，齐心协力，物理、法术攻击都有，而且花样繁多。毕竟他们本身很多都像是装备一样的存在，乃是从梦中诞生，天生就拥有特定的某种强大能力。这一下，江河流也有些吃不消。5秒过去，无敌状态消失，狂怒血燃，他只能使用技能，10秒内气血防御提高2倍。可是这样也应该吃不消，毕竟连楚天都不敢陷入幻梦的围攻中。眼看着幻梦们的攻击要将他淹没了，让本始祖来。楚天的声音突然响起，本始祖今日教你们的剑技，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轰！随着他的开口，他身上扬起君临天下的气势，一把星光璀璨的剑从他手中浮现。所有的幻梦停下了动作，期待的看着。枪！无数剑鸣声响起，在他附近的剑类幻梦自动的发出颤鸣，一只只变成了巨大的金色神龙。第95章七彩幻梦。一只只剑形幻梦变成了金色神龙，但仅仅是周围300米，楚天当然不满足。叮！恭喜您消耗了4点超能点，君王领域达到满级。君王领域蓝 LV40 消耗1500蓝量，在4周30万米内形成剑的君王领域，所有剑技攻击对您的伤害降低 70%， 可以号令30万米内所有低于君王剑品级的剑形生物使用一次您的最强剑技，只要是剑技对楚天的伤害降低 70%。 这还只是附带效果，最主要的是30万米内所有剑技剑形生物只要不高于君王剑的品级，须听他令。此刻他为剑中君王。吼，好强！我感觉到了一股莫名的牵引力。吼，我体内有澎湃的力量。吼，这就是远古神技吗？吼，始祖无敌！化作金色神龙的幻梦都是开心的不得了，他们自动的发出腾龙搏天的技能，一条条成了搏天而去的神龙。其他的幻梦一脸羡慕的看着，许多幻梦正在羡慕剑形幻梦能飞天了。不用羡慕。好，化作神龙的幻梦将其余幻梦吞到了肚子里，变成神龙的它们非常巨大，一口能够吞下几10万同伴，场上的幻梦都不够剑形幻梦吞的。叮！系统提示您的蓝量不足。尴尬的是，腾龙搏天消耗的蓝量都算在了楚天这里，这么多幻梦一起使用腾龙搏天，他的蓝量肯定不够了。咕咚！没关系，楚天当即喝下施法爆炸回蓝药剂药方，每施法一次恢复自身 50% 蓝量，持续10秒，也就是2秒，楚天能回满蓝量，一瓶可以回满5次。
而楚天有100瓶，享受本始祖的剑技吧。你们也入内领悟。楚天张开怀抱，神灵一般的气息释放下去，剑形幻梦陆续被他控制，化作腾龙搏天的一击，刀类、火类幻梦等等自主进入神龙内部，领悟这远古神技。腾龙搏天，腾龙搏天，回来！腾龙搏天！吼吼吼吼吼！以楚天为中心，上百尊神龙扶摇而上，恐怖的气势荡开去。神龙内部还有着几百万幻梦，他们一起冲上了天空，感受着远古神技的强大，确实是很牛逼啊！吼，远古神技好强，我本来不会飞，现在也能飞天了。吼，不愧是始祖，一拳打爆大陆。吼，一拳打爆天空。吼，不过随着他们飞得越来越高，所有幻梦突然感受到了异状。0.1、1、3，他们的气血在逐渐掉，一开始还不怎么在乎，但到了后面，气血已经成百的掉，甚至开始成千的掉，他们终于慌了。吼，我们怎么在掉血？吼，始祖！他们回头看去，始祖？哪来的始祖？楚天已经变了回来，冷笑着看向他们，他不会留情的，要不是自己手段繁多，今天死的就会是他。幻梦们终于知道自己被骗了，剑形幻梦也知道了，但是剑形幻梦都被楚天控制住了，必须成为他的技能使用对象，想逃都没法逃。其他幻梦被吞到了肚子里，此刻也是无法逃走了。金色神龙飞到了15000米的高空中。200，别看伤害不高，但是这可是持续加的，从0、0.1、0.2一直达到了200的伤害值，将这些值全都加起来，对他们造成的伤害简直爆表。要不是他们还有些回血技能，早就死了。但现在这么多伤害叠加起来，幻梦们终于撑不住了。砰！如烟火绚丽，他们一声炸响，全部消失。叮！恭喜，您获得了33746万进化点。爽！一下子就是3亿多进化点。像楚天之前获得1亿进化点，那是因为遇到了固化液组成的海、黄棘草药组成的海，非常难以预见。正常情况下，3亿多进化点非常棒了，能进化出3件传奇装备，甚至能把楚天身上的钻石宝箱进化成传奇宝箱。他之所以没有提前进化宝箱，就是在等一个好的时机。现在他等不下去了，进化出一个传奇宝箱，对自己的价值太大了。同时，天空中落下一件件装备，上万件装备，全都是钻石器，如同下起了钻石雨。现在其他的玩家很可能还没钻石器，就算有，全世界加起来可能也没10件，但在楚天这里都下起了钻石雨。这时候楚天注意到还有一只幻梦，也是被带到天上去的。剑形幻梦飞到一定高度，带着所有幻梦死了，但是这只幻梦气血肯定高一些，还依旧没有死亡。而且楚天查看了一下，它叫做无相幻梦。幻梦都有各自的模样，剑、刀等等等，但这只就是一团气。在他的描述中，它是由一个很复杂的梦境组成，所以无法定型，而且可以变成任意一种形状，可以使用的幻术也是千奇百怪。我有许多技能，但还没有幻术，千人千面只是变化模样，没有攻击技能。抗衡亡灵大军才能获得第2主职业，有一只幻术宠物，肯定有利于和亡灵族作战。楚天瞬间抛起了一个终极宠物球，叮！恭喜，您获得了宠物无相幻梦，没有任何波折，直接获得了。因为无相幻梦气血已经很低了，没什么抵抗力，又或者他还觉得楚天是他的始祖。幻梦们很强，让楚天也是花费了一番功夫才能打败，要不是楚天有千人千面、火眼金睛，恐怕今日谁生谁死还真不好说。无相幻梦钻石级，楚天怎么会满足？叮！恭喜，您消耗了1000万进化点，无相幻梦进化成七彩幻梦。有进化点就是任性，直接变成星耀兽。楚天也是准备查看下它的属性。第96章开传奇宝箱，秘技天断术，七彩幻梦，品级星耀级，等级40，物法双攻1099至1021，防御135，血量5369，技能梦魇沉沦，制造出范围1000米的梦境，敌人沉沦的时间随双方实力差距、外边动静影响、敌人的心智等等而定。迷离幻影、舍离爱恨、七彩变换、吞噬技能书、刀技、剑技、火术等等，并且具备这些技能，能够同一时间打出去，只选最浩蓝的那个技能蓝亮。描述：据说从生物的梦境中衍生，如飘忽不定的梦一般，无法被控制。技能非常多，楚天最看重的就是梦魇沉沦、七彩变换。梦魇沉沦属于幻术，这毕竟不是直接攻击的，无法清晰的说出伤害，但楚天可以将它净化，让敌人沉迷幻觉的时间变长。
七彩变换就更厉害了，能吞噬所有类型的技能，并且同一时间打出去，比如同时打出一个剑技、火术、冰术等等，但同时打2种剑技那是不行的，必须不同类型，已经很强了。同时放 N 多技能，施法时间只算一个的，浩然也只算最高的那个，简直是作弊。就是尼玛，我还没多少技能书呢，哪来那么多给你吞？楚天的技能许多都是装备自带的，他都没遇到几本技能书。不要紧，天剑城就有售卖技能书的 NPC， 只不过楚天一直没买过，有机会买来便是了。哪怕买到了低级的，他还能进化，不是七彩幻梦值得培养。叮，恭喜您获得了3293万经验值，由于您没有4转，无法升级，可以转为升级宠物，就给七彩幻梦吧。叮，恭喜七彩幻梦的等级+1+1+1，一直到了50级才停了下来。楚天也需要尽快4转了，老是无法升级，也让他有点不爽。杀3头星耀兽不难，亡灵族肯定有吧？乱葬岗、幻梦泽都不是亡灵族隐藏的地方，那么无声谷应该是了。但在去无声谷之前，楚天肯定要将实力提升到最高。他拿出了钻石宝箱，没有任何的犹豫，直接进化。叮，恭喜您消耗了1000万进化点，钻石级宝箱进化出星耀级宝箱。就这么一个宝箱，很可能开出几件星耀器。但楚天没有停止。叮，恭喜您消耗了1亿进化值，星耀级宝箱进化成传奇级宝箱。轰！宝箱从星光熠熠的模样染上了皑皑鲜血般，而且古朴破旧，仿佛刚才哪里打捞上来。这就是传奇级宝箱，如同历经了岁月的消蚀之中，很可能开出传奇装备。楚天还一件传奇装备都没有啊，连星耀器都没满套啊，他就不走寻常路，直接搞传奇装。开吧！咔嚓一声，宝箱轰然打开，几件古朴隐约有血色闪现的装备跃入眼前。3件传奇装，奈斯。正常来说，进化出3件传奇装需要3亿多进化点，但楚天1亿多就进化出来了，这就是宝箱的价值，一来一去省去很多进化点，赚大了。天眼锁链传奇器，等级10，限制等级50级，有坐骑，有传奇级翅膀，附带效果自身控制效果正 30%， 破甲正 30%， 附带技能天眼净空，消耗1100蓝量，发射出锁链捆绑敌人，遇到飞行单位时有一定的几率直接捕捉，飞行单位包括飞行坐骑。描述锁链扎根于翅膀中，所以需要翅膀，是一件控制类装备。楚天的冰霜的叹息很难控制飞行单位，甚至移动速度高的都能迅速逃去，但有了天眼锁链，简直是飞行单位的克星。不过有限制，需要玩家达到50级，而且有坐骑有翅膀，一般40级时会开通坐骑位，现在其他玩家还没人有坐骑，楚天已经有好几个了，这点他都超出要求了。翅膀他也有，可惜没进化成传奇级。不急，等50级吧。楚天暗忖，看来自己真的要去亡灵族杀几头星耀 BOSS， 迅速50级了。其他的2件传奇装他没有看，肯定也要50级，全部收了起来。这段时间没有意外发生的话，他也不打算进化星耀器了，直接省下进化点，以图进化出满套传奇器，这不舒服吗？喜的是锁链也不算在满套11件装备里，他又等于白嫖了一个装备位置。这是什么？就在这时，楚天又看到了一抹血色的闪光，是一本技能书，并不是传奇技能，而是秘技。最主要的是，还是圣法斗战的专属秘技——天断术圣法斗战基础秘技，限制圣法斗战黄级锻造师，效果学会后可以锻造出圣法斗战专属装备。描述圣法斗战拥有着物法双能力，您的装备怎么能够普通呢？漂亮！楚天曾经开玩笑，自己的圣法斗战是宝藏中找到，见问心也信了。显然圣法斗战职业的创始人曾经在某些地方留下了传承，今天真被楚天开出来了。圣法斗战的专属装备是什么呢？楚天不清楚，但很期待。唯一遗憾的是，需要是黄级锻造师。楚天的副职业已经选了药师，还能成为锻造师吗？他也不清楚，官网也没讲。好在修罗幻影已经打下了宝庄阁，收服了一帮锻造师。此刻宝庄阁中，修罗幻影1号找来了这里最厉害的锻造师莫大师，王级锻造师，等级30级，技能锻造术挖矿术。描述一位王级锻造师，地位已经非同小可，他感谢林向南曾经救过他一命，为宝庄阁奉献了半生。林向南造孽啊！莫大师此刻正怒骂，他感谢林向南救过他一命，所以为宝庄阁锻造装备，但此刻宝庄阁被翻了个空，林向南的日记被翻了出来，一些秘密大白天下。原来当时要杀他的那批人
本就是林向南安排的。林向南演了一场戏，让他白白为宝庄阁奉献了半辈子。修罗大人，没有您，我恐怕还不知道这秘密。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您尽管说。我还真有件事。修罗幻影开口了，道：我已经是药师了，还有办法成为锻造师吗？有。第97章100%反馈，神圣效果。莫大师告诉了楚天该如何拥有第二副职业，只不过很难。莫大师，等我回来再说吧。楚天想了想，还是先去无声谷一趟再说，毕竟是主动寻找亡灵大军，楚天也想带些人去，确保能顺利。带谁呢？带谁都不靠谱，只有带自己才最牛逼。6大修罗幻影全部离开天剑城，向楚天的位置进发。修罗大佬又离开了，外面的野怪又要遭到毒打了。有修罗大佬在，咱们天剑城的怪物真惨啊。 NPC 们崇拜地看着他，纷纷猜测他去看什么了，为那些怪物即将发生的遭遇感到惋惜。他们又怎么知道楚天是去找亡灵族了？不然得吓个半死。希望他寻找亡灵族一切顺利吧。城主府中，见问心喃喃开口：什么？他现在是去寻找亡灵族？罗会长闻言，整个人都傻住了。偌大的亡灵族大军倾尽整个天剑城的力量，也不敢说能与之抗衡，但修罗一人竟然都敢主动去寻找了。但或许也只有他有这个资格了。希望一切顺利吧。乱葬岗处，6大修罗幻影来到楚天的身边，1号坐着幽冥白虎伊洛斯，汉库林身后是小几万的亡灵邪灵部队，这2个家伙的等级也在50级左右了。就这么一支部队，楚天觉得自己去打一个主城，问题都不会太大。寻找亡灵族还是把实力最大化好，身上还有2亿多进化点。楚天看向了幽冥白虎，目前铂金级。叮！恭喜，您消耗了100万进化点，幽冥白虎进化成血杀白虎。叮！恭喜，您消耗了1000万进化点，血杀白虎进化成嗜血白虎。轰轰轰！可怕的气势冲天上，幽冥白虎的身上染上一层血色，血色弥漫下去，如同在燃烧一般，配合他黑白参差的外表，极其的霸道邪魅。一瞬间，从铂金 BOSS 连跨2个品级变成了星耀 BOSS， 他一开始只是黄金 BOSS 啊！吼！他仰天狂吼，兴奋地叫喊着。楚天也是查看了他的数据：嗜血白虎，品级星耀 BOSS， 等级40级，物理攻击1501至1520，防御212，血量6550，技能嗜血冲杀，每一次攻击都会恢复自身10%血量。虎啸山林发出巨吼，一定几率下让敌人陷入恐惧状态。猛虎下山，3秒内加速200%。虎威，身为百兽王者，天生拥有虎威，免疫30%幻术效果，15%控制效果。描述：有一丝神兽白虎的血脉，潜力巨大。这个属性比雷古龙同等级时还要强，毕竟有神兽白虎的一丝血脉。而以嗜血白虎现在的品级，和他的祖先白虎也在逐渐的拉近了，还是很强的。技能带有抗控、抗幻、恐惧，就连加速和回血都有，正适合和楚天搭配起来。但楚天现在骑的雷古龙就暂时给修罗幻影使用它了。叮！恭喜，您消耗了10万进化点，主宠核心胺进化成荣耀之胺。楚天又将修罗幻影1号的坐骑胺进化。1号拥有了嗜血白虎的一半属性。其实每一个幻影都可以有3个坐骑，但现在坐骑才2个，压根不够分的。楚天也是很头疼，要找机会多收服几个坐骑了。不过坐骑装可以先进化，坐骑装很难爆出来，但个人装备相对容易爆出来。还有2亿多进化点，索性进化出2套星耀级的坐骑装吧。叮！恭喜，您消耗100万进化点，荣耀之胺进化为天宠之胺。叮！恭喜，您消耗了1000万进化点，天宠之胺进化为神圣之胺。叮！唰的一声，雷古龙和嗜血白虎背上的铂金色坐骑鞍都带上星光点点的辉芒，和楚天修罗幻影1号的合作度再次提高，同时力量急速反馈到。叮！恭喜，雷古龙反馈100%属性给您。叮！恭喜，嗜血白虎反馈100%属性给修罗幻影1号。神圣之胺，星耀器，等级1级，限制坐骑等级40，效果加坐骑忠诚度100，满值时坐骑绝对不会背叛，并且主宠配合度提高，反馈100%属性给主人。描述：神圣套装之一，满套时可以触发神圣效果。照例，楚天还是弄不懂这个等级。星耀器才1级，显然这个等级和平常的等级不一样。天域目前还没详细说明，毕竟这是借助外太空陨石开发的游戏，游戏公司的官网也无法详细说明，可能要后期才能明白吧。不过
简直是意外之喜。没想到坐骑鞍钢星耀器就已经反馈100%属性了，什么意思呢？等于楚天直接加了一个40级星耀 BOSS 的全部属性。真不知道传奇级坐骑鞍又是什么效果。坐骑的提升效果巨大，不谈楚天了，仅仅是修罗1号的属性就已经很牛逼了。修罗1号等级40，误伤3028至3040，法伤3010至3021，防御283，血值8437，蓝值1627。这自然是算上装备加持，还有坐骑加持，就这么一个幻影就可以碾压所有玩家。同等级的星耀 BOSS 都要被幻影吊打，不知道传奇级怪物顶不顶得住。可惜其余5个幻影没这属性，还需要坐骑加持。楚天继续进化坐骑装，叮！恭喜您消耗了10万进化点，优良的坐骑盔进化成荣耀之盔。恭喜您消耗了100万进化点，您消耗了1000万进化点。坐骑装满套也是11件，坐骑鞍、坐骑头盔、坐骑甲等等。除了鞍之外，其他的都是黄金级，楚天一直没进化过，现在全部都要进化成星耀器了。不为别的，为了一个套装效果。进化的时候能看到进化后的效果，而且有些装备有好几条进化方向，他成套买的坐骑装基本都是从神宠阁买的，本就是一套，所以进化方向也一样，全部进化成星耀器。套装有一个神圣效果。第98章坐拥10万钻石怪大军，神圣之盔星耀器，等级1级，限制坐骑等级40，效果加魔法抗性 20%， 当主人面临必死一击时，在神圣头盔的庇佑下，坐骑可以带死。描述神圣套装之一，满套时可以触发神圣效果。好，雷古龙咆哮，脑袋上出现了一个充满神圣气息的头盔，看上去邪恶和神圣并存，很是威风凛凛。他的魔法抗性加 20%， 楚天就加 20%， 也就是面对控制技能减控 20%。 而且头盔有特殊效果。楚天虽然很强，但谁知道会不会遇到恐怖的高手呢？要是现在出来一个超级神兽，他还真没把握击杀。要是被反杀了，坐骑可以带死一次，还是尽量不死的好。坐骑死了可没法复活。楚天刚说完，叮！进化，疯狂进化，又是一件坐骑装，变成了星耀器。神圣之甲，等级1级，限制坐骑等级40，效果加坐骑防御力100，当坐骑面临必死一击时，神圣之甲可以代为承受攻击，不过自身破碎。描述神圣套装之一，满套时可以触发神圣效果，很棒。坐骑防御加100，楚天就加100防御。而且坐骑死亡的话，神圣之甲可以替死，坐骑死了无法复活，而且培养起来消耗巨大，装备没了还可以再进化，这样子就很划算。楚天也看出来了，坐骑装同品级的效果并没有个人装备好，毕竟坐骑装可以提升坐骑主人，同时给2个人提升，稍微差点也能理解。叮叮叮，不断进化，最终雷古龙的骷髅身上全都是星光璀璨的装备，高贵不凡。楚天的属性已然爆炸。修罗等级40级，误伤4531至4542，法伤4315至4323，防御412，血值10386，蓝值3625。什么概念啊？星耀 BOSS 40级时的攻击也就在1500左右，楚天双攻击全都在星耀 BOSS 的3倍，加起来就是6倍。这还不算他那些恐怖的技能，伤害恐怕已经达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他感觉自己能一拳打死星耀 BOSS， 传奇级的 BOSS 估计也顶不住他几拳，就连他一直很低的血量都破万了，恐怖如斯。楚天一声心叹，2亿多的进化点也因为进化满套的坐骑装没了。马德还是急缺进化点，缺很多很多东西。楚天太想把所有的修罗幻影都骑上坐骑，都有满套的星耀装、星耀坐骑装，药物进化也急缺啊。1号就一个星耀鞍，其他还都是黄金级的，没办法，没进化点了。背包里有很多死去的雷龙，不都能点化吗？点化了，不就都是坐骑吗？要什么雷龙骑士大军啊？直接点化一大堆的修罗幻影，雷龙用自己的幻影组建出一支恐怖的龙骑士大军，那才是真正的所向无敌。可惜没有点化值啊。还是要努力。楚天平复激动的心情，杀死那么多幻梦，爆出了许多钻石器，可惜没有星耀器，星耀器很难爆出来。伊洛斯、汉库林，该给你们提升了。楚天想了想，寻找亡灵大军，人多比较方便。对面人多，没关系，他人也不少。叮！恭喜您分解了钻石器抵抗之盔，获得了500进化点。
净化钻石器需要10万净化点，分解只有500。没办法，在任何网游中分解东西肯定不划算，但好在楚天的钻石器太多了，他目前都不需要钻石器，也懒得去看属性，全部都分解了，一共获得4000多万净化点。叮！恭喜您消耗了10万净化点，伊洛斯进化成铂金 BOSS。恭喜您消耗了100万净化点，伊洛斯进化成钻石 BOSS。恭喜您消耗了1000万净化点，伊洛斯进化成星耀 BOSS。就是这么简单，黄金 BOSS 变成了星耀 BOSS。这大概是从一个新手村玩家瞬间变成了主城中的高手，这么大的变化吧？伊洛斯，你现在能召唤多少邪灵？楚天并没有查看伊洛斯的属性，他关心的是这个。回主人，5万，全部40级，和我一样，比我低一个品级，全都是钻石级。爽！就这么进化一下，直接多了5万手下，之前他只能召唤几千个，而且全都是钻石级，等级40，这特么的都能组成一个怪物军团去灭杀玩家了。叮！恭喜您消耗了一样化葫芦，将汉库林也变成了星耀 BOSS。汉库林能召唤的亡灵也是5万只，40级钻石怪。不仅如此，他还能制作亡灵。不谈在游戏中，起码在现实中我应该无敌了吧？楚天心情激动，伊洛斯和汉库林都能带回现实中去，他们还能在现实召唤怪物呢。算下来的话，楚天的手下伊洛斯、汉库林、江河流、雷古龙、嗜血白虎、七彩幻梦全部是星耀 BOSS。别谈 BOSS 了，其他玩家可能还没遇到一只星耀怪呢。他还有10万钻石级大军，6大修罗幻影，虽然基础属性都只有他的一半，但每一个都不比星耀 BOSS 差。1号更是强的不比他弱多少，即使是钻石 BOSS 宠物吞宝史莱姆也有极限攻击1万。这么猛的阵容，即使遇上了亡灵族，需要怕？楚天的第2主职业任务需要杀3头星耀 BOSS， 那简直不要太轻松，哪怕传奇级 BOSS 来了，楚天也能让他有来无回。叮！恭喜您拥有满套神圣属性坐骑装，可以触发神圣套装效果。这时候提示声来了，楚天嘴角笑容玩味，他早就在进化前就看到效果了。神圣效果限制满套神圣属性坐骑装，主人需坐上坐骑上。效果1天1次的机会，当面临传奇级敌人的攻击时，3秒内可以无视他。描述比无敌更强的是无视，无敌状态是攻击无效，但控制等等依旧有用。而神圣效果就像加了个神圣 buff 一样，这一刻楚天就是气运之子般，传奇级敌人的攻击、控制等等手段全部对他无效，这就是无视敌人。真希望遇到个传奇敌人，试一试我现在的实力，把他变成坐骑也挺好的。楚天满意的笑笑，大手一挥。之前他是想寻找到亡灵族，然后就回去拿任务奖励，但现在他觉得自己可以和亡灵大军硬碰硬。出发，无声谷。第99章。无声谷中，亡灵显宗。无声谷坐落在天剑城北方，乱葬岗在天剑城南方，这一来一去的还真花费了楚天不少功夫。其实别看楚天杀怪快，但跑图、整理收获等等都需要时间。他中途下线吃过饭就上线了。叮！恭喜您发现了新地图，获得额外奖励4万经验值。楚天放眼望去，无声谷是一处一望无际的山谷，两座大山就像隔海相望一般，中间那幽深的山谷恐怕能容纳下上千万人。据说这里曾爆发过惊天大战，才有了此番地形。之所以号称有死无生，是因为这里的环境，山崖、谷间全部是毒草。传说曾经的那场大战有2位至强者参与，导致了一座圣地崩塌，圣地下的大山被分成2截，形成了如今的2座大山。其中一位至强者乃是一名毒师，那名毒师的手段即使经过了千百年之久，依旧没有消失，形成的毒草让人却步。毒师其实是药师的一个分支，药师治人则是良善，药师害人则为毒师。汉库林，亡灵会被毒死吗？楚天问道。毕竟亡灵很奇特，物理攻击哪怕9999也不会对他们形成伤害，不会被毒死也没什么稀奇的。不会，只有魔法才能击杀亡灵，而且只有雷系法术才能阻止亡灵的复活技能。那无声谷确实是亡灵族最好的隐藏地点，其他人怕毒，亡灵却不怕。说起来，自己和亡灵族对战也只能用魔法手段了。然而他的魔法手段并不太多。山谷乌漆墨黑的，到哪里找亡灵呢？火眼金睛，楚天双眸闪现金光，10万米内万物都无法隐藏行踪。叮！恭喜发现隐藏和防御双重禁制大阵，品级不高于火眼金睛3个等级，隐藏禁制对您无效。真被他看出来了。在7、8万米的深谷下，有2个笼罩了整个山谷的大阵，分别是隐藏大阵、防御大阵、
但品级不高于传奇级3个等级，所有的秘密都暴露在他面前。这下面就仿佛一个人类主城一般，但里面全部都亡灵、剑塔、瞭望台等等灵力，还有一群在外侦察的亡灵。亡灵万夫长，图图录，品级星耀 BOSS， 等级40级，物理攻击1310至1321，防御195，血量6452，技能亡灵刀斩绝，亡灵的荣耀，黑暗之舞。描述：亡灵中的一位战士强者，腰间的大刀可以造成无法回血的伤害，统领10000只亡灵。亡灵万夫长皮鲁斯，品级星耀 BOSS， 等级40级，法术攻击1501至1513，一共有3个星耀 BOSS， 有战士、刺客、法师。亡灵是个大族群，并不是只有特定的职业，和人类一样多样化，但天赋却免疫所有物理攻击。人类在这种族群面前，除了繁衍力，没有太大的优点，所以亡灵族也最喜欢抢占人类的领土。亡灵族太强了，族人也不少，毕竟有复活技能，在长久的岁月中都不知道积累了多少高手，看门的3个高手就已经是万夫长级别，3万小兵最低都是钻石级的，而且也在40级左右，有些还是星耀级的。可以想见，真正的亡灵大军若是攻伐天剑城，天剑城必然吃不消。剑问星是怎么守护天剑城，让亡灵大军迟迟不敢进攻的？莫非我这便宜师兄还隐藏了实力？楚天暗自琢磨。不行，不管剑问星是什么实力，他的第2主职业任务都要阻止亡灵大军。本来他找到亡灵族的地点，交给剑问星就完事了，可以领取到斗战职业的秘籍。但就怕剑问星带来天剑城士兵也打不过亡灵大军，那就影响他做任务了。任务要求5天，他给亡灵大军找些麻烦，让他们无法在5天内攻打天剑城，不就行了？楚天之所以没有想要直接灭了亡灵大军，是因为他通过火眼金睛查看到了亡灵大军的整体实力，真的有上千万亡灵，而且还有传奇 BOSS， 不止一只，好几只传奇 BOSS 了。先看吧，能有机会全灭就全灭吧。楚天淡淡的笑笑，飞下山崖。伊洛斯等人被收回装备中，修罗幻影无法收回，他们也没有翅膀，只能攀附在山崖上慢慢下落。叮，您受到了低级药草毒丝蝉的攻击，每秒掉血1点，持续30秒。叮，您受到了。楚天刚飞到天空中，附近上百株毒丝蝉如怪物一样伸出了纤细的毒丝，如群魔乱舞的手臂抓向了楚天，每一根丝线掉血每秒1点，每一株毒丝蝉有10根毒丝，上百株毒丝蝉就是上千根毒丝，每秒掉血加起来1000点，持续30秒。这就是毒草的强大，管你多牛逼，掉血。楚天自身有些回血能力，但根本经不起烧的，他1万多的血量也就能掉个10来秒。而且这里的毒草非常多，远处还有毒丝蝉袭来，还有其他类型的毒草。叮，修罗幻影1号受到低级药草毒冷吻的攻击，移速每秒降低 1%， 持续30秒。叮，修罗幻影2号，这不6大修罗幻影也受到了毒草攻击，根本没法躲，全都是毒草，而且有些毒草还会释放无形毒气，突然间就让人中毒了。楚天的火眼金睛查看下去，深处还有中级、高级毒草，甚至还有王级毒草。切，我就不客气了。楚天却是轻笑，毒草他也可以用，他是药师，也可以是毒师啊，多一种手段不好吗？而且毒草中就有炼制雷龙合成药剂的药草。刷，6大修罗幻影全部伸出了手。修罗幻影拥有他的职业，自然可以拥有采集术，只要随意采集一棵药草就能拥有了。虽然他们的采集术并没有升级，好在他们每个也都有潜能点。叮，修罗幻影1号学会了低级采集术，消耗1点潜能点，低级采集术达到满级。刷，所有修罗幻影和楚天同时伸手一抓，附近所有的低级毒草全部被抓到。叮，分解第100章获得圣级药师传承资格。楚天当时一个人一抓就是几十万低级药草，现在和6大修罗幻影合力就更轻松了。虽然幻影的采集术才低品级，但毕竟是满级啊！一瞬间100万药草分解，获得进化点。叮，恭喜您消耗了10点进化点，将修罗幻影1号的低级采集术进化为中级采集术。恭喜您消耗了1万点高级采集术。一来一去，所有幻影都有高级采集术了，再消耗潜能点，全都满级，就是这么简单。谁让楚天可以把任何东西都分解成进化点呢？而且他还是黄级药师，寻常人讳莫如深的毒草，到了他这里就是个渣渣，只有分解的份。刷刷刷，天空中不断落下7双大手，不断采集药草，低级、高级、王级的都有，
不过没有黄级的，已经很棒了。想生成黄级药草可不容易。毒蛇吻，终极药草，效果让敌人每秒掉血1%，可以喝药恢复，可以作为药草制作终极药剂。描述：一位圣级毒师在无声谷和仇敌发生大战，他使用的圣级毒药经过岁月流逝，在无声谷形成了一堆毒草，这可能和他的传承有关。圣级毒师，黄级以上是尊级，尊级以上才是圣级，该有多猛！他的圣级毒药经过久远的岁月流逝，形成无数毒草，让高级 NPC 们都不敢入内，甚至让亡灵大军都隐藏在了这里，威力可见一斑。而这里可能有他的传承。对于这种威力，楚天也很眼馋啊。他愈加兴奋地采集、分解药草，当然了，所有的药草他都留下了一份，因为可能和圣级毒师的传承有关，说不定集齐所有药草能合成圣级药草。分解、进化，迅速的，所有修罗幻影的采集数都达到了王级满级。刷刷刷，7双大手每次落下都有许多药材被采走，进化点不断的得到，即使用去了一些，身上还是有1亿多点。爽！楚天心中美滋滋，他获得进化点太容易了，随便分解就是，能进化许多新药器了。击杀了那3只星耀 BOSS， 他也能完成职业4转任务，迅速50级就能穿传奇装了。这让楚天迟疑了下，是直接进化出满套新药器，还是省着进化传奇装呢？谁？就在这时，几声爆吼传来。在山崖上时，亡灵族看不到他，毕竟10万米的距离，可不是谁都能无视的，不是谁都有火眼金睛。但现在随着楚天下降，亡灵族发现他了。3大万夫长带着3万亡灵冷视楚天，现在杀了他们，会引来整个亡灵大军，那时候就不容易采集药草了。楚天眉头一皱，剩下的药草都是王级药草，他可舍不得就此放手，那就让他们多活个几秒吧。叮！恭喜，您使用了千人千面变换种族，属性容貌亡灵使者，品级传奇级 BOSS， 等级60级，攻击5000。描述：亡灵族的使者，代表亡灵君王前来亡灵大军处慰问。楚天刷的一下变成了亡灵的模样，并且还是一只传奇级 BOSS， 亡灵族的使者。之所以没变得更高级，是因为亡灵和幻梦不同，装得太狠，怕被发现。而亡灵大军中是有几个传奇 BOSS 的，楚天弄了一个和他们差不多的属性，是使者大人，代表亡灵君王尊上。这叩见使者，几个亡灵万夫长瞬间懵逼了，由不得他们不信，千人千面的效果跟真的一样。一批亡灵当即叩拜楚天，现在他可是代表亡灵君王，此事蹊跷，你去找来将军。但亡灵族也不是傻子，几个万夫长派出手下通知将军去了，那可是一位真正的传奇级 BOSS。 使者大人，您。亡灵们跪在地上，抬头小心地观察楚天，下一瞬间陡然全愣住了。您在干嘛？我没看错吧？真的假的？我没看错吧？王级毒草可以这么采摘？刷刷刷！叮！恭喜您获得王级药草千寒毒石 X50， 恭喜您获得王级药草白热毒花 X68， 恭喜您获得王级药草格素麻 X77。 6大修罗幻影毕竟是楚天的幻影，外貌等等随楚天变化，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7个亡灵状的楚天一起在采集药草，一抓就是几百颗，一颗王级药草能卖上千金币，楚天这一抓就是几10万金币，真当王级药草好采摘啊？普通的王级药师采摘一颗王级药草也需要半天的功夫吧，还可能采集不成功，白费功夫呢。他全都采集了，还都成功了。使者大人莫非是黄级药师？不，肯定是尊级的，我觉得圣级乃至于神级都有可能。亡灵族们吓傻了呀，不论在哪个族中，这么厉害的药师都是受人尊重的，一位神级药师，药术可起死回生，毒术可以毒害一域之地千万年。但看楚天的出手，简直是离谱，神级也没这样牛逼吧？离谱，太离谱了！此刻，一批更强大的亡灵走了出来，一名昵称亡灵药师库库奇的亡灵很是懵逼地看着楚天，许多亡灵见到他当即跪拜，拜见尊级药师库库奇大人，拜见库库奇大人。竟然是尊级药师，比楚天还要牛逼。天剑城除了楚天外，也就罗会长是王级的，差了尊级2个级别呢。别拜我，拜他。库库奇却是直摇手，激动地看向了楚天。那些王级毒草他都无法采摘啊，所以楚天必然是圣级以上的药师。亡灵大军隐藏在此，其实在不断的蓄积力量，他们准备想用毒来毒害整个天剑城，但单靠他一个尊级药师制作那么恐怖的毒药还有点难。太好了，族内派来他应该是帮助我们制作毒药，一举拿下天剑城的。
而且他是圣级药师，肯定不会觊觎那位圣级药师的传承。就在这时，楚天的脑海中传来提示声：叮！恭喜您采摘了圣级药物万毒蝉、冷毒霜衍生出的所有毒草，获得了继承圣级药师传承的资格。奈斯，果然付出才有回报，圣级药师的传承，想想就爽啊！这时，楚天美滋滋的向下看去，也是一愣。亡灵将军，品级传奇 BOSS， 亡灵副将，品级传奇 BOSS， 他好像真的捅了亡灵的老窝了。第101章，瞒天过海，打入内部。总共有6个传奇级 BOSS， 将军、副将、军师、百万夫长等等。亡灵族是真的人多势众，毕竟可以把死物变成亡灵，一个夫长就能是100万级的，最低的都是60级，将军更是80级 BOSS。老实说，敌人这么强的实力，能不能击杀他们，楚天心里也没有底。更不用说还有千万亡灵大军在，星耀 BOSS 就有上千只，外面一只星耀 BOSS 都难寻，这里简直是强大怪物扎堆。楚天不由得想到，不谈传奇级 BOSS 了，就是杀了这些星耀 BOSS 也会收获巨大。要是莽着来的话，楚天暗忖思量敌我实力。恭迎使者！亡灵将军战天野突然一声呐喊，低头是以崇高的敬意。亡灵副将、亡灵军师等等皆是如此。扑通扑通扑通，千万亡灵大军更是直接跪倒，头深深的埋下。恭迎使者！恭迎使者！惊天动地的呐喊冲霄，整个无声谷都要因此晃动般。上千万只40级以上怪物跪拜，一批星耀传奇 BOSS 恭敬叩首。这一幕要是让寻常人看见了，肯定觉得自己身处幻境之中，但谁让楚天是使者呢？使者代表亡灵君王，楚天这一刻的地位贵不可言。也不是亡灵族脑子笨就不怀疑他的真实性，而是楚天做的太好了，让他们无法怀疑。1. 亡灵族隐藏于无声谷中，除了使者谁能知道。2. 能狂暴的采摘王级毒草，起码也是圣级药师，地位尊贵无比，需要假装身份。3. 千人千面满级技能，太牛逼了，真真假假，让人分不清。使者大人，末将乃此次攻打天剑城的主将战天野。战天野容貌粗犷，亡灵族死之前可能是任何一个种族的，包容着各种容貌，他看上去像个远古战士般。末将有意疑问，君王尊上派您前来，没派大军保护您吗？战天野很机智，楚天身为使者，怎么会没有亡灵部队护送？只有这一点让他有些怀疑。亡灵士兵们也是疑惑的表情，他们给予了楚天足够的尊重，但楚天要是拿不出更多的证据，他们可能瞬间变脸，将楚天一举拿下。我要是混入亡灵族内部，可以更好的粉碎他们的计划。楚天双眸闪烁，他始终记得自己最大的任务是拖延亡灵族的进攻5天时间。他虽然霸道，但不是无脑。这一刻打起来确实不好说，最起码也得职业4转完成，最好再多爆出来一些法师技能再说。哦，你是在质疑本使者吗？哼，你且看好。楚天一声冷哼，鄙视的看向了亡灵将军，他是尊贵的使者，比场上所有亡灵地位都高，越鄙视他们越像真的。唰，他大手一挥，汉库林出现了，笼罩于一身黑袍中，抬手释放出5万只亡灵，这是真的亡灵法师。战天也见此，瞬间相信了，但他内心不屑，就这尊贵的使者才5万钻石级亡灵，一只星耀 BOSS 护送，看来这使者地位也不高，也敢鄙视他。呵，楚天心中冷笑，他看懂了战天野的神情，既然是打入内部搞破坏，那他地位越高才更方便行事吗？好，他大手再次一挥，狂傲的虎啸声响起，摄人心魄。竟然是神兽白虎的后裔被转化成亡灵了，培养价值巨大，而且已经是星耀 BOSS 了。嗜血白虎此刻已经变成了亡灵态，让所有亡灵眼前一亮，这可是货真价实的神兽血脉，成长到极致，甚至可以血脉返祖为神兽。他为什么变成了亡灵？叮！恭喜，您分解了千毒草，获得。叮！恭喜，您消耗了1000万进化点，幻术面具进化成欺诈面具。他分解了许多毒草，瞬间有进化点了，面具从钻石器进化成星耀器。他身上的毒草全部分解的话，大概有个10亿进化点吧。10亿进化点都能进化出不少传奇装了，这是他的底牌，敢打入亡灵内部的资本。欺诈面具，星耀器，等级10，附带效果控制抗性正 15%， 所有人好感度加50，除敌对方。附带技能瞒天过海，黄 LV20， 千人千面效果保留，同时可以替麾下变换容貌、种族等，但无法变换属性。目前可变化的麾下为5万个，持续时间1天，冷却时间半天。千人千面可以变换自己，瞒天过海还能变换麾下。
楚天将技能升级到30级，变换数量达到了11万。伊洛斯这个邪灵法师以及召唤的邪灵全部变成了虚假的亡灵，吞宝史莱姆等等皆如此。又是一头星耀 BOSS， 这样的力量虽然没有这里的大军强，但作为使者部队足够了，是使者无疑了。亡灵们纷纷开口，这力量已经很恐怖了，可惜无法变化麾下的属性，不然楚天将他们全变成传奇 BOSS。 而亡灵们之所以这么快信任楚天，最大的原因还是欺诈面具的效果，所有人好感度加50，只要内心原本不敌对，好感度直接就加50，50好感度就会非常信任楚天，就像亲朋好友一样。对于上级则是愈加的尊敬。叮，恭喜亡灵战士森森对您的好感度加50，恭喜！这一刻楚天刷爆了亡灵族的好感度。使者大人，末将岂敢怀疑您的身份，还请大人不要怪罪。战天也憋屈的低下脑袋，他实际上还有点怀疑，但士兵们却都已经信任楚天，他也不好说什么。再有下次，小心你的脑袋。楚天冷哼，甩手道，还不带本使者入内。在一帮亡灵族簇拥下，楚天神气冲天的踏入谷内，战天也只能憋屈的跟在后面。不知道的还以为楚天才是这里的老大呢，所有亡灵对他都很尊敬，尤其是亡灵尊级药师库库奇，就像狗腿子一样舔起了楚天。大人，您的药学造诣太高了，一定可以打开那个药洞。楚天闻言一愣，他拥有获得圣级药师传承的资格，却不知道传承在哪里，药洞会不会就是传承所在？第102章圣级装备点化雷龙。楚天满意的看着库库奇，这年头舔狗没有活路啊，更何况舔错了对象，自己是敌人。不过舔得好，你很有前途。楚天高傲的开口，他必须得把足姿态，亡灵使者就应该傲。跟本座讲一讲药洞的事情。药洞之中据说留有圣级毒师的传承，属下猜测有圣级药方，甚至是圣级毒药在，一瓶圣级毒药足够灭杀天剑城无数士兵，但药洞却很难打开。现在您来了，一定可以打开的。闻言，楚天先是一愣，再是一喜。圣级毒药，幸好自己打入亡灵内部了，不然被亡灵族弄到圣级毒药，他也无法阻止亡灵大军的进攻了，任务绝壁无法完成。但要是他把圣级毒药抢了呢？不说别的，圣级毒药他也很想要啊。大人，我带您前去。不等楚天开口，狗腿子库库奇当即带路，他还指望着楚天打开药洞，将圣级药师的传承留给他呢，因为他认为楚天已经圣级，不需要传承了。战天也看着很难受，以前库库奇只舔他的，现在他跟失去了老婆的丧家犬一样，但他也需要圣级毒药，当下跟着前往。由于事关重大，所以上千万亡灵大军跟随着，防止出现意外。如果你不是真的圣级药师，打不开药洞，上千万亡灵大军会顷刻间击杀你。战天也冷视着楚天，他其实已经不怀疑楚天了，但是他嫉妒楚天刚来就获得了比他高的地位。不久之后，药洞到达，由一堆石头垒成，上面有一个发光的禁制一般，穿过禁制就可以获得传承，但禁制却怎么也打不开。您准备怎么破？库库奇刚开口，楚天已经走上前了。一大批亡灵期待地看着他，这可是难倒了整个亡灵大军的禁制，楚天有没有实力破开呢？没有人知道，在楚天双手触碰禁制时，提示声呼来。叮！恭喜，您拥有获得圣级药师毒老人的传承资格，启动传承试炼。楚天嘴角笑容玩味，原来极其无声谷中所有毒草才能穿过禁制，换句话说，只有他有资格。厉害，真打开了，太强了，我们研究了几个月都没成功，使者大人一来就行了。亡灵士兵纷纷惊叹，大人，您一定要带回传承，送给我啊，我愿认您为父。库库奇跪在地上亲吻着大地，这是亡灵族的仪式，他们许多都是死尸变成亡灵，没有父母，但可以认一个父母。战天也看到此情此景，脸色愈加憋屈，他感觉自己这个将军混得太差了。楚天现在只要一句话，甚至能让亡灵大军不认他这个将军，一定要设法搞死楚天，不然只能看楚天的脸色行事。杀笔！楚天心中冷笑，他可不想认亡灵做儿子，只能让库库奇失望了。但现在还不能撕破脸皮，起码也得拿到传承不是？等我回来再看收不收你做我的子嗣吧。现在给我滚开！他一脚将库库奇踹开，没办法，这家伙趴在禁制上，舍不得离开。楚天踏入禁制，直接消失。叮！系统提示：毒老人临死前留下传承，因为时间匆忙，并没有留下所有知识和宝物，但宝物依旧很丰富。通过传承试炼可获得，试炼分为3关。第一关难度 S 级，可获得金币100万；第二关难度 SS 级，可获得圣级毒药技能自毁药剂 X1；第三关难度 SSS 级，可获得圣级药方技能紊乱药方。牛逼！
仅仅是通过第一关就有100万金币。楚天到现在还没积累到10万金币呢，全世界其他玩家的钱财加起来也不知道有没有1万金币。天域无法氪金，但有些富豪玩家专门用现实货币买游戏货币。这100万金币的价值，要是换算成软妹币的话，得相当于10来亿。楚天只要通过第一关，直接可以变成亿万富翁。虽然他也不是很缺钱，但圣级毒药、圣级药方，他缺呀。楚天心里很爽，凭着自己的超神天赋，通过试炼的难度应该不大。叮！系统提示：你也可以选择终极试炼关，难度 SSSS 级，失败无法再过普通试炼关，成功会获得普通关的所有奖励，并且获得圣器药王炉。死！楚天心中真是又惊又喜。圣器虽然听名字应该是药师专用的，但也很牛逼了好不好？传奇装上是史诗装，史诗装上才是圣器啊！圣器一般都是游戏中期甚至后期才有一点几率获得，但现在就近在眼前了。而且另外3个奖励他也可以拿到，只要过一关就行，省去了很多时间。就是难度 SSSS 级，已经堪称是噩梦难度了。叮！请选择您的关卡，倒计时5、4、3、1，终极试炼关。楚天毫不犹豫，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圣器，他要了！眼前突然变幻，楚天进入了一个白茫茫的空间，空间中央是一个白色大丹炉，丹炉上有一个枯瘦的老人，老人身影很模糊，要消失了一般。试炼要求：毒老人临死前唯有一个遗憾，想见证下真正的神级药师手段起死回生。他将一缕残魂寄托在药王炉上，只要施展出起死回生的手段，他的残魂感应到试炼即可完成。任务描述：不要觉得不可信，圣级药师自然有高超手段，可以维持残魂意识不灭。尼玛，楚天都想喷人了，要是有神级药师手段起死回生，他用得着圣级传承？这个试炼压根不可能完成。不对，我虽然不是神级药师，但我有点化万物天赋。楚天嘴角笑容玩味，点化万物可比起死回生厉害多了。身上的毒草可以分解出10亿点化值。修罗幻影有5个还没做齐，何不点化雷龙？第103章圣级毒药技能自爆药剂，除了王级毒草全部分解，共获得6亿点化值。背包内有10来万死亡的雷龙幼崽，全部都是星耀 BOSS， 但点化生命1只就需要1亿点化值，楚天只拿出了5只。叮！恭喜你消耗了1亿点化值，点化死亡的雷龙幼崽生命。好！一只死亡的雷龙幼崽忽然张开了双眼，发出了奶萌又狂猛的吼叫声。他亲昵地在楚天双脚处蹭着。系统提示：由于您赋予了雷龙幼崽生命，他将您视为亲人，天生好感度加100。您使用任意一种宠物球都可以将它变成宠物。坐骑，爽！楚天赋予雷龙生命，雷龙自然听他的，但他要的是雷龙成为坐骑，还得走一个程序。他还有不少宠物球，随便扔出一个。2号，你来。叮！恭喜，修罗幻影2号拥有了坐骑雷龙。雷龙，品级星耀 BOSS， 等级1级，物法双攻击32至35，防御10，血量160，技能雷耀裁决，雷龙冲刺，雷爆术。描述：药剂合成的雷龙起初并没有生命，但经过修罗的点化，他从黑暗中醒来。毕竟是幼崽，没发育过，自然是1级的，需要给他升级。没事，楚天会缺经验值吗？1级时属性就很强了，即使是楚天1级的攻击力也只有10左右，雷龙还是双攻击，全在30以上。等培养出成千上万的几10级雷龙，该有多爽啊！嗡嗡。这时候毒老人的残魂急剧颤抖，似乎要醒来，但受到的冲击还不够一样，毕竟试炼要求是神级药师手段，楚天使用天赋属于作弊。那就再来，作弊1次不够，那就2次、3次。点化，点化！5只雷龙幼崽全部拥有了生命，6大修罗幻影终于都有了坐骑。就在这时，毒老人的残魂终于张开了双眼，激动地看向了楚天，看向了那起死回生的雷龙，他竟然热泪盈眶，好似在感慨造化的神奇，让死物都可以复活。残魂逐渐的消失了，他无憾了。叮！恭喜你完美完成了终极试炼关，获得所有任务奖励，另获得额外奖励毒老人的残魂 X1。什么？获得圣药圣器也就罢了，连圣级药师毒老人的残魂也能获得？带我走！毒老人的声音从药王鼎内响起。你很强，你的未来一定会超过我，所以不要担心我会伤害你。你拥有超越起死回生的手段，将我复活的话，我会给你我全部的知识。我快消失了。毒老人的残魂还没彻底死透，他看中楚天了，一切都是因为
楚天太耀眼了。好，我带你走。楚天点头，一位圣级药师的知识，他还是很看重的。就算毒老人真有什么诡计，他自有办法破之。话音刚落，白色空间中出现几样东西：技能自毁药剂，圣级毒药，树木一瓶，效果撒在一名史诗级或者5名传奇级怪物身上，让他在使用技能时直接自爆，药效维持半小时。描述：最狠的毒药，当然是要敌人自尽。不是吧，这么猛？不是楚天没见识，而是这效果太猛了，由不得他不激动。史诗怪都能让他自爆，除非他不使用技能。不能使用技能的怪物还能叫史诗怪吗？怪物中毒了，知道自己不能使用技能吗？亡灵族只能用雷系魔法击杀，或者其他魔法带有抵消复活的效果。即便是毒药，本来不能伤害亡灵，但亡灵自爆了，还有机会使用复活技能吗？即使可以使用，还是会自爆啊，药效维持半小时呢。呵呵，楚天笑了，外面的亡灵大军现在屁也不是。技能紊乱药方，限制圣级药师，效果制作出圣药技能紊乱药剂，药剂效果为让史诗级及史诗级以下的怪物在使用技能时，技能会陷入紊乱状态，无法发出准确响用的技能。需要药材：圣药混乱实心，圣药七色花。药方很不错，而且不是一次性的，可以不断借此炼制圣级药剂，效果更棒，能让技能紊乱。比如一个史诗怪有7个技能，他想使用技能 A， 却会不由自主地使用了技能 B， 那这里面的考究就很大了，技能用错了还怎么杀敌？可惜了，我现在还不是圣级药师。黄级，下一步尊级。尊级还不能。楚天摇摇头，看向了药王鼎。什么？尊级就能炼制圣级药剂？由不得楚天不激动，因为药王鼎的效果太棒了。药王鼎，圣级药师装备，限制药师，效果药师炼制药物时，自身品级要求降低1等，最高到圣级。描述：给广大无法提升的药师带来了福音。众所周知，什么品级的药师炼制什么品级的药物，但药王鼎打破了这个限制。楚天是黄级药师，现在就能炼制尊级药物了，等他到了尊级时就能炼制圣药，但也到此为止了。药王鼎最低让要求降低1等，最高就能炼制圣药。没关系，药王鼎也可以进化，楚天圣级时说不定就能炼制神药。也就是说，我将药数再提升1等，就可以炼制技能紊乱药剂了。楚天深呼吸一口，他提升为尊级药师并不难啊。他将东西都收起来。叮！系统提示：药王鼎内含有毒老人的残魂，接近死亡状态，但还属于活物，无法收入背包。毒老人还残留着一丝活气，不能进入背包，又不是他的宠物，无法放到宠物球中。就让雷龙背着吧。虽然这样就会让库库奇看到他拥有了药师的圣气，说不定会因此和整个亡灵大军闹矛盾，但他会怕。现在有圣级毒药在手，楚天完全可以和亡灵大军扳扳手腕。他一步踏出了禁制。第104章，我修罗制裁亡灵族。出来了！我靠，真出来了！打破我们几个月没打开的禁制，还成功通过了试炼，使者大人太强了。在亡灵族的注视下，他们心中敬仰的男人回来了。更耀眼的是，6大修罗齐出，一个骑着神兽后羿嗜血白虎，5个骑着星耀 BOSS 雷龙。星耀 BOSS 即使在亡灵大军中也是万夫长级别的呀，却只能做楚天的坐骑。怎么回事？使者大人有这么多雷龙，那些全都是龙骑士吗？所有亡灵惊叹，龙骑士非常罕见，因为龙太少了。而现在一下好几只，这些雷龙和修罗幻影都被楚天转化成为虚假的亡灵状态，因此没有引起亡灵大军的怀疑，只会让他们觉得楚天的力量又变得更强大了。更恐怖的是，圣气！圣气！天哪，那是圣气吗？一只雷龙的身上背负着巨大的药王鼎，圣气的光芒无法掩饰，乃是最极致的白色，没有华而不实的耀眼，在人群中却是熠熠生辉。圣气，他们都没见过，就连战天野都震惊地吞咽着口水。圣气，这就是圣气的光芒吗？好耀眼！他好嫉妒，他感觉自己一个传奇 BOSS， 堂堂的亡灵将军，在楚天面前就是个没见识的乡巴佬。圣气！咕咚！库库奇吞咽着口水，这一刻贪婪之心暴起，直接跪倒下来，要去舔楚天的鞋子。使者大人，仁慈而伟大的父亲啊，求求您收我为子嗣吧！滚！楚天一脚将他踹开，还想舔自己的鞋子？没门，太恶心了！他知道库库奇是为了圣气才如此不要脸的。果然，库库奇当即站起，脸色中已经没有了尊敬，疯狂的欲望让他没了理智。使者大人，看来您是得到圣级药师的传承了，我们大军正急需，请您交出来吧。对，请您交出来吧。
战天野也走了过来。上千万亡灵大军也是向着楚天压迫而来，已经没有了之前的尊敬。楚天最大的价值就是帮助他们拿到圣级传承，现在他们已经不需要楚天了。咔咔咔，楚天转了转脖子，嘴角笑容玩味。亡灵族在演戏，需要他来拿到圣级传承，他又何尝不在演戏？现在有圣级毒药在手，他根本不需要忌惮。但就在这时，圣级传承拿到了吗？那肯定也有圣级毒药吧。一道耳熟的声音传来，让楚天暂时放弃了攻击的打算。抬头看去，更是让他眉头紧皱。林向南，他怎么还活着？被楚天杀死的林向南，此刻活灵活现的走过来道：“把圣级毒药交给老夫，老夫乃是人类，而且是宝庄阁阁主，自然可以进入天剑城。我替你们投毒。”本来楚天还想过亡灵族怎么才能投毒进入天剑城，但林向南作为人类，他要替亡灵族投毒，杀害自己的同胞，心思太过狠毒。还有，他是怎么活着的？死而复生？不可能，那是神级药师才有的手段。楚天也确定当时就击杀他了，而且将他的尸体分解了，他压根没有使用复活术什么的，怎么就活着了呢？作为一个敢让楚天钻狗洞的人，他岂能活着？呼，楚天舒了口气，眼神冷厉。那就再杀一次吧。在做这件事之前，我要转化为亡灵，拥有长久的生命，而且我要成为亡灵法师。林向南再次开口了。原来如此，他要成为亡灵族，因为人类的寿命大多不过100年，除了一些顶尖的高手，据说可以活很久远，但他还没40级呢。而亡灵族每一个都可以活千百年。为了活着，他要残杀同胞，甚至放弃人类身份。可以，我们已经准备亡灵转化仪式，还有亡灵法师职业书。战天也点头，看向楚天道：“现在只要使者大人愿意把圣级毒药交给你就行。使者大人，您愿意吗？”楚天看了看亡灵大军，诡异的笑笑，点头道：“好，只不过我也想见证下亡灵转化仪式。另外，圣级毒药的使用，我可以给他指点，就让我跟着他吧。”他将技能自爆药剂扔给了林向南。为什么不愿意？跟着林向南就能找到亡灵法师职业书，获得第2主职业的路就在眼前了。现在就算击杀了亡灵族，还要自己辛辛苦苦去找职业书，多麻烦啊！直接让他们自己送过来。另外，他也想看一看林向南是怎么死而复生的。太棒了！林向南拿到技能自爆药剂，看清效果后激动道：“能让史诗怪自爆，剑问星那家伙再强也没史诗怪强吧？看他还能拿我怎样？可恶的剑问星，要不是他偏向修罗，我怎么会？等我回去，我还是宝庄阁阁主。我成为亡灵法师，会把整个城的人变成亡灵。我会成为天剑城城主。修罗，你必死！”可怜的林向南啊，还不知道楚天就在他面前，也不知道宝庄阁已经被楚天拿下了，就连他心心念念的亡灵法师职业书也被楚天盯上了。好，本将答应了，使者大人陪同林向南吧，本将就先离开了。战天也点头，楚天主动跟着林向南，让他非常的开心，感觉楚天不会夺权了。至于圣器，他现在不敢逼楚天教，还需要楚天教林向南使用圣级毒药呢，不好撕破脸皮。千万亡灵大军离开，库库奇怨恨地看了楚天一眼，也离开了，只留下一小部分亡灵士兵带着林向南前去进行仪式。不久之后，他们来到了一个黑暗的屋子中，一些亡灵族在准备仪式。在屋子的正中央，有一本职业书放着，正是亡灵法师职业书。使者大人，多谢您的圣级毒药，不然亡灵族不会答应我的要求。林向南触碰着职业书，恭敬地向楚天叩拜。不用谢，说起来我该谢谢你。楚天摇头，诡异的笑笑。什么意思？林向南有点懵逼。这个意思。楚天一声怒吼，轰！他的身上突然绽放起璀璨夺目的雷芒，一道道雷罚从天而降，范围极其大，将外面镇守的亡灵士兵都笼罩进去了。亡灵将军府，战天也刚回来，美滋滋的喝茶，嗤笑道：“狗屁使者，还不是乖乖听老子的话，把东西交出来了。跟着林向南，是他怂了，不敢和本将军夺权。接下来就是逼他交出圣器了。”噼里啪啦，惊天动地的雷暴声突然就传到了他这边，他赶紧出去观看，看到的是亡灵使者，哦不，是已经变成了人类模样的修罗。楚天高高的飞在空中，周围雷电环绕。我修罗，人类，今日制裁你们亡灵族。第105章，日月一瞬，光速都无法追赶。轰轰，重重雷光爆发，楚天双翅打开，君临天下的气度张扬。修罗，林向南整个人都傻眼了。使者是人类？糟了，我们被骗了。外面镇守的亡灵族终于反应了过来，整个亡灵大军都被楚天耍得团团转。而这时，
楚天的攻击已经落下。林向南，我不管你是怎么死而复生的，但今日你若是再不死，我修罗跟你姓！雷狱刑罚，周围1万米内到处都是雷电。8028、8017，触发麻痹。8037，触发麻痹。高达8000多的伤害，镇守的亡灵部队基本被轰杀，即使有些气血高点没被秒，但技能有70%几率触发麻痹效果，麻痹了他们就无法攻击，下一瞬间死的不能再死。亡灵部队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这就是楚天现在的攻击力，一个技能就可以秒星耀 BOSS 了。楚天看了看，场上还不止3个星耀 BOSS， 除了几个万夫长之外，还有做仪式的亡灵法师、肯德基、仪式小祭司、亚当等等，全部被秒。叮！恭喜，您完成了职业4转任务。楚天终于4转，可以升级了。与此同时，一大批的经验值到来，但楚天并没有选择升级自己，而是升级雷龙。他的雷电法术并不多，而亡灵族的弱点就是雷术，雷龙最强的技能就是一些雷电法术啊。叮！恭喜，雷龙幼崽等级+1+1+1+1+1。恭喜，雷龙幼崽等级+1+1+1。5大雷龙幼崽迅猛升级，冲天的白光闪现，雷龙幼崽肉眼可见的长大，都不能叫幼崽了，奶萌的模样变得狂猛无比，给人造成很震撼的视觉冲击。楚天看了看，全部都是30级以上了。没办法，杀的亡灵太多，他们又是从1级提升的，当然快速了，每一个都成为了得力干将。叮！恭喜，您获得了8736万进化点，获得钻石器亡灵幡、星耀器禁魔棍，收获巨大，星耀器都有3件，钻石器更是一大堆，进化点都接近1了。楚天发现，现在他收获的进化点基本都以1为单位了，没办法，谁让他太强呢？还没死。但让他愣了一下的是，林向南竟然逃出了击杀。雷电持续不断的轰炸，会持续10秒，林向南肯定是吃不消的，但他就像金蝉脱壳一般，每次死亡之后会在地上留下一个尸体，然后再次冲出去。没错，尸体依然在，却多了一个活的林向南。看来这就是他上次被击杀依旧活下来的原因了。当时楚天之所以没看到林向南的技巧，是因为林向南留下尸体，自己爬起来后却用了隐身术，这谁都无法察觉，简直是逃跑秘籍。但现在楚天张开火眼金睛，一切诡秘无法逃过他的双眼。该死的，幸好有祖传的替死傀儡，还有隐身术，不然死定了。趁他没发现，赶紧逃吧。林向南正火速逃跑，以为楚天还没发现呢。轰！一道雷光将他炸死，然而他又爬了起来，尸体留在原地。有点意思。楚天来了兴致。轰轰轰！雷光轰炸，林向南不断的死去，再不断的爬起来。迅速的10秒过去了，雷光停息。林向南已经死了12次了，不是复活术。楚天也终于看到了林向南的秘密，在他死亡的一瞬间，会有一个东西代替他死亡，代替的速度非常快，连技能都被骗过去了，也就火眼金睛捕捉到了一点。替死傀儡圣器，等级1，唯一效果替死，死亡的一瞬间，替死傀儡会在 0.5 秒内代替死亡，并且变化成和您长相、属性都一样的尸体，骗过敌人的洞察。描述：有神奇的技艺，天宫锻造打造，可以不断替死，乃是林向南祖传的宝贝。我去，大宝贝啊！替死1次？不对，是替死 N 次，有无限个替死傀儡，就能无限替死 N 次。要知道，像复活术这种都有冷却时间，即使是亡灵族，也要提前使用复活印记，才能不断复活。像玩家死亡的话，惩罚非常可怕，掉级、掉装备。楚天死亡会更惨，等级倒是无所谓，一掉就是一大把好装备啊。但替死无惩罚，这装备唯一的弱点就是卡时间 0.5 秒内替代死亡，那就要少于 0.5 秒击杀林向南，才能让他无法及时使用替死傀儡。可楚天的攻速也没那么快，此刻倒是有机会 0.5 秒内击杀敌人，但楚天一直走的高爆发，没走高速攻击。他还没获得第2主职业呢，战士、法师攻速都不快，圣法斗战亦如是。呵，楚天淡淡的笑笑，真当他没办法吗？我说了，今日你必死。叮！恭喜，您消耗了1000万进化点，日月追光剑进化为日月一瞬剑。他手上出现了一把近乎虚拟的光剑，好似发出的光芒，连光都无法捕捉。他能提前看到装备进化后的效果。日月追光剑进化后，技能同步进化为黄色，继承了20等级。叮！恭喜，您消耗了1点潜能点，日月一瞬达到满级。日月一瞬剑，星耀器，等级5，附带效果：物理攻击加180，攻速正 30%。附带技能：日月一瞬，
黄 LV30，消耗300点蓝量，发出可让光速也无法赶上的一剑，会在0.00001秒内击中敌人，但攻击等等不增加。比起日月追光，攻击低了许多，但攻速很牛逼。刺客攻速猛，楚天能让光速都无法追上他的技能。咻！楚天直剑虚空一划，一道无形的剑气肆虐下去，看不见是因为光速追不上，光速也无法捕捉到技能的光芒，肉眼根本看不到此技能。哦，你看到我了呀？我还有好几个替死傀儡呢。林向南回头看到楚天看向他，明白楚天已经洞察了他的异常，但他丝毫不慌。楚天的技能杀人速度能赶得上傀儡替死，傀儡可是圣器啊。我收下了。楚天淡淡点头。第106章天宫锻造，斗战专属装备。哈哈，任由你再牛逼。林向南正膨胀呢。一阵鲜血飙起，洒在了他的脑袋上。他疑惑地转头看去，却发现根本转不过头去。与此同时，他的目光迅速呆滞，意识瞬间就消失了。砰！头颅砸在地上，一旁的身体还在站着。从始至终，他都没反应得过来。他说话的时候，脑袋其实就已经离开身体了。那个时候还没死，还有机会用替死傀儡，但他根本没有发现他死了。快，太快了！砰！这个时候身体才倒下。叮！恭喜您击杀了林向南，获得3837点经验值，他差您10级，经验少。替死傀儡 X6， 天宫锻造职业书 X1， 银币 X33636。爽！林向南个弱鸡根本没资格被楚天放在眼里，之所以给楚天带来一些麻烦，靠的就是替死傀儡。那可是圣器啊，整整6个。虽然没什么攻击能力，但代替死亡一次还不牛逼。楚天虽然强，但基于他的敌人也很多，谁都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有些替死傀儡挺不错的。让楚天惊喜的是，一本散发着强大气息的职业书，以不知名的材质打造，上面雕刻着一柄锤子。天宫锻造职业书，上古职业书，效果能让任何人拥有锻造师职业天宫，不管本身有没有其他副职业。天宫与普通锻造师不同，具体不同请您自己感受。描述：林向南祖上乃是一位传奇天宫，林家世代守护着职业书。奈斯，宝庄阁阁主不是锻造师，这点让人很怀疑。原来是比锻造师更强的天宫。楚天想当一个锻造师，是因为圣法斗战专属秘技天锻术，需要黄级锻造师才可使用。其实是天宫还是普通的锻造师，对他来讲无所谓，只要是个黄级锻造师就行了。但他已经是药师了，再多一个副职业很难。莫大师告诉他，要么完成一个超级任务，要么前去帝国的锻造师协会，经历几个月的考核还不一定成功。最好的办法就是拥有一个上古锻造师职业，可以强行打破限制。让我感受下上古职业有什么不同吧。楚天一拳将职业书粉碎。叮！恭喜您拥有了副职业药师，无法拥有其余副职业。由于天宫锻造师乃上古职业，强行打破此限制，您拥有了副职业天宫。楚天的个人面板中多了天宫选项，可以打开看详细描述。天宫效果1：以天地为炉，以万物为料，直接锻造。效果2：无需按照正常锻造师的成长进度，您拥有了什么品级的装备，就可以成为相应品级的锻造师，能够锻造相应品级的装备。描述：打破限制，没有拘束，巧夺天工。这太厉害了！正常来说，锻造师打造装备需要锻造炉等等，就像炼制药剂时也需要药炉一样，但天宫压根不需要，是以天地为炉，也不需要从低级、中级慢慢升或者挖矿之类的，只要拥有什么装备，就能是什么等级的锻造师。天宫简直是锻造师中的 bug， 难怪林向南要开一个宝装阁，养了许多锻造师，只要他接触到什么品级的装备，就能变成什么等级的锻造师了，碰了神器就能锻造神器。可惜林向南不够强大，没接触到高级装备，最高就钻石器。但楚天他有很多好装备。叮！恭喜，由于您拥有传奇装，您自动成为了黄级天宫。楚天真是又惊又喜，一步到位，直接黄级天宫，也就是黄级锻造师。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理，反正爽就行。天域本就不能以常理视之，天宫也是上古职业，不需要思考太多。低级锻造师可以锻造白板器、黑铁器，中级锻造师可以锻造青铜器、白银器，黄级锻造师可以锻造传奇器、史诗器。没错，楚天还没有史诗装，进化的话肯定也很难，但他却能锻造出史诗器了，这就是锻造师的强大。而楚天一步就踏上了锻造师的顶尖水平，太爽了！叮！恭喜，由于您成为了黄级天宫，满足圣法斗战专属秘技的条件，您学会了天锻术。喜上添喜啊！天锻术圣法斗战秘技，效果：将2件同品级
同等级的法术装备、物理装备锻造为一件装备，同时具备物理、法术效果，完美搭配圣法斗战职业。描述：少年，锻造出最适合你的装备吧。奈斯，楚天太激动了，装备最重要的是什么？适合自己啊。哪怕是神器，但使用者是刺客，神器是牧师专用的，有什么用呢？目前的装备都是战士、刺客、弓箭手专用，没有任何一件装备能够同时具备好几种职业该有的能力。但天锻术改变了这种情况，他要有专属于他楚天的装备了。2件装备锻造前要求品级、等级一样，但不能是一种职业的，这很难做到。但对楚天来讲，小意思。他装备多，而且可以进化。值得一提的是，他拥有了副职业天宫，拥有了天锻术，这是属于自身的职业和技能。那么从他身上脱离的修罗幻影也具备了。叮！恭喜，修罗幻影1号成为黄级天宫，学会了圣法斗战秘技天锻术。恭喜，修罗幻影2号，上古职业、隐藏职业的专属秘技都很难得呀。这下等于有7个人拥有了。正常来说，哪怕成为了厉害的锻造师，锻造装备也需要时间，但楚天一下有7个人，同时锻造的速度就比别人快了7倍，而且黄级天宫锻造本就快。6个幻影在挑选合适的装备，准备锻造。楚天自己走向了亡灵法师职业书。小兔崽子！突然的一声暴吼传来，正是战天野。修罗，受死！他很难受啊，被一个人类戏耍了整个亡灵大军。库库奇更难受，他还喊这个人类爸爸。轰轰轰！修罗，受死！上千万亡灵大军也终于赶至，而楚天压根懒得管这些，他拿起了亡灵法师职业书，感觉这玩意也没大用。汉库林就是亡灵法师，他再成为亡灵法师没啥价值。但如果他将亡灵法师职业书点化出生命，这些亡灵族会怎么样呢？第107章，对决亡灵大军。亡灵法师职业书，隐藏职业，效果让人拥有亡灵法师职业，点化生命所需31点化值。不算太多，毕竟是点化生命，而且是点化的职业书。可惜楚天没有这么多点化值啊。唉，唏嘘一声，楚天将职业书收起，转头玩味笑道：怎么不恭迎你们的使者大人了？修罗！战天野的嘶吼声响起，眼睁睁地看着楚天将职业书收走，他心里都在滴血。亡灵族想制作一份亡灵法师职业书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修罗，招惹我们亡灵族，今日你必死！亡灵大军全体发怒，太气了，被修罗耍得团团转，圣器什么的都拿走了，连隐藏职业书都拿走了。最难受的是他们主动恭恭敬敬地迎接修罗入内的，从头到尾都没发现。就凭一个不到50级的家伙，也敢和我大军作对？战天野忍无可忍，一道恐怖的光波朝楚天冲来。亡灵虚握，轰轰轰！那是一双虚幻的亡灵大手，带着森森阴风，仿佛要捏碎一切。亡灵将军战天野，品级传奇 BOSS， 等级60级，攻击6038，防御725，气血9987，技能亡灵虚握，2倍伤害，破灭斩杀，丧魂哀嚎。描述：亡灵族的将军乃是一位上古将军转化而来，拥有着恐怖的技能，这可是一位传奇 BOSS 啊！楚天面对这一击，淡淡的笑了笑，大手握在他身上，砰！12987，伴随着一声巨响，即使是楚天1万多的气血，也没有办法抵挡这恐怖伤害，他的身影迅速消失。哈哈，死了！战天也哈哈大笑，小贼，本将一捏就死！什么？但他很快愣住了，楚天的身影竟然再次出现。叮！恭喜，替死傀儡代替你死亡一次，还不快点！重新出现后，楚天暴吼一声，6大修罗幻影突然一起全身发光，每个人都像虚握着一柄铁锤一样，2件装备出现在幻影的包围中。天锻术，以天地为炉，凭空锻造。当当当，激烈的敲击声响起。楚天知道自己解决一个传奇 BOSS 应该没问题，但场上可是上千万亡灵大军，传奇 BOSS 就有好几头，他必须提升实力。被锻造的2件装备，一个是传奇装天眼锁链，一个是黄金装落雷法杖。马德，锻造出专属于斗战圣法的装备再说。为什么锻造这2件？因为被锻造的需要等级一样，这2件都是10级的，品级不一样。进化，叮！恭喜，您消耗了10万进化点，落雷法杖进化为雷暴法杖。恭喜，您消耗了1亿进化点，天雷法杖进化为雷炎法杖。从黄金器直接变成了传奇器。楚天身上的进化点本来还不够，
但之前已经杀死了一些亡灵族，爆出了好多钻石器，连星耀器都有好多。楚天没来得及观看，直接分解了，又得到不少进化点。叮！系统提示：锻造进度1%、5%、10%。毕竟是6个修罗一起锻造，速度快了很多。楚天一边等待着锻造完成，一边淡定地踏步上前，傲视群雄道：“传奇 BOSS， 亡灵将军，不过如此。”好！雷古龙仰天怒吼，6只雷龙浑身绽放雷光。别看雷龙等级还不高，但雷电是亡灵族的克星。嘶吼！汉库林、伊洛斯一挥手，10万钻石大军出现。来啊，干啊！楚天一声怒吼，飞上天空，面对千万亡灵大军，面容也毫不改色。落雷法杖在锻造，他暂时无法使用雷狱刑法，那是装备附带技能，物理攻击对亡灵族又无效，但他还是有一项法术技能火球术。他还有称号亡灵克星，效果为面对亡灵族时，技能多道攻击可以锁定到同一个目标，不过需要杀亡灵族积累数量。当时他曾经用这一招击杀汉库林，但现在面对亡灵大军，火球术品级低了，那就进化。进化点不多了，怎么办？眼前不都是进化点吗？可恨！战天野眼神疯狂，他快被楚天逼疯了，怒吼道：“杀！杀呀！”千万亡灵大军同时冲向楚天，杀！楚天也是一声怒吼，所有麾下向着亡灵大军冲去。汉库林、伊洛斯即便死了，也可以用鬼怨灵刀复活。他们带着亡灵大军当起了敢死队。一只只亡灵死去，其中有不少都是楚天的部下，毕竟楚天的部下少一些。好！江河流一声怒吼，他可以在亡灵和僵尸之间自由转化，借助着无敌状态，直接缠上了所有传奇级 BOSS， 反正做个肉盾就行，又不会死。包括战天野在内，亡灵族所有的高手都被他拖住了。尼玛，我看看你能无敌几秒！战天野很难受，江河流的无敌状态太残忍了，但无敌状态肯定不久，那时候他会亲自击杀楚天。他这句话刚说完，砰！一声爆响出现，吞宝史莱姆的极致攻击直接轰炸在了他身上。10000，战天野直接挂了。不过下一瞬间他又复活了，这就是亡灵族难缠的地方。尼玛，这小怪哪来这么高攻击？战天野太难受了，直接喷脏话，吞宝史莱姆才是钻石 BOSS 啊，竟然可以秒杀他这个亡灵将军。砰砰，一声声爆炸出现，吞宝史莱姆利用极致攻击不断击杀亡灵族高手，让他们根本碰不到楚天。有些亡灵要冲到楚天这边了。七彩幻梦出手，梦魇沉沦。楚天周围1000米内，只要有人踏足，就会陷入幻境之中。虽然沉沦的时间不长，但楚天也可以及时的转换位置，让敌人根本摸不清头脑。别看楚天这边人不多，但个个都有神奇手段。亡灵大军除了击杀一些邪灵、亡灵小兵外，对楚天没有影响。是的，楚天还没有动手，他在等进化点。雷古龙、雷龙爆发出重重雷法，可是击杀了不少亡灵，这些亡灵并没有复活，直接提供了经验值。楚天高高的飞在空中，分解他们的尸体。叮！恭喜，您的等级+1+1+1。叮！恭喜，您获得500进化点。提示声不绝于耳。终于，楚天积攒到了足够的进化点，开始进化。第108火焰天降，雷狱天牢。叮！恭喜，您消耗10万进化点，火球术进化成火雨术。恭喜，您消耗100万进化点，火雨术进化成火海术。恭喜，您消耗了1000万进化点，火海术进化成火焰天降。从绿色技能直接变成了红色技能，对应的是传奇装的附带技能品级。进化传奇装需要1亿进化点啊，但进化技能却只需要1000万点。楚天等于没用传奇器，却能使用传奇技能，再消耗3点潜能点变成满级。火焰天降红 LV50， 消耗1000点蓝量，在100万米范围内降落下100万朵火焰。火焰攻击为基础攻击的200%，每个火球附带灼烧印记，灼烧印记每叠加1层，火球攻击力正3%，没有上限，冷却10秒。和火球术并没有本质上的效果改变，但提升了太多了。范围100万米，涨了100倍，火焰数量涨了10万倍，攻击力和印记叠加攻击都涨到了很多。楚天基础法术伤害接近5000，这很高了。要知道他还不到50级，而60级的传奇 BOSS 也就5000伤害左右，他的属性压根不比传奇 BOSS 差。这之中自然有做其雷古龙的功劳，哪怕不借助任何离奇手段，他也能和战天野打得有来有回。更何况有了满级的红色技能，一朵火焰就足以秒杀亡灵将军战天野。而现在他有100万朵火焰，你能复活100万次吗？楚天一声暴吼，随便拿了一个法杖，启动技能。一瞬间，炙热的感觉升起，
天际深处有涌动的火云升起，比太阳还要大了无数倍。火云一朵朵压盖下来，全部变成了火焰球，覆盖场上100万米。9397、9863、9776，无数的亡灵瞬间蒸发，死的不能再死。这是不能复活的亡灵，在亡灵族中叠加复活印记也需要资格的。就连一些星耀 BOSS， 甚至是传奇 BOSS、亡灵副将、亡灵军师等等，都是瞬间被秒杀。不过这些高级亡灵却是能够复活。场上千万亡灵大军占据了广远的范围，但楚天周围100万米内，所有的亡灵要么死亡，要么死了再复活，都在承受着炼狱的炙烤一般。本来楚天这一方人马不多，江河流的无敌效果也没了，很快就要显露颓势。但火焰天降一出，形势斗转，没有亡灵能近楚天的身。有些离得远的亡灵看着同伴被炙烤，吓得浑身发抖，都不敢上前了。太可怕了，这是什么技能？超越神界了吧？人类修罗是神灵派来惩罚我们亡灵族的吗？不，他简直就是神灵。没错，楚天这一刻高高的站在天空中，火焰随他召唤而落下，他就如火神一般。可恨啊！一声杀猪般的惨叫响起，却是战天野。这家伙也被击杀，复活了好几次。虽然他的复活印记很多，可是复活很多次，但这种感觉很难受。他连碰到楚天的技能都没有，只能被动挨打。只要靠近楚天，雷古龙的翅膀的高速移动会让楚天直接闪避他，他束手无策。受死吧！楚天讥讽的笑笑。亡灵克星的效果叠到好多了，100万多火焰在100万米内随机释放，并不随他控制打谁，但亡灵克星可以打破这个限制。随着亡灵不断的死去，他可以控制1万朵火焰了，而且数量还在上涨。他随手一招，1万朵火焰精准的轰炸战天野。战天野要享受1万次的秒杀，可恨啊！战天野咆哮，这种感觉生不如死。就是这样，他愈加的不想放过楚天。现在他不断的死亡复活，根本无法行动。等他能行动了，就是楚天身死的时刻。救将军，快救将军！击杀修罗！因为分出了许多火焰攻击战天野，其他的传奇 BOSS、星耀 BOSS， 甚至是许多亡灵士兵，终于能有喘息之机会了。火焰的随机攻击不一定能打到他们，能行动的所有亡灵都向楚天冲击了。这时候，伊洛斯、汉库林已经死亡，他们召唤的亡灵邪灵小兵也挂了，江河流也没有了无敌状态。吞宝史莱姆的10次1万点极致攻击也用光了。楚天还是付出了一些代价的，不过伊洛斯、汉库林都可以复活，但他楚天还在，比之前还更强。叮！恭喜，您获得了8377万经验值，等级+1+1。您需要完成职业5转任务才能继续升级，剩余的经验值可以转为提升您的宠物麾下。楚天50级了，能穿传奇装。轰轰！他身上扬起冲天的白芒，6大修罗幻影也扬起白色光芒。他升级，修罗幻影也会升级，只不过属性只有他一半罢了。连升10级，修罗幻影的锻造速度变快了。锻造进化 80%、90%、100%。叮！恭喜，天锻术完毕，雷炎法杖、天眼锁链成功锻造为雷狱天牢。奈斯，圣法斗战的专属装备终于锻造成功了，6大修罗幻影也能插手战斗了。更喜的是，叮！恭喜，雷龙的等级+1+1+1+1+1+1+1。恭喜，雷龙的等级+1+1+1+1+1。随着亡灵族不断死去，楚天将经验值全部分给了雷龙，所有雷龙全部变成了50级的。可惜现在没有那么多进化点了，暂时不能进化坐骑装，让修罗幻影都提升。没事，楚天一人足以解决眼前一切。嗡！天地间突然响起一声嗡鸣，宛如天地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锻造炉，在不断的颤抖。一件神光熠熠的事物突然喷吐而出，降临在楚天的脚下，是一个囚牢模样的装备。楚天查看描述后，心中非常激动，冷笑着看向所有亡灵。本来他只要拖住对面，不让亡灵大军5天内进攻天剑城便可，但现在他改了决定了。这么多亡灵，得有上百亿进化点，他岂能放过？第109章全灭亡灵大军。眼前的囚牢是由一条条的锁链环绕而成，上面还萦绕着雷弧，看上去庄严肃杀。雷狱天牢传奇器，圣法斗战专属器，限制50级，圣法斗战，等级10级，附带效果：法术伤害+1200，物理伤害+1200，附带技能雷狱天牢。描述：圣法斗战专属装备，只有圣法斗战才可使用。光伤害就加1200，还是物法双伤，等于加了2400伤害。最关键的是，
楚天原本使用物理攻击的时候就不能使用法术攻击，需要转换装备，但技能雷狱天牢却可以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楚天也是迅速升级技能。叮！恭喜，您消耗了3点潜能点，雷狱天牢达到满级。由于新装备是由2件老装备融合锻造而成，继承了原本技能的一些等级，所以楚天只消耗了3点潜能点，就将红色技能升到满级，本来需要5点。雷狱天牢红 LV50， 效果消耗1800蓝量，衍生出1000万根雷霆锁链，穿刺攻击敌人。每根锁链同时有 100% 基础物理攻击， 100% 基础法术攻击，只要伤害能将敌人气血清零，就可以一直控制敌人，并且锁链会无限延伸，时间持续随效果而定，可以无限冷却10分钟。描述：少年，具体有多强看你自己了。爽！楚天双手掌控着雷狱天牢，物理、法术伤害立刻加1200，全部在6000以上。一根雷霆锁链就能造成12000攻击，只要将气血清零就能控制敌人。即使亡灵复活，但之前气血已经清零，会被强制控制住，会受到持续伤害。锁链还能无限延伸，只要在攻击 A 时将 A 气血清零，后面的 B 就能被打到，持续时间可以无限。这尼玛简直是团战利器，人数对楚天根本没用。受死吧！轰！楚天双翅打开，高高的飞在天空中，双手举起雷狱天牢启动技能，组成天牢的1000万根锁链，看起来非常的细小，它们游动延伸开来。一瞬间，所有锁链变得巨大无比，噼里啪啦，全部环绕着雷电。楚天的四周围全部是锁链环绕，雷潮汹涌。咻咻咻！一根根雷霆锁链飞出去，迅速的穿过上千万亡灵族。11873、11037、11287，诸多黑色伤害升起，代表着秒杀。锁链攻击12000，敌人防御还没2000呢，气血最高的战天野也就1万，所有被攻击到的亡灵全部身死。锁链继续向着后方延伸，而能复活的亡灵刚爬起身，又再次被攻击到，再次死亡。锁链将他们死死地捆绑住，只能承受炼狱般的煎熬。哗啦啦，锁链如流水般流动延伸。本来火焰天降只能覆盖100万米距离，限制住了上百万亡灵大军，但还有800-900万亡灵没有被攻击到，只是他们不敢上前罢了。但现在锁链迅速地穿过他们，1个、2个、10万个，就跟串羊肉串似的，轻松的不得了。逃！快逃！修罗、非我等所能阻挡！逃回亡灵国度，上报君王尊上，人类出了一个怪胎修罗，其实力恐怖潜力，值得倾尽整个亡灵族击杀他，否则这天下肯定会由修罗来主宰，人类会成为……战天也恐慌了，发狂的呐喊。他看向楚天的眼神满是恐惧，太可怕了！雷霆锁链就像蛇一样，追杀不到人誓不罢休。到了现在，场上几百万米内全部都是雷霆乱舞，一个个亡灵被击杀惨死，复活的也被控制住。这一招正适合对付亡灵族，修罗的力量超出了他的想象，会成为亡灵族的劲敌。但逃得掉吗？好，雷龙们驮着修罗幻影飞天而上，各自占据了一个方位。他们也会雷法攻击。修罗幻影每一个都拿出了一根法杖，对着亡灵冲杀而去。他们的力量也不可小觑，6大幻影将外围的亡灵拖住了，亡灵们根本没有机会逃走。该死的，这些修罗不比修罗的本体弱多少，只是没那诡异装备罢了。他们拦着我们，我们没法逃啊！亡灵们早就想跑了，但越外围的亡灵越弱，怎么阻止修罗幻影？而在他们后面，轰轰轰，锁链如群魔乱舞，雷霆随他而行，追杀而至，天牢地网，无处逃生。上千万亡灵大军被楚天一人追着跑，还跑不掉。而今，所有的亡灵都被雷霆锁链控制住了，雷霆在持续的轰炸他们，锁链在他们体内游动，也在持续造成伤害。除了直接死的300万亡灵，有700万被锁住了。是的，世人心中的梦魇，让天剑城担忧无比的亡灵大军被楚天全都囚禁住了。这就是圣法斗战的专属装备吗？太强了！楚天心中欢喜，不仅仅是雷狱天牢，他还能锻造其他专属装备呢。呵！楚天张手一握，上千万根锁链停止延伸，开始相互缠绕。700万亡灵被挤压在了一起。哗啦啦，锁链流动，形成了一个覆盖500万米的巨型囚牢，雷光不断的迸发，亡灵族的惨叫声响起，不断的死亡、复活，中间还有火焰炙烤。锁链囚禁，雷火降罚。修罗，你不得好死！修罗爸爸，求您放了我吧！爸爸，我错了！草泥马，库库奇，你还在认爹？亡灵的惨叫、求饶夹杂在一起，许多亡灵痛苦地喊楚天爸爸。楚天没有仁慈，他可不是圣母，要不是他足够强，
亡灵族肯定不会放过他的。不过他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完成任务啊。终于，在雷霆锁链攻击了3个小时，亡灵族复活了 N 次之后，战天野这个将军已经是最后一只亡灵了。修罗，你给我记住，亡灵君王不会放过你的。好的。楚天只是淡淡笑笑，亡灵君王会找他麻烦。他接了。叮！恭喜，您击杀了上千万亡灵大军。第110章，以一己之力加速游戏进程。叮！恭喜，您击杀了上千万亡灵大军，超额完成了寻找亡灵族任务，请前往见问星处领取奖励。本来是让楚天寻找亡灵族的，结果楚天直接全干了。6大传奇 BOSS， 上千星耀 BOSS， 千万亡灵大军啊！他一人解决了，超额完成任务，不知道见问星会不会给他一些额外的奖励。呵，楚天笑了笑，反正是他师兄，自己这么给力，到时多要些奖励，不过分吧。叮！恭喜，您获得了67626万经验值，您的等级+1+1+1+1+1，由于您为职业6转，暂时无法升级，可以将经验值转为提升部下。我去，这就60级了。楚天一战升了20级，而且经验值还剩余很多，毕竟是全灭亡灵大军，里面还有好几个60级的传奇 BOSS， 战天野的实力可是足以秒杀楚天的。可惜楚天手段多又好。轰轰轰！楚天升级后，修罗幻影也全部升级了，全部60级。叮！雷古龙等级+1+1+1，雷龙等级+1+1+1+1，嗜血白虎等级+1+1+1，汉库林等级+1+1+1+1，所有坐骑、宠物还有江河流、伊洛斯等等，全部到了60级。伊洛斯、汉库林被击杀，楚天等会儿可以将他们复活，等蓝量自然恢复吧。楚天自然回蓝大概每秒100点，现在战斗结束，没必要喝珍贵的蓝药。职业6转任务，任务要求获得一只坐骑，在主城获得高级职位，百夫长起步。任务时间无限，失败惩罚无法升级。6转任务和1到5转不一样了，不是杀怪了，需要一只坐骑。抱歉，楚天有7个。在主城内获得高级职业，楚天并没有职位，但他如果想要，城主见问星就是他师兄，还不是轻而易举。叮！恭喜，您完成了第2主职业资格任务，可以拥有第2主职业。这时候，一道不一样的提示声传来，这是意料之喜了。第2主职业任务需要击杀传奇 BOSS， 拥有1件传奇装，楚天都超额完成了。他身上目前就有3件传奇装，地上还爆出了6件，一共9件。没错，别看楚天身上还穿着些星耀器，但传奇装都有9件了，谁让他能越级杀怪呢？第2主职业选亡灵法师吗？楚天拿出亡灵法师职业书，陷入了沉思，半晌后摇摇头，不选，看不上，要弄就弄得更牛逼的。上千万亡灵大军都被他击杀了，他就算能自己召唤 N 个亡灵，感觉也不得劲。手下是这个职业还差不多，外界需求的隐藏职业可不是都能让他看上的。看向战场，他开始拿收获了。叮！恭喜，您获得了传奇器虚名之握 X1， 传奇器天鹰头盔，星耀器猎山斧 X1， 钻石器，传奇器6件，星耀器1275件，钻石器2874万件。如果卖出去的话，让那些世家富豪收购，恐怕得有上百亿甚至更多的现实货币。传奇器的价值不言而喻，星耀器也很厉害了，还有接近3000万件钻石器啊！要知道，很多玩家还没有1件钻石器呢，在楚天这里和垃圾似的。这不，吞宝史莱姆蹦蹦跳跳的走过来，扑击扑击 ，Q 弹的身子摇晃着，和楚天撒娇：“主人，我想吃，给你吃吧。”楚天很大气，吞宝史莱姆这次功劳不小，要不是他用1万的极致攻击拖住了亡灵族的几个高手，楚天可能没那么多时间锻造出雷狱天牢。反正吃得多，吞宝史莱姆的攻击更强，更多会帮到楚天。不过给他的都是钻石器，钻石器在楚天这里就是给宠物的口粮罢了。楚天并没有时间具体查看装备属性，他大手一抓，又获得了6万多金币，然后开始分解。叮！恭喜，您获得了100亿进化点。爽！100亿的进化点，也就是100亿点化值，楚天能点化出很多雷龙，而且逍遥步也能进化，可以有更多的幻影被点化。雷龙骑士军团指日可待，就连职业书都可以点化了。进化也可以啊，进化啥好呢？装备不缺，技能也没那么缺，要不进化宠物，说不定能进化出一个传奇 BOSS 作为自己的手下。刷！楚天蓝量恢复，先召唤了汉库林、伊洛斯，想想看进化谁比较好。谁知主人，这里死气浓郁，正适合将河流提升。伊洛斯开口，江河流可是他的召唤物。对啊，楚天一拍手，
在江河流的描述中，他能借助死气提升，亡灵大军的大本营肯定死气浓郁啊。而江河流有无敌状态，提升了正好给自己挡刀。江河流，速速提升！楚天下令。呼！江河流大嘴一张，漫天的死气都被他吞噬，攻击+1+1+1，等级+1+1+1，甚至连他的品级都开始波动了。这让楚天很欣喜，江河流说不定能自己进化成传奇 BOSS。叮咚！世界公告，恭喜玩家修罗独自击杀了上千万亡灵大军，提前阻止了天剑城 SSS 级超级事件亡灵攻城，获得全服声望值5万，个人魅力+5。由于修罗太强，加速了游戏过程，争夺剑城令剧情提前开启，各大主城传送阵提前打开，全服玩家可以自由传送进入任何服务器的主城。修罗为龙国玩家，剧情由他提前开启，所以剑城令报在龙国服务器的无尽岛屿。突然的世界公告响起，全世界玩家哗然。OMG， 一个人击杀上千万亡灵大军，提前完成了 SSS 级超级事件。修罗还是个人吗？由于他太强，游戏都提前开启剧情，还特意将剑城令报在龙国，所有人都是无语望天的状态，太震撼了！一己之力改变游戏进程，但是也有许多玩家不服气，其中很多都有神级天赋。剑城令在龙国爆出，我们现在也能去龙国了，早就想和修罗一战。第111章，风云涌动，魅力值的作用。楚天一人影响了整个世界的运行，他还没来得及查看额外奖励，又是一重提示声到来。叮！由于玩家修罗加速了游戏过程，游戏强制更新中，此段时间强制下线，倒计15、4、1。楚天睁开眼，天色已经近晚，吃了个饭，陪妹妹聊了会天，又去和林老打趣一会儿。他还是回了自己的屋子，对他来说，外面的世界太无聊了。他要是想卖装备就可以赚大钱，立刻成为现实中的超级富豪。有汉库林、伊洛斯在，他甚至能成立现在的绝顶势力，但意义都不大。借助游戏才能提升啊，怎么能在现实的小事上浪费时间？他最想的还是把妹妹的病治好。我现在已经是黄级药师，还有药师圣器，药学造诣已经很高了，是该找个机会研究癌症的治疗方法了。现在只缺一个再带物品回现实的机会。楚天呢喃着打开了官网论坛。带物品回现实，照之前的经验看，需要解锁很重大事件的第一次才能够获得重大奖励。楚天虽然强大，但精力毕竟有限，也得防止被人抢先。他也需要了解一下其他玩家的实力，毕竟天域没出等级榜、装备榜什么的。虽然有榜单的话，他应该也是全部第一，但其他玩家也有天赋啊。尤其是剑城令即将爆出，平常各大国家的服务器不能互通，但这次全都打通了，全世界玩家都会涌入龙国，争夺这第一枚剑城令。论坛上已经闹翻了天，几条消息非常火爆，都是10来亿的评论和转发。据可靠消息，大米国奥林匹克公会、英国古堡公会、俄国沙皇公会、小日国扶桑公会等诸大国的最强公会都会前去龙国。全世界排名前1000的公会即将降临龙国服务器，他们是否会联手针对龙国本土玩家？联手有啥用？修罗大神可是龙国玩家。八嘎，这么多超级公会过去，修罗就算再强能顶用？可不仅仅是超级公会啊！大米国最强者宙斯拥有 SSS 级天赋，小日国最强者一刀忍王，英国最强者古德都会前往龙国，他们的目标都会是修罗。第一枚剑城令意义太非凡了，能建立玩家的第一座主城，积攒机缘，垄断任务，还能打响自己的名气，甚至这么多大国玩家争抢，谁能抢到剑城令，一定意义上代表哪个国家的玩家给力。偏偏剑城令在龙国爆出，而所有人也都知道，要想争抢剑城令，他们得迈过一座大山修罗。但这么多人，有些还有神级天赋，修罗挡得住吗？此刻，大米国的一处隐秘地带，有一队神秘部队找上了大米国最强玩家宙斯。那位发话了，务必要抢到第一枚剑城令，我们可以为你开通一切资源。修罗，小而已。宙斯激动地握紧双拳，他可是知道那位的分量。英国、小日国都有这样的场景发生，因为古老世家、达官贵人们都知道，天域很可能拥有净化人类的力量，甚至他们派出了一些士兵，已经在天域中提升了能力。这枚剑城令很可能会影响到现实。与此同时，龙国的第一把交椅也在派人寻找修罗，但偏偏就是没找到。修罗属于横空出世的人物，至今没有人知道他的现实身份。江海市的一些大佬倒是知道，但江海叶家一夜间离奇消失，所有江海市大佬已经瑟瑟发抖，猜测就是修罗所为。修罗这2个字就是他们的禁忌，怎么还敢透露楚天的身份？至于楚天的同学，还没有接触国家大佬的资格呢。
诸大国都倾斜了力量，甚至私自召集强大玩家，给那些超级公会补充人马。修罗，他一人挡得住吗？龙国第一把交椅叹了口气，希望他能留下建成令。与此同时，龙国的各大高级玩家、最强的9大日榜公会，还有下面的月榜、星榜、辰榜，甚至是一些散人高手的组成的公会，都在开会讨论。议题的中心只有一项，他们是帮助修罗，还是各自行动，为自己的公会争抢建成令？这一下争吵不休。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建成令必须留在龙国，否则从龙国的服务器被拿走建成令，丢的可是所有龙国玩家，甚至龙国这泱泱大国的脸。呼噜噜，在外界风起云涌的时候，楚天却是睡着了。笑死了，一帮逗逼还想着整他，他把这些人放在眼里吗？翌日，叮，恭喜您登陆了天域，建成令会在1日后于无尽岛屿出现，届时需要杀手令怪蛮荒巨人爆出。今日起全服传送阵已经开通，遥想现在已经有许多玩家都在涌入龙国了吧？楚天懒得管，他先查看奖励，加速游戏过程获得了5万全服声望值，5点个人魅力值。这2个东西他一直没弄懂，但声望已经有1010万，魅力值也很多了。叮，恭喜您的个人魅力值达到10点，可以发挥作用了。咦？楚天满怀惊喜，查看魅力值，10点魅力值，永久。效果1，所有 NPC 只要不和您敌对的，好感度加10。效果2，所有野怪在被您捕捉为宠物时，捕捉几率正 1%。效果3，所有装备、药物在被您炼制出来时，成功率、炼制速度正 5%。描述：魅力值乃是您个人魅力对天域事物的影响，魅力值越大，您的影响力越高。就像加了个 buff， 而且还不小。3个效果的前提都是所有，也就是他炼制神器、神药、捕捉神兽，遇到神级 NPC 时也会得到速度加持、捕捉率加持、好感度加持的意义不言而喻，总之是个好事。但让楚天更惊喜的是，魅力值还能进化，而且现在就可以。第112章强战值顺风耳，魅力值进化所需50亿进化值，进化后效果只需要50亿进化点，楚天有100亿呢。像这种永久性的属性，进化的价值最高，装备进化了后期还可能舍弃，可能会遇到其他更适合进化的装备啊。但越破坏平衡的越难进化。所有属性中，楚天现在能进化的也只有魅力值了。他毫不犹豫进化了，因为进化后的效果非常好。叮，恭喜您消耗50亿进化点，魅力值进化为抢占值，10点抢占值，永久。效果1，所有 NPC 只要不和您敌对的，好感度直接加30。效果2，所有野怪在被您捕捉为宠物时，捕捉几率正 10%。效果3，所有装备、药物在被您炼制出来时，成功率、炼制速度正 10%。效果4，所有爆出物在您附近10万米时，您拥有抢占权，无视爆出人，1天1次的机会。描述：抢占值乃是您个人魅力对天域事物的征服能力，抢占值越大，您的征服能力越高。奈斯，效果1、2、3全部加强。楚天现在哪怕是拿最低级的宠物球捕捉最厉害的野怪，也有 10% 几率把它变成宠物，不对，是 20%， 他还有10点幸运值呢。最关键的是，所有爆出的东西只要在他附近10万米，他都可以把东西变成自己的。本来谁击杀怪物，爆出的东西就默认归属于谁啊，神器也不例外。爽！如果全世界玩家击杀了蛮荒巨人，爆出了建成令，然后我抢占，楚天不由想到，有机会再说吧，毕竟抢占虽然牛逼，但只能1天1次。好，这时候一道爆吼声打断了他的思路。江河流吸收了所有死气，自主提升完毕了。江河流，种族王江，品级传奇级 BOSS， 等级60级，务工4083至4320，防御3081，气血10837，技能崩山印记、狂怒血燃、叠浪拳、铠甲化、吸血、飞天、极致跳跃、王僵转换，转变成亡灵，可以抵挡一切物理攻击，转变成僵尸，可以在10秒内无敌化。描述：亡灵和僵尸融合，他的未来连神灵都无法预测。真变成了传奇 BOSS， 这个属性都不比战天也差了，毕竟他可是王僵，比亡灵要厉害一些的，主要强在防御。狂怒血燃下防御力会达到6000多，有几个人攻击力有6000，还有10秒的无敌状态。楚天都怀疑让其他玩家打江河流能不能打得动他。扑击！吞宝史莱姆跳了过来，这家伙吞噬了500万钻石器，拥有500次的极致攻击，都高达1万。
汉库林、伊洛斯，在进化。楚天一挥手，索性大举提升部下。叮！恭喜您消耗了1亿进化点，汉库林进化为传奇 BOSS。恭喜您消耗了1亿进化点，伊洛斯进化为传奇 BOSS。且不论这2人暴涨的属性，告诉我，你们现在分别能召唤多少手下？回主人，50万星要怪，都为50级。死！楚天心中美滋滋，曾几何时，星要怪也会给他带来一点麻烦，而现在他都有50万50级的星要怪手下，传奇 BOSS 也有3头了，比从前何止提升了10倍。叮！恭喜您消耗了1亿进化点，雷古龙进化为骨刺雷龙。恭喜您消耗了1亿进化点，雷龙进化为雷棘龙。恭喜您消耗了1亿进化点，嗜血白虎进化为震天白虎。楚天有进化点，很任性，7大坐骑全部提升，全部是传奇 BOSS。咔咔咔，7道进化光柱包裹住坐骑们，迅速的破碎后，雷古龙的身上长出了一层锋利的骨刺，具备技能骨刺喷射，可以将这些骨刺释放出去。雷龙的脑袋上都有一只脚出现，可以引导雷电，在雷雨天气回蓝速度加10倍，法术攻击 X2。震天白虎拥有技能震天吼，可以在敌人气血降低到50时，强行震慑对方3秒，都挺不错的。主要是坐骑提升会反馈力量给主人啊，我现在的力量简直爆表。楚天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查看属性：修罗圣法斗战，等级60级，武功9837至9973，法攻8387至8401，防御901，气血13802。尼玛，物理攻击将近破万。要知道同等级的传奇 BOSS 攻击力也就6000左右啊，楚天还有法术伤害啊，也有8000多。除了防御不出众外，其他都好得不得了。防御他一直不懈提升，大男人需要什么防御？就这个力量，楚天觉得他可以和史诗 BOSS 扳扳手腕，说不定还能爆锤。主要是一直没遇到史诗怪，不清楚什么属性。走！楚天大手一挥，前往天剑城。他还有奖励呢，我那个师兄必然隐藏了实力，不然凭他之前表现出来的，无法阻挡亡灵大军。楚天眼神闪烁，心中在思量着什么，但他很快摇摇头，目光变得坚定。在这个世界，他不会相信任何人，只想提升自己。如果真是他想的那样，就别怪他下手无情了。路上，他也查看了这次爆出来的装备：天鹰头盔传奇器，等级10，附带效果防御加300，因术类抵抗能力正30%，附带技能顺风耳，消耗1000点蓝量。天鹰头盔会震动您的脑神经，扩大您的听力，1万米内所有声音被您听到，10米内连心声都可以听到，1天1次，持续10S，冷却1分钟。有点意思，比现实中传说的顺风耳还要溜，因为能让楚天听到人的心声。虽然机会只有1天1次，但这种读心术一般的效果太棒了，能有效防止敌人阴塔。倒是不担心我周围出叛徒，或者有人想坑我了。楚天眼神冷厉。与此同时，天剑城中，剑问星待在城主府地下室中，这里尸骨遍地，全都是曾经不遵他命令的人，还有少部分尸骨，则是天剑城中曾经出现的一些天骄。我的好师弟啊，以你的性子，找到亡灵大军，一定会有所行动的。你如果真能击杀了他们，那我就不得不考虑下我们的关系了。第113章，剑问星的真实面目。楚天很欣喜，有些技能并不是攻击力强就好，有特殊效果的可能更好，顺风耳就是其中一种。虚名之握传奇器，等级10，附带效果攻击力加1500，攻速正30%，附带技能虚名之握，消耗1000点蓝量，发出隐形的技能，需要接近敌方1米内才可使用。技能基础范围1×1，基础攻速 X300%，范围越小攻速越高，持续时间1秒，冷却时间10秒。描述偷袭之手哦，挺不错。可以隐形的技能，敌人根本看不到，在接近敌人时，攻速还会提高，而且范围越小，攻速越快。虽然现在基础范围是小，但还没升级不是？楚天眼神闪烁，已经想到了这个技能怎么用了。如果剑问星真有问题的话，可以说是当下最适合他碾压剑问星的技能。虚名破空枪传奇器，铁牙之咬传奇器。楚天又查看了其他装备，并不是所有装备都适合他，比如铁牙之咬就是一个匕首，需要刺客职业才能使用。他把穿戴的都换上了，属性再度提升。所有装备技能他都了熟于心，到时看怎么用吧。天剑城，楚天归来，引得许多 NPC 热烈欢迎。他进入了炼药师公会，并没有看到许多玩家。原本天剑城的一些玩家，因为楚天将天剑城的强大怪物全杀了，他们没法杀怪做任务，只能被迫转移到其他主城。照理说，全世界的玩家降临龙国，
有些人应该迫不及待来天剑城找我才对。楚天并不知道，此刻在各大主城中，确实有许多的玩家都在火速赶往天剑城，他们都想击败楚天，踩着楚天成名，但他们却无法直接通过传送阵传送到天剑城，只能一步步走过来。至于原因，果然回来了。剑问心此刻坐在城主府中，目光深邃，看向楚天的方向。今日可能就是你我分生死的时刻了。你是异世界来的勇士，自然也可以找异世界人帮忙。现在我关闭了传送阵，你怎么找？圣法斗战，圣法斗战啊！这天剑城就是你的囚牢。他低声呐喊，脸色狰狞，极度再无往日潇洒模样。前辈，城主有令，让您归来之时就去城主府一趟。罗会长来到楚天身边，恭敬道：“楚天点点头，出发向城主府。但他留了个心眼，之前他查看过剑问心的数据，并不是很强悍，但现在不得不怀疑他隐藏了实力，也不得不怀疑剑问心心里在想什么。亡灵大军那么强大，为什么迟迟不攻击天剑城？不就是忌惮剑问心的实力吗？2. 剑问心让自己去寻找亡灵族，说是要防止其他敌人攻击天剑城。红鬼呢？要是有其他敌人，早就联合亡灵族一起攻打过来了。他派自己去寻找亡灵族，更像是借亡灵族的手来试探自己的实力。唰，火眼金睛打开，周围10万米内无所遁形。这一次，整个城主府都被楚天看穿。天剑城城主剑问心，职业斗战，品级史诗级 BOSS， 等级90级，务工20837至21980，防御1800，气血23984，技能人剑合一，剑魔之体，斗战无双，气吞山河，金钟罩，虚妄诀。描述：天剑城城主拥有可怕的力量和智慧。尼玛，果然隐藏了实力90级史诗 BOSS， 而且他也是隐藏职业斗战也是可以越级战斗的人，属性比一般的90级史诗 BOSS 还要好得多。技能也很强大，斗战无双可以在短时间内提高10倍移速、10倍攻速，3秒内免疫一切控制。气吞山河可以吸收周围的空气，形成一个虚拟的血条，这血条并不会增长他的气血，但是被攻击的时候，敌人形成的伤害却必须先降低这虚拟的血条。金钟罩提升防御，虚妄诀变化物品属性，提升攻击的技能也有。不谈这些了，单单是基础攻击就达到了2万多，楚天气血13000多，也就是说他可以秒杀楚天。我这个师兄隐藏的还真深啊！楚天眼眸闪烁，除了剑问心外，城主府内还隐藏着一队强大士兵。城主青青长，品级传奇 BOSS， 等级65级。城主清兵，品级星耀 BOSS， 等级60级。有3-4个传奇 BOSS，1万星耀 BOSS， 还有上百万的钻石 BOSS， 等级都在50级以上，隐藏在城主府的地下室中，难怪平常看不到。就这股力量，足以让世人惊惧，难怪亡灵大军不敢打过来，还想先用毒杀，所图不小啊！楚天暗忖，剑问心这么能隐藏，肯定是有更大的图谋。本来跟他没什么关系，就算剑问心不满足城主之位，要反叛帝国啥的，楚天不说支持，但起码不会去阻止。但剑问心要是把点子打到他身上，那说什么也得和剑问心扳扳手腕了。说实话，以剑问心的实力和手下，楚天单枪匹马杀进去，估计也讨不了好。但他还是进入了城主府，手上握着一瓶圣级毒药技能自爆药剂。能让史诗级人物使用技能10自爆，我的好师弟啊，看到你能回来，我心甚慰啊。剑问心开怀大笑，问道：如何寻找到亡灵大军了吗？他不知道楚天此刻已经启动了顺风耳，聆听他的心声。可恶的修罗，我也只是得到了斗战职业，你凭什么可以得到圣法斗战？我一定要得到圣法斗战职业，要不是为了这个，我早就杀了你。楚天现在心里非常的恶心，剑问心太虚伪了，为了得到圣法斗战职业书，一直假装对自己好。幸好他机智过人，手段高超，洞穿了剑问心的恶毒心思。找到了。楚天云淡风轻的开口，不仅如此，我还全灭了亡灵大军。这一刻，剑问心的眼神陡然冷厉，似乎都不想隐藏自己的真实面目了。与此同时，城主府内，他的一个个亲卫也要向着楚天攻击。第114章，谁在阴谁？楚天的潜力太恐怖了。之前虽然强大，但在剑问心眼里还在可控制范围内，但仅仅1天之间，楚天就能全灭亡灵大军了。再过几天，不是能秒自己了？不行，不能再等了。剑问心心中焦急，他怕了。他咳嗽一声，亲卫们停止行动，继续隐藏起来。哈哈，太棒了，不愧是我师弟。
他热情地拍着楚天的肩膀，挥手洒出一片白光。来，这是师兄给你的奖励。鉴于你团灭亡灵大军做出的贡献非常大，我特意命你为天剑城将军，只在我一人之下。叮！恭喜，您超额完成了寻找亡灵族任务，获得了超额奖励，金币1万，剑魔之体，军衔功能开启。奖励比之前提及的要丰厚，谁让楚天超额完成任务了呢？楚天没有隐藏自己的功绩，不怕剑问星提防他，不就是为了超额奖励？军衔功能可以成为主城内的护卫长、亲卫长等等，这是城主赐予的，但只要楚天发挥得好，他可以借助军衔系统成为将军、城主，乃至于帝国之主。叮！恭喜，您获得了剑问星的额外奖励——天剑城将军职位，一步直升将军。叮！恭喜，您完成了职业6转任务，可以继续升级了。奈斯，6转任务，拥有一支坐骑，拥有主城官职，千夫长起步，楚天全部超额完成。天剑城将军职位，效果可以命令天剑城中除了剑问星、罗会长、神宠阁阁主外的任何一个 NPC， 但命令不高于剑问星。剑问星可以说是大出血，其他玩家还需要讨好 NPC， 楚天直接可以命令 NPC。剑问星如此讨好他，是为了什么呢？师弟，师父走得早，传下的斗战秘籍也不多，这是师兄我自己研究出来的剑魔之体，很是适合你杀伐果断的性格，快学习吧。剑问星的神情急不可耐。楚天拿出了技能书，秘技没有颜色，因为根据使用者的使用效果，秘技可以有低级技能到最高级技能的能力。剑魔之体，斗战秘技，限制等级50级，斗战或圣法斗战。效果：斗战、圣法斗战使用后3秒钟内身体魔化，在使用剑技时，所有属性提升2倍。描述：剑问星自己研究的斗战秘技，乃是为了让斗战职业更强。很棒。但楚天却打开了火眼金睛，看破一切虚妄和隐藏。叮！恭喜，剑问星的虚妄诀被您破开，剑魔之体露出了真面目。剑魔之体，斗战秘技，限制50级，斗战或圣法斗战。效果：圣法斗战职业者学习后，圣法斗战职业会在1小时内转入到另一名修行剑魔之体的人身上。描述：剑问星自己研究的斗战秘技，乃是为了变成圣法斗战。靠！这家伙心思太过歹毒，只要自己学习了剑魔之体，圣法斗战职业就会逐渐变成剑问星的。师弟，快学啊！剑问星热情的不得了，他之所以一直留着楚天，就是等楚天50级就会成为他的小老鼠，提供给他职业。好，楚天玩味的笑笑，他学，因为剑魔之体也能进化，而且他看到了进化后的效果。楚天将技能书撕碎，看似在学习，但其实……叮！恭喜！您消耗了10亿进化点，剑魔之体进化成吞噬之体。毕竟是秘技，10亿消耗能理解。吞噬之体，圣法斗战秘技，限制50级，圣法斗战。效果：圣法斗战职业者学习后，拥有剑魔之体的人物会在死亡之后被圣法斗战者吞噬全部属性，他的属性会变成圣法斗战的资质。描述：修罗进化出的秘技逆反了原本的效果。原本是剑问星会将楚天的职业变成他的，但现在是剑问星的属性会变成楚天的资质，这比直接提升属性还好，因为资质是永久的，会让楚天每点自由属性点都可以提供更多的属性值。剑问星等于成为了楚天的药，帮助他成长，前提是剑问星得死。哈哈，师弟太棒了！剑问星哈哈大笑，他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他太得意忘形了，没注意到楚天已经接近了他1米之内。是啊，太棒了！楚天拍拍他的肩膀，虚名之握使用，无形的大手向剑问星轰过去。叮！恭喜，您的手掌距离剑问星 0.0001 米，虚名之握提供给您100倍攻速。100倍攻速，剑问星怎么反应得过来？轰！一巴掌落下，剑问星被轰炸出去几米远。8305。剑问星气血很高，没打得死。你干什么？他愤怒地爬起来，忍不住质问楚天，但很快他自己就笑开了。师弟一定在考验师兄的实力吧？哈哈，师兄不要紧的，不得不说师弟还真强啊。他只能忍，这一刻还不能杀了楚天，因为转化职业需要1小时，他必须要楚天活1小时。是啊，楚天耸耸肩，心里笑死了，没有再说任何话，直接离开。一个已经要死的剑问星，他还需要废什么话？这家伙还真了不得，刚才的实力，要是再打我几下，我也得死。剑问星看着楚天离开，眼神中有着庆幸，幸好他现在还能控制楚天。以楚天刚才的攻速和攻击，0.5内他必死。幸好他及时的反应了过来，
就是后背有点凉凉的。叮！恭喜，剑问心中了技能自爆药剂，半小时内只要他使用技能，直接自爆死亡。城主府外，楚天讥讽的笑笑。刚才他利用虚名之手，已经将药剂拍在了剑问心身上。圣级毒药不需要口服，能迅速通过皮肤渗透剑问心的五脏六腑。剑问心还想阴他，可笑，谁他妈阴谁呢？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在半小时内让剑问心使用技能。剑问心还以为自己学了剑魔之体是不会舍得用技能杀自己的，所以必须用其他东西来刺激剑问心。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天剑城大乱。剑问心，你想搞我，我不但要你死，还要你身败名裂。第115章，修罗大佬有这么溜吗？要剑问心死，必须让他使用技能，但这家伙凭 A 就很强大，而且一城之主会亲自动手吗？所以必须让他愤怒，丧失理智。剑问心是个极其重视名利、渴望力量的人。呵，楚天冷声一笑，启动了隐身术，又回到了城主府内。刚才使用火眼金睛时，他可是看到了，在剑问心的地下室中有一大批的尸骨，他感觉那是剑问心搞的鬼，至少也得去看看不是。修罗，你注定成为我的嫁衣。剑问心喝着茶，还在做美梦。楚天看他跟看傻子一样，借助隐身术从剑问心身旁走过，来到城主内室。地下室就在内室下方了，很可能有一些复杂的机关，但楚天根本不需要破开机关。叮！恭喜，您启动了1天1次的穿梭效果，穿过剑问心的机关。眼前所见的是皑皑白骨，王戎的尸骨。描述1：天剑城曾经的一位天才，神宠殿阁主之子，剑问心防止他成长起来，影响自己的统治，遂将其击杀。描述2：剑问心通过这些人研究出了剑魔之体，竟然是神宠殿阁主的儿子，乃是一位天才。楚天还好奇怎么天剑城没什么强者，但剑问心却那么牛逼，比其他 NPC 的实力强大了几个品级，原来有机会成长起来的天才都被他击杀了，更是通过这些人才研究出了剑魔之体。很简单，让这些人都成为斗战职业。剑问心仔细的研究他们，触发了剑魔之体的灵感，恐怕剑问心能这么强大，或许还吸收过这些天才的能力。刘能的尸骨，王德的尸骨，孙空的尸骨，尸骨还真不少，毕竟天剑城人口很多，剑问心为了研究技能，有点能力的年轻人都被他击杀了，都是天剑城 NPC 的子嗣，连罗会长的孩子都有。楚天眼神闪烁，他释放出汉库灵，将这些尸骨都变成亡灵吧。尸骨死去的时间不算很长，只要在10年内死亡的，成为亡灵后都可以拥有记忆，开口说话。被汉库灵做成亡灵，就会认汉库灵为主，而楚天又是汉库灵的主人，所以拜见主人。王戎、刘能等一个个起身，向着楚天恭敬叩拜。楚天看了看，还真都是夭折的天骄，都是30级左右，但属性比一般的30级高了许多，而且每一个都是斗战职业，那是剑问心传授给他们的，要不是早早死亡，现在可能都是一方霸主。就这批人，要是培养起来，将来都是了不得的人物。楚天淡淡点头，他暂时还没培养这些人的兴趣，将他们收入引魂灵中。随后他出了城主府，这次是真出来了。将军，是将军大人，修罗大佬成将军了，草民见过将军。楚天坐着雷古龙成为将军后，他自然可以释放出将军称号。路上的 NPC 纷纷叩拜，玩家们震惊不已，全城都轰动了。仅仅几日时间，刚入城时还要被屡次针对的修罗，成为了天剑城唯一的将军，风光无限。但楚天知道，这只是个虚名，空有将军职位，却没有兵马，兵马都在剑问心那里。好在他从始至终看上的也不是一个将军而已，他要掀翻这天剑城。炼药师公会，拜见前辈，拜见将军。所有药师列队欢迎，罗会长都恭敬地低下了脑袋。白灵一脸崇拜地看着楚天，感觉自己一辈子都追不上楚天的光芒。楚天遣散所有人，将罗会长带到公会的隐秘地带。1分钟后，罗会长怒传消息，封楚天为新的炼药师公会之主，经由各位药师传话，传达给所有 NPC 这一盛大的消息。全城再次轰动。什么？修罗大佬刚位列将军，又成为了炼药师公会之主，全是滔天啊！炼药师公会的妹子一个个水灵灵的，都是修罗的了。NPC 和玩家们都非常震撼，但回味过来后，觉得也就那样。毕竟楚天和炼药师公会关系一直非常好，成为炼药师公会之主也是情理之中，谁让人家牛逼呢？他们羡慕，但羡慕不来。叮！恭喜，您成为了天剑城炼药师公会之主。炼药师公会一切物品任由您调动，包括草药、药物、资金。爽！炼药师公会可是赚钱利器，
现在赚的钱都能进入楚天的腰包。楚天每天躺着就可以收钱，虽然为了工会的发展，肯定不能拿走全部的钱财，但只要有30%的钱财是可以让楚天自由使用的。这点钱会长已经答应了。楚天做的就是把药师圣器药王鼎一亮，再亮出了罗会长的孩子尸骨转化的亡灵。宝庄阁，楚天踏入，虽然这里已经被楚天打下，但这里的锻造师原本都是林向南雇佣的，楚天除非用武力让锻造师臣服，否则他们不一定认楚天为主。但武力臣服，楚天试探了下，这批锻造师有傲骨，宁死不屈，那就用简单的办法吧。莫大师，您是否想晋升为皇级锻造师？楚天故意大声开口，吸引所有人注意力。将军大人，莫非你有什么办法？莫大师好奇问道。他总感觉楚天有些不一样了。难不成修罗大佬还能让莫大师晋升？不可能吧，天剑城从来没出过皇级锻造师。虽然修罗大佬厉害，但也没有这么溜吧。300位高级锻造师开口，这是宝庄阁所有锻造师了，能够锻造铂金器，莫大师更是王级锻造师，可以锻造钻石器，材料连星耀器都能锻造。皇级锻造师可是能锻造传奇器、史诗器的啊。修罗再牛逼，能给别人提升副职业。砰！突然的一声巨大的响声出现，楚天拿出了雷狱天牢，传奇器砸在地上，释放出冲天光芒。不等人们反应过来，嗡嗡嗡！楚天身上的装备好多都释放出传奇器独有的光芒，最低的也是星耀器。更可怕的是，锻造师们是能看出装备由谁锻造的，他们一眼就看出传奇器雷狱天牢乃是楚天锻造。天哪，修罗将军竟然还是皇级锻造师！第116章3大势力认主。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副职业成为王级都很难，而修罗竟2大皇级，武力更是爆表。全是位列将军，这无敌了呀！修罗前辈，您此话当真？真可以让我提升为皇级锻造师？莫大师激动了，他卡在王级锻造师30年了，就是上不去，他已经不抱希望了。以他的天赋，这辈子到顶就是王级。其他锻造师也是眼巴巴的看着，要是真像楚天说的那样，不是人人都可以成为皇级锻造师吗？这让他们兴奋又不敢相信。楚天点头，连莫大师都喊他前辈了，他也没有阻止也没用，达者为先，这是这帮工匠的坚持。再说了，很快2个人关系还要改，不过得需认我为主。楚天开口，净化万物是净化自己拥有的东西，不是自己的不能净化，这不矛盾，不算什么限制。不是自己的，他还不想净化呢。好，我答应了。莫大师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不管能不能成功，楚天都是皇级锻造师，能做他师傅的人值得他尊敬。叮！恭喜莫大师献上主仆契约，认您为主，您有权一念间让他死亡。莫大师，职业锻造师，等级40级，技能王级锻造术、王级采矿术、王级冶炼术。描述：莫大师的终生追求是成为皇级锻造师。莫大师的属性一般般吧，主要是王级锻造师，而且和楚天这种利用上古职业天宫卡 buff 的不同，他拥有最全面的王级水平，锻造术、采矿术、冶炼术很全面。提升他的话，以后就有人给楚天打造装备了。虽然可以进化装备，但也得有个基础的模子不是？比如楚天想要一个能吸血100%的装备，没有东西能进化出来，锻造师却可以对症下药。叮！恭喜您消耗了1亿进化点，将莫大师的技能王级锻造术提升为皇级锻造术。楚天毫不犹豫，嗡！伴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颤鸣，莫大师浑身颤抖，外面的天空风起云涌，形成了一只巨大的锤子。这只虚幻的锤子降临到莫大师的体内，天地间响起一阵叮叮当当的金铁交鸣声，回荡不休。皇级锻造师！天哪，城内竟然出了皇级锻造师！是从宝庄阁传出来的异象，好奇怪，没听说有谁的天资会达到皇级锻造师啊！这一刻，天剑城所有见识不凡的 NPC 都在凝望宝庄阁。皇级锻造师，天地恭贺，地位甚至可比肩城主。就连剑问心都凝重的朝宝庄阁看了一眼，他感觉到了一丝不寻常，好像是针对他的。扑通！而在宝庄阁内部，莫大师一下子拜倒，热泪盈眶道：“拜见主人，愿为主人鞍前马后。”这一声无比虔诚。扑通！扑通！所有的锻造师全部跪倒下来，他们的眼神前所未有的激动。天哪，直接让人晋升为皇级锻造师！而且以莫大师的潜力，本来打死都不可能变成皇级锻造师，这比自己晋升还难吧？自己晋升是牛逼，但历史上也不是没有这样的人物。皇级锻造师稀有，
但放到整个历史上肯定不少。但纵观天域历史，让人平步青云，直接晋升。谁见过？这代表着楚天也能让他们晋升啊！造化天宫啊！神灵般的手段！修罗前辈，求求你也收下我们吧！一个个在外界都是受人尊重的锻造师，哭着鼻子求楚天。现在还不行。楚天摇摇头，进化点虽然多，但不是这么用的。锻造师们正失望，但以后可以，每个人都有希望。楚天又开口了，与此同时，他释放出了一些亡灵。这些人，你们认识吗？那是我失散的孙女。小德，是你吗？小德，是谁把你变成这样的？锻造师们傻眼了，亡灵们也纷纷开口，讲述自己的遭遇。不久后，天剑城再次炸了，宝庄阁全体锻造师宣布认修罗为主。不是吧？天剑城的4大势力有2个认修罗为主了，前后不到10分钟吧，等于天剑城有一半都是修罗大佬的了。这一刻 NPC 和玩家们震撼得五体麻木，锻造师和药师一直受人尊敬，而他们都认楚天为主了。天剑城算上城主府也就4大势力，现在2个归顺了修罗。他这是要你想干什么？就连剑问心也有点坐不住了，但他很快摇头冷笑，反正你是注定要死的，正好借你的手收服这2大势力。楚天已经出了宝庄阁，在路上行人的注目下，他走进了神宠殿。前面的2大势力他轻松就收服了，但对他的价值并不大，至少现在的价值不大，是一项长期的投资。但神宠殿不一样，修罗幻影们还没有好的坐骑装呢，他还有30亿进化点，也就是点化值能点化出新的30头雷龙。若论现在哪项能给他急剧提升，自然是神宠殿了。将军大人，来我神宠殿有何贵干？店主很头疼，已经白送了楚天许多坐骑装、宠物球了，这回不会又是想要白票吧？他和药师、锻造师不一样，楚天貌似没有什么东西是让他渴望的。我有钱。但让他懵逼的是，楚天突然大手一挥，他将身上所有银币、铜币都分解了，进化成金币，再加上原本的金币，凑足了20万金币丢下。钱财身外之物，楚天没什么兴趣，但这些钱想买下神宠阁还差些。我还有实力。楚天再次开口，君王剑按在了店主脑袋上，他等不了多久了，技能自爆药剂药效半小时，半小时内剑问心不死，药剂就自动无效了。店主的脑门上满是冷汗，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楚天的下一句话：出来看看你爹吧。咻！一个亡灵出现，店主激动的张大嘴，和亡灵热泪盈眶的讨论片刻，握拳道：修罗大人，我愿认您为主，这些钱您收回去，只求您一件事，杀了剑问心。距离楚天进入神宠殿5分钟了，所有 NPC 玩家目光都聚集在这里，讨论着会发生什么，是不是他们心中的猜测？吼！突然的一条雷古龙骄傲的吼叫，趴在了神宠殿的高楼上。谁都知道这是修罗的坐骑，趴在神宠殿高楼上，往日就和踩踏别人的家没有区别，但神宠殿却没有阻止，这意义不言而喻。天哪，神宠殿也认修罗为主了。修罗3大势力之主，修罗的力量已经超越剑问心了吧？所有人心神震动。一个城的力量不是光武力说了算的，药剂、装备、神宠这些都能加强城池力量，所有才有了3大势力的诞生，但现在全都是楚天的麾下。更让人震惊的是，吼！雷古龙咆哮的方向正是城主府。吼！吼！神宠殿内部还有剑刺的吼声响起，好似有更多的雷龙。第117章，众望所归，剑问心死。神宠殿内，所有坐骑装任由楚天使用，但品级都不高。坐骑装就是这样子的，并不是由锻造师打造，而是一帮驯兽师学了锻造术后打造。坐骑装打造需要同时是驯兽师、锻造师，而且必须是品级高的驯兽师才行，成为高级驯兽师就很难了，所以他们的锻造术并不强大，乃至于坐骑装品级不高。楚天挑选了一些坐骑装，全部进化成新药器，总共消耗不到1个亿进化点。6大修罗幻影全部获得坐骑的100%反馈，也具备了神圣效果。他们的属性比同等级的传奇 BOSS 还要厉害得多。吼！这一刻，吼声荡开，气势冲霄，天剑城所有人的目光都凝聚在了这里。光！神宠殿殿门忽然打开，众人见到了天剑城风光最盛的人物修罗。各位，楚天淡淡的开口，大手一挥道：这些人你们认识吗？咻咻咻！一个个亡灵出现了，都是少年人的模样，隐现头角峥嵘，曾经都是天才。亡灵罗修，亡灵刘德。天哪，那不是罗修吗？天剑城曾经最被寄予厚望的战士后辈，有望在将来接替城主之位的。
那是刘德，一位在法术上很有天资的少年天骄，全都是我们天剑城曾经有名的天才啊！他们这是怎么了 ？NPC 们恐慌不安。而这时，所有亡灵全部拜倒，向楚天叩拜，请主人为吾等报仇，击杀贼人剑问心。什么？这是什么鬼？而随着亡灵们你一言我一语的，黑暗的真相终于暴露于世。城主剑问心原来一直提防天才，为了他的统治，他竟然将有潜力的后辈击杀了。要不是楚天足够强大，并且及时发现，他也会落入剑问心的圈套。一时间，天剑城四处哀嚎怒骂四起，死去的少年们很多都是天剑城 NPC 的呀。他们要讨伐城主，但他们又不够强，怎么办呢？请修罗将军为我等做主，请修罗将军为我等做主，请修罗将军为我等做主，请修罗将军替天行道，诛杀剑问心，成我天剑城新任城主。炼药师公会大门打开，罗会长披麻戴孝，高声呐喊，在他身后跟着一个亡灵，那个亡灵是他儿子，白发人惨送黑发人。所有药师高声请愿，请修罗将军。宝庄阁的锻造师、神宠殿的驯兽师、普通店铺的 NPC、扫路的王大妈、为死去的哥哥而哭泣的小女孩，不论高贵还是平凡，都勇敢地走了出来。请愿声四起，传遍整个天剑城，此乃万民之愿，众心所向。叮！恭喜您获得了天剑城所有 NPC 楚剑问心的100好感度，他们愿意向您效忠，誓死追随于您。叮！恭喜，由于您开启了军衔功能，并且升任天剑城将军，天剑城城主剑问心罪孽滔天，您为民心所向，击杀了剑问心，您可以成为天剑城城主。系统的提示声响起。好，楚天点头，说不出心中的意味。不管怎么说，他的目的达到了。剑问心从此混不下去了。可恶！剑问心果然坐不住了，他要借助城主之位，大肆搜刮资源，甚至那些死去的天才都被他吸收过一些力量，才能让他迅速达到90级史诗 BOSS。但现在楚天这一招，让世人看到了他的真面目，他再也做不了城主了。修罗！他站在城主府上，俯视一切，高高在上的看着楚天。师兄待你不薄，你为何还要如此待师兄？哦，吐了，到现在还在装好人。切！楚天讥讽的笑笑跃众而出，冷笑道：你的剑魔之体已经被我破了，你想要的东西再也没有可能得到。他是故意说出来的，这才是给剑问心的最强一招。什么？果然，剑问心闻言，整个人都傻了。他一直善待楚天，就是在等待剑魔之体爆发，将楚天的职业转到他身上。没想到楚天竟然这都破解了，那他还有什么好等的？好，好，好，你很好。一连几个好字，剑问心知道，从头到尾他都被楚天耍在手掌心中，他忍无可忍。他距离楚天有段距离，作为斗战无法凭 A 触碰到楚天，所以他立刻启动了技能光剑斩杀，能让剑闪现10000米外杀敌，重重剑光爆发而下。轰轰轰！楚天笑了，保护城主，保护修罗大佬。一帮居民把楚天当作希望，主动为楚天挡刀，他们已经喊楚天为城主了。然而我这一招，万军从中取敌首级，无视其他人的阻拦。剑问心放声大笑。哦，那江河流的无敌状态也挡不了了，这一剑只为楚天而来，那有什么关系呢？砰！27746，剑问心确实猛得一塌糊涂，毕竟是斗战，而且是90级史诗 BOSS， 楚天避无可避，也懒得避，甚至连防御都懒得做，他被击杀了。叮！恭喜，您启动了复活术，原地复活，丝毫无恙。楚天假死一次，心里也不在乎，毕竟是他师兄，有这个能力是应该的，这不正证明斗战强吗？圣法斗战更强啊，他这才发育几天，以后有他牛逼的。从始至终，一切都在他掌控中。灭！他随意的一挥手，淡淡开口：你。剑问心正懵逼，突然的心脏悸动，药效发挥了。砰！爆炸声中化作飞灰。这就是圣级毒药的强大。老实说，楚天现在击杀史诗怪还有些难度，但不要忘了，他还是皇级药师啊。叮！恭喜您击杀了天剑城城主剑问心，获得87636万经验值，约30级击杀。您的等级+1+1+1+1，职业7转任务，经验值可以划分到。轰轰轰！冲天白光线连续闪10下。楚天70级了。第118章自由带物品回现时，城主死了。不是剑问心死了，新的城主是修罗大佬。修罗大佬太牛叉了。弹指之间，剑问心死。所有 NPC 激情澎湃，
观战的一些玩家也傻眼了，他们只看到楚天淡淡的一挥手，喊了一声灭，剑问星就突然爆炸了，然后楚天咻咻咻的连续升级10下，这实在是太可怕了，他是怎么做到的？不对，还不止，轰轰轰，6大修罗幻影全部连升10级，吼！7大坐骑狂吼，因为叮，恭喜雷古龙等级+1+1+1，恭喜所有坐骑都到了65级，毕竟是跨越30级击杀，而且是史诗 BOSS， 楚天获得的经验值非常多，一出来的就给坐骑了，但剑问星也就一个人，也只能让坐骑们提升5级，已经很不错了，还不止呢。叮，恭喜您获得了3万枚金币，史诗器光瞬剑 X1， 传奇器启明铠甲 X1， 传奇器生命戒指 X1， 传奇器猩红披风 X1。 史诗器竟然爆出来了，楚天还没有史诗器啊。传奇器也有3件，都是楚天没有的，他之前爆出来的传奇器不是这些位置的，也或者不适合他的职业，进化嘛还没来得及。听这些装备的名字都是楚天能穿戴的，最爽的还是叮，恭喜您为第一个击杀史诗 BOSS 的玩家，奖励全服声望值2万点，个人魅力1点，一次自由带物品回现实的资格任务。靠！自由带物品回现实？叮咚！世界公告：玩家修罗击杀90级史诗 BOSS， 为首个击杀史诗 BOSS 的玩家，获得奖励全服声望2万，魅力值1点，另有额外丰富奖励普天同庆。世界公告！世界公告又登台了，连刷20次，甚至每个玩家的眼前都有飘红的字体浮现，滚动播放着盛举。Oh my god！ 击杀90级史诗 BOSS。bug， 系统假的吧？乱放消息！我才杀30级白银怪，已经在我们小日国很牛逼了，他杀90级史诗怪。欧巴，这个修罗是什么人？这么强的吗？绝无可能！我在泡菜国也是高手，我启动神级天赋也就杀50级怪物吧。举报修罗开挂，太假了！是真的，我就是天剑城玩家，我看到修罗击杀了史诗 BOSS， 全世界乱套了，太难以置信了。许多有神级天赋的玩家，现在也就杀50级的白银怪，白银怪也有50级的，只不过比同等级的黄金、铂金怪弱很多，而楚天都能杀90级史诗怪了，没有人相信，不愿意相信。但有些天剑城的玩家绘声绘色地描述这一战，所有人眼神迟疑了，尤其是听到楚天说了一句灭，史诗怪就挂逼了时，所有人都懵逼了。真的假的？一言之间让史诗怪自爆了。我们真的要去找修罗吗？一群外国玩家正前往天剑城，想要挑战修罗，踩着他尚未出名。现在他们慌了，不是迷茫了。修罗没动手就杀了90级史诗怪，他们跟修罗玩的是同一款游戏吗？楚天还不知道，他随口一句灭，被天剑城的玩家在世界频道吹嘘，引起了全世界玩家的自我怀疑。当然了，真实情况也差不多，本来就是没动手就杀怪了嘛，轻松的一批。他的注意力全在新的任务上，职业7转任务。任务要求：加入玩家建立的城池或者自己建立城池。任务时间无限，失败惩罚无法升级。这次的升级任务和以前不一样，必须要加入一个玩家建立的城池。第一枚建成令明天爆出，要是被其他国的玩家抢走，他就无法升级了。看来他还要去抢建成令，无所谓，谁能和他抢？让他心神波动的是下一个任务，一次自由带物品回现实的资格任务。任务要求：建立自己的城池，等级达到80级，主职业有2个，一个副职业达到尊级。任务时间无限，失败惩罚无法带物品回现实，成功奖励一次机会带一个物品回现实。哈哈，楚天仰天狂笑，心潮澎湃，所有人都以为他是为了剑问星开心，殊不知他是为了妹妹开心。自由带物品回现实，史诗器甚至是神器都可以带回现实，但他这次不会带的，一是现实中有鬼怨灵刀在，他的实力足够了；二是还怕以后没机会吗？以后再解锁，再带神器回去也不迟。最关键的是，他能带药品回去，天域的药物大几率能救治妹妹。当然了，自由带物品回现实机会很宝贵，所以任务要求比较高，建立自己的城池，等级80，2个主职业，尊级副职业，普通人完成一个就很牛逼了。要想同时满足这些要求非常难，但楚天表示这也叫问题。建立自己的城池不难，抢建成令就行。我等级都70级了，亡灵法师职业书撕碎就有第2主职业，我本来就完成了大半啊，简单的要死。唯一让楚天疑惑的是，都杀死剑问星了，系统怎么还没提示天剑城归属于他呢？轰轰轰！就在这时，城主府内突然有冲天的气势传来，
恐怖的黑气弥漫了整个天剑城，黑云压城城欲摧。为见问新城主报仇，诛杀逆贼，修罗谋反，吾等遵见问新城主之命，保护天剑城。轰轰轰！大批兵马行进声，出来的士兵正是楚天用火眼金睛在城主府看到的见问新的亲兵等等，只是他们好像跟之前有点不一样了。叮！系统提示：见问新与魔族勾结，在城内饲养了大量的魔族士兵，身为天剑城将军，顶替见问新城主之职，当击杀所有魔族士兵。任务完成后获得丰厚奖励。魔族？楚天正一愣，系统提示声传来：叮！恭喜，见问新身死，吞噬之体发动，将他的属性转化为您的资质中，一步步结算，现在转化资质了。很正常，毕竟楚天杀死见问新，触发了很多连锁反应，有时候甚至连系统也无法一瞬间播放出来。谁能像他一样，一下子就获得这么多的奖励？他的笑容逐渐玩味。杀死见问新是用的药物，老实说，让他不是很爽。他还是想放手干一场。第119章，虚名之握，掌中乾坤。叮！恭喜，您的资质加一加，总共达到15点。叮！恭喜，您每次升级会获得15点自由属性点，3点超能点。奈斯！楚天内心喜悦，每个玩家一开始资质都是5，哪怕是超神天赋也一样，但他中间提升到了8，现在又一下子达到了15点，直接加了5点，是起初的3倍资质，而很多玩家资质还是5啊。本来他超能点还要省着用，现在还需要省着。叮！恭喜，弥补您的属性中，物理攻击加3012，法术攻击加2993，防御加103，气血加5001，超能点加490点。修罗圣法斗战，等级70级，物攻12983至13002，法攻12789至12803，防御1093，气血19038。之前加的属性按资质8算的，现在还得弥补回来。看似加的不多，是因为楚天的属性中有许多是装备，做其加持。而且真的不多吗？他刚才加的属性都比许多玩家总体属性要高。爽！楚天舒爽的呼气，他的属性加起来都比90级史诗 BOSS 见问星要高了，只有单体的攻击低了些，因为他要加物攻、法攻，不然攻击会破3万多。没事，他技能好，要是再让他和见问星对战，他能直接爆锤。而这时，那帮魔族士兵也出现在了世人面前，浑身黑气涌动，个个有好装备，和天剑城的 NPC 压根不是一个档次的。主人，魔族士兵最是骁勇善战，性格残忍，而且诸多隐秘，手法奇特。这对士兵可能还有魔族独有的大阵，我们要小心。汉库林刚提醒。轰轰轰！魔族士兵身体颤抖，本来是人类的样貌，但现在身上都有各种纹印斑，有的还长出黑角，有的有黑色的翅膀，总之奇形怪状，数量也很多。启动魔气大阵！领头的魔族高手一声呐喊，城内四处忽然有大阵展开，覆盖全体魔族。魔气大阵4级，效果：魔族特有的大阵，能将士兵的属性提升到3倍。描述：见问星勾结魔族，在城内埋伏下魔族大阵，准备以此对抗亡灵族，等待帝国考核人马来临时，击杀帝国人马，借此反叛星芒帝国。大阵一般分为9级，4级已经很牛逼了，能将魔族士兵属性提升到3倍。由于大阵不在城内四周，距离楚天比较远，超过了10万米距离，所以他之前用火眼金睛并没有查看到，也没想到这帮士兵是魔族的。天剑城属于星芒帝国，见问星却早有一心，勾结魔族，欲要反叛。轰轰轰！魔气汹涌灌溉而下，所有魔族士兵全体提升。魔族将军若达克，品级传奇 BOSS， 等级65级，攻击18737，防御2310，气血32018，技能魔影，魔族特有，隐藏气息，变化成其他种族样貌，归正一刀斩，魔乱天下，魔影步。描述：魔族将军诱惑见问星反叛，帮助他研究出剑魔之体。原来如此，见问星的剑魔之体还是魔族帮忙研究的，难怪见问星会反叛，他被力量蒙蔽内心了。而且魔族专属技能魔影会彻底变为另一个种族的样子，不是虚幻的。所有魔族之前变化成人类的样貌，连火眼金睛也没有看出来。属性暴涨，才65级传奇 BOSS 得有90级的属性了。关键还不止这一个，在魔族将军身后有10万魔族士兵，属性比他低不到哪里去，基本任何一个士兵都可以吊打场上除了楚天外
任何一个 NPC 玩家，是魔族。而今天下最可怕的魔族，他们征战四野，据说有几个帝国被打成废墟，都化作了魔族的领土。他们怎么会来我们这小小的一个城？还好只是一队人马，而且那个将军没带齐人，那也很可怕呀，只能靠修罗大佬了。城内 NPC 们慌得不得了，玩家们怕得要死，有许多直接下线了，和修罗大佬共进退。NPC 们倒没怕，怕也没用，他们和楚天站起一起就有勇气。这阵法有点意思。楚天更没怕，可笑，即使敌人提升到3倍属性又如何，还是没他强。但这魔气大阵着实有意思，要是他也能提升3倍属性，那多爽歪歪啊！他想把魔气大阵抢下来，好好的研究一下。修罗，你还不引颈带路吗？我魔族铁旗下可无活人。魔族将军高高在上，就真觉得吃定楚天了。废什么话！楚天一声暴吼，直接高高的飞上天空，双手上扬起漆黑光芒。老子正不爽呢，你们就送死来了，送上门的点心能不要？漆黑光芒来自他的手套，传奇装备虚名之握，附带技能掌中乾坤。叮！恭喜，您消耗了5点超能点，技能掌中乾坤达到满级。掌中乾坤红 LV50， 效果消耗2000点蓝量，形成范围10万米的虚幻大手，将敌人迅速拖到天上，同时在3秒内手掌闭合，闭合时每秒攻击为基础物理攻击，闭合时会爆发出3倍攻击，时间持续3秒，冷却10分钟。描述：掌心3寸，为您王土。魔族士兵正冷笑，他们并没有抢先出手，因为他们需要拿下天剑城，借此迎接魔族真正的大部队，能够兵不血刃拿下，收些人类奴隶最好了。至于楚天，他们没放在眼里。剑问心死了，但又不是楚天武力击杀的，他们猜测楚天用了药，真实实力不咋的。但突然的，轰轰轰！以他们脚底为中心，一个在虚幻和真实间不断变化的大手出现了，猛地将他们托起，以1秒浮空1万米的速度迅猛升高，所有魔族都被举起。这时魔族将军傻眼了，突然看到楚天双手发光，紧紧一握，他震撼传奇器。在天剑城 NPC 的视野中，此情此景更是可怕。天哪！修罗大佬一手托起魔族大军。第120章绝世霸主称号。逃！那是传奇器，而且技能必定达到了满级。该死的，这个人类怎么会有传奇器？他技能又怎么会满级的？魔族士兵立刻就想逃跑。魔族在大陆上威名赫赫，攻略了无数人类城池，侵占了许多资源。即使是这样，魔族将军也没有传奇器，他们瞧不起的人类更不应该有了。谁知楚天竟然有！咻咻咻！魔族天生就有翅膀，这是他们的种族天赋，不像人类很难有翅膀。他们想飞出楚天的手，哼，能逃到哪儿？楚天讥讽的笑笑，大手一握，纵横10万米的大手五指急速压下，咔咔咔，17837 18028 18197，清脆的声音响起，身体强壮的魔族士兵就仿佛被天之大手握住一般，瞬间身体崩溃。在楚天的手掌中，一切由他做主。魔族士兵就像是蚂蚁一般弱小，1秒就是接近2万的伤害，魔族士兵伤残大半。要不是他们提升了3倍属性，早挂逼了。而从始至终，楚天闲适的不得了，单纯高高的飞在空中，双手简单一握而已，10万魔族士兵都仿佛是他手中的玩物，任由他搓扁揉圆。反观魔族士兵再也没了之前的高高在上。滚开！一帮傻逼，拦着本将军逃跑吗？魔族将军直接逃跑，把身旁的魔族士兵踹开。他也不愧是将军，速度当真了得，在大手压盖下的一瞬间及时逃了出去。像他这样做的还有不少。魔族士兵都把身边的同伴踹开，靠坑队友拖时间，逃脱了手掌抓捕。然而吼吼，震天动地的龙吼声响起，在天剑城 NPC 震撼的目光中，5大雷龙、嗜血白虎带着6大修罗幻影飞上了天空。修罗幻影可不比楚天弱多少。无剑刀域、冰霜的叹息、火焰天降，他们的一些装备还没进化，楚天将暂时用不到的装备让他们使用了。一时间，刀气、雷光、冰雪、火焰等各种华丽技能连番轰炸，轰轰轰，爆破声遍地。逃跑的魔族被烧成骨灰，亦或被冻成冰雕，被刀气绞杀。反正就没一个魔族士兵是能落地成盒的，在空中就死了，还想落地成盒？魔法的真谛是爆炸呀！天剑城 NPC 星叹，就是我从来没见过哪个法师像修罗大佬一样，技能又多又猛的，跟连番禁咒一样。岂止啊，修罗大佬还是战士，他还是药师、锻造师，
太牛逼了，估计要赢了。NPC 们开心的不得了，当然了，他们也在为着修罗的强悍而震惊。魔族士兵惹上修罗大佬，可怜啊！最可怕的是，轰！修罗幻影1号突然抽出了一把2米长枪，长枪在墨白两色间变化，就仿佛根本不属于这一界一样，正是传奇器虚名破空枪。楚天本体在用手套，暂时无法用其他攻击装，就交给幻影了。叮！恭喜，修罗幻影1号消耗了5点超能点，技能虚名破空满级。等楚天自己用的时候，要技能满级的话，还需要他自己升级。装备附带技能就这样，比如 A 的装备有满级技能，爆出他的装备后，装备技能并不是满级的，需要自己去升级，不然会引发乱象，大家都抢着去夺人装备了。问题不大，楚天反正超能点多。虚名破空红 LV50 效果，消耗2000点蓝量，长枪可以锁定1万个敌人，破开他们周围的空间，将他们传送到附近10万米任何一处。描述：破碎空间之枪，遇强则强，遇弱则弱。牛逼！并不是攻击装，楚天也不缺攻击装，但能破开空间，传送目标，而且对传送者没有限制。比如楚天遇到一个99999级人物，放1万句话讲，即使他真的打不过，他可以破开这99999级人物周围的空间，将他传送出去。这简直是流氓技能！咻咻咻！修罗幻影1号长枪凌空点击，周围空间突然碎裂一般，有1万根虚幻的长枪出现，捅出了1万个空间大洞，将所有逃跑的魔族士兵都吞噬进去。魔族士兵正懵逼，突然发现，靠！我们又回到了他的手掌心，逃不掉了。他们感觉天塌了。没错，天塌了。轰！说来话长，其实只是短短几秒间而已。掌中乾坤，五指环扣，如天倾般压下，所有魔族士兵内心绝望，在手掌内跪拜大手的主人。修罗，求求您放过我们吧！修罗大哥，我们错了。修罗，本将军身为魔族重要人物，你敢击杀本将军，势必招来魔族的怒火。不久之后，魔族大部队将攻打星芒帝国，首先就打你天剑城。魔族将军还在狂妄，这家伙用了个魔气吞噬技能，吞噬了一些手下，效果是临死的时候，被吞噬者的气血会加到他身上，等于手下是他的红药，还无需像红药般慢慢恢复。借此，他撑到了现在。呵，可笑。楚天淡淡的笑笑，砰！大手闭合，浩荡的气息肆虐开来。38276， 38286， 38302， 3倍伤害，接近4万。一掌闭合间，所有魔族士兵全部死亡。魔族将军想吞噬手下，都没得吞了。叮！恭喜您击杀了魔族将军，魔族副将获得了传奇器点苍山 X1， 传奇器巨人之斧 X1， 星耀器冠军头盔 X1， 星耀器获得了5亿多经验值。您的等级+1+1+1。悦耳提示声传来。叮！恭喜您获得了所有天剑城 NPC 的崇拜，击杀亡灵大军、魔族大军，击杀反贼剑问星。身为天剑城唯一的将军，您成为天剑城新任城主。奈斯，目前玩家们的第一枚剑城令还没爆出来，而楚天已经是一城之主了。叮！恭喜您获得称号绝世霸主。第121章无限扩张权。叮！恭喜您为第一个抢占 NPC 主城的玩家，获得称号绝世霸王，全服声望值3万，魅力值+1，金币+10000，声望值一直不知道有什么用，都快10万了，应该马上出现效果了。楚天查看称号，绝世霸王，个人成就称号。效果1，发生战斗时，您的麾下属性正10%。效果2，拥有无限扩张权，无需任何帝国凭证、圣地凭证，只要是被您攻占的领土，你可以在其上建立城市，无限扩张下去。死，这么爽！一般建立城池时，需要给城池所在的帝国上报，帝国允许后才可以建立城池，楚天不需要。不仅如此，如果是通过帝国允许才建立了城池的话，玩家只能建立一个，毕竟帝国也不想玩家做大，城池多了，玩家说不定会反叛帝国，但楚天没有这限制，他想建立多少座就能建立多少座，无限扩张。哪怕在这个帝国建立一个，在另一个帝国再建立一个城池也没有关系，就像现在这样。叮！恭喜您拥有无限扩张权，成为了天剑城真正的主人，无需向星芒帝国纳税、服从征兵等，天剑城所有资源任由您调动，税收等随您支配。原来这就是无限扩张的作用，无视帝国。楚天眼眸闪烁，心里还是很爽的。本来天剑城需要向星芒帝国交税，服从管理，现在不需要了，整个城池的金币、人马等等都是他的。
他是唯一的主人。叮！系统提示：成为天剑城唯一的主人，您可能会受到星芒帝国的敌视，是否反悔？不反悔。楚天才不在乎呢，他不可想头顶上还有人管着他。叮咚！世界公告：玩家修罗成为第一个抢占 NPC 主城的玩家，特奖励全服声望值3万点，魅力值1点，另有额外奖励，真是可喜可贺，羡煞旁人。世界公告：连番登台，这一次连刷200下，所有服务器沙皇国、英国、大米国、小日国的玩家头顶上都有七彩的横幅拉出，翻译成各种文字，滚动播放着这一盛大的消息。全世界又炸了！不是吧？建成令还没爆出来，修罗都建立城池了，怎么做到的？八嘎，他不是建立城池，不是靠的建成令，他是直接抢占了 NPC 的主城。什么？还能抢 NPC 的主城？那得是多恐怖的实力才能无视一城的 NPC？ 所有人都傻眼了，还能这样操作的？不管是什么游戏中建立第一座主城的玩家都很牛逼，但也只能报建成令来建城，从没有人想过还能从 NPC 手上硬生生抢下一座城池。现在的玩家打得过主城城主吗？更不用说还有主城的大军呢。只有修罗，他做到了。龙国服务器无尽岛屿上，许多玩家聚集在此，大米国奥林匹克公会、小日国扶桑公会等世界超大型公会，高手齐聚一堂，准备明日争夺建成令。场上气氛紧张，有许多神级天赋的高手差点打起来，都是竞争对手啊，恨不得现在击杀了所有对手，建成令就是自家的了。他们每一个人出发之前都下了军令状，一定为本国夺得第一枚建成令。马德，这群货都想针对我们。龙国玩家也在这里，日月星辰榜单高手集结，他们不得不抱团，他们被全世界针对了，毕竟建成令在龙国。但不得不承认，即使龙国地大物博，和这么多人对抗也是难如登天。难道第一枚建成令真要在家门口被人抢走了吗？叮咚！世界公告：恭喜玩家修罗成为第一个抢占 NPC 主城的玩家。突然的世界公告来临，所有人都愣住了。撒！这消息如同一股凉风，将外国玩家的热情彻底吹凉了。场上一片宁静，咕咚咕咚，继而恐慌的吞咽口水声响起，最终如火山爆发一样，所有人吵开了。shit， 太假了吧！抢占 NPC 的主城，开挂，一定是开挂了。扯淡呢，天域不能开挂，这是大家的共识。你们就是嫉妒修罗大佬强大，我告诉你们，等修罗大佬来了，这个建成令也是我们的。外国玩家愤怒不堪，他们还在这等着建成令爆出，修罗却已经拥有城池了。那他们在这等着，意义何在？突然感觉自己跟个沙比一样。龙国玩家则哈哈大笑，有许多之前嫉妒楚天的都在帮着楚天说话了，太解气了。这一股风太过火爆，都影响到了现实。好啊，太好了！龙国一把手听闻这个消息后，激动地站起来，向会议室内的各位龙国大佬传达这个好消息。第一座玩家主城在龙国，主城中有资源、怪物、装备等等，之前被 NPC 把控着，但现在由龙国玩家做主，就可以给龙国玩家方便啊。而天域又是关人类进化，龙国说不定会因此崛起。现在的问题是，修罗愿不愿意把主城开放给龙国玩家呢？我们到现在还没找到修罗啊！几个大佬心叹，立刻加速了寻找修罗的进度。与此同时，各大国的大佬们同时放出消息，让各自国家的超级公会一定要抢到建成令，在修罗后面一天建立自己的主城也不差呀。但绝不能让龙国再抢到建成令了，不然龙国会有2座主城。大家要团结，一起对付龙国玩家。外国玩家们互相发消息，明天建成令爆出来时，等待龙国玩家的是全球玩家的针对，无限扩张权，那我就可以有第2座主城。楚天才不管外界呢，他满意的点点头。天剑城是抢到的自由带物品回现实任务、职业7转任务都需要建立或加入玩家的主城，抢到的不算。那么建成令他也要了。第122章魔气大阵进化幻影。修罗城主，修罗！天剑城的 NPC 正在热情的欢呼，喊着楚天的名字，他们的目光中满是崇拜。大家收拾战场。楚天发言后，所有人各自干事去了。这一战收获还是很大的，他提升到了75级，毕竟资质提升，等级高了后升级也难了些。魔族士兵也不是很多，主要是有史诗器、无限扩张权，还拿了上百万进化点。天剑城的 NPC、锻造师、药师等等，他之后都有的用。最关键的是收获了魔气大阵。主人，阵法不能移动，除非是阵师。汉库林开口，
给楚天普及。天域世界非常完善，各种职业都有。阵法需要阵师职业才能移动改变。楚天不是阵师，不能移动阵法。魔气大阵又已经镶嵌在天剑城中，不能收到背包里。但他拥有天赋净化万物，可以改变阵法。阵法没人主持了，默认为无主之物。他可以拥有阵法，也可以分解。魔气大阵分解1亿进化点，魔气大阵进化所需100亿进化点。进化后效果覆盖50万米范围，此段范围内，您和您的下属所有属性提升3倍。阵法已经被镶嵌在天剑城中，除了阵师无法移动。不愧是4级阵法，进化消耗巨大，分解了也有1亿进化点呢，但只有进化所需的1%。楚天肯定不会分解。原本魔气大阵只能提高魔族士兵3倍属性，范围也就10万米，但进化后范围50万米，而且提升的可以是任何种族的。我只要在天剑城内，就是3倍属性。楚天双眼放光，这简直就是无敌的呀！他已经这么猛了，3倍属性的有多可怕？而且不仅仅是他个人，是他所有的麾下都是3倍提升。可惜100亿进化点他没有，现在还有30亿进化点，先用完吧。楚天也不急，反正现在没什么敌人，暂时不需要3倍属性，还不如先提升自己。他转身进入城主府，已经有 NPC 收拾走了剑问星的所有东西，重新安排了室内装置、盆景等等，还有一些美女 NPC 侍奉，非常的舒服。难怪剑问星舍不得城主之位，剑问星的地下室也是他的了。在这里提升自己，不会被别人看到。他开始查看东西了。光瞬剑、史诗器，附带效果：攻击加2000，攻速 X10。附带技能：光剑斩杀，成，消耗蓝量2300，发出无视阻拦、任意魔法阵、任务怪物等的一键，精准命中目标，另附带采集光的攻击。目前采光0，采光上限5万，采光速度根据光的亮度、光源属性等而定。漂亮，直接加2000攻击，攻速10倍，哪怕是不用技能，都比一些装备的技能要好。技能光剑斩杀更好，正是剑问星用过的一招，会无视一切阻拦。当时 NPC 们想替楚天挡攻击都没法挡，哪怕敌人面前有防御9999的魔法阵，光剑无视。更厉害的是采光攻击，这个意思应该就是采集光芒吧。我没有光系法术，目前只能用阳光了。楚天也是感慨，自己缺的还有很多，魔法手段还没几个呢。虽然他的手段都很猛，但有时也会被克制、限制，毕竟天域很神奇，还是要多种手段。好在阳光是世上最公平的，谁都可以享受到。地下室没有阳光，修罗幻影1号带着光瞬剑出去了，就把光瞬剑放在城主府的屋顶上，反正整个城都是楚天的，不怕有人敢偷。叮！恭喜，根据目前的光亮，采光速度为每小时2083点。楚天微微一算，采光5万点需要24小时，并不长。因为那时候光瞬剑会附带5万攻击，加上楚天本来的攻击会达到一个非常恐怖的伤害，这就是史诗器的恐怖，凭空增强了攻击上限。牛叉呀！难怪剑问星当时的攻击超出了面板数据，幸好他太狂妄，没采集到5万点光，又或者他之前刚用过，没及时补充满。楚天懒得多想，反正他不会犯这个错误。剑问星只有一个史诗器，好装备不多，所以一直用光瞬剑，无法保证光剑斩杀他的采光一直饱满。但他装备多呀，就让光瞬剑去采光吧。楚天又查看了其他装备，传奇装他直接凑到了满套了，先穿着，有些效果好的钻石器、星耀器，甚至是铂金器，比如巨象腰带等，他一直留着，暂时不进化，要用时再进化。现在进化性价比最高的，无疑是修罗幻影。修罗幻影进化所需5亿，进化后效果拥有本体100%属性，只需要5亿就能拥有和楚天一样的属性，等于多了6个楚天，消耗并不大。因为幻影被点化出后，本就有本体50%属性，本就很厉害了，现在只是锦上添花。但对于楚天来讲，他的50%属性那实在是太恐怖了。正好还剩30亿进化点，全部消耗。叮！恭喜您消耗修罗幻影进化为修罗分身。轰轰轰！恐怖气势肆虐，修罗幻影真正的成为了楚天的分身。可以想见，当7个修罗出现在世人面前时，将带给他们怎样的恐惧。让楚天惊喜的是，分身还能进化。妈蛋，缺进化点啊！楚天摇摇头，是真缺，毕竟他提升太快了，消耗肯定会很大。到现在血脉、幸运值这种东西一直没有凑到足够的进化点。咦，这是什么？突然的，他在前方的桌子上看到了一封信，是魔族给剑问星的信。天剑城中藏着时空秘境，
乃是一场大战时留下。那场大战导致了江河帝国灭亡，星芒帝国立国，被我魔族从祖典中查到。我们帮助你，你也……时空秘境是什么？楚天还好奇魔族为什么要帮助剑问星，看来他们是看上天剑城了。继续查看，打开时空秘境需要现任城主印，上任城主，那场大战中的城主，血肉，乱葬岗中的僵尸肉，幻梦泽中的幻梦，无声谷中的毒药或药方。楚天看到这里笑开了，这些东西他都有啊。第123章，瞬间刷怪。修罗发言：真幸运，前面刷的怪在这里还有的用。时空秘境就在地下室中，是一个非常大的青铜门，面积比一个屋子的横截面还要大，上面有几个空缺，显示描述，将现任城主印等等依次摆放入青铜门，时空秘境可打开，并不需要献祭，只要放入物体便可。现任城主令。楚天成为城主时，背包已经多了一块令牌，将它放入空缺中。七彩幻梦，你进入那个空缺，技能混乱药剂药方放这里面。上任城主的血肉不就是江河流吗？还需要乱葬岗中的僵尸，可是江河流已经融合了僵尸王，不知道行不行的。楚天最后疑惑了下，只能试试吧。他让江河流躺倒最后2个空缺的其中一个中。叮！恭喜，所需物品集齐，时空秘境打开中。真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时空秘境明明是从前留下的，为什么需要现任城主印呢？楚天也懒得想太多，此刻青铜大门不断的颤抖中，恐怖气势扬起，一道玄墨色光芒穿透了地下室，冲上了天空。嗡嗡嗡！天剑城的上方出现了一个漩涡，楚天赶忙出来查看。时空秘境，主人修罗及其所有物品，打开秘境者默认为时空秘境主人。效果：时空秘境中藏着时间、空间的奥秘，乃是一位时空大能留下的秘境。主人遇到过的怪物中，什么品级的最多，就可以瞬间刷新什么品级的怪物。等级从1主人等级2，范围10亿平方米。目前同时留存怪物数量1亿只。描述：据说那位时空大能和时空神灵有关。我靠！不是楚天没文化，而是他看到这个效果也是惊呆了。瞬间刷新怪物，而且和楚天有关。楚天现在遇到的怪物中最多的类型就是钻石怪，所以只会刷新钻石怪。可别觉得钻石怪垃圾，许多玩家还杀不死钻石怪呢。而且怪物等级也和楚天有关，谁让他是时空秘境的主人呢？等级从1楚天等级2，也就是1至35级，已经很牛逼了。35级钻石怪很强了，看上去是没有什么用，但这可是瞬间刷新的钻石怪，正常的野怪刷新起码需要半小时，强大一点的野怪可能还需要1小时，甚至是几天，特殊怪物更可能不刷新了。所以许多玩家才升级难，好的怪物都被别人抢占了，甚至一些公会垄断怪物区，很多人没得刷。比如天剑城，楚天将所有强大怪物杀了，别人无法提升，只能去其他主城了。而现在瞬间刷新钻石怪，时空秘境的范围还很恐怖，5亿平方米，比整个天剑城还要大得多，可以同时刷新1亿只怪物，而且怪物死了又会瞬间刷新怪物，一直保持1亿的数量，一直刷新。楚天最缺的是什么？进化点啊，不断击杀钻石怪就是很大一笔收获了呀。楚天内心激动，真是天大的惊喜。1亿多的怪物，即便是我也不能直接全秒。他眼眸闪烁，不是他不够强，而是怪物太多了，他放技能也需要蓝量，这样不算刷怪杀怪，他的施法爆炸回蓝药剂也不够用啊。即使算上6大分身，也不好瞬秒1亿多怪物。不过这些怪物他也不怎么需要击杀，击杀了也就是一些钻石器，一些他看不上的经验值罢了。他需要的只是怪物的尸体分解成进化点。他放眼看去，天剑城的 NPC 并不强，毕竟剑问星将所有的天才都杀了，让他们帮忙杀怪行不通。楚天要的是快速杀怪，拥有更多进化点，他懒得去自己一个人积累进化点，让别人帮着杀怪，只是多一个人让他多一份收获罢了，这是双赢的。幸福来得太突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有好久没打开世界频道了。楚天摇摇头，笑容满面的打开世界频道。每个玩家都清楚一句话：遇事不决，世界频道。世界频道上正常有一些所谓的大佬吹牛，也许可以为他打开思路，他也想看看能不能找几个高手帮他一起杀怪，尸体留给他。没想到今天的世界频道格外热闹，都在讨论修罗夺取 NPC 城池的影响，甚至有人发出修罗阴谋论，修罗会毒害全世界，修罗会影响所有人发育的话题。毕竟天域事关人类进化，有许多现实势力插手。更恐怖的是，有许多外国玩家说修罗将来很可能统治全世界，因此所有玩家都要阻止他。
与此相反的，龙国的玩家则在帮着楚天说好话，毕竟修罗厉害了，他们身为龙国人，说不定也能跟着喝口汤。一时间，隐隐有股风气形成，全世界玩家都在针对龙国玩家。呵，楚天讥讽的笑笑，如果他要找人合作的话，肯定是找龙国玩家啊，毕竟他也是个龙国人。龙国频道专属于龙国服务器，外国玩家无法入内交谈。麻痹的，气死我了！不就是修罗大神牛逼一点吗？那群眼红兵各种针对，有些沙比还觉得他们联合起来就能打败修罗大神了。就是，明天建成令之战，要他们好看。如果修罗大神能站出来说几句就好了，让那些说风凉话的知道为什么叫天神下凡。龙国玩家正愤怒不堪，突然的一道与众不同的话浮现而出，发言者更是让人精神一振。修罗，诸位，请前来我天剑城。修罗大神，他终于发话了。尤其是人们看到修罗具体的话后，更是激动的不得了。时空秘境，修罗大神竟然能分享秘境，爱了爱了。修罗大神，世界频道上有一群喷您的，您要不要上去说句话？那些沙比到时一巴掌拍死，理会了干啥？楚天回了一句后，关闭了龙国频道，等待着龙国玩家降临。是啊，那些沙比都不够修罗大神一巴掌拍的，理会了干啥？修罗大神就是修罗大神，怎么可能和小人对喷？有了时空秘境，说不定我们也能秒外国玩家。龙国玩家很兴奋，一个个前往天剑城。当然了，前去的都是厉害的玩家，普通玩家很有自觉，不去浪费这个资源。第124章，人心不足蛇吞象。天剑城的传送阵被楚天开通了。嗡嗡嗡！此刻传送阵颤动不休，一个个龙国玩家进入天剑城，头顶昵称前缀龙皇傲仙、洪荒传说等龙国风格名字，都是公会玩家。龙国的日月星辰榜单玩家，旗帜，这里是龙国的所有高手，而他们来这里却仿佛在朝圣一般。天哪，这就是修罗大神的主城吗？从 NPC 手上抢来的修罗大神就在那儿。人们好奇地张望着，眼神中十足的羡慕。有人突然的惊叫，只见在天剑城城主府前有一个高大帅气的男人站立，他戴着雾气缭绕的面具，仿佛仙境中人，身上一套豪华的装备又给他平添几分阴雾。天哪，修罗大神太帅了！我要给修罗大神生猴子！无数妹子尖叫，瞬间沉迷于楚天的气质中，神秘、强大、霸道、出尘都无法形容，一个复杂而纯粹的男人。楚天戴着面具，不是怕，而是他通过世界频道也知道了龙国的一些大佬在找他，他目前还不想和这些人扯上关系，只想安心的玩游戏，不想平添麻烦。修罗大神，您之前所言可当真？一个玩家发言了，正是日榜公会龙皇傲仙的会长，也是龙国的第一公会。他从前可是龙国一个游戏征途的第一高手。不仅是他，场上的许多日榜公会会长都曾经是某个龙国游戏的第一高手，但现在在天域，龙国第一高手肯定是楚天。好垃圾啊！楚天嘟囔了一声，不是他瞧不起别人，而是他发现场上的玩家是真的菜。天域没出等级榜，他不知道其他玩家等级。天剑城的怪都被他杀了，玩家基本去了其他主城，留在这里的没有怪物杀，菜是正常的。但楚天是真没想到，整个龙国的顶尖高手就这样。那些日榜公会会长不到40级，月榜的35级左右，不过没有30级以下的。楚天都怀疑让这帮人进入时空秘境，能不能击杀钻石怪的。好在还有玩家在不断的涌入，楚天需要的就是数量优势，靠着他们的人海战术给自己杀怪分解尸体，他们能不能提升就看他们自己了。楚天也想明白了，龙国玩家弱吗？不可能，全世界玩家恐怕也还都是这个水平，毕竟不能和他比，他杀怪太轻松，升级太快了，领先别人几倍是正常的。自然是真。楚天点点头道，每个人缴纳1枚金币，进入时空秘境。想白嫖楚天是不可能的，1枚金币的价值并不是很大，所以龙国玩家们都没犹豫。叮！恭喜您获得了1枚金币，恭喜您获得了1枚金币，恭喜您获得了1枚金币。但抵不住数量多呀，楚天的小金库在不断的暴涨。进去吧！楚天大手一挥，他是时空秘境的主人，自由安排人入内。一个个玩家进入秘境，楚天也不急，他们进去杀的怪，尸体还是他的，这才是最大的收获。而且后续不断的有玩家涌入，他暂时还不能进秘境，就开心的收金币。时间流逝，1个小时后，楚天收获了1亿枚金币，总共1亿个玩家进入秘境，1亿枚金币啊！楚天做了这么多任务，拿了那么多好处，还进化出了金币，积累的金币也不过几10万，而且用掉了很多，
现在一下子就获得了几十倍。不谈其他的，这就是项巨大收获。楚天看向时空秘境，也不知道他们杀的怎么样了，让修罗分身也上去吧，这样杀怪快。白灵，你过来。楚天喊来天才药师白灵，拿出一部分金币，吩咐道：你研究一些解决疑难杂症的药剂，需要的药草、研究设备都可以从这些金币中拿。他已经准备着手研究治疗癌症的药剂了，让白灵研究，因为他是药剂天才。楚天没那么多时间，他要等着尸体到账，分解尸体。时空秘境中，我靠，怪物太多了，而且全都是钻石怪，太爽了！我都升了2级了，平常升2级需要1天呢。切，我都升了4级了！玩家们兴奋的不得了，他们没有低于30级的，毕竟都是龙国高手，而且也有1亿之众，1亿钻石怪的等级从1至35随机刷新，他们一通乱杀，轰轰轰！场上到处都有白光闪现，不断有人升级。好，怪物们在哀嚎，不断变成尸体。玩家们的杀怪速度差不多10分钟就杀一批，结果他们很快发现时空秘境的怪物都是瞬间刷新，而且源源不断，这太让他们兴奋了。这里简直就是圣地！尼玛，我10分钟就能杀一只钻石怪，我觉得我今天能升15级，我能升20级，到时暴打外国玩家，看看他们还装不装逼。他们很兴奋，也有些人很感谢楚天，但有些人，哥们，我们到时候真的要把这些钻石器全都上交给修罗吗？一个昵称叫吴天的家伙不断的游走在玩家中，这可是钻石器啊！吴天真名叶无天，叶青的哥哥，也是被楚天灭杀的叶家唯一存活的族人。是啊，钻石器啊！所有玩家看着地上爆出来的钻石器，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们和楚天有过约定，进来每人交1枚金币，出去的时候，所有爆出来的钻石装属于楚天的个人财产，还得交给楚天。为什么要交呢？他们后悔了。有时空秘境在，他们完全可以配备满套钻石装，哪怕自己有了，手下工会成员还没有啊！不交！修罗就一个人，我们这么多人在，怕他？一瞬间，所有玩家都改变了主意。修罗再牛逼，能比得过他们1亿人吗？而且他们怀疑楚天之前击杀史诗 BOSS 肯定用的诡异手段，这种手段肯定不多，修罗的真实实力说不定也就那样吧。人心不足蛇吞象啊！突然的一道讽刺的声音响起，其实这只是我的一个测试，钻石装对我而言就是垃圾一般的东西，你们要是上交，我其实会送给你们一些的，反正都是垃圾嘛。你们后悔了，我也后悔了。人们回头看去，瞬间一惊，六个修罗。第125章，不服也得忍着。他们刚才还在讨论修罗只有1个人，上亿人有机会解决他，没想到突然出现了6个修罗，6个分身都戴着面具，但那股强大的气势，那恐怖的坐骑，除了修罗还能是谁？怕什么？即使有6个修罗，我们一样什么？6大分身齐齐讥讽的开口。呼！场上突然出现冰冷的寒风，一个分身拿出法杖，使用了冰霜的叹息。分身和本体用的一个背包都可以自由换装备，除了没有超神天赋外，都是修罗。19012 18937 19201，被冰霜刮到的玩家直接身死。这是什么伤害？一击1万多伤害，接近2万的攻击。玩家们傻眼了，他们可没2万多气血，3000也没有啊！更恐怖的是，冰霜迅速的蔓延，后续又有许多玩家身死。冰霜的叹息，只要让敌人响血1半，就可以无限蔓延下去。神级天赋免疫控制，神级天赋团队防御 buff， 神级天赋叠加气血。这时候，一些拥有神级天赋的玩家慌张出手。免疫控制，顾名思义，团队防御 buff 能将团队的玩家防御值加在一起，而且算在每个人身上，比如 A 防御100 ，B 防御110，加 buff 后都是210。目前这个神级天赋玩家可以给100个玩家加 buff， 防御瞬间提高到2万。冰雪遭到了阻击，没有破防形成伤害，无法将这些玩家后面的人冻结了，但玩家数量实在太多了，分布在各个地方，其他地方的玩家还是会被冻结击杀。喝红药！一个玩家大喊道：叠加气血，覆盖1万个对象，让这1万个玩家不断喝红药，喝下的红药都会瞬间转化为气血，比如1瓶红药加血200，喝200瓶就加2万，不过上限也随实力波动。一个个神级天赋玩家出手，及时挡住了冰霜攻击，毕竟是神级天赋啊。然而没有被玩家们挡住的冰霜迅速的蔓延，拂过了一个个钻石怪，咔咔咔的声音响起，怪物们瞬间冻结成冰雕，继而破碎成冰块。呼呼，寒风凛冽，冰霜漫天，瞬息之间千里冰封。
时空秘境范围10亿平方米，冰霜还在继续的蔓延，给玩家们也带来了一些压力的怪物们，现在在楚天的冰霜下，丝毫没有抵抗的能力。咕咚，咕咚，场上响起无数吞咽口水声，实在太可怕了。1、2、3，有人在数楚天这一招杀了多少怪物，突然发现根本数不过来，已经死了10万怪物了，而且还在蔓延，很可能是无限蔓延的。只要时间足够，他这一招就能杀了所有的怪物。有一个玩家开口了，他拥有1级天赋，数学精通，虽然没什么用，但技术很快。结果让所有人震动，10万怪物就这么没了。楚天才出了一招啊，这一招的效果还没结束啊，出手的也只是一个分身啊，还有5个修罗分身没出手呢。他们在恐惧楚天的时候，楚天也在思量他们。神级天赋有点意思，要不是有神级天赋，玩家们可没法阻拦楚天。当然了，那也是楚天没真正出手。楚天之所以留着他们，就是看上他们的神级天赋了。时空秘境怪物太多了，即使楚天能迅速杀怪，杀了又有怪物出现，多批人帮他杀挺好的。是你刚才挑拨离间？楚天看向了吴天，乃日榜公会无法无天的副会长，场上1亿玩家，他能名列前100，而且前100实力差距不大，已经是最顶尖的高手了。砰！20187，吴天还没反应过来，被楚天一拳击杀，鲜血四溅，所有玩家的心都是凉的。后悔，怎么就招惹了这个杀星，不该反悔的。我杀你们不过弹指之间。楚天玩味的笑笑，冷视众玩家。现在你们不仅要留下所有钻石器，而且获得的所有经验值都要归我。作为时空秘境的主人，楚天有这个权利，不管是谁在里面杀怪，经验值都可以归他，不过还需要杀怪者自动给予。什么？玩家们刚想反抗，要是经验值都没了，他们等于帮楚天打工爆装备的，还没报酬哦，还主动送钱进来的，都是龙国的顶尖玩家，能忍？怎么不服？不服就死！楚天淡淡的开口，本来他是可以给玩家经验值的，毕竟这相当于做生意，讲究个诚信，但玩家们自己先毁约，那就别怪他不客气了。轰！一个雷电囚牢被楚天释放出来，重重锁链出击，恐怖雷电环绕，被触碰到的怪物瞬间蒸发，又是一项能无限延伸的手段，只要时间足够，蔓延到时空秘境的10亿平方米也不难。忍不了也得忍。低沉的声音响起，楚天淡漠地看着所有人，一人威胁所有龙国顶尖高手。神级天赋的玩家也低下了头，他们忍了，不忍的话，铁定被楚天击杀，掉等级不说，明天的建成令，他们势必争不过外国玩家了。想偷懒的也尽管试一试。楚天再度开口，杜绝了他们偷懒的心思。无间刀域，火焰天降，寒芒枪星，6大分身齐齐出手，迅速的杀怪，比之前的场景还要恐怖，让玩家们再也不敢有异心。主要是冰霜的叹息，雷狱天牢虽然无限延伸，但击杀之后再刷新到那个位置的怪物并不会被效果覆盖。锁链穿透了一个怪物，吊着尸体，而锁链头都飞向前方了，后排在刷新的怪物怎么穿透？神级天赋万里跳跃，神级天赋定点爆破，玩家们也只能出手，手段还真不少，有能带着手下瞬间跳跃到远方的那个位置，甚至连楚天都攻击不到，还有在一定距离内锁定攻击敌人的，比如攻击8亿米外的敌人。手段都很强，但只能给楚天打工。而在时空秘境外，楚天的本体已经接受到了很多好东西，分身在收集尸体装备到背包，自己也能从背包拿尸体装备直接分解。叮，您获得进化点。第126章脱胎换骨药剂。楚天杀怪太快了，玩家们数量多，所以杀怪也很快。不一会儿，10亿进化点到账，还有一批经验值。叮，系统提示，请尽快完成职业8转，否则无法升级，经验值可以提升您的下属、坐骑、宠物等等。楚天暂时无法升级，雷古龙等坐骑等级也很高了，坐骑等级不能超过主人。这批经验值就要浪费了吗？不如就此点化出雷龙部队。楚天眼眸一亮，瞬间下定决心。背包内还有3000只死亡的雷龙幼崽。叮，恭喜您消耗了1亿点化值，死亡的雷龙幼崽具备了生命。瞬间10个星耀 BOSS 出世。楚天收服了神宠殿，并且成为城主后，拥有了神宠殿的一切支配权，当即从神宠殿中拿了一大把的宠物球，随意的撒到雷龙幼崽们身上。好，雷龙幼崽们亲昵的蹭着楚天双腿，楚天给了他们生命。这种状态下，不管宠物球什么品级，都可以直接收服他们。成为宠物后，楚天就可以把经验值给他们了。叮，恭喜，雷龙幼崽成为了您的宠物，它的等级+1+1+1+1，
恭喜，雷龙幼崽成为了您的宠物，它的等级+1+1+1+1，爽得不得了！不断重复这个过程，玩家们在时空秘境中杀怪，楚天啥事都不用干，等着收获自己上门就行。一只雷龙幼崽出现，迅速成长为巨大的雷龙。主人，一个美丽的女子激动地跑来，我研究出来了一些治病药剂的药方，正是白灵。楚天早就让他在研究了，并不是研究的癌症药剂，毕竟还无法从现实把癌症细胞图等等带过来，没办法对症下药，只能希望触类旁通。作为一个天才药师，白灵研究出了很多药方。楚天并不是希望这样就能把治疗癌症的药剂炼制出来，而是想看看能不能借助白灵的创意进化出治疗绝症的药剂，那或许有希望。他一一查看，解除寒症药剂药方，低级药方。描述：白灵自创炼制出的药剂可以解寒症。不就是感冒药吗？这个不行。断肢接续药剂药方，中级药方。描述：白灵自创炼制出的药剂可以将断肢接续。这个有点意思。断肢接续技术在现实算难的了，但在天域中也只是中级药剂而已，还不需要手术，涂抹上药剂就行。可见天域的药学比现实高，那治疗现实绝症问题不大。楚天心中升起希望。对抗老年痴呆药剂药方，不行。多动症缓解药剂药方，不行。楚天是能看出药方进化后效果的，结果让他头疼，毕竟是治疗绝症，没那么容易。咦，这是……突然的，他双眼一亮，盯上了一个药方：细胞重生药剂药方，高级药方。需要高级药师，高级药草生育膏，高级药草名扬花。描述：白灵自创炼制出的药剂可以将细胞重生。都能将细胞重生了，现实中也没这个技术吧？这可不是营销号吹嘘的细胞重生，而是像腿断了也可以用这个药剂长出来，仅这个药剂就能在现实流芳百世，对现实来讲简直是神药。更让楚天兴奋的是进化后效果，他不断查看，将这个药方进化4次，也就是能炼制圣级药剂的时候，会拥有脱胎换骨，将体内一切细胞活性激活，病死的更换效果。这不就是他追求的吗？癌症就是细胞病死了，而且病死的细胞会毒害其他细胞，最后身体某个部位全部坏死，整个人就废了。而现在可以将所有细胞激活，病死的状态更改，直接将生物的身体变成了新生儿那样最鲜活的状态。岂止是癌症，这是能治疗所有绝症，绝对是划时代的药剂。毕竟高级药剂就超越了现实的医疗技术，更何况是圣级药剂呢？主人，您跟我说过细胞这个东西，我想了下，应该就是我们体内每一个微小的组成吧。我翻阅了很多古籍，从微小处就能治疗病症的诸多药方，最后总结出了。白灵看到楚天开心，他也感到喜悦。多谢。回应他的是楚天一个温暖的怀抱，他的脸瞬间羞红。不过楚天只是抱了一会儿就放下了，他也看出来了，主人只是太欣喜了，用拥抱来分享喜悦而已，对他并没有其他想法。也是，主人这样的天才人物怎么会看上他一个药师？哎，主人实在太耀眼，让人喜欢又没勇气喜欢，不求配得上主人，只求能一直跟随主人，站在主人身后。白灵心中遐思，他研究出高级药剂，也就是说他已经成为了高级药师。和楚天这种进化来的不同，他靠的是绝顶的药师天赋，还有急切想帮助主人的欲望。他已经2天2夜没睡觉了，就是在帮楚天研究。他心甘情愿，一定要再加油，帮主人研究出更多药方，黄药、圣药、神药都可以。玩家们提供很多尸体了，进化点不断积累。叮！恭喜，您消耗了10亿进化点，将黄级药技术进化为尊级药技术。您消耗1点超能点，尊级药技术达到满级。就这么简单，药技术尊级并且满级了。这是进化来的，炼制尊级药剂有加持，但不算真正的尊级药师。只要再炼制个尊级药剂，楚天就是真正的尊级药师。而那时，圣器药王鼎可以降低药剂炼制难度1个品级，楚天直接可以炼制圣药。现在要做的就是等进化点到来，从高级药方进化成圣级药方，总共需要1000亿多进化点，毕竟能炼制圣药啊，而且横跨4个品级进化。玩家们在打工，楚天不断的分解尸体，进化点滚滚而来，1亿、10亿、100亿。第127章组建龙旗。时间流逝，1000多亿进化点迅速到账。叮！恭喜，您消耗了。楚天毫不犹豫，最终在他手上出现了一张带有圣光的药方：脱胎换骨药剂药方，圣级药方。需要圣级药师、圣级药草金玉髓、圣级药草天空之花、圣级药草地心之花。效果：炼制出脱胎换骨药剂，可以让生物的细胞达到新生状态，100%几率拥有 B 级天赋，
50%几率拥有 A 级天赋，10%几率拥有 S 级天赋，1%几率拥有 SS 级天赋，0.1%几率拥有神级天赋。限制：已经拥有了其余天赋者获取新天赋的几率降低。描述：脱胎换骨，宛如重造。太强了，让细胞达到新生状态，借此解决一切疑难杂症，不过是附带的最小的效果。真的效果是赋予天赋。B 级天赋已经很牛逼了，多少人求之不得呀！100%能获取。A 级天赋拥有者已经能成为一方高手了，即使是那1个龙国最强的玩家，也有些人没有 A 级天赋。而楚天只要炼制出脱胎换骨药剂，就能让人有50%几率获取 A 级天赋，就连 SS、SSS 级的都有。虽然获取几率很低，但这可是神级天赋啊！此时，楚天想到时空秘境中的1亿玩家，还有一些拥有神级天赋、自以为是、牛逼哄哄的所谓高手们，他淡淡的笑了，妄自尊大，不过如此。只要有足够的脱胎换骨药剂，他能培养出一大批神级天赋拥有者。那些玩家算个啥？而且谁说每个人的天赋只能有一个？楚天就有2个超神天赋，要是能再获取其他天赋，不谈获得神级天赋吧，哪怕就获得一个 B 级天赋，他也能进化这个 B 级天赋，最终达到神级乃至于超神级天赋啊！虽然天赋越多，后面获取的越难，但楚天还有幸运值、随机幸运宝石，这2玩意儿也可以进化啊。等楚天进化点更多时，就能做到这一切了，算是个意外之喜吧。不过圣级药草很难找到啊，还得让罗会长他们研究下有哪些低级些的药草和这些圣级药草有相似药性，然后进化出来吧。楚天也是感到进化点真不够用，没办法，他现在太强了，每次进化都是巨大提升，所以需求很大。叮！恭喜，您消耗了1点化值，死亡的雷龙幼崽被赋予生命，它的等级+1+1+1。楚天收起药方，抬头看去，好，空旷的城主府内已经有300个雷龙诞生了，他们沐浴在雷光中，迎空飞翔，轰荡的巨龙气息传开去，引得天剑城的 NPC 纷纷惊叹。龙，巨龙，还会放雷电的龙啊，又是修罗大佬的手段吗？他竟然能找到这么多龙，怎么做到的？嗨，修罗大佬实力滔天，岂是我等能揣测的？好羡慕啊，我好想摸一摸巨龙。龙无论在哪里都是稀有物种，但楚天一下就弄出了300只。雷龙星耀 BOSS， 等级70级，攻击5028，防御674，气血8736，技能雷耀裁决、巨龙气息、巨龙冲刺，都被提升到了70级。没办法，玩家们打工提供了很多经验值，迅速就让他们从1级到70级了。不仅是他们，骨刺雷龙、震天白虎、雷击龙都被提升到了70级。他们的神秘尊贵，引得许多 NPC 心生向往。我好想也有一头巨龙坐骑啊！做梦，40级才能拥有坐骑呢。咱天剑城除了修罗大佬，有谁达到了40级？就算达到40级了，巨龙轮得到我们做？天剑城 NPC 没有一个40级的，天才都被剑问星击杀了，连开启坐骑位的资格都没有。就算有巨龙这种宝贝，修罗大佬舍得赐予给他们？然而，各位，楚天突然高高的飞在天空，进入全城人的视野。他看着这些弱小的 NPC， 天剑城毕竟是他的城池，可以借此发展壮大，对自己的未来有利。NPC 都是他的手下，怎么能弱？说出去，多丢他的脸。莫凡前来，本城主今日赐你飞黄腾达，并赐予你雷龙坐骑，日后随本城主征战天下。楚天高声开口，底下的莫凡闻言先是一愣，再是一喜。他能一步登天，并且成为雷龙骑士，所有人都傻了。修罗大佬真舍得？愣着干嘛？楚天看莫凡呆住了，催促道：“不过是一些雷龙经验值而已，本城主多的是，日后还有更多。大丈夫婆婆妈妈的干什么？”是啊，经验值他现在用不了，提升手下不正好吗？他有御骑位，能有9个坐骑，但300个可拥有不了，而且要那么多重复的雷龙没用，不如赐予别人。反正等雷龙合成药剂能炼制了，要多少有多少。感谢主人，莫凡此生愿为主人出生入死。莫凡眼角湿润，那头便拜。砰砰砰，一连9个响头。男人有泪不轻弹，丈夫膝下有黄金，但主人对他的恩情大于天。他莫凡本只是个平凡之辈，但经过楚天的赐予，他甚至能成为强大的龙骑士。叮！恭喜，经验值转入手下莫凡，莫凡等级+1+1+1。轰轰轰！莫凡身上连续扬起30多下的白光，直接升了35级，达到了70级，一步登天。这场景让所有 NPC 惊呆了，直接就变高手了。去吧！楚天吩咐一只雷龙
这些雷龙不是他的坐骑，但很听他的话，他再随手甩出一个宠物球，抛向了莫凡，用它收服你的第一个伙伴吧。莫凡激动地使用宠物球，没有丝毫悬念，收服成功，自己去领一套坐骑装。楚天命令莫凡后，莫凡骑着雷龙飞到神宠殿处领取坐骑装。好，雷龙飞翔，莫凡好不威风。咕咚，咕咚，天剑城各处都响起吞咽口水声，莫凡的小伙伴们都馋呆了。扑通，扑通，扑通，全城 NPC 当即恭敬拜倒，向楚天3叩5拜，求修罗城主赐我等能力，赐我等雷龙。第128章神级天赋者成为手下。求！喊声震天，一片祈求声。其实天剑城这会儿城内还有几个玩家在，他们看到 NPC 们祈求楚天，纷纷都惊呆了。他们讨好 NPC 都不一定有用， NPC 却反向祈求楚天，但想想也挺正常的，毕竟修罗大佬嘛。城内的 NPC 可不少，天域的版图比蓝星大多了，一座主城的人口远远超过了现实的一座城市。这么多 NPC 求楚天赐予能力，300只雷龙可不够分。楚天当然挑心仪的了，流网、林荣、朱武。他淡淡的开口，一个个 NPC 激动的上前。这些人都是楚天收服的敢死队，在楚天还没在天剑城得势时就选择跟随楚天了，都是不怕死的好汉。这帮勇武之辈可以培养。叮叮叮，轰轰轰，场上到处是白光闪现，接天连地，这股连升40级的感觉让他们非常爽。流网，愿为主人肝脑涂地；林荣，愿为主人鞍前马后；朱武，愿为主人马革裹尸。他们纷纷效忠，此心不改。楚天满意的点点头，这次却没有选择 NPC 了，而是亡灵。被剑问星击杀的天才本就是杰出人物，是一座主城一代凝聚的精华，而且因为被剑问星研究剑魔之体，他们都具备了隐藏职业斗战。剑问星90级史诗 BOSS， 一代城主，拥有滔天机缘，能这么强，和他的斗战职业密切相关。而这里好多个斗战，1、10、100，将近1000个，已经很好了，毕竟天才不是大白菜。楚天查看了一下，他们都拥有着 B 级以上的天赋，但 S 级的只有一个， SS 级往上就没了，毕竟神级天赋很少见，那1亿玩家能有那么多，因为他们已经是全龙国的精英了。等脱胎换骨药剂炼制出来，倒是可以让他们拥有神级天赋，都不会差了。现在还是先挑天赋高的吧。楚天下定决心后，刷，他大手一挥，吩咐道：城内还有些玩家在吧，都离开吧，接下来的时间天剑城将不对玩家开放。玩家们很自觉，赶紧跑路。楚天赶走了所有玩家，是因为他接下来用的手段太过于惊世骇俗，不好暴露在世人面前， NPC 都是他的手下，倒是没有这个顾虑。咱们城内有许多天才都夭折了，只能变成亡灵，现在我会复活他们。楚天一句话引起了整个天剑城的震动，自家孩子死了的 NPC， 就连神宠殿殿主罗会长都是激动的跑了出来。真的吗？他们不敢相信，毕竟复活这么多人，这是什么壮举，世所罕见。但如果是修罗大佬的话，应该可以的啊。叮，恭喜您消耗了3亿点画值 S 级天赋拥有者亡灵白木遮被赋予生命，由于他临死前是人类，所以重新变化成人类。人们还在忐忑，楚天却早已出手。1秒之间，白木遮从亡灵状态开始有血肉衍生，筋骨覆盖，瞬间变回了人类状态。其实楚天不在乎他们是亡灵还是人类，但他在查看这些亡灵时，发现他们的职业描述中斗战都有限制，具备这个职业，但只有人类状态才能使用。限制中讲述，这点乃是创造出圣法斗战的那位强者定下，无以更改。看来那位强者应该是个人类，不想让外族人获得这个职业。斗战职业会提高人的资质，每次升级属性点变多，这点楚天已经体会到了。叮，恭喜白木遮等级加1+1+1，白木遮成功70级，拥有了雷龙坐骑。他拥有 S 级天赋御龙精通，当坐上巨龙坐骑时，能再提升100%属性，乃是一位天生的龙骑士。不过这个属性提升也会有时间限制。楚天看了看，白木遮坐上雷龙，在启动御龙精通时，属性甚至直逼剑问星，比90级史诗 BOSS 也不差。这就是培养手下的价值，这家伙说不定会成为楚天手中的一个杀手锏。真成功了。我认识那位天才，他叫白木遮，是个孤儿，大家当时都说他成长起来可以接替下任城主呢。不过还是成为修罗大佬的手下了，没办法，修罗大佬太强了。扑通，多谢主人。白木遮当即跪拜楚天，递上一份主仆契约。叮，恭喜
您和白木遮签订了主仆契约，白木遮此生不可背叛，否则您一念之间就可杀死他。这是白木遮的效忠。他很感谢楚天，但他天赋很强，当时确实是接任城主的有利人选，但毕竟楚天现在才是城主，他生怕引起楚天的误会，所以主动为仆。如果楚天知道他的想法，一定会说一句：小伙子，你太年轻了。手下越强，他越开心，反正能强得过自己。叮，点化，等级+1+1，签订主仆契约。有了白木遮的带头，接下来所有被点化出的天才都和楚天签订了主仆契约。复活的天才们和家人团聚，罗会长等等，老泪纵横。叮，恭喜，罗会长对您的好感度增加了，达到了100点好感度。叮，恭喜，裁缝王巧秀对您的好感度增加了，达到了100点好感度。100好感度代表着生死相随，永不背叛，不亚于主仆契约。全城 NPC 效忠。之前楚天成为城主，可以支配天剑城一切资源，但难免也会有人阳奉阴违。见问心还是城主的时候，罗会长等人不就不怎么拽他吗？但现在楚天让 NPC 往西，绝不会往东，哪怕往西是死路。第129章遭到针对。万事皆定，城内收拾完善了，楚天也有精力出去开拓了。但让他皱眉的是，时空秘境中不断刷新的怪物，在最后一次被刷光后，却是再也没有出现。与此同时，一道提示声传来：叮！系统提示：时空秘境能量耗尽，暂时无法刷新怪物，请投入圣级能量源或者时空能量石。楚天的面前出现一个面板：时空秘境能量残留0，需要能量刷新怪物。圣级能量源0，可以提供一次性能量，刷新固定数目怪物，能量源耗尽怪物消失。时空能量石0，可以提供稳定能量，能量耗尽后，能量石可以缓慢恢复，再度刷新怪物。原来如此，现实世界中能量是一定的，比如光能转化为热能，但这两个能量的总值没变。天域虽然可以刷新怪物，但也是这个道理，遵循能量守恒。比如自己提升靠的是经验值，经验值就是杀怪来的，一个提升了，另一个肯定降低消失。不知道天域整体刷新怪物能量从何而来，毕竟世界太庞大了，楚天还没接触到这个层次。但时空秘境就相当于一个小型天域。现在能量没了，圣级能量源时空能量石一听就很上档次，不知道从哪里找到。楚天沉思片刻，也没有沮丧，已经收获了很多了，做人要知足。目前还留有30亿进化点。修罗，这里已经没有怪物了，可否放我们离开？滚吧！楚天大手一挥，对这些玩家很没好感，直接离开。一个个顶尖玩家兴致勃勃的来，垂头丧气的走了，偏偏还无法在世界频道诉苦。要是被人知道他们被修罗打劫是自己先反悔，而且被修罗一人给吓住了，那多丢人！一来一去，他们毫无收获，还送了楚天许多钱。时间很晚了，叮！一到晚上8点，强制下线。楚天回到现实，第一件事就是找妹妹。他端着林老研制的药物，一口口给妹妹喂着。哥，我没这么虚弱的。楚小小撒着娇，楚天亲自喂她，让她很开心。这句话只是女孩子的心口不一罢了。你有的。楚天宠溺的笑笑。傻妹妹啊，他哪里知道自己已经找到治疗她的办法了，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这么明目张胆的喂她了，当然要珍惜一下。他没有告诉妹妹自己找到救治她的办法了，这太惊世骇俗了，突然获得这么强大的能力，必然有着巨大的付出，他不想让妹妹担心。确实如此啊，楚天走到这一步，光芒太耀眼，已经引起全世界玩家的敌视了。就像龙国的顶尖玩家，在现实也很有实力。这帮人敢在现实找我的话，楚天就笑笑，他们配吗？与此同时，在龙国的许多世家、帝都4大家族、燕京8大古族等等，都有怒骂声传来。他们平日里高高在上，但竟然在游戏里被楚天逼迫的打工。游戏中搞不过楚天，那就现实搞。查！一个个世家情报机构火速查楚天现实身份。楚天刚登录游戏，进入的那个新手村已经被世人知道了，对应着现实世界的江海市。与此同时，龙国第一把交椅派出的人也到了江海市，已经有人被这些人找到了。请问你认识修罗吗？楚天的大学同学女神孟婉晴就被找到了。当时在新手村中，修罗第一次让世人震惊时，他的表情太激动了，被一些有心人注意到了。我不认识。孟婉晴一口回绝。查询的人离开了，但孟婉晴很是担忧。见过修罗真面目的可不止他一人啊，可惜他连楚天的联系方式都没有。楚天已经换了手机号，至于企鹅号之类的，自从楚天懒得管现实世界的事后，他再也没上线过。想了想，他打了个电话：爸，帮帮我。这一晚楚天睡得很安稳，
毕竟妹妹的隐患能解决了，他现在只需要变强。翌日，叮，恭喜您登陆了，天域。集结！楚天飞在城主府上空振臂高呼：“6大分身，300龙骑，火速就位！”今日是建成令爆出日，楚天自然要掺和一脚。他带人来到传送阵处，启动传送功能。无尽岛屿在山海帝国中徒步走需要很久，不能直接传送到无尽岛屿，那里是未开荒的地带，没有传送阵，只能先去附近的狮心城。叮，您受到了狮心城的敌视，狮心城不对您开放传送阵，传送失败。什么？老子什么都没干就被敌视了？楚天舍近求远，试试下一个靠近无尽岛屿的城池。叮，您受到了全部敌视，传送失败。与此同时，无尽岛屿上，龙国众玩家已经到来，顶尖的1亿玩家聚集在一起，冷笑道：“我们拿出了所有的游戏货币，买通了各自主城的城主，对修罗关闭了传送阵。修罗怎么过来？他来的时候，黄花菜都凉了。”吴天笑得最是嚣张，这事就是他谋划的。昨天他被楚天击杀后，想到了这个报复策略，得到了所有人同意。修罗过来，他们没得玩，所以就让他不过来。叮，失败。楚天又尝试了一下，结果一样，就连和天剑城一样，属于星芒帝国的主城，也对他敌视。这些 NPC 城主是没体会过他修罗的恐怖吗？这些玩家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吗？幸好无尽岛屿距离天剑城也不是非常远，而雷龙都飞得非常快，不用传送阵也能迅速赶到。怕就怕到那儿的时候，所有的结果已经定下。走！楚天没有失落，淡漠的开口，率先飞出去。敢针对他，那就要迎接他更大的怒火。300龙骑跟随，他们静默无言，因为他们都能感受到楚天这一刻的怒火炽盛到让人恐惧。与此同时，无尽岛屿上，龙国玩家们忽然发现，全世界其他玩家隐隐对他们形成了一个包围圈。龙国人多呀，所以玩家也多。建成令又报在龙国，我们决定，这事龙国作为东道主就别参与了吧，让给我们这些客人吧。第130章，希望的眼神。龙国在场的除了那1亿高手外，还有2亿相对普通的人马。没办法，龙国人口10来亿，许多人都进入天域了。中年人、小孩子，即使是老年人，每天也会玩一会儿。除了龙国，全世界到场的玩家5亿，全部是高手。很显然，他们在针对龙国，毕竟龙国有修罗，趁着修罗还没来，一起收拾掉龙国其他人马。到时候抢建成令时，龙国给他们的压力会小一些。你们什么意思？龙国除了修罗外，大众认可的第一高手龙皇傲仙的会长傲仙冷声开口：“就是这个意思。”轰轰轰！大米国第一高手宙斯，小日国第一高手神明等等，各自拿出强大的装备，绚烂的技能瞬间启动，将一些龙国玩家直接击杀，威逼道：“龙国玩家滚出去吧，不然就打，打就打！”龙国玩家也不是好脾气的，当场和全世界玩家交战。战斗圈外，有一批记者、网红等等，忐忑地看着这一幕。天域没有直播功能，但他们都有自己的渠道过来记录这一战，会不断下线播报战果。这种人一般不会遭到针对，毕竟口诛笔伐比武器还能伤人，他们是安全的。建成令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爆出，这就打起来了。龙国玩家要被踢出去了，打不过吧？龙国虽然也有高手，但全世界人太多了，除非修罗能来。不用看，龙国必输，除非有1人能无视人海数量，但修罗来不了。太可恶了！这帮蠢货把楚天针对在外，结果自己也被针对，真不想这样去找楚天。婉晴轻烟眉头微皱，暗道：让楚天自己决定吧。唰，他的脚下出现一层光芒，瞬间消失。急报：龙国玩家遭到全世界针对，要把他们踢出争夺圈子中，唯一能解救他们的修罗迟迟未到。加急，战斗火热化。大米国奥林匹克公会有200名神级天赋者，据传说是得到了光明教廷的支持，有些神级天赋是被 NPC 赋予的，他们有备而来。宙斯启动 SSS 级天赋光之子，白昼之下，他无敌。神明启动 SSS 级天赋幻空灵，召唤出一大片宠物。龙国玩家也有 SSS 级天赋者，但无法力挽狂澜。记者、网红等已经将消息传了出去。大米国、泡菜国等大佬齐声高呼，举杯庆祝，如同已经胜利。龙国帝都，龙国第一把交椅，听闻此消息，当下双拳握紧，质问道：修罗为何没来？是被人拖住了吗？我们自己派出的人马呢？怎么没有帮他？御林军进入天域探索，进入一方秘境，尚未出来，也没人有修罗的联系方式。第一把交椅，
闻言，心里一片焦急。查，这肯定是龙国的人干的，快查，是谁拖住了修罗？龙国玩家们心都是凉的。这第一枚建成令意义太重大了，某种意义上比修罗夺取 NPC 的城主还要大。即使是不玩天域的龙国人也能明白，这是一场实力的较量，肯定有着诸方的明争暗斗。要是在自己地盘上被抢走了建成令，可以想象，龙国在全世界的眼中必定地位下降。战场上，大战今天，无尽岛屿处在海域中，是被海水包围的岛群。但这次大战让海水直冲天空几百米，有些海水被冻结成冰雕，竖立在空中，有些被直接蒸发。天域100%真实度，即使玩家死亡能复活，但画面都是真实的。海水中红色升起，基本上都是龙国玩家的鲜血，让海水都无法稀释。可恶啊！一个龙国普通玩家一枪攻击出去，但还没触及到敌人，却被3人齐齐攻击。法师将他控制住，弓箭手远方狙击他，战士一刀砍下他的头颅。他的头颅倒下，眼神中依旧有着不甘。要是让他单对单，他行的。他的怒喝只是传出去一会儿，就被乱战声淹没。他的头颅被玩家们踩碎，幸好他在复活空间中无法看到这一幕，不然会有心理阴影。战场上这样的场景比比皆是。老子死的不冤，我干死3个，赚了！哈哈！一个龙国大汉砍死3个敌人，但他的鲜血已经流干，代表他的气血值不多了。虚弱的他被小日国一个比他弱很多的玩家送上最后一击。特娘的！大汉啐了这小日国玩家一口，被比自己弱的人击杀，好不爽，但又没办法，无力无奈，恨不能笑谈之间力挽天青。整个龙国有这个能力的玩家只有一个人，等修罗来了，肯定干死你们！龙国玩家修罗的小迷弟怒吼，他是听说了修罗的强大，仰慕修罗才进入的天域，来此就是想见见修罗。他始终只把天域当成一个游戏，只是个爱玩的学生罢了。但现在却恨手中刀，无以斩尽敌。像这样的普通玩家还有许许多多，但他们只是遭到人数压力，而龙国的顶尖高手们被全世界的神级天赋拥有者围攻，根本无法力敌。噗嗤，鲜血飙出。日榜第一公会会长，曾经的龙国第一高手龙皇傲仙死，吴天死，死！早知道就不应该。一个龙国顶尖玩家被击杀的前一刻，脑子里冒出这个想法，只有他们这批顶尖玩家才知道他在后悔什么。战局已定，他们复活就要好久，建成令龙国没资格拿了。宙斯站在高空中，浑身光芒万丈，看着剩余不多的龙国玩家，他不屑一顾。那些记者网红也准备传消息回现实，告诉人们龙国只能被迫退出争斗了。等等，但这时一个记者突然开口，因为好，一道巨大的龙吼声响彻在无尽岛屿上空。一个白色传送阵出现，传送阵中隐隐约约看到一片身影，那是300多个装备豪华、坐骑神秘而恐怖的家伙，单单是那气势就能让人震撼。龙，这都是龙骑士。宙斯、神明等人脸色难看下来。你的传送阵很不错。楚天却是没看他们，对着孟晚晴笑道。他说话的时候，传送阵光芒逐渐暗淡，他身上的装备等等逐渐出现在世人面前，尤其是震天白虎。世人尚且不知修罗真面目，但都知道修罗有条龙，有只虎，他来了。修罗的小迷弟高声呐喊，他来了，兄弟们，终于来了。一个龙国玩家在血战中倒下，但他本来迷茫无望的眼神出现了光泽。他来了。第131章人形太阳能。他来了。记者网红们只传出去这么一句话，但现在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他到底是谁。大米国、英国等大佬眉头齐齐紧皱，他们知道真正决定这一战胜负的时刻到了。龙国第一把交椅淡定地喝了口茶，神情已经不紧张。要是修罗都不行，紧张也没用了。幻空灵。而这时小日国第一高手神明法杖释放出冲天的光芒，突然召唤了一大波的宠物。 SSS 级天赋幻空灵能凭空召唤宠物，宠物数量等于他所站的位置附近100万米范围内，范围随他实力波动，所有生物的数量接近100万只，每只等级和他一样，而且无需消耗蓝量，真是 bug 天赋。无限增幅。沙皇国第一高手拳王每次出手增加攻击力，第一击100%，第二击200%，第三击300%，越战越强，而且没有上限，可以增幅无限倍。而且他等级提高后，每次增幅的比例还会提高。一个个高手如临大敌。
小心点。孟晚晴紧张道，她早就离开了天剑城，并且在外面获得副职业阵师。她算了下楚天从天剑城到无尽岛屿的路径，去半路接楚天，用传送阵将楚天带了过来。她不是想让楚天面对众多敌人，只是不想楚天受到针对，抢不到剑城令。没事，我之所以来，只是没把他们放在眼里罢了。楚天淡淡的笑笑，龙国的顶尖玩家针对他，他自然不会帮助这些人，他只是来做任务的。而外国玩家们显然也是他的敌人。呼呼，他抬起手，一根冰蓝色法杖出现，冰霜的叹息。19187 18938 19102，冰霜蔓延开去，无数玩家直接惨死。有些玩家利用天赋提高了能力，并没有一下子死亡，但基本也都半血，不能阻止冰霜蔓延。咔咔咔，附近全是海水，正有利于冰霜蔓延。天域作为一个100%真实度游戏，战斗并不是死板的数据，技能比拼、环境、操作等影响也很大。一瞬间，神明召唤的100万宠物死，拳王还没能利用攻击次数增幅自己的攻击力呢，就已经被冻结。诸多神级天赋玩家直接没辙。高下利剑分晓，法师解冻，肉盾扛着，弓箭手远程阻截，但对方也都是高手，迅速调整状态，开始反击。一群法师使用火系魔法，欲要将冰霜的叹息解除。呵，楚天只是淡淡笑笑，身后一个巨大的天牢浮现而出，重重雷电锁链穿梭出去。40876 40837，肉盾玩家就像薄纸一样，直接被锁链撕碎。什么？4万多伤害，而且看样子具有物法双属性。外国玩家们面如死灰，这就是修罗吗？他们好像从始至终都没真正了解过修罗的强大，只是通过各种世界公告知道他厉害，但而今初次领略，才知道双方的差距如此大，根本无力阻挡，比龙国玩家面临他们的时候还要难受。太强了，修罗大佬猛得一塌糊涂。爱了爱了，修罗大佬缺暖被窝的吗？我要给你生猴子。相反，龙国玩家兴奋无比。光之子，宙斯突然一声高喊，浑身发出接近透明的光芒，如同和日光融合在了一起。SSS 级天赋光之子效果很多，其中一项就是可以在白昼之下吸收天地间的光芒，累积到一定值后就能够发散出去攻击。是不是有点耳熟？没错，楚天的史诗器光瞬剑就有吸收阳光化作攻击的能力，而且阳光越炽盛，吸收的越快，普通的阳光需要吸收24小时，目前还差18小时。楚天把光瞬剑背负在身后，随时吸收阳光。这时候，叮！恭喜！吸收到炽盛的阳光，光瞬剑吸收速度提高到500倍，达到采光上限需要时间 2.2 分钟，18小时变成了 2.2 分钟。楚天看向宙斯的眼神，第一次有了感兴趣的神色。这简直是个人形太阳能啊！本来他都没有提升光瞬剑附带技能，因为采光有点慢，就算提升到满级，估计也需要时间去积累攻击，但现在还有什么所谓呢？叮！恭喜，您消耗了6点超能点，光剑斩杀达到满级，采光上限达到10倍，采光速度降低10倍。也就是说，光剑斩杀这一招能附带50万阳光攻击，采光速度慢了，能理解也无所谓，眼前就有个人形太阳能啊！我这一招至今无人能敌。宙斯淡漠的开口，一道盛大光芒欲要向楚天挥下。场上玩家们紧张的看着，现实世界的人们也在关注，都是很忐忑的神情，情况已经很明朗了，宙斯和修罗谁胜利了，这一战就是哪一方胜利。然而在这一瞬间，楚天突然消失了。闪烁再次出现时，他已经飞到了宙斯身后，一拳狠狠地砸在了他身上。12803，宙斯连吐几口血，没有死，因为光之子天赋还能给他加气血，他的气血现在有7万多，已经很牛逼了。他本来可没法加这么多，原因是他获得了另外的机缘，更因为楚天压根没用技能。马德，让你装逼，还这一招下，你至今无人能敌，我都怕我一个技能打死你。砰砰，楚天的拳头连续打在宙斯身上，至于宙斯的攻击，楚天压根不需要挡，直接召唤江河流，5秒无敌状态将宙斯所有的攻击耗尽了。当他创造的新种族王江是吃素的，场上的玩家，现实关注的人们就看到或听到修罗直接以一双铁锤暴锤宙斯的狗头，还装逼不？砰砰砰，楚天连续出击，最后锁住宙斯的喉咙，如领小鸡一样将大米国第一高手宙斯拎起来，冷笑道：知道我为什么不杀你吗？快点使用你的天赋吧。噗！宙斯吐血，神情憋屈，百般不愿。啪啪啪！
楚天直接甩他几个大嘴巴，不断的抽击着他，这不会掉气血，但对于高手来讲，众目睽睽之下被掌嘴是最大的羞辱。第132章圣级强者蛮荒巨人王。啪啪啪，场上静默无声，只有楚天抽巴掌的声音显得格外刺耳。咕咚咕咚，观战者齐齐吞咽口水。这就是修罗吗？霸道如斯，视众玩家如无物。在楚天掌怪宙斯时，外国玩家们还想趁机攻击楚天，而这时候300龙骑冲杀下去，更恐怖的还是6大修罗幻影，直接就是一通乱杀。御龙精通，白木遮启动神级天赋，直接将小日国的一个神级天赋玩家爆锤。吼吼，雷龙吼叫，震天白虎啸鸣，虎吼龙吟，震人心神。300多人，无人能挡，敢挡者直接身死。不对，即使他们都是龙骑士，可我们这么多神级天赋的玩家，为何还拦不住他们？他们都是70级的，连坐骑都是70级的。一个玩家突然大喊，他拥有天赋属性勘察，不论对面有什么隐藏手段，他都能看到真正的属性，哪怕跨越999级也能看出真实。不看不要紧，一看绝望了。八嘎，我们小日国最强的玩家才38级啊，他们怎么就70级了？修罗从哪里找来的人？绝望恐惧蔓延在每个人心中，连手下都领先他们好多级别，这还怎么玩？主人，是否要击杀他们？300龙骑已经将所有玩家围住，不算被击杀的一大批，场上还有几亿玩家，但就是被300人围住了。原来修罗是他们的主人，哈哈！龙国第一把交椅，哈哈大笑道：“赢了！”混账！大米国等大佬则气得要死，眼看要到手的胜利，就因为修罗的到来直接飞了。他们国内的第一高手更是被修罗爆锤，太丢人了。更让他们难受的是，扑通！宙斯突然跪倒，从背包内拿出一个白旗，举起道：“倭人傻，求你放过我，我认输，求你放过我。”他嘴巴肿起，连话都讲不清了。他知道楚天不杀他，一定是有原因的，他舍不得死。到了他这个位置，大米国觊觎他的玩家就有很多，一旦死亡掉等级、掉装备，就可能被其他人赶上，这个代价他和他的家族都承受不起。所以，他跪了。扑通，扑通，扑通，有了他的带头，一瞬间，其他的玩家全部跪倒下来。我们认输，一起丢脸吧，无所谓了，总比掉等级好。几亿玩家被威压的下跪，混账啊！大米国的大佬们听闻游戏内传出的消息，气得要吐血，有人直接气昏，被送去急诊室了。太棒了，我们赢了！我就知道修罗大佬来，肯定吊打他们。哈哈，赢了！而龙国玩家们兴奋的不得了，他们弹冠相庆，更是通过世界频道告诉全世界还没来的玩家们这个好消息，这让他们格外的骄傲，地位迅速上涨。龙国频道上更是激动爆棚，所有没来的龙国玩家后悔没亲眼见证这一幕。但让人疑惑的是，修罗没有先处理外国玩家，而是走向了龙国顶尖玩家处，冷声道：“之前我想来无尽沼泽，却被各大主城城主敌视，无法传送。这是你们干的吧？”什么？所有人都惊了，包括外国玩家们。修罗没及时到场，竟然是被龙国顶尖玩家拖住了。要不是这样，龙国许多玩家就不会死了，这一战根本不可能发生，外国玩家也不会这么尴尬，因为他们会直接发现楚天太强，不会针对龙国了。就因为这些人引起了这场大战。我没有。一个龙国顶尖玩家，日榜工会会长还想抵赖。顺风耳，聆听心声。楚天却已洞察他的想法，他大手一挥，300龙骑直接碾压而下，将所有龙国顶尖玩家全部击杀，什么日榜、月榜等顶尖高手全部掉了3级，没一天别想补回来。没有人反对，普通龙国玩家只觉得大快人心。陛下，修罗杀了这些人，是否会让我们龙国玩家的实力掉一个档次？龙国第一把交椅身边有人问道。无碍，这些人加在一起也比不过一个修罗。我让你查修罗的现实身份，查到了吗？这还没有，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有人替他在隐瞒，好像是上面这人指了指天上，仿佛这天上的事物让他也不敢说出其名。清理了坑自己的人，楚天看向了外国玩家，尤其是宙斯。他可不相信宙斯作为大米国第一玩家会是贪生怕死之辈，就算宙斯一人怕死，那这么多的外国玩家总会有几个勇敢点的吧。显然这些人另有图谋。呵，楚天讥讽的笑笑，他也有图谋啊，就跟他们玩玩。本城主给你们一个机会，你们的命是本城主留下的，也就是我的了，现在全部听我的命令，前往无尽岛屿内开拓，为本城主打先锋吧。至于建成令，有本事报出来，
你们可以带走。简而言之，就是把他们当炮灰。有人不愿意，感觉屈辱，但在300龙骑的冷视下，全部低下了头。至于你，楚天看向了宙斯，还不快点使用天赋？啪！一巴掌甩过去，宙斯老老实实的使用光之子，阳光被聚集在他身上，正好距离楚天也近。叮！恭喜，光瞬间采光速度提高，爽！不得不说，宙斯的光之子还是有点东西的，他才不到40级，却可以利用光芒提高属性，有些属性连楚天都羡慕。可惜还是要做楚天的工具人。楚天将宙斯扔给分身，让分身看住他，他自己则驱使着众玩家进入无尽岛屿。无尽岛屿非常大，玩家们大战时是在岛屿外部。当一起踏入岛屿不久后，提示声终于到来了。叮！恭喜，剑城令爆出战开始，击杀圣级强者蛮荒巨人王，可以爆出剑城令。圣级强者，所有玩家眼神都是一片懵逼，这是在开玩笑吗？击杀圣级强者，他们很多人连星耀 BOSS 都没法击杀，即使是楚天也就击杀了史诗 BOSS， 而且是用的药剂。而宙斯早就将所有外国玩家临时拉到了一个聊天频道，道：放心吧，修罗杀不死圣级强者，剑城令还是我们的，我早有准备，他也得死。第133章，谁才是巨人？再给我一些时间，光明盛世即将降临。宙斯说话的时候，他聚集的一部分光芒悄悄消失不见，气血也在逐渐降低中，但他身上的气势却是逐渐变强中，虽然目前还不明显。与此同时，随着玩家们踏入无尽岛屿，岛屿突然的乱颤，宛如要倾倒一般。轰！岛屿晃动，尘土飞溅，能让这巨大的岛屿激动颤动，该需要多大的力量？更让人恐惧的是，岛上的大树拔天而起，地皮破碎，一声声狂傲的怒吼传彻，巨大的头颅、手臂等等展现出来，竟然出现了一大批巨人，巨人身上还长着树等等。天哪，这岛屿这么大，竟然是巨人组成的，还是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岛屿的，但也能证明巨人超多啊！玩家们惊叹，所有人抬头看去，巨人都有上千米之高，他们仰视着巨人，一眼都看不到面貌，放眼向远方看去，更是看不到尽头，不知道有多少巨人。蛮荒巨人，品级史诗，等级70，物攻15873至16028，防御3098，气血25876，技能战争狂热，拳风鼓荡，泰山压顶。描述：巨人族的一支逃难潜伏在此，他们高大的体格让他们天生拥有高额的气血防御，而且力量同样惊人，超越了同等级品级怪物的实力。全都是史诗怪，还都是70级的，玩家们都惊了，他们还没碰到过史诗怪啊，更别提交战了。目前击杀过史诗怪的也就修罗一人，这个属性让他们绝望。我来试试。一个玩家性格跳脱，一弓箭射在了蛮荒巨人身上，0，没破防。他攻击才2784，在玩家中属于不错的了，但连破蛮荒巨人防御的资格都没有。这一下引起了玩家全体的恐慌，他们感觉自己像弱鸡一样。是谁敢打扰我蛮荒巨人族沉睡，还敢攻击吾等？玩家们的攻击引起了蛮荒巨人的注意，被攻击的巨人大手随意的挥舞，几百米长的大手扫下去，13764、14766的伤害不断出现，瞬间就有上千个玩家死去。能在这里的玩家都是全世界的高手，但在巨人面前就是蝼蚁。再不出手，我先杀了你们！楚天突然开口了，6大分身将武器对准了所有玩家。要是这帮工具人没有价值，还留着他们干嘛？神级天赋，防御强化；神级天赋，全队增速。一个个大神玩家使用了神级天赋，向着巨人冲击而去。可笑，蝼蚁一般的人类，巨人们却是不屑，全都奔跑过来，大手随意的挥舞着，将一个个玩家拍出去，一巴掌就能扇死无数玩家。只有一部分大神玩家能够支撑着不死，但也半死不活的。麻烦！楚天皱眉，他留下玩家就是想让他们吸引怪物注意力，这帮人实在是太弱了，只配给他打下手，但他还没想出手，因为蛮荒巨人王还没出现，最强大的怪物圣级强者还没出手，不知道在搞什么鬼。楚天必须留意周围。上！他大手一挥，龙骑全体都有，跟我冲！白木遮率先出击，使用天赋御龙精通，他已经成为了龙骑的小队长，率先和一个巨人对战在一起。片刻之后，伴随着血液的溅射，砰！巨人的头颅掉下，砰砰砰！不久后，陆续的有巨人头颅掉下。同样是70级，龙骑都有雷龙坐骑，而且都有斗战职业属性，甚至比蛮荒巨人还要高。和巨人对战，他
他们甚至不需要消耗什么气血。当然了，以300龙骑对这么多巨人，本来是不可能有这个效果的。主要是几亿玩家炮灰挡在了他们前面吗？什么？修罗的手下竟然这么强？我们和他真不是一个档次的。可恶！玩家们也明白了，他们就是炮灰，和巨人对阵，他们有可能死，但修罗翻脸了，他们是必死，没得选。巨人们眼看同伴死去，他们也愤怒了。越来越多的巨人要围攻龙骑，但玩家们虽然打不过他们，却如蚁群一般拦截，让他们一时无法脱身。龙骑们就这样见缝插针，看到哪个巨人落单了，就去单挑击杀他。长此以往，胜利会是楚天的，还不出手吗？楚天皱眉，就是这样了，巨人王还不现身。他再次大手一挥，上！6大分身终于出动。冰霜的叹息，一个分身拿出法杖，冰冷的气息蔓延。尼玛，又是这一招！可恶，修罗这是根本不把我们当回事。一些玩家发现，修罗这一招首先受伤的就是他们。玩家身死后，冰冻效果瞬间发动，一层层冰霜蔓延到巨人附近，瞬间也是将巨人给冻结住。然而，吼！巨人们齐齐一声怒吼，身体变得通红，竟然将冰霜全部蒸发，脱离控制状态。战争狂热，蛮荒巨人天赋技能，拒绝一切冰系控制。雷狱天牢，一个分身又使用了天牢攻击，重重雷电锁链释放开去。泰山压顶，但巨人们瞬间全部跳起来，本就高达几千米，弹跳力惊人，这一下更是跳到了几万米的高空中。雷电锁链虽然可以无限延伸，但也需要击杀后才能延伸。这一下竟然没有攻击到他们，有点东西。就连楚天都暗叹了一声。砰砰砰，巨人们迅速落下，又砸死一片玩家。他们又使用技能拳风赫赫，以硕大拳头鼓荡飓风，将许多玩家直接吹开几万米远，暂时无法进入战斗圈。玩家们本就被消耗了很多，现在炮灰阵容立刻分崩离析。虽然6大分身300龙骑依旧勇猛，但确实无法一瞬间击杀巨人，毕竟有许多好装备还是在楚天身上。看来还是要我出手了。楚天淡淡的开口，掏出了一件装备，乃是巨人腰带。巨人？那就看看谁才是巨人吧。第134章暴锤蛮荒巨人王。你们也拿出真本事吧。在此之前，楚天先和分身吩咐了一下，分身之前可没真正出手，一直在给圣级强者留招，但蛮荒巨人王一直不出来，那没必要留了，逼他出来。楚天瞬间启动巨人腰带技能，具象化，体型变成10倍大。在巨人面前还很小。叮！恭喜，具象化下，您的力量、气血、防御提高10倍，攻速、敏捷、施法速度降低10倍。叮！恭喜，苍穹手使用，您的攻速达到100倍，但许多属性都变成了10倍。砰！楚天双脚一蹬，像炮弹一样射击出去，瞬间降临到一个巨人面前。这个巨人正在攻击一名龙骑士，这名龙骑士气血不多了，很可能要被击杀。突然的，一个硕大的拳头狠狠砸在巨人脸上。砰！巨人如同人类被大卡车撞到，直接飞了出去，口中吐血，倒下之后再也没有起来。208387，一拳20万攻击，蛮荒巨人的气血也不过2万多。咕咚！场上鸦雀无声，继而全是吞咽口水声。见此情景的玩家全部心头乱颤。砰砰砰！楚天不断的出击，没有任何华丽的技能光芒，就是简单的出拳，如同狂扁小朋友一般，一拳就将一个巨人击飞、击杀，轻松的不得了。碾压，毫无悬念的碾压。楚天的体格在巨人面前还很渺小，但他的力量太恐怖了，一力降10会。他不断的击拳、出腿，这场景毫不亚于普通人类击飞了猛犸象群，肆意行走于巨人群中，乱杀。这就是修罗的恐怖吗？原来他之前还没拿出真正的实力，他那些分身也要出手了。轰轰轰！一个分身手持鬼怨灵刀，这把刀属性并不强，强的是修罗自带的技能无间刀域。天空、大地上到处都落下尖刀，将巨人围剿。一个分身使用法杖，一个分身拿出一把剑。火焰天降，日月一瞬，各种强大的技能随意释放，简直是乱杀。巨人们纷纷身死，都无法进楚天的身，就一一倒下。时至今日，楚天的实力早就超越了所有玩家，能碾压玩家们的怪物，在他面前只有被碾压的份儿。只要时间足够，巨人们是注定死亡了。叮！恭喜，您击杀了一只蛮荒巨人，获得经验值、进化点都在到来，还有许多史诗器。史诗器落在地上，绽放出盛大的光芒，引得玩家们贪婪兴起，但没有谁敢上前拿装备。他们知道自己就算拿到了，
也没有命去享用。仅仅这一战收获就会很巨大，楚天也只有一个史诗器啊。不过装备不能只看品级，有些效果非常好的，哪怕品级低都比品级高的要好。比如巨象腰带只是钻石器，但效果很是适合楚天，对别人而言可能是鸡肋。因为具象化会降低10倍攻速，即使攻击变强了，但出手慢，可能在出手前就被敌人击杀了。然而苍穹手又让楚天增幅了100倍攻速，等于攻速还提升了10倍。装备也讲究互相配合，看主人怎么使用。这么多史诗器足够楚天配合了。砰砰砰，楚天不断出击，巨人们一个个死去。终于在楚天要分解一个巨人尸体的时候，这个巨人的肚子自己破开了，一个人形生物出现了。吼！人形生物发出低沉的吼叫，这家伙看上去就像是一个人类，但巨人们在这一刻都对着他恭敬弯腰，如同看到了希望。王！巨人们纷纷开口。什么？这小不点就是蛮荒巨人王，而且躲在了其他巨人的肚子里，难怪楚天也没有发现了。蛮荒巨人王，品级圣级1阶 BOSS， 等级1级，攻击2038，气血3376，防御350，技能王者统御蛮荒巨拳。描述1：蛮荒巨人发生过灾难，年幼的王子带领部下逃难到无尽岛屿，再次蛰伏等候东山再起，他也成为了蛮荒巨人新的王者。描述2：天赋出众，一出生就是圣级1阶，将来很可能超越神级，但为了逃避外族的追杀，一直没敢提升自己。靠！让楚天震惊的是，不是巨人王只有1级，毕竟品级不代表等级，白银级也可能99级，神兽也可能1级，只不过品级越高，越可能成长到高级。但巨人王才1级，就有这么强的属性了。30级的玩家也不一定有这个属性吧？不愧是圣级强者，而且一出生就是圣级1阶的潜力，圣级以上的划分会越加明显，差一个阶级就是天差地别。他很有潜力成长到超越神级，但躲避仇家不敢提升。这家伙貌似也是个可怜娃，可惜他可没娃娃的奶气，而是先天有巨人一族的残暴。他当即冷喝道：我不管你们为什么来到这里，敢打扰我等沉睡，全部都要死！轰！他的身上扬起冲天的光芒。王者统御，作为王者，他能以自身为基础，将巨人们合并在一起，变成一个超大型的巨人，这也是蛮荒巨人遭难时举族保护他逃出的原因。咻咻咻！一个个巨人瞬间向他靠拢，组成他的胳膊腿脚，这一切都是瞬间发生的。当尘埃落定时，他已经变成了10000米高的巨人。蛮荒巨人王，品级圣级1阶 BOSS， 等级1级，攻击503800，气血1038773，防御35000，技能王者统御蛮荒巨拳，野蛮冲刺，巨人压迫。当敌人体型小于自己时，小于自己多少倍，所有属性就降低多少倍。描述属性更是脱胎换骨的变化。攻击50万多，这还只是基础攻击，还不算他的技能。不谈这了，他的气血有100多万，连楚天都要打他好几拳才能击杀，更别提其他玩家了。防御35000，基本没有玩家能够破开这个防御。这就是他的天赋，1级就能这么强。还有技能巨人压迫。楚天现在20米高吧，面对10000米高的巨人王，所有属性都会降低500倍。第135章，给我坐下。楚天所有属性瞬间下降100倍，攻击只有2000多了。弱小的蝼蚁承受巨人的践踏吧。巨人王瓮声瓮气的开口，整个天地间都在震颤。轰！他一脚踩踏下来，脚尖鼓荡的狂风就让一批玩家死亡。玩家们组织了法师部队、布下防御阵等等，也被他一脚踩碎。主人！白木遮狂喊，就连龙骑也承受不住了。别提他们了，就连6大分身也不怎么承受得住，毕竟属性都只有1%了。该死的！楚天一声怒吼，这种感觉让他很不爽。巨人压迫根据体型差距来降低属性，巨人族简直是个 bug， 那么他能做的就是扩大体型了。不要忘了，他还有30亿进化点，击杀了一些巨人，又获得了不少。巨象腰带也只是钻石器。叮！恭喜，您消耗了1000万进化点，巨象腰带进化为巨灵腰带。恭喜，您消耗了1亿。恭喜，您消耗了10亿。瞬间史诗器了。叮！恭喜，您消耗了2点超能点，巨灵神话达到满级。巨灵腰带史诗器，等级3，附加属性气血加5000，回血正20%。附带技能巨灵神话，乘 LV60，消耗3000点蓝量，将自己的体型变成5000倍，
同时力量、气血、防御提高5000倍，攻速、敏捷、施法速度降低5000倍，持续3分钟，冷却10天。描述：小伙儿，想变成怪兽吗？快来吧！楚天原本攻击2万多，现在提高5000倍，也就是说达到了1亿。没错，不需要辛苦提升，不需要有那么多限制，直接破亿了。气血也有1亿左右，防御高达500万，这还不叫无敌吗？不过随着技能变强，冷却时间也长了很多，整整高达10天呢，持续时间也只有3分钟，但这3分钟内足够楚天解决眼前的情况了。轰轰轰！在人们的视野中，楚天突然拔高500米、1000米、2000米，他本就有2米左右的身高，现在瞬间达到1万米左右，成为一个巨人，和巨人王一样高，不会被降低属性了。巨人王一脸懵逼，这是怎么回事？对面也是巨人王，马德！作为巨人王族的他，瞬间怒火冲天，一拳狠狠地向着楚天打去，拳风浩荡，空气破碎。但这一拳打在楚天身上的时候，竟然丝毫声音都没有，零，根本就没破防。什么？巨人王高达100多万的攻击，竟然没破防？修罗的防御这么高吗？玩家们都快吓傻了，他们受到了深深的打击。他们许多人连5000攻击都没有，修罗的防御都超过100万了。他们真的是玩的同一个游戏吗？巨人王也傻眼了，不服气。砰砰砰，继续挥拳，这次还用上了技能，零，无一例外，全部没破防。人们明白了，楚天的防御必定不止100万，说不定150万、200万，至于500万，他们不敢想象。砰砰砰，巨人王继续无能狂怒，挠痒痒一样啊！啊，没吃饭吗？多使点力气啊！楚天冷声开口，他一点感觉没有，比蚊子叮咬还要无感。但让他无语的是，巨灵神话提升了他无数倍，但敏捷什么的也降低了5000倍。他现在身体很是笨重，抬手、迈腿都做不到。他倒是有闪烁，而且闪烁还能进化，但是抬手都做不到，闪烁到巨人王身边也无法出手攻击啊，除非敏捷属性能够增长5000倍。毕竟他不是巨人王，巨人王天生巨大，身体很是协调，他是靠的技能变大的，还是有限制。有了，这时他神情一动，虽然这个办法有点不雅，闪烁，他的身影突然消失。巨人王正像无能怨妇一样，拿小拳拳给楚天的胸膛挠痒痒，突然发现楚天不见了。这时候头顶突然有巨大的阴影盖了下来，他抬头看去，头顶上巨大的修罗从天而降，砰，一屁股正坐在了他的脑袋上。给我坐下！1083775653，巨人王的身体直接碎裂，死的不能再死。卧槽！卧槽！不是吧？一屁股坐死了圣级强者！他妈的，那是几个数字啊？1、2、3、9、9个数字啊！破亿的伤害！靠，修罗的伤害破亿了！玩家们惊叹不已，有无敌之姿的巨人王竟然死得这么惨，被修罗一屁股坐死了。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1亿伤害！我没看错吧？一个神级天赋玩家大腿都在发抖。你没有看错，就是1亿伤害。所有玩家都结结巴巴的开口，看着修罗就如同看一座恐怖的大山。修罗这样牛逼，这游戏还有他们什么事？咕咚！宙斯惊恐的喉结耸动，他本来埋伏了后手，但面对如此强大的修罗，他没有自信了，不知道光明教廷的大人能不能打败修罗。楚天可不管他们怎么想，他躺在地上听着提示声到来。叮！恭喜您击杀了蛮荒巨人王，获得圣器蛮荒问天戟 X1， 简称令 X1。唰的一声，从蛮荒巨人王的尸体上涌现出无数的好东西，有一把沾染血迹的大戟，潜藏着滔天的煞气，还有一枚黑色的令牌，一个小娃娃。圣器，那是圣器的光芒。剑成令，玩家们贪婪之心大动，但没人敢抢楚天的东西。就在这时，楚天的体型却在迅速缩小。叮！系统提示：巨灵神话时间已到，恢复原有属性。就是现在！宙斯突然一声大喊：修罗的手段耗尽了，他现在一定不强，你们快抢剑成令！与此同时，他身上释放出冲天的光芒，光芒中传来神圣的气息。恭迎光明圣石第136章圣级能量源，巨人王认主。伴随宙斯的声音，一个光影出现了，光明圣使的幻影。品级圣级9阶 BOSS， 等级100级，攻击308376，气血408736，防御65346，技能
光明圣营，光明审判，光明裁决。描述：光明教廷中的高层，光明圣使的一个幻影，仅具备他的一部分能力，但已经非常强大，不被击杀就可以一直存在。圣级9阶，100级。属性看上去不是那么强大，还没巨人王厉害，因为这只是他的一个幻影。但这个属性已经很牛逼了，至少场上是无人能敌的。楚天的巨灵神话也已经消失了。神灵有旨，建成令理应归我光明教廷所有。他一出来就要抢建成令，唰！他左手向着建成令探去。建成令是楚天爆出来的，本应该归楚天所有，但楚天现在竟然无法收到背包。光明裁决，这就是光明圣使的能力，能影响背包收装备，强行从别人手上抢东西，一言之间裁决一切。巨人族余念，很好很好，一并击杀。他又伸出了右手向楚天一旁探去。楚天正焦急，火速去抢建成令，突然身旁有个小孩子喊道：救我！你应该只是想要建成令，但光明教廷是真的想杀我，只有你能救我。他这才注意到，巨人王死后，他吸收的所有巨人都重新分散开来，变成了尸体。这个小孩子就是巨人王，这是怎么回事？楚天懒得多想，才不会为了他放弃建成令呢。救他？凭什么？救我！我这有你想要的时空秘境、圣级能量源。巨人王的声音逐渐听不清了，楚天却是双眼一亮。早说有好处嘛，不然我刚杀了你，凭什么又救你？等着你报复吗？楚天倒不是怕报复，只是嫌麻烦，为了保险起见，肯定不能让巨人王逃脱，所以他拿出了一颗低级宠物球丢过去。低级宠物球可无法捕捉圣级强者，更何况巨人王不是野兽。但有例外，只要他自愿。宠物球还是低级的。巨人王百般不情愿。随你。楚天笑道。下一瞬间，巨人王却是已经进入宠物球内。叮！恭喜，低级宠物球捕捉巨人王中，捕捉成功，您成为了他的主人。光明圣使的攻击正要打在巨人王身上，巨人王突然消失了。楚天也将宠物球瞬间收到了背包中，等于光明圣使的一击直接扑空了。卑贱的爬虫，你可知你在做什么？光明圣使冷视楚天，同时右手已经拿到了建成令，要塞到自己背包了。这时候楚天淡淡一笑，向他比了个中指，还没人能从老子手上抢走东西。叮！恭喜，您发动了抢占值的作用，所有爆出物在您附近10万米时，您拥有抢占权。建成令直接消失，进入了楚天的背包。开玩笑呢，他辛辛苦苦爆出来的建成令能被别人抢走。与此同时，光明圣使的技能光明裁决完全被抢占效果击败，他感应到了抢走建成令的就是楚天，这一下他是真的愤怒了，浑身光芒涌动。已经到了他手上，还被抢走了。卑贱的蝼蚁，你忤逆了神的旨意，我将代表神灵裁决于你。貌似这第一枚建成令还很重要，连神灵都要下旨抢了。他浑身气势惊人，蓄势待发。卑贱你麻痹！楚天的怒吼却是率先响起，该是他的东西就是他的，神灵也不允许抢。尤其是这声卑贱，似乎激怒了他身体内潜藏的血脉尊严。一如之前，无名之辈也该反对世家，而现在他早已不是无名之辈。叮！恭喜，采光攻击达到极限值。在宙斯突然加速聚集阳光，召唤光明圣使的虚影时，光瞬间的采光速度暴涨，采光攻击已经达到了50万。这还不算楚天本身的属性。楚天举起光瞬剑，凭空一斩，轰！盛大的光芒冲击出去，就如同一缕缕阳光，攻击在了光明圣使的身上。532553，黑色伤害，秒杀。天地间只剩下光明圣使最后的咆哮声。蝼蚁，你会后悔的。楚天冷笑一声，毫不在乎。死了！宙斯慌得不得了，他最大的依仗都没了，瞬间就想逃跑，连光明圣使都被击杀了。修罗太可怕了，逃！玩家们全部火速撤退，都不敢面对修罗。可惜，楚天大手一挥，300龙旗，6大分身向着他们追杀而去。已经成了丧家之犬的玩家们根本不是龙旗和分身的对手，只有被秒杀的命。岛屿外部还有许多小岛，龙国玩家们在此看戏。你们说谁会得到建成令？还用说吗？修罗大佬呗。可现在情况很不明朗啊，那些巨人真恐怖，那个一屁股从天而降的巨人更猛。可惜我们不能进去，看不到具体情况。有人出来了！这，他们正议论，突然发现他们惧怕的神级天赋玩家、外国的许多第一高手等等都在被追杀。看样子追杀者都是修罗的人马，牛逼！修罗大佬简直是把全世界顶尖玩家都当成随手可灭的玩意了。
就在这时，一道提示声在所有人脑海响起：叮咚！世界公告，恭喜玩家修罗建立了第一座玩家城池，奖励全服声望值3万，魅力值1点，另附有特殊奖励，各位向他贺喜吧。又有特殊奖励。而在楚天这边，他肯定要建立城池了，不然没法升级。叮！恭喜，您建成了第一座玩家主城，奖励全服声望值3万，魅力值1点，职业7转，任务完成。您的等级+1+1+1+1，请尽快8转。80级了，另附有额外奖励。楚天精神一振，这个奖励会不会就是神灵也要抢建成令的原因呢？第137章，双城合并，2级主城。楚天建成是为了完成职业7转任务，顺利升级。击杀这么多巨人，获得了许多经验值，不立刻用的话，会迅速的清空，所以他当即将建成令使用在了无尽岛屿上，真就建立成功了。轰！一座城池拔地而起，不过只有基础框架，四四方方的墙体包围，里面没有任何装置，就像是现实世界刚买房时还没装修的简陋样。楚天也无所谓，他已经有一座城池了，多一个城池有什么用呢？丢了都行。没错，别人争抢不休的建成令，楚天只是用来升级的，压根不在乎。但他没想到还有额外奖励。叮！恭喜，由于是第一座玩家主城，另附有额外奖励，您拥有合并城池权利，在您麾下的所有城池都可以合并在一起，并且可以移动到之前的城池位置上。这就是光明教廷乃至于神灵追求的吗？什么意思啊？楚天心里有点明白，但还不太透彻。叮！您麾下有天剑城，未命名的主城，是否合并？楚天想试试，反正肯定不会亏。合并！随着他心念一动，在新建立的简陋城池上空，天剑城凭空出现。明明天剑城距离这里非常遥远，但就是突然的瞬移到此处。轰！天剑城直接砸在了新城池上面，2座城池都破碎了。卧槽，建成了！修罗大佬这就建成了？这么刚的吗？太随意了吧，也不挑个好位置。切，修罗大佬已经有一座城池了，在乎吗？大佬成多，任性啊！玩家们也看到了简陋的新城池，纷纷不理解，无尽岛屿周围都是海水，贸易不发达，在此建立新城池简直是浪费。只能说大佬任性。但下一瞬间，他们又看到一座完整的城池从天而降，突然将新城池砸碎了。卧槽，这又是什么情况？但很快又是有异常情况发生了。卧槽！你们快看，好大的城池，这比我们见到的城池都要大吧？这有2个城池那么大了吧？轰轰轰！2座城池破碎后，硫磺、矿石等物质交融，自动发生了变化，像流水一般急速往外面拓展，一座全新的城池逐渐出现了。天剑城原本是1000里左右，但现在新的城池延伸下去，1000里、1300里、2000里，纵横2000里，是普通主城的2倍大。换成米的话，是100万米，面积100万平方千米。现实一座龙国大城市也就8000平方千米左右，新的主城相当于现实世界100多座城市，比一些现实国家面积还要大，这还不算主城野外的区域。所以天域版图非常大，这特么的得有现实中的龙国1/10大了吧？这才一座城啊！我现在相信天域能让人类进化了，修罗在游戏中都相当于拥有了龙国1/10面积的领土了，恐怖如斯！龙国玩家们惊叹不已，逃跑的外国玩家这一刻都震撼地回过头来，实在是太羡慕了。哪怕是一座普通主城，面积也接近现实中的小日国了，这也是玩家们抢建成令的原因之一。但现在这么大，怎么做到的？他们只是看到外围的巨大，而楚天在内部看得更为透彻，改变的可不仅仅是面积。原本新城池建立只是个简单的模型班，但现在合并了天剑城，天剑城的各种设施都融入进去了，神宠殿、炼药师工会、宝装阁全部出现，并且扩大。留守在天剑城的 NPC 们突然看到自己的屋子变大变多，感到很新奇，但2城融合让身处其内的他们感到恐慌。突然的，他们抬头看到了修罗。楚天正在低头沉思，不时的拿手比划一下，他在思考着主城合并完成后，可以在多出来的地域上是否能够多加一些设施，增强 NPC 的实力，毕竟都是他的麾下嘛。这幅场景把 NPC 们吓傻了。天哪，此番变化是城主在创世吗？城主大手一拨，主城就变大了，太强了吧！我知道了，城主一定是神灵。扑通，他们跪倒下来，像祈求上苍一样，敬服地看着他们的城主。楚天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了，莫名其妙的。算了，懒得管。让他惊喜的是，随着他的双手比划，城池内竟然多出来了一些设施，
一座兵营模样的设施出现了，箭塔、法楼、专属的锻造楼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天剑城本来没有的。天哪，多出东西了！城主真的是在创世，一定是神灵转世啊！ NPC 们愈加信以为真，陷入了十足的脑补中。不对，不是我干的。楚天摇摇头，应该也是合并城池权的作用吧。果然，下一瞬间提示声到来了。叮！恭喜，2座城池合并成功，成功晋升为2级主城，自动衍生出兵营、箭塔等设施。新城池可以瞬移到原先天剑城无尽岛屿位置，请您为新城池命名。原来如此，2城合并变成了2级主城。主城也有档次之分的，所有玩家进入的都是1级主城，而最高级的主城就是帝国的都城了，顶多还有光明教廷这样的超级势力，还有更厉害的城池。1级主城有宠物、锻造、药剂相关的基础设施，2级主城多了兵营等等。想要从1级到2级非常的难，没看见问心苦心孤诣都成为99级史诗 BOSS 了，还不惜背叛了人类族群，也没将天剑城提升为2级主城吗？但一瞬间，楚天就拥有了2级主城，这就是合并城池权的作用。楚天突然惊觉，原本也许打下几个1级主城也无法将自己的主城提升为2级主城，但他合并2个1级主城就自动有了2级主城，这就是合并城池权的强悍。不断的打下去，该有多么猛！成为天域最强的城池，甚至是一座城的人马能征服整个天域，这就是神灵的谋划吗？那他此番确实是从神灵手中虎口拔牙了。第138章点化职业书。不要忘了，楚天还有无限扩张权，别人拥有自己的主城了，还想打下其他主城，继而占领的话，还需要得到帝国的认可。但楚天随便打，天域任何一个主城都可以被他占领，2个权力加在一起，他有机会占领天域。尼玛，有点狠了。楚天这才知道他这次抢到的是什么。他查看了下新设施，2级兵营，效果1，投入1000枚金币，瞬间可生产出1名50级战士。效果2，消耗1000枚金币，可让1名战士提升到51级，52级时需要1100枚金币，53提升需要时间训练，等级越高10月难以提升。效果3，2级兵营产出的战士在本城池附近战斗时，所有属性提高 30%。 描述：1级城池没有兵营，所以兵营起初就为2级，乃是增强城池人口力量的重要设施。牛逼！瞬间就能生产一个50级战士，除了修罗这个 BT， 玩家们现在有50级的吗？投入金币就能有人，人数没有上限，还能继续升级，上限100级。虽然花的钱是有点多，但楚天现在缺钱吗？玩家们去时空秘境打工，白送了他1亿金币呢。2级剑塔，楚天又看了看，效果都差不多。兵营生产战士，剑塔生产弓箭手，法师楼生产法师，目前只有这3个。牧师这种回血的、偷袭的刺客等等还没有，但这3样兵种目前够了。空荡荡的城池，马上就能有一帮强兵。请问您的城池命名？系统催促：修罗城。楚天毫不犹豫。与此同时，城池的4个城门牌匾上原本都有天剑城3个字的印记，现在彻底成为历史。修罗城3个大字浮现，铁画银钩，霸气非凡。叮咚！世界公告：恭喜玩家修罗成功将1级主城晋升为了2级主城修罗城。凡是进入修罗城的玩家，获得的经验值提高 30%， 大家踊跃加入吧。命名之后，系统认定了，当即开启世界公告。这一下子，全世界人是真的懵了。fuck， 什么鬼？刚建成主城就变成2级主城了？我们所有人现在都是在1级主城吧？凭什么修罗城就2级了？经验值提高 30%， 我靠，福利太好了！我要进入修罗城，修罗大佬还缺大腿挂件吗？羡慕的不得了。不说其他的，单单是经验值提高 30%， 多么爽啊！可惜只能想想，楚天才不会让他们进来呢。目前他不准备接受玩家进入修罗城，一帮弱鸡还没他的小弟强。叮咚！世界公告：光明教廷对修罗城宣战，随时可能攻打修罗城，请各位想要帮助修罗城的玩家及时进入修罗城。没想到世界公告又来了，光明教廷宣战。叮咚！世界公告：亡灵族对修罗城宣战，随时可能攻打修罗城，请。世界公告：魔族对。还没停，总共3个超大型势力都盯上了修罗城，应该说是盯上了修罗。楚天也不在乎，欲戴皇冠，必承其重。怕了怕了，修罗城不能进。这3个势力，光明教廷猛得一塌糊涂。虽然总部远在大米国服务器内，但分布遍布在各大服务器，势力比龙国服务器的帝国还强。亡灵族、魔族也很猛啊，
那是和整个人类族群对着干的族群。修罗城只是一个主城啊，怎么跟这些势力刚？修罗完蛋了！世界频道上，玩家们纷纷嘲讽，一副痛踩落水狗的模样。切！楚天冷笑一声，这种人都是墙头草，杀了就完事。这时候，300龙骑6大分身归来，主人清理完毕，一个都没逃出去。所有来抢建成令的玩家全部被追杀殆尽，全部掉落等级，掉落装备。世界频道上一片怒骂声，都在愤怒楚天杀心十足。fuck， 我最好的装备都丢了。宙斯在复活空间中哀嚎，他不知道的是，他最好的装备楚天也看不上，直接分解了。怒火冲天的他又没本事报仇，只能无能狂怒。不对，光明教廷、亡灵族等等要攻打修罗城，那到时提前埋伏在那儿，看修罗被吊打的好戏。bug，修罗城突然消失了，凭空不见了。就在这时，世界频道又吵翻了。刷，偌大的修罗城凭空从无尽岛屿上消失。叮！恭喜，修罗城降临到了原属天剑城的位置，熟悉的位置，更强大的城池归来。一般的主城都不能移动，但合并的城池 A 和 B 诞生了新城池 C 可以瞬移到 A 和 B 原本的位置，哪怕是合并成千上万个也是一样的，简直是移动的巨大堡垒。不见了！光明圣使很懵逼，他的幻影被击杀，真身刚准备出动，却锁定不到修罗城的位置了。谁也没想到，修罗回到了大本营，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楚天不是怕了，而是无尽岛屿太偏僻，周围都是海，有啥好待的？叮！系统提示，请尽快分配经验值，经验值流逝中，83665万，83083万。楚天已经80级了，没8转前不能升级，再不用，经验值要流逝完了。巨人王，出来吧！楚天呼唤出巨人王，这个家伙一级就这么猛了，提升一下该有多强？巨人王的来历他还不太清楚，但知道他的大仇是光明教廷。既然有共同的敌人，还是自己的宠物，那就让他提升。叮！恭喜！巨人王等级+1+1+1，巨人王迅速提升。他唏嘘道：“我一旦提升，会变得越来越巨大，怕引起光明教廷的注意，一直没敢提升。也罢，既然认您为主，而且主人是如此天才，那我也不给主人丢脸了，不怕了。说不定跟着楚天真能报仇雪恨。就是可惜我这帮巨人麾下都死了，不然我聚集他们，还能拥有恐怖的实力。尼玛，你早说啊！”楚天正分解巨人尸体呢，已经分解了不少。当下赶紧停手，这些巨人是死了没错，但我能把他们变成亡灵。每个巨人都很猛啊，变成亡灵还是很强，但汉库林可无法迅速将这些巨人变成亡灵，毕竟他还没巨人强，等他慢慢的制作亡灵，巨人的尸体早就腐烂了。没事，亡灵法师不行，楚天还有亡灵法师职业书，分解了一些尸体，其实不亏。点化亡灵法师职业书需要30亿点化值，楚天之前只有20亿了，当然需要分解些尸体了。现在足够了。点化吗？第139章，新始祖亡灵君王的恐惧。自由带物品回现实任务，需要楚天学会第2主职业。其实亡灵法师还是不错的，但他想了想，看不上。又不是没其他职业书，哪怕去买一个最垃圾的职业书，他都能将其进化成隐藏职业啊。点化，他瞬间下定了决心。手中的亡灵法师职业卷轴立刻发光发亮，书页迅速翻转，一张张带有神奇能量的纸张自动的掉落，在空中组成了手臂、大腿。叮！恭喜，点化成功，亡灵新始祖诞生。轰！天空中风云变化，鬼哭狼嚎声响彻整个世界。这一刻，整个天域都在震动一般，许多族群的莫名感受到庞大的压力，仿佛天地认可一个强大的种族即将诞生了。在一些神秘地带，有最为古老的存在隐藏，他们突然惊醒。这种感觉，好像在我那个时代曾经听闻过。这是始祖级的人物将士，而且是族群已经成了顶级势力的始祖，这怎么可能？一个族群的始祖才刚刚诞生，这个族群就已经强大无比了。这种鬼哭狼嚎、万灵震战的感觉，是亡灵。亡灵族有新的始祖了。光明教廷内，当代教皇眉头深深的皱起。不对啊，据神灵的只言片语，亡灵始祖早就成神了，亡灵之神未陨落，新始祖为何会诞生？莫不是亡灵君王那小子有了巨大突破？这个想法让他这个大陆顶级高手也无比恐惧。不好，亡灵君王要是有了大突破，这世间又得掀起大战。亡灵族要是再多一个神灵的话，神界说不定也会发生大乱。这事情得通知光明神尊上查，看看亡灵君王在搞什么鬼。一瞬间，天域的强大族群，人族、骷髅族、精灵族、
矮人族，甚至是已经消失许久的龙族、血族等等，全都震惊得不得了，立刻侦查亡灵族。一个族内要是出现一个始祖级的人物，势必会影响现在的势力划分。那可是最古老的始祖啊！那些族群的始祖明明早死了，或者成神了。成神了的始祖留下的族群才有资格统治世间。现在莫名其妙多出了一个始祖，这重要性比起楚天翻起的浪花大了许多。所以这一刻，光明教廷、骷髅族、魔族这三个敌视楚天的势力，本来正派人向楚天寻仇，现在立刻以查勘亡灵族为第一要务。殊不知，此刻亡灵君王痛苦无比。他刚收到亡灵大军被楚天全灭的消息，正准备派出大军讨伐，突然的一股恐怖压力灌顶，将他从王座上压迫下来。可恶！这股压力是亡灵族有了权柄大于我的人，甚至只要实力足够，就能让亡灵族归心，弹劾我这个君王。不可能，这明明是始祖才有的权利。他傻眼了，始祖已经成神了，哪来的新始祖？但这股压力没有假，他甚至能感觉到，他面对这人的时候，一身实力可能无法全部发出，就仿佛面对父亲时一般，自己再强也会有压力。一瞬间，他又想到，这肯定会引起其他势力的误会，偏偏又解释不清。马德，多少年了，高高在上的君王很久没有这么狼狈的骂人了。通知外界，我要闭关，解释不清，只能躲了。他吓傻了，只要那个始祖前来，若是实力非常惊人的话，是可以夺走君王之位的，还不如闭门不见。始祖怎么可能不强大呢？不能完全闭关，不然会坐实了我们亡灵族出了新始祖的事实，又或者让人以为我们怕了。必须要给外界做样子，证明我们亡灵族不怕事。派出一个统领征伐修罗，另外速速查新始祖。两个任务下达，他慌张的去闭关了。亡灵统领带着一群人火速去征伐修罗，还得找到修罗城的位置以及新始祖的位置。修罗城中，楚天还不知道自己简单的点化一手引起了外界的惊天巨浪。他只看到修罗城中的亡灵天才，甚至是亡灵法师、汉库林，都在向着他点化出的黑影跪拜，宛如这黑影是他们内心必须尊敬的人。主人，黑影却恭敬向楚天叩首。这妖牛逼，还是自己的小弟吗？亡灵新始祖，品级白板，等级1，攻击1，防御1，气血1，技能制作亡灵。新生的始祖可以在1天内把任意尸体变成亡灵，神级以上除外。后续技能效果发生变化。始祖场域无需浩然，在他的场域内，所有亡灵他都可无限复活，神级以上除外。指定场域内亡灵全属性提高 30%， 或者降低 30%， 神级以上除外。目前场域2000里。描述1：亡灵族始祖。由于亡灵族已经有始祖，所以他只能成为新始祖。描述2：收服亡灵或者自己制作出亡灵，亡灵越多越强，他的品级等级会提高，能力会越来越强，到最后可以制裁亡灵君王，甚至代替老始祖。这属性真垃圾啊！才尼玛白板怪，气血啥的都是1，连刚登录游戏的玩家都不如。但不要忘了，这是始祖一般的人物，就像天域从前的族群始祖一般，始祖一开始也是很弱的，后来逐渐的变强，甚至让后代一出生就很强。但始祖对一个族群的压力太大了，尤其是亡灵族已经有了始祖，这个新始祖就可以摘桃子，直接拿老始祖的胜利果实。始祖场域一出生场域就有2000里，确实是始祖该有的逼格。修罗城正好纵横2000里，场域内亡灵无限复活。这楚天爽的不得了，城内可是有许多亡灵啊！而且始祖刚诞生的今天，除了神级以上的尸体都可以被变成亡灵，巨人们就可以成为亡灵了，而且还能无限复活。巨人王永久有高额属性了。第140章蛮荒巨人的宝库，交给你了。楚天拍拍亡灵新始祖的肩头。轰！无形的始祖场域发散下去，巨人们的尸体逐渐虚化，变成了诡异的亡灵，但是同样的巨大。巨人王看得兴奋无比，他们还变强了，不废话吗？场域内所有亡灵属性能提高 30%， 这可都是史诗怪啊！主人，巨人亡灵们拜倒，他们被强制认亡灵新始祖为主，楚天又是亡灵新始祖的主人，楚天的话才是最大的。楚天满意的点点头，看向巨人王。现在你能有几分实力？巨人王本身是1级的，但被楚天赋予了很多经验值后，变成了50级的，毕竟是圣级1阶的品级，升级不是那么的容易，但单体实力都有90级的史诗 BOSS 那么强，更不用说还有巨人们呢。虽然巨人们变少了，但巨人王本身也增强了呀。若是使用王者统御，将所有巨人再次合体，我能拥有和之前相差无几的实力。
太棒了！巨人王的攻击力可是有50万，楚天要不是利用强大技能，都比不过他。跟我讲讲你们的故事吧。楚天发话后，巨人王知无不言。原来，这世间被各大族群、帝国把控，强大的族群比帝国还强。比如人类就是强大的族群，虽然天赋没有许多强族好，但架不住人多，许多帝国都是人类的。亡灵族、魔族等等，也有他们的帝国。光明教廷是一股极为特殊的势力，什么族群的人都收。他们信仰着光明神，传说光明教廷内有着让人真正复活的能力，因此引得人们加入。世间之上还有神灵，亡灵之神、魔神、精灵女神等等，神灵才是至高的主宰。各大势力是神灵在世间的代言者，神灵们的摩擦导致了世间各大势力的争斗。传说神灵能够永生。巨人王突然神秘道。楚天闻言一惊，天域传说能让人永生，就是要成什么？但成神的秘诀还没人知道，而且神灵也是会被杀死的。比如大陆上曾经很强的一族邪族，他们的神灵邪神据说被几大神灵围攻致死，邪族立刻被各大势力追杀，一朝之间瓦解。说到这里，巨人王看了伊洛斯一眼，他看出来了，这是个邪灵法师。他继续讲述，蛮荒巨人乃是巨人族的一支，和泰坦巨神有关，但泰坦巨神好像出了事，光明教廷立刻鼓吹所有势力一起追杀巨人族，蛮荒巨人就这样被灭族了。我们蛮荒巨人在巨人族中并不强大，所以无法抵挡，只有当时身为王子的我带着一部分人逃离。谦虚了不是？你已经很强了。但楚天闻言心里还是严肃了片刻，看来天域的高手很多。天域毕竟是借助陨石开发的游戏，游戏公司都不知道详情，但现在楚天起码知道势力划分了。就这些消息卖出去都是大价钱，但他不会卖的。他知道的是，玩家们不知道，他就领先玩家们了。光明教廷活捉了许多巨人，却没有杀死，我怀疑是因为我们巨人族生命力强大，他们的复活能力甚至是神灵永生的秘密。他突然闭口，有些事只是猜测，不想误导楚天。幸好我们蛮荒巨人的宝库他们带不走，要是还在我这里，既然已经把宝压在你身上了，就都送给你吧。楚天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蛮荒巨人族的地图描述详细画出了蛮荒巨人族曾经的地址。蛮荒巨人族的宝库钥匙描述蛮荒巨人的宝库得到过泰坦巨神的加持，非常难以打开，只有手持宝库钥匙方可进入。钥匙跟楚天差不多大，不要拒绝，宝库内有许多圣级能源石，你有时空秘境，正好需要。巨人王笑道，抛给楚天一块石头。时空秘境据说和时空之神有关，不知道为什么会被你拿到，但一定会引起所有人的敌视。你本来就是惹了一身骚啊。是啊，一身骚。楚天莫名其妙的有了许多和神灵相关的东西。伊洛斯他怀疑和邪神有关，巨人王确定和泰坦巨神有关，时空秘境可能和时空之神有关，但看起来也不是很强啊，也就是能无限刷新怪物而已，但对于楚天来讲却是有着致命的吸引力。这些东西很可能带来麻烦，因为神灵之间也有争斗，反馈到人间，代表神灵的势力就会互相看着不爽。比如楚天拥有了巨人王座麾下，注定会和光明教廷结仇。管他呢，本来就有仇，楚天才不怕呢。等他变强，神灵也可斩之。他迅速进入时空秘境，将圣级能源石补充进去。叮！恭喜，能量补充完毕。目前您能够刷新1至40级的钻石怪，共计2亿。2亿怪物都是钻石级的，怪物品级越高，进化点会越高，但也受到了等级影响。但1至40级的钻石怪平均下来，一只也得有1000进化点左右了。只不过秘境太大，杀怪没那么快，至少有2000亿进化点。但1至40级的钻石怪实在太垃圾了，楚天甚至懒得自己动手。罗会长，我把兵营交给你了。楚天拿出了1亿金币，训练出战士，让分身和龙骑带着他们进入时空秘境杀怪，自己什么事情都不用干，躺着就能有进化点入账，非常的舒服。一枚圣级能源石就能有这么大作用，多一些呢？蛮荒巨人宝库他要了，但他离开修罗城，当然要防止其他势力打过来。巨人王，你守护南门。巨人王带队，一批巨人守护南门。亡灵新始祖坐镇北门，汉库林召唤了一批亡灵，还有许多斗战职业的天才亡灵。要是亡灵族打过来，看到这个新始祖，啧。龙骑镇守西门、东门、兵营、法师楼、箭塔，投入金币产生的士兵，还有七彩幻梦、王江江河流守护。6大修罗幻影坐镇中枢，希望有人攻打过来。楚天笑了，迅速的出发。哦，孟晚晴是阵师，
做了几个回城卷轴给他。修罗城传送阵通不了外面，但他能借助卷轴直接回来。他这次离开没有带多少人走，因为他现在太强了，压根不在乎，而且很快能更强。他的属性也能进化。他看了下经验值，气血这种根本性的东西进化消耗太大了，但有一个没那么大，或许很快能进化。血脉进化需要10万亿进化点，也就50枚圣级能源石吧。第141章木精灵拦路。狮星帝国乃兽人族的一个帝国，原本这里是蛮荒巨人的帝国。蛮荒巨人被灭族，巨人们被光明教廷生擒，偌大的帝国一朝之间化作乌有，地盘被兽人族占据，但蛮荒巨人的帝都旧址依旧保存完好。不时的有些玩家 NPC 会入内探险，谁都知道蛮荒巨人的宝库还没有被打开，说不定自己就成了那个幸运呢。而且当时那场大战死亡的高手很多，有不少高级装备遗落在此，许多人也能去那里捡到一些宝物。楚天出现在这里，孟晚晴在外游历，得到了镇尸的机缘，在这里留下了传送标记，才能将楚天传送过来，不然他即使飞过来的话，恐怕也需要10几天时间。哎，兄弟，你也是去蛮荒巨人帝都旧址的吗？楚天刚走2步就遇到了一些玩家。快别去了，据说兽人族找来了一个很厉害的镇尸，想要强行打开巨人的宝库，附近的亡灵族、骷髅族也要来分一笔，唯一的入口处还有精灵族在守着。那批精灵族可厉害了，万箭齐发，敢现在进入巨人帝都的全部被射杀成灰。有点意思，亡灵族、骷髅族自己都打过交道，亡灵族还要攻击修罗城呢，那肯定要找机会回敬他们一波。兽人族、精灵族他还没见过，趁此机会自然要见识下。至于精灵族的万箭齐发，他没有当回事，摇头笑道：多谢告知。咻！楚天迅速启动君经天翼，按金色翅膀张开，带他飞向目的地。他必须要尽快。兽人族已经有所行动了，虽然要是在他这儿，但鬼知道对面有没有什么神奇能力，直接打开宝库。哎，兄弟你咋不听呢？这是去找死啊！那个玩家百思不得其解。嘘，你傻呀！他的朋友却早就在一旁瑟瑟发抖，赶紧捂住他的嘴。那按金色翅膀，除了修罗大佬还能是谁？那可是位杀神啊！那是修罗大佬。几个玩家都惊了，修罗大佬来此，目的不言而喻啊！有好戏看了。一瞬间，修罗来抢宝库的消息如狂风一般传了出去，玩家们在世界频道奔走相告，有些玩家再告诉了 NPC， 全世界基本都要看好戏了。此刻，蛮荒巨人帝都旧址中，小日国第一高手神明跪舔着亡灵族的一位高手，尊敬的大人，修罗来了，来得好，让他有来无回。不过，他先有本事突破精灵族再说吧。亡灵族高手说着，又看向了狮星帝国狂狮城城主，道：你找来的人确定能打开宝库？吴天很强的。狂狮城城主很自信。吴天正是龙国日榜工会无法无天的副会长，却和这帮人混在了一起，原因无他，他叶无天要给叶家报仇，只能寄希望于 NPC 势力。他战斗力不行，但拥有神级天赋震算天意，如其名，他在阵法上很有天赋。他觉得他可以设计出一个阵法，强行传送到宝库内部，不需要钥匙。他要寻到好多宝藏，全送给 NPC， 做一只舔狗也在所不惜。只要能搞死楚天，可惜了，修罗应该会在精灵族的手上就死了，无法亲眼看到他死亡的场景。楚天飞了10分钟，到达了一处高山，眼前就是蛮荒巨人的帝都旧址。唯一的感觉就是大，比修罗城还要大一些，还要高上许多。要知道，修罗城的面积比现实的小日国还要大啊，也正常。蛮荒巨人动不动几千米、上万米，而且这是他们曾经聚集的帝都，肯定不止2级主城的层次，有这个规格不足为奇。但城门口也是东西南北4个，地图上显示只有南门能进入。楚天拿着巨人王送的地图，标记着帝都内的景象、宝库位置，但起码得先进去啊。灭族之战中，其他3个城门都被弄得崩塌了。楚天试了下，帝都还有残留的防御阵在，而且防御阵品级不低，它的穿梭效果无法穿过去，暂时也没那么多进化点将穿梭粉尘净化，看来只能硬闯了。南门外是一片古树林，巨木参天，乃巨人族曾经种下的，之中有一些神秘的身影穿梭着，利用火眼金睛能看到，这些身影男俊女美，都有长长的耳朵。木精灵女王莉莉亚，品级圣级1阶 BOSS， 等级100级，务工35763至36836，防御2300，气血108376，精灵女王血脉天赋加持，技能连击剑矢，瞬发10连击，剑心通明，
一切剑术，若有几率性，它可以直接触发最高，比如10%几率触发流泻效果的剑技，它100%触发，剑爆破，3秒内100%暴击。描述：木精灵族的女王，剑术天赋超凡，气血绵绵不绝，圣级强者，这才是圣级一阶该有的能力。至于巨人王一级就那么猛，靠的是聚集所有巨人的力量，类似于一种种族天赋吧。而木精灵女王的种族天赋就是剑术，强大的气血，基础攻击35000多，连击剑矢瞬发10下，就是1秒内35万伤害，剑爆破3秒内必定暴击，暴击伤害为2倍，那就是70万伤害，还有剑心通明等技能，非常强。明明是个弓箭手，比战士还要暴力。而弓箭手一般气血很低，容易被秒杀，但他血脉天赋加持，气血高达10万，就和他的人一样，乌黑柔顺的头发，白皙的皮肤，诱人的红唇，凹凸有致的曲线，给人精致高冷又魅惑天成的感觉，简直是完美。而且不止他一人，冲啊，抢宝藏，冲！附近有一个日榜公会玩家，聚集了几十万人马，想要冲进去。咻咻咻！森林之间不见任何的人影，但看见是凭空冒出，所有人瞬间都死亡了。日榜公会玩家已经是龙国顶尖水平了呀！想死的尽管来试一试，本女王的手下会让你们死不瞑目。精灵女王莉莉娅红唇轻启，还有些霸道女王范。森林之中，无数的玩家退了出来，除了得到兽人族、亡灵族等认可的玩家，其他人不能进入。若我偏偏要进呢？突然的一声清朗的声音响彻。第142章圣级宝物生命古树的枝条。若我偏偏要进呢？掷地有声，比精灵女王还要霸气，是修罗。修罗大佬，给咱出口气！大佬来了，看他们怎么狂！玩家们兴奋起来了，宛如他们自己就是修罗似的。你就是修罗？莉莉娅黛眉微皱，看向空中的楚天，心道果然霸道帅气。这片古森林乃是蛮荒巨人种下，拥有净空的效果。这点楚天已经感受到了，他无法飞进去，只能走进去。早就听说修罗强大，可敢入内一试？莉莉娅饶有兴致地看着楚天，她第一次见到天赋这么好的人类，甚至感觉比她精灵女王天赋还要好。要知道，人类种族的平均天赋向来比不过其他大族，但人类人多，总是会出一些绝代天骄。你若能击败我的手下，我放你入内。傲气的他想和楚天比较一下，虽然他得到的命令是绝不允许修罗入内，但他精灵女王真的要听兽人族的，有何不可？楚天大袖一甩，瞬间降落到古森林中。叮！系统提示：您进入了净空森林，不能够飞翔。不能飞翔，速度就没那么快了。别人不知道森林中有什么，但楚天用火眼金睛看得明明白白。森林中起码有1万个木精灵，都是史诗90级左右，都是能做1级主城城主的人。他们的属性和楚天差不多，毕竟楚天的属性得到了圣法斗战的一些加持，和本就天赋出众的木精灵比，没太出奇的地方，主要是手段多。修罗圣法斗战，等级80级，武功23873至24054，法功22083至22195，防御2038，气血25937，蓝量6028。楚天属性还是比他们强的，毕竟他是物法双攻击，对面的攻击只和他其中一个差不多。不过对面全部是弓箭手，世间弓箭手很多，但精灵族的射手天赋绝对是绝顶的，木精灵又是其中最强的之一。弓箭手攻速快，很难躲掉他们的攻击。这不已经有上万根箭矢从各个方向射击过来，遮天蔽日，密不透风，要是打在人身上，即使是楚天也可能吃不消。但楚天却突然的消失。闪烁，原来是闪烁，倒是个不错的技能，可惜闪烁也有冷却，下一次你怎么躲？莉莉娅摇摇头，她似乎也希望楚天能够战胜她的手下。咻咻咻，又是一批万箭齐发，每一根都足以将普通玩家秒杀。楚天淡淡的笑笑，他确实没有闪烁了，但他还有其他的技能。6大分身带着士兵们已经在时空秘境杀怪有一会儿了，他们把怪物尸体放到背包中，背包和楚天的通用，楚天迅速的分解出好多进化点。叮！恭喜您消耗了10万进化点，逍遥步进化成幻影步。恭喜您消耗了100万进化点，幻影步进化成侠客行。恭喜您消耗了1000万进化点，侠客行进化成魅影杀。这个绿色技能楚天后来没怎么用过，因为没用的必要，现在派上用场了，瞬间提升到红色技能。叮！恭喜您消耗了3点潜能点，魅影杀达到满级。魅影杀红 LV50， 效果消耗3000蓝量，
发出10万道幻影，真身自由切换到幻影处，而且每道幻影在消失前可以发出等于本体基础攻击力的一击，不可攻击同一目标。时间持续30分钟，冷却10分钟，且只要幻影发动攻击会直接消失。描述：真真假假，无人能明，藏身鬼魅，无形所命。咻咻咻！一瞬间，场上出现了10万个修罗。这些幻影我也能点化成分身，但好像比之前消耗还大。楚天嘟囔一声，立刻终止了思考。上万根箭矢已经落下，但这次他更轻松。10万幻影散发开去，他随意挑选了一个幻影切换，闪避了所有攻击。至于被攻击到的幻影，本就不是真实的状态，压根不会受到影响。有点本事，但你总是躲的话，可无法赢得胜利。莉莉娅来了精神，似乎被激怒了。她上万手下比不过一个修罗，这不就来了吗？10万个幻影同时开口，这可怕的场景让观战的玩家一愣一愣的。同时，1万个幻影出击。魅影杀不同于逍遥步，这10万幻影能存在30分钟，并且每一只幻影都能发出一次楚天的基础攻击，也就是2万多的伤害。虽然不能叠加，而且攻击后就会消失。楚天早就用火眼金睛洞察了木精灵们的位置，都藏在树木之中。这是木精灵的天赋，藏身于树木偷袭。老鹰比，砰砰砰，上万棵树木直接被击碎。但没想到的是，树木内竟然没有木精灵，而且楚天能够看到这群木精灵又转移到了其他的树木中，都是瞬间移动的。他们就像暗夜中的杀手，可以给别人致命一击，别人却碰不到他们。啪啪啪，鼓掌声响起。莉莉娅喝彩道：“果然强大！要不是我有生命古树的枝条，你刚才这一招就能让本王手下死伤惨重。”他洁白的手上出现一颗生机勃勃的枝条，生命古树的枝条，圣级宝物。效果1：复活树木。效果2：笼罩1000万米区域，其内的木精灵借助生命古树枝条的力量，可以瞬间在树木内移动、隐藏，不消耗蓝量，没有冷却限制。果然，楚天眉头微皱，他之所以一直没出手攻击，就是用火眼金睛查看木精灵弱点时，提示唯一的办法就是破坏生命古树的枝条。也就是说，火眼金睛认为他攻击再强，不破坏枝条也拿木精灵没办法。确实如此，生命古树的枝条能让木精灵在1000万米内的树木中瞬间移动，而且无冷却、无消耗，可以瞬移到1000万米之外的一棵树，然后再瞬移回来。楚天还没能打到1000万米外的攻击手段，就算把眼前的树都破坏了，枝条还能复活树木。不是楚天不够强，而是他的能力被针对了。天域就是这样，神奇的手段很多，哪怕你等级999，遇到个1级有诡异能力的，可能也丝毫没辙。而且枝条弱吗？这可是生命古树的枝条，圣级宝物啊，也就是楚天了。换成其他玩家早就死翘翘了。这时候楚天双眼突然一亮，貌似办法来了。第143章，我叫狂人，非常嚣张。办法并不是想到的，而是自己来的。哈哈，笑死我了！讥讽的大笑传来，一个玩家走了出来，乃是泡菜国第一玩家狂人。他傍上了骷髅族的大腿，得以能够入内寻宝库，但他没有进去。他被修罗秒杀过，他嫌丢人，想找回场子。木精灵帮他找回来了，不亚于他亲自找回场子。因为我当修罗真无敌，原来一批精灵射手就把你搞没辙了。你怕射手啊？老子我马上就能有隐藏职业精灵射手。他放声大笑，还把职业卷轴拿了出来，他要让在场的玩家都看着修罗是怎么丢脸的。他觉得楚天没辙了，所以这么嚣张也无所谓。但他没有注意到，楚天的双眼陡然一亮，精灵射手职业卷轴，他正好可以拥有第2种职业啊！而且圣法斗战已经包容了法师、战士，普通人想要的亡灵法师职业，他都直接放弃了，不就是嫌亡灵法师不够猛吗？但精灵射手绝对是射手中很猛的一种。莉莉娅女王，多谢您送的卷轴。狂人很是开心，他本来不想做精灵射手，觉得射手的能力并不强，所以要到卷轴后也没立刻转职业，但他现在对射手的印象大有改观。精灵射手让修罗都没辙了，那岂不是意味着他也能击败楚天？他现在特别想做精灵射手，而且要当着楚天的面转变成精灵射手。莉莉娅烦躁的点头，要不是木精灵现在混得很惨，才不会因为骷髅族的威胁把宝贵的精灵射手职业卷轴送给这么无知狂妄的家伙，还不如送给修罗呢。修罗长得帅，能力强，还很有高手的风骨。对了，修罗呢？咻咻咻！天地间突然到处都是爆破声，那是10万修罗幻影急速飞行，拉出了音爆声。幻影们的方向正是狂人。木精灵打不死，但狂人啥玩意？不好，
你快滚蛋！莉莉娅一脚把狂人踹飞，焦急道：“修罗的目标是职业卷轴。”他都快气死了。狂人这个沙雕，为了嘲讽修罗，竟然敢在修罗面前拿出职业卷轴。哈哈，急什么？狂人被踹了一脚，不怒反喜。精灵女王的香脚能揣在我身上，真是我的荣幸啊！不过我也很快就是精灵射手了，以我的天赋，到时候一定会是最强的精灵射手。精灵女王，你也得做我的，嘿嘿。猥琐的目光贪婪地看着莉莉娅，不言而喻。精灵女王可是个大美人啊，她已经膨胀了，觉得自己成为精灵射手后必定全踢修罗，成为全世界第一玩家，而后抢占所有资源，像修罗一样脚踹 NPC。刷！但她也不是傻子，直接把卷轴收到了背包中，怒吼道：“修罗，你来啊！我收到背包的东西，你怎么抢？就算击杀我，就一定能爆出来卷轴。”这是他的依仗。他背包中的东西上万个，即使他死亡了，必定要爆出一件东西的话，那平均几率也就1/1000，而且越好的东西，击杀后被爆出的几率越低。楚天想爆出职业卷轴，几率接近30000分之1，可以理解为零几率吧。杀比！莉莉娅都忍不住骂人了，但还是挡在了狂人面前，和幻影对拼一击。砰！爆炸升起，却无丝毫伤害产生。幻影可不会被击碎，但也无法伤到莉莉娅，所以直接穿透了她，一拳打在狂人身上。20847，毫无意外，狂人挂了，但他还是很嚣张，好牛逼哦！但有什么用呢？你能爆出卷轴吗？等我成为精灵射手，提升好后，一定碾压你。他的尸体倒下了，但狠话传了出来，这是他的技能流音术，是故意说给楚天听的。都被秒杀了，还这么嚣张，好气啊！明明被修罗大佬秒了，还这么自以为是。我如果是修罗大佬，我得气死，应该爆不出来，哎，难受啊！连玩家们都看不下去他的嚣张了。砰！爆炸声传来，从狂人的尸体上蹦上来3个物品，正是爆出的东西：红药、蓝药，一个戒指。所有人凝望了一会儿后，都很是失望。真不是，气人！玩家们都在惋惜，狂人太狂了，让他们很不爽。修罗大佬再强，但又不会影响到他们这种很普通的玩家。他们都希望修罗能爆出卷轴。哈哈，不是吧？肯定不是吧？哈哈，笑死我了！狂人的话依旧在传彻，流音术能维持半个小时呢，即使他死了也能继续放话。此刻，狂人到了复活空间，检查了一下背包，发现卷轴还在，当下松了口气。再想想自己留下的流音术，感觉自己真聪明，打了修罗的脸。这个逼装出去了，全世界人就会说修罗比不过狂人，甚至龙国第一玩家比不过泡菜国第一玩家。从前游戏业泡菜国才是老大，修罗啥玩意？嘿嘿，我好牛逼啊！狂人打开了世界频道，果然在场的玩家已经把消息传出去了，引起了全世界的惊涛骇浪。狂人太猛了，竟然打了修罗的脸！就算他打不过修罗，但打脸了呀！这是我们泡菜国的人，你们懂吧？懂。龙国除了一个修罗，其他人都不行，现在连修罗都不行了。八嘎，我们小日国也要打修罗的脸！第一枚建成令，全世界玩家争抢，却被修罗单枪匹马拿走了，所以这些人有机会嘲讽修罗了，肯定不能放过。而在场的玩家们神情意味难明，有难受的，有喜悦的，但都在想着，修罗真就这样要被打脸了吗？切！此刻楚天的笑容愈加的玩味起来。第144章精灵射手聚钱盆。楚天没指望过一次性就爆出职业卷轴，他在等进化点。他身上整整有2个东西能解决这情况。随机幸运宝石效果，进化所需2亿进化点。进化后效果，在原有效果上添加一个效果，每天1次机会制定1次幸运事件及100%几率触发，几率为0的情况下不能变成100%。每天才1次已经很牛逼了，比如0.00000%几率锻造出神器都能变成100%，只要不是0%就行。但楚天选择第2个，反正宝石后面也能进化，因为好久没人在我面前敢这么装逼了。楚天眸光冷厉，不知道修罗2个字怎么写吗？时空秘境中不断有尸体输送到背包中，他迅速的分解中。叮！恭喜您消耗了100万进化点，复活术进化为大复活术，效果每天能给自身复活3次。楚天之前没进化，因为真没必要。叮！恭喜您消耗了1000万进化点，大复活术进化为指定复活术，效果指定一个目标复活100次，不再局限于自己了，可以选人。叮！恭喜
您消耗了5点潜能点，指定复活数达到满级。为了确保爆出卷轴，楚天将技能升到满级，能复活1000次。3秒时间过去了，没有奇迹发生。看来修罗真要被打脸了。修罗废了吗？玩家们还在数秒，毕竟修罗太牛逼了，谁都不敢说真能打他脸。但现在3秒都过去了，还是没有奇迹发生，修罗应该真的黔驴技穷了。准备享受死亡吧！突然的，楚天讥讽的笑声响彻当场。众人抬头看去，只见楚天大袖一挥，一片光芒笼罩了狂人的尸体。复活术！莉莉娅大惊失色，好似看到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真爽！狂人在复活空间中等了几秒后，确定修罗拿他没办法了，彻底放下了戒备。走了，出去找营销号运作一番，把我好好吹一吹。他要花费金币直接复活，虽然还会掉3级，但起码不要等半个小时。他要出去享受世人的吹捧，迫不及待了。叮！恭喜，您受到了修罗的指定复活术，高于系统的个人复活术，您被修罗复活。什么意思？我怎么没听明白？唰！狂人出现在现场，他还在发愣呢，迎面突然有一个修罗幻影冲过来，一拳将他击杀了。你会感受到生不如死的感觉。他又到了复活空间，死！咋回事？我他妈的！他还没怎么反应过来，就只看到自己又掉了3级。叮！恭喜，您受到了修罗的指定复活术。砰！刚出来又没了，又掉了3级。快！实在是太快了，快到让狂人反应不过来。他脑子还在死机的状态，就已经又掉了6级了。不对，被杀了3次，一共是掉了9级。fuck！ 他在复活空间狂叫，瞬间又被拉出去。这一次，他使用了技能留影术，能迅速捕捉周围画面，死后还能查看，跟截图一样的。他再次死亡后，终于看明白了周围那熟悉的景象，熟悉的修罗幻影。再回想下，之前播报太快，乃至于都听不清的提示声。尼玛，修罗！叮！系统提示：您被修罗击杀，掉3级。恭喜，您被修罗复活。系统提示：您被修罗击杀。他终于体会到什么叫做生不如死了。10万修罗幻影排着队，只要狂人一复活就被瞬间秒杀，因为距离非常接近，所以狂人都来不及使用技能反抗，虽然反抗也没用。修罗！狂人还想再放狠话，却根本来不及说话，又挂了。而场上玩家们看到了全过程，又死了，第8次了吧？谁还敢说修罗大佬不够强？这尼玛把泡菜国第1高手当老鼠虐啊！太可怕了，绝对不能招惹修罗大佬。也不知道那家伙掉了多少级了。消息迅速传播出去，刚才热火朝天嘲讽修罗的世界频道，此刻寂静无声。全世界看笑话的人都仿佛被什么恐怖存在卡住了喉咙般，心里有股深深的恐惧，让他们一个字都吐不出来，浑身都在颤抖，血液都要凝固。以后看到修罗绝对不要招惹，这不但是个猛人，还是个狠人。楚天可没管这些，他在查看东西。咦，竟然是星耀器！不错，不愧是泡菜国第1高手，竟然还有星耀器呢，可还是很垃圾啊。那就分解吧。我的装备，我的盘龙枪！狂人都快哭了，他最强的装备就是星耀器盘龙枪，已经被抢走了。修罗，我错了，你放过我吧。大哥，爹，我叫你爹行不行？不要再打了。再次复活时，他大声求饶。他怕了，他背包中还有一件好东西，是他没有很好的神级天赋，却也能成为泡菜国第1高手的资本。那件东西，精灵射手的职业卷轴还要好，他怕被修罗爆出来。叮！恭喜您击杀了狂人，获得了他的精灵射手职业卷轴，金币 X200，钻石器火焰大刀 X1。奈斯，成为精灵射手，楚天就有信心和木精灵战斗。同样是射手，他自信绝对不弱于任何人。不得不说，这家伙还挺有钱的，每次死亡差不多都有200金币，现在都贡献给自己2万多金币了。2万金币，很少有玩家有啊。楚天抬头看了眼狂人，想看看这家伙有多难受。其实他不准备再杀狂人了，他又不是心理变态，才懒得一直击杀这傻缺呢，只不过为了职业卷轴罢了。这家伙怎么一点难受的表情都没有，甚至有点庆幸的感觉。幸好被他爆出职业卷轴了，应该不会再杀我了，我能保护住。狂人确实是松了一口气，倒下前的那一刻，神情还带着侥幸。叮！恭喜您触发了幸运事件，击杀了狂人，额外获得了他的一件物品聚钱盆。而楚天这时候突然收到了意外之喜。砰！狂人的尸体彻底倒下，最后一刻的神情极其精彩。第145章躺着赚金币。聚钱盆
钻石器，等级1，效果每秒钟产生115枚铜币。描述：有了它，再也不是穷逼了。我去，楚天没想到这玩意儿这么厉害，别看品级、等级都不高，但效果非常棒。每秒产生115枚铜币，不需要做任何事，直接有钱。哪怕是下线了，聚钱盆依旧会积攒钱财。算了下，一天24小时能到手1000枚金币左右。难怪狂人挺有钱的，这么好的东西被爆出来了，岂不是要气死？此刻复活空间中，叮！系统提示：您被玩家修罗杀到1级，强制回到新手村中，并且您没有了钱财，无法直接复活，需等候半小时复活时间。狂人闻言心都凉了，从40级被杀到1级，而且所有东西被爆出来了，他都没金币直接复活，不但要辛辛苦苦的继续升级，还要再晚30分钟呢。他本就没有超级强的神级天赋啊。之所以成为泡菜国第1高手，就是因为聚钱盆，他积攒了钱财，买来好装备，还用钱舔 NPC 才能够迅速的升级，但现在都是梦幻泡影了，所有东西都被修罗抢了。妈妈，爸爸，他哭爹喊娘。而楚天爽的不得了，聚钱盆只能积攒铜币，然后用铜币兑换金币，因为它只是钻石器，但它能够进化装备啊。叮！恭喜您消耗了1000万进化点，聚钱盆进化成了巨银盆。恭喜您消耗了1亿进化点，巨银盆进化成了巨金盆，变成传奇器了。巨金盆传奇器，等级1，效果每秒钟产生115枚金币。描述：有了它，成为天域第1富豪，指日可待。每秒115枚金币。有些玩家杀怪一整天都没有这个收获，而楚天什么都不用干，每秒就这么多了，比什么银行、股票理财什么的舒服多了，没有任何付出，不会有任何的亏本风险，躺着就拿钱。一天将近1000万枚金币，这1000万枚金币要是卖给一些富豪，他们愿意用现实货币买金币，能卖出几千万软妹币呢。恐怖！楚天非常的爽，虽然他不缺钱，但金币也是有用的呀。2级兵营，1000金币产生一个50级士兵，他一天就能产生1万个50级士兵，而且继续投入金币，士兵等级还能提高，不断积累下去，他会拥有许多超级士兵。还有些东西他没有基础的东西来进化，但可以拿钱买啊。聚钱盆放入背包就能自动有钱了。叮！您的金币加115，您的金币加115，每秒都有提示，虽然爽，但也有点烦。这就是有钱人的烦恼吗？楚天索性关闭了这个提示声。聚钱盆其实还能进化，他也有足够的进化点，但他还需要进化别的东西。他拿出了精灵射手职业卷轴，直接揉碎，一道生命气息涌入体内。叮！恭喜您具备了隐藏职业精灵射手。奈斯，就连他的第2主职业都是隐藏职业精灵射手。效果1：剑技命中率正 30%， 剑技攻速 X 300%， 自身回血正 50%。效果2：能利用您的一切攻击，剑的基础攻击为所有基础攻击相加。效果3：可以将一种魔法融入到您的装备中。描述：生命与自然的恩赐，让精灵射手拥有魔法的亲和力。作为和大自然密切相关的精灵，乃是丛林生活的佼佼者，还精通剑术、物理攻击、双攻击都能利用。技能命中加 30%， 攻速3倍，还有自身回血加1半，都非常好。但更好的是效果2，作为精灵，天生拥有魔法亲和力，又精通剑术，所以物法都能用。一般来说，普通的弓箭手用的都是物理攻击，而且弓箭手追求攻速，所以不会分配太多属性给攻击力，但精灵射手本身攻速加成3倍，属性点可以全部提升攻击了。而且精灵射手本就可以将一种魔法技能附带在装备中，比普通弓箭手猛多了。对于楚天来说，更是猛得一塌糊涂。他是物法双属性啊，一般物理攻击、法术攻击只能用一种，但现在能在同一个武器中同时使用双属性。叮！您的基础物攻为23873至24054，基础法攻为22083至22195，所以剑术的基础攻击为45956至46249。没错，楚天用弓箭时，哪怕只是普攻，都有4万多伤害。真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他本来只是想成为射手，找到击杀木精灵的办法，但精灵射手显然成了他很强的手段。你成为精灵射手了？莉莉娅震惊不已，她没想到楚天这么快就学会了职业卷轴，这证明楚天很适合精灵射手。切，我们再来过，要是再不早点投降，你们会后悔的。楚天一声冷笑，直接隐身。咻咻咻！修罗幻影继续牵制众多木精灵，他隐身于天空中，拿出了一把弓箭，
这把弓箭叫做点苍山，技能效果是命中率加 30%， 加上精灵射手自身的命中达到了 60%。楚天要的是 100% 命中，那么木精灵就算瞬移也有机会被秒杀掉。他能看到装备进化后的属性啊，这把弓箭进化后就能有 100% 命中。叮！恭喜您消耗了1亿进化点，星耀气点苍山进化成传奇器追踪弓。恭喜您消耗了10亿进化点，传奇器追踪弓进化成史诗器追日弓。所幸进化成史诗器了。追日弓，史诗器，等级10，附带效果正 70% 命中率，附带技能追云逐日，消耗蓝量5000，下一次发出的箭术攻击可以追踪敌人到100万米范围内，持续时间无限，冷却时间30分钟。描述：一剑之下，无处逃离。结束了吗？叮！恭喜，作为精灵射手，您可以改变弓箭外形，使装备适合您的使用习惯，还可以添加一个魔法技能，和您的弓箭装备技能融合。融合什么魔法技能呢？第146章火神重狙，枪枪毙命。老实说，追云逐日挺猛的，能追踪敌人到100万米，但时间太短了，持续时间无限，指的是使用这个技能后，可以在任何时间使下一剑追踪敌人100万米，但攻击了之后就会冷却30分钟，杀死一个就要等半小时冷却。但作为精灵射手，可以用一个魔法技能融入弓箭装备，楚天毫不犹豫融入了。叮！恭喜您投入火焰天降，进入追日弓，火焰天降和追云逐日融合，请您为新技能命名。叮！恭喜您改变了追日弓的外观，请为装备重新命名。楚天不习惯弓箭，索性将弓箭改成了狙击枪的模样。他看了下新技能，很是满意。叮！恭喜新技能命名为火神逐日，您消耗了6点超能点，火神逐日达到满级。恭喜新装备命名为火神重狙。蹭！平静的天空中，一道银色的闪光忽然出现，上面有着火焰纹路，形成了东方神龙的标志。森寒的枪管正是龙头所在，这是楚天自己改的。他从隐身中走出，手持银色狙击枪。这是什么？莉莉娅看到楚天的新装备，猛然一惊，有不好的预感升起。狙击枪？尼玛，真的假的？这游戏有狙击枪？卧槽，修罗是把现实兵器带到游戏中了吗？玩家们倒是认出来了，他们更加的惊讶，大家都用的刀、剑之类的，你突然用上了狙击枪。要知道，现实中的武器单从使用方便度来讲，比刀剑啥的好多了，差的只是属性之类的。修罗的狙击枪会差吗？我说过，你会后悔的。楚天嘴角轻笑，突然抬枪。火神重狙，史诗器，等级10，附带效果正 70% 命中率，附带技能火神逐日，消耗蓝量5000，发射出100万朵火焰喷射攻击，在1000万米范围内追踪敌人，每个火焰附带灼烧印记，灼烧印记每叠加一层，火焰攻击力正 3%， 持续时间无限，冷却时间30分钟，不可攻击同一目标。描述：修罗进化出的装备简直是划时代的改革，追踪范围提高10倍。原本追云逐日一次追踪攻击只有1发，但现在一次100万发，而且攻击力逐渐提高。火焰天降倒是可以有100万发攻击，但不能锁定敌人。现在2个技能融合为火神逐日，100万发都能锁定敌人，只是不能锁定到同一个罢了。砰！一道爆炸升起，一条长长的火龙流光从重狙中射击出去。不好，快逃！莉莉娅的神情在这一刻极其不安。作为木精灵女王，她感受到了这一枪的不凡。咻咻咻！木精灵们一个个逃走，有些借助树木瞬移到了1000万米之外。可惜，轰！火龙流光咆哮，比现实的子弹可怕多了，咬死了这个木精灵追击，一同瞬闪到了1000万米之外。火龙将这个木精灵一口吞噬，直接消失了。43767，秒杀！不可能，怎么可能有剑技能追踪到1000万米之外？莉莉娅怀疑人生了，这么恐怖的剑技，她这个木精灵女王都没有。而修罗才成为精灵射手多久啊？砰砰砰的声音连续响起，根本没有丝毫的停歇时间，空中到处都是火龙流光，仿佛烟火一般绚烂，一个个木精灵被秒杀。也有木精灵攻击楚天，但楚天翅膀飞舞，闪烁用出，根本不会被摸到。情势瞬间翻转，44635， 45083，火神重狙的威力还在增强，只要这一招没有打完，持续时间就是无限。本来一发要5000蓝量，但现在100万发也只要5000蓝量。楚天的基础攻速原本差不多是1秒1发，他并没有提升过攻速，
但身为木精灵射手，直接提升3倍，来到了1秒3发。他还有个攻速装备呢。叮！恭喜您使用了苍穹手，攻速 X 100倍，1秒300发，1秒秒杀300个木精灵。这狙击枪真猛啊！观战的玩家们羡慕的不得了。尼玛，你跟我说这是狙击枪？1秒300发的狙击枪，这比冲锋枪还快吧？但他们很不理解。很正常，狙击枪一般来说攻速都非常慢，几秒有个1发不错了，而且不能连续射击，防止枪管热化爆炸。但楚天的狙击枪打破了常识，biu biu biu的比冲锋枪还快，偏偏还有狙击枪的精准。这时候楚天突然回头看了玩家们一眼，他记得之前有些玩家可是嘲笑过自己，这一下回看把玩家们吓得不轻。只见楚天如神灵般站立于天空中，一人一枪杀得木精灵毫无办法，每1秒都有300个火龙流光出现，他身周是几千条盘旋的火龙，威武霸气，一个眼神把他们吓傻了。不好，我以为修罗不行了，之前嘲笑过他。有的玩家立刻逃跑，修罗幻影却已经追击而去，尽数将他们斩杀。至于没嘲笑楚天的玩家，楚天也懒得管了，他们也没勇气继续留在这里，这里只有战场了。熊熊熊，一条条火龙出击，木精灵一个个死去。终于，扑通，一直没出手的木精灵女王颓丧的跌倒下来，精致的脸庞有着悔恨。我拜托你放过我们木精灵一族吧，我来阻止你是有原因的。他知道没法抵挡楚天，即使他出手也是无济于事，很后悔不该听那些人的，但他当时真没办法呀。如果你愿意放过我们，我愿意做你的女仆。他羞涩的开口，脸颊有些红，但很大胆。修罗这么强，又年轻又帅，前途不可限量。跟着修罗，说不定能完成自己的愿望。可惜，楚天压根不理会他。可笑，当他楚天是什么人？真是个意志坚定的男人。莉莉娅咬咬牙，有点受挫感，急道：“生命古树的枝条，乃圣级宝物，我可以送给你。”第147章，成为尊级药师，3物品融合。圣级宝物，楚天心动了，但他也不是好说话的，当即冷声道：“你说你拦截我是有原因的，说说吧，速度最好快点，不然你的手下会死绝。”他一边开口，一边还在射击。不管木精灵有什么苦衷，那也是和他作对了，就要承受死亡的代价，有苦衷关他什么事？木精灵一个个死亡，莉莉娅不敢拖延，快速解释：原来精灵族是个大种族，内部关系复杂，木精灵在和火精灵的一场战斗中，人员伤亡惨重，竟然被兽人族趁机偷袭，全族被抓了回来。为了保护手下，不断掘木精灵的传承，莉莉娅只能假装投降，但她实际上一直在找机会逃出去。现在机会来了，听闻人族有天骄楚天，拳打骷髅族，脚踢亡灵族，还击碎了光明圣使的幻影，这实在是太牛逼了，所以他主动请缨来这里拦截楚天，实际上是想测试下您的能力，和你合作对抗兽人族。但现在我才明白，我根本没有和您合作的资格。莉莉娅红唇轻咬，头颅底下举起生命古树的枝条，为了求得您的原谅，我愿意献上生命古树的枝条。楚天点点头，莉莉娅确实从没下死手，不对，她都没出过手，一直是手下在攻击。看在你态度诚恳的份上，我接受了。楚天拿起生命古树的枝条，内心喜悦，仅仅是枝条就已经是圣物，要是完整的生命古树，那该是何等的风采啊！而且楚天可以净化枝条，说不定能用枝条净化出生命古树。就是这枝条只对木精灵有用啊，对他有什么用？扑通！这时候莉莉娅却是突然跪倒，娇声道：“莉莉娅愿带领全体木精灵成为您的仆人。”扑通！丛林里的木精灵也全部走了出来，恭敬跪拜楚天，手上拿着主仆契约。全体木精灵愿成为您的仆人，全体木精灵愿成为您的仆人。他们的脸上仍旧带着余悸，楚天一人就让他们所有人没辙了，差距太大了。莉莉娅女王都说了，他们没有资格和楚天合作，只能成为附庸。要是这幅场景面对的是其他玩家，得把他们激动死。木精灵男俊女美，尤其是莉莉娅女王，魅惑和清纯并存，有些男性玩家肯定会起坏心思。但楚天却不然，他皱眉道：“成为兽人族的奴仆，你们不愿，为何愿意成为我的奴仆？大人，您不一样，您是势必会成为大人物的，值得我们依靠。而且兽人族他们太过分了，他们竟然想把女王大人……”木精灵们个个愤怒神情，莉莉娅也是愤懑不堪。再过几天，她就要被献给兽人族的高手了。想想兽人族顶着狗头、猪头啥的，还想要占有她，她就非常的恶心。
最起码也得是修罗这样的不是？修罗又强又帅。楚天明白了，这兽人族还喜欢这种调调。好吧，楚天想了想，兽人族阻拦他前去宝库，是注定和他为敌的，那收下木精灵也没啥影响，只会有好处。叮！恭喜，您和莉莉亚女王签订了主仆契约，莉莉亚成为您的仆人，终生不可背叛。恭喜您和一帮木精灵都是剑术高手，对自己还是有帮助的。楚天将火神重狙收起，因为攻击停止了，所以下一次攻击得到30分钟后，这玩意太猛了，限制大点也正常，都能攻击到1000万米了。但其实不夸张，是能追踪到1000万米，比如在1万米内看到敌人，敌人逃了，但依旧会被攻击追到，但直接打到1000万米，看不到敌人怎么打。2. 天域很大，拿蓝星来说，万物灵长为人类，其他生物不太多，直径就很长了。而天域诸多种族并存，人类也不过其中一种，而且很多高手活得很久，虽然生物很强大，但没蓝星那种高楼大厦一下住几千人也不需要，因为土地面积够大，毕竟是宇宙中的东西。楚天也看过一些小说，男主后期时一步就跨越 N 个星域，那比蓝星都大了不知道多少倍。楚天现在还没这个能力，但他相信随着能力反馈到现实，他很快也能做到这一步，比那些小说男主还要快。主人，莉莉亚又开口了，恳求道，能不能请求您使用您那神奇的复活能力，将死去的木精灵复活？不好办啊，指定复活术能复活任何一个目标多次，但不能同时复活多个目标，除非等技能冷却了慢慢来，那时候木精灵的尸体都快腐化了吧？除非再进化复活术，那又要很多进化点，价值不大。倒是有办法。楚天掏出了一个药方，乃是双属性融合药方，是炼药师公会祖传的，罗会长还送过这种药剂给楚天呢。这玩意儿写了好几份，都能进化。进化方向多种。进化方向1，双物品融合药方。进化方向2，三属性融合药方。进化方向3，双技能融合药剂。可以看到，由双属性变成三属性需要进化一次，但由双属性变成其他的双融合也需要进化一次。也是时候成为尊级药师了。楚天并不是单纯帮助莉莉亚，他成为尊级药师就能炼制圣药，可以给妹妹治病了。罗会长收集了一些草药，放入了楚天背包，不过还要进化。叮！恭喜，您消耗了1亿进化点，双属性融合药方进化为双物品融合药方。叮！恭喜，您消耗了10亿进化点，双物品融合药方进化为3物品融合药方。消耗巨大，楚天势在必得，不但要成为尊级药师，还要融合出一个牛逼的东西，融合生命古树的枝条，还有复活术。为什么是3物品？因为莉莉亚很担忧，生命古树乃得到天地认可的宝物，其威能过于巨大，天地间只允许存在一棵。您若是想再创一个生命古树，新的生命古树会被天地劈杀致死，是吗？那就创造一个比生命古树还牛逼的。第148章，生灵树幼苗，可自创一族。生命古树的枝条已经没了活力，楚天想着融合复活术能不能将生命古树的枝条复活，甚至成为新的生命古树。但显然天地只允许存在一棵生命古树，那不好意思，只能弄个比生命古树强的了。既然有了枝条，怎么能没树呢？楚天走向大森林，随手拔了一棵古树。净空古树效果，周围1×1米范围内禁止飞行，对神级高手无用，古树越多，净空范围可以叠加。描述，前方不通，禁止飞车。不谈其他的，有这玩意儿在，遇到飞行单位会很爽啊。当然了，要先炼制药剂。背包内有一堆草药，是炼制双属性融合药剂，它们也有多种进化方向，有一条方向就是进化出能炼制3物品融合药剂的草药。叮！恭喜，您消耗了1亿进化点，火绒花进化成火炼花。恭喜，您消耗了10亿，消耗了上百亿进化点，不要觉得多，都变成了尊级药草啊。尊级药草在市面上一经难求，有钱都买不到。楚天迅速的炼制有着尊级炼药术，圣气药王顶在10分钟不到就炼制好了，总共出炉了30瓶3物品融合药剂，能融合一大堆呢。期间还有异象发生，引得木精灵连连惊叹。3物品融合药剂效果，将3种物品融合为一体。描述，奇怪的异变会悄悄的发生。就这么一瓶尊级药剂，估计能卖10亿金币，30颗就是300亿金币。不过楚天不会卖的，他不缺钱。他竟然还是尊级药师。莉莉亚看向楚天的目光越来越崇拜，他向族内的精灵药师打听了下，才知道那是尊级药师该有的意向。要是自己的母亲上一代木精灵女王还在，估计也会放下固有的想法，劝自己嫁给这种天才的吧。呸，好羞人！
楚天可懒得管他的想法，他将一瓶药剂均匀再洒在了3样物品上。顷刻间，异变发生，轰！药剂就仿佛燃料一样，点燃了3样物品的共同点，熊熊大火升起，生命古树的枝条在其中弯曲，净空古树迅速的枯萎缩小，就连复活术这个本来已经被学会了，没有了形体的东西，都变成了一道光，从楚天体内透发而出，投射进入熊熊大火中，宛如在接受煅烧。5秒后，3样物品全部消失不见，一颗绿油油的、充满生机的幼苗凭空出现。轰轰轰！天上突然出现了雷电，还有一棵超级巨大的古树虚影。这古树占据了整个天空，看不到有多高远，巨大就像星空一般浩瀚。生命古树！莉莉娅突然尖叫，急道：“那是生命古树的虚影，不允许有新的生命古树诞生，不然会引起精灵族甚至世间的大乱。”噼里啪啦，恐怖雷电酝酿，宛如天地雷劫，要将新生的幼苗劈杀。这可怕的场景让蛮荒巨人帝都旧址中的人马也注意到了，一批兽人恐慌地跪倒在地上，祈求上天不要惩罚世间。那是什么？就连遥远的狮星帝国、星芒帝国等等，都看到了巨大的生命古树虚影。这古树似乎在拜什么？他们惊叹，这古树已经很厉害了，但还在拜一个东西，是什么东西这么强大？只有现场的人才能知道了。楚天和木精灵看到巨大的生命古树虚影突然弯曲了下来，就如人类的弯腰低头一般，向着新生的幼苗友好甚至是畏惧性的拜手。生命古树在拜这棵幼苗。场上的木精灵齐齐倒吸一口凉气，生命古树不会允许新的生命古树诞生，天地更不会，除非和生命古树同一级别，乃至能够超越生命古树，才能让生命古树如此畏惧。唰！突然的生命古树虚影、天地雷电都突然的消失，他们根本不是来降临劫难的，而像是恭贺，甚至是为了以后会很强的一个存在来提前讨好，也不知道讨好的是新生的幼苗还是其他存在。这怎么可能？生命古树竟然拜手了，拜的是谁？谁能有这么大威能？这一刻，世间其他几个精灵分支，火精灵、风精灵等等，全都被震撼得五体麻木。看守生命古树的最强精灵分支，更是从神秘地带走了出去。他们慌了，即使有其他树木能和生命古树比肩，甚至超越的资格，也不值得生命古树这样对待啊！生命古树可以诞生了精灵族，这个长存时间的大族群啊！让他拜的到底是什么？不会是……莉莉娅有了某种猜想，震惊地看向了楚天，但她很快摇摇头。即使她对楚天非常崇拜，也不觉得楚天有这么大的能力。哪怕是神灵，也不能让生命古树拜手，因为精灵女神也是从生命古树上诞生的，也是生命古树的孩子。楚天，不错不错。楚天却是淡定点头，觉得这一切理所当然。他将幼苗拿了起来，生灵树幼苗，圣级一阶宝物，可成长。唯一主人修罗。效果1：作为创造了生灵树幼苗的人，您可以将它放入体内，每秒恢复气血10万，每天有10次自身复活机会。效果2：作为创造了生灵树幼苗的人，您可以将您的鲜血滴到生灵古树幼苗上，创造出和你血脉类似，但若与您的一族被创造者逐渐削弱。效果3：生灵树拥有吞噬生命力、反哺生命力的能力，每天击杀多少生灵就可以复活多少生灵。效果4：净空领域，周围1000万米内，只要您想，不允许飞行。描述只有修罗能使用。卧槽！楚天都惊了，每秒恢复气血10万，他气血还不到3万，也就是说，就算哪天遇到大敌了，只要不是能秒杀他的，他都能瞬间回满气血。但谁能秒杀他？就算能秒杀他，他每天有10次复活机会，而且击杀多少生灵就能复活多少生灵，数目没有上限，目标随意选择，牛逼的一塌糊涂。尤其是效果2，可以根据自己的血脉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一族，就像骷髅族、精灵族那样，潜力只会比自己弱一些，越早被创造出来的潜力会越高。楚天马上就能净化血脉，而且他没忘了自己好像还有什么神秘血脉。也就是说，如果他能成为神灵，他创造的族人也能成为神灵，比什么生命古树啥的要牛逼得多。这还只是幼苗呢，初始阶段就这么猛。第149章圣物之威。幼苗很小，楚天心念一动，他就进入了体内，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进入的。每秒加10万血，楚天可以说是没人能杀得死了。呵，他淡淡笑笑，因为他从蛮荒巨人王手上爆出了一个圣器。蛮荒问天戟，圣器，等级12，附带效果：务攻加3000，免疫控制症10%。附带技能：蛮荒问天斩，紫色，消耗4000点蓝量，以降低自身气血为代价攻击，每降低1点气血，
提升1点攻击力，持续时间30分钟，持续时间内不可2次降低气血，冷却时间10分钟。描述：逆天罚上，一血为极。楚天气血25937点，就算要1点气血活着，他可以舍弃25936点，换来25936的攻击，这是直接加在基础攻击上的，哪怕是平 A， 楚天的攻击都有接近5万，而且持续30分钟，几乎是稳定输出。要知道，楚天很多技能其实不太稳定啊。这一招以气血为代价，轻易不可动。除了精灵族、巨人族，这种气血本来就很高的，基本没多大用，就算换来了高额攻击，但气血降低到近0点，下一秒可能也要被别人秒杀。但有了生灵术，楚天降低多少气血都能回过来，等于稳定加了攻击，爽！叮！恭喜您消耗了7点超能点，蛮荒问天斩达到满级。作为楚天手上第一个紫色技能，消耗7点超能点才满级了，也就是70点潜能点。普通玩家需要升到70级，消耗所有潜能点才能将之满级。但楚天很轻松，蛮荒问天斩紫色 LV70，消耗6000点蓝量，以降低自身气血为代价攻击，每降低1点气血，提升除了1点攻击或者防御或者100%免疫控制，持续时间1小时，持续时间内可2次降低气血，但不可3次，冷却时间10分钟，持续时间加倍。关键是还能换为提升防御。楚天本身防御2038，因为他一直懒得提升，但现在防御能达到27974，接近3万点防御，有多少人能破防？还能100%免控。虽然3种效果只能选择一个，但现在持续时间内可以自我降低气血2次，也就是可以降低2个25936气血，可以加51872攻击，或者51872防御，或者25936攻击加25936防御。无敌！攻击爆表，防御爆表，回血又爆表。难以想象，这一招要是能自我降低气血无限次的话，该增加多少属性？恐怕锻造出这把圣器的人也没想到，会有人能够无限回血，每秒10万吧。真那么牛逼的话，也不该是圣器，而是神器了。当然了，楚天有机会进化它。走吧。楚天带头健步如飞，他的嘴角带着笑意。在他获得精灵射手，成为尊级药师时，自由带物品回现实的资格任务已经完成了，他可以将任意一样东西带回现实了，给妹妹治病近在眼前。但炼制圣药，起码要进化出圣级药草，必须要夺得圣级能源石。莉莉亚带着精灵族人跟随在后。蛮荒巨人的帝都是建立在巨大山林之中，这些巨大的山林据说是被当时的巨人们移动过来的，可以保护帝都，挡住一些攻击，穿过几座大山就能到达帝都。大山中没有怪物了，楚天一行健步如飞。莉莉亚，你带上木精灵的尸体了吧？是的，主人。莉莉亚点头，并不明白楚天让她带尸体干什么。楚天也懒得解释，他的双眼放出金芒，看向了远方，嘴角带着玩味的笑容。几万米外，10来万鹰人迅速地飞翔着，他们是被兽人族派过来，探知刚才的巨树虚影的人身、鹰头、双翅，天生就能飞行，就这是比人类有天赋的地方。而且每一个鹰人都有种族天赋鹰眼。鹰人队长，品级史诗 BOSS， 等级100级，务工23758至24038，防御1839，气血51287，技能鹰羽棘刺，鹰眼，探知到1万米内环境，必须是可视的，鹰会啄击。描述：兽人族中的探查兵，锐利的眼神让他们能及时发现情况。不得不说，还是不错的。鹰眼能探知1万米呢，一个个鹰人散开分布的话，就能探查很远的距离了。但和火眼金睛相比，就差远了。探查距离差距就不说了，火眼金睛能看破虚幻，看穿隐藏物，鹰眼只能看到可视的，只是视野增长罢了，不具备透视之类的功能。他们又不敢散开，所以探查距离不远，乃至于楚天看到他们了，他们还没看到楚天。不要忘了我们的任务，探查到那棵古树虚影后，就回去通报大人。鹰人队长摇摇头，骂道：“凭什么他们去取宝，我们却只能来做侦查？”叮！恭喜您消耗了10亿进化点，顺风耳进化为天耳通。为了听清他们说什么，楚天进化了顺风耳，消耗1点超能点，提升为满级。反正不亏，这技能又不是一次性的，以后还用得着。天耳通乘 LV60， 效果：消耗3000点蓝量，天鹰头盔会震动您的脑神经，扩大您的听力，10万米内所有声音被您听到，1万米内连心声都可以听到，一天一次，持续10S， 冷却1分钟。虫鸣、风动，一切都在他的耳中，为他掌控。是啊，他们都要打开宝库了，眼看着我们也能收获一笔，却只能在这查看。都要打开宝库了，那要尽快了。轰！
楚天心念一动，体内的生灵术幼苗颤抖，周围1000万米范围内净空领域形成，所有的飞鸟、飞蛾，甚至是一颗羽毛，都在此刻迅速掉落。10万阴人更是垂直掉落。卧槽，这是什么？我怎么飞不了了？他们扑棱着翅膀，却怎么也飞不动。更让他们恐惧的是，有着鹰眼的加持，他们视线非常的清晰，都能看到空中的灰尘。此刻连这些灰尘都是迅速的掉落下来，1000万米内绝对净空，浮尘不存。但却有一人高高飞起，他手持一把血红大戟，高声道：“还不快跟上！复活你们同伴的机会就在眼前了。”第150章，又一个翅膀。楚天释放的净空领域自然对他自身无效，别人不能飞了，他能。军经天翼打开，一道金光疾驰而去。快跟上！莉莉娅一声高呼，即使没有生命古树的枝条了，但还有她这个木精灵女王在，她可以帮助任何木精灵在1万米内瞬移到其他树木，瞬间接近了鹰人部队。闪烁！而楚天直接开启闪烁，再加上翅膀的急速，瞬间降临当场。叮！恭喜，您降低了25936点气血，气血值胜于1，务功达到49809至49990。轰！血红的蛮荒问天戟仿佛从血海中浮沉而出般，煞气冲天。怎么回事？鹰人们还在懵逼，楚天就到来了，竟然是修罗！修罗很强啊，可不是我们能解决的。快快快，逃出去！通知各位大人。不对，修罗的气血才1点，秒了他！快秒了修罗，扬名立万，建功立业的机会就在眼前。他们看到楚天的瞬间，怕得不得了，但仔细一看，才1点气血。马德，干！叮！恭喜，生灵术每秒加气血10万，您的气血补足。但下一瞬间，楚天的气血突然又回来了，他们全体愣住了。愣住的一瞬间，楚天的大戟已经落下。叮！恭喜，您降低了25936点气血，气血值胜于1，务功达到75745至75920。恭喜，生灵术每秒加气血10万，您的气血补足。又涨了。轰！一戟斩落，正从恐惧、兴奋、懵逼中还没回得过未来的鹰人队长，鹰头直接被斩落。74386，恐怖的伤害数值升起，落入了所有鹰人的眼睛中。他们止不住的颤抖。他们是飞行单位，这辈子都没怎么行走过，突然被净空了，本就难以适应，很难调整攻击姿态。见到这么恐怖的伤害，那就更加惧怕了。逃逃逃！然而还逃不掉。空中如何变相？翅膀已经没用了，他们双腿无力的蹬着，却丝毫没有用，就如弱小的小鸡仔一般，可怜的不得了。叮！恭喜，您击杀了一个生灵，生灵术今日复活次数+1。怪不得楚天了，只能杀。轰轰轰！血红大戟斩落，1小时内都有7万多伤害，杀这些家伙简直就是碾压。可这些家伙其实在外界的目光中已然是属于高手了。厉害！莉莉娅已经到达，娇声道：“攻击！”咻咻咻！木精灵们开始射击。有了楚天的净空领域在，鹰人全是被折了翅膀的小鸡仔，都是空中的靶子。莉莉娅更是展现了她精灵女王的能力。63869，暴击！65755，暴击！全是暴击！这就是莉莉娅的强大，3秒内100%暴击，双倍伤害，而且还能10连发，瞬间秒杀了10个鹰人。她本就不弱，甚至和楚天或许也有一战之力。她差的是楚天的全能，没有楚天的净空领域，她也没办法这么轻松杀怪。叮！恭喜，您启动了苍穹手，攻速 X100。楚天也丝毫不让，拿出了一些实力，双手如穿花蝴蝶般，每秒就是100击左右，比莉莉娅还要猛多了，都不需要使用其他华丽的技能。霸道横推，一击斩之，就是这么简单。当然了，鹰人也反抗了，技能鹰羽急刺将身上的羽毛脱离，带着冲击力攻击楚天，但还没碰到楚天就被净空领域克制，没了冲刺力。反之，木精灵的箭矢却可以冲天而上，一切都在楚天的掌控中。楚天也被人克制过，空有一身强大力量，却发挥不出来，好在他都解决了。而现在也到了他克制别人的时候了，这种感觉非常的爽。生灵术、蛮荒问天器2大圣物合力，再加上楚天和10万木精灵的攻击，所有鹰人还没掉落到地上时就全部被击杀。叮！恭喜，您获得了13亿2000万经验值，因为您没职业8转，无法利用经验值转为提升您的麾下。罗会长等级+1+1+1，白灵等级+1+1+1。楚天实在想不到要提升什么了，就提升修罗城的 NPC 了。此刻，修罗城中，罗会长、白灵、神宠殿殿主几人正商议大事，
突然的，几人身上都扬起白光，气势迅速暴涨，连续提升23级，有些人更是提升了40-50级。大造化呀！他们感应了一会儿，都知道了经验值的来源，恭敬地向一个雕像跪倒。那个雕像乃是修罗城锻造师打造，脚踩巨龙，一双大手如同创世大手，长得非常帅。感谢主人恩赐，有了主人的恩赐，我们倒是有些希望解决这些问题了。到底是打还是不打，还是等主人回来决定吧。我觉得应该打，咱们修罗城又不怕事。他们似乎遇到了一些事情。楚天这边，叮，恭喜您复活了木精灵木色木精灵图图录，一个个木精灵被复活，让木精灵们感觉到跟着楚天真是值了。楚天没管这些，他嘴角带着笑容。他还没职业8转，暂时无法升级，但也快了。职业8转任务，任务要求击杀10万史诗怪，3个圣级强者，获得5个圣级宝物。任务时间无限，失败惩罚，无法升级。对别人来说很难，但楚天已经完成了80%了。阴人中就有许多史诗怪，只要再击杀一个圣级强者就行。至于圣级宝物，宝库内的圣晶能量石也算啊，还有一大堆的装备，基本全是史诗器。老实讲，分解起来都有点心疼，毕竟史诗器都能卖出高价，但没用的还是会分解。叮，恭喜您分解了史诗器破风弓。如果被其他玩家看到，估计得气得半死，他们连星耀器都不一定有，传奇器更别谈了。而且楚天连史诗器都不要。砰！突然的一个装备跳了出来，乃是一个翅膀。楚天正准备分解，因为翅膀肯定没用了，他都有一个了。虽然现在还没史诗级，但感觉效果不错，可以一直留着，到时进化便是，不然已经消耗的超能点就浪费了。但他突然停住了，这个翅膀有点意思啊。第156章，20万防御值如何破？翅膀非常少见，大多数人能飞行时靠的也是飞行技能，但技能总有冷却，翅膀却一直能飞，所以很珍惜。即使是楚天也才爆出第2个翅膀，第1个还是宝箱开出来的。吸光羽翼史诗器，等级6，限制已有一个翅膀，60级。附带属性免疫控制加30，敏捷正100%。附带技能1，共振冲刺成，消耗3000点蓝量。若使用者有另一个翅膀，可以在短时间内将另一个翅膀的最高一击赋予到所有冲刺攻击中，攻击次数为2个翅膀羽毛数目相加，总共2万次。此段时间一直冲刺，不可变向。附带技能2，吸光感应成，消耗3000点蓝量，将吸光羽翼的一根羽毛附着到敌人身上，30万米范围内可以感应到敌人位置。描述：附着性羽翼，需要依靠另一个羽翼才能使其能力最大化。这个翅膀竟然是附着性羽翼，可以附加到其他翅膀上的，通体透明色，就如一层淡淡的光一般。使用它之后，等于凭空多了一个翅膀。2个翅膀加起来，楚天敏捷直接加150%。精灵射手就很需要敏捷啊。当然了，敏捷属性其实对任何一个职业都有用，只不过楚天没怎么提升过，这一下就能达到很高的水平了。君精天翼可以释放出1万根羽毛，攻击为基础攻击，暴击率50%，也就是说有5000根羽毛，攻击为2倍基础攻击。但现在只要使用共振冲刺，每一击都等于是暴击，都是2倍攻击。不要忘了，君精天翼本身还有前行的最后一击为2倍爆发的攻击，也算在这里面了，加起来就是4倍攻击，而且是稳定的2万次4倍攻击。吸光感应还能感应敌人，乃最好的勘察敌人的手段，有点意思。楚天淡淡笑笑，听起来有点复杂，但他却一下懂了，就看他怎么使用吧。吸光羽翼瞬间附着在君精羽翼上，敏捷提升。那些家伙可别已经打开宝库了，我必须要尽快。楚天眼神闪烁，扔给莉莉娅一些传送卷轴，道：接下来我自己来，你们去这个地方。传送卷轴通向修罗城。成了累赘了吗？莉莉娅无奈的摇摇头，她也很强啊，但留在这里却可能会拖后腿。没办法，楚天的速度他跟不上。轰！一阵音爆声起，楚天已经消失不见，只见到一道黑色的流光直冲向远方。祝你顺利吧。祈祷一声后，莉莉娅消失不见。巨人帝都太大了，很正常，人类的帝都都很大，更何况是身高巨大的巨人帝都呢？楚天一边飞翔，一边利用闪烁接近遥远处最高的大楼。那栋大楼就是宝库了。亡灵族、骷髅族、兽人族的高手们聚集在一起，准备打开宝库。那帮阴人出去，要是遇到了修罗，会被修罗击杀吗？亡灵征伐军统领问道。你什么意思啊？狮夜伯爵很不爽，怒吼道：我们兽人族的儿郎个个有不凡的天赋，比人类强了太多了，一个人类修罗而已，能击杀我们的阴人？想了会儿，他内心还是承认了，
鹰人们应该无法阻挡修罗，毕竟那只是侦察兵。放心吧，我们的鹰人飞翔速度很快，就算遇到修罗也能逃掉的。狮夜伯爵自信十足，唾沫乱飞的吹嘘他们兽人族如何强。但突然的，他愤怒地看向某个方向，怒吼道：怎么可能？我们兽人最好的侦察兵鹰人儿郎们怎么全死了？作为狮星帝国的伯爵，他自然有这个能力探知到手下的生死。他能感觉到仅仅在10来分钟内10万鹰人全部死亡了。谁有这个能力？谁又敢这么干？敢惹他们狮星帝国吃了雄心豹子胆不成？必然是修罗了。骷髅恐惧军统领冷笑道：这家伙在低等级时就敢击杀我们骷髅族的人，从来没有把我们这些高等族群放在眼里。可恶，他只是一个人类，人类除了数量多有什么用？许多天域人类都只是高等族群的奴隶，除非很牛逼的人类才能和高等族群相抗。一个人类仅仅一个城主罢了，敢跟我狮星帝国作对？狮星伯爵愤懑不堪，看向了吴天，快点，还没打开宝库吗？爵爷您放心，只要3秒，我就能直接传送到宝库中了。吴天讨好道，心里开心的不得了。修罗招惹的人越多，他越容易报仇。为此，不惜舔外族 NPC。狮星伯爵满意的点头，这样的人类才是他喜欢的嘛。弱者就该臣服。但他不得不承认，修罗是个强者。等我们进入宝库后，还要防止修罗进来搞鬼。铁甲龟人部队留守于此，拖住修罗，等我们出来击杀他。一队铁甲龟人站了出来，10万鹰人被楚天迅速击杀。狮星伯爵吸取教训，这次派出了20万铁甲龟人。这些龟人的防御力极高，而且能相互叠加。每一只铁甲龟人基础防御都有3000左右，气血5万左右。防御叠加，每一只的防御都达到了20万。虽然不是100%叠加，但已经很牛逼了。这就是高等族群的强大。亡灵族天生免疫物理攻击，骷髅族可以不断复活，兽人族个个都有天生的某种能力。他们这些能力放到人类身上，不亚于神级天赋。而人类想要拥有神级天赋可不容易，这些高等族群却等于初始就有一个。20万防御值，即使是我也无法短时间内破开。狮星伯爵讥讽地笑道：20万铁甲龟人横陈在此，一个修罗而已，如何能破？轰轰轰！这时候，天际间突然传来音爆声，有一人以难以想象的急速，仿佛洞穿了空间而来。第152章，冲就完事了。是修罗！吴天一眼认出了楚天，他恨不得立刻击杀修罗。但这个时候，他的传送阵已经建立完毕，可以强行传送到宝库中了。不管修罗了，宝库要紧！狮星伯爵、骷髅族、亡灵族高手当即下定决心，他们忍不住了。反正铁甲龟人拦在那里，修罗进不来，等他们出来再搞死修罗是一样的。吴天想了想，确实是这个道理，而且他也想去宝库中看看。咻咻咻！他们踏入传送阵，瞬间消失不见了，同时传送阵自爆，防止外人入内。还是晚了一步。楚天眉头微皱，不怪他速度不快，他的速度已经很猛了，但被兽人拖住了许多时间，而且巨人帝都实在太大了，路程遥远，耗时比较长。幸好蛮荒问天戟的效果还在，持续1个小时呢。防御底下的20万铁甲龟人瞬间组成了防御阵型，将宝库死死地包围住。即使有宝库的钥匙，但若不击杀了他们，也无法靠近宝库大门。乌压压的一群全都缩在了龟壳中，跟钢铁城墙一般。楚天愣了愣，他们似乎以为这就能拦住他。爷笑了，他动作不停，直接展开了共振冲刺，2个翅膀同时颤抖，莫名的力量输送到他体内，2万根羽翼能让他发动2万次攻击，还无需像以前那样射出羽翼。100%暴击，前行最后一击为2倍攻击，直接变成所有攻击都具备着最高的2倍攻击。蛮荒问天戟在手，基础武功达到了75745至75920，4倍之下30万攻击。轰！楚天如一道黑色流光，前方蛮荒问天戟开道，瞬间冲进了铁甲龟人部队中。没用的，我们的高额防御你破不开。龟人们放声嘲笑，他们很鄙视人类，此刻他们心念相通，说出的话都是一模一样的。20万龟人同时开口，声势震天。楚天一人在他们面前显得势单力薄。但第一个龟人突然的惨叫，103635暴击，高额伤害爆出，他直接被秒。103877暴击，108376暴击，无数伤害升起。楚天现在敏捷提高2倍，这是装备自带的属性效果，而翅膀的技能还提高了10倍1速，精灵射手还带有1速加成，还有鞋子等等，各种加持下，楚天的速度太快了，
基本每秒有1000米。什么概念？赛车快吧？兰博基尼的速度也就每小时400千米左右，每秒也就111米左右，这还是没有路障下的良好状态。楚天的速度是兰博基尼的10倍。啊！在第一声龟人的惨叫响起时，他后方的第1000个龟人也惨叫了，因为在一瞬间，楚天直接从第一个龟人秒到了第1000个龟人。这还没过1秒，他的攻击达到了。龟人们的声音断断续续响起，根本来不及喊出所有的话，就已经死亡了。而楚天直接蛮横的冲刺，一路势如破竹，压根不讲道理，冲就完事了。终于，第1万个龟人的惨叫响起，30万，一整段的话终于出现了，这太让龟人们惊惧了，高达30万的伤害，简直就是无敌的啊！他们自信的20万防御就仿佛是纸糊的一样。砰！楚天停了下来，龟人们总共20万，但他们也是排队分布的。楚天一条路杀穿，直接秒杀了一队龟人，硬生生的杀出了一条血路，来到了宝库处。但宝库大门非常坚硬，他竟然没有破开。嗡！一个防御阵升起，护住了宝库。显然防御阵级别很高，超过了30万防御。抓紧防御，拖住他！龟人们又想拦截他了，要把空缺补上，重新组成完整的阵容。但楚天理都不理他们，玩味的笑了笑。这时候共振冲刺让他无法变相，甚至无法腾出手拿宝库钥匙。但既然对方有办法直接传送到宝库中，他为什么要钥匙来开宝库呢？他体内还使用人剑合一吞了一把腾龙剑呢。腾龙剑上还有穿梭效果粉尘，效果是1天有1次穿梭3级以下防御阵、防御盾等等的机会。叮！恭喜您消耗了100万进化点，穿梭效果粉尘进化成穿行效果粉尘。叮！恭喜您消耗了1000万进化点。叮！恭喜您消耗了1亿进化点，进化成穿越效果粉尘。连升3个品级，再往上进化需要1亿进化点，楚天也有点不舍得，先看看再说。穿越效果粉尘，传奇宝物，效果1天1次的机会，穿过9级以下防御阵、防御盾等等的机会，3天1次的机会，带着整个世界穿越回前1秒。描述：穿梭到极致，全时间都能穿越哦。牛逼！虽然不知道面前的防御阵是什么级别的，但肯定很厉害，毕竟超过了30万防御呢，但应该不超过9级防御阵吧。而且穿越效果粉尘还能穿越回之前的时间1秒，而且是带着整个世界穿越时间，可以理解为将整个世界重新打到1秒前。叮！恭喜您发动了穿越效果，直接穿越蛮荒巨人的宝库。这一切都在一瞬间发生。龟人们刚想拦截时，楚天已经穿越进去了，他们只能懵逼的看着，冷静下来想想后，浑身都开始发寒。这样的猛人，他们怎么敢拦的？楚天已经进入宝库了，蛮荒问天斩共振冲刺的效果还在。他在宝库内看到了前方有一行人。哈哈，什么修罗，还吹嘘是什么高手？老子派出一队龟人，就让他废了。他就是个废物，攻击高。我攻击高的时候有50万呢。狮心伯爵正在吹牛逼，他就喜欢吹牛逼，想吹一辈子。作为狮心帝国的伯爵，他乃是一位圣级强者，他的攻击力很强，虽然并没有龟人们那样的防御力，但防御也能达到了1万多，这和他的天赋有关。轰！突然的，身后传来音爆声，还有同伴的惨叫。他惊讶地回头看去，一把血色的大戟进入他的眼帘。狂狮虎体！他抓紧防御，288286，然后他再也看不到东西了。第153章，一夫当关，万夫惊退。一路狂飙，共振冲刺下，楚天都无法变向停止，就像飙车时速度太快无法停止一样。管他呢，莽就完了。他的身后已经是一条血路，狮心伯爵、兽人族的高手被击杀了无数，楚天都没看到杀的是谁。叮！恭喜您击杀了圣级强者狮心伯爵，获得了12亿3764万经验值，9837金币。圣器狂狮戒指 X1， 史诗器狮牙剑 X300。哟！楚天发誓，他不是故意的，真的是一不小心就击杀了一个圣级强者，爆出了圣器。史诗器中也有剑士，而且整整300个呢。以前是对楚天没用，但他现在是精灵射手啊！叮！恭喜您完成了职业8转任务，您的等级加10，职业9转任务发送到个人面板中，未完成9转无法继续升级，经验值可以转为提升手下。楚天拥有过的圣级宝物：圣级能源石、蛮荒问天戟、药王鼎、狂狮戒指，技能混乱药剂药方已经达到5个了。在击杀狮心伯爵后，顺利8转。轰轰轰！他连续升了10级，而且击杀的太多了，经验值早就溢出了，只能用来提升手下，
修罗城中罗会长等人的等级开始飙升。在旁人的目光中，就看到修罗突然的出现，一路火花带闪电般直接杀出了一条血路，然后身上连续绽放升级的白光。吴天此刻就非常的惊恐，什么？一招秒了失心伯爵，30万伤害，还能连续攻击？吴天吓傻了。失心伯爵刚还在吹牛逼呢，他也在认真的舔失心伯爵，因为失心伯爵乃是一位圣级3阶的强者，和失心帝国皇室还有血脉关系，只要把失心伯爵舔开心了，报仇不在话下。没想到瞬息间失心伯爵已经被修罗秒了，而且修罗又连升了10级，他作为日榜公会无法无天的副会长也才41级呢，这还是 NPC 看他舔得不错，送给了他一些机缘的缘故，不然没这么高。可恨，那是修罗呀，你们快击杀他！吴天发狂吼叫，他嫉妒仇恨心爆棚，但让他绝望的是，那就是修罗吗？我以为只是一个小辈，想不到这么猛。这失心伯爵也被秒杀了呀！骷髅族、亡灵族的高手一个个惧怕的后退，即使是2大统领也是茫然无措的样子。他们突然发现自己从始至终都小觑了修罗的实力，这么猛，自己要是上去送死吗？即使是一些兽人族的高手，此刻也不敢上前为失心伯爵报仇。3族人马加起来也得上亿，其中有无数高手，但却被楚天一人吓住了。一夫当关，万夫惊退。我还想寻找到上一代巨人王的尸体，炼制成骷髅来着。骷髅恐惧军统领迟疑，哼，我还想和你抢一抢，将他炼制成亡灵的。亡灵征伐军统领拿楚天没办法，只能嘲讽队友。现在都别想了，他们根本不敢上前。30万伤害，他们有些人也能打出来，但却没楚天这么持久，可能爆发1、2下就没有了。但现在只要上前对战，可能就要被楚天秒了。切！楚天一声嗤笑，盛气蛮荒问天戟，加2个翅膀的功效，能不强吗？不过1个小时也快过去了，他直线冲刺，这些人想要入内寻宝，殊不知就是一场白日梦。蛮荒巨人从前被光明教廷灭族，这些人能强行传送到宝库，光明教廷自然也有这种办法。巨人王早就告诉了他，宝库内其他东西肯定早就被光明教廷带走了，但圣级能源石肯定还在，那是老一代蛮荒巨人族留给逃出去的巨人后裔东山再起的资本，需要得到承认才能得到。打开的方式很简单，前方有一个巨大的磨盘，只要拥有巨人王的鲜血就能将这个磨盘激发了。巨人王早就给了楚天1滴鲜血，1滴有普通人1盆那么大。楚天将鲜血洒了上去，磨盘放出光芒，一道机械声在空旷的宝库响起来。后来者，既然你拥有巨人王的鲜血，而且是最精纯新鲜的精血，那即使你不是我蛮荒巨人一族，肯定也和后一代的蛮荒巨人王交好，有资格得到珍藏。巨人王的精血只能是他主动给予，哪怕是他被抓住了，也无法强行提取，因为他可以直接蒸发精血。这证明了楚天不是外人。来到磨盘上，根据您的潜力高低，将决定您能得到多少珍藏。请原谅，即便您是朋友，但能力不高的话，我们也不能将所有东西给您，这毕竟是我们蛮荒巨人王东山再起的希望。能理解。这显然是测试类的磨盘，打开后就需要测试楚天的潜力了，潜力越高，得到的东西越多。毕竟老一代巨人也不希望一个废物得到他们的珍藏。刷刷刷，在磨盘上方突然出现了许多晶莹的石头，颗颗充盈着巨大的能源。圣级能源石整整100颗，可别小瞧，这都是圣级宝物啊！能源石可不仅仅是能提供时空秘境的能源，还有许多高级城市中的炮火、自动防御阵、对空魔导炮等等，都需要能源的驱动。能源石是稀世珍宝，有些种族想要提升，也可以借助能源石，比如骷髅族。圣级能源石整整100颗，骷髅恐惧军统领激动了。有了这些圣级能源石，他能提升出100个圣级的手下，瞬间成为骷髅族中最有权势的统领，得到君王的看重。这些能源石都是我亡灵族的。亡灵征伐军统领也兴奋了，借助这些能源石，他能迅速的制作出好多圣级亡灵，他们的手下更是兴奋的不得了。只要得到能源石，最有机会提升的就是他们啊！可是修罗拦在了他们前面。我有办法！吴天一声高吼，激动道：“我有一个全体瞬移卷轴，能抢到修罗前面，提前抢走能源石。”第154章，你来晚了。全体瞬移卷轴乃是吴天从一处宝藏中找到，他靠着神级天赋震算天意，找到了不少宝藏，好东西不少呢。这个东西他用起来还很心疼，但为了对付楚天，他舍得。唰的一声，骷髅族、亡灵族、兽人族所有人全都瞬移到了磨盘上。这磨盘本来是用来检测巨人族的，巨人族那么大，
磨盘自然也非常的大，他们站上去也不会太拥挤。而楚天还在冲刺，看起来东西是要被别人抢走了，但他嘴角带着笑意，看向吴天，暗道：这就是所谓的坑货队友吗？真是多谢了。他是故意的，他完全可以晚点打开磨盘，自己一个人拿走所有能源石，不需要和别人抢。但他故意把所有人引来了。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他有着充分的自信，没人能从他手上抢走任何东西。检测潜力中，机械声在宝库中响彻。老一代巨人也知道，巨人族遭遇大劫，后代巨人肯定难发育，实力不会太高，所以测试潜力。轰轰轰！冲天光柱起，所有人都被一条光柱笼罩，测试他们的潜力了。潜力测试肯定要算到血脉、技能、坐骑等等各种东西，潜力越高的测试越慢。亡灵族、骷髅族、兽人族的人马中有上亿士兵，这些人首先测试结束。1亿人马，总体潜力评估，价值3颗圣级能源石。机械声响起，评估完毕，3块能源石自动掉落到他们面前。什么？他们1亿人才价值3颗能源石？这么垃圾吗？也正常，潜力越高，提升越快，而且能到达的极限也更高。一个1级天赋者和一个 SSS 级天赋者相差上1倍都有可能，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接下来，亡灵族、骷髅族的一些将军、兽人族的祭祀等等，测试完毕了。30人，总体潜力评估完毕，价值30颗圣级能源石，1人1颗，非常棒了。这些将军级的高手都是高级史诗 BOSS， 甚至有些是传奇 BOSS， 平均下来，每个人的潜力是普通士兵的3000万倍左右。30颗能源石降落，每族10颗，目前33颗被拿到，总共也就100颗。嗡！突然的，2道灿烂的光芒升起，足有上千米之高，让其余光芒相形见绌，乃是亡灵征伐军统领、骷髅恐惧军统领的2人都是圣级强者。同时测试完毕，证明他们潜力差不多。2人总体潜力评估完毕，价值30颗圣级能源石。唰，又是30颗掉落，只剩37颗了。2大统领开心的不得了，他们1人就比得上15个手下的潜力了。圣级能源石被磨盘分配，自动掉到他们面前，他们捡起来。说实话，还挺平均的，因此暂时也没争抢。但2人目光闪烁，心里都憋着坏，想着一会儿就把对方击杀了，拿走全部能源石。兽人族的高手难受的不得了，要是狮心伯爵还在，肯定也能拿走这么多圣级能源石，说不定还能拿走更多呢，却被楚天击杀了。现在所有人都测试完毕了，但还有37颗，怎么办？留给修罗吗？不行，不能留给他，还有我在。吴天一声高手，他非常兴奋，他还没测试完毕，证明他的潜力比2大统领还高。他脑海内有提示声，叮，检测到 SSS 级天赋震散天意，价值25颗圣级能源石。SSS 级天赋价值25颗，毕竟这是明面上最高级的天赋了。但显然老一代巨人觉得这个天赋还不能帮他们报仇，所以也就给了他25颗。这声音是系统提示的，只有他能听到，宝库内不会有响声。检测到双职业法师、阵师，价值10颗圣级能源石。他吴天本就很强，除了 SSS 级天赋，还有双职业。检测到双血脉、人类血脉、狮人血脉，价值10颗圣级能源石。没错，天域可以有双重血脉，但想平衡双血脉很难。他吴天就得到了这旷世机遇，因此才能舔到兽人族。总价值45颗能源石，差不多和3族上亿人马一样高。剩余所有能源石开始掉落。什么？这个人类潜力竟然这么高！3族人马都震惊了，尤其是2大统领，他们加起来的潜力还比不过吴天，这多丢脸啊！想到吴天是人类，他们恨不得立刻击杀了吴天。狮心帝国内谁敢动他？兽人族的高手却是保护住了吴天，看向他笑道：干得好！吴天一出手，他们就不亏了，还稳赚。那是。吴天膨胀了，高傲的点头。一帮垃圾，只要给他时间，什么亡灵族、骷髅族都得被他踩踏。要打便打！狮心伯爵死了，场上谁敢拦我们？杀了你们！兽人族也不知道是谁杀的，到时就说你们是被修罗杀死的，狮心帝国也只会找修罗算账。亡灵统领、骷髅统领同时开口，要击杀所有兽人，瓜分兽人族的能源石，把锅耍到楚天身上。到时候说不定他们还要打一架，胜利者独吞所有能源石。他们的联盟本就脆弱。哟，你们还记得我啊？突然的一道讥讽的笑声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轰！楚天终于冲刺完毕，站在了磨盘上，
此刻持续时间也没了。哈哈，修罗，能源石都被我们分完了，你来了又有什么用？吴天哈哈大笑，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吧？江海叶家被你所灭，我乃叶家长子叶无天。叶无天，没听说过。楚天不屑一顾，淡淡道：“我勉强记住你吧。等下看他还怎么笑得出来。他把所有人吸引来，自然是有目的的，并不是为了能源石，而是要他们的命。哈哈，修罗你来晚了，黄瓜菜都凉了，回家歇着吧。”此刻三族人马还不知道楚天已经没有了稳定的30万攻击，不敢和楚天交战，但敢放声嘲讽。但突然的，机械声再次响起，测试人员多1名，重新开始测试，暂时收回所有能源石。咻咻咻！他们的能源石竟然一个个重新飞了回去，哪怕是收到背包中的也被收回去了。这一幕让他们很懵逼，但却在楚天的意料之中。巨人王早就告诉他会发生这种事了，所以他压根不在乎对面提前拿走了多少能源石。与此同时，测试重新开始，一条条测试光柱重新升起来，光柱越高，潜力就越高。比如吴天之前的光柱就有上万米之高，2大统领几千米高，其他人都很低。但这次一条光柱扶摇直上，瞬间1万米、3万米、5万米，还在继续。叮！检测到 SSSSSS 级天赋净化万物，价值无法估算。检测到 SSSSSS 级天赋点化万物，价值无法估算。检测到双主职业都为隐藏职业，且其中一个隐藏诸多，潜力过于恐怖，价值无法估量。检测到双副职业亦为上古职业，价值无法估量。检测到一个个检测，好多个无法估量。巨人族想检测超神天赋、圣法斗战、天宫等等的价值，配吗？还有些倒是出了价值，都很高，5万米、10万米、100万米。测试光柱还在上涨，从整个巨人帝都看下去，光柱已经洞穿了宝库，比整个巨人帝都还要高，在遥不可及的远方都能看到灿烂的光明。叮！检测到神秘血脉，探知血脉潜力中。叮！系统提示：磨盘没有资格探知神秘血脉。楚天的神秘血脉再一次出现了，让巨人族的磨盘没有资格探知，只是粗略的检测到很神秘。轰！楚天的测试光柱瞬间扶摇直上9重天，破开了云雾，比天上的太阳还要高。此刻天域各处有无数人惊叹，天上怎么出现了2个太阳？以前的太阳好像没有新出现的太阳大，要被比下去了。咔咔咔！宝库中所有人的测试光柱全部破碎，宛如他们在楚天面前不配存在。机械声同时响起，一人潜力远超出检测范围，压迫众人潜力，得到所有圣级能源石。就连这机械声都似乎有点激动了。与此同时，楚天脑海中还有提示声响起，同时得到第155章4级防御阵，主心骨归来。楚天一人的测试光柱造成的压力，让所有人的测试光柱全部破碎。在他面前，其他人根本就没测试的资格。三族人马瞬间惊到了骨子里。更让他们难受的是，刚刚还在他们手中的圣级能源石竟然被抢回去，向着楚天掉落而去。杀了他！他肯定没有那种猛得一塌糊涂的技能了，快杀了他！吴天大喊。三族人马回过神来，好像确实如此。修罗不再冲刺了，可能没那么高攻击力了。咻！楚天却是一飞冲天，同时启动闪烁技能，瞬间将所有圣级能源石收到背包中，整整100块呢，绝对够自己净化血脉。他的背后，吸光羽翼释放光芒，4根羽毛掉落下来，落到了敌人身上。叮！恭喜，30万米范围内，您能感应到骷髅恐惧军统领的位置。恭喜，30万米范围内，您能感应到亡灵征伐军统领的位置。恭喜，狮心祭司的位置，吴天的位置。吸光羽翼透明，落在4人身上，除了楚天可以感应出来，其他人都看不到。这就是他的目的，把所有人吸引到磨盘上，之后找机会一一击杀。我们会再见面的。楚天的声音响起，身影却消失不见，使用了回城卷轴，迅速回到修罗城。是逃了吗？没有必要逃。虽然共振冲刺、蛮荒问天斩的冷却时间到了，但楚天手段很多，跟这帮人现在打上一场，他是丝毫不惧的。主要是修罗城出事了，留守在修罗城的分身和他心念相通，他已经察觉到了情况。大本营要被人偷了，能忍？这帮家伙随手可杀之，之后再解决是一样的。可恶，竟然让他逃了！可笑的三族人马还以为楚天是逃了，他们看着空荡荡的宝库，此行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到手的东西还被楚天瞬间抢走了，憋屈，极其的难受，可惜毫无卵用，因为他们都不知道修罗城的位置，根本不知道去哪里找回场子，除非有什么人能把修罗城的位置通知给他们，他们就能杀过去。其实还有一个宝物，巨人宝库外的防御阵挺高级的。吴天开口了，对，宝库外的防御阵防御都超过了30万，能拿到也不亏了。他们瞬间冲出宝库，想要设法拿走防御阵，但却看见防御阵突然大放光芒，瞬间消失。与此同时，修罗城中，楚天的脑海响起提示声，叮！由于您的潜力过高，得到了老一代巨人的敬畏，您同时得到坚不可摧防御阵 X1。意外之喜，宝库防御阵也会被他拿到手了。坚不可摧防御阵，4级防御阵，范围5000万里，耐久度200万。效果：一颗圣级能源石可以使坚不可摧防御阵拥有10次33万防御值。描述：巨人族的防御大阵遭遇灭族之威时，用来守护宝库。一颗圣级能源石就能有10次33万防御。不谈其他的，哪怕对方有千军万马，只要他们的攻击力没有超过33万，压根无法对防御阵破防。而超过33万的攻击，比如34万攻击，只会对防御阵造成1万伤害。1万伤害会将防御阵的耐久度降低到199万。防御阵的耐久度就相当于玩家的气血，耐久度降低到0，防御阵就会破碎。但想超过33万攻击，容易吗？不错。楚天满意的点点头，命令士兵将防御阵布置在了修罗城外。纵横5000里的防御阵比修罗城还要大，都能覆盖野外的区域。主人，您终于回来了，可把我们急死了。罗会长、神宠殿殿主等人迅速出来迎接楚天。到底怎么回事？楚天问道。他虽然感知到修罗城出事了，但分身都在时空秘境中杀怪，暂时还不知道详情，需要打听一下。人们纷纷开口。原来修罗城回到了星芒帝国，外面谁都不知道这事，但有一方是知道的。星芒帝国的探子发现了修罗城的存在，上报到了帝国皇室。对于这帝国领土内却不属于帝国的主城，星芒帝国如何做呢？帝国派出了附近的10座主城人马，命令修罗城归入星芒帝国，每天交税1万金币，每年提供给帝国100万50级的战士。简而言之，就是帝国不允许这个眼中钉存在，要修罗臣服。修罗城可是块大蛋糕，不愿意就打。到时帝国也会派出更多的人马，而且帝国有令，若修罗不愿意臣服，会把修罗城在帝国境内的消息散播出去。到时亡灵族、骷髅族、魔族等等是一定不会放过修罗的。主人，修罗城虽然潜力无穷，但毕竟刚建立，而帝国存在许久，兵强马壮。他们还说会把修罗城的地址报出去。此战打起，修罗城必定成为风暴中心。NPC 们一个个开口，这就是他们的困惑。打，他们不怕，但修罗城的位置被发现，敌对势力都会上门寻仇，这让他们拿不定主意，只能请示楚天。更何况星芒帝国的10大主城人马已经汇聚在修罗城外，还有源源不断的人马正在赶来。卧榻之旁，岂容他人安睡？楚天淡淡点头，这点他能理解。星芒帝国肯定看不下去自己，但自己不臣服，就要把自己卖给外族。星芒帝国可是人类帝国呀，过分了，这是在逼迫。他何时怕过逼迫？打！楚天一声令下，高声道：“知道位置。本城主从来就没怕过什么骷髅族、亡灵族。星芒帝国想要借此威逼本城主，乃是痴人说梦。可笑，他隐藏修罗城的位置，只是不想引来麻烦，但不代表他怕麻烦。战！战！”一瞬间，本来茫然的修罗城士兵个个士气高涨，他们也没惧怕，只是缺个主心骨拿决定。而今主心骨回来了，做出的决定深合他们的心意。第156章10大主城，兵临城下。战！士兵们的怒吼声震云霄。楚天剩余了很多经验值，都用来提升部下，而今修罗城 NPC 的等级都很高。不仅如此，2级兵营、2级箭塔、2级法师楼中已经诞生了10万个50级战士，法师、弓箭手，整整耗费了1亿金币呢。这是一批不小的力量。半天时间，10万50级人马啊！再加上巨人族、木精灵族的加入，修罗城的力量已经非常恐怖。外界的人根本不知道他们面对的是什么。主人，金币剩余不多了，想要再借助兵营等等提升士兵的话，还需要很多开销。罗会长开口了。本来炼药师工会卖药剂，神宠殿卖宠物球等等，都能从其他主城赚到金币，但星芒帝国直接切断了和修罗城的交易渠道，修罗城要没钱了。没钱，玩个毛线！天域中，
所有东西的提升都要烧钱啊，这也叫问题？楚天淡定的摇摇头，拿出聚金盆和罗会长道：“交给你了，务必将士兵们迅速提升到极限。聚金盆交给谁都无所谓，钱到楚天手上就行。”罗会长大为震惊，竟然是每天固定产钱的宝物，但他还有些疑虑。聚金盆虽然每天都能产钱，但短时间内想将士兵们都提升到极限，不亚于痴人说梦。可星芒帝国留给修罗城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倒不是怕那10大主城人马，那10座主城都和从前的天剑城力量差不多，和修罗城碰撞就是以卵击石。但后续肯定有更强的敌人到来，无碍，无需管他们，我们只需传达自己的态度就行了。楚天淡定的摇摇头，径直走向了时空秘境。这帮渣渣还不值得我们花心思，积蓄力量，准备之后的大战吧。他要将圣级能源石放到时空秘境了，而且他玩味的笑了笑，再次查看了下职业9转任务。职业9转任务，任务要求拿下10座1级主城，任务时间5天，失败惩罚无法升级。这一次的任务极其艰巨，至少对别人而言是这样的。除了楚天，现在玩家们都没90级，没有职业9转。但哪怕90级了，谁能拿下10座1级主城？只能说楚天是一个吃螃蟹的人，面临的困难也高些，而且还限定了时间，5天内无法拿下10座1级主城的话，他这辈子都无法升级了。本来我还没想好去打哪个帝国的主城，但现在楚天的笑容极其讥讽。星芒帝国自己撞上来，那就怪不得他了。这也是他直接开战的原因之一，想拿下10座主城，同时隐藏修罗城的位置，这并不现实。他查看了一下吸光羽翼，并没有感应到那4人的位置，看来都在30万米开外。无所谓了，怎么解决这4个家伙，他已经有了决断。尤其是吴天，这家伙竟然是叶家余孽，斩草要除根的道理，楚天懂。老实说，叶吴天报仇，星芒帝国不允许领土内有其他主城存在，都无可厚非。但可惜，他们影响到自己的利益了。楚天本就是个自私的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在这样一个世界，为自己考虑没什么不对。先投50枚能源石吧。楚天来到时空秘境，投入能源石，时空秘境的能量瞬间爆棚，一个个怪物瞬间刷新。只要杀完所有怪物，足够自己净化血脉了。也不知道自己的神秘血脉到底该怎么净化。楚天很是好奇，期待6大分身龙骑迅速杀怪。他自己也加入了杀怪的过程。不仅如此，为了迅速杀怪，蛮荒巨人、木精灵乃至于兵营中产生的士兵都被他调到时空秘境中，因为他马上要下线了。玩家统一下线，他的分身也会消失，再次上线时分身才会出现，只能让天域本身就存在的 NPC、木精灵等等一直在晚上的时间杀怪。此刻修罗城中除了少数士兵毫无防守之力，而外面轰轰轰，10大主城的人马已经赶到。叮！恭喜，晚上8点，所有玩家被强制下线。伴随着系统的提示声，所有玩家离开了天域。这类似于防沉迷，整天玩游戏也不利于玩家的身心健康。楚天回到现实，给妹妹煎药，一起吃饭后就回到了自己的屋子。他还没告诉妹妹他能解决癌症了，他要给妹妹一个惊喜。妹妹康复后倒是可以买个别墅、私人飞机、游泳池之类的。他从没享受过生活，也该让他感受下美好。楚天美滋滋地想着，他有这个资本，赚钱对他来说很轻松。他倒是不在乎享受，但自己有本事了，还不能让亲人生活好一点吗？甚至只要他想，他很可能成为现实的无冕之王。他尝试过了，而今他反馈到了更多实力到现实，一座重达30吨的大石头，他都可以一拳打爆。遥想在以后上天入地、潜海破空都不是问题。其他人也应该反馈到了能力吧。想着想着，他下意识地打开了游戏论坛，几条评论加进置顶，进入眼前。大事件：我乃星芒帝国玩家，星空城、无望城、登天城等10个主城倾巢而出，向着从前天剑城的位置进发，貌似有大战将起。啊，那不是修罗大佬以前的地盘吗？莫非修罗城回到了星芒帝国？帝国肯定不允许修罗城存在，要爆发战斗了。而且修罗现在还不在。我听说啊，还有更强的高手在赶往修罗城呢，貌似是星芒帝国的几位王。看了一下，楚天就懒得看了。很显然，修罗城的位置算暴露了，玩家们中肯定有人会把消息卖给骷髅族等 NPC。至于修罗城没有他在，能不能守得住？呵呵。天域、世界、星月高悬，10大主城的人马早就在修罗城附近了。他们听到了修罗城的求战声，故意等到了此刻，准备发动战斗。哈，我听说异世界的人马都会在这个时候离开这个世界，没了修罗的城，
还能叫修罗城吗？此刻攻打，必定一举破城。他们感觉自己很机智。第157章，你好，我是修罗城小兵。这修罗城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星空城城主冷笑道。修罗城的求战声，他们可都听到了，瞬间引起所有城主不爽。10大城主每一个都是史诗级 BOSS， 比剑问星都差不多多少，麾下兵马无数。这一刻，法师部队、弓箭手部队开始远攻，战士撞击城门，攻城！轰！连天技能轰炸在修罗城上，怎么办？罗会长很头疼，修罗城主连带着几个分身全部消失了，高手们都在时空秘境杀怪，只有一些小兵在城内布置些什么，凭这些力量很难抵挡对面。成功了！突然的，几个小兵惊喜地高呼，他们被楚天派去布置防御阵，制作完毕的防御阵是个人都能布置。嗡！一道巨大的光圈迅速笼罩了整个城市，敌人的攻击落在上面，防御阵竟然连波动都没产生。0，没破防。什么？敌人全部惊呆了，他们合力攻击竟然都没破坏防御阵，这证明他们每一个人的攻击都无法对防御阵破防。可惜他们的攻击不能叠加在一起，哪怕有一个敌人，但攻击全部是1，就能对1000防御破防了。破不了。可是我们的攻击并不低啊！星空城城主、登天城城主等等惊骇无比，他们使用出全部力量都能打出几万攻击，甚至不惜一切代价的话10万攻击也能达到，但还是破不了防。这防御阵这么强的吗？莫非是2级防御阵？不对，肯定是3级。再来！10大城主不信邪，都使出了全部实力，恐怖的魔法、可怕的刀器、破坏力惊人的剑士等等，全部向着修罗城降落，但无一例外，全部没破防。以卵击石？不，卵碎了，起码还能弄脏石头。他们是丝毫影响不了防御阵，攻击就仿佛石沉大海一般，连波澜都无法掀起。哈哈！罗会长喜笑颜开，主人高明，原来早有手段，怪不得说对面是一群渣渣呢。修罗城一个人都不用出，就让敌人没辙了。组建破甲队，飞空骑士队伍尝试从上方攻击。10大城主不服气，使用各种方法寻找防御阵的漏洞，麾下上亿人马围着修罗城攻击，可惜就和蚊子叮咬一样，一点作用都没有。罗会长懒得管他们了，他知道等主人回来就是对方生死的时刻。何况修罗城的高手都没动手啊，无趣啊！现实世界，楚天玩味的笑笑，有坚不可摧防御阵守护，修罗城可以安然无恙。防御阵防御次数消耗后，需要圣级能源石补充，但带回来的时候还留存了9次次数呢。游戏论坛、各大新闻晚刊上还有无数人在热议，修罗城能不能度过此难关？有人猜测，等明日上线的时候，修罗城已经成为废墟。修罗再牛逼又如何？招惹了 NPC 也得完蛋。他好不容易建立的主城要废了呀！可怜啊！这帮嫉妒他的眼红病，楚天是懒得理会的。在一帮网络喷子落井下石的时候，他已经沉沉入睡了。第二天简单的吃了些豆浆油条，他安静的等待上线。网上又开始吵架了，马上早上8点了，要登陆了。今天上线后，修罗的大本营就没了，修罗的神话要陨落了。其实我跟随10大主城前往修罗城，今日我也会在修罗城外上线，到时我会告诉大家情况。想不到有玩家混入了攻击修罗城的部队中，楚天暗暗记下这几个玩家的名字。迅速的8点到了，这一刻所有玩家全部进入了天域。有些玩家平日不是每天玩游戏，又或者不会8点就上线，但今日全球玩家都准点进入了游戏，都想看看修罗的神话会陨落吗？叮！恭喜，您已进入天域。楚天出现在时空秘境中，经过了一整晚的杀怪，收获已然巨大。城内堆积满了怪物的尸体，这些尸体大概有8万亿进化点，进化血脉近在眼前了。他没有管外面的事，快速分解尸体。城内的高手继续杀怪。叮！恭喜，据钱盆昨日总计产钱1000万金币，爽！不过钱没进他的背包，而是投入了兵营、剑塔、法师楼中。修罗城广场上一个个士兵不断出现，他们还经过了后续提升，等级都很高。士兵上线100级，但金币提升也需要时间，现在还没100级的，但就连90级的都有了，60、70级的比比皆是。很好，楚天满意的点头，发现90级的士兵有20个呢，这也是罗会长故意分配的，大部分金币都用来提升这20个士兵了，其他士兵还都没80级。他想了想，虽然他不在乎渣渣攻城，但被动挨打也不是他的风格。你叫1号，你叫2号，你们出去迎战吧。楚天下令后，20个90级士兵向外进发。以小兵对敌人的城主，也不算太瞧不起他们吧。城外，一帮玩家上线后，
看到的场景让他们很懵逼。怎么回来是打了一晚上还没破？这 NPC 这么垃圾的吗？嘘，10大城主都是90级左右的史诗高手，你不想活了？而更让人们震撼的是，修罗城貌似一个小兵都没派出来。10位城主很憋屈，他们打了一晚上了，但却不能放弃，此刻放弃等于逃兵，因此成了笑话。消息瞬间传到了世界频道。天哪，修罗城一个人都没出，帝国人马都攻不破吗？太猛了吧！哈哈，我就说吧，修罗大佬的神话怎么会陨落？快看快看，修罗城有人出来了！我靠，都是90级的！人们抬头看去，只见修罗城城门突然打开，一队装备精良的家伙突然出现了，20个90级的，这太强了！玩家们除了楚天，现在还没人有50级呢，而修罗城这里已经有20个90级的了，这就是修罗城隐藏的高手吗？正当人们震撼的时候，一队整齐的声音响起：修罗城小兵1号，请战星空城城主；修罗城小兵2号，请战登天城城主。什么？这些高手竟然只是修罗城的一个小兵？第158章血脉进化，天生双重。你好，我是修罗城小兵，我要请战你们的城主。不是吧？90级高手在修罗城内竟然只是一个小兵？我以为修罗城是怕了，想不到是力量过于恐怖，根本不把这10大主城当回事。这一刻，修罗城在玩家们眼中如一个无垠的深渊，之中隐藏着无数的恐怖。世界频道更是死一般的冷寂，那些说修罗城必破、修罗神话陨落的家伙，现在哑口无言，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一些神级天赋玩家也是绝望了，修罗手下的小兵都比神级天赋玩家强，他们还怎么玩？修罗是真无敌，有人如此心叹。10大主城的士兵更是吓傻了，修罗城派出来的和他们是一个地位的，但同样是小兵，他们顶多50、60级，而修罗城小兵90级，这才出来了20个啊！谁知道还隐藏了多少？如果他们知道，修罗城还有无数高手，因为在时空秘境杀怪，暂时不想理会他们，不知道会是何等表情。可恶啊！小兵，和我们对战！10大城主愤怒不堪。身为城主，哪怕只是1级主城，但他们每人麾下都有上亿小兵，仅仅是各自带过来的就有上千万。这就是天域一个主城人口比现实的一些国家还多，太不把人放在眼里了。修罗如此无视他们吗？修罗，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吗？10大城主齐声高吼，他们好歹也是一城之主啊，算下来和楚天是一个级别的，但楚天太瞧不起人了。咣当，修罗城城门突然再次打开，轰！罗会长踏出，气势十足，龙精虎猛。90级，天才药师白灵踏出，灵虚一沉。90级，天啊，这个药师我在新手村见过，当时13级吧好像，后来成为了修罗的女仆，竟然也90级了。有玩家认出了白灵，当下引起惊涛骇浪。修罗的女仆仅仅是一个药师，本来才10来级，现在90级了，那他们这些玩家辛苦杀怪的意义何在？修罗大佬，我要给你生猴子，只要你帮我升级。什么欧巴啊，你快滚吧，我要去找修罗，给他做女仆。修罗大神，我虽然是男的，但我也会暖被窝，实在不行，我给您端茶洗衣服。龙国修罗威猛如斯，玩家们都快哭了，羡慕嫉妒恨。呵，白灵抬起琴手，身为楚天的女仆，她骄傲。楚天获得经验值太容易了，用不了的都提升手下了，现在等级都和他一样，虽然实力差距比较大，但也是90级啊。轰！神宠殿殿主踏出，脚步沉稳，90级。莫大师走出，神色淡漠，90级。天哪，连锻造师都是90级的，那还有一批药师、锻造师都是90级的，即使有些等级低一些，但也都是70、80级的。这还只是修罗城的副职业 NPC， 那些战士呢？战士的等级必然更恐怖。10大城主终于慌了神，他们也就90级啊，有些还没90级呢。对面90级的数量，已知的就比他们多了成千上百倍。我家主人有言，你们这些渣渣不配他出手，要么死，要么打，击败了这些小兵，才有资格见我家主人。罗会长冷声开口，带着白灵等人站在瞭望台上，他们搬来了板凳、瓜子、水果等等。作为副职业者，他们的战斗能力并不强，不适合正面作战。这是做起吃瓜群众，把他们当猴耍了。10大城主难受无比，他们终于明白了，修罗城的实力太恐怖了。如果此刻逃离的话，修罗城真正的高手都会出手，士兵们势必全部死亡，这可都是主城精英啊！舍不得手下死，就只能打，打就打。星空城城主开口，一根法杖释放星光，10位城主全部站了出来。
20位小兵同样站出。小兵的等级很高，但都是迅速提升来的，他们自身的资质并不高，也就相当于白银怪，所以属性比10位城主要低不少。没办法，他们确实只是小兵，以白银级的资质达到和城主一样的等级已经很不容易了。要知道，白银怪理论上也能提升到最大等级，但现在还没见到大于20级的白银怪呢，毕竟资质太差了，还没成长到高级就会被击杀了。城主们的基础攻击都在2至3万，小兵们只有1万左右，这也是城主们的信心所在。罗会长，小兵们打得过吗？白灵担忧道。且看吧，主人此举只是想把他们拖住，到时一举击杀。轰轰轰，对战迅速开始，20个小兵对决10大城主，确实打不过，品级在那放着，不是2倍数量能弥补的。但没想到的是，楚天将一些好装备暂时借给了小兵们，冰霜的叹息弥漫冰舞，日月一瞬间攻击让人眼花缭乱，还有诸多史诗器等等。更猛的，一个士兵使用了噬魂夺命枪，可以自己降低等级，换来多倍攻击。这一招连楚天都不太愿意用，毕竟耗费等级太高，算是个底牌吧。但小兵不在乎，他等级降低了，用金币就能提升。这个小兵一人杀2个城主，时间流逝，太强了。有6个城主死了，而修罗城的小兵有12个在疗伤了，却没有死。没办法，修罗城小兵等级很高，还个个穿的豪华装备，有着装备差距在，10个城主已经挂了6个，剩下的4个很可能最终也要挂了。而这只是修罗城小兵出手，而在时空秘境内，楚天的嘴角终于露出了笑容。叮！恭喜，您获得了10万亿进化点，终于能够净化血脉了。不墨迹，他直接净化，但叮！系统提示：您天生具有双重血脉。第159章，人王血出，谁敢不尊？叮！系统提示：您天生具有双重血脉，意为神秘血脉，无法准确探测，但最低为神灵级潜力，目前进化点不足够提升此血脉。天生双重血脉，楚天愣了一下，他知道自己有神秘血脉，最低为神灵级潜力，10万亿进化点不够情有可原。毕竟净化万物天赋就是因为自己的神秘血脉才能够得到的，虽然神秘血脉一直没有展现出其他能力，但仅仅这一项强大可见一斑。说净化万物是自己的根基，不如说神秘血脉才是他的资本。但他没想到自己还有一重血脉。之前看到吴天也有双重血脉，一为人类血脉，二为诗人血脉，可见天域是可以拥有双血脉的，但楚天的双血脉却是天生拥有，也就是说他没进游戏前就有双血脉。难道自己不是人类吗？可身为医学高材生的他，仔细地研究过自己的身体，骨骼经脉等等都是人类模样。提示声继续。叮！意为普通人类血脉，可以净化血脉，提升潜力。果然，另一个是人类血脉。难道这和自己的父母有关？自己的父母有一个是普通人类，有一个却是神秘生物，而且很可能和天域有关。仅仅是血脉传承，就让自己开局拥有了超神天赋，净化万物。天域来自宇宙，那自己的父亲或者母亲来自天域还是宇宙？但自己是货真价实的蓝星人啊！可惜他是孤儿，都没见过父母，无处研究。管他呢！楚天懒得想了，这是什么父母，把他生下来都不管他的，他也懒得去寻找。自己算是吃过苦的人，靠着努力和机遇才有了现在美好的一切。他只自信有我无敌。就算真是这样，那我把人类血脉提升了，也算超过父母了吧？楚天眉目一冷，瞬间下定了决心。叮！恭喜，普通人类血脉提升中，即将提升为人王血脉。血脉提升需要时间，进度1%、2%，稍微有些慢，毕竟这是身体最根本的东西。一切仿佛毫无变化。轰轰轰！但楚天的体内血液骤然沸腾，如大江大河般奔涌，流过四肢百骸，仿佛岩浆炽火喷薄，酥爽痛快感传遍全身，连血色的颜色都开始变化了。零星的金色出现于红色鲜血中，红色炙热，如人类一颗永不投降的心；金色高贵，宛如众生中的天定尊王。他暂时还看不到体内情况，但其实在他身体内部，那颗红色的心脏却平静地跳动着，宛如这翻天的变化影响不了心脏丝毫，它只是缓慢流出一些鲜血，转变成红色，继而金色。叮！恭喜，经神秘血脉刺激，普通人类血脉转变成人王血脉过程加速，进度10%、20%。爽！叮！恭喜，身为您的分身，虽然无法承载您独一无二的神秘血脉，无法传承超神天赋，但他们的躯壳足以成为人王血脉，
一并净化血脉中。修罗分身1号，血脉进化为人王血，进度 20%。修罗分身2号，血脉进化为人王血，进度 20%。卧槽，人王血肯定很牛逼吧？竟然净化自己一个，顺带把分身都净化了。楚天猜测，分身诞生时传承的就是自己的人类血脉，但神秘血脉无法通过分身传承，才有此等变化。整整7大人王血脉，想想就刺激啊！痛快！楚天和分身一并畅快地高呼着，他能感觉到自己的资质在提升，还没有升级，属性就开始上涨，进度 30%、40%。时空秘境外，罗会长很蛋疼，怎么回事？主人按理说该出来将敌人一举击杀了呀，已经死了好几个城主了，再这样下去，对面该狗急跳墙了。本来楚天这时候该出来迅速击杀所有敌人了，但净化血脉需要些时间，他本来也想到了这点，但可以让分身出来收拾局面。没想到分身也净化血脉了。至于木精灵、巨人族、龙骑等等，在楚天净化血脉的时候，他们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动弹不得，扑通，甚至直接跪倒。主人身上的威压好强大，他的身后似乎有如海般的金色血气，这种现象我在族内的秘典上看过，好像是人王血脉。莉莉亚女王突然尖叫，激动道：一定是人王血脉！传说人类才是天地宠儿，万物皆可容纳于一身，不像我们木精灵只能做弓箭手，他们却可以做战士、法师等等，他们的潜力包容万象，也因此很杂，不纯粹，所以没有因人视野远、亡灵免疫魔法等天生天赋。但传说人类中总有天骄出现，天生具有强大天赋，能在人类衰竭时力挽狂澜，挽大厦于将倾，所以大陆各大强族并存，人类帝国才能占据几分领土。此等天骄号称天生人王。原来如此，人类看似弱势，除了人多没优势，但偏偏历史上出现了一些人王血脉者，硬生生从各大种族中打下了一些人类帝国，供后世人类生存。而今人王血脉没了踪迹，人类显露颓势。没想到主人竟然硬生生从普通人类血脉变化成了人王血脉，还一变就7个。人王血脉倒也给不了我们这么大压力，但我们是主人的奴仆，又因为距离近，所以感受到了威压。巨人王和莉莉亚齐声开口，他们期待着主人变强。暂时他们因为受到压迫还动不了。可恶，城外10大城主死了8个了，剩余的2个城主咬牙切齿，急道：修罗城小兵太强了，这样下去都得完蛋。怎么办？要不率领大军直接杀了这几个小兵？可恶的修罗，我们星芒帝国找到了人王血脉者，但凡是人类必须要臣服于人王血脉，共商种族大计，他怎么就不愿意臣服呢？星芒帝国貌似找到了人王血脉。第160章，又一个超神天赋。没错，找到了。虽然只是疑似，但那股威压骗不了人，一定是人王血脉。而修罗作为人类这一代的顶尖强者，要是能被人王血脉者收服的话，肯定能加快人王血脉者成长的过程，但他们也不能直接说出来。要是外族得知人王血脉者出现了，那就麻烦大了。所以直接攻打修罗城，逼修罗臣服。不怕修罗不臣服，大不了人王血脉过一段时间后亲自降临修罗城。在人类中有一句话流传：人王血脉出，谁人敢不尊？但凡人类，须尊人王。叮！人王血脉进化进度 98%。干吧，快速杀了这些小兵，然后逮住那几个副职业者。他们虽然等级高，但都是药师、锻造师，不想死的就打开城门，到时我们直接冲进去。2位城主瞬间下定决心，出击！轰轰轰！他们身后上亿人类大军行进，要以人海优势快速击杀10个小兵，威胁罗会长等人开城门。虽然不知道罗会长会不会开，但他们也只能试一试了。不好！罗会长等人焦急，但也无可奈何，准备作战。其实他们还是能作战的，使用一些毒药等等，可惜他们没有高级毒药药方，毕竟不是人人都是楚天，战斗力无双，副职业又猛得一塌糊涂。老实说，他们还真打不过敌人，毕竟数量差距过大，除非像楚天那样能以一挡无数。冲！冲啊！2个城主狠心大作，率大军出击，感觉美好的明天就在眼前了。但突然的，轰轰轰！一道金色的光柱突然从修罗城的中心爆发开来，那是来自于城主府上方的时空秘境中，时空秘境漩涡旋转，金色的汪洋一泻而出，瞬间如大江大洋倾泻，如金色的血海一般。叮！恭喜，进化成功，您的血脉之一成为了人王血脉，资质提升5点，已分配的属性点补足属性中，攻击+5+5+5+5，防御+5+5+5，气血。楚天的资质本来有20多了，现在又加了5。
叮！每次升级，额外提供3点自由属性值， 1.5 超能点，为您补足之前的属性。自由属性点加3+3+3，超能点加 1.5+1.5+1.5。分配属性中，攻击加5+5+5+5，防御加5+5+5，气血，这些都是人王血脉的加持，一下子加了好多。超能点本来都不太多了，却瞬间又有60点入账，可以肆意使用了。而这仅仅是开始。叮！身为人王血脉者，具备天生 SSSS 级超神天赋，根据您的性格为您抽取天赋中，竟然还有 SSSS 级天赋。要知道，除了楚天外，玩家们获得最高天赋就是 SSS 级天赋，这还在神级天赋的范畴内。而 SSSS 级已然超神，还有 SSSS 级，楚天都有2个 SSSS 级呢。事实证明，人王血脉比楚天的神秘血脉还是弱了一些。但人王血脉还能进化，根据我的性格抽取天赋，还挺人性化的，不愧是人王血脉。楚天也是满心期待会获得什么天赋呢？叮！恭喜！您的性格霸道冷酷，心中不尊一切却容纳一切，抽取到 SSSS 级天赋中最好的之一。哟呵，同级别天赋肯定也有差距，而楚天抽到最好的一种了。叮！抽取成功，您获得了剥夺装备天赋，听起来不错，迫不及待查看。剥夺装备 SSSS 级超神天赋。描述1：您使用剥夺点，可以将对方的装备剥夺变成您的。描述2：您拥有的事物包括生物和非生物，包括可视和不可视，都可以分解成剥夺点。描述3：剥夺点不够时，您可以将一个同品级、等级的装备变成敌人的，敌人的装备被您剥夺，1天1次的机会。总描述：只有气吞山河之人才配拥有这个天赋。我靠，楚天没想到这么厉害。众所周知，装备哪怕品级、等级一样，也是有差距的，要看具体效果和主人的适合与否。比如一个剑客拿着一把弓箭有什么用呢？而楚天就可以把别人的装备剥夺变成自己的，敌人瞬间没了装备。不过也有代价，需要付出一个同价值的装备送给敌人，但敌人被秒杀了，装备不就回楚天手上了？这效果更应该叫替换装备。之所以叫剥夺装备，是因为正常的用法是使用剥夺点，替换装备只有1天1次的机会，而且楚天查看了下，还能进化。进化方向1： SSSS 级天赋剥夺宠物。进化需求1000万亿进化点。进化方向2： SSSS 级天赋剥夺技能。二次进化方向 SSSS 级天赋剥夺万物。进化需求1亿亿进化点。唉，进化点还是不够啊，毕竟楚天遇到的都是好东西，5S 级别时就能剥夺宠物、技能，甚至是血脉等等了，6S 级别时更是万物皆可剥夺，变成他的，直接抢东西啊！别管对面有什么手段，剥夺点足够，东西就得变成楚天的。现在的剥夺装备倒也足够了，楚天还是满意的，不急，慢慢来。这些还只是人王血脉的附加效果呢，真正的效果，叮！恭喜，身为人王血脉，您天生对人类拥有压迫力量，所有人类不论等级、品级，只要是普通人类血脉，若对您有敌意，属性全部降低 50%。 等级不超过您的人类，在您面前只要有敌心，必须跪服。牛逼！所有人类哪怕999级，在楚天面前若有敌意，属性降低1半，等于低于他，更是必须跪服。知道人王血脉多牛逼吗？修罗再牛逼也得跪下来。蛮山城城主内心冷笑，要不是为了保守秘密，他恨不得现在就在城内大喊：修罗，你知道你招惹的是谁吗？人类的王！哼！铁牙城城主讥笑，2个留存的城主抱团取暖。轰轰轰！就在这时，金色的汪洋血气笼罩而下，他们扑通扑通扑通，2大城主内心仿佛遭遇重击，双腿被压迫的跪倒。他们身后上亿人马更是直接跪趴下，将城外的坚实地都跪碎了，抬不起头来，连动弹一下都不可能。不可能，绝无此等可能。这种情况2个城主见过，他们根本不信。人王血脉者该独一无二才是，难不成星芒帝国内的是假的不成？不可能，就算假也得是修罗的假的，因为修罗的人王威压范围太大，威压太强，就是太强了才让人不敢相信。第161章，圣级9阶强者宣帝国指令，他绝不会是人王。2个城主当然不信。星芒帝国发现人王血脉的时候，金色气海覆盖几百米，将一些40级的人都压倒下来了。帝国翻阅典籍发现，可能是人王血脉出事了。但事实上，
帝国也不确定那是人王血脉，只是肯定那人王血该有的威压。但眼前金色气海覆盖几千里，比他们发现的大了很多，连90级的都直接跪倒了，就好像这里的人王血很多很强大似的。这里怎么可能有很多人王血脉吗？肯定都是假的。但突然的，他们感觉到自己的属性迅速降低到0点。所谓跪服，就是在人王血脉面前不得展现任何忤逆的能力，属性必须降到0点。不好，这真是人王血脉！帝国的那个人王血脉者也没有这等能力啊！难不成星芒帝国内的那个人王血脉者才是假的？他们好像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不行，我一定要确认下，他到底是不是人王血。楚天还没管外面，查看了下自身。修罗圣法斗战精灵射手，等级90级，武功31836至32286，法功30836至31183，防御2903，气血35753，蓝量12864，技能天赋净化万物，点化万物，剥夺装备。80级的时候他的攻击2万多点，现在90级就高达3万多了，升10级顶得上之前升40级的效果，这是多项提升的功劳。单独的基础攻击比同等级的圣级 BOSS 都不差，更何况他还是双攻击双隐藏职业，连一直没怎么提升的蓝量都破万了。呼，楚天非常的爽，看向了6大分身。1号分身，武功25863至26193，法功24765至25083，防御2585，气血30376，蓝量9477，技能无间刀域，隐身术，天赋剥夺装备。2号分身都和自己差不太多，每个分身都算是顶尖强者，都是人王血脉。而且分身虽然无法具备净化万物、点化万物天赋，但都有超神天赋剥夺装备，因为这是人王血脉赋予的，他们也有资格拥有。剥夺装备，如果用自己的装备来剥夺别人的装备，机会是1天1次，但楚天加6个分身，就是每天7次，爽啊！楚天心中美滋滋，呼唤出了生灵术。人王血脉挺不错，为何不多创造些？叮，是否根据您的血脉创造属于您的种族？楚天毫不犹豫，滴下1滴鲜血，瞬间被生灵术吸收。叮，系统提示：主动剥离鲜血和战斗掉血不同，每剥离1滴鲜血，气血属性永久降低1点，是否确定产生族人？楚天没想到还有这门道。他35753点气血，降低1点倒也没事，但这毕竟是永久降低，多了就头疼了。算了，先用1点来试试吧。确认。叮，恭喜，确认成功。生灵术产出您的族人中产生的族人将以您为父尊。由于您的神秘血脉过于强大，生灵术无法承担压力，产出人王血脉族人中。需用时7天。果然，神秘血脉太强大，无法产出族人，最起码也得等生灵术进化几次吧。不过结果已经很不错了。叮，请您为新生种族命名。楚天想了想，既然是人王血脉的族人，那就叫人王族吧。料想人王族的起点就会超越人类，也不知道新生的人王族会不会有天生天赋，还是剥夺装备吗？楚天暗自期待，但一切都得等第1个族人诞生才能得知了。这时候他也散去了金色气海，这是可以调控的，不过城外对他有敌意的人依旧会受到压迫。突然的一声高吼响彻城内，声音之高将楚天都惊了一下。修罗爸爸，我错了。蛮山城城主激动地站起来，他能动了，他能说话了，他是故意的。在人王血面前，等级低于人王的并且有敌意的人类都会动弹不得，所以他故意散去敌意，从内心深处信仰楚天，但之前才攻击修罗城呢，现在又信仰楚天，心灵转换的难度非常大，所以他干脆来了得很的，喊修罗为爸爸，而且心里真这么认为。这可是人王啊，要是自己第1个跟他混，飞黄腾达岂不近在眼前？铁牙城城主见此瞬间明白了，狗屁，竟然抢先还不带上我！修罗爸爸，我错了。他赶紧认爸爸。雾草，主人怎么多了2个儿子？罗会长等人刚准备趁机攻击，一些毒药都准备好了，但突然见到2个城主认爸爸，齐齐愣了一下。要真是主人的儿子，肯定不能打呀！胡说八道，主人那么年轻帅气，哪来这2个又老又丑的儿子？白灵有些生气，哼，不要脸的东西，想当主人的儿子，你们也配？就算主人想生儿子，也该是和我。修罗爸爸，我错了。修罗爸爸，
我错了。突然的，所有的敌人都开始喊修罗爸爸，1亿人马的高呼，场面太盛大了。士兵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看到自家2个城主喊出这句话后就能动了，所以他们只能跟着喊。不是吧？真的假的？玩家们都懵逼了，刚才还气势冲冲要攻打修罗城，转眼喊修罗爸爸。经过世界频道的传播，全世界玩家都傻眼了。修罗多了1亿个儿子，马德！楚天也听到这声音了，他不爽地摇摇头，什么人都想做自己儿子，出去看看，怎么说也得看看对面有没有资格吧。而喊爸爸的声音太大，传彻出去无数远。此刻星芒帝国的一位圣级9阶强者眉头紧皱，他原本是来支援10位城主的，想不到竟然都在喊爸爸。可恶，一定是修罗逼迫他们的。他迅速地逼近修罗城，高呼道：传陛下谕旨，修罗即刻出城投降，否则就地处决。他有这个自信。1. 他是圣级9阶强者。2. 他是星芒帝皇的亲弟弟，权势滔天。第162章，小老弟，你快乐吗？不好，那是厉亲王大人，陛下的亲弟弟，圣级9阶强者。蛮山城铁牙城城主齐齐一惊，想要提醒厉亲王，修罗是人王血，杀不得。但转念一想，他们都喊修罗爸爸了，肯定不能再回星芒帝国吧，不然多丢脸，不如就跟着修罗混。如果修罗输了，他们就转口说自己是被修罗逼迫的。简而言之，墙头草，坐山观虎斗。反正据说修罗已经收了很多人了，肯定也会收我们的。我们可是强者啊！他们自信十足，怎么说也都是史诗 BOSS， 还有1亿手下呢。主人，是主人，他出来了！就在这时，有人一声高呼：吼！伴随着一声巨大的龙吼，时空秘境内的高手出现了，巨人族、木精灵族、龙骑，尤其是最前方的修罗和分身们，气势冲霄而上，1个、2个、几十万个，最低的都是史诗品级，还有2大圣级、2族之王。咻咻咻，一个个小兵出现了，最低的都是80级左右。咕咚，2位城主惊恐地吞咽口水，修罗真会收他们吗？修罗城的真实力量太可怕了，完全能瞬间击杀他们。来人很强，主人需要我们帮忙吗？巨人王莉莉亚同时开口，声音凝重。他们能感到来人比他们强，他们也不过圣级1阶罢了，圣级9阶往上就是神级啊！不用，楚天淡淡摇头，刚提升为人王血脉，怎么能不来场战斗？火眼金睛，虽然距离很远，但来人的能力已经被他看破。星芒帝国厉亲王，品级圣级9阶，等级150级，攻击59030，气血600876，防御73689，技能利羽剑舞，拳风赫赫，铁血战役。描述：星芒帝国帝皇亲弟弟，深得帝皇信任，同时也是位恐怖的强者。弱点：近战能力很强，但移速不快，远攻对付。连弱点都扫出来了，建议远程攻击对付他。基础攻击就5万多，防御高达7万，除了楚天外，任何玩家都无法对他破防，哪怕是楚天，如果不使用技能装备，也无法对他破防。毕竟比楚天高了60级呢，真够看中我的。楚天玩味的笑笑，轰！他和6大分身驾驭雷龙，齐齐飞到高空。10万米外，厉亲王都看不见他，但能感觉到一股强大气势出现了，认定就是修罗。修罗，你终于现身了，是要投降吗？楚天没有回话，只是淡淡的看向他的方向。他准备和厉亲王正面一战，我要让你感受到真正的绝望。虽然他是精灵射手，也有高级弓箭可以作战，但身为一个大丈夫，岂会惧怕正面交战？我去，这是准备硬刚厉亲王。厉亲王的近战能力无双啊！修罗此举实为不智。蛮山城铁牙城城主故意高吼，其实在提醒楚天，他们已经想跟楚天混了，但内心也感觉修罗太轻敌了。我相信主人，只有修罗城的人马始终相信楚天。轰！厉亲王的速度挺快，瞬间飞行上万米，不消片刻功夫就见到了楚天，瞬间怒火奔腾。修罗，你安敢如此小觑我？他听到2位城主喊修罗爸爸，应该是背叛星芒帝国了，而且还提醒了修罗他近战能力强，但修罗偏偏在这里等他近战一场，太瞧不起他了。吾乃帝国厉亲王，帝皇亲弟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星芒帝国领土内莫非臣民，你见我也须拜。他自认地位比楚天高，尤其是帝国找到了人王血脉，势必会成为最强的人类帝国。
他正是志得意满的时候，修罗却还敢小觑他。哦，原来就是个弟弟啊！楚天终于开口了，一出口就震惊全场。圣级9阶强者到了他面前，就是个弟弟，牙尖嘴利，找死！厉亲王嘴上说不过，直接发动攻击，手持一把煞气冲天的大剑，轰轰轰，道道剑气凌空飞舞，蓄势待发。不过3万多气血罢了，我这一剑就可斩你。他看穿了楚天的属性，暗自震惊。楚天的属性非常强，不过没用，因为他手上的圣器诸天剑有一个强大的技能，当自己的基础攻击超过敌人的气血值时，无论敌人有什么手段，必定死亡，无视一切，不管多高防御，不管什么特殊效果，只要自己攻击高于敌人气血，哪怕是亡灵族复活恩赐的能力，也要直接死亡。他基础武功5万多，楚天气血3万多，只有死路一条。这是上一代人王留给我们星芒帝国的圣器，能死在他的手上，值得你骄傲。他还故意说了出来，他想从楚天眼中看到惧怕，可惜他注定要失望了。是吗？楚天玩味的笑笑，正好送给我了。叮！启动天赋，剥夺装备，剥夺对象为诸天剑，替换对象为药王鼎。同品级、等级的装备可以替换，两者都是圣器，但不知道是不是一个等级。楚天也只是试一试，没想到成功了。叮！恭喜，剥夺成功，您拥有了圣器诸天剑，厉亲王拥有了药王鼎。哈哈，死了！厉亲王正哈哈大笑，他虽然显摆了一波，但不浪费时间，1秒不到的功夫就火速出击了。诸天剑释放光芒，他能想象到修罗被一剑斩杀的样子。但突然的，嗡，手上的诸天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药炉。尼玛，他是战士啊，举起药炉干嘛？不对，我的诸天剑呢？更难过的是，他的属性降低了，而楚天的物理攻击增加了5000，因为诸天剑出现在了他手上。怎么会？圣器诸天剑怎么会出现在你手上？厉亲王惊恐无比，他有了诸天剑后，再也没有使用过其他战斗装备了，因为不屑，因此他直接没战斗装了。更难受的是，6大分身出手。叮！分身1号启动天赋，剥夺装备，剥夺对象为寒铁甲，替换对象为追日弓，等级不同，替换失败，重新替换中，替换成功。分身2号，楚天装备多的是，厉亲王其他装备都是史诗器，不知道是没圣器了，还是没带来。总之，一次替换不行，那就2次替换，反正1天1次的机会，指的是替换成功。瞬息间，厉亲王身上7件装备被楚天剥夺了，一般人总共穿11件装备，他剥夺的都是主要装备，诸天剑、盔甲等等，剩下的戒指等加的属性不多。厉亲王身上4件装备，孤零零的挂着，穿着一个大裤衩，还有些弓箭挂在他身上。弓箭是楚天替换给厉亲王的。厉亲王一个战士，能用弓箭，好装备没了，他的属性迅速降低。这转变太快了，让厉亲王一愣一愣的，暂时反应不过来，突然被扒了装备，能不傻一下？必须要尽快，楚天不会给他机会。叮！恭喜，您使用了人王威压，厉亲王身为普通人类，在您面前，所有属性降低1半。噗！厉亲王的气势就跟有些气喷出去了一样，如气球一样憋了。你是人王？他厉声高吼，彻底的懵了，刚想换装备，却又愣了会儿。毕竟，突然发现楚天是人王，身为人类，他能不愣？说你是个弟弟，你偏偏不信。楚天讥讽的笑笑，小老弟，换装体验不错吧？你快乐吗？轰！他抬起了诸天剑。第163章圣级宝物冷凝宝石。楚天已经查看了诸天剑的效果。诸天剑圣器，等级10级，附带效果攻击加5000，附带技能1诸天必杀紫，消耗蓝量5000。当自己的基础攻击超过敌人的气血值时，无论敌人有什么手段，必定死亡，持续时间3秒，冷却时间30分钟。附带技能2人王诸天紫，消耗蓝量5000。人王血脉者使用诸天剑时，基础武功提升自身等级20倍，持续时间3秒，冷却时间30分钟。描述：上一代人王的圣器，留给人类帝国对付外族，很猛。附带效果虽然只有1项，但直接加5000攻击，追求极致的破坏力，深得楚天心意。他的基础攻击达到了36000多，而且还有2个技能。第2个技能更是适合人王血脉者，提升基础武功，可以和技能一形成组合技。人王诸天，楚天心念一动，诸天剑上释放璀璨的金色。叮！恭喜，您为人王血脉，基础武功提升90除以20等于4.5倍，
达到165762至167787，基础物攻提升4.5倍，看上去不多，但不要忘了，技能还没升级，楚天暂时也懒得升级。一是因为现在就要1万蓝量，升级后消耗肯定更大；二是因为沥青王被扒了装备，又降低了一半属性，他60万的气血已经降低到15万，很正常。他60万气血，起码有30万是盔甲、头盔等赋予的，即便是楚天的属性，也有许多来自于装备啊。现在装备被扒了，掉一半很正常，然后又掉了一半，不好。他是人王，最适合诛天剑了，基础攻击肯定提高了。我的气血，沥青王慌得不得了，刚想随便挑些装备换上，诛天必杀！轰！一剑狠狠落下，剑气纵横几百里，滚起烟尘漫漫。等尘埃落下时，已经没了他的身影。他死前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把诛天剑带了过来。这本就是人王留下的圣器，若他知道楚天是人王血脉，无论如何也不会在这嚣张。叮！恭喜您击杀了沥青王，得到了20.3667万经验值。由于您尚未职业9转，暂时无法升级，经验值换为提升部下修罗城小兵21号，修罗城小兵20.1300号。轰轰轰！升级9阶150级，提供了许多经验值，楚天都提升手下了。修罗城的士兵全都扬起冲天的白光，迅猛升级，等级+1+1+1+1。这股场景把所有人都吓傻了。不是吧？修罗城的人升级如此简单？这就是修罗城强大的奥秘吗？修罗越级杀怪，经验值用来提升手下。我靠，我也要进修罗城！两大城主，玩家们羡慕的不得了。可惜这种办法只有楚天能做，因为只有楚天才能越这么多级杀怪，也只有楚天才有强大的个人魅力，收服如此多的强者。人们还在惊惧中，一剑秒杀沥青王。沥青王已经是帝国很强的人了，那修罗在帝国无敌了呀！他是怎么做到的？一剑秒杀圣级9阶强者。只有星芒帝国的人马才能知道沥青王的强大，在修罗面前却如此憋屈，连能力都没使用出来，就被直接降低了许多属性，瞬间被秒杀。视觉冲击过于华丽，主人太强了！巨人王、莉莉娅也在惊叹，即便是他们想拿下沥青王也非常的难，甚至可能会死，但主人就是轻而易举的击杀了。只能说主人是不能以常理视之的。呼！楚天舒服的呼口气，他知道他这次约60级秒杀还是占了很多便宜的。人王血脉对沥青王有压制，圣器诛天剑效果太强大，而且这次算是他和分身一起出手，超神天赋剥夺装备，连续7次使用。沥青王死得不冤，还是要尽快职业9转啊，不然无法升级。手下升级都快让他羡慕了，拿下10座城池就能9转了。刷！他目光下落，看向了星芒帝国人马。此刻他还有15万多的基础攻击，周身气势惊人，目光带着恐怖压力。咕咚咕咚，帝国人马感觉被死神盯上了一般。扑通，两大城主为首全部跪倒。修罗爸爸，我们错了，我们愿意臣服于您。反正修罗这么强，跟他混肯定吃香喝辣。但谁知你们没有资格。一道冷淡声传来，五匹剑气肆虐而下。叮！恭喜您击杀了蛮山城城主，获得。恭喜您击杀了铁牙城城主，获得。两大城主也是高手了，和剑问星不相伯仲。当时楚天杀剑问星还要谋划一下，现在随意斩杀。墙头草，没骨气。楚天不要，他们最大的价值就是提供进化点了。虽然品级高的不多，但架不住数量太多啊。轰轰，又是一批经验值到账，修罗城的士兵等级暴涨，许多没有90级的也直接90级了，还有许多刚生产出来还没用金币提升的，这下直接提升。战斗本就是提升最快的办法。修罗城士兵听令！楚天冷漠地看向帝国人马，淡淡开口：“都杀了！杀！杀！”好！战士冲杀，弓箭手远程点射，法师远攻，同时用魔法防御保护友军。修罗城士兵终于展现了他们的力量，有这3大职业在，配合挺完美。更恐怖的是，龙骑出手，还有许多斗战职业者出手。巨人族、木精灵族加入后，帝国人马全线崩溃。帝国的1亿人马根本抵挡不了修罗城，完全碾压。就连玩家楚天也没放过，敢来修罗城的，今日必死！楚天无需事必躬亲，他查看了一下收获，除了经验值外，沥青王还贡献了一些东西，一大批的史诗器。看来这家伙有备用装，可惜没来得及换。幸运的是，药王鼎爆出来了，回到楚天手上。这可也是圣器啊！哟吼，还有一个圣级宝物冷凝宝石。
第164章矮人族镇尸任务。冷凝宝石圣级宝物，限制主人等级超80级。效果：镶嵌在装备上，技能冷却时间降低 30%。数目1颗。描述：提升装备的宝石乃厉亲王的珍藏，冷却直接降低 30%。这很猛了。虽然也有些技能降低冷却，但很少有降低这么多的。而且宝石镶嵌后是一直降低冷却啊，不需要再有任何的消耗，跟永动机似的。更恐怖的是，这才1颗宝石，如果是3颗，降低 90%，4颗无冷却，技能连发。我去！楚天激动了，他有很多技能很强，但冷却也挺长，正缺冷却宝石啊。比如巨灵神话，冷却时间长达10天，实在太长了。镶嵌冷凝宝石后，冷却变成 3.3 天，能够接受了。镶嵌的越多，冷却越少啊。其实巨灵神话算是我最强的底牌之一了。楚天忘不掉他变成巨人一屁股坐死巨人王的场景，就是这宝石到底如何镶嵌呢？他拿出了巨灵腰带，想琢磨琢磨，没想到竟然出现了新的面板。巨灵腰带等级3，可打孔数量3，可镶嵌宝石数量3。什么意思啊？楚天一直没明白装备为什么有等级，因为装备等级好像并不代表装备强弱。难道装备等级多少就意味着最多可镶嵌多少宝石吗？他拿出其他装备试试。诸天剑等级10，可打孔数量10，可镶嵌宝石数量10。药王鼎等级10，可打孔数量10，可镶嵌宝石数量10。果然如此，看来楚天发现天域的秘密之一了。毕竟天域是宇宙产物，游戏公司也给不了详情，全体玩家都不知道的事他知道了，就算领先别人了。宝石镶嵌还要先打孔，我有上古锻造师职业天功，但没有锻造的基础常识，可以问问莫大师。楚天回到修罗城，找来莫大师询问。相比于其他玩家，他还有个便利， NPC 都是他的手下呀。冷凝宝石，莫大师看到冷凝宝石激动得不得了，小心地捧在手里。宝石其实有很多，但大多被各大顶尖势力垄断，不允许别人开采。主人，您这颗宝石应该是从厉亲王那儿找到的。原来如此，宝石很多，类型也不是冷凝宝石一种，但被各大种族帝国垄断了开采区。楚天玩味地笑笑，他最讨厌被人垄断了，要是他自己垄断的，那当他没说。因为宝石被各大势力垄断，我们这些寻常的锻造师已经不追求给装备打孔了，所以我帮不了主人您，但有一族绝对有给宝石打孔的办法。哦，哪一族？楚天很感兴趣。矮人族。莫大师连连开口，激动道：矮人族绝对是世间最好的锻造师了，但矮人族性格古怪，寻常人都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难受啊。楚天还想着让技能没冷却呢，就这么成为白日梦了。我见过他们。但突然的一道好听的女子声传来，孟婉晴。对于这个暗恋，哦不，大胆喜欢自己的女神，楚天观感还是不错的。修罗城遭到针对，连传送阵都无法起作用，还是孟婉晴帮助他的。孟婉晴看似柔弱，其实胆大心细，不然也不会拥有阵师副职业了。她也是双职业啊。可惜楚天现在不想谈恋爱，只想提升自己，所以当时拒绝了孟婉晴。哪里？楚天问道。醉落城，我在那里见到了一个矮人，不过只是瞥到一眼就消失不见了。当时我在那里做阵师任务，所以没有多管，但我肯定那是一个矮人。孟婉晴知无不言。他知道楚天拒绝他是因为楚天眼光太高了，但他不会生气，因为楚天配得上这份骄傲。当时楚天还没发达，是一个简单的大学生，但他一眼就看出来楚天的将来不可限量，因此他必须帮助楚天展现自己的能力，走到楚天眼中。我相信你。楚天点点头，下定了决心去醉落城。而且孟婉晴成为阵师是从醉落城的一个 NPC 那里学到的。楚天对于阵师也有些兴趣，毕竟技多不压身，全能才是强者的追求。主人，所有敌人已经全部击杀。就在这时，星芒帝国人马全部死亡，地上满满的都是装备金币，这些装备你们拿走吧。楚天让士兵们分走装备，反正分解了也没多少进化点，但尸体全部分解，1亿多尸体，分解出1200多亿进化点。楚天看了看，都能进化出12件圣器了。战争和死亡本就是最快的提升途径，但目前他不急缺装备，可以先省着。他要进化的东西多着呢，这么多进化点，不出意外的话，足够我用好几天。楚天算了下，暂时不用开启时空秘境了。秘境杀怪也需要人马呀，而这些人马，楚天准备全部派出去。听令！楚天飞到高空，大手一挥道：星芒帝国小觑我修罗城，
更是在本城主忙碌之时，趁机连番攻打。可我修罗从没被动挨打的习惯，给我打回去！登空城、蛮山城10个城池，1天之内拿下，有没有问题？事实上也是想完成9传任务，就无需楚天亲自动手了。他培养手下，手下总要表现出价值。没有问题，必胜！出征！所有士兵倾巢而出，已经全部90级了。为了确保任务完成，龙旗分散在士兵中，6大分身各自带队出征。有6大人王血脉在，能有什么问题？巨人族、木精灵族则留守修罗城。轰！楚天自己则双翅展开，飞向醉落城。主人，若此时骷髅族等等打过来，城内力量离开了很多，这可怎么办？罗会长等人还有些担忧。无碍，我说过了，我修罗从不被动挨打。外族打过来，为什么不是楚天打他们？楚天此次外出，有机会的话，肯定会趁机将骷髅族等等敲打。至于信心所在，1000多亿进化点，足够我进化出1件神器了。没错，他已经能进化神器了。你要小心啊！孟晚晴暗自祈祷，因为醉落城可不简单。第165章，醉落9层，神秘女子。天域许多地盘被各大势力占据，资源被把控，但也有特殊地带。这样的特殊地带一般被称之为3不管地带，醉落城就是其中之一。在醉落城中生活着一群凶神恶煞的人，他们或许被某个帝国通缉，或者招惹了某个强族，只能在醉落城隐藏自己，总之个个都不像好人。醉落城距离星芒帝国很远，楚天要是飞的话，可能要飞10来天，修罗城传送阵又不通。幸好孟晚晴去过那里，留下了传送阵。叮！恭喜，您达到了醉落城外。楚天启动传送卷轴，瞬息到达。他没有进入城内，而是在城外，因为直接进入城内的人都会被醉落城集体攻击。他虽然不怕，但不想平添事端，只想先把任务做了。因此他还戴了面具，隐藏了昵称。毕竟他太出名，被人认出来引起轰动，太烦了。他走向城门，附近还有一队玩家。唉，终于到了醉落城了。我们杀了太多玩家，杀戮点太高，只有醉落城能容得下我们了。是啊，我都1000多点杀戮点了，要是去其他主城会被城防军拦下来的。这群玩家个个都是红名昵称，杀戮点1000点的杀了1000个玩家，已经很厉害了。他也很骄傲，可去其他主城不但会被拦住，而且被其他玩家击杀，他还会掉出所有装备。而醉落城每一个玩家都是他这样的人，以红名为骄傲。杀戮点1000，不错，进来吧。杀戮点529，马马虎虎，进来吧。杀戮点才1点，垃圾，滚！城防军一一检查玩家的杀戮点，高的才能进，低了立马让滚蛋。我要是检测杀戮点，那就没法低调了呀。楚天好笑的摇摇头，他的杀戮点都不知道达到多高了，但又没好处，让他引人注目，真不太愿意。进入的玩家此刻装起逼来，嘲讽没进入的同伴。你看你才杀一个人，有什么意思？醉落城都瞧不起你。罪恶大神放声嘲笑，以他的杀戮点进入城内或许有不小的地位，尽管他实力不太强大，但靠着一些诡异手段，硬生生击杀了上千人马。这就是他吹牛逼的资本。他的狂妄引起了城防军的注意，纷纷道：进入咱们醉落城有2种方式，一是检测杀戮点，高于100点可进入，高于1000杀戮点可以直接入城内找一个好工作，比如去酒楼打杂。有个工作对红名玩家来说很不错，毕竟不是人人都是楚天，罪恶滔天也没事，他们可以在此工作，得到一些奖赏，等待红名消失。但高于1000杀戮点才能当个打杂的，罪恶大神很不爽。那另一种呢？另一种就是闯坠落塔，杀戮点杀人就可以得到，但并不代表实力强大。坠落塔一共9层，闯过3层就算高手，6层算强者，9层都闯了，有无敌之资。无敌者入城可享受诸多福利，醉落城低价提供消息，低价贩卖物品给你等等。城防军齐齐指向一个高塔，目露向往。显然他们闯不过，不然也不会做一个小小的门卫了。醉落塔就在城外，但却很久没打开了，因为在醉落城的历史中，只有一个人连闯9关，在醉落城获得了超高的地位，当时的城主风头都被压了下去，而那个闯关者还是一个女子。那个女子后来开创了新法帝国。新法帝国也是最近刚崛起的人类帝国，在人类已经微末的时代，再度开创了一个人类帝国，这是何等的强大风采，真是让人向往啊！你想想，连闯9关者该有多恐怖的潜力？连闯9关者开创帝国，如此强大，就连楚天都震惊了一下，
即便是他，现在都不好开创一个帝国，还有很多敌人在呢。而且开创帝国并不是有武力就行，经济等各方面都得强大。场上人们更是心神震动，暗自和那女子比较，后续闯过者将来也不会比这女子差吧。罪恶大神就很有自信，我来。他觉得自己今日要扬名立万了。迅速的，他进入坠落塔。坠落塔每通过一层，外围都有光柱亮起，还有一个大时钟挂着，标志着过了多少层，用了多久时间。0.1秒后，轰！他吐血的身影从塔内飞出，一层都没亮。哈哈哈！0.1秒就失败了，连第一层都没过，笑死我了！嘲讽声中，他爬了起来，脸色极其难看。刚才他都没看到情况，就已经失败了。马德知道自己菜，想不到这么菜。他原本想过个一层也能提升一点地位的，现在弄巧成拙，要想挽回面子，必须让别人也经历这种痛苦，多点人一起丢脸，他就没那么丢脸了。他环视四周，所有人却都纷纷退避，就连 NPC 也不敢上前，都怕了。突然的，他看到一个戴着面具的家伙，饶有兴致地看着坠落塔。那边那个彩笔，你来！他放声高吼，将人们的目光都吸引到楚天身上。这一下，即便楚天想隐藏自己，都做不到了。怎么就挑我了？楚天淡漠地开口，因为你菜，戴着个面具，不好意思见人吧？强者有必要戴面具？你看这里有谁戴面具的？好吧，就从来没想过强者没必要戴面具，但强者强得太过分，不想被人注目时就有必要戴面具了。但看来有时候隐藏还是没必要啊，一些沙比就需要狠狠打他的脸。楚天缓缓踏步走向坠落塔，一是获得高超地位，方便自己后续的行动；二是对于那位女子天骄，不知道为什么楚天也想比试一下，自己都开创一个族了，会比开创帝国的差？呵呵，等着丢脸吧。罪恶大神冷笑，但突然打了个寒战，心里莫名发慌。这是他的 A 级天赋危险感知，也是他不太强却能击杀上千人的资本。他现在明明没有遭遇什么事情，但却仿佛被死神盯上一般。第166章，他是修罗，以死谢罪，又有彩笔来闯坠落塔呀！许多 NPC 玩家都围了过来，除了罪恶大神，这些年来楚天是唯一闯坠落塔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坠落塔难闯，即便有实力闯过前几层，也不会对自己有太大帮助，只有闯过第9层才有超高地位。瞬间，楚天进去了。0.1，有人开始数秒。轰！突然的，坠落塔第一层的光柱亮了，大时钟上显示时间0.00001秒。尼玛，这么快就过了？不是吧？真的假的？我都没看到敌人就被击败了，他瞬息间过了。罪恶大神的不安感越来越浓郁，有点意思。兄弟们，快来看啊！有人瞬息过了第一层，看来是个心性很强的家伙。NPC 们来了兴致，呼朋唤友的，越来越多的 NPC 来观看。但我感觉他后面肯定没这么快了。塔内，楚天直接进入第2层，第1层他踏入的时候就已经度过了，有点意思。他琢磨出了味道。第1层是恐惧关，会有一种引起心理恐惧的香味弥漫，性格不够无畏的就无法过关。这一关还是挺容易的，但大多数人也要煎熬一会儿。可他拥有苍穹之心，直接无视。第2关，一大群怪物涌来，并不强大，考验范围杀伤力。楚天使用无间刀域秒杀过关。0.01秒，这是外面的时钟显示。什么？第2关就这么过了？据说几十年前曾经有人闯过第2关，用了40分钟呢。我靠！0.0001秒，第3关又过了。人们刚震惊，第3关又秒过，而且比第2关还轻松。这下人们不能淡定了，连过3关已经是强者。我觉得以他这速度，肯定能闯过6关，用上半天的时间就够了。坠落大神的脸颊上已经满是恐惧的汗水，他知道自己完蛋了，招惹了一尊大佬，他赶紧转身逃跑。反正那位大佬闯关还要些时间呢，闯关半天足够我逃跑了。第3关是反应关，许多飞镖袭击楚天，有许多波，当玩家能躲过哪一波所有飞镖时，就能通关了。结果楚天将第1波所有飞镖直接轰碎了，强行通关，所以比第2关还快。其实以反应我也能过关，但轰碎了多轻松啊！楚天进入了第4关，不过片刻间，轰轰轰，外面的光柱3层几乎同时亮起，用时3秒，雾草3秒连破，比预计的半天快了无数倍。6关已经是高手，这必定是一位大佬啊！观战者群情沸腾，呼啦啦，瞬息间的功夫，坠落城的所有人马
全部聚集在此。坠落塔连亮6层的光芒太盛大了，群众的激情更是汹涌澎湃。本来没兴趣的人也迫不及待来观看。6层之后只需再破1层，就是超级高手。9层通过就是打破神话的时候。咔咔！罪恶大神刚抬腿跑步就吓住了，脖子发出机械般的扭动声，因为他的身体都僵住了。不是吧？我招惹的到底是何方神圣？一定不要过第7层了。这坠落塔更像是全方面检测能力的。楚天此刻兴致十足。第4关速度关，精灵射手加步伐，迅速通过。第5关生存关，他来到一处大海上，考验海上生存能力，要划船到陆地才能通过，这之中还会饿肚子，他以闪烁加2个翅膀直接通过。第6关控制关，冰霜的叹息使用，不要太轻松，他简直像是作弊的，太简单了。第7关远程攻击能力关，火神重狙在手，轻松一打。第8关宠物亲和力关，他有 N 个宠物，直接过关，太轻松了。8关连过，他感觉简单的要死，但这是他啊，任何一关放到其他玩家身上都是难上加难。那个开创新法帝国的女子是怎么过关的？看来也不能小觑天下人。8关都过了，顶尖高手没跑了，他的速度甚至比当时那位女子还要快。第9关了，人们再也不怀疑楚天的强大，心心念念着他能不能过第9关，更是好奇这么强大的大佬到底是何人？不会是那位吧？罪恶大神瞳孔涣散，心中有了可怕的猜想。第9关，叮！系统提示：这一关将检测您的杀戮点，杀戮点超过100万即可通过此关。楚天没想到如此简单，但也不算简单。玩家杀戮点100万，那可是杀了多少玩家，得有多强的能力啊！而对于那个女子来讲，她应该是 NPC， 那证明她杀了很多 NPC， 才拥有了如此多的杀戮点。楚天对这个强大的女子越来越好奇了。我的杀戮点不知道有多少了，毕竟玩家杀玩家才有杀戮点，杀的 NPC 不算。好在杀戮高级玩家，比如神级天赋这种，杀戮点比较多。楚天杀的玩家不算多，毕竟他都直接干 NPC 了。但杀的玩家许多都很有分量啊。叮！恭喜检测成功，您的杀戮点达到9837万点，通过第9层。如果对外显示您的杀戮点，您将获得坠落城超高地位，得到坠落城 NPC 的尊重。是否对外显示？显示。楚天不想演示了，反正演示不了。轰轰轰！一瞬间，第9层光柱亮，同时还有滔天的血色浮现。第9层亮了，我们坠落城真的来了位恐怖强者，可能也是位能开创出帝国的无敌者。这一刻，坠落城群情激愤。叮！恭喜您获得了坠落城全体 NPC 的尊重，向任意 NPC 购买任意物品全部1折。叮！恭喜，只要坠落城城主允许，您可以成为坠落城的副城主。奈斯，仅仅是1折买东西就很爽，坠落城这样的特殊地带，好东西肯定很多。那是杀戮点，1、2、8位数，接近1亿杀戮点。他真是修罗，我完蛋了。罪恶大神肯定了自己的猜测，他慌张地拿起一把刀，想也不想地砍下，竟然自杀了，以死谢罪。被修罗击杀，还不如自杀，不然会更惨。而在坠落城中，有一个绝代风华的女子喃喃开口：竟然有人和我一样连破9关，是我要找的人吗？第167章，值得用圣迹遮掩的拍卖物。风华绝代的女子有一头晶莹的白发，手持蓝色法杖，红唇轻启。我记得坠落城拍卖会今日开吧，正好试试她。咻！她瞬间消失不见，原地只有一缕香风萦绕。坠落塔处，9层光柱冲天，更有滔天血气弥漫。那恐怖的杀戮点成为了人们心中的梦魇。他是修罗，一定是。不知道谁喊了一声，瞬间引起轰动。他！楚天从坠落塔踏出，漆黑翅膀如魔神羽翼，血色映衬其长身姿，让这里的玩家一下子就想起了那位传说大神修罗。一定是他，只能是他。想不到修罗大佬如此低调，还戴面具，但大佬注定无法低调啊。人们回头看去，罪恶大神已然自尽。这就是修罗的可怕，让人闻名丧胆。楚天看了看罪恶大神的尸体，慵懒的耸耸肩，这家伙肯定是个胆小鬼，不然不会过不了第1层，加上猜到自己的身份，被吓得自杀也正常。罪恶大神成了笑话，而楚天再次扬名：恭迎修罗大神进我坠落城，恭迎修罗大神进我坠落城，恭迎修罗大神进我坠落城。NPC 们一个个欢呼着，
甚至还拉出了横幅。他们非常羡慕楚天，这可是一位过了9层的大佬啊，过关条件早就众所周知了。全能，一位全能又冷漠的无敌者，谁敢惹？所以他们热情欢呼。将来楚天说不定又是一位能够开创帝国的大神啊！楚天淡淡点头，在一众欢呼声中踏入坠落城。众人自动让开一条路，夹道欢呼。修罗大神，来我这买装备吧，1折。呸，我送给修罗大神，不要钱。滚蛋，我说的1折是史诗器。NPC 非常热情，楚天买什么都只要1折，而且有愿意免费送的。他们想趁机讨好楚天，提前抱大腿，连史诗器都能送。一般主城都没什么史诗器，这也让人能见识到坠落城的实力。不过楚天目前不缺史诗器器，没什么兴趣。我想找矮人族镇尸任务，如今的话应该很简单吧。楚天看到 NPC 的热情，满意的点点头，找个人还不是小事一桩。但突然的，当当当，一阵钟鸣声响彻城中。闻听此声， NPC 竟一哄而散，奔向远处一栋金碧辉煌的大楼。10年一次的拍卖会，据说连圣器都会拍卖，还有各种奇珍异宝。楚天来了兴致，他虽然能净化万物，但也得有个东西让他净化不是？奇珍异宝可以看看，何况此番盛景，矮人、神秘镇尸说不定也会去。掉些钱吧。聚宝盆放在了修罗城，但这是他的装备，产生的钱可以让罗会长拿走，培养修罗城手下，也可以直接进入他的背包。目前已经产生了100万金币。他进入金碧辉煌的拍卖楼，但他没有看到，又是修罗。吴天穿着斗篷，死死盯着楚天。他来此是因为他有 SSS 级天赋震算天意。听闻此处有个神秘阵师 NPC， 他当然要来学阵法。不穿着斗篷的话，怕被楚天打死。幸好楚天太出名，无法隐藏，被他认出来了。嘿嘿嘿，奇珍异宝，无论是提升工会玩家，还是用来讨好 NPC， 都很好啊。他现在还想在拍卖会上捞一笔。身为日榜工会副会长，他能调用一整个工会的钱财。狮心帝国的 NPC 还给了他一笔巨大的钱财，总共1000万金币。打不过楚天，但比钱财他不怕。拍卖楼分好多楼，而且需要一定身份资产才能进入，不然整个城的 NPC 都涌入拍卖楼，可挤不下。作为声名赫赫的大佬，楚天自然被迎入最高楼。作为最高楼的拍卖者，当您和其他人竞拍时，若那人和您的出价一样，他楼层低，您竞价成功。身旁有2个美丽女子给楚天解释，这就是出名的好处。迅速的开拍了。一开始拍卖的都不是太好的东西，楚天没兴趣，就没叫价。坠落城毕竟是特殊地带，为防止有人得知拍卖物的珍贵，争抢闹事，拍卖物品不会提前透露。火眼金睛，楚天想作弊，扫视拿出拍卖品的地方，提前洞察有什么拍卖物。没想到所有拍卖物都有一层强大光芒笼罩，无法看破。有点意思。楚天嘴角露出玩味的笑容。显然宝藏被人下了隐藏禁制，而火眼金睛的效果之一是隐藏禁制不高于您最高技能3个品级时，所有情况会被他洞悉。他最高技能品级是紫色，也就是圣器的技能，高于紫色3个品级，乃是跨过了金色技能禁咒，达到了圣技。拍卖物而已，就值得用圣技隐藏，可见坠落城有高手，还强得出奇。又或者拍卖品中有特别不凡的物品，值得用圣技对待。楚天思索了一会儿，他若是进化火眼金睛，应该就能看穿圣技遮眼了。比他技能品级高又如何？他本就是打破常规的存在。但还是不要了，不值得。反正等会儿也能看到是什么拍卖物。唰，他转移目光看向了拍卖场内其他人，这些人可没圣技遮掩，全部被他一眼看穿。找到了，矮人、神秘阵师全部被看到。他来坠落城的基础任务算是完成了。咦，怎么还有这个货？楚天眉头一皱，突然看到了吴天这家伙，他抬手可杀之，上次太忙才放过了他，这一次是不会让他逃掉了。闲得无聊，楚天用天耳通听了听他的心声，我必须要打修罗的脸，抢走他的拍卖物。打我的脸？小伙子，你太年轻。楚天对拍卖物实在没什么兴趣了，不如直接出手击杀了这个货。轰！他猛然站起，准备击杀吴天。他也不怕扰乱拍卖会秩序，他是修罗，百无禁忌。但突然的，吴天的心声中有其他想法传来。NPC 给我钱财，说这次拍卖会会有雷龙合成药剂的药草，还有火龙巢穴、神兽火龙王蛋、火龙工程计划。楚天的脚步陡然停住了，他当真听到了不得了的东西。第168章，
圣法秘技。吴天参与的计划非常庞大，不仅仅涉及拍卖会，但一切都被楚天听到了。有意思，是真的有意思。楚天兴奋的浑身都有些颤抖，看来这次我会收获很多。吴天抬手可杀之，但一个蝼蚁杀了也没多大趣味，暂时放了他，楚天可以获得更多。吴天就像是楚天手掌上的蚂蚁，被他洞悉了一切。钓大鱼吧。楚天坐下来，安静的喝了杯茶。呼！此时拍卖楼一处隐秘场所中，白发神秘女子呢喃：“真是个可怕的家伙！明明用圣技隐藏了拍卖物，还是差点被他查看出来。他显然没出全力。如果不隐藏拍卖物，又容易迅速被那些人盯上，很快就能知道你是不是我要找的人了。”想了想，他又道：“快点把那件物品拍卖出去吧。”在他的命令下，拍卖加速。第198件，第2937件拍卖物：雷龙骨髓 X10。天雷葵花 X10，相传一位强大的雷龙骑士研究出了雷龙合成药方，可以根据这两个物品合成活的雷龙，所以一并拍卖，底价1000万金币。都是黄级药草，已经很珍惜了，而且有传说的加持，很可能合成雷龙，自然价格更高。一颗50万金币，但必须加在一起，底价1000万金币。因为拆开了卖，虽然也有一些药性，但不能合成雷龙，就没那么大价值了。好厉害，能合成雷龙！龙可是很强大的生物啊，修罗就有许多雷龙。有人悄悄地看向楚天，修罗那么强大，是不是就是因为拥有雷龙？不可能的，修罗强是修罗强，其他人有雷龙也不会有那么强的。而且龙也不是那么难找，咱们坠落城外面据说就有一个火龙巢穴呢。人们的热情逐渐平息，坠落城外面据说就有一个火龙巢穴，只不过没人敢去抓捕火龙，因为传说那里有一尊神兽火龙王存在，已经达到了神话品级。更多还是因为雷龙合成药剂，鬼知道能不能真合成雷龙。就算能，他们也不是黄级药师，也没有合成药方啊，因此没人敢竞拍。但楚天眼眸一亮，只有他知道雷龙合成药剂只会合成死的雷龙，但他可以点化，而且有了药草，他能净化药草药方，身为尊级药师，合成活的雷龙。不过他没急于竞拍，因为有人拍了1000万金币。吴天高高的站起，兴奋的不得了，没人竞拍，他就能顺利完成目的了。楚天的嘴角露出玩味笑容，吴天就是被 NPC 派来买药草的，而且真以为能合成雷龙。雷龙骑士不只留下了一处宝藏，除了楚天得到药方外，骷髅族也得到了合成药方。不仅如此，吴天还两面三刀，之前讨好兽人族，现在讨好骷髅族去了。遵照骷髅族的计划，他们还准备拿下火龙巢穴，组建雷龙骑士军、火龙骑士军，讨伐人类帝国。而火龙巢穴有许多火龙，还有神兽火龙王，他们也没信心击败，所以准备把火龙往坠落城引，趁火龙离开了一些时，他们趁机攻打火龙巢穴。但所有计划都被楚天洞察，这家伙真有钱，1000万金币可不少啊！土豪任性，没人竞拍。吴天成功的拿下所有药草，非常激动，听着旁人的吹捧，更是让他得意忘形。太好了，计划的第一步成功了，成功了！楚天也淡淡点头，安静的喝了杯茶。骷髅族的所有计划，所有想要的收获，他都要吞了。1000万金币也不是笔小钱啊！没看吴天竞拍成功，一帮人震惊，吹捧他吗？都是楚天的了，反正杀了吴天就能爆出东西了。我还有骷髅族给的金币，还能竞拍。吴天坐了下来，这种挥金如土的感觉真是太爽了，反正都是 NPC 的钱，他还要再爽一把。他偷偷看了眼楚天，哼，就不信你不竞拍，老子有钱。你拿什么比？挺好，竞拍吧，到头来都是我的。天耳通听到了他所有想法，楚天残忍的笑了笑，小丑而已，完全被他掌控。竞拍继续。知道吴天有钱，楚天不慌了，他都懒得拍。尊级药草龙血果1颗，可以炼制给妹妹治病的药物，吴天买到。尊级宠物球，有几率捕捉史诗宠物，被吴天买到。圣级宠物球，有几率捕捉圣级宠物，被吴天买到。吴天总共花了10来亿金币，发了，这些都是我的。吴天浑身止不住颤抖，实在是太激动了。这都是花的 NPC 的钱，虽然很多好东西会送给 NPC， 但也可以留一点给自己啊。比如留下尊级宠物球，他能捕捉史诗级宠物了。要都是他的，该有多好啊！连圣级宠物球都有，可惜太贵了。这家伙也太有钱了，包揽全场宝物了，我们没资格跟他竞争啊！
其他人羡慕嫉妒恨，这让吴天很膨胀，终于享受到修罗的待遇了。此时，楚天放下了茶杯，该收手了。他这个猎人该拿猎物了。不得不说，这拍卖会不错，连圣级宠物球都有，他进化一下都有几率捕捉神兽了。可惜竞拍价格太高，底价就要5亿金币，他现在都没这个钱。幸好吴天舔 NPC 有钱，好东西都买了，而且吴天的背包中有一颗火龙王蛋，都是他的。但突然的一道声音传来，让他双眼再度兴奋。最后一项拍卖物，强大的隐藏职业，曾经在大陆掀起狂风暴雨的隐藏职业圣法斗战之一，圣法职业的秘技来了，值得用圣技隐藏的拍卖物，圣法秘技。第169章进化金币。一卷火红色的技能书放置在了拍卖台上，正是圣法秘技，但目前不能看到描述详情。显然拍卖会不想让人知道这秘技的效果。拍卖师热情讲解。众所周知，人类天赋没有其他族群好，除非人王血脉出世才能抵挡其他大族，但却有一个例外，800年前有一位圣法斗战职业者出世，他是一名人类，斗战无双，圣法比肩禁咒法师，靠的就是专属秘技，而这就是一本圣法的秘技。楚天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渊源，他还想过圣法斗战除了物法双属性好像也没那么厉害，原来是秘技作用，当秘技足够多时，单圣法就能比肩禁咒法师，而他是圣法斗战。圣法斗战它是进化出来的，并没有完整传承，卖出者为了保护圣法的秘密，所以不公开秘技详情，请原谅。拍卖师鞠躬道歉。但不管怎样，这本秘技楚天要了。圣法斗战确实是一个恐怖的职业，据说开创者已经成神了，世间不允许诉他名，所以他的名字没人知道，而且传承也极为神秘。想不到这里竟然有。 NPC 们也是激动非常，但他们又不是圣法斗战，要圣法秘技有什么用？不买了。这正合楚天的意，没人和他抢，他可以便宜拿下。鉴于秘技限制性比较大，只能由圣法斗战使用此秘技，所以底价不高，但收藏价值还是很大的，底价50万金币，每次竞价10万。拍卖师开口后，不少人一动了，毕竟是圣法秘技，哪怕不能用，买来收藏也不错。轰！突然的一阵恐怖的压力传来，50万，我要了！楚天淡淡的声音传彻全场，他释放出滔天血气，罪恶超神的红名称号展现，那高额的杀戮点代表了他的恐怖，尤其是头顶昵称修罗，让人们心神震动。修罗说他要了。既然是修罗大佬开口，咱们不会抢。大佬您直接拿走吧。所有人都乖得不得了，修罗一出，众生退避。不少人猜测修罗好像近战无敌，魔法强大，难不成他就是圣法斗战？圣法斗战的开创者曾经打得各大强族抬不起头来啊，这账很可能算到楚天身上。但楚天没有掩饰，没必要掩饰。开玩笑，他会怕？修罗大佬要的话，直接一折，5万金币就可以了。拍卖师笑道，谁都认为这是成了，就连白发女子此刻都满意的点点头，暗道看来修罗真是我要找的人了。突然的60万金币，我要了。一个蒙面人忽然开口，所有人都回头看去，这人是谁？敢抢修罗的东西？楚天笑了笑，蒙面人正是吴天。修罗有本事来抢啊！吴天非常的膨胀，自认楚天不知道他是谁，嚣张道，别人怕你，我可不怕。是吗？那就跟你玩玩，反正楚天买东西都只要一折，70万、80万，价格逐渐走高，吴天死死的咬住，最后价格来到了1010万。吴天下了狠心，这是他身上最后的钱了，再多他就不能跟了。偏偏楚天只带了100万金币，毕竟他许多金币都用来生产士兵了，而吴天舔 NPC 获得了许多金币，哪怕一折，楚天也无法跟了。你真的是找死啊！楚天怒了，怎么堂堂的修罗大佬竟然想当场杀人越货不成？大家快看，修罗就是这德行，穷逼只会打架。吴天叫嚣着，很有底气。骷髅族也给了他探测拍卖物的装备，他探测了一下，竟然发现拍卖物被圣技遮掩了情况，所以拍卖场必然有一个能使用圣技的人，他觉得这人能罩他。殊不知白发女子此刻摇摇头，蠢货，本来就是找个借口送给修罗的东西，我怎么可能帮你？而且我总感觉就算我出手也无法击败修罗。他饶有兴致地看向楚天，他似乎还有什么好办法呢。此刻所有人陷入震惊中，有人说修罗是穷逼，
只会打架的莽夫。貌似有点道理，尤其一些玩家觉得修罗只是运气好，一个无敌的莽夫而已。要是换作他们有好运气，配上他们机智的头脑，说不定会取得更高的成就。进入坠落城的都是高智商的家伙，有些人甚至实力不高，但靠着计策也杀戮了不少玩家，怎么会真的服人？修罗，貌似不行了。有这样的声音传来。哈哈哈！突然的一阵大笑打破窃窃私语，楚天笑得极其残忍，道：“真该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绝望，什么叫从始至终你都被我掌控在手里。”他现在可以击杀吴天，但不一定能爆出想要的东西。唯一办法，净化随机幸运宝石，效果1天1次固定触发幸运事件，肯定能爆出来药草。这是楚天本来的想法，但突然多了个圣法秘籍，楚天可无法准确爆出2个东西，圣法秘籍绝对不能被吴天买走，所以只能靠钱抢。他没金币了，但他能净化金币啊！他什么意思啊？无数人懵逼，修罗怎么突然一副背后掌控一切的大佬架势？尤其是吴天，心中升起浓浓不安。咻咻咻！突然的，一颗颗耀眼的金币飞出来，楚天如洒水一般将珍贵的金币撒出去，不屑道：“我不在乎，我也没有钱，但也是你们能说的。你们有不少玩家，还不服老子吧？我就让你们知道，老子碾压你们的不单是战斗力，而是各方面全能。”轰！他五指虚握，掌中乾坤技能启动，一双恐怖的大手浮现，将许多玩家连同金币攥在了一起，就连拍卖楼都被他握在了手中。毁了吧！第170章，金币制造圣级士兵。掌中乾坤他只用过1次，因为这一招只要速度快，甚至一些高级法师用闪烁还是能逃出去的。但对付玩家足够了，范围10万米的大手陡然浮现，都穿破了拍卖楼，五指弯曲，猛然一握，咔咔咔，拍卖楼直接破碎。噗嗤，35678 35937 35486，其内的玩家更是被碾压得粉身碎骨，接近4万的伤害无人能挡。更让他们绝望的是，和他们一起破碎的还有100万金币。100万金币少吗？他们谁都没有。刚才出声怀疑，只是趁机释放嫉妒心，觉得楚天不行了，墙倒众人推一波，但他们付出的代价极其惨重。他竟然破碎了100万金币，我到现在也只有1万金币，100万金币都能直接破碎，他到底多有钱？原来他真的是各方面碾压我们，这是他们最后唯一的想法。3秒内虚幻大手闭合，107107 106937，最后一击3倍攻击，还是范围伤害。一些嘲讽楚天的 NPC 都被捏死了。谁人不服？楚天高声开口，大袖一挥，将掌中乾坤散去。他风头太盛，别看他入城时得到了许多人欢迎，但嫉妒暗地嘲讽他的人也不少。刚才一出手，他已经将这些人击杀，而剩下的人看到了他的出手后，扑通扑通，无数人吓得跌倒下来，嘴巴大张，惊恐的说不出话。楚天闯过坠落塔，但谁也没看到他出手，所以还有人敢口嗨。但现在见到他出手，谁还敢放肆？无人敢不服。整个拍卖楼高达9层，但修罗刚才一招将拍卖楼都废了大半。修罗，你破坏了拍卖楼，拍卖场的高手不会放过你的。只有吴天，他利用阵法瞬移了出去，堪堪的躲过了一击，放声大叫，但他的双腿颤抖不止。抱歉，我们拍卖楼没有高手。拍卖师突然开口。吴天懵了，那个能使用圣技的高手吗？太有意思了。此刻白发女子隐藏于虚空之中，看着楚天，越来越感觉好奇。坠落城城主呢？据说那是位圣级强者。吴天满怀希望道。城主不在此。吴天彻底绝望了。没错，整个坠落城战斗力能和楚天比肩的或许只有城主了，那是一位圣级强者，但却不在城内。其他 NPC 倒是有不少传奇级、史诗级的，这份力量很强了。以前的天剑城也就一个史诗 BOSS， 坠落城无愧3不管地带，但加在一起也不够楚天打的。修罗大佬，请遵守规定，拍卖圣法秘籍者和您有渊源，他希望您能正当拍卖。拍卖师突然开口，这让楚天愣了一下，和他有渊源，他有了某种猜测。这倒是有意思了，他其实已经没耐性了，准备直接抢走所有宝物，但若真是他心中的猜测的话，玩玩也可以。他会有什么办法呢？白发女子感兴趣地盯着楚天，她倒是不在乎楚天破坏规则，甚至直接抢走秘籍，她会很欣赏。但她感觉楚天有其他办法，这让她好奇地想看看，所以让他用正当方法。好，楚天淡淡点头，反正就再花个几秒钟呗。哼，
你已经没钱了，我看你怎么弄。吴天给自己打气。场上100万金币已经被楚天捏成了碎片，但其实他是在分解。虽然身上有不少进化点，但这些金币确实是小钱，直接分解了也无碍。瞬间2000万进化点，银币进化成金币需要50进化点，但天域明面上最高级的货币就是金币了。楚天进化金币可以理解成要动摇天域的货币价值，这非常难，所以进化一颗金币需要100万进化点，2000万进化点都足够进化出2把星耀器了，换来的却只是一颗金币。幸好都值得。楚天玩味的笑笑，他早已看到了金币进化后的效果。刚才击杀了许多人，又获得了许多金币。进化，叮！恭喜您消耗100万进化点，将金币进化成金币，瞬息间进化出20颗金币。楚天可不是闹着玩，之所以遵守拍卖规则，只是他也想进化出金币而已，不然他早就直接闹翻全场了。金币效果1：贸易流通，一颗金币价值1000万金币。效果2：一颗金币投入帝都级兵营中，可以生产出1名圣级士兵。描述：上古时代的货币具有不同寻常的价值，在如今这个时代几乎绝迹。楚天用100万带20颗金币，进化出20颗金币，也就是说50001颗金币能进化出1颗金币。但单以贸易价值论，一颗金币就是1000万金币，5万颗金币变成1000万金币的价值，这就是进化万物的能力。金币能够制造圣级士兵。楚天满意的点点头，他的兵营借助金币可以诞生初始50级、上限100级的士兵，但都是白板品级，而金币能够诞生圣级士兵，能不值钱吗？金币他也有的用，等修罗城提升为帝都级就行。最关键的是，圣法秘籍突然出现，卖出者和我有渊源，开创新法帝国的女子，曾经闯过坠落9层，我也闯过后，拍卖会就突然开了，秘籍正好出现了。楚天有理由怀疑，那女子就在这里，而且在盯着他看，不爽，怎么能不把他揪出来？其实楚天没立刻杀吴天，就是假装不破坏规则，借机进化出金币，看看能不能引那个女子现身。一切都在他的算计中。吴天不过正好是他棋盘上的棋子而已，如果他真是圣法职业，那我不得不慎重了。楚天暗自琢磨，有件问心的经历在前，他谨慎了一些。他从来不仅仅是无敌，智慧也过人。楚天一步踏出，举起一颗金币，水晶色的光芒透着七彩的迷离。一颗金币，竞拍。场上还是有人活着的。闻听此言，所有人都傻了。修罗举起一枚水晶样的东西，就想比得过1010万枚金币。楚天没管他们，而是启动火眼金睛，扫视全场。果然，上空中一名风华绝代的女子站立，诱人红唇惊讶地张开，竟然是金币！这可是上古时代的货币，能创造圣级士兵的宝物啊！作为新法帝国一代女帝皇，她手下虽然有不少圣级强者，但谁嫌圣级士兵多呢？她想要。这一下，她心神波动，一直维续的隐藏技能断了0.001秒。就在这短短一瞬间，楚天终于看到了她的属性：瑟琳娜，新法帝国之主，重伤状态，品级神话级9阶。第171章火龙王之怒，火龙攻城。果然是她。可惜瑟琳娜很快调整好心态，隐藏技能再次用上，数据面板消失了。是圣法。然而楚天还是看到了他的职业。他暗自琢磨，神话级9阶，虽然没看到具体属性，但肯定恐怖的出奇。不过瑟琳娜是重伤状态，实力肯定十不存一，楚天觉得还是能够击败瑟琳娜的。哪怕她是全胜状态，楚天若耗尽一切力量，也有很大机会击杀。不谈其他的，刹那芳华枪掉等级，获得多倍攻击，若是再进化一下，必然更猛。楚天完全有机会和神话级9阶硬碰硬的来场战斗，但损失会很大，不值得。先看看吧。楚天准备先看看瑟琳娜是敌是友。一枚水晶就想买秘籍，修罗大佬疯了吗？异想天开。场上因为楚天拿出金币引起震动，金币确实是水晶模样，这帮浅陋的人怎么会认识极其珍惜的金币？吴天更是觉得修罗要被自己打脸了。就在这时，修罗大佬竞拍成功。拍卖师开口了。什么？吴天的狂笑凝滞，发狂道：一枚水晶比得过我1010万金币。所有人都很懵逼。是啊，这不合理啊。传卖出秘籍者的话，这枚水晶远不是你那1010万金币能比的。拍卖师讽刺的笑笑，不顾吴天的难受，将秘籍交到了楚天手上，也带走了那枚金币。人们好奇的猜测，
金币到底是什么，但注定一辈子不得而知。而楚天查看了秘籍，火系魔法亲和圣法秘籍，效果1：消耗3000蓝量，后续30分钟内使用火系魔法将不耗蓝，释放速度 x1000倍。效果2：将珍贵的灵火使用秘籍存储在体内，使用任何火系魔法都由您任意锁定攻击范围内的敌人。描述：圣法秘籍之一，将使您成为火魔法的主人。奈斯，楚天没想到效果这么强，只要消耗3000蓝量之后30分钟后火系魔法不耗蓝，哪怕楚天用上1万个火系魔法都无需任何消耗，而且释放速度直接提升1000倍。众所周知，法师伤害高，但蓝耗高，读条慢一直是大缺点。比如什么禁咒，一个就要上万，甚至10来万蓝量，可能还要吟唱咒语蓄力30分钟什么的。但圣法没有这个必要，有多少法术就放多少法术，放的还又快。这是火系魔法亲和，应该还有水系、光系等各种秘籍，在他身上吗？楚天凝视瑟琳娜，我以后倒是可以多收集火系魔法了。他的魔法一直不多，因为之前觉得身上的已经够用了，再多的话耗蓝也大，即便是他可能都不够用。但现在火系魔法没了耗蓝的缺陷，那肯定多多益善。若是集齐雷系、黑暗系等各种秘籍，那威力难以想象。还有效果2：使用任何火系魔法都由他任意锁定攻击范围内的敌人。什么意思？比如召唤 N 个火陨石，原本是范围攻击，有些火陨石打不到敌人，就算浪费了，这是魔法本身的限制，但现在却可以操控 N 个火陨石，集中攻击一个人，变范围攻击为单体攻击，伤害绝壁爆表。只是需要灵活，他身上应该没多少秘籍了，甚至可能一个都没了。楚天觉得魔法亲和类的秘籍太强了，要是瑟琳娜集齐了所有这种秘籍，他就不是神话级9阶了，而是神灵。本来想试试击杀他能不能爆出其他秘籍，但看来没这个必要，毕竟击杀瑟琳娜自己损失肯定也大。不过可以试一试瑟琳娜的实力，看看有没有其他秘籍。由谁来试呢？吴天，火龙，该攻城了。楚天笑着道，一切都在他掌握中。果然，哈哈！吴天突然发狂的吼叫，将面具取下，嚣张道：吴天，今日将扬名，火龙攻城，谁人能挡？即便修罗也得去死。他的手上举着一枚巨大的蛋，蛋上缠绕着火焰。火龙王蛋。描述1：神兽火龙王的子嗣。描述2：未出生不可被宠物球收服。描述3：其上环绕火龙王的火焰印记，范围不超过1000万里时都能被火龙王感应到。火龙王暴躁无比，若有人想偷龙蛋，考虑好后果。吴天的计划就是偷走火龙王蛋，放到背包，让火龙王感应不到，带到坠落城。释放出来后，火龙王就能感应到了。那时火龙一定会派出力量攻打坠落城，趁着火龙巢力量空虚，骷髅族会攻打火龙巢，说不定能捕捉神兽火龙王，就算捕捉不到，神兽一身都是宝贝啊。击杀修罗，为我叶家报仇，屠灭坠落城，我扬名立万，骷髅族等也会更看重我，一举3得。吴天觉得自己非常机智。果然，吼！一声惊天动地的龙吼声不知从何而来，但传彻无数米远，到达了坠落城。一尊巨大的火龙王虚影出现，瞳孔死死地凝视在场诸人。偷我子嗣，死！虽然火龙王只是根据子嗣的感应显化虚影于此，不能攻击，但那恐怖压力让人胆惧魂丧。噗！有人直接吐血身亡，有人瞬间倒地不起。这是神兽的压迫，太强了，即便有人能支撑，也是半死不活。传说坠落城附近有火龙巢，原来是真的。一尊神兽，还有许多火龙麾下，快逃！人们四散奔逃。就在这时，坠落城附近的火龙巢中，上万头火龙凭空出现。火龙王的声音响起：我能感到有人在打龙巢的主意，本王必须坐镇龙巢，替本王取回龙子。火龙王虽被牵制住，但他使用了龙羽禁咒，全体闪烁，将麾下瞬移到坠落城中。吼！上万只火龙降临到城池上空，剩级的就有1000只，其余皆是史诗 BOSS。逃跑的人们被吓得跌倒。我们完蛋了。第172章，雪国风光，修罗出手，开防御阵。还是有勇敢的 NPC 的，打开了防御阵。然而，凶！123983 87654 117365，火龙们喷射火焰魔法，有些直接用身体撞击，伤害非常高。坠落城的防御阵仅仅维持了片刻，就瞬间破碎了。火龙品级圣级9阶，
等级200级，物攻78376，法攻80387，气血1089380，防御109387，技能烈焰火海，龙威镇压，火焰喷射。领头的是一头圣级9阶的火龙，等级200级，后面还有圣级8阶10头，7阶100头，6阶等级都很高，而且每一只火龙天生物法双攻击。砰！火龙们踏入城内，强壮的肉身冲碎屋子，一个火焰法术释放下去，就有上万人死亡。他们的攻击还不能单独看属性，毕竟都是巨龙啊。楚天有好技能，别人都没有，何况巨龙在任何地方都代表着神秘强大，而这里有上万头。天王我等啊！人们哀嚎着，杀无天！他们把怨恨释放到了无天头上。无数 NPC 追赶无天，哈哈，老子有这个卷轴，能立刻离开。无天狂笑着，手上出现一个卷轴，那是他自己制作的，能固定传送到其他地方，但他等级还不高，所以卷轴限制多，要撕碎了才能用。他准备撕碎卷轴，同时要将火龙王蛋放到背包中。轰！楚天双翅张开，欲击杀他，但无天竟然瞬移出去上千米远，手上卷轴已经被撕碎。骗你的，哈！刚才那个是瞬移卷轴，能瞬移短距离，现在这个才是固定传送卷轴。修罗，后会有期。他非常开心，觉得自己把楚天耍了。闪烁，是吗？楚天却已经闪烁到他身后，淡淡的声音传来，将火龙王蛋拿到手中。神兽的蛋，能不抢？我说过，自始至终，你都被我玩弄于股掌中。楚天一拳出击，同时进化。叮！恭喜，您消耗了10万进化点，随机幸运宝石进化成倍率幸运宝石。恭喜，您消耗了1000万进化点，进化成固定幸运宝石。指定幸运宝石，星耀级宝物。效果1，保留随机幸运宝石效果，触发几率提高3倍。效果2，每天一次机会，指定幸运事件触发，将一切不为零的几率提升为100%。描述：少年郎，你是幸运哦。指定触发，比如楚天获得某种宝物，几率是0.0001，小的可怕，几乎不可能得到，但只要几率大于0，100%必中。目前够用了，而且情况紧急，楚天也来不及再度进化。砰！34636，没用任何技能，霸道的一拳，无天的身体直接被洞穿。叮！恭喜您击杀了无天，获得1点经验值，金币 X1010万，史诗器尊王宫 X1，星耀器精神项链 X1。没想到竟然爆出了1010万金币。至于经验值、装备，因为无天太垃圾，爆出的都不好，楚天看不上。可惜没爆出楚天想要的东西，他只能使用宝贵的机会了。叮！恭喜您使用了指定幸运宝石，幸运事件触发，您爆出了雷龙骨髓 X10，天雷葵花 X10。奈斯，神兽蛋，合成雷龙的药草，1000多万金币。无天带给自己的东西实在太丰厚。你，无天吃惊的转过身，他还没反应过来。送宝童子，拜拜。楚天讥讽的笑笑，一脚将他的尸体踹开。他，楚天踱步于血腥场中，厮杀声、惨叫声一片，但他如安静的神灵一般，俯视着人世间的一切坠落成人马的死活，可和他楚天无关。修罗大佬，救救我们啊！修罗大佬，求您出手啊！人们被血虐，只能期待他，但他只是淡漠地走着。他拍卖的时候，有些人还跟着无天起哄，嘲讽他，谁给他们的脸？2，楚天欠他们的吗？3，楚天想试试瑟琳娜。瑟琳娜要是和剑问心一样的话，我拼尽一切也要斩杀他。若他真认我这个所谓的师弟，那还可以考虑考虑。好，他刚才拿走火龙王蛋，被许多火龙看到了，所有火龙都放弃了其他人，向他攻来。爬虫，快献上龙王子嗣，否则死！上万只火龙齐攻，其中更有圣级9阶的火龙。修罗大佬拿走龙蛋，是帮我们引走敌人。修罗真大好人啊！大佬，您快跑 ！NPC 们也动了善念，被楚天感动了。是自我感动。楚天压根没想那么多，在人们的视野中，他双手背负于身后，在上万个魔法迎来时，平静地站立着，绝代天骄的风采自然流淌。修罗大佬太好了，他这次要是不死，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有人都哭了，都认为楚天是必死，殊不知楚天有办法，他有生灵术的复活，几乎是不死之身，大不了消耗巨大进化点，进化出一把神器，看看能不能击杀所有火龙。好，上万火龙攻至，
无数魔法火焰席卷而来，而楚天依旧平静地站立着。就在这时，神迹雪国风光，一道好听的女子声传来，语气淡漠无比，闻听者心中皆升起彻骨寒冷。呼，一道冷光刮来，人们精神恍惚，打了个寒战。再次放眼看去时，雾草，所有火龙全被冰住了，连圣级9阶的都被冻住了，上万火龙都被一片寒冰包裹。不仅如此，他们的火焰魔法刚才瞬间融化了许多 NPC 的史诗器，可见火焰温度之高，即便是如此，也一同被冰住了。没错，寒冰将火焰冻结。咦，突然的，寒冰中出现清脆的交题，有冰雪精灵、冰雪鹰、冰雪虎一般的生物出现，他们对着被冰住的火龙一通乱杀，伤害都不比火龙差。场上仿佛出现了一个冰雪国度一般，连生灵都有，既如其名，雪国风光。这么强，就连楚天都愣了一下。他没想到瑟琳娜这么厉害，看来应该是对自己无害了，不然早就对自己动手了。应该也不会觊觎圣法斗战职业，连剑问星都有办法想抢走自己的职业，瑟琳娜都如此厉害了，要是想抢的话，也不会等这么久了。呼，此刻瑟琳娜舒服的呼口气，暗道：重伤状态，实力都没发挥出1%呀！小师弟也是傻乎乎的，竟然在那等死。不对，修罗在他的印象中霸道、智慧，无论如何也不是被动等死的人。难道？他抬头看去，果然发现修罗蜘蛛在握的微笑。果然早就发现我了吗？这是故意逼我出手吗？哼，我也来。瑟琳娜法杖一挥，反正你若真挡不住，我也会出手的。修罗等级看着不高，但让他感觉甚至能击杀自己。他也想看看修罗的实力。咔咔咔，包裹圣级9阶火龙的冰柱突然破碎，他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继续冲向楚天。好家伙，楚天明白了，瑟琳娜调皮了，那就让他知道修罗2个字怎么写。好，他的四周突然出现一道狮吼声，那是圣器狂狮戒指。第173章狂揍火龙，圣级宝箱。狂狮戒指，圣器，等级1，附带效果：防御加5000，回血速度正30%。附带技能：狂狮护体，紫，消耗蓝量5000点，发出10击，第1击所有属性为1倍，第2击为2倍，第10击为512倍，持续1分钟，冷却30天。描述：狮心帝国传承圣器，带有兽人族的强大技能，直接加5000防御。楚天防御达到了7903，他一直没怎么加防御，现在超级高了。最关键的还是技能了，加权属性1、2、4不断倍增，最后一击更是达到了512倍，非常猛。但限制很大，1分钟持续时间，多少人能打出第10下？说不定中途就挂了。冷却更是长达30天，所以楚天抓紧升级。叮，恭喜您消耗了7点超能点，狂狮战役升为满级。狂狮战役，紫 LV70， 效果：消耗1万点蓝量，发出10击，第1击所有属性为2倍，第2击为4倍，第10击为1024倍，持续3分钟，冷却10天。描述：狮心帝国传承圣器具有神秘莫测的力量，持续增长3倍，冷却降低3倍。爽！更爽的是，倍率提高了2倍，第1击就是2倍属性，加权属性可不是单独加攻击了。楚天心里爽得不得了，他一直攻击无双，其他就不行吗？好，一层狂狮虚影笼罩在他的身上，他的双手都变成了狮爪一般，肌肉球节充满爆炸力，无形的恐怖压力从他身上迸发。火龙正袭来，楚天竟然主动出击，以一双肉手击打在了火龙身上。0，火龙安然不动，第1击2倍伤害，也就是6万多，火龙防御就有10万多了，当然没破防。砰！楚天则退后3步。叮！恭喜您击打出了第1击，物攻变成63672至64572，法攻变成，防御变成15806，气血变成71506。63087，楚天差点挂了。叮！恭喜生灵树幼苗发挥作用，您回复10万气血，幸好又满气血了，挠痒痒一般的攻击都破不了我的防御。火龙正高兴，突然看到楚天没有被自己一击击杀，还回满了血，大为诧异。卑微的爬虫，你还有几分本事吗？那本龙就让你快速死亡吧。火龙刚才并没有出全力，觉得自己肉身硬碰硬，肯定直接碾死这弱小的人类，但没想到楚天如此坚强，他准备拿出全力了。轰！一道火焰海浪袭向楚天，
楚天依旧迎面上，修罗要完蛋了，刚才就差点被打死，幸好回满血了，现在火龙全力出击，他必然要挂了。我能想象他被火焰烧成灰烬。卧槽，快看！有人很不看好楚天，但突然的，咻！楚天直接闪烁到火龙附近，一拳击出。2039，卧槽，竟然破防了！圣级9阶的火龙防御可是有10万多啊，竟然被破防了。修罗有机会赢，人们心中升起希望。而且108380，火龙的攻击打在楚天身上，伤害高达10万，但竟然没秒杀修罗。修罗的气血有多高？加1000000，加1000000，死！又回满了，太变态了。更牛逼的是，不管楚天受到多少伤害，瞬间就能恢复满。楚天踏在火浪上，火浪是持续攻击，但他每秒都能回血10万，压根毫不在意。他闲庭信步地走着，幸好第2击增加了防御和气血，不然还真要挂了。叮！恭喜您击打出了第2击，物攻变成127344至129144，防御变成31612，气血变成143012。开玩笑，3万多防御，14万气血，每秒回血10万，火龙怎么击杀他？你这个人类到底是什么变态？火龙都慌不择言了，他已经拿出了最强攻击，还是没能击杀楚天。楚天都无视了他的火焰，踏焰而来。不，我不信，我乃龙王大人座下最强者，怎么会击败不了你一个人类？好！他愤怒地冲过来，要以肉身力量、火焰攻击同时出手，说不定能击杀楚天。楚天只是淡淡的走着，每一步都像踩在火龙心上。这一刻，火龙暴怒攻击，楚天闲庭信步，他在巨大的火龙面前显得有些单薄弱小，但那股强者的自信却格外让人动容。啪！突然的，楚天一巴掌将袭来的火龙拍飞。159387，伤害已经有15万多了。照样，楚天除了退后一步，丝毫无恙。叮！恭喜您击打出了第3击，物攻变成25466至258288，防御变成63224，气血变成286024，攻速、移速、免疫控制。不仅仅是气血等，移速等也在加倍，是全属性加倍啊！火龙刚想爬起来，移速变为8倍的楚天已经稳定身形，飞踹而去。408373，一脚踹了火龙接近一半血。噗！火龙吐血飞出，在半空发狂吼叫。怎么会有这么变态的人类？才90级就有50多万攻击，而且每次攻击伤害都倍增，他也就100多万气血啊！不，我不服！他的龙尾猛地向楚天扫去，结果0，没破防，甚至楚天连动都没动一下。不是吧？修罗大佬的防御到底多高？圣级9阶火龙无法破防，可怕！观战者浑身发抖。从楚天一开始无法破火龙的防御，已经变成了火龙无法破楚天的防御了，而且形势完全转变。起初火龙奈何楚天不得，但好歹略占上风，现在完全被楚天暴锤啊！若不是使用了狂狮护体，我怎么可能一开始无法破你防御？楚天的身影落在火龙眼中，如同噩梦。他要是没使用这个技能，开始攻击就不会这么低了。还是那句话，越强大的能力限制必然高。现在你没有机会了。砰！一拳击打在火龙身上。恭喜您击打出了第5击，物攻变成101864至1033152。903837。叮！恭喜您击杀了圣级9阶火龙，获得了80.3847万经验值，约110级击杀，100万金币，圣级宝箱 X1，史诗器龙威盔甲 X4。没有圣器，但没想到竟然爆出了圣级宝箱。第174章，一拳碎一城。叮！系统提示：您尚未职业9转，无法升级，经验值转为提升手下。白木遮等级+1+1+1，伊洛斯等级+1+1+1，正攻打其他主城的龙骑等等全部连续升级，约110级击杀，80多亿经验值，该升多少级啊？唉，自己又没升级，想起来也快了吧。楚天喃喃自语，手下出去攻打10大主城，现在又升了好多级，攻打速度也能变快很多，对自己还是有帮助的。圣级宝箱收起来，暂时没看，因为他还有5拳没出。刷！他转身看向了虚空处，属性已经32倍，攻击破100万，怎么能不试一试瑟琳呢？当真以为楚天为了击杀火龙，愿意起初都无法破防吗？他又不是没其他办法击杀火龙，
还不是为了不断叠加属性，迅速的提升吗？他的真正目的就是瑟琳娜，太猛了！一拳100万伤害，爆锤火龙，这就是修罗大佬吗？爱了爱了，这才叫男人啊！闲庭信步间暴揍圣级9阶，人们热情欢呼，连最强的火龙都挂了，坠落城危机已经解除，一切都是因为修罗。但人们也没忘了雪国风光的强大，上万只火龙已经全部被雪国风光击杀，雪国风光才更强，修罗还是差了些。等等，修罗他要干什么？人们突然发现楚天缓慢的步伐速度猛然暴增，32倍移速，再加上精灵射手逍遥游的移速加成，楚天的速度快到连影子都看不到了。不好，他的目标是我。瑟琳娜隐匿在虚空中，但之前被楚天看到了位置。作为一个法师，他的速度没有楚天快，瞬息间被楚天接近。圣技冰冻防御，他瞬间用一层冰保护自己。轰！208-376，楚天的攻击已经达到了200多万，坚硬的冰层也瞬间瓦解。但不愧是圣技，保护住了瑟琳娜，她没受到伤害。最关键的是，还不出来吗？楚天淡淡的笑笑，环视四周，不出来我就继续揍了。瑟琳娜的隐藏技能让人看不到她。楚天净化火眼金睛，或许能看到，但那有什么意思？何必浪费净化点？不如揍他出来。你用圣法秘籍调我出来，甚至坠落9层塔，或许也是你的安排。我都已经到这儿了，还不跟我见上一面？楚天的心里还是挺不爽的。无论瑟琳娜是好是坏，但在背后安排一切，未经过自己的同意，看上去是保护自己，但不就是觉得自己弱吗？那就让他看看，他修罗怎么就弱了？出来！砰！他随意的一拳扫去，击打在空气上。叮！恭喜，您击打出了第7级，您的武功变成4075-008至8265-216，防御变成202-3168，气血变成915-2768，攻击400多万，防御200多万，气血915万多。不谈其他的，就这个防御和气血，谁人能挡？再不出来，我可不能保证会不会一不小心将你一拳打死了。楚天微笑着开口，拳头却没停下。砰砰！叮！恭喜，您击打出了第8级。恭喜，您击打出了第9级。攻击1000多万。可惜并没有打到瑟琳娜，毕竟楚天胡乱挥拳，并看不到目标，他也不怕把瑟琳娜打死。就算自己想救活她，也很容易，有生灵术的复活在呢。糟了，他现在的攻击已经能秒杀我了，而他的防御和气血，我却无法击杀他。瑟琳娜猛了，从来没想过神话级9阶。一帝国之主的他竟然会被人威胁，而且他真有死的可能性。从始至终，他就算没想害楚天，但他把自己的位置是放在楚天上面的。但现在，他的骄傲动摇了。楚天真有和他平等对话的资本。他准备撤销隐藏技能，从虚空中走出。可惜，楚天以为他不愿意出来，已经生气了。轰！第10击出！叮！恭喜，您击打出了第10击。您的攻击达到3260-0064，这一击是锤在了大地上。因为楚天有了计谋，你可能躲在城中，或许空中，我无法发现，但我破坏周围的一切，一定有办法看到你。一拳下去，大地直接崩碎，楚天脚下出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渊。咔咔咔！以此处为中心，裂纹迅速蔓延，坚硬的大地如玻璃般碎成蛛网状。1米、1000米、10万米，不知道多少米了，但能看到裂纹蔓延无限远。砰砰砰！恐怖的冲击力让所有的屋子直接倒塌，有些都飞到了天上，化作齑粉。坠落城的 NPC 立刻用技能或者用坐骑飞上天空，逃过一劫。咕咚咕咚，人们飞在天上，吞咽口水，腿肚子直打颤，眼前仿佛是末日。要不是楚天懒得打他们，没有以他们为目标，他们会碎裂的连粉末都没有。他们看向远方，轰！拍卖楼、城主府、铸造店等等，就连城外的坠落塔、防御阵全部都碎裂了。坠落城被楚天一拳打没了，地上形成一个恐怖深渊，从深度就可以看出这一拳之威，而从长度上还不知道到底有多么远，但其实在坠落城外非常远的火龙巢中，权威到达，火龙巢直接碎裂了一半。应该解决坠落城，带回龙子了，反正坠落城都是垃圾。神兽火龙王正在期待中。噗！突然的，他连吐几大口血，无力的跌倒下来，已然受伤。不，这不可能，是从何处而来的攻击？单单是余威就让我受伤？
骷髅族的一个圣级 NPC 刚踏入火龙巢，准备趁着龙巢力量空虚时偷袭火龙王。突然的，一股权威袭来，他直接变成了齑粉。死亡前，他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叮！恭喜您击杀了骷髅恐惧军统领，获得了20亿2837万经验值，圣器骷髅权杖 X1 金币。咦，楚天都不知道怎么就杀人了，而且看样子还是个圣级强者，因为爆出了圣器。哦，想起来了，骷髅恐惧军统领不就是在巨人帝都中给自己找麻烦的骷髅族吗？不好意思，真不知道怎么杀的你。意外之喜到来，楚天心情愉悦，看向了上方。此刻，坠落成大地碎裂，反冲击力作用下，泥土冲天上，即便是隐藏了身形的人，也占据了一处空间。泥土撞到他时，自然会将他暴露了。找到你了，楚天玩味的笑笑，看向被泥土勾勒的人形。身材不错。修罗，你有资格和我对话。动听的声音响起，白发女子显露出身形，眼神中带有余悸。一拳3000多万攻击，利用泥土撞到自己时，会将自己显露出来，不惜毁灭一城。攻击无双，智慧超群，霸道绝伦，此为修罗。甚至我还想求你帮助我。女子的声音带着点难以置信，她可是帝国之主啊，竟然要求修罗。可在修罗面前，她谈何骄傲？第175章一骑绝尘，等级榜开。楚天知道来任务了，你说说看吧。但他现在可不是什么任务都接，毕竟垃圾任务的奖励他可看不上。我的朋友前去火龙巢探索，至今未归，但我手头上有其他事要处理，你能帮我一下吗？你放心，不会让你吃亏。叮！是否接受任务营救坠落城城主？任务要求前往火龙巢，帮助瑟琳娜营救坠落城城主。任务难度 SSSS 级，任务时间无限，但坠落城城主死亡，任务失败。任务奖励神技雪国风光。我去，楚天没想到任务奖励会是神技。雪国风光的强大他已经见识到了，自然想拥有啊。哪怕任务再难也要接啊。4S 级难度是因为有神兽火龙王的存在，楚天也不知道火龙王有多强，但遇难而退不是他的风格。何况他本来就需要去火龙巢一趟，因为通过天耳通聆听无天的心声，得知矮人族就在火龙巢附近，而且骷髅族的计划还涉及到了矮人族，楚天自然要去掺和一下。修罗，我不能在此久留。新法帝国诛敌环伺，有些人盯上了斗战圣法一脉，我也因此受伤。你要小心。启动这个卷轴，你可以传送到新法帝国，你若是有事，我也会帮你。另外，神技雪国风光需要达到150级才能使用，神器也是如此。瑟琳娜扔下一个卷轴，凭空消失。通过他知道，神技、神器150级才能使用，这就是游戏限制了，拥有了无法使用，有什么用？楚天还想着进化出一个神器玩玩，但不到150级是别想了。不过这趟收获已经很大了，圣法秘技、神兽蛋等等，还结交了一个神话级9阶的女帝皇，算是这趟的意外之喜。楚天有难，他还会帮助。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修罗城才能成为帝都级。楚天喃喃自语，城池升级一般都要高级设施等等，但他不一样，只要占领其他城池就可以将城池升级了。修罗城成为帝都级会很快，手下不是去攻打了吗？就在这时，叮！恭喜，您的手下攻占了登空城，您拥有无限扩张权，可以拥有多个城池，您成为了登空城城主。恭喜，您的手下攻占了蛮山城。连续10道声音在楚天脑海响起，10大主城被攻克。叮咚！世界公告，恭喜修罗攻占了10个主城，成为11座城池的主人，他已经展露出无敌之姿，真是羡煞旁人。世界公告，刷屏100遍，全球玩家的眼前都有大横幅出现，全球人们陷入死一般的沉寂，他们脑海中只有一个想法：修罗又攻占了10座主城。继而是羡慕嫉妒恨爆发。八嘎，其他玩家1座主城都没有，修罗有11座主城了，也没爆出建成令啊，怎么就多出城池了？攻占啊，肯定是抢的 NPC 的。开挂，绝壁是开挂。羡慕、崇拜、妒忌，诸般情绪比比皆是，但话题的中心全部是修罗，风光无两。叮咚！世界公告，修罗攻克了星芒帝国10座主城，已经被星芒帝国视为死敌，正式宣战，请想要帮助他的玩家及时帮助他吧。突然的又一道消息跳出来，人们才知道打的全是星芒帝国的主城，并且修罗惹上帝国了。他们不嫉妒了，
幸灾乐祸。Oh my god， 修罗找死啊！这下他完蛋了，说不定修罗也能暴打帝国呢。楚天可没管这些，帝国之主，他刚才就差点击杀一个，有什么好慌的？星芒帝国刚丢失10座主城，肯定也要布置一番，短时间内不会攻打过来，自己没必要在这上面费心思，先把手头事做了再说。喜的是，叮，恭喜，您完成了职业9转任务，您可以升级了，您的等级+1+1+1+1。没升级时，经验值会迅速流失，但楚天得到了100多亿经验值呢，分配给手下后还有很多在。轰轰轰，冲天白光亮，连升10级，并且由于经验值太多，很多他都用不了。此刻修罗城的手下许多都提升为100级。叮，系统提示：您尚未职业10转，无法继续升级。恭喜，您达到了100级，为首个100级的玩家，奖励全服声望值5万点，个人魅力值1点，另触发天道奖励一骑绝尘称号。爽！不管什么事情，第一次都很宝贵。楚天首个100级，当然有奖励，而且和以前不一样，无需再做任务，直接拥有一骑绝尘称号。效果：装备的佩戴限制中，等级限制降低50级。描述：作为首个100级的玩家，您完美碾压了所有玩家，在这个世界一骑绝尘。奈斯，刚还说呢，神器最起码要150级才能穿上，现在立刻变了。我100级，神器等级限制降低50级，不就正好穿上了吗？楚天心里爽得不得了，神技或许也有办法打破使用限制。与此同时，刚平静下来的世界频道突然再次刷屏，叮咚！世界公告：恭喜玩家修罗成为首个100级的玩家，获得全服声望值5万点，个人魅力值1点，另有额外丰富奖励。世界公告：为恭贺首个100级玩家诞生，全服等级榜自动开启。连续2条消息闪入眼球，全世界再度陷入震撼中。首个100级，等级榜开。雾草，修罗都100级了，我才13级啊 ！fuck， 我是 S 级天赋，但也才30级啊！别急，快看看其他人的等级，或许有能比肩修罗的呢。没想到等级榜到现在才开，可见难度之大。这是了解别人的最好途径，当然要看了。楚天也打开了等级榜，共有10人上榜。1. 龙国修罗100级。2. 大米国宙斯45级。3. 不用看了，垃圾。楚天关上等级榜。与此同时，看到等级榜后，全球玩家的心都是绝望的。第2名的等级还没楚天一半高。第176章，篡改系统奖励。毫不客气的讲，楚天和其他玩家不是一个档次的。当等级榜开启，赤果果的现实显露，他们是绝望的。不，我才是最强的，一定有办法抵挡修罗。去光明教廷，接受圣光的洗礼，我能迅速提升，而且直接提升好几倍。全球第2玩家宙斯下定决心，和他一样做的玩家还有不少，要下线了。楚天算了下时间，快到晚上8点了，现在去火龙巢肯定来不及。这段时间玩家不能干涉游戏， NPC 却能自由行动，修罗城的手下肯定也不能解决神兽火龙王，只能希望坠落城城主能撑到明天吧。场上一众 NPC 茫然了，修罗一拳把坠落城毁了，我们去哪儿？他们无家可归了。楚天闻言朝他们看了一眼，把他们吓个半死。修罗大佬，您别误会啊，我们不是怪您，只是我们没地方待了。能进入修罗城成为您的手下吗？这倒也不错。别看楚天暴虐坠落城 NPC， 但这帮人实力还都不错，而且这帮人很多还有飞行坐骑，修罗城士兵就没有能够补足力量，但就这么成为他的手下，想得美。但修罗城想进就能进的吗？可以。楚天淡淡点头道，但你们得完成成为我手下的试炼，从这走到修罗城吧。从这走到修罗城，即便他们有飞行坐骑，也要好几天，这种辛苦谁愿意承受啊？这是对他们的试验。没想到一帮人开心的不得了，我愿意。修罗大佬这么强，我能成为您的手下，是光宗耀祖的大好事。一帮人迅速前往修罗城。场上只有一个人留着，哦，还有一个矮人躲着呢。楚天暂时没管矮人，因为他已经知道矮人族的位置了。圣级阵师震算子，品级史诗 BOSS， 等级80级，气血103976，攻击8039，防御2997，技能隐匿阵法、飞天阵法、多倍攻击阵法、水火大阵。描述：一位强大的阵师，以强大阵道为己任，一直在努力寻找阵师天才，打破阵师只能辅助的宿命。圣级阵师，楚天早就注意到他了，
别看这家伙属性一般，但很有门道。火龙攻城，楚天碎城，何等危险！但这家伙是唯一一个安然无恙的。镇算子的身上有一层阵法包围着，好像不处于这方空间，所有攻击都打不到他身上。而且没看他有飞行坐骑、飞行技能，但就是凭空而立。阵法的极限必定不比战斗职业差。凭什么阵师只能成为副职业？差的就是一个阵师天才，向人们证明一切。镇算子是个老人，状若疯狂地唠叨着：“老人家，您怎么了？”楚天走到他面前，他从魔族手上抢到了魔气大阵，能将魔族实力提高2倍，进化之后可以将任意种族提升3倍、4倍，但要想使用阵法，必须是阵师。星芒帝国随时可能攻打修罗城，城内有个提升几倍实力的大阵，他怕什么？只要成为阵师，会爽得不得了。我在找天才，你是天才吗？镇算子眼睛放出绿光，显然是某种探测技能。片刻后摇头道：“你不是天才。”死！竟然有人说楚天不是天才，这句话要是让等级榜上其余9个玩家听了，不得羞愧的自杀。被他碾压的家伙都能气得活过来。老人家，要不您再看看？楚天都有些不服气了。老人家，您是没看到我一拳崩碎一城的场景吗？要不是懒得打老人，楚天都想让他看看修罗的拳头有多硬。不用看了，你都有2个副职业了，想拥有第3个非常难，无法成为阵师的人，不能说是天才。镇算子摇头晃脑，很是惋惜。楚天很猛，但偏偏不能成为阵师。那我若是能拥有第3副职业呢？楚天问道。那我便给你一个阵师的隐藏职业。叮！您接到了镇算子的任务，拥有第3副职业。任务要求拥有第3副职业，任务时间无限，任务奖励隐藏职业魔纹阵师。奈斯，楚天和他废话那么多，就是想骗出他的隐藏职业，拥有第3副职业的办法，他已经想好了，但他也没把握，而且明天才能试一试。叮！系统提示：下线时间到，所有玩家登出游戏。楚天消失了。死！好一手凭空消失，莫不是什么空间系的阵法？但我没感觉到阵法波动，莫非是天生的阵道胚子，体内自带阵法能力？那他或许会是阵法上冠绝古今的天才。镇算子如痴如狂，他已经寻找天才好久了，我要给他更好的奖励。上古职业。楚天回到现实，美美的吃了顿晚饭，看论坛上玩家们吹比，然后就休息了。翌日，叮！恭喜您登录了天域。叮！恭喜聚宝盆昨日为您产出1000万金币，指定幸运宝石1天1次机会刷新，穿越效果粉尘1天1次机会刷新。许多冷却长的物品都刷新完毕了。场景和昨天一样，不一样的是，镇算子还在纠结楚天怎么突然消失的，都没看到楚天到来。楚天也没管他，他要开始了。叮！您启动了无限扩张权合并城池权力，将修罗城、登空城等11座主城合并。轰轰轰！距离他很遥远的修罗城，在他心念一动间，突然降临登空城上方，迅速开始合并，而后又前往下一个城池，一直到将所有城池合并完毕。叮！恭喜您成为首个建立3级主城的玩家，奖励来了。首个系列奖励都很丰厚，但都是系统奖励的，玩家不能决定，就和晚上8点强制下线一样，哪怕是无敌的楚天也要遵守游戏规矩。修罗百无禁忌，岂能被规矩束缚？如果使用指定幸运宝石，能不能篡改系统奖励，直接拿我想要的？楚天想做的就是打破规矩，跳过系统，做游戏的主人，这才是真的无敌者。第177章吞噬阵师，出发火龙巢。照常理分析，完成首个成就获得额外奖励，系统就会根据成就的大小决定奖励的层次。系统应该从同一层次中抽取一个随机发放，但自己指定一个，没问题吧？我要第3主职业。楚天想先试试狠的。叮！系统提示：成为首个建立3级主城玩家，不足够奖励第3主职业资格。显然层次不够，但起码代表想法可行。我要第3副职业。楚天心念一动。叮！恭喜您成为首个建立3级主城的玩家，奖励圣器霸天斧 X1。恭喜您使用了指定幸运宝石，奖励变更为第3副职业资格。拿一个圣器换一个副职业，稳赚，并且是直接获得，无需再做任务。楚天的数据面板中已经出现了第3副职业的选项，他别提有多爽了。这证明他的思路是对的，真的可以用幸运宝石指定系统发奖励。以前他老是被说开挂，但其实并没有，只是天赋强罢了。
但现在他是真的类似于开挂，找到了 bug 一样。如今我真的从玩游戏的人变成了让游戏为我服务的人。楚天满心欢喜，你终于来了。这时候镇算子发现了楚天，激动问道：快给我讲讲，你是怎么凭空消失，又是怎么凭空出现的？他纠结了一夜，心里痒得不得了，看到楚天来到，当即好奇求学。这不是每个玩家都会的吗？但放在 NPC 眼中，尤其是一个圣级阵师眼中，却显得非常高深莫测。镇算子是陷入脑补之中了。楚天愣了下，这怎么讲？这是我自带的天赋。楚天只能如此解释。你太厉害了！镇算子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老脸笑成了菊花。叮！恭喜，镇算子对您极为认可，将奖励提升为上古职业吞噬阵师。爽！竟然将奖励从隐藏职业变成了上古职业。上古职业应该比隐藏职业还强。咦，你竟然真的拥有了第3副职业资格，仅仅一夜之间就获得了。你太强了！镇算子凝视一会儿后，终于发现了楚天的不一样，瞬间大为震惊。妖孽啊！你有资格获得这个上古职业，这是最变态的阵师职业之一了，可以说是一条阵法路上的通天大道。他颤颤巍巍地拿出一本古朴的卷轴，楚天接过来，吞噬阵师卷轴，上古职业，效果吞噬1级阵法即可成为1级阵师，并且拥有这个阵法吞噬2级阵法即可成为，并且您可以无视吞噬同级别阵法，1级阵法直接无视。描述上古职业卷轴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智慧，比现在的许多阵师职业强大许多，撕碎后就可以成为吞噬阵师了。死！牛逼！别人辛辛苦苦练级，慢慢提升为厉害的阵师，而楚天吞噬别人的阵法就可以晋升了，而且他可以无视同级别阵法。比如他是神级阵师，别人使用了神级阵法，在他面前都得无效，这简直是阵师的克星啊！楚天爽得飞起，将职业卷轴撕碎。叮！恭喜，您拥有了第3副职业，成为了吞噬阵师。目前您为0级阵师，拥有阵法0。老前辈，你快给我一些阵法吞噬。楚天本想喊老家伙，但人家给了自己好东西，怎么也得客气一下吧。没有，虽然是吞噬阵师，但也得从低级阵法开始吞噬。我这里没有那些垃圾玩意儿。镇算子一脸傲然姿态，大袖一挥道：老夫要离开了，还要继续寻找阵师天才，有缘再见吧。可惜你没有阵法天赋，比如传说中的 SSS 级天赋震算天意，脑海里能够自动衍生许多阵法，那是天地自然赐予的，不然你前途无量啊。他凭空消失却是高人姿态，楚天却是愣了一下。震算天意能自动在脑海中衍生阵法，好牛逼哦，他都没有呢。但记得不错的话，吴天不就是这天赋吗？巧的是，他用吸光羽翼锁定了吴天的位置，哪怕吴天死亡又复活后，还是能够被他锁定到。而此刻吴天已经复活了，并且距离此处不远。可恶的修罗！我的钱，我的宝贝！吴天发狂的吼叫，他所有钱都被楚天抢走了，都无法直接复活，只能等待半小时，并且昨日正好强制下线了，所以他直到此刻才复活了。他可以想象 NPC 发现他把钱全部败光，并且连宝物都没拿到时，他会被暴揍。唯一办法就是继续帮 NPC 好好做事，拿下神兽火龙王。火龙巢！修罗，等我拿下神兽火龙王，让骷髅族帮我极限提升，我会找你算总账。他迅速地冲向火龙巢，殊不知在楚天的眼中，他就像一颗小红点一样，被洞悉了所有行动，连移动方向都知道。楚天就像上帝一样，掌控了他的一切，结合天耳通听到的，这是去火龙巢了。楚天也要去啊，正好吴天引路。咻！他一飞冲天，向火龙巢奔去。在他走后，终于走了，好可怕的家伙，带给我的压力太大了。一个矮人探头探脑地走出来，急道：不好，他是去火龙巢之中了，要是发现了我族的秘密。他极不情愿地跟随在楚天身后，虽然害怕被楚天发现一拳打死，但楚天这样的可怕人物，要是到了矮人族中，一拳击出，矮人族的地盘会不会像坠落城一样，直接化作齑粉？有意思。楚天玩味的笑笑，他早就发现矮人了，但懒得管。不惹事则已，惹事了灭了就是。当下紧要的还是火龙巢不能被骷髅族抢先。楚天神色一正，职业实转任务，任务要求击杀一个神话级强者，任务时间无限，失败惩罚无法升级。他想升级，必须击杀一个神话级强者，距离他最近的神话级强者不就是火龙王吗？第178章爆破之言，送宝童子。
而今火龙巢中正在爆发大战。该死的骷髅族，你们想做什么？龙族的威严不可辱没。火龙王带领一群手下强势出击。他昨天受了伤，但火龙巢中有一种灵火爆破之炎，让他很快恢复伤势，而且保护住了龙巢内的所有手下。谁知后续遭到了骷髅族的攻打，而他最强的手下被派去了醉落城，至今未归。大战已经持续了1晚，骷髅族的人马太多了，哪怕他是神话级也逐渐吃不消了。火龙王，你一身是宝，我们自然是杀你取宝，并且爆破之炎我们也要了。骷髅族死伤也很惨重，但他们竭力战斗，因为爆破之炎涉及到他们在矮人族的计划。矮人族的一群锻造师需要爆破之炎来锻造，如果有爆破之炎，或许能收服矮人族。有这批锻造师在，骷髅族的装备能提升一个档次，借此攻打人类帝国。至于那个小小的修罗城，肯定也是弹指可灭之。如果楚天在这里，一定会兴奋的，因为爆破之炎是灵火，圣法秘技火系魔法亲和就需要灵火。该死的，火龙王太强了，无法尽快拿下。吴天呢？有那家伙的阵法在，我们能轻松许多。算时间，他该来了。火龙巢外，楚天已然到达，他前方就是吴天。因为他还不知道火龙王的具体位置，需要吴天带路，就没有立刻击杀吴天，而且还要利用吴天吞噬阵法呢。轰轰轰！恐怖战斗声传来，楚天看到了遍地的火龙尸体，都已经被肢解了。龙尸一身是宝，骷髅族自然不会放过，剩下的尸体残片毫无价值，被扔在了这里。还有许多骷髅族的尸体也没价值，但对楚天来说有价值啊！叮！恭喜您分解了圣级火龙的尸体，得到10万点进化点。恭喜您分解了圣级骷髅族的尸体，得到10万。都死了不少圣级，可见战斗的惨烈。楚天何必此刻去大战？那多累啊！还不如在这捡尸，等对面快打完了，他再去捡漏。是的，他想抢怪，和神话级对战，他哪怕有把握，但肯定挺麻烦的，还不如让骷髅族先消耗一波，他在最后收割呢。尸体真不少，圣级的不算多，但史诗级的到处都是，爆出的装备都被带走了。迅速的1亿进化点到账。想抢怪的话，必须要注意火龙王的血量，让火龙王的最后一击交给自己。楚天距离火龙王很远，无法直接看到，当然使用火眼金睛了。双眼释放金芒，战斗情况瞬间进入眼中。火龙王，品级神话级1阶，等级200级，物攻150938，法攻157365，器械10038765038863，防御208376，技能烈焰火海，龙威镇压，火焰喷射，龙王意志。描述：火龙之王已经是神话一样的存在，骚年你遇到他，还是赶紧跑吧。不愧是神话级呢，也就是神兽了。同样是200级，但和圣级9阶的火龙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双攻击都达到了15万多，加在一起就是30万多，仅气血就有500多万。好，他吐出火焰，骷髅族就死伤无数。到了现在，史诗级的骷髅族全部死亡了，只有一批圣级骷髅在撑着。一批圣级就想打败神话级？楚天笑了，以为和他一样可以无视品级等级吗？骷髅族之所以能让火龙王掉血，靠的是人海优势。还有吴天，3级阵法，双倍攻击大阵，3双倍防御大阵，双倍气血大阵，火系抗性大阵。吴天使用了一个个阵法，提升了骷髅族的实力。别看这货实力不行，但拥有 SSS 级天赋，震算天意，在阵法一道上确实颇有造诣。在他到来后，原本劣势的骷髅族逐渐有了优势，甚至火龙王都快死了。这就是副职业的重要性，这也是吴天吃香的原因。不然真以为他舔 NPC 就会理会他，还是要有真本事的。这些阵法我要是都吞噬了。楚天眼眸一亮，给吴天用多浪费啊，给自己才好呢。但显然这些阵法等级都不低，自己必须先从低级的吞噬起，才能将这些高级些的阵法全部吞噬掉。该怎么骗吴天，让他先使用低级阵法呢？楚天琢磨起来。为了通晓战况，他还一直使用了天耳通。这时候，场上一个骷髅族突然吼道：吴天，利用你的阵法取走爆破之炎，那是一道灵火。火龙王乃是火系的神兽，在灵火附近可以一直提升力量，不断回血等等。不然我们死了这么多人，打了一晚上，他早就挂了。灵火！楚天的双眼兴奋之芒爆闪，他视线延伸开去，果然在火龙王的身后看到了一朵气息恐怖的灵火。火龙王的气血确实也是在不断提升，看来火龙王如此强，也跟灵火有关。这灵火
他要了。好，吴天点点头。爆破之炎现在属于火龙王的，但这和玩家放入背包的不同，不需要击杀怪物，只要办法得当就可以直接抢过来。3级阵法，吸宝大阵。他还真有点本事，迅速布置了一个大阵。爆破之炎竟然被吸引了，往他那里移动中。好，可恶的人类，可恶的骷髅族！火龙王愤怒的吼叫。可是此刻他被骷髅族拖住，无法脱身争抢，只能看着灵火被吴天一点点抢走。当完全被抢走时，就是他落败的时刻了。很显然，战局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吴天能不能抢走灵火，已经成了决定胜负的关键了。有了！楚天双眸一亮，他想到了让吴天使用低级阵法，让他吞噬的办法。闪烁！哈哈哈，我有 SSS 级天赋震算天意，即使修罗无敌，但也不能像我一样让 NPC 宠爱啊！吴天正狂妄地笑着，他的思想已经扭曲。修罗不会阵法，终究是不行。我把 NPC 对他的利用当成了宠爱，这是他觉得自己唯一能和楚天比较的东西了，极其的卑微啊！突然的，轰！一道人影降临在他面前，讥讽笑道：“宋宝童子，我们又见面了，你到底是有多怕我啊？乃至于还要把舔狗当作荣耀，以此和我比较？如何？这次再把爆破之炎送给我？”修罗！场上人全部都惊了。在这么关键的时刻，修罗突然插手，很可能改变战局，而他还直接开口说要爆破之炎，绝不可能！吴天愤怒了，他最得意的时候又遇到修罗了。修罗羞辱性的话语更是把他激怒。上次他急着走，没有和修罗正面战斗，因此被修罗火速击杀，但他一直不服气。我也是天骄，我会很多阵法，我要让你一一见识到我的强大。他迅速地布置出阵法，能用的都用上，就连最低级的1级阵法也使用了。他要向修罗显摆自己会的东西非常多，不允许羞辱他。唉，楚天唏嘘一声，心中非常满意，说：“你是宋宝童子啊，你还真是啊。”第179章灵火到手。刷刷刷！吴天布置出一个个阵法，嚣张道：“阵法和技能不一样，可以提前准备好，释放时就无需消耗蓝量。而且我有震算天意，布置阵法很容易。你连1级阵法都不一定过得去，尝尝我的降速 15% 阵法。”这还仅仅是一个，吴天布置了很多呢，楚天不一定过得来，这也是他被楚天击杀多次后，提前准备好了许多阵法，就等着再次相遇时让楚天捉襟见肘。“你过来啊，有种你就过来啊！”吴天嚣张地喊着。“是吗？”楚天淡淡的一挥手，嘴巴一张，呼，仿佛吞江呐海一般，降速阵法竟然被他吞掉了。叮！恭喜，您启动了上古职业吞噬阵师。吞噬拥有了1级阵法降速 15% 阵法，您成为了1级阵师，所有1级阵法在您面前无效。怎么可能？吴天见此，吓得两眼瞪圆，世界观都要崩溃了。修罗能吞噬阵法，更可怕的是，修罗吞噬阵法后，他布置的1000多个1级阵法突然全部失效。阵法发挥作用时会释放光芒，但现在光芒全部消失，就仿佛死机了一般。既然你希望我过来，那我就过来了。楚天淡淡的笑笑，踏步前行。吴天慌得浑身发抖。你不要过来！我还有2级阵法，场上还有500个2级阵法在。楚天为了抢走爆破之炎，当然争取时间，并没有吞噬其他1级阵法。2级的有幻术阵法、减攻 20% 阵法等。轰！楚天刚踏入，各种幻术、减攻、降速、减防等 debuff 负面加持，加上脚步变得异常沉重，他仿佛陷入了死局中，暂时脱离不得。快！趁修罗被拖住，拿走灵火！骷髅族催促。吴天火速争夺灵火，灵火距离他只有1米了。唰！就在这时，楚天豁然张开双眼，脚步踏出。叮！恭喜，您启动了上古职业吞噬阵师。吞噬拥有了2级阵法减攻 20% 阵法，您成为了2级阵师，所有2级阵法在您面前无效。就是这么简单。不，这不可能！吴天都快哭了，他所有的骄傲都被楚天一一击碎，赖以生存的 SSS 级天赋都被楚天轻松碾压。我还有3级阵法。叮！恭喜，成为了3级阵师，所有3级阵法在您面前无效。吴天彻底的绝望了。他是3级阵师，这已经很厉害了，相当于药师品级中的高级。罗会长那样活了几十年的 NPC 之前也就是高级药师而已，他是靠着天赋提升上去的。但他所有的阵法竟然都对修罗无效。我只要抢到爆破之炎，骷髅族就能打赢火龙王，继而解决修罗，还有希望。他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他
楚天缓缓踏步，逼近吴天，但爆破之炎距离吴天只有几厘米了。我要抢到他！吴天怒吼，吸宝大阵释放恐怖吞吸力，将灵火迅速拉近。但就在这时，呼！楚天再次嘴巴一张，竟然生生的将吸宝大阵吞噬掉了。叮！恭喜您吞噬，拥有了3级阵法吸宝大阵。这也是3级阵法，楚天之前没让他无效，是因为他发现无效的阵法他不能吞噬，现在学会这个阵法，自然是想和吴天争抢灵火了。吸宝大阵3级阵法，耐久度20万，效果消耗蓝量3000点，释放吸宝大阵。当宝物无主人时，距离您1万米内时，可以迅速被您吸引到，维持时间无限，冷却时间0。描述：阵法一道，无奇不有，弹指之间吸引宝物。楚天已经学会了阵法，并不像小说中的那样还要阵盘等等，类似于技能模式，只要蓝量释放就行。但时间无限，冷却0，破坏阵法的办法，要么像楚天这种展现变态的压制力，要么就损耗所有耐久度。耐久度相当于玩家的气血，当受到的攻击达到20万时，吸宝大阵就会破碎。尼玛！吴天怒了，他看出来了，楚天能吞噬阵法，让阵法无效，就算他再布置几个吸宝大阵，照样会被楚天弄没用了。他已黔驴技穷，幸好爆破之炎距离他只有咫尺之遥，他用手抓过去，近了，要碰到了。呼！突然的一股让他熟悉的吸力出现在他眼前的爆破灵火竟然拐了个弯儿，他惊恐的回头看去，爆破灵火已经到了楚天手上。该死的！你怎么会阵法？你也是阵师？用的也是吸宝大阵？楚天面前的阵法他太熟悉了。扑通！吴天绝望的跪倒下来，没有死亡，但心里的打击生不如死。送宝童子，送宝童子！他脑海中回想着这句话，眼泪哗啦啦流下。楚天没有理会他，看向了灵火。这灵火很不安分，通体黄红色，火往上不断的窜，看上去就像热武器出击时喷出来的火焰一样，充满爆炸力。爆破之炎，天地灵物，火属性。效果1，用来锻造装备，可以让装备具有 70% 破甲属性。效果2，若被人拥有，使用者的火系攻击可以具有 100% 破甲属性。效果3，火系怪物在灵火附近可以不断回血，提升力量，而且有助于孵化火系生物等等。描述：天地灵物汇聚了天地自然的力量，对于魔法师来说是旷古难寻的宝物，但没有特殊的办法，很难将其收服。效果不错，但很难收服，难怪火龙王不是灵火的主人，只是借助了灵火力量，恐怕吴天即使触碰到了灵火也没办法收服。但圣法秘技应该可以收服灵火吧？叮！恭喜你使用了火系魔法亲和，成功收服了爆破之炎。爽！更爽的是，叮！恭喜爆破之炎被储存在您的体内，灵火拥有对普通火的控制力，您使用任何火系魔法都由您任意锁定攻击范围内的敌人。奈斯！废物！别管吴天了，击杀火龙王，再腾出手对付修罗，抢回灵火。骷髅族愤怒不堪，而火龙王的血已经只剩下了300多点，瞬秒了火龙。他们一帮圣级强者围攻，照样有机会击杀楚天。第180章龙王复苏，迅速被秒。我可不答应！楚天回头，职业10转要击杀神兽，火龙王只能死在他手上。好，卑微的爬虫们，你们惹怒我了！但没想到，火龙王突然一声怒吼，身上的气势冲天而上。龙王意志，效果让麾下火龙死亡，将气血献祭给自己。愿为我王献上生命！愿为我王献上生命！龙巢内还有许多火龙，但这些火龙现在全部自尽，而火龙王的气血瞬间回满。尊贵的龙族不是弱小的蝼蚁可以觊觎的，拿命来！他仰天怒吼，看向骷髅族，更看向了楚天。要不是修罗抢走爆破之炎，让他不能利用灵火回血，他不会走到如此境地，被骷髅族欺负成这样子，更不会被逼得让手下自尽。呵呵，楚天只是笑笑，这个世界拳头大就是道理。火龙王是被他坑了，但要不是他实力够强，早在醉落城的时候就被火龙们击杀了，他这也算礼尚往来。但火龙王全面复苏，还是让他心里严肃起来。骷髅族打了一晚上，拼死了无数手下，才让火龙王残血。现在满血的神话级一阶200级 BOSS 带给人的压力太大了。完蛋了，我们死亡了4000多个圣级强者，现在只剩下200多位圣级了，才将火龙王拼到残血。他满血状态，虽然没了灵火回血，但也是无人能挡啊！打不过，逃！骷髅族都准备溜了，出动了5000位圣级强者，只剩下200多个了。
可见战斗多么惨重。哪里逃？好！火龙王直接攻击，喷出一团火焰，烈焰火海，范围10万米的火焰奔腾而出。火龙基础双攻击15万多，但技能攻击高达25万，并不是只有楚天才有好技能，这可是神兽火龙王，技能会弱吗？熊！火焰爆发，骷髅族存活的200多圣级都是高手，但这一下直接就有10个圣级死亡，而且火焰还在烧，持续攻击长达3秒，总伤害75万。不好，我们的复苏手段也用完了，这样下去迟早完蛋。骷髅威风军统领很焦急，他是场上除了火龙王最强的，乃是一位圣级9阶的强者，但他也快顶不住了。他们所有的手段都耗尽了，本来拿到收获还算值得，但偏偏都被修罗抢了。可恶！修罗，你和我们联手，听说你有强大手段，越级攻击力非常强大，我们帮你挡住伤害，你想办法击杀火龙王，如何？他竟然下了如此决定。没办法，他们无能了，只能靠修罗。骷髅族有一招，骷髅附体，200多位圣级骷髅将自己的骷髅身体全部附着在修罗身上，替他挡下火龙王的伤害，以修罗恐怖的杀伤力，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他觉得修罗不会拒绝，因为修罗也没辙了。242100，修罗被烈焰火海包围，瞬间就挂了。毕竟楚天气血不高。修罗圣法斗战精灵射手，等级100级，物攻39370至40386，法攻34993至35193，防御8028，气血40010，蓝量1501，技能副职业天宫药师吞噬阵师，天赋净化万物点化万物剥夺装备。楚天的属性比其他玩家牛逼多了，但比火龙王还是低很多，毕竟相差100级，火龙王又是神兽，人类的天赋确实比其他族低些，更别谈神兽了。气血4万多瞬间没了。叮！恭喜生灵术发挥作用，您复活了，剩余复活次数9。幸好有生灵术，楚天直接复活。怎么样，修罗你意下如何？骷髅族都急死了，修罗能复活，但他们的复活手段都被消耗掉了。他们看着修罗复苏，焦急到都快给楚天磕头了。大爷，我们不想死啊，求求您老人家快点点头，一起合作吧。当然了，合作逃出去之后，他们肯定会瞬间翻脸的。回应他们的是滚！楚天的暴吼传来，让他们愤怒不堪。好你个修罗，到现在还敢装逼，那大家就一起死在这里。骷髅族直接等死，他们都不反攻了，躺在地上做个废物，存活数量迅速变少，200个、190个、150个。和他们不同的是，楚天迅猛踏步，双翅展开，冲向火龙王。哈哈，没用的。火龙王讥讽的大笑，他都没再度出手，享受着高高在上的感觉，卑微的爬虫，你还不如学骷髅族坐地等死比较好。骷髅族更是嘲讽，废物，凭你一个人就能单挑神兽，真当你无敌？叮！恭喜生灵术发挥作用，您复活了，剩余复活次数8。恭喜生灵术发挥作用，您复活了，剩余复活次数7。在他们的目光中，楚天又死了2次，但楚天不管不顾，一往无前。烈焰火海持续时间3秒，此刻消失了。楚天冲到了火龙王面前，火龙王眼含不屑，龙嘴大张道：你倒是有几分毅力，可惜终究是个弱者。我看你攻击力4万，我的防御就有20万了，你怎么破？老子站在这让你打，你都打不死，是吗？楚天回应讥讽的笑声，唰，一把火红狙击枪出现在他手上。叮！恭喜您拥有爆破灵火，您使用任何火系魔法，由您任意锁定攻击范围内的敌，并且拥有100%破甲效果。火神逐日正属于火系魔法，能发射100万朵火焰，还能叠加印记，后续攻击更高。可惜的是，一枪只能瞄准一个，100万朵火焰不能打到同一个人身上，但现在不一样了，还100%破甲，哪怕防御999亿，在楚天面前等于0。你弄个史诗器干什么？骷髅威风军统领懵逼了，骷髅族只剩下他一个了，他已经不想反抗了。是了，修罗应该也是放弃了，现在是困兽之斗。哈哈，史诗器就想击败老子？火龙王感觉受到了侮辱，开口反嘲，笑死我了，但刚笑到一半，他就笑不出来了。大大大，一串密集的火光不断地向着他嘴中轰炸。叮！恭喜，身为精灵射手，您射击速度为基础攻速3倍，您使用了苍穹手，攻速 X100倍，您消耗3000蓝量，
使用火系魔法亲和，使用火系魔法时释放速度 x1000倍，总提升30万倍，1秒30万发，哒哒哒哒35193，触发最高基础法攻，无视防御36249，灼烧印记 x1，火焰攻击正 3%， 38423，灼烧印记 x2，火焰攻击正 6%， 109098，灼烧印记 x70，火焰攻击正 210%， 印记70层，也就是第71枪时，伤害达到10万多。别看最后一击伤害不高，但已经打了很多下了呀。这个印记伤害自然有个公式，每一枪比前一枪多第一枪的 3% 攻击，乃是一个等差数列。楚天自然会算这个数，等差数列之和，好像初中学的，记不清了。楚天小学时就把大学数学学完了。总之，第71枪时总伤害已经5122341.15，火龙王总血量也就5038863。砰！火龙王直接炸开，死的不能再死。用时仅仅 0.00023666秒，快，太快了！火龙王刚刚还在笑，现在就挂了。咔咔咔，骷髅族们的脖子机械的扭动着，都差点掉下来。这幅场景太惊人了。更恐怖的是，楚天转过了身。你们猜我的枪里还有没有子弹？第181章，火神重狙要碎了。哦，不应该说你们，因为场上只剩下一个骷髅族了。你赌我的枪里有没有子弹？楚天持枪瞄准了骷髅威风军统领。骷髅族苦心谋划许久，出动无数人马，将火龙们拼死无数，胜利果实却全归了楚天。威风军统领瑟瑟发抖地看着楚天，气得直咬牙。你哒哒哒哒！不等他废话，楚天迅速将他击杀。叮！恭喜您击杀了圣级9阶 BOSS 骷髅威风军统领，获得圣器骷髅硕刀 X1， 史诗器血鹰狂刀 X15， 金币 X30万，经验值。获得圣器。叮！恭喜您击杀了神话级1阶 BOSS 火龙王，获得圣器火龙王履 X1， 圣器火龙王冠 X1， 史诗器火龙腰带 X30， 金币 X100万，经验值。怎么没神器？叮！系统提示：神器极为宝贵，击杀神话级强者有几率爆出，但不一定能爆出神器。原来如此。一般来说，击杀什么品级的怪物，必定会爆出一个什么品级的宝物，但神器级别的宝物太珍贵了，不是击杀就能得到的，只能说有几率。否则的话，那些相对弱小的神话级 NPC 早被其他强大的神话级 NPC 击杀，积攒出一大波神器了。楚天也没在乎，相反觉得很好。神器越宝贵越好，越稀少越好，因为这样所有人都难得到。而他却能进化神器，进化出传奇器、史诗器是能够碾压玩家，但意义不大啊。玩家没有好装备，但 NPC 有啊。不过珍贵的神器也不是每个 NPC 都能有的吧。轰轰轰，一阵白光爆发，他连续升级10次，来到了110级。甚至由于经验值太多，毕竟杀了神兽啊，他无法全部利用，将所有的手下也得提升到了110级。叮！系统提示：由于您尚未职业11转，所以无法继续升级，经验值转为提升麾下。11转任务已经下达。职业11转任务，任务要求：寻找圣法斗战的奥秘，了解它的历史。任务时间无限，失败惩罚无法升级。竟然变了，不是杀怪了。楚天眉头一皱，杀怪对他来说很简单，可圣法斗战的奥秘他知道毛线，他是进化出这个职业的。但这个职业好像不同寻常，有一段故事。也简单，找瑟琳娜了解下不就行了。正好把瑟琳娜的任务做了，去新法帝国拿神迹雪国风光。职业任务要求只是了解职业奥秘，历史应该是瑟琳娜告诉自己就行了。瑟琳娜让我营救坠落城城主，这城主在哪儿？这是他唯一头疼的。他环视四周，火龙巢内根本没有别人了。骷髅族吴天都被火龙王击杀了，如果坠落城城主真在这里，估计早就死翘翘了。但又没提示自己任务失败，显然另有玄机。难不成在火龙巢外的矮人族中？楚天通过天耳通洞悉了吴天的想法，吴天就去过矮人族。火龙巢占地极大，龙王和手下有许多的龙巢，而在龙巢的包裹中就是矮人族的聚集地，只是没人知道如何进入。吴天靠的是阵法进入的，可是场上所有阵法耐久度都因为火龙王的攻击掉到0，所有阵法全部被毁了。降速 15% 阵法，减攻 20% 阵法，幻术大阵、吸宝大阵，这是楚天已经拥有的阵法，并没有能够直接到达矮人族的。早知道就留下吴天，把他的阵法全部吞噬了。楚天摇摇头，暂时想不到办法。
先看看收获吧。骷髅硕刀，圣器，等级7，效果物攻加5000，破甲正50%。附带技能硕刀之威，消耗蓝量5000，形成覆盖10万米的硕刀气场。此范围内的战士骷髅族品级不高于圣级者，皆会听您的命令。描述：骷髅族军纪严明，骷髅君王给各大统领赐下兵器、硕刀、权杖、披风等等，借此可调动骷髅族士兵。骷髅君王有令，统领将死时需火速毁灭硕刀。卧槽！看技能并不是什么攻击型装备，而是类似于军令一样的东西。楚天还想过，骷髅族长得都差不多，他们怎么分辨同伴？原来就靠类似硕刀的东西。虽然不是战斗型装备，但我也不缺战斗力。楚天喃喃自语，不管走到哪里都能调动圣级以下的骷髅族的话，那也挺爽的。见此硕刀，他不是骷髅威风军统领，但有统领的权利。想起来他击杀骷髅恐惧军统领时也得到了一个圣器。骷髅权杖，圣器，等级7，效果法攻加5000，施法速度正50%。附带技能权杖之威，消耗蓝量5000，形成覆盖10万米的。描述：骷髅君王有令，统领将死时需火速毁灭权杖。果然和硕刀差不多，但硕刀是调动战士类骷髅，权杖调动法师类骷髅，现在都到了楚天手上了，他可以调动圣级以下的任何一个战士、法师类骷髅。看描述，当统领死亡时需要先毁灭权杖，别让敌人拿到这军令一样的装备。但楚天是秒杀2大统领，他们都来不及毁灭装备。想毁灭装备也不容易吧？骷髅君王怎么想的？都要死亡了的话，怎么来得及毁灭装备？我还没毁灭过装备呢。楚天没看到有一个矮人此刻来到了龙巢中，他瑟瑟发抖地走进来，好恐怖的力量，幸好我晚了会儿进入，不然早就死了。修罗应该没事吧？他可是看到了，修罗一拳碎了一城，如此强者应该无事。果然，修罗手持一把奇怪武器，而且龙巢中只有他一人了，这代表着修罗将神兽都击杀了。他那个武器好新颖啊！热爱锻造的矮人自然喜欢各种装备，但楚天的火神重狙他从来没有见过。不好！他突然惊叫，本来还想隐藏的他都顾不得保护自己，大喊道：修罗大佬，你的装备要碎了！第182章进化神器火神炮。什么？火神重狙要碎了？楚天顾不上矮人，火速看向火神重狙。靠着这把武器，他能在 0.000 秒内秒杀神话级强者，当印记叠加到后面，一枪一个神话级，甚至即便是有几十万个神话级到来，楚天都能狙死。就要这么碎了？果然，咔咔咔，火神重狙上出现了一重重碎纹。哎呦，修罗大佬呀，您太不爱惜装备了。这把装备是史诗级的吧？但被您使用了过于强大的力量，装备本身的材质承受不住，现在彻底的碎裂了，连路边的一颗石头都不如喽。矮人比比丘走了过来，很是惋惜。什么意思？装备还能损坏？楚天问道。这触及到他的知识盲区了。天域毕竟是宇宙产物，许多东西人类都不知道，规则需要自己探索。肯定的呀。我给您一个技能，能看到装备的耐久度。其实也不怪您，装备正常也不会承受恐怖攻击，因为有恐怖攻击力的人肯定有足够承受力量的装备，装备也能自我恢复耐久度，很少会直接损坏。原来如此，装备也有自身承受极限，比如白板器或许能承受1000攻击，但肯定不能承受1万，但能发出1万攻击的人也不会去使用白板装备了。简而言之，每次攻击装备也会掉气血，但能自我恢复，极少会直接损坏。所以天域都没显示装备的耐久度，但楚天不一样，他是游戏都无法掌控预测的人，他许多方面都超过了正常人的范畴，都直接用史诗器打出了几百万伤害。叮！恭喜您学会了红色技能装备耐久度扫描。楚天接过比比丘的技能书，瞬间学会了装备耐久度扫描，红色被动技能，效果消耗1万蓝量，一直能看到装备的耐久度。描述：矮人族的技能已经在锻造师中失传，甚至在大陆上已经没了装备耐久度的概念。虽然不是战斗技能，但依旧非常珍贵。挺好，被动技能使用一次后永恒有效。楚天再次看装备时已经有了不一样的描述。火神重狙，损坏，等级10，耐久度0600万，每秒恢复6000点，当耐久度为0时，装备损坏。附带效果无，附带技能无。描述：已经损坏的装备没有任何效果。600万耐久很高了，能一次性承受600万伤害呢，而且每秒恢复6000点，但楚天偏偏将600万耐久一下子打空了。可我使用巨灵腰带打出过破亿的伤害，
腰带怎么没损坏？楚天查看了下腰带耐久度，竟然是无限，显然是装备的特性，并不是装备品级高，耐久度就会高，就和白板级的怪物或许也能气血无限一样。即便是我们矮人，也不能将耐久度0的装备修好，可惜了。比比丘惋惜不止，这么新颖的装备，若是没废的话，他要研究个3天3夜。那我来修。楚天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说他来修。什么？你来修？比比丘本来很恐惧敬畏楚天，但涉及到他的专业领域，他摇头道，你是不知道修装备有多么的难，哪怕我们矮人王来了也修不了。楚天的话语触及到他的自尊心了。矮人族面前谁敢谈锻造？我若是修好了又当如何？楚天不想放弃，这可是能击杀神话级的装备啊！你要修好了，我答应你任何要求。好，这可是你说的。楚天玩味的笑笑，实际上当他知道火神重狙损坏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悲伤。火神重狙损坏了不能修，但没说不能净化。净化万物，坏的东西照样修，修的比以前还好。装备的品级高低不代表耐久度高低，但同一件装备品级提高了，耐久度肯定涨吧。楚天准备来个狠的，身上有1500多亿进化点，为何不净化神器？不等了，干！他大手一挥，心念一动，叮！恭喜，您消耗了100亿进化点，史诗器火神重狙进化成圣器火神冲。嗡！一阵光芒亮起，火神重狙迅速变化，碎纹瞬间消失，枪管变得粗大，充满暴虐的气息。修罗大佬啊，术业有专攻，您就听我的，别浪费时间了。我卧槽！真的假的？比比丘絮絮叨叨着，突然的异变让他惊得跳了起来。见鬼了吧！修好了，还变成了圣器。眼前的一切让他难以置信，甚至让他怀疑锻造师的一切。作为一个矮人，他从小就学会了锻造，族内更是有许多传奇锻造师，但此景他没见过。修罗什么都没干，手一挥的功夫就让装备变化了。我擦擦眼睛，肯定假的，幻象。他擦眼睛时，楚天没有停下。本来觉得没有神器他也无敌，但既然火神龙驹承受不住了，那其他许多装备肯定也承受不住，没必要省着进化点了。神器而已，他想要就有。叮！恭喜您消耗1000亿进化点，圣器火神冲进化成神器火神炮。轰！一道恐怖的气息冲天而上，火神冲不断的颤鸣，迅速的变大，重重火光在冲身上迸发，再从枪管处喷发出来，火光聚集，竟然形成了一个红日。这个红日射击出去，冲天上，竟然是对着天上的太阳射去。当一切停息时，原本的狙击枪已经变成了一尊炮，向天出击。此乃神器降世，有屠天之意呀！比比丘刚擦完眼睛，又被眼前的景象震惊到了，他激动地喊道：“您是怎么做到的？莫非您是神级锻造师？”肯定是了，而且会更强。至尊级还是传说中的？他猛然捂住嘴巴，不敢妄言，不敢猜测。他对楚天从起初恐惧到后来的不屑，而现在他恨不得立刻跪下，让楚天教授他2手。这不，他立刻激动地跑过去，想要抱楚天大腿。滚蛋！楚天直接把他拍开，毛手毛脚的，别影响了他查看神器。第183章将对决3大神话级。楚天摸了下火神炮，叮！恭喜，身为天宫，当您拥有什么品级的装备时，您就可以成为什么品级的锻造师。您成为了神级天宫。不得不说，这个上古职业很 bug。比比丘认为楚天是神级锻造师，还真没有错。火神炮，神器，等级10，限制玩家等级150级，耐久度3000万，附带效果双攻击加10000，正50%灼烧伤害。附带技能火神炎炮，金。描述神器已经可怕，而它是神器中的大杀器，不愧是神器，双攻击直接加1万，而且还有金色技能。楚天立刻决定升级。叮！恭喜您消耗了8点超能点，将火神炎炮升为满级。火神炎炮，金 LV80，消耗蓝量15000点，让火神炎炮积蓄力量投入金币、圣级尸体、圣级宝物等即可。积蓄的力量是宝物质量、数量而定，最高攻击为1500万，为单体攻击，冷却30分钟。牛逼！最高攻击为1500万，只要投入圣器、圣宝等就行。说实话，楚天舍不得，反正他有金币，金币可以生产圣级士兵，因此也能积蓄能量。正好楚天现在还没有帝都级兵营，无法生产圣级士兵，就提供给火神炮呗。而且聚宝盆每天生产金币，它可以无限进化出金币，简单的不得了。这尊神器
将成为我现阶段最稳定的高攻击手段。楚天爽的飞起，将火神炮收起。您太厉害了！比比丘现在比楚天还激动，连道：我是真没想到，您竟然还是一名神级锻造师。我们矮人族中也只有族长是神级锻造师了。矮人族不简单，既然有神级锻造师，那神器应该不少。但楚天还是要去矮人族的，毕竟他不是正统的锻造师，得靠矮人镶嵌宝石。那你现在可以带我进入矮人族了吧？当然，神级锻造师能来，是我们矮人族的荣幸。比比丘掏出一张传送卷轴，带着楚天进入。眼前白光闪过，情景已经变化。这里像是一处盆地，外围被龙巢包裹住。矮人族正是躲在了龙巢的包裹中，才避开了尘世纷扰，否则他们早被各大强族抓起来，成为每天锻造的奴隶了。而且龙巢中的火龙还会提供给他们火焰，方便他们锻造。骷髅族想收服我们，让我们铸造一件能够生产巨龙的神器，而且要把我们变成奴隶，从此只为他们打造装备。矮人族想避世难漏。现在火龙又都死了，我们没了保护，生产巨龙的神器，这要牛逼！骷髅族的野心不小啊！骷髅小王子带大军过来，我们族内唯一的神话级强者，族长大人已经风烛残年，族内现在分成了两派，一派支持出世跟随骷髅族，一派准备死战。我出去寻找帮手，但到现在都没找到。不过，比比丘看向了楚天，意思不言而喻，他想求得楚天的帮助。再说吧，楚天没答应，又没好处，凭什么答应？不过骷髅族收服矮人，势必影响他的计划，他当然不会让骷髅族得逞。但不久之后，眼前已经出现了矮人族的部落营地，虽然楼宇矮小，但占地极大，毕竟这是一整个族群的聚集地啊！只要进入最高的宫殿，就能见到矮人王了。以楚天的身份，当然要和矮人王对话。但难受的是，营地外有大量的骷髅族占据着，不允许外人入内。骷髅魔法军团长，圣级9阶，等级200级。骷髅梦魇军团长，圣级9阶，等级205级。骷髅制裁军团长，圣级9阶，等级201级。军团长有10个，都是圣级9阶，200级以上。每人麾下3000多万人马，加起来上亿。楚天扫视四周，即使是军团长的手下，也全都是圣级。史诗怪 BOSS 有一大堆，等级都在150级左右，这股力量实在是过于可怕了。要知道，星芒帝国的沥青王也就是圣级9阶而已，但那是帝皇之地啊！骷髅族毕竟是大陆最强的族群之一，人类族群都无法力抗他们，更何谈人类帝国呢？想进去的话，必须要打进去。比比丘瑟瑟发抖，期待地看着楚天。楚天能打得过吗？楚天没有回话，他在用天耳通观察中。骷髅族们虽然守备森严，但相互在窃窃私语。兄弟们，严加戒备，连一只蚂蚁也别放进去。哼，我们骷髅大军面前，谁敢进去？听说修罗曾经打了我们骷髅族的脸，切，人类帝国都挡不了我们，更何谈一个小小修罗城？小王子，大人说了，等这次事情结束了，我们直接大军开拔，将修罗城推了完事，省得外面的人整天吹嘘，真以为修罗多牛逼呢。哟呵，还想过几天打修罗城？你们连明天都见不到。楚天就算不想出手，也不得不出手了。修罗大神，您要小心，骷髅族都有天赋能力，骷髅附体，能附体在上司身上，将上司的力量迅速提升。圣级9阶的军团长能有神话级的力量。除了人类外，很多强族都有天生天赋，不然骷髅威风军团长一个圣级的，是如何能够抵挡火龙王那么久的？借助骷髅附体，军团长能发挥出神话级的力量。而这里有3个军团长，照我说啊，大佬您隐藏起来，躲在后面来几个爆炸技能，先让他们损失。比比丘出主意。踏！回应他的是楚天坚定的踏步声。在比比丘震惊的目光中，楚天直接走到骷髅族面前，大袖一甩道：老子修罗来干啊！什么玩意儿？打就是打，哪来那么多废话？以一人对上亿，丝毫不惧。不愧是大佬，比比丘都惊呆了，又惊恐道：但即便是他，也不能对付3个神话级吧？刷刷刷！无数骷髅族看过来，目光中有着惊喜。几个军团长直接吼道：迅速骷髅附体！第184章，听我号令，附体于我！修罗你好胆，还敢在我们面前出现？我们不去找你，你倒自己过来了！击杀修罗！骷髅族们像打了鸡血一般，极度兴奋。尼玛，从没见过这么狂的！上亿敌人在这，修罗自己跑过来了，太不把他们当回事了。骷髅族好歹也是大陆强族之一啊，但他们也知道修罗确实厉害，即便是军团长也不一定打得过修罗。所以骷髅附体，咻咻咻！上亿个骷髅小兵分成了3个部分，向着3大军团长飞去。他们的骷髅身体自动拆解，
包围着军团长的骷髅身，要组成一副全新的骷髅骨架。这就是骷髅族天赋能力，拆解自身，将自己变成族内高手的力量。但高手也有承受极限，每个军团长让3000多万手下附体，差不多就达到极限了。骷髅小兵们也心甘情愿，一是附体之后，他们还能再次拆解回来；二是骷髅族最注重纪律，到哪里都是成群结队的，随时准备附体。哈哈，有3000万麾下附体，我们会拥有神话级的力量。3大神话级，你如何挡？军团长们放声大笑，他们的气息猛然暴涨，迅速地接近神话级。就在这时，轰！一股更可怕的刀威，一道瘆人的魔法威能，同时在楚天身上出现了。他左手持骷髅硕刀，右手持骷髅权杖，爆发出物法双威压。这2个圣器，一物一法，正适合圣法斗战。叮！恭喜，您消耗1万蓝量，启动了2大骷髅圣器的威压。10万米范围内的战士、法师、骷髅族，品级不高于圣级者，皆会听您的命令。范围太小了，不够用。楚天立刻消耗14超能点，将2个技能都升级，范围达到了1000万米。反正他超能点很多，有资格任性。此刻，军团长们把骷髅小兵都快附体在身上了。楚天直接走到他们面前，咻咻咻！一个个骷髅小兵突然全部愣住了，他们在楚天身上感受到了军令一样的存在。说起来很玄，但那是骷髅君王下的命令，深入到每个骷髅族的骨髓中。手持硕刀、权杖，如见君王，必须听令，听我号令，附体于我。楚天淡淡开口，宛如尊王下令。战士骷髅、法师骷髅听到后，骷髅头的鬼火眼睛挣扎了片刻，就抛弃了他们的军团长，转而向楚天这边飞来。轰！楚天身上的气势愈加的恐怖。叮！恭喜，您享受到了骷髅族们的骷髅附体，此为骷髅族天赋能力，他们可以附体任何人，但被附体人无需会此技能。爽啊！就跟一个 buff 一样，但比 buff 还要好，不需要楚天付出任何东西，骷髅们主动提升它。叮！您的攻击力加1000加1000加1000，您的防御力加500加500加，您的气血真是爽的飞起，所有属性都在提升，一根根骨头包围在楚天身上，将他的身体遮掩住了。这些骨头也变得精纯细小，显得煞气十足。不，这是怎么回事？他怎么会有骷髅硕刀和骷髅权杖？就算是他抢来的，也不能同时用啊！难不成他是物法双属性？3个军团长傻眼了，这尼玛到嘴的鸭子飞了，转头去提升敌人了。他们也有类似的装备，但却是让其他类型骷髅听令的，比如弓箭手骷髅。可此次派出的军团士兵中，只有战士、法师、盾卫，毕竟有这3种足够了。攻打火龙巢、收服矮人族，带这3种士兵最合适，所以没带其他兵种。谁知一大半士兵直接被修罗抢走了，偏偏他们毫无办法。这是君王赐下的圣器，我们也没办法阻挡。小兵们在君王面前不会听我们的话啊！3大军团长急得身子乱颤。骷髅附体可以借助弱小的骷髅族，让高手变得更强，这是骷髅族强大的资本。为了防止有骷髅不愿意，骷髅族的纪律非常严明。骷髅君王更是打造了骷髅硕刀等圣器，送给一些军团长，让他们有机会有神话级的力量。这本来是优势，就算军团长死了，也会迅速毁灭装备，防止外流。但偏偏被楚天爆出来了，变成了他的优势。噗！3大军团长的气势就瘪了的气球一样，迅速下落。反观楚天却是一路上涨。不行，不能放弃。圣级士兵他抢不走，盾卫士兵他也抢不走，我来附体。军团长也不是废物，骷髅梦魇军团长让剩余的士兵附体。至于圣级士兵，同为圣级的情况下是不能附体的，只能附体到神话级之上。轰轰！2股恐怖气势冲霄，都在等待最终的爆发。叮！恭喜，您的攻击加1000加1000加1000。恭喜，你的气血加938加938。所有骷髅附体完毕，您无法继续提升了，请注意，您的提升时间为5秒，根据提升的强度、本身的实力、附体骷髅的数量等等决定。时间只有5秒，情有可原。毕竟这力量太可怕了，要没有时间限制的话，骷髅族早就征服天域了。爽！楚天仰天长啸，骷髅就如同一层盔甲包裹住了他。他感受到了体内爆棚的力量，查看了下属性：修罗、圣法斗战、精灵射手，等级110级。务工153763，骷髅附体加108893，法攻150865，骷髅附体加109028，气血209876加154837，防御63758加54836，太舒坦了。攻击都不比200级的火龙王差了，毕竟楚天才110级呢，
而且人类天生的资质比神兽差远了，即便他是人王血脉，升级的效果也没神兽好。不要忘了，楚天从前战斗力强，靠的是强大手段，属性不算多高，而现在他有了神话级的属性，在使用强大手段。那修罗！就在这时，骷髅梦魇军团长附体完毕，嚣张道：“我也是神话级的力量了，等级还比你高，跪下投降吧。”楚天没有理会他，他在想着是随便挑个技能干他呢，还是拿神器大炮轰他呢？第185章，被锤死的神话级。骷髅梦魇军团长说得很嚣张，但行动很胆小。唰，他的手上出现了一个盾牌，骷髅附体根据附体的骷髅属性提升被附体人的力量。楚天武功、法功提升的多，他防御、气血提升的多。实际上，他根本不认为能战败修罗，他在拖时间，用盾牌挡住修罗。等修罗的附体结束了，但他没有结束的话，还会拥有神话级的力量，就能击败修罗了。我现在防御有30万，气血有290万，我看你怎么打。你的附体也维持不了多久了吧？毕竟是假的神话级，属性不算多高，但也很强了。楚天明面上都无法破防，梦魇军团长再赌，即便楚天有手段提高攻击，但肯定也没办法秒杀他。等骷髅附体时间过了，就连到他秀了，是吗？楚天却是笑了，摇头道：“我有 N 种办法秒了你，但看你这么狂，我选择让你死得羞辱一点。”对面防御太高，楚天已经没高破甲的手段了，但他装备太多了，他能看到进化后效果，许多都没进化，是因为当时不需要，现在就玩玩吧。轰！他的双手突然发光，准确的说是手腕。叮！恭喜，您消耗了1000万进化点，苍穹手腕进化，消耗1亿，消耗10亿，消耗100亿，进化成苍穹爆破手腕。瞬间从钻石器变成了圣器，就是这么简单，太厉害了！他又秒速锻造了圣器，肯定是神级锻造师。比丘一直在观察，激动的不得了。不过圣器能对付军团长吗？一般来说，圣器确实难对付神话级，但别忘了，这是楚天啊！叮！恭喜，您消耗了4点超能点，苍穹爆破手达到满级。苍穹爆破手腕，圣器，等级7，耐久度1000万，附带效果暴击率正 30%， 气血加5050，附带技能苍穹爆破手子 LV70， 消耗1万蓝量，攻速达到500倍，暴击率 X2， 持续时间3秒，冷却时间30分钟。描述：拥有爆破苍穹般的攻击，所以手腕本身耐久度高，500倍攻速。更爽的是暴击率，玩家的初始暴击率都很低，而且很少有暴击装出现，因为暴击伤害属于稳定的高伤害，容易影响游戏平衡，但偏偏被楚天进化出来了。叮！恭喜，您的暴击率达到了 45%， 由于您启动了苍穹爆破手，暴击率达到 90%， 接近 100% 暴击。轰！楚天迅猛出击，贴近军团长，一拳递出，看上去平平无奇。7526，暴击双倍伤害，伤害更是平平无奇。哈哈，我就说吧，我这么高防御，你即使破了也打不死我。梦魇军团长嚣张起来，但紧接着，砰砰砰，7532，暴击，7525，暴击，0，未暴击，未破防，7537，暴击。楚天的拳头如雨点般打在军团长身上，有时候也会脸黑未暴击，但毕竟 90% 暴击，当出拳数量足够多时，10拳几乎必定有9拳暴击。而他的攻速，该死的，你什么攻速？什么暴击率？太假了吧！梦魇军团长懵逼了，他感觉自己注定撑不住了，立刻就要改变作战方案，移动身形主动出击，但他举着盾牌，移动速度也会变慢。刚移动一下，砰砰砰砰，楚天已经出了无数拳了，1秒500拳啊！哪怕其中有没暴击的，但加在一起的攻击还是很恐怖的，有339万呢。叮！恭喜，您击杀了骷髅梦魇军团长，获得圣器梦魇披风 X1， 史诗器无畏盾牌 X1， 传奇器无畏戒指 X10， 金币 X100万。我竟然会死在这么低的攻击下！在憋屈中，梦魇军团长直接死亡，每次攻击也就7000多点，但就是硬生生锤死了他。呼！楚天舒服的呼吸，这一战打得舒服。虽然他还有许多猛烈手段，但没有手段能比一拳拳锤人更舒服了，简直是酣畅淋漓。这一次，他是靠的高额的属性才能完成此爽举。他将爆出物收起来，物草就这么死了。修罗的拳头是什么做的？我们还上吗？骷髅制裁军团长、魔法军团长以及一大帮圣级骷髅，原本想在梦魇军团长拖住修罗时，他们配合攻击的，
但现在所有骷髅都愣住了。尼玛，他们还没出击呢，战斗已经结束了。说好的20万防御，290万气血呢？怎么这么不经锤？不能上了，我们上去也是被锤死的命。他的骷髅附体应该没多少微虚时间了。他们瑟瑟发抖的后退，而楚天踏步前行，场上形成了极其滑稽的场面。原本的1亿骷髅族被楚天拿出圣器抢了大半，梦魇军团长和他附体的骷髅已经全部被楚天锤爆，现在只剩下1万多圣级骷髅了。没错，1万多圣级骷髅不弱吧？但他们偏偏不敢上前，而楚天步伐从未停下。1万多圣级骷髅能爆出1万多件圣器，楚天眼眸闪烁，对方在他眼中不过是手到擒来的宝贝，太强了！比比丘激动的浑身颤抖，有修罗大佬在，骷髅族就是个屁，我们矮人族有救了。但他担忧地看向营地中，矮人族分成了2派，风烛残年的矮人王想要抗争，但以大长老为首的一些矮人却是想要臣服骷髅族，借此让矮人族重新站在大地上。他很怕大长老等人会做出错误决定。此刻营地中，不好，接连3位军团长死亡，有敌人！骷髅小王子色朗眉头紧皱，他原本在压迫矮人族臣服已经快要成功了，现在突改一变，有人趁着本王子不在欺负我手下，等我回来，我希望矮人族做出决定。他冷视矮人王，踏步而出。矮人王一声叹息，他已经老了，他或许能抗争，但族人们呢？这些年轻的族人是矮人最后的希望了呀！等等，王子殿下！矮人族大长老走出来喊道，我们矮人族一定会臣服于您的，这是我们的心意，请您收下。竟然是神器！骷髅小王子激动了，即便是他也没神器啊，所以他才想收服矮人。父王要是开心了，说不定会赐下神器。没想到现在就有了，有了神器，对抗外面的大敌会更轻松。第186章神器 vs 神器。唰！骷髅小王子消失。胡闹！矮人王大怒，皮斯，你怎可将神器交给骷髅族？大长老皮斯不屑一顾，族长大人，我们矮人族不抓紧攀附强族，如何生存？你不会是指望着比比丘真能从外面找到援兵吧？或许能找到大猫小猫3两只，还解决了3个军团长，但骷髅族小王子刚才可是出去了。骷髅族小王子乃是真正的神话级强者，此时不舔更待何时？唉，矮人王哀伤无比，其实送出神器何尝没有他默许的意思？矮人族没了他，要想继续生存，只能依附强者。骷髅小王子如果赢了，他会举族臣服骷髅族，但援军如果赢了，那援军必须要更强。援军不足够强，如何和整个骷髅族比较？所以他没有阻止送出神器，测试援军实力。出去看看吧。矮人王发话后，矮人各大长老全部走出，营地内的许多普通矮人更是打开了窗户，爬上瞭望台等等，准备观看决定他们命运的一战。刷刷刷，上千万矮人的目光聚集在营地外，结果让他们震惊了，援军只有1个人。什么？1个人？1个人就想解救我们矮人族？这个援军没有大势力吗？矮人们慌了，1个人能击败骷髅大军确实是挺牛逼的，但1个人势单力薄，如何在这乱世之中继续将他们矮人族保护下去呢？不行，这人要是赢了，势必得罪骷髅族，他即便打败了骷髅小王子，还能挡得住无尽的骷髅族？族长大人，就这1个人值得我们跟随。大长老讥讽笑道，再看看，或许他足够强呢。矮人王自己都不信了，他对援军的希望是强大到能碾压骷髅小王子，那么或许有资格让他们跟随。可笑，他们就从没想过楚天是否愿意让他们跟随。楚天踏步而行，刚准备出击的时候，突然有人影闪现出来。骷髅族小王子，神话级1阶，等级230级，比火龙王还强。该死的，原来是你，修罗！骷髅小王子扫视四周，已经明白了战况，瞬间怒火燃燃。火龙巢他早就能拿下来，矮人族也早能拿下来了，但他野心勃勃，将队伍分成2份，一份攻打火龙巢，一份逼迫矮人族。照理说也能拿下来了，因为他还使用阴谋，将坠落城坑到了其中帮他作战。他感觉自己智力超群，一定没问题的，但修罗竟然出现在这里，这代表着雷龙合成药剂，火龙巢中的一切收获全部被修罗办到截胡了，甚至大军都被修罗打得土崩瓦解。修罗的出现破坏了他的计划。你找死！他可是真正的神话级高手，修罗在他眼中只不过是一切完成后随手再去解决的对象，谁能想到修罗竟然出现于此，将他所有计划破坏？岂能忍！王子殿下来了，我们有救了！快来
附体！一帮圣级骷髅，连同2大军团长在内，直接附体骷髅小王子。骷髅小王子的力量迅速暴涨，这就是骷髅族啊！小王子已经是神话级，现在又被附体。矮人大长老皮斯摇头晃脑道：“反观我们的援军，那位修罗，楚天的力量在衰减。”叮！恭喜，您被骷髅附体的时间结束。一个个骷髅族脱离楚天的附体状态，反而跑到了小王子那边，提升小王子。此消彼长，情况对楚天极为不利。你还觉得这位援军足够强吗？大长老心中已经判定小王子必胜。矮人王没回话，只是疑惑道：“他为什么不趁机杀了那些骷髅族？”这下连大长老都懵了。是啊，骷髅小兵们脱离楚天去附体小王子了。楚天此刻完全有机会将这些小兵击杀，让骷髅小王子不会提升那么多，但他偏偏没这么做。难道修罗有自信面对更强的小王子？这人如此恐怖吗？我去，修罗挺牛逼啊，安然不动。小王子在提升，他竟然不阻止，是真有自信还是憨憨？矮人们大为震惊，他们不问世事，都没听说过修罗的名字，但仅仅是见到此情此景，就感觉到修罗的与众不同。恐怕是吓傻了，动不了吧？大长老冷笑道。他们不知道的是，楚天正在启动火神炮，火神炮需要蓄能，这不在背包内就能完成。他现在属性掉到了原状态，和神话级对战肯定挺麻烦的。楚天最讨厌麻烦了，用什么手段？技能组合技啥的，多累啊！直接拉出神器，开炮！叮！恭喜，您放入了1枚金币，进入火神炮，蓄能时间1秒，蓄能攻击100万，已经完毕。卧槽，牛逼！1枚金币能换来100万攻击呢，不愧是神器，虽然耗费巨大，但很值得。楚天还有19枚金币呢，恭喜，您放入了1枚。因为有1秒蓄能，楚天只能一步步放，也无所谓，加起来也没多长时间。13秒后，轰！骷髅小王子的力量达到了恐怖的数值。骷髅小王子神话级3阶，等级230级，物攻239277，气血6038760，防御302987，技能骷髅骨刀、骷髅荆棘、骷髅附体。描述：骷髅小王子乃最不受宠的一位王子，急于立下功劳，得到骷髅君王的赏识。最不受宠，急于立功，偏偏被楚天破坏了，能不气吗？修罗，我要你死！我会拿出全部实力。他的手上又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盾牌，使用附带技能，加500万气血，每秒回血50%。听说你手段很多，但我现在这个属性，你再变态也打不破吧？骷髅小王子自信十足，1100多万气血，而且每秒还回血50%，哪怕修罗伤害高达500万，等于对他无伤。就算伤害再高些吧，也无伤大雅。他迅速回血，却能迅速击杀修罗。死来！他一冲而下，手持一把骨刀。修罗完蛋了。其实我虽然第一次见修罗，但对他感觉还比较好，这人挺霸气，我喜欢。可惜了，我们矮人自身难保，族人大人物有另外想法，竟然连神器无敌盾都送给了小王子。普通矮人们连连叹息：无敌盾啊！矮人王唏嘘一声，一般盾牌都是加防御，但容易被破甲，他们矮人族就不同，盾牌直接加气血，很少有装备技能会压制气血啊。有无敌盾在，只能以力破之，但这么高气血怎么破？所以号称无敌盾。这个修罗伤害才15万，怎么破1100万气血？矮人大长老很是骄傲，有神器无敌盾，要不是我们矮人族战斗力不强，早就无敌了。我最讨厌盾牌了。突然的一道声音响彻全场，是修罗。所有人都懵了，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装什么逼？这一个盾牌会直接把你废了。轰！这时候却有一声震天动地的颤鸣响起，一道火光直冲前方射去。叮！恭喜，积蓄力量达到1500万。因为火神炮属于火系魔法攻击，由于您拥有爆破之火，火神炮将100%破甲，耗尽敌人装备耐久度。100%破甲不但是无视所有防御，更是字面意义上的破甲。楚天破甲过怪物，但怪物不穿装备啊。没事，有人穿了装备呢。砰！火光淹没了一切，大地碎成齑粉，无数烟尘飞舞。1500000，恐怖的伤害出现。骷髅小王子原本飞过来要攻击楚天了，但刚飞到半途，直接被蒸发了。和他一起被蒸发的，还有他身上的所有装备。咣当！落地声出现，原本神光熠熠的无敌盾变成了破旧的铁疙瘩，上面满是碎纹，
已然废了。他，楚天一脚踩在神器无敌盾上，就这垃圾装备。第187章，全体鞠躬，请求原谅。楚天一炮轰死一个神话级，就连神器无敌盾都被轰废了，太强了！那是什么装备？猛得一塌糊涂。有矮人兴奋的大喊：“修罗实在是强得过分，让他们心神沉浸在震撼中。”矮人王和大长老更是一愣一愣的，他们矮人族的神器竟然被一炮轰废了。更过分的是，修罗竟然一脚踩踏在无敌盾上，说这是垃圾。他们想过了很多结果，也想过修罗会击杀小王子，但从没想过会是这样的情景。那个装备比我们矮人族的神器还强，他们接受不了这个结果。怎么，不服气吗？说是垃圾就是垃圾。楚天一直踩着无敌盾，刚才比比丘已经告诉他，这是矮人族的神器，应该是大长老送给小王子，想要帮助小王子战斗的，他能不生气吗？马德，老子来救矮人族，矮人竟然帮助骷髅小王子，这是什么道理？所以他直接轰废了无敌盾，心里顿感通透无比。完了，修罗大佬生气了。比比丘一脸苦涩，正是他告诉了楚天无敌盾的弱点，这无敌盾受到过强的攻击时就会被打到残废。本来他是想帮助楚天，防止小王子利用无敌盾每秒回血50%的，谁知道楚天直接将无敌盾轰碎了。没错，楚天是故意的。爆破灵火让火神炮破甲100%，可以让装备直接无效，等于无敌盾没了作用，但并不会损坏，只有攻击够高时才会损坏。不然楚天用任何火系魔法都能让所有装备废弃，包括神器等等，这不可能。为了废弃无敌盾，楚天还多塞了几个金币，让火神炮达到极限攻击。这么做的原因，一是敲打矮人族，二是他真看不上无敌盾啊，弱者才会使用盾牌保护自己，强者一往无前，向死而生，攻击才是唯一之道。他踩在无敌盾上，讥讽地扫视全场，所有矮人都被他的话语吸引。你们矮人族想要保护自己，这没有错，但错就错在骷髅族欺压你们，想收服你们，你们的大长老竟然真的要给他跪下，还送出了神器。错就错在还让他用神器来和我对战。你们就像你们的神器无敌盾一样，只会防守，加高气血，却没有爪牙让敌人惧怕，都是垃圾！啪啪啪！他的话语像强力的巴掌一样，狠狠地抽在所有矮人脸上，心中是啊，我们都是垃圾。无数矮人无力地跌倒下来，心中一片羞耻，但偏偏无力辩驳，并不是武力原因。如果他们之前有抗争过骷髅族，现在也能有资格说话。可惜他们连反驳的资格都没有，谁叫他们放弃了呢？可我们当时根本没有力量反抗，反抗了就是死。矮人大长老不服气，不，我们能，有神器无敌盾，还有老夫在。可惜矮人王一声叹息，他也是神话级，一尊神话级加神器无敌盾，和骷髅族拼一下，并不是没有机会啊。但他没敢。我老了，不敢带着族人背水一战，只想着把我们矮人族传承下去，从没想过跪过一次后，哪怕是活了下来，但再也站不起来了，矮人的魂就没了。不过也不怪他，他是想反抗的，但大长老、二长老等人竭力阻止，矮人内部一片乱，他也没有办法统一力量。矮人族经不起消耗了，所以他没有制裁长老们，导致族内不统一。乱世将来，当用重点。他突然抬起头，高声问道：“矮人儿郎们，如果当时我让你们拼死一战，你们愿意吗？”我愿意。比比丘站出来，他从来没有放弃，在族内受到威胁时，机智地逃出去寻找帮手，而且找到了修罗。我也愿意，我也愿意，我也愿意。一道道声音传来，甚至一个3岁半的矮人孩子都从母亲的怀抱中挣脱出来，呐喊着说他愿意。想到修罗踩踏他们的神器，说他们是垃圾，他们就难受。可以没有实力，但不能没有魄力。好好，你们都是好样的，和老夫不一样，老夫担心的太多，已经不配做一个族长了。矮人王放声大笑，突然爆发出恐怖的力量。神话级2阶210级，欲要囊外，先要安内。你们几个差点坏我种族传承！轰！他一巴掌抽死了大长老，又一拳轰碎了二长老，所有当时不敢反抗的矮人尽数被他轻松轰杀，可见实力不错。但这正是楚天骂他们垃圾的原因，明明有实力，但就是顾虑太多，不敢放手一搏。这些人都是想投靠骷髅族的，神器也是他们送出去的，现在我全部轰杀。他看向了楚天，诚恳道：“如何，修罗大佬，您还生气吗？”他的腰深深地弯着，向修罗道歉。
倒是有了几分样子。楚天点点头，但他没有原谅。若不是他足够强，骷髅小王子家无敌盾，今天死的不就是他？凭什么原谅？要不是错误是大长老等人犯的，他会直接将矮人灭族。求修罗大佬不要生气，求修罗大佬不要生气。但一个个矮人走了出来，诚恳地请求原谅。到了现在这个地步，楚天生气可是很可怕的。扑通，比比丘直接跪倒，连续磕头道：“您是我们的恩人，帮助我们击败了骷髅族，给您下跪不丢人，因为我矮人族有愧于您，此跪天经地义。”哗啦啦，所有的矮人全部跪倒。您是我们的恩人，此跪天经地义。一道道高吼声震云霄。叮！恭喜您得到了矮人王的100点好感，他愿意为您做任何事。恭喜您得到了比比丘的100点好感，恭喜您得到了。楚天现在哪怕是让矮人族臣服也不是什么问题，但他会原谅吗？愿意接受矮人族的道歉吗？第188章矮人王的歉礼。神气眼龙巢，上千万矮人下跪，这是矮人族所有人马，这是一个族的跪拜。但楚天转过了身，他不愿。凭什么？要不是正好有火神炮，今天这场战斗真不好说。即便楚天能赢，或许也要付出一些代价，就是因为矮人族送出了神器无敌盾。而自始至终，楚天何曾对不起矮人族？更因为，老东西，别以为这就对我管用了，我可不信没有你的默许。那几个长老真敢送出神器？楚天心中摇头，冷淡地瞥了矮人王一眼。矮人王为了种族生存，要测试修罗和骷髅族哪个更强，更值得追随。但想过他楚天吗？若他不够强，今日就是死路一条。叮！恭喜您击杀了骷髅小王子，获得了92亿2837万经验值。圣器骷髅骨刀 X1，圣器鬼灵法杖 X12，圣器吸血法袍 X20，圣器金币 X300万，还是很爽的。击杀骷髅小王子的时候，将骷髅族的圣级强者全部灭了。圣器上万件，上万件圣器，我可以挑些给自己用，一些不好的给手下。楚天满意的点点头，圣器他可舍不得分解，就算不用的话，卖也能卖大价钱呢。至于尸体，全部分解，有不少神话级、圣级的尸体，最垃圾的都是传奇级。一共803亿，加上身上还有302亿，破1000亿了。不错，又能进化出一个神器了。楚天很满意，圣器他都看不上了，神器无敌盾很牛逼。不好意思，他随便进化就有神器了。他捡着圣器，等拿完所有收获的时候，他会和矮人王一战。这家伙默许送无敌盾给小王子，真当他楚天没脾气，会放过他的吗？好，我明白了。矮人王看着他，突然明白了什么。他有错，不应该赌上修罗的命去考验他。要是处理不好，今日很可能就是矮人族的大灾难。修罗，老夫向你道歉。骷髅族逼迫矮人族，就是想矮人族帮忙打造一件神器。这个神器我已经有了思路，而且很快就能锻造出来，我将它送给你，求得你的原谅。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锻造炉，双手拿着一把巨大的铁锤。老族长，不要！矮人们突然大喊，要阻止他。轰！他气势张开，将族人们推走。我本就没几天好活了，这也是我不敢反抗骷髅族的原因，还不如用我这残留的生命，为我矮人族留下光辉灿烂的一笔，再创一个神器。这下就连楚天都转过头来。锻造神器，这可是货真价实的，他是靠的进化，生命锻造。矮人王一声高吼，矮小的身躯变得极其巨大，比外面的龙巢还要大了很多，年迈的身体返回年轻，浑身肌肉虬结，充满爆炸的美感。他伸手间将外面的火龙巢抓住，投入锻造炉中。熊！他张嘴火焰，火焰活灵活现，就仿佛有生命一样。火龙巢在其中迅速融化，随着所有火龙巢被投入锻造炉，他又拿出许多好东西。当！金铁交击声响起，他用铁锤敲打着锻造炉，直接将手伸进去翻材料。锻造方式确实与众不同，以神兽火龙王巢穴，以我矮人所有宝物，以老夫残留生命力，再创一件传世神器。矮人们泪流不止，此乃矮人族秘技，用生命来锻造。矮人王乃是神级锻造师，他之所以使用这一招，是因为要打造的神器不同寻常。哭什么？老夫今日高兴，以我余生换来一件传世神器，这才是矮人一生最大的骄傲。矮人王却笑得极其开心，这一刻他才感觉自己活着般像修罗说的一样，像个人一样的活着，而不是跪着的行尸走肉。送老族长！所有人矮人高呼，对，不能哭，要笑。锻造神器乃是矮人最大的荣耀，此等盛景理应欢送。
这才是矮人族该有的风貌吧。楚天都有些动容了。轰！3个小时后，一阵盛大的光芒诞生，神器锻造炉、锻造锤直接炸了。这乃是矮人族珍藏的宝物，连他们都炸了，可见锻造的神器有多么强。吼！吼！一地碎片中出现了一个龙巢，响彻悠扬龙吼声。这就是骷髅族要的神器，绝对不一般的神器。噗！矮人王吐出鲜血，体型缩小，比从前还要老迈，但他不后悔，这是他自找的，而且已经用他自己来补偿了。他只有一个遗憾留着了。修罗，你还生气吗？他问道。啪嗒！楚天站起，眼含尊敬，郑重道了一声：“宋老族长。”无论如何，矮人王做到这个地步，已经值得他尊敬了。虽然让他重新选一次，他还是不选择原谅，这是原则问题，但矮人王得到了他的认可。哈哈，你小子不简单啊！将来这大陆说不定都是你的。老族长开心的不得了。我最后请求你一件事，我们矮人战斗不强，又没了我的保护，我送你神器，你带我守护他们。当然，如果他们是废物，尽管舍弃。好。楚天点头。叮！恭喜，您获得了神器眼龙巢。唰！矮人王又抛给比比丘一个戒指。儿子，你别让我失望，跟着修罗好好干。这里有我矮人族所有传承，一定不要再辱没了矮人族的威风。老夫死得其所。随着最后一道笑声，矮人王闭上了眼。原来你是矮人王的儿子，不对，现在该叫你矮人王了。楚天回头看向比比丘，谁知道？比比丘率先跪倒，上千万矮人都跪倒下来。奉老族长之命，誓死追随修罗。奉老族长之命，誓死追随修罗。楚天看过去，他们并没有怨恨，毕竟老族长本就时日无多，这种用复活术都没用了，也确实死得其所，这已经是最好的方式了。相反，他们很诚恳，知道自己的敌人是谁。修罗大人，我们没有实力，但我们会锻造，我们会用自己的方式找骷髅族报仇。好，我同意了。楚天点头，接受了他们。一群矮人有着锻造师的最好传承，而且他还会净化万物，完全能将所有矮人净化成神级锻造师，以后想要多少神器就有多少神器。虽然能净化神器，但也麻烦啊，净化点留着净化其他东西多好。楚天说无敌盾垃圾，真不是他乱吹，他连属性都能净化，但这些东西都耗费巨大。下一个能净化的属性，气血，他已经看到净化后效果了，比无敌盾可牛逼多了。第189章孵化火龙王蛋。主人，您是真看不上无敌盾？比比丘拾起无敌盾，心中有些惋惜。还好吧，也没那么垃圾。楚天安慰道。其实不仅是气血属性，他有些装备进化了都比无敌盾厉害，有些装备哪怕不是圣器，但效果很好，他一直留着，只要进化成神器，确实是比无敌盾强了一些。比比丘听懂了，感情真看不上了，但他还是收起了无敌盾。不管怎么说，这也是神器啊！等我成了神级锻造师，我就能修复无敌盾。他相信这一天不会远的。对了，这个你能帮我镶嵌吗？楚天拿出了冷凝宝石。能的。矮人们还有一位圣级锻造师，以及诸多传奇级、史诗级锻造师，冷凝宝石的镶嵌就需要圣级锻造师。比比丘立刻吩咐人去做了。宝石会镶嵌在巨灵腰带上。来矮人族的最大目的完成了，只差醉落城城主了。人在哪儿呢？修罗。突然的，一个美丽的女子飞过来，正是醉落城城主莉莉丝。楚天与她攀谈片刻，原来她是矮人王找来的帮手，一直在伺机而动，但敌人都被自己解决了，自然没他的事了。楚天也把醉落城的事和他说了，他没有伤心。也罢，我创立醉落城时，本就是想给无家可归的人一个家，他们进入修罗城更好。不知城主是否愿意进入修罗城？楚天问道。这是一位圣级9阶的强者，差一步就是神话。不了，我还有自己的事。莉莉丝笑着回绝后，瞬间消失。叮！恭喜，营救醉落城城主任务完成，可前往瑟琳那处领取奖励。真简单，顺手就完成了，根本无需营救。莉莉丝实力不一般，这是楚天对她的感觉，他也只是试探着拉拢，但人家不愿意，他也不会勉强。接下来矮人族举行葬礼，继任仪式，比比丘正式成为新矮人王。楚天和他们把酒言欢，时间迅速流逝。第二天再次进入天域。叮！恭喜，聚金盆昨日产前1000万金币，已进入您的背包，穿越效果粉尘等物品 CD 结束。矮人族拿来了全新的巨灵腰带，冷却时间从10天变成了3天，距离上次使用已经有3天。叮！恭喜，巨灵神话 CD 完毕。爽！
这一招之前就让楚天有了1亿攻击，现在更不知道得有多少了。而且楚天看了下，巨灵腰带耐久度5亿呢，果然耐久度和装备品级无关，并不是说低级装备就一定菜，只不过相比于高级装备确实有某方面缺陷，而净化万物将缺陷弥补了，垃圾也能变宝。也亏了矮人族会镶嵌宝石。你们跟我回修罗城吧。楚天满意的看过去，上千万矮人锻造师都成了他的手下，别的玩家想锻造镶嵌非常难，而他有上千万人马随时待命，时刻准备为他锻造。回城卷轴启动，一行人迅速消失。修罗城，我靠，这么大了！楚天刚回来就被眼前的壮观震惊了，现在的修罗城比现实的小日国都要大几倍。也对，毕竟合并了10座主城，城内到处是空地空房，毕竟楚天不允许玩家入内， NPC 无法占据整个城市。值得一提的是，10大主城有些人马弃暗投明，成为了楚天的手下。楚天获得许多经验值，随意给手下，都没注意，这帮人都成了100级左右。欢迎城主回城！震天动地的喊声响起，10来亿人马齐声欢呼。主人，修罗城100级以上的士兵已经有上亿了。罗会长激动地禀报，不久之前，修罗城还只是座弱小的城池，现在已经壮大到如此地步。啊，这么厉害！我还以为修罗大佬没大势力支持，原来他自身就是大势力。矮人族震惊了，修罗无敌，手下兵强马壮，何愁会受人欺负？比比丘，你日后就负责锻造，材料管够。楚天吩咐后，比比丘带着矮人入城，他还吩咐罗会长多买材料，让矮人族能够锻造。锻造的装备用来提升修罗士兵或者卖出去，低价的材料成本换来高额的装备收益。矮人族就是一个聚宝盆。主人，您让购买的药材已凑到3份。罗会长又带来好消息，给妹妹治病的药材凑齐了，就可以炼制了。楚天根本无需做任务，无需辛苦杀怪凑东西，直接让手下买。诸事完毕，楚天终于有空查看眼龙巢。昨天矮人王以生命锻造，当着矮人们的面，楚天真不好查看。唰，巨大的龙巢出现，仿佛是活的般，巨龙吼声凭空响起。眼龙巢神话级，等级100级，限制使用者等级150，耐久度100亿。附带效果：眼龙巢内巨龙回血正 50%， 免疫控制正 50%， 敏捷正 50%， 攻速正 50%， 防御正 50%。附带技能：衍生巨龙，消耗18000蓝量，投入雷龙制造药方，可产生雷龙，持续时间无限，冷却时间0，消耗18000蓝量，投入火龙制造药方，投入巨龙蛋，可以孵化。描述：骷髅族的大计划，想制造巨龙，矮人王将这个神器铸造出来，送给了修罗。死，牛逼！楚天攻击和气血，其余所有巨龙属性都能在龙巢内加 50%， 修罗城的龙骑士配合此神器，战斗力提升1大截，而且能生产巨龙了。除了凭空生产外，还能孵化巨龙蛋，得来全不费功夫。楚天拿出了火龙王蛋，将它放入眼龙巢中，再放入爆破灵火。叮！恭喜，孵化龙蛋中原孵化时间10天，眼龙巢只需1小时。叮！恭喜，爆破灵火利于孵化，时间再度减半，等半个小时就可以了。谁成想，叮！系统提示：在眼龙巢内，巨龙蛋被孵化的时候，可以加入其他巨龙，巨龙蛋有几率将它们合二为一，诞生新的巨龙。第190章神话级坐骑雷火古龙王，还有意外之喜。楚天没犹豫，将现在的坐骑雷吉古龙投入进去，安心的等待起来。叮！火龙王蛋雷吉古龙共同衍生，有几率诞生新型巨龙，几率极其低，融合失败后一方将消失。楚天也是赌了一把。时间流逝，失败。提示声刚传来。叮！恭喜，您使用了指定幸运宝石，指定融合成功，失败结果改变，融合为雷火古龙王。我楚天开挂。呼，松了一口气，还好自己有逆天改命般的能力。咔咔咔，蛋壳破碎，新的巨龙出现了，依旧是骨头的身子，煞气十足，浑身环绕着蓝色的雷电，瞳孔中燃烧着炙热的火焰，看上去邪恶而威风。外形霸道，楚天迫不及待查看属性。雷火古龙王，神话级一阶，等级55级，物攻37724，法攻39341，气血125,715，防御52094，技能雷耀火海，龙威镇压，雷火喷射，骨刺爆射。描述：身具雷火双魔法，还有强大物理力量，已然是神话级一阶的他，仍旧有可怕的成长空间。
神话级！楚天没想到一下子孵化出一个神话级巨龙，雷击古龙原本也就传奇级啊，现在跨过了史诗圣级，直达神话级，显然是有火龙王蛋的原因。叮！系统提示：火龙王蛋孵化后原本为1级，中和雷击古龙等级，新巨龙等级55级。介意吗？一点不介意。拿一只110级传奇级宠物换一个55级神兽，绝壁是赚大发了，又不是不能升级了。可惜现在没经验值了，这是唯一可惜的，但楚天还是很满意。55级的神兽弱吗？这个属性和楚天都差不多了，毕竟是神兽，人类的属性差神兽很多，尤其是气血和防御高了楚天几倍。不过人类的属性比较均衡，适合多方面发展。也不知道我的神秘血脉展现出来会是什么情景。楚天也没难过，他不是神兽，但他的坐骑是神兽啊。他骑上雷火古龙王，属性瞬间变化。修罗圣法斗战精灵射手，等级110级，物攻82594，法攻81178，气血180754，防御60393，蓝量24087，双攻8万，再算上他的技能，何其恐怖！气血从5万多直接18万，防御6万多。想一想，其他玩家有6万攻击吗？将雷火古龙王升级后，我还能暴涨许多属性。而且那时候雷火古龙王将不再只是坐骑，而是真正的战斗队友。楚天的心里别提有多美了。坐骑之前只是坐骑，给楚天提供属性，基本不能参战，和吉祥宝宝似的。但现在只要培养上去，是真正有杀伤力的神兽。也怪不得坐骑，谁让楚天一直越级战斗呢？现在坐骑品级提升上去了，自然有了加入战斗的能力。爽！楚天趁热打铁，又拿出了雷龙合成药剂、火龙合成药剂。火龙合成药剂是从骷髅小王子身上爆出来的，描述和雷龙合成药剂差不多。大陆上曾经有一批强大龙骑士，都在寻找合成巨龙的办法。看描述所言，是要组建龙骑大军对抗神灵。可惜他们只研究到了合成的地步就死亡了。合成药剂只会制造出死的巨龙，只有制造药剂才能。而且制造药剂还需要收集许多药草，但楚天没想到眼龙巢就能做到这一步，何该他组建龙骑啊！叮！恭喜您消耗了10亿进化点，雷龙合成药方进化成雷龙制造药方。恭喜您消耗了10亿进化点，火龙合成药方进化成火龙制造药方。楚天将2张药方投入眼龙巢中。叮！恭喜眼龙巢目前可产出雷龙和火龙，投入1万金币，可生产出一头星耀级巨龙，10万传奇级，100万史诗级，1金币一头圣级。神话级巨龙需要神级能量源。楚天没想到连神话级巨龙都能产生，量产神兽。神级能量源用圣级能源石就能进化，但也需要1000亿进化点。楚天现在有神兽了，暂时就舍不得在此浪费，反正小兵们用圣级巨龙就够了。100万金币能生产史诗级，但100万金币能进化成1枚金币，生产一头圣级巨龙。楚天当然取后者。叮！您投入了4枚金币，生产出2头圣级雷龙，2头圣级火龙，生产时间半小时。就是这么简单，别人倾家荡产都难求得圣级巨龙，楚天直接流水线生产。他虽然强大，但毕竟只有一个人，天域实在太广袤神秘，任何人都不能小觑。但当所有力量爆发时，绝对让世人震撼。任谁都想不到，不是帝都级的修罗城内，已经在酝酿着能让帝国都惊惧的力量。还有生灵术，7天就能量产一个人王血脉，一群人王全都骑着圣级巨龙，甚至是神兽。啧，楚天想想就乐了，但人王血脉诞生太慢了，最好有冷凝宝石，1天一个他还勉强能接受。我从星芒帝国沥青王手中抢来冷凝宝石，那么星芒帝国应该还有吧？楚天眸光爆闪，不知道什么原因，星芒帝国也没来复仇。主人，我们打听到星芒帝国出了个了不得的天才，他们膨胀了，要攻打星法帝国。罗会长突然开口，修罗城的手下并不是没用的，采集打听情报会帮到楚天。哦，这就有意思了，正好我要找瑟琳娜领取神迹，就去一趟星法帝国吧。楚天身影陡然消失，再次出现时已经在遥远的高空中。楚天，大坏蛋，又没人影了。孟婉晴跑出来，楚天已经没了身影，女神脸蛋上满是失落，又没能和他说上话。不过男人就该这样，行事雷厉风行，而他能做的就是帮助楚天。他身为阵师，将楚天抢来的魔气大阵改造了，大阵原本能提升魔族3倍的实力，
但现在可以提升任何人3倍的实力，包括楚天在内。等等，星法帝国距离此处很远，楚天没传送阵，难道他突然捂住了嘴，满脸惊骇？以他对楚天的了解，楚天很可能要从星芒帝国的领土进入星法帝国中，也就是打过去。第191章，漫天炮火，烟花而已。楚天要去星法帝国，路途遥远，必须靠传送阵。最近的传送阵就是星芒帝国内的霸王城。霸王城乃5级主城，王城9级主城，即为帝都级。楚天打下的10大主城，正是霸王城管辖下的。修罗城在霸王城南方，临近10座1级主城，已经被他攻克。在霸王城后方，还有许多的2级、3级、4级主城。1到4级主城受王城管理，许多王城又受到了帝国统治。这就是天域的人类帝国，比现实的人类国度大很多。毕竟这里的人类武力高强，还有许多药师、复活术等等，活得更长久。照理说，玩家100级也能进入5级主城了，但我不同 ，NPC 的主城不欢迎我，那我自己进吧。楚天迅速飞往霸王城，卧榻之旁，岂容他人安睡？星芒帝国一直没报复他，很可能在积蓄力量，给自己致命一击。那自己还不如先下手为强。何况霸王城被自己抢了手下城池，肯定也很不爽。他猜的没错。此刻，霸王城中，星芒帝国霸亲王冷声道：“帝国攻打星法帝国，欲要再上一层楼，暂时没空管小小修罗，但这口气我可咽不下，还请诸位助我一臂之力。”当然，星芒帝国蛮亲王点头。小小修罗单指可灭，还要我们10大亲王出动？一个个亲王附和，都是圣级强者。楚天都灭了无数圣级强者了，不知道他们哪里来的勇气。当然了，他们也不是莽夫，如此有自信，当然是因为有准备。有人王大人赐下的阵法，修罗算个屁！星芒帝国找到了人王血脉，人王赐予了阵法。可是这些阵法主动出击的时候，不能全部利用上，修罗又不会自己打过来。霸亲王眉头皱起，他不觉得修罗有这个勇气。是啊，修罗肯定不会自己送上门来。真要去修罗城战斗的话，谁也不知道那恐怖的城池中藏着什么，据说有龙旗，他们很头疼。爆！突然的，有亲卫跑进来，大呼道：“王城远方有一人影疾驰而来，背有双翅，气焰十分嚣张，疑似修罗。”什么？修罗？他真打上门来了？哗啦啦，10大亲王，王城无数士兵，无数普通 NPC 全部走了出来。这一刻，霸王城敲响警钟，意欲可能有强敌将至。霸亲王来到了瞭望台上，瞭望台被魔法师施加了瞭望法术，能看得很远。霸亲王眼前出现了那霸道的人影，嘴角还勾勒着玩味的笑容。真是修罗！马德，这家伙怎么敢的？他们还想着怎么把修罗引过来，结果修罗一个人丝毫不惧地冲了过来，太不把人放在眼里了。这下正好，修罗太狂了，活该今日死！动手！他们兴奋地欢呼。霸亲王一声令下，城内的所有 NPC 行动起来，弓箭手张弓搭弦，法师蓄力魔法，战士肉盾等等待命，还有牧师治疗，配合很完善。这是1城人的力量。楚天距离霸王城还有很远距离，一般来说他打不到霸王城，霸王城的人也打不到他，但这毕竟是5级王城，还被人王血脉者赐下了阵法。唰，一个阵法启动，攻击范围延伸大阵起，效果能让攻击范围延伸100倍。这里都是高级弓箭手、法师，平常的攻击就有1万米了，现在直接达到100万米。咻咻咻，轰轰轰！一瞬间，无数箭矢、法术冲着楚天飞去，从远方看去，就如同蝗虫一般，漫天遍野，避无可避。砰！楚天附近产生惊天动地的爆炸，无数技能混合，形成了一个蘑菇云一般，仿佛将天地都震慑得隐隐晃动。死了吗？死了吧，肯定死！人们兴奋无比，霸亲王嘴巴都笑开了。这就是他准备的阵法，攻打修罗城不太容易，因为修罗还有防御阵，但修罗自己冲过来了，一人能挡漫天攻击。修罗最近风头正盛，击杀骷髅族、魔族，而他击杀了修罗，修罗在他霸王城死的。他要扬名立万。为了宣布战果，他立刻启动了投影部。投影部和瞭望台组合作用，能将远方的事物投影过来，想偷袭的人会直接暴露，但他现在是为了庆祝。唰！巨大的投影部张开，所有的 NPC 都看到了那巨大的爆炸。哈哈，修罗被我霸王击杀了！死！死！他正兴奋，整座城的人却都在倒吸凉气，傻了般看着投影部。画面上，漫天爆炸中，有一人轻轻地拍了拍身旁的技能，无视地飞过。
坐下的巨龙更是眼露不屑。零，一连串的零出现，这代表着所有的攻击都没对修罗破防。他到底多少防御？10亿人一起攻击，没破他防。怪物，这是怪物！惊恐、无措、慌乱诸般情绪弥漫在整座城之中。10亿人马就没低于100级的，但所有人都无法破修罗防御。他们在修罗面前算个啥？而修罗，轰！一冲而下，无视漫天炮火般骑着巨龙飞翔而至，讥讽的声音响彻。不错，你们的迎接仪式我非常喜欢，这场烟花献礼不错。漫天攻击在他口中成了烟花献礼。砰砰砰，无数技能在楚天身后炸开，他踏龙而来，表情风轻云淡，自信风度自然流淌。我不打了，这也太变态了，这样的怪物不能得罪。有 NPC 吓傻了，当即丢掉装备，坐在地上哭泣。他们不是圣级，即使等级高于100，品级不高时攻击也不会太高，都在3万左右，其实已经很强了，随便挑一个出去都能吊打任何玩家，但楚天是例外。楚天6万防御如何破？噗嗤！霸亲王直接将他杀死，阻止恐慌蔓延，冷喝道：还没完，谁敢避战，死路一条！继续攻击，本王还有手段。霸亲王，需要我们出手吗？9大亲王问道。不用，为防止意外，我们得准备最强的大阵，不能提前消耗力量。不过我还有其他手段。5级大阵4倍攻击阵法，起！第192章神器反噬甲。轰！又是一重大阵展开，包裹了城内所有 NPC， 攻击全部达到4倍。这也是城池战中进攻难、防守易的原因。修罗想进城很难，而且很可能死。打！我要他死！咻！10亿人马再次出击，漫天箭矢，法术制。卧槽，我们的力量好像提升了4倍。NPC 们兴奋了，看到希望了呀！更让他们激动的是，闪烁！楚天皱着眉头，一次性闪避了所有攻击，来到了攻击范围之外。他不爽地摇摇头，这个攻击我挡不住，所有人都无法破防，那加在一起的攻击也无法对他形成伤害。蓝星上所有生物对天吐唾沫，会把天捅出一个窟窿吗？不能。但把所有生物都换成大型武器呢？那么只能这样做了。卧槽，他皱眉了，他难受了。哈哈，他也不是无敌的呀。楚天的表情显现在投影布上，让一帮 NPC 激动死了，开始小人得志了。他能闪烁一次，不能闪烁多次吧？继续攻击！战士、肉盾都给我上！霸亲王也兴奋了，也许无需最后一招就能击败修罗。轰轰轰！10亿箭矢，法术再次攻至，闪烁陷入冷却的楚天如何躲？更过分的是，霸王城城门打开了，15亿战士、肉盾、骑士职业 NPC 向着楚天凶狠地冲去，集合弓箭手、法师的力量有整整25亿人马，还不算待命的牧师。25亿100级以上的敌人围攻楚天，这消息若是传出去，能引起全体玩家的震动。任何一人面临此景都是绝境，躲都没法躲，那就不躲。楚天突然一声冷喝，也是被激发怒火了。他掏出了一件黄金级盔甲，将身上的一件圣级盔甲落明盔甲换上，防御立刻减少5000，气血降低3000。什么意思？10大亲王懵逼了，修罗傻了不成？把圣器换成黄金器，不是傻了吗？修罗肯定是知道必死，放弃抵抗了。兄弟们，冲！击杀修罗，扬名立万！士兵们的吼声传来，10大亲王点点头，有道理，修罗肯定是放弃抵抗了。殊不知，楚天的圣器落明盔甲固然提升了许多防御，乃至于他身上还有许多圣级盔甲不错，但相比于技能效果，还没黄金级的吞噬甲好。每一个垃圾都有它的发光点，而楚天要做的就是将发光点做到极致，在他手上，垃圾也能成为神器。面对四面八方的敌人，楚天依旧淡然，冷酷地转了转脖子，道：我就站在这里，你们打得动我，算我输。唰！他的身上吞噬甲大放光芒，从黄金色迅速变成了铂金色、钻石色，星光熠熠，古朴的传奇韵味，染血的史诗厚重感，再到盛大的光明。卧槽！他在凭空锻造吗？这莫不是上古锻造职业天宫？尼玛，变成圣器了！他不会是圣级锻造师吧？应该说是圣级天宫。楚天凭空锻造的事迹早就流传出去了，许多厉害的 NPC 猜测他是上古职业天宫，但从来没想过他会是圣级天宫，能锻造圣器。当然了，楚天并没有锻造。叮！恭喜，
您消耗了进化点黄金器吞噬甲进化成神器反噬甲，将身上1000多亿进化点全部消耗。要什么圣器？直接变成神器。吞噬甲的效果是击杀敌人时，将敌人战甲的1/1防御加到吞噬甲上，但哪怕技能满级了，加的也不会太多，更何况现在没空击杀人。25亿高手，楚天也无法瞬秒，哪怕他杀个10亿人，但只要稍有差池，下一秒就可能是他死，他根本没法攻击。叮！恭喜，您消耗了7点超能点，将反噬攻击提升为满级。反噬甲神器，等级1，附带属性防御加10000，每秒回血正50%。附带技能反噬攻击，经 LV80 消耗18000蓝量，将防御提高5倍。攻击者无法击杀您时，会遭到2倍反弹攻击。攻击者对您有了攻击行为，就无法反悔。持续时间1小时，冷却时间1天。限制玩家等级150，一骑当先，称号只需110级。耐久度100亿，每秒恢复5亿。描述：站在这里就是无敌。等级1，只能镶嵌1个宝石，有点遗憾，但也很好了。持续1小时，冷却也就1天。防御直接10000，技能提升5倍。无法击杀他，攻击2倍反噬，变防御为攻击，不错。楚天满意的点头，他不喜欢防御，但这种防御可以有。叮！恭喜，您启动了反噬战甲，1小时内防御为326965。轰！一个战士大刀砍在楚天身上。我打到他了，我打到修罗了。他兴奋的不得了。紧接着0！什么？我现在攻击123928，还没破防。而且他的大刀突然变换方向，砍在了他自己的身上。242856，2倍反噬，减去防御。噗嗤，直接挂了。他的气血防御并不高。尼玛，真的假的？他附近的同伴开始怀疑人生了，不停地擦着眼睛，想要证明自己在做梦。不好，快逃！那是神器，是神器啊！霸亲王突然高吼，反噬甲上绽放异象，有一层乾坤翻覆的画面显示出来，寓意用得好了，连天地都能翻过来，将一切攻击全部反噬回去。无数人马也要逃了，这太悬了！攻击修罗的手段反过来打自己，伤害还比自己的高，可惜。叮！系统提示：霸王城战士某某、霸王城弓箭手某某已经对您有攻击行为，无法反悔，会立刻攻击您。提示声在楚天脑海响起，他淡淡点头，挺好的。哗啦啦，25亿撤退的人马被强行扭过了头，强行的发出攻击，他们惊恐的呐喊：我的手，我的手，求求我的手了，你不要出手啊，不要打修罗啊！轰！噼里啪啦，无数技能爆破，然后再被反噬回去，无数高额伤害绽放，所有人马都迅速被自己击杀。叮！恭喜，反噬甲1秒内发动攻击24000，耐久度降低24000，但1秒自身恢复10亿耐久度，已然回满。叮！恭喜，反噬甲1秒内发动攻击32000，耐久度降低3亿2000，但1秒自身恢复10亿耐久度，已然回满。楚天时不时走位一下，不能让太多技能1秒内打到自己，防止每秒反噬攻击太高，把耐久度直接清空了，那神器也会废。他要克制，不是克制不能杀人，而是克制下，防止他杀人的力量太高。他的身后无数技能反噬回去，而且只要有了攻击行为，就会连续攻击，哪怕他们克制伤害，用最垃圾的平 A 攻击，但平 A 被大阵提升4倍，又被反噬2倍，多了根本吃不消。向天吐唾沫的人，唾沫只会回到他们脸上。轰！漫天技能，血海中，楚天平静地走着，来到了霸王城门前。5级防御阵在他面前。你，这可是5级防御阵，没有很高的攻击，你是过不来的。霸亲王颤抖地开口，修罗此人太过玄乎，他现在怕到骨子里了。5级防御阵，楚天只有是4级阵师时才能吞噬。叮！恭喜，您启动了穿越效果粉尘，无视不动如山大阵，5级直接进入霸王城。楚天轻松入内。第193章神兽之怒连续升级。楚天轻松踏入，10大亲王的脸色极其精彩。这，他们慌不择言。那么多人马拦截，竟然还被修罗攻入城了。这家伙不是莽撞，而是真有底气。修罗，你中陷阱了！6级阵法梦境羁绊阵。霸亲王突然高呼，城内士兵都被楚天击杀了，但还有许多居民以及牧师在，这些人此刻全部开始吟唱，他们的身上释放出通天彻地的光芒。梦境羁绊阵6级阵法，限制10位圣级以上强者启动
以圣级以下的人为阵基，阵基上限为10亿人，范围10万里。效果：将一人拉入阵法，陷入和所有阵基的梦境战斗中，在梦境内，所有阵基可以无限复活，被拉人者死亡无法复活，无法走出梦境，启动者数量减少，梦境逐渐崩溃。描述：克敌制胜，拖住强者的阵法。10大亲王启动阵法，楚天踏入霸王城的那一刻，已然踏入阵法范围。叮！系统提示：您陷入了梦境羁绊阵，在梦境内，您无论击杀多少人，他们都能复活，且您无法走出，只有击杀启动阵法的人，梦境才能逐渐崩溃。提示声刚传来，楚天眼前一阵飘忽，来到了一处白色空间。这是一处战场，敌人是霸王城的人马，他们像发了疯一样的冲过来。零，但他们太弱了，无法对楚天破防，反而受到反噬甲的效果，自己击杀了自己。但下一瞬间，这些人又重新复活了，再度疯狂的冲过来，就仿佛楚天和他们有血海深仇般。这是一种控制阵法，不同于冰冻、晕眩等等，都不能免疫，非常的麻烦。楚天的苍穹之心都无法克制这种情况，苍穹之心是让他无畏，但现在的梦境根本不是吓人的，是让他知道入梦了，偏偏脱离不得。除非能击杀10大亲王这启动阵法的人，然而他现在陷入了梦境之中，外面的身体根本移动不了。这就是天域，哪怕实力很强，总有东西克制实力，而危险来自于外面。哈哈，你修罗再强，还不是被我拿捏住了？杀了他！10大亲王启动了阵法后，他们是能移动的，只有作为阵基的人和楚天一起进入梦境了，才无法移动身子。梦境羁绊阵的作用，就是用一帮彩笔来拖住一个强敌。楚天一个人过来，吃了亏了。他身上的神器盔甲能够反噬攻击，我刚才算了下，是2倍的反噬攻击。我们的气血足够承受，只要一击就足够将修罗彻底击杀了。霸亲王冷笑道：“星芒帝国霸亲王，品级圣级3阶，等级150级，攻击40287，气血602754，防御50286，技能霸王枪、霸王拳、霸王开山。”描述：星芒帝国帝皇的13弟，深得帝皇信任，同时也是位恐怖的强者。他乃圣级3阶，说明资质很不错。其他9个亲王和他差不多。霸王拳！他一声冷喝，启动技能，攻击2倍，覆盖范围10万米。不是只有楚天才有好技能啊！为了不遭到强力的反噬攻击，他还选择了一个比较普通的技能，不然效果会更好些。4倍攻击大阵，再度提高4倍，我的攻击将达到32万，足以秒杀你。霸亲王算得很精明，他可不是无脑之辈，反噬伤害却不足以秒杀我。他掐得很准，击杀修罗的奇迹就在眼前了，这让他非常膨胀。轰！一股恐怖拳风升起，要打在楚天身上了。这一拳下去，楚天必定死亡，毕竟他气血不高。但就在这时，吼！楚天坐下，雷火古龙王向天嘶吼，哗然张开了眼。怎么？这只坐骑是要替他挡下伤害？看看坐骑属性吧。只听说修罗如何强，从来没听过他的坐骑多么牛逼，因此他们没把雷火古龙王当回事。但作为亲王，他们可不是莽撞之辈，知此知彼，才好判断战情嘛。卧槽！神话级神兽，我们帝国都没神兽，修罗竟然有神兽，太浪费了。神兽要是替修罗挡伤害，我们确实麻烦了。切，才55级啊！55级啊！属性不强，那无所谓，不要杀了他，逮住神兽。10大亲王激动得不得了，都不想击杀楚天了。第一要务，捕捉神兽。反正修罗会在梦境待很久，他们捕捉神兽后再击杀修罗，神兽自然不是楚天的坐骑了，有机会被他们重新绑定，他们也有机会拥有神兽了。反正神兽才55级，他们一帮150级以上的圣级强者，还不是手到擒来。神兽在我霸王城逮到的，理应归我霸王。你放屁，我也有份。他们甚至为此争吵，但他们没有看到梦境中楚天嘴角勾勒的玩味笑容，他刚才可是击杀了几10亿人马呀！叮！恭喜您击杀了霸王城战士某某，获得13点经验值，银币 X20，史诗器耀光剑 X1。由于您尚未职业11转，经验值可以提供给麾下宠物。杀一个经验值很低，毕竟都是彩笔，但架不住数量太多了。叮！恭喜您一共获得银币502亿枚，史诗器40亿件，传奇器80亿件，终极药物2837万份，经验值534亿，提升坐骑雷谷火龙王的等级中。轰！雷谷火龙王身上连续爆发冲天白芒，霸亲王等人也没注意，以为他在使用什么技能呢？无所谓的，55级神兽的技能应该也就那样吧。
等级+10+10+10+10。别吵了，修罗毕竟太强，别被他搞出其他花样，先杀了他才安心。对，神兽先逮住，事后再分。10大亲王也不是傻子，吵了一会儿就不吵了。他们也不着急，反正才吵了几秒钟，任由修罗再强，几秒能翻出什么浪花？但当他们回头时，看到的是一双怒气腾然的巨龙瞳孔，鼻孔正对着他们，不断的冒气。110级了！天哪，这可是110级的神兽啊！发生了什么？他拿眼睛瞪我，他是不是要发飙了？第194章修罗之怒，勇士沉沦。不怪10大亲王语无伦次，神兽在星芒帝国第一次出现，而且神兽比神话级的人类资质要高不少。而它的属性，雷火古龙王，神话级一阶，等级110级，物攻75448，法攻78682，气血602987，防御104188，蓝量201864，技能雷耀火海，龙威镇压，雷火喷射，骨刺爆射。描述：身具雷火双魔法，还有强大物理力量，已然是神话级一阶的他，仍旧有可怕的成长空间。110级，比10大亲王还强，不愧是神兽。叮！系统提示：坐骑等级不能高于您，不能再度提升，请您尽快升级。由于您尚未职业11转，剩余430亿经验值，转为提升矮人王比丘，矮人。提示声响起，楚天笑容玩味。几十亿经验值才让雷谷火龙王升了55级，不过一切都值得。至于尚未职业11转，不能再度升级，楚天也无所谓。要不是因此，他哪来经验值给神兽提升？反正经验值他用不到，送出去也无所谓。这不，坐骑就要帮他了。手下和他是相辅相成的。此刻，修罗城中的矮人都在迅猛的提升，比丘兴奋无比。罗会长说的没错，跟随主人后，时不时就会得到赏赐，我会更加努力。我要修复无敌盾，回报主人，哪怕主人用不上，送给他的分身也行。来到修罗城，他才知道主人真正的实力，6个相同属性的分身守护着这座城，但分身却突然动弹不得了，就像陷入了梦境般。幸好城内还有其他可怕力量，比如那些咆哮的巨龙。吼！龙吼爆发，雷谷火龙王身上的气势还在暴涨。叮！恭喜，您消耗了9点超能点，将龙羽禁咒、雷耀火海提升到满级。恭喜，您消耗了9点超能点，将龙羽禁咒、龙威镇压提升到满级。坐骑的技能楚天也能升级进化。之前坐骑不强，没有提升价值，现在肯定不一样了。神兽自带禁咒，这连楚天都没有，他最强的就是金色技能，禁咒比金色技能高了一个品级。是的，装备自带的技能要比自身低一些档次，神器带有金色技能，不是神技。而龙羽禁咒还不是一般的禁咒，有圣技一般的威能。超能点不多了，雷火古龙王技能不少，让超能点很多的楚天都捉襟见肘了。他只提升了2个，因为2个应该足够使用了。真想去外面看看啊，不知道那几个家伙现在怎么样了。楚天很无聊，梦境内所有敌人刚碰他就死了，着实无趣。也行吧，之前一直战斗，现在偷得浮生半日闲。他张嘴了，他吐火了。咦，哪来的新骚味？10大亲王此刻和傻子一样，都不知道攻击，尤其是8亲王，裤子突然湿润了。龙威镇压，龙羽禁咒 LV90， 效果消耗蓝量5万，通过龙吼声释放，攻击力不高于雷谷火龙王的人都会感受到恐怖的压迫，生不起战斗欲望。时间持续10秒，冷却10秒，范围2000万米。雷谷火龙王的龙吼可不是胡乱吼的，龙威已然释放。技能消耗5万蓝量，不愧是龙羽禁咒，但他20万蓝量随便消耗，攻击不高于他就无法升起战斗欲望，会变得极其恐惧胆小。在10大亲王的眼中，雷谷火龙王变得极其巨大，像天一般不可侵犯。10大亲王此刻和傻子差不多。凶！噼里啪啦，不屑地看了他们一眼，一团恐怖的火焰被雷谷火龙王释放出来，火焰中还有雷光乍现。雷耀火海，龙羽禁咒 LV90， 效果消耗蓝量5万，释放火海、雷芒攻击，皆为双倍持续攻击，攻击范围可受雷火古龙王控制，不可超越极限范围，不可小于等于0。时间持续10秒，冷却10秒，范围2000万米。双倍攻击并不狠，但乃是双重攻击，而且持续10秒。107078火海攻击，107078雷耀攻击，107196。双重攻击的好处在于同时释放，如果有人能躲闪，不太好同时躲，不过也躲不掉了。
陷入龙威镇压的10大亲王心里恐惧无比，不能移动身形，几乎可以说是和差不多的境遇，但遭遇可比楚天惨了太多了。哦吼，你在被火烤？尼玛，你在被雷劈？嘶，真他妈的疼啊！但是我们躲不了，3秒之后，他们已经被蒸发了，连痕迹都没留下，只有一地的装备、钱财等等，可见伤害多猛，而且范围也高。不过范围受到雷谷火龙王控制，他只击杀了10大亲王，并没有击杀城内的牧师、普通民众，因为他能感受到主人的意志，潜藏的怒火。主人让他暂时别杀，那就不杀。虽然他现在很强，主人的话得听。叮！恭喜您的坐骑雷谷火龙王击杀10大亲王，您获得了238亿经验值、203万金币，圣级宝物冷凝宝石 X10，圣器霸王枪 X1，圣器力王履 X1，圣器湛蓝法杖 X1，圣器。楚天帮坐骑提升，坐骑自然会回报他。圣器10个，关键的是冷凝宝石竟然也出了10个，这玩意每一个都能减少30%冷却啊！楚天有些好技能冷却非常长，现在有了冷凝宝石，不是问题了。叮！恭喜梦境羁绊阵启动者被击杀，您脱离了梦境。楚天的脚步动弹起来，一同醒来的还有梦境中的其他人。我们醒了，不好了，修罗没死。说好的他们拖住修罗，10大亲王会击杀修罗的呢？勾日的10大亲王怎么不见人影了？可怕的是，修罗抬起了手，面色极其冷淡。他们直接下跪求饶：“修罗大佬，不关我们的事啊，是10大亲王指使的。”呵，楚天只是淡淡的笑笑。对于这帮家伙，他有了处理办法。说实话，他不是滥杀之人，这帮人不得不听霸亲王的命令，或许有那么一份无奈在。但做错了就是错了，惹错人就要付出代价，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喜欢梦境？那次尔等，勇士沉沦，梦境攻击谁不会啊？城外有一片尸体，楚天瞬间分解，大量进化点到来。叮！恭喜您消耗了进化点七彩幻梦进化。楚天准备提升下宠物了。他虽然霸道，但从来不无脑，也不膨胀。天域毕竟比较神奇，他日后或许能多方位无敌，但现在还差了些，那就多利用外来力量呗。反正宠物本来就是他的，凭什么不用呢？没看进化出神兽，它的属性也提升了吗？叮！恭喜您重新驾驭雷谷火龙王，它的属性100%反馈给您。第195章圣级宠物沉沦幻梦。获得雷火古龙王属性的100%反馈后，楚天属性蹭蹭暴涨。修罗圣法斗战精灵射手，等级110级，物攻120318，法攻120519，气血658026，防御112487，蓝量220387。不说其他的，他气血本来才几万，毕竟他一直懒得加气血，现在直接65万了。防御11万，呵呵，普通的圣级，若不使用好技能，破不了他基础防御。蓝量22万，这太爽了！正好施法爆炸回蓝药剂用完了，还担心之后没法迅速回蓝，现在没这个必要了。楚天心里很舒服，蓝量管够对法师来说太重要了。叮！分解，一共得到了5万亿进化点，如果进化神器的话，能进化出50个。但还是那句话，没必要。楚天只要足够强，就暂时不进化普通物品。是的，神器在他这里也只是普通物品罢了。他要进化气血、幸运值等属性，这才是永恒收益。当然了，需要进化的时候还是要进化的。叮！恭喜您消耗了1111亿进化点，七彩幻梦进化成传奇级、史诗级、圣级宠物沉沦幻梦。沉沦幻梦圣级一阶，等级110级，物法双攻30398至30428，防御20298，血量259736，技能勇士沉沦，七彩变换。描述：很稀有的宠物，实力并不太强，但特殊功效很恐怖。属性并不太高，因为才圣级一阶，等级也只有110级。但可以看到，相同的等级下，楚天即使不使用坐骑，属性也比沉沦幻梦好。毕竟他有人王血脉、圣法斗战等等，资质还不错。只是比起巨龙、骷髅族这种天生强大的种族，还差了点。之所以只有圣级一阶，是因为不能直接进化到神话级，要从圣级2阶、3阶逐渐进化上去。2阶需要1万亿进化点，3阶需要10万亿。也能理解每个等阶间差距挺大的，进化点还是不够用啊。楚天嘟囔一句，不过他有办法，有圣级能源石就行了。他将沉沦幻梦的技能提升，
叮！恭喜，您消耗了7点超能点，勇士沉沦达到满级。恭喜，您消耗了7点超能点，七彩变换达到满级。这是他最好的2个技能。勇士沉沦紫 LV70 效果：敌人身体不能移动，且总属性低于沉沦幻梦时，它可以将敌人拉入梦境，并且控制敌人思想。沉沦幻梦死亡或者主动取消技能，敌人才能从梦境中出来，持续时间无限，冷却时间30分钟。范围无限，可控制。七彩变换紫 LV70 效果：七彩变换，吞噬技能书、刀技、剑技、火术等等，并且具备这些技能，能够同一时间打出去，消耗蓝量为消耗最低的那个技能蓝量，持续时间1秒，冷却10分钟。范围视吞噬的技能而定。牛逼克斯拉，勇士沉沦，既如其名，只要他不死不取消，敌人永远困在梦境中，思想都被控制住，而且范围还能无限。理论上说，这一招释放出来，有机会将整个天域的生物沉沦，但也有限制，敌人不能动，总属性低于他，也就是气血、攻击、防御3种最重要的属性之和低于他，而他作为圣级一阶，还有双攻击，已经很猛了。敌人不能动，楚天笑开了，这正好能和他的技能冰霜的叹息结合啊。他上前几步，看向霸王城的残余士兵，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最主要的是6级阵法梦境羁绊阵能将他都拖住，他肯定想拿到手，但他现在还不能吞噬6级阵法，只能想其他办法将阵法留下来。这些士兵就是阵基，来组成阵法的人，他们活着才能成为阵法。你先下来，防止秒杀这些人。楚天让雷火古龙王下来，他自己降低属性，再掏出了冰霜法杖，使用冰霜的叹息，咔咔咔，瞬息间冰霜弥漫开去，整座霸王城被冰霜冻结，成了一座冰城。所有和楚天为敌的人都成为了雕塑，他们在冰冻中忏悔曾经的过错。勇士沉沦，全部入梦。沉沦幻梦吼了一声，陷入梦境的人们都被他掌控了思想。我们的主人是修罗，我们是大阵，为了曾经的过错，替主人守护此地。梦境羁绊阵一旦启动，只要这些阵基愿意，就可以一直启动着，将任意一个人强行困住，不论对方是什么属性，实在是太变态了。这个大阵针对强者，但只针对一个。勇士沉沦针对弱者，范围可无限远，配合起来多么爽。都是楚天的了，你们在此，若有人前来霸王城，将他困住。楚天吩咐了一声，这可是一座5级王城啊，4倍攻击大阵，瞭望台什么的不香吗？但他暂时拿不走，只有先吞噬了4级阵法，才能吞噬5级阵法，化为己用。修罗城暂时也合并不了霸王城，要先成为4级主城才行。没办法，谁能想到楚天轻松打下了5级王城呢？他实力太强，总是超人一步。没事，霸王城就放这。想抢谁呢？叮咚！世界公告，恭喜玩家修罗以一己之力攻占了5级王城霸王城，全服声望值加10万，个人魅力值加2点，但他同时得到了星芒帝国的敌视。世界频道开始刷屏，全世界再度震惊。我靠，5级王城，这是个啥？我现在还待在1级主城呢，我想去2级主城，系统提示我不够资格，修罗都直接干翻5级王城了。尼玛，一人攻占都没派大军，修罗的实力现在到底是什么地步了？全世界玩家都觉得他们和楚天玩的不是同一个游戏。当然了，也有人不服。哼！大米国第一玩家宙斯跪拜在光明教廷中，冷笑道：可笑的修罗，任何游戏舔 NPC 才是王道，你偏偏喜欢逞能和 NPC 对着干，还不如学我韬光养晦。我背靠光明教廷，轻松提升。他很快能够进入光明教廷的秘境，秘境之中有许多宝物，还能直接提升他的资质，超越修罗也不是不可能。第196章6大分身一齐出动。像宙斯这样做的玩家还有不少，他们尽心尽力为 NPC 服务，换来丰厚回报。全世界只有修罗一人是和 NPC 对着干的，肯定没好下场。此刻星芒帝国中有玩家告诉了帝国人马，修罗已经攻克了霸王城。世界频道将消息传出去时，就有人拿消息和 NPC 换赏钱了。很好，这是你的赏钱，下去吧。星芒帝皇让玩家下去了。修罗攻克了10座1级主城，他当然很不爽，之前没去复仇只是因为忙，但他不无脑，一直在关注修罗。果然这些玩家们有得知修罗消息的渠道，给点小钱就让他们卖了修罗。又是修罗，又是打得我们星芒帝国。砰！
他直接拍碎了皇座。这一次他气炸了。5级王城和1级主城不同，1000座1级主城也比不上一座5级王城的价值。之前他还可以高枕无忧，但现在不一样了，他的几个亲兄弟都死了，欺人太甚。帝尊，是否调动大军碾死修罗？亲卫也是怒不可遏。修罗打了他们好几次脸了，为什么只打我们星芒帝国，不打其他帝国呢？难道就因为我们星芒帝国是人类帝国中最菜的吗？不行，我们星芒帝国毕竟历史很短，底蕴不足，就连刚建立不久的星法帝国都超越了我们。现在是拿下星法帝国的关键时刻，不能因为修罗乱了套。星芒帝皇竟忍了下来。帝国大军正和星法帝国对峙，暂时抽不了身，这才是重要的万年大计。我们找来了人王血脉，必能攻克星法帝国，甚至一统大陆。人王血脉正在星法帝国中，可笑大陆上竟然已经有种声音说修罗是这一代最强的人类。呵呵，小小修罗，等人王血脉腾出时间了，一巴掌就能拍死他，真怂啊！楚天在霸王城等了片刻，世界公告发出的瞬间，他就在等待星芒帝国的反攻了。他做好了大战一场的准备，哪怕来几个神话级，他照样斩，大不了就进化出50个神器呗。说楚天一句无敌是真的不过分，哪怕天域真有属性高于他的人，但他有许多手段没用了。楚天只是觉得现在用了有些太浪费，但真有人把他惹毛了，他才不想那些弯弯道道。你们不来，我就查看收获了。楚天一一查看，冷凝宝石回头让矮人镶嵌就行。让他意外的是，竟然还出了50个圣级能源石，放到时空秘境中刷新怪物，能获得50万亿。不对，这次刷新的怪物会变强，进化点会更多。爽！星芒帝国哪来这么多冷凝宝石、圣级能源石？不会是有这2处矿场吧？楚天眼眸一亮，若真是，他要打下星芒帝国，获得无数进化点。10个圣器，楚天看了下，都挺不错的，但他之前获得了上万件圣器，已经挑选了一些合适的穿上了，这次只需要更新1件装备，因为足够好。湛蓝法杖，圣器，等级5，附带效果：施法速度2倍，回蓝速度增加 50%。附带技能，限制法师80级，耐久度1亿，每秒恢复100万。楚天看了下技能，立刻决定升级。叮！恭喜，您消耗了7点超能点，湛蓝奥法波达到满级。湛蓝奥法波紫 LV70， 效果：消耗剩下的所有蓝量，换来5倍伤害。蓝量耗尽后，施法速度增加 200%， 且在10秒内可叠加此效果，施法速度增加 400%、600%、800%。时间持续看自身，冷却灵，范围100万米，一个目标。描述：法师的拼命技能，不可善用，用蓝量换5倍伤害。看上去也就马马虎虎吧，毕竟这是紫色技能，而且一般人需要70级，消耗所有潜能点才能将之升到满级，而且要耗空所有蓝量才能换伤害。对于法师来说，蓝量就是命，确实不能善用。但楚天不一样，我20多万蓝量，岂不是能换来100多万伤害？而且我有施法爆炸回蓝药剂，每次释放技能后能瞬间回满 50% 蓝量，也就是只要喝药，每次都有50多万伤害，释放速度还在叠加倍增。只要配合药剂，它能无限刷伤害。因为湛蓝奥法波冷却灵范围还远，算是个稳定伤害吧。楚天看了看施法爆炸回蓝药剂还有3瓶，但这玩意也就是黄级药剂而已。他现在已经是尊级药师了，只要有草药就可以迅速制作。收集药草还要楚天亲自动手，罗会长早就收集好了，在他背包放着不少备用，当即制作。叮！恭喜，您制作了100瓶施法爆炸回蓝药剂。恭喜，您制作了100，1分钟而已，1000瓶制作完毕，暂时够用了。现在该去星法帝国取神迹奖励了。也不知道星芒帝国攻打星法帝国，他们所传的人王血脉有没有一起过去？想到这里，楚天就想笑，他才不信那是真的人王血脉呢，因为他才是真的。人王血脉独一无二，不会同时诞生2个，只有他的分身生灵树诞生的族人继承了他的人王血脉，才有资格拥有这人类最强的血脉。分身一直待在修罗城内，因为楚天也担心他在外做事时有敌人攻打修罗城，只要有人敢去，保证有惊喜。但目前最可能攻打的星芒帝国都没有去攻打，那么出动吧。楚天心念一动，和他心念一体的6大分身同时在修罗城内睁开了眼。轰轰，他们骑着巨龙、白虎，爆发出冲天的气势，整个修罗城上空的风云都因为他们的出世陷入了震动之中，飞行方向正是楚天的位置。出动了！
主人真正的力量要出现了！修罗城的人们激动地看着这一幕。世人皆说修罗虽强，但独木难支。可笑！6大分身，每个都不比主人差多少啊！第197章，星芒帝国人王出现。分身到达，楚天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进化坐骑。6只坐骑全部升级一阶，分身的属性只比楚天差一丝了，双攻都在9万至10万之间。走！楚天大袖一甩，迈入霸王城传送阵。修罗城无法传送到帝都，但5级王城可以，而且霸王城刚被攻占，还没人动过传送阵的手脚。拿下霸王城最大的作用就是楚天能传送到许多地方。叮！恭喜，帝都需要150级才可进入，但您的属性达到要求，您进入了星法帝都。眼前白光一闪，楚天直接进入了帝都。除了他外，其他玩家可没资格进入。但此刻的星法帝都尤其热闹。战！星芒帝国找死，竟然敢主动求战！他们的帝皇可没我们的女帝大人强，女帝大人一巴掌就能拍死他。城内请战声激昂，乃至于楚天来到这里都没人注意到他。闻言，楚天朝外看去，帝都外天空中，2位帝皇凭空站立，一白发女子气质出尘，着一袭蓝色法师袍，正是星法帝皇瑟琳娜。另一位帝皇眼神狠辣，手持一柄神器长枪。作为帝皇，自然有神器，而且都是神话级。这一次两人战意高昂，都没有掩饰属性。楚天终于看到了瑟琳娜的强大。瑟琳娜，星法帝皇，重伤状态，品级神话级9阶，职业圣法，等级250级，法攻307365，气血4083286，防御237,527，技能血国风光，冰耀幻空舞。描述：以一己之力创造了星法帝国的女帝皇杜鲁斯，星芒帝皇，品级神话级3阶，职业狂战，等级210级，物攻200108，气血303975，防御189,354，技能枪出如龙，点点寒星。描述：星芒帝国之主。星芒帝国虽然建立历史不长，但祖上似乎有不同寻常的来历，让他能在很短时间内成长到一代帝皇的层次。瑟琳娜的属性比杜鲁斯高不少，而且她是重伤状态，不然更强。杜鲁斯，你的野心好大啊，还想吃下星法帝国？瑟琳娜眉目冷淡，气质如霜。她都不知道杜鲁斯哪来的信心。帝国之战比城池战还要难。楚天主动攻打霸王城，受到了防御阵、4倍攻击大阵等等阻拦，就是因为城池战易守难攻，而帝都中阵法更多，还有炮火、法师炮台等等。就是你们星芒帝国是找死吗？有瑟琳娜女帝在，哪里来的滚哪里去，不然今日就是你们星芒帝国的灭亡日。帝都外两国大军对峙，星法帝国人马少一些，弱一些，毕竟是刚建立的人类帝国，比星芒帝国历史短一些，底蕴、资源等等都逊色一些，打起来会吃亏不少。但他们无惧，因为他们的女帝皇。在人类式微的现在，许多人类只能在各大强族下求生存，要不就进入光明教廷等等。但瑟琳娜以一己之力建下帝国，保护了诸多人类，何其强哉！两国大战，重要的不是兵马，而是上层的战斗。哪怕他们全死了，但只要女帝皇还在，星法帝国就不会灭国，因为她随时可以再建立一个。少废话！人类式微的现在，我们更应该团结。星法帝国投入我星芒的环抱，一起共同进步。星法帝国要么灭国，要么投降，没其他路选。但本地仁慈，不想人类内斗，所以我有一个好的提议：战斗只在你我之间。杜鲁斯竟然说战斗只在他和瑟琳娜之间，大军只是他用来展示力量的，或者说他认为自己必胜，肯定能吞并星芒帝国，所有兵马资源都会是他的，两军对战势必会死伤惨重，他感觉就是在损失自己的收获。若我胜了，你也是我的。他神色轻浮，玩味地看向瑟琳娜，一代女帝皇，绝代芳华，拥有圣法职业，偏偏气质清冷，高傲无比。这样的女子要是能成为我的，啧，岂可忍！女帝大人，拍死她！星法帝国的士兵、居民都感到羞辱，但他们没有轻举妄动，他们的实力、数量确实比对面弱了些，真打起来或许会拖瑟琳娜的后腿。他们相信自己的女帝皇，当然了，瑟琳娜要是输了，他们肯定也会誓死，不对，不会输的。无耻老贼，拿命来！瑟琳娜更是怒不可遏，手上神器绽放恐怖波动，要使用曾用过的神技血国风光，而且还会比上一次强。上一次她可没有使用神器。
他有十足信心杜鲁斯属性比他弱。但杜鲁斯讥讽的笑笑，大呼一声：“知道为何我要让你们臣服吗？因为我们星芒乃天命所归。这个时代，人类注定崛起，崛起于我们星芒。人王血脉，抽！”他嚣张的大笑，身后有一个魁梧的男子踏步而出，身上突然扬起冲天的血气，宛如大汪大洋般，瞬间覆盖了全场。瑟琳娜也一并覆盖。人王威压！他淡淡的开口，宛如神灵下令一般。扑通，扑通！星法帝国的士兵竟然瞬间无力，全部跪倒，属性全部降到0。瑟琳娜刚要释放的技能，更是因为突然遭到威压，强制性的打断了片刻。这不是问题，她马上还能释放，重点是她的属性不断的掉落中，瞬间降低 50% 属性。反观对面，一个个丝毫无恙，甚至还得意洋洋。他掉了一半属性，就没击败杜鲁斯的把握了。人王！瑟琳娜黛眉紧皱，对面属性并不太强，但能让他都被压制一半属性的，唯有人王血脉了。人王一出，谁人不尊？人王出世，乃是反攻各大强族、树我人类威风的机会。曾经的各大人王留下遗言，后世人类子孙当无条件臣服，扶持人王崛起。瑟琳娜，你服不服？杜鲁斯开口。他人王血脉者上前一步，冷淡道：“你可尊我？”瑟琳娜玉手紧握，一手建立的帝国，怎舍得拱手让人？但人类老祖先确实说过，人王血脉出，人类皆需帮助他，这是每个人类都共尊的事。最关键的是，他的师父传下圣法斗战职业的人说过，遇人王当扶持。我不服，但他猛然抬起了头，因为他是瑟琳娜，想让他臣服，也得让他彻底服气，而不是这样一个只会靠血脉镇压别人一半属性的家伙。就像他的小师弟修罗，人家从来都是战斗力横推的。啪啪啪！突然的一阵掌声响起，不愧是我师姐，你刚才要是臣服了，我就不愿意出来了。楚天跃众而出，来到瑟琳娜旁，环顾四周，看向人王血脉者，淡淡笑道：“就你，也配称人王？”第198章，不好意思，这里7大人王。修罗，那就是修罗呀，只听过他的名，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马德，那就是修罗，打了我们好多城那个。楚天一出现，瞬间吸引了全场的目光。当今天域，若论谁最风头无两，当属修罗。而且他也是人类，才低等级时就暴打骷髅族、魔族等等，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出色的天才了。甚至有人认为他比人王血脉者还强。外面早有传说，即便人王血脉出世，也比不过修罗。他来了，或许有机会。而且看样子，他和我们女帝交好。星法帝国的人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但也只是一丝，依旧很忐忑。那可是人王啊，人类的王！哈哈，人王在此，修罗还敢嚣张？人王肯定暴打他。相反，星芒帝国的人很兴奋，他们被修罗打脸多次，已经成了天域最大的笑话。今日铁定是他们打脸修罗反转的时刻要来了。修罗！杜鲁斯更是激动了，要不是因为忙，他早就摘下修罗向上人头了。好好，你来的正好，今日本帝蒙天之幸，将你们一锅端了。轰！他的身上扬起可怕的气势，一杆长枪如有龙吟产生，显然要秒杀修罗。轰！瑟琳娜的法杖上同样释放光泽，但比之前弱了一半。她焦急地护在楚天身前，急道：“你快走，他不是你能对付的，这里交给你师姐就行。”哦，楚天笑道：“我走了，你打得过吗？”瑟琳娜重伤，又掉了一半属性，真要战斗，注定惨死。但她能拦在自己面前，想保护自己。虽然有点傻，但人还是不错的。你怎么听不懂？你发育起来，再来替师姐报仇就是，好吧？就算我们认识不久，你不愿意替我报仇的话，但也要报答那个人王血脉。师姐相信你。瑟琳娜想保护楚天，最主要的目的是因为她相信楚天才是最天才的人类，是这一代人类的希望。但楚天偏偏不走。好吧，那我们师姐弟注定战死于此了，圣法斗战的传承也要断了。瑟琳娜哀叹一声：“别啊，我还要听你讲讲圣法斗战的历史，让我升级，你还差我一个神技呢。”楚天却一直很轻松。他踏步上前，再次看向人王血脉者，讥讽道：“怎么，老子说你不配称人王，你屁也不放一个？”他之所以这么说，不是没原因的。周五，品级不详，受神灵级力量笼罩，无法全部窥探。等级200级。物攻250768，气血408635，防御210836，血脉
人王血脉，技能破风拳，受神灵级力量笼罩，无法全部窥探。描述似乎有不同寻常的来历。这个属性挺不错了，等级比杜鲁斯低，但比杜鲁斯还强，毕竟是人王血脉啊。但楚天相信他这个等级绝对比周武属性高，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品级技能都不详，显然这家伙身上有鬼，竟然还被神灵级力量笼罩。楚天怕神灵吗？管他呢，真有神灵到来，肯定也是先打了再说。而周武2次被小觑，也不乐意了。哼，我只是想让你先狂一下，当会儿死的才更惨。杜鲁斯，他就交给我吧。杜鲁斯身为帝皇，他都可以直呼其名，说话的时候依旧保持着神灵般的高高在上。也好，该让他明白，人王面前他啥也不是。杜鲁斯乖巧地走到一旁，周武走上前，凝视楚天，淡漠道：“你很不错，臣服于我，助我征服天下，我赏赐你任何东西。”他竟然想收服楚天，杀笔！楚天就不知道这货哪来的信心，老子只想要你的人头，你给不给？轰！周武闻言瞬间怒了，给了楚天几次机会，他不会再给了。人王威压！他一声怒吼，威压再度释放。砰砰！新法帝国跪下的人连续受到威压，直接趴了下来，他们神情中满是不甘、耻辱。这比战斗失败还难受，但偏偏血脉受到压制，连挥拳的力气都没有。星芒帝国依旧全体兴奋，哈哈，修罗肯定跪下了！哟，给爷跪下了！他们迅速朝楚天看去。死！什么鬼？为何？你会不跪？杜鲁斯惊讶无比，周武也是大为震惊。叮！系统提示：您受到了人王威压，同为人王血脉，您无视此威压。楚天当然不受影响，他再度一声怒吼：就你也配称人王？他才不信对面真是人王，哪怕系统描述周武是人王血脉，他也不信。这种靠着血脉狂妄的货色，配合他相提并论吗？来啊，再来一次威压呀！果然，周武面对他的连番嘲讽，神情无比慌乱，没有再度张开血脉气海展露威压，就好像他的人王血脉不能时刻展露一般。不能用了吗？莫非你不是真的人王？他的话语连出，让周武脸色煞白。杜鲁斯更是慌了神，他打着人王血脉的旗号，就是想轻松收服各大人类帝国，不管能不能借此将人类崛起，他都能做这一代的人类共主啊！你什么意思？修罗，你肯定是用了诡异手段，才能抵挡人王血脉。闻言，星芒帝国人马松了口气。是啊，修罗那么强，有些诡异手段也正常。他们才不信周武不是人王，要果真如此的话，他们幻想的征服天下只会是一场美梦了。我什么意思？楚天却是哈哈大笑，笑得逐渐疯狂。哈哈，问我什么意思？他冷视四周，大袖一甩，道：好，我就让你们看看何为人王。轰！他的身上恐怖的气血汪洋出现，金色的血液虚拟而出，瞬间淹没了整个星芒帝国的人马。除了杜鲁斯和周武，所有的士兵全部跪倒。扑通扑通，在一地跪倒声中，有人惊慌失措地喊道：人王！修罗也是人王！周武没跪倒，当然是他的血脉抵抗住了威压，而杜鲁斯属性比楚天高，只会降低一半属性，不会掉到0那么无力。但也怎么还在把我和周武相比？楚天淡淡一笑，身后6大分身同时走出，释放人王血脉。叮！恭喜1号分身释放人王威压，星芒帝皇。杜鲁斯属性降低 50%， 目前降低到0。周武1重人王血脉，无法抵挡2重人王血脉威压，属性降低 50%。您的威压抵消了周武的人王威压。新法帝皇瑟琳娜属性回升 50%， 新法帝国 NPC 不再受到威压。恭喜2号，连同楚天在内7位人王血脉者释放威压，整座新法帝都连同那连绵的野外、森林、大山等等，全部被金色的血脉气海笼罩。森林、山野中，无数怪物瑟瑟发抖，仿佛在为一个恐怖的存在出世感到惊惧。扑通！星芒帝国的兵马无力地趴倒，威压重重覆盖，将他们的身子压入地下几百米，到处都是坑洞，连周武、杜鲁斯都趴在坑洞中。真的人王，而且还是7。杜鲁斯瑟瑟发抖。新法帝国人马以及瑟琳娜都恢复正常了，但他们都没有说话，陷入了十足的震惊中。只有激动到颤抖的身子能证明他们的情绪剧烈波动。良久，终于有人吞吞吐吐道：七大人王，一个人王就足够收服人类，反攻各大强族。那7个呢？第199章
秘境，目标资质。7大人王出，全场陷入震惊。周武的人王威压比起楚天太垃圾了，竟然歇一段才能释放一次，看着就像假的。而且他是真是假还重要吗？这里可是7大人王，一位人王就能将属性高于他的人类强行降低一半，可见人王血脉的 bug。但人王从来不会同时出现2个，所以不会降低到0。从前还有人能反驳人王，但楚天死。每个人王都是修罗，全是修罗的分身，全是他一人，这才是最让人惊骇的。只要2个人王出现，不管是什么人类，只要敢反抗他，一定会属性掉到0的。但别谈人王不会同时出现2个，就算是出现了，天才也会有分歧。不巧了，7个都是修罗，同一人 ，bug 无敌，整个人类族群，他是天定的王了，无人能反抗。瑟琳娜诱人红唇惊讶张起，这实在太戏剧性了。而杜鲁斯和周武2人发呆的趴在坑洞中，一会儿恐惧的嘶喊，一会儿懵逼的质疑。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出现7个人王？他们征服天下的美梦还没走出第一步，就要夭折了吗？楚天踏步上前，现在所有人属性0，他轻飘飘的一个技能就能秒杀了所有人。我不是假的，我才是真人王。我来这里是要拿回我的东西，完成我未完成的梦想。突然的，周武愤怒嘶吼，状若疯狂。轰！他竟然强行站了起来。叮！系统提示：周武身上的神灵级力量启动，强制激活了体内的人王血脉，抵抗住了您的人王威压，属性恢复 10%、50%、100%。神灵级力量挡住了人王威压，这家伙确实不简单。但他恢复属性后，竟然没有对楚天动手，而是状若疯狂地对着新法帝都外的一处森林发出可怕的一拳，一拳就将森林直接湮灭。轰隆隆，一个洞口出现了，上面还有神奇的阵法禁制。叮咚！世界公告：秘境人王窟在新法帝都20万03635出现，之中有许多宝物，任何族群都可以在其中提升资质，但等级不可高于150级才能进入。突如其来的世界公告让所有玩家都蒙住了。提升资质，这太恐怖了，比一些神级天赋都要强了。资质提升2倍，升1级就是以前升2级的效果呀，而且说不定能提升好几倍呢。快，我要去！任何种族都能提升啊，但帝都级主城我们进不去啊。告诉我们背后的 NPC 一定有办法的。所有玩家都激动了，玩家并不是只有人类、兽人、精灵等等都有，他们等级不够进入帝都级主城，但平常和 NPC 打好关系，去找 NPC 帮忙了。一瞬间连 NPC 都激动了，提升资质他们也需要啊。但新法女帝皇不好惹啊，尤其是秘境只能让150级以下的进去，我们派不了高手进去，不一定能拿到宝物。怕什么？我们这么多人，瑟琳娜能挡。快去新法帝都！许多 NPC、骷髅族、魔族、兽人族等等都派出了人马，当然了，也带上了他们的舔狗玩家，而且是全世界范围的大米国服务器、英国服务器等等都来了。全世界的传送阵都在火速启动，只有少部分人不屑。切！大米国第一高手宙斯不屑地撇撇嘴，不就是个秘境吗？光明教廷掌握的秘境多的是，而且提升资质哪有那么麻烦，我马上就能提升2倍资质。简而言之，他对人王窟看不上，觉得提升不了多少资质。像他这样的还有各大服务器的顶尖玩家。而在场上，楚天将世界公告说给了瑟琳娜听，小心点，我在此创立帝国就是在附近感受到了不同寻常的力量，但我找了许久也没找到。周武一来就打开了人王窟，我感觉有点不正常。瑟琳娜并没有被奖励冲昏头脑。楚天点头道，我也感觉不正常。周武从头到尾都透发着诡异，人王窟打开时就更让人起疑，尤其是修罗，我在人王窟等你。周武大手一挥，不知道用了10妖办法，竟然将星芒帝国的所有人带走，瞬间进入到了人王窟之中，就好像在埋坑等楚天。刷刷刷！这时候新法帝都的传送阵大放光芒，一波波人马到来，各大种族、帝国、势力的都有，但都是150级以下的，用了些特殊手段才来的，不然无法进入帝都。我们要进秘境，新法之主，没问题吧？他们心怀忐忑。瑟琳娜声名在外，要是不让他们进，他们还真没办法。甚至他们都想好了，实在不行的话，就全体拿出背后的势力。瑟琳娜也不好和这么多人为敌。没想到，进吧。瑟琳娜直接点头。所有人都兴奋了，进入秘境中。傻子，利欲熏心。楚天摇摇头，这帮人进去估计都是送死的。不过我也进去吧。你进去干嘛？瑟琳娜有些焦急。
提升资质我还是要的，世界公告说的应该没假，只不过可能有些意外。放心吧，我是故意让周武这么做的，不然早一巴掌拍死他了。楚天说话的时候已经飞向秘境中。没错，他是故意的。虽说他不信周武是人王血脉，但系统确实是如此显示的，他肯定要知道真相。而且周武身上的神灵级力量，他很想要试一试啊。回去吧。瑟琳娜倒是不急了，因为一切都在楚天掌控中。和那些利欲熏心的人不同，楚天是有强大实力，做好了一切准备的。他既然说可以进入一试，那肯定没问题的。他也没去帮忙，因为他怕自己进去反而给楚天拖后腿。你太强了，我自创帝国从前还有些自得，但看到你的时候，竟然怕自己乱做事，给你带来麻烦。不过这才是我的小师弟，像个男人。瑟琳娜没有轻举妄动，只是送上了祝福。第200章，资质草埋大坑。叮！恭喜，您进入了秘境人王窟。楚天踏入秘境，欢呼声传来。太好了，我竟然得到了星耀器，我才25级，有星耀器就足够了。沙比，那边史诗器都一大堆，这还有圣器呢。他晚进入一步，先进入的玩家 NPC 们已经拿到了许多收获。他启动火眼金睛查看，秘境中有一个个洞穴，洞穴里药物、装备、技能书等等都有。就是没有怪物，秘境中怎么会没有怪物？这么多宝物白白让他们拿了。楚天皱眉，但已经陷入疯狂的人们没有发现这点，或者说他们也感觉不正常，但收获太大了，他们潜意识里自动忽略了这点。毕竟宝物动人心啊，连圣器都有好多呢，有些圣器连楚天都会心动下，但他没有动手拿，圣器对他来说也就那样吧。但前来寻宝的人等级都不高，宝物对他们很重要，而且宝物数量很多，哪怕寻宝人多，估计有几百亿呢。毕竟各大种族都有 NPC 到了，可他们没有争抢，因为宝物根本拿不完，不需要争抢。整个秘境的气氛十分欢乐，这哪是寻宝，跟来捡宝似的，太不正常了。这个秘境不像天然形成的，更像是人为布置的。谁能拿出这么多宝物布置秘境？不仅是楚天，也有人发现异常了。但突然有人大叫：我提升了资质！不是他不想隐瞒，而是根本隐瞒不了，前方到处都是提升资质的宝物，就算他隐瞒了，人们也会发现的。资质草，圣级药草，效果：一颗提升10%资质，上限提升100%。描述：极其稀有的药草，炼制成丹药后有机会提升更多。这一下，人们激动的飞起，哪怕是有所顾忌的人，将一切都抛在脑后，迅速去拿资质草。10颗就能提升1倍资质，直接2倍属性，这可是永久加成的，而且不是阵法什么的短暂加持，而且阵法等等的加持还能再附加，这就是资质的重要性。资质还能提升潜能点啊！我有一个黄色技能，想提升到满级，一直舍不得。我提升1倍资质，立刻升级！刷刷刷！所有人都开始拔草、吃草，还等着把资质草炼制成药物，等不及了，先吃了再说。提升上来后才有实力抢到更多啊！资质草的数量并不太多，不足够这么多人分的。刚才还和平的局面，立刻爆发了战斗。滚！别影响我吃草！尼玛，这是我的草！人们已然陷入疯狂。关键的是，资质草上限会提升1倍资质，但资质草远处还有一些花，或许能提升更多资质，花就更少了。到时势必大家争抢，还不如先减少一些人。大战爆发，人们都打出了火气，血流成河。沙比！楚天暗骂了一声，其他人看不到花的具体效果，因为他们探查距离不够。但楚天双眼释放金光，洞悉一切。热血花，圣级药草，效果：花香让人陷入热血，很容易被激怒，变得疯狂。描述：可用于制作毒药。那根本不是提升资质的花，这帮人越靠近热血花，就会愈发的疯狂。偏偏资质草将他们吸引了过去，谁能在巨大诱惑下不受影响呢？整个秘境从低级些的装备、宝物等等，逐步变得高级，就是引人去热血花的位置。而且我没看到周武，星芒帝国人马肯定隐藏在很远的地方，蓄势待发。楚天一直保持着警戒，他虽霸道，但不鲁莽。但玉姬草、生血果，楚天竟然看到了一些能给妹妹治病的药草，不对，是所有需要的药草都有。拿到这些药草，我就能给妹妹治病。可前方有坑，如何拿？有办法。幸好净化万物天赋能看到所有东西进化后的效果。一声轻笑，楚天开始进化了。叮！恭喜，您消耗了500亿进化点，抢占值进化成霸占值。这个属性是从魅力值进化来的。30点霸占值，永久。效果1：所有 NPC 只要不和您敌对的
好感度直接加50。效果2，所有野怪在被您捕捉为宠物时，捕捉几率正 30%。效果3，所有装备、药物在被您炼制出来时，成功率、炼制速度正 30%。效果4，所有爆出物在您附近10万米时，您拥有抢占权，无视爆出人，1天3次的机会。效果5，30万米范围内的无主之物，活的，您可以直接霸占。前4个效果全部几率提高。楚天1分钟炼制1000瓶黄级药剂，除了它是尊级药师外，也有原本抢占值效果3炼制速度正 10% 的原因，现在加到了 30%， 就更快了。最主要的还是多了效果5，无主之物直接霸占。叮！恭喜您启动了霸占值，将玉姬草霸占。恭喜您启动了霸占值，将资质草霸占。咻咻咻！一颗药草被拿走，给妹妹治病的药物瞬间集齐了。当然了，资质草也到手了。他站在远方，简单的手一招，想要的东西自动飞到他手上。这一幕吸引了人们的注意，有许多家伙转过头来，愤怒的大喊：马德，敢抢老子东西！尼玛，那是修罗，你不想活了！但即便是陷入疯狂，看到修罗的那一眼，也浑身一激灵，差点吓傻了。轰！楚天直接使用技能，将骂他的人都击杀了，其余的人瑟瑟发抖，一句话都不敢放。毕竟他们都是150级以下的，即便有些圣级，也打不过楚天。楚天在这个秘境中真是无敌的，属性直接碾压。别人继续奋力抢宝，楚天轻松无比，手一招就来。不久后，资质草有100颗了。叮！恭喜您服用了资质草，资质正 10%。恭喜您服用了。他恐怖的属性瞬间上涨。更过分的是，有些人抢不到资质草，转头去拿装备等等。楚天这一次都不用招手了，直接启动净化万物的分解功能，反正都是无主之物，随他造呗。叮！恭喜您分解了史诗器黄药棺、史诗级宝物邀月玉石。恭喜您霸占了圣器荣耀之枪。瞬间大量进化点入账。当然了，圣器还是不分解的，哪怕他不用，留着玩玩也行啊。人们只能看着他抢宝，屁话不敢放一个。而在秘境下方很远的位置，周武等人看着一个镜子，显示了秘境内的所有情况。人王窟确实和他们有关系，一切都是他们布置的。怎么办？修罗把我们的东西都拿了，他还不进入正确位置，凭空就拿了，我们根本坑不到他。宝物都是他们放的，反正杀了所有人之后，宝物还能回来，但进入修罗的背包了，怎么拿回来？不管了，我等不了了。周武气急了，进行计划吧，修罗也得死。他们转过了身，无数人马向着一个尸体拜首。有神灵的一退，何愁大事不成？